大梁安康3年，新帝登基3年，边境暂时稳定。都城皇宫的冷宫中，因春天的迟迟不到，显得荒凉而空旷。一间破旧的屋子里，一个面容秀丽不凡的女子无声无息地躺在床上，她脸色苍白，双目紧闭。2个女子一老一少坐在冰冷的地上，哭泣着：“娘娘，您怎么能死？您怎么能死？您要死了，肚子里的小主子怎么办？秀玉和嬷嬷怎么办？奴婢求求您别死，别死啊！您说过的，我们要一辈子在一起的。”宁仪真有感觉的时候，只觉得全身好痛，痛得她狠狠地拧眉。她没死是吗？这浑身的痛是她打爆强劲对手的后遗症吗？是谁在哭？这声音是如此熟悉，又是如此的遥远。秀玉，宁仪真的脑子里突然蹦出了这2字。可这2字一出，地上的少女仿佛听到了仙乐一般。只见她咻的一下从地上爬了起来。嬷嬷，嬷嬷，娘娘醒了，娘娘真的醒了。地上的老嬷嬷也立即爬了起来。是的，娘娘醒了。江嬷嬷2眼泪花，她可怜的主子啊，终于醒了。她醒了，她肚子里的小主子就有活着的希望了。江终究是老的了。2眼发酸的江嬷嬷比秀玉可沉稳多了。我知道，我知道。秀玉，别哭了，你赶紧去拿热水来，我来帮娘娘接生。娘娘，您再坚持一下，小主子就要出来了。奶娘，就这一声奶娘2字，顿时让江嬷嬷泪流满面。是老奴，娘娘，是老奴。看着眼前这2张熟悉的脸，宁仪真的心一阵阵抽痛。天啊，她竟然重生了！穿越几世后，她重生在最初一世自己生孩子的时候，怎么会重生在这一世呢？这一世她因一双儿女出了冷宫，从废后成为最低等的妃子，受尽了冷眼。因地位低下，又有一对龙凤胎，所以让无数人嫉妒与欺负。儿女被皇帝亲自养着，虽然很是优秀，可他们连娘也没曾唤过自己一声。到最后，她还被人下了美人罪，这种绝毒折磨而死。老天竟然让她重回这里来了，是让她回来报仇的吗？瞬间，宁仪真的脑子里浮现出一个声音：姓宁的，你以为抢了我的皇后之位就赢了吗？你知道吗？你的舅舅并没有真正的造反，而是皇上要杀他。人人都说他是奸相，可我却知道他是个蠢相。你想知道皇上为什么要杀他吗？你又知道你的药是谁下的吗？我不会告诉你的，你去地下问阎王吧。他的舅舅没造反，可皇上却杀了他，这是怎么回事？宁仪真的双手紧紧地攥在一起。谢桌，我回来了。我没找阎王问，我回来找你问。你好好的等着我，欠我的我一定会亲手拿回来，这辈子我会把一切都讨回来的。一阵剧痛拉回了宁仪真的思绪，头顶的汗水不停地往下淌。好痛！刚打热水进来的秀玉听到主子叫痛，立即放下盆奔了过来。娘娘，娘娘，您若实在痛不过，就咬婢子的手吧。一只伤疤累累的手伸在宁仪真的面前，让她忘记了痛。刚入冷宫的时候，一个个以前嫉妒她外祖家的嫔妃，可着劲的来欺负自己，就只有眼前的跟着自己进宫的一老一小，在她最落魄不堪的时候，奋不顾身的用瘦弱的身体护着她。上辈子为了护着她，他们俩都死得很惨。咬着牙，宁仪真坚定的摇摇头：我没事，能坚持啊，我一定可以的。江嬷嬷一听这痛叫声，立即指挥道：娘娘，小主子快出来了，您用力啊，用力，孩子重要。听到自己奶娘的焦急指挥声，宁仪真什么都不去想了，既然重生了，就不怕报不了仇。她凝声屏气，跟着节奏不停的使劲，力气越来越不足了。心念一动，若有一瓶营养液在就好了。对了，她和对手的空间还在不在？转念间，一瓶营养液就出现在她手中。顿时宁仪真双眼泪流，太感谢了，有她在，这辈子她要遇神杀神，遇魔斩魔，谁也别想再想她的孩子了。二话不说，宁仪真趁一老一小没注意到自己时，她咬牙把营养液一口喝下。也就在一瞬间，她全身充满了力量。谢桌、燕凤阳、谢老妖婆，我宁仪真回来了，你们就等着我吧。出来了，出来了，是位小皇子。哇，还有一个！天啊天啊，娘娘您生了一对龙凤胎。龙凤胎，她早知道，哥哥少年老成，妹妹娇俏可爱，这一世她要亲自把他们养大，再也不会让那个狗男人给夺走了。也就在秀玉惊叫之时，京城的上空升起一片紫光。皇上，钦天监林大人有急事求见。天康帝燕凤阳正头痛着江南大涝，太监方德言上前禀报。钦天监林大人，难道他有新情况？燕凤阳拧眉道：宣。林大人一进内殿，老泪纵横，恭喜皇上，贺喜皇上，东南应该无碍了。
老夫刚才见京城上空突然出现7道彩虹，这是吉兆吉兆啊！东南有救了！好好的晴天，出现7道彩虹，这怎么可能啊？听到这消息，燕凤阳俊逸的五官松弛下来，详细说来。是，这边林大人才说完，那边也有暗卫飞进了大殿。启禀陛下，丰南府、离东府都有飞鸽传书送到。什么？这2个省有消息了？心中一直焦急的燕凤阳顿时双目一舒，心情激动的声音都颤抖了。快呈上来！半个时辰之后，满朝文武都知道了，丰南府与离东府的大涝已停，京城上空突然出现7道彩虹。谢老天爷，老天爷宽宥我大梁啊！谢老天爷，老天爷万寿无疆！一众文武跪满了宫门，一个个对着天空恭恭敬敬的3跪9拜。第0002章，史上被崔选秀的。作为帝王，燕凤阳的心情真的舒畅。他登基才3年，接手之时大梁已经困苦不堪，离大灾过去不过几年。边关还不稳定，丰南府、东离府都是大梁的粮食仓储之地。若这2地今年灾难不能停止，大梁国的困境将还会继续。镇国公今日不在，站在台阶上，燕凤阳巡视着几位重臣。这时，吏部尚书上前启禀皇上，今日早上在宫门口遇到国公爷的长随，说国公府世子夫人临产了，这是谢家的第1个孙子，老大人亲自镇守。什么？国公爷家今日要生孙子了？这国公爷也有意思，他儿媳妇的孩子还在肚子里呢，生的就一定是孙子吗？可就在这时，有人跑了过来，启禀皇上，国公爷有消息送来，刚刚2刻钟前，国公府嫡长孙出生了。什么？这消息一出，台下众人震惊。刚才京城上空出现7道彩虹，东南2州又有好消息传来，这国公府却出生嫡孙，这孩子莫不是什么金贵命？燕凤阳也怔住了。国公府太后的娘家，国公爷曾经有从龙之功，这谢家燕凤阳终究是帝王。顿时他扬声道：赏朕国公之孙黄金1000两，良棉100匹，玉如意1柄。这一赏，立即有人高呼：此子出生天降异象，长大后定是国之栋梁，实乃我大梁之福。确实如此，我大梁景盛就在眼前，恭喜皇上，贺喜皇上，皇上万福啊！众人立即高呼恭喜。而就在此时，有人大喊：皇上，我大梁好运将至，皇上至今无后，应立即选秀。可不，皇上都23了，如今并无任何子嗣。皇子是立国之本，是严国之后。立即有人上前附和：臣等恭请皇上选秀，立后早日替皇上生下太子。皇上，臣等附议，臣等附议。原本是一场谢天地之祭祀，突然变成了一场崔立后之早朝。燕凤阳的眼光眯了起来，他脸色阴沉地看着地下的众臣问：众爱卿的心情朕很理解，只是目前国内情况如此糟糕，你们却让朕立后，朕想问，是天下百姓的生活重要，还是朕的选秀更重要？难不成朕一选秀就能有子嗣繁衍？若哪位爱卿能保证，那朕就允了。跪在地上的大臣们一听这话，差点吐血了。皇上虽然后宫没有皇后，可也还是有10多位嫔妃在。嫔妃们入宫最迟的也有3年多，别说有子嗣，就是怀都没有怀上过。谁能保证皇上一选秀就能生下皇子？他们又不是神仙。工部侍郎柳和清立即带头高呼：皇上忠贞为国，一心为民，是我等臣子们心胸狭窄，胡言乱语，臣有罪，臣有罪，臣亦有罪。看着地上这些见风使舵的臣子，燕凤阳表情淡淡，既然知道有罪，那步伐不足以服众。东南大灾，百姓遭难，尔等就罚1年俸禄，算替百姓解忧吧。什么？就这么一句话，他们就失去了1年的俸禄？一瞬间，那些跟随之人对带头之人怨恨起来。若不是黄大人拍朕公国马屁，他们会跟风吗？看着这些人变脸，燕凤阳心里冷笑一声：这就是你们逼朕的下场。萧爱卿，东南2省的百姓救济必须赶紧到位，你随朕去上书房商量一下，看看这事交给谁来办。听到这命令，身为大梁最年轻左相的萧远寒心底吐了口气。这些人啊，为了拍朕国公的马屁，真是无缝不钻啊。是，皇上。作为燕凤阳的少年伴读，萧远寒心里太清楚皇上为何没有儿子了。一个厌恶女人近身的男人，他能有儿女吗？一个心中只想着找他救命小丫头的男人，他能有儿女吗？若不是初登基为了平衡势力，稳固地位，宫中这些美人儿怕是一个也进不来。方德言可数了刚才的人数。皇上与萧远寒、德公公一进上书房，他就开了口。德公公立即回禀：回皇上的话，奴才数了，共有18人。听到这个数字，燕凤阳一脸冷笑：朕没想到才3年，
我那好舅父就这么有本事？这18人怕是打头炮，今日朕若不是有借口，恐怕刚才宫门前会跪上一大片。呵呵，他真的想多了，以为帮过朕，朕就是他谢家的皇帝了。这些不知所谓的东西，朕能捧他上位，就能把他打入深渊。镇国公确实是有本事，皇上这是收拾了一头狼，又养壮了一只虎。左相萧远还出了一个主意，皇上，您这也只是一时之计啊，等东南两省的事一完，这事还得提，您这是躲不了的。不如就让宫中2个地位不高的妃子，先给您生下2个皇子，以堵众人悠悠之口。什么？让他与宫中那些女人生孩子？燕凤阳脸色不好了，恒之，别人不知道朕，难道你还不知道朕吗？除了小珍之外，这世间没有任何女人配生朕的儿女。天哎，那叫小珍的小姑娘，皇上他都找了10几年了，她是不是活着还得两说，这可怎么办？萧远寒深深从心底吐了一口气，皇上，您是一国之君，注定不可能只有一个女人的呀。您可以不立后，但不能只有一个女人。可这话燕凤阳不认同，谁说的？朕乃一国之君，难道靠的就是女人多才能做这天下吗？恒之，别老说朕，你只比朕小3个月好吧？说吧，你为何一直不肯成亲？我皇姑去世前，她对你的交代都忘了吗？她想成亲啊。萧远寒闭了闭眼，可是他想娶的人却是有的人连看都不想看一眼的人。韩哥哥，你不能抱真儿的，男女授受不亲，你抱了我就得娶我当娘子的。行，那就等你长大了给我当娘子，你答应不？好呀，我最喜欢韩哥哥了，等我长大了就给韩哥哥当娘子。那年他多大？3、4岁吧。萧远寒的目光飘向了某个地方，他离开不过10来年，他却忘记了他的承诺，爱上了别人，爱上了一个不爱他的人。爱就是成全，可现在萧远寒不知道自己的成全是对与不对，但现在就算是不成全，他也没有了资格去争夺。皇上，臣不是您，而且萧家也不止臣一个儿孙，就算臣不成亲，萧家也不会无后。可皇上不一样，您若没有子嗣，大梁国国本将不稳固。燕凤阳知道这是实话，可是他还是不想这么快立后。这宫中的女子他都讨厌，一走近她们，他全身就难受的不行，更遑论与她们生儿育女了。可唯一一个不会让他能心里不反感的女人，却是他最不喜欢、最厌恶的女人。再说吧，5年之后朕再找不到她，就立后。5年吗？听到这话，萧远寒眼光闪了闪。皇上，冷宫那位怎么办？就这么一直关着他吗？他确实是无罪之人，不如把他放出来，就让他待在清芳宫如何？第0003章，谁也不要把孩子的透露出去。清芳宫不是冷宫，虽然那里离龙七宫很远，但这里至少有人侍候。萧远寒想着，若有自己的关照，那个小姑娘至少不会像在冷宫那样活得艰苦。可这话落在燕凤阳耳中就不一样了。无罪，一个奸相的外甥女敢给他下药，那就是大罪。只是这话燕凤阳不会与任何人说。燕凤阳知道萧远寒的想法，毕竟他们都曾经是奸相的学生，表哥与废后也算得上是师兄妹。他是没罪，可是他有一个想造反的舅舅，朕没要了他的命，算是朕的仁慈。恒之，朕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个记旧情的人，记着曾经的师恩，可是朕不可能放他出宫的，就这么着吧，反正冷宫也不少他一口吃食。唉，萧远寒不说了，他的那个小姑娘终究是因为他的舅舅而被牵连了，要如何才能去照顾他一下呢？呼！萧远寒深深地呼出一口气，若当年他不出去求学，是不是他还是他的韩哥哥？就在萧远寒与燕凤阳说着宁仪针之时，此时的冷宫思过院中，秀玉把洗好的2个小主子放在了刚醒来的宁仪针身边，脸上透着喜色。娘娘，您看小主子好漂亮啊，奴婢还没看过这么好看的新生儿。是的，她的儿女都很漂亮，儿子长得像那个人，而女儿却完全长得像他。小小的脸，小小的嘴，坚挺的鼻子，肌肤如雪。兄妹俩虽然长得不一样，可一样的漂亮。再世为母，宁仪针一颗冷冰的心被2个漂亮的孩子给融化了。这2个孩子上辈子被人教歪了，他们根本不认自己这个娘。这辈子他要自己教，一定要让他们成为世界上最可爱的崽。伸手，他点了点女儿的小脸。突然，小丫头嘴角一扯，笑了。天哪，小公主笑了，真的笑了。小姐，你看到了没有？她在笑呢。秀玉惊叫起来。宁仪针当然看到了，虽然这么小的孩子还什么都不知道，但她确实在笑啊。抬手又轻轻地戳了儿子的小脸，可是不管他戳几下，小臭屁就跟他那狗爹爹一样，笑一下就要命似的。不过这是他的儿子呢，不笑也可爱。
一边的江嬷嬷看着自己主子这孩子性，顿时也乐了。娘娘，这下好了，皇上知道您生了孩子后，肯定要接您出宫了。出宫？话一落，宁仪真双眼瞬间就冷了。奶娘，秀玉，下面的话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这两孩子的事一定要保密，绝对不能让宫外的任何人知道。啊，保密？秀玉与江嬷嬷脸色都大惊。娘娘，您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不告诉皇上？是啊，娘娘，皇上至今无子，您有一对龙凤包保驾，回宫后肯定会重新被宠。宠？他需要吗？也已经不是那个爱那狗男人，爱得连自己都忘记的女人了。想到上辈子只一眼便陷入深渊的自己，宁仪真的目光瞬间变冷了。不为什么？这孩子是我的，不是那狗皇帝的，我的孩子自己养。你们记住了，谁也不要把孩子透露出去，否则你们就不要再跟着我混了。自己养？秀玉与江嬷嬷惊呆了。这宫中若不是有人暗中时常照应了些，那是真的什么都没有。冷宫中这样的条件，娘娘这身体能不垮就好了，还养得活一对孩子吗？娘娘，您这身体得好好补补啊，不出冷宫怎么拖得起？您的身体不恢复，如何养孩子？为了孩子，您就别再恨皇上了。江嬷嬷语重心长。秀玉也接上，是啊，娘娘，您替皇上生了一对龙凤胎，这可是大吉啊。皇上要是知道了，肯定不会再责备您了。不会。哼，他们这是把狗皇帝想象的太美好了。宁仪真一直知道皇上心中有一个人，他除了那个人不会再爱上任何一个女人。想到上辈子的悲惨结局，宁仪真的双眼更冷了。你们相信那狗皇帝，可我不相信。秀玉，奶娘，你们若还是我宁仪真的人，就听从我的话。我说不能透露就不能透露，听明白了吗？又是狗皇帝，娘娘这是到底有多恨皇上啊？当然，江嬷嬷知道自己的主子曾经有多爱皇上，这就是所谓的爱有多深，恨就有多切吧。江嬷嬷心疼自家的小主子，她妥协了。娘娘，既然您不让奴婢说，那奴婢就不说。只是将来您有何打算？打算自然是有的。想到自己以后要做的事，宁仪真没准备隐瞒这两个能为自己送命的忠仆。将来她有太多的地方要用上他们。我准备把孩子养大后造反，夺了他的皇位，再把他关进冷宫，弄一堆疯女人陪他过一世。砰的一声，江嬷嬷跌坐在地上。嬷嬷，秀玉把江嬷嬷扶起。嬷嬷，您别吓着了，娘娘是在开玩笑的。可宁仪真不是开玩笑的。自重生回来起，她就下定了决心，她是穿越几世的全能大佬，这辈子她不要当什么狗屁皇后，她要直接当太后。只不过她不会多说罢了。秀玉，扶我起来，我要出宫。秀玉立即把宁仪真扶起。当她出宫完才躺回床上时，两只小猫突然哇哇哇的哭了起来。在冷宫8个月，因为吃得太差，两只小只有3、4斤一个。听到这哭声可怜的不行，江嬷嬷立即把它们抱了起来。娘娘，可能是孩子饿了。孩子饿了？秀玉急了。娘娘，赶紧给小主子喂奶吧。宁仪真一听这话，直接说道：秀玉，我这身体怕是奶不了孩子了。啊！秀玉傻眼了。她知道她家娘娘能保下这条命就很不错了，再要奶孩子确实是不可能了。嬷嬷，怎么办啊？小主子们会不会饿坏了？江嬷嬷也不知道怎么办，小主子们这么小也吃不了米汤啊，才生下来呢。我托外面的钱侍卫买了点黄连过来，先让他们喝点黄连水去心火再说。没有奶就先喝几天米汤。两位小主子这么顽强，他们一定会健康长大的。秀玉也觉得一定是这样子的，顿时点头。好，奴婢就去。可两只小很精明，黄连水太苦了，只喝了3口就再也不喝了，哭得更是可怜。第0004章给2个中仆吃定心丸。秀玉都心疼的哭了。怎么办？嬷嬷，这可怎么办？江嬷嬷也老眼通红，没办法，先让他们扛一下。我去看看鸡汤好了没有，等娘娘喝下鸡汤后就会有奶了。宁仪真知道自己不会有奶，上辈子就是因为没有奶，所以她不得不让侍卫送信给皇上。可现在她不会了。秀玉，奶娘，等一下，我有件事想与你们说。秀玉立即擦去眼泪。娘娘，您要说什么？您是否改变了主意，想让奴婢去告诉皇上小皇子的事？告诉他？做梦！不，我决定的事绝不会改变。宁仪真目光坚定地看着秀玉与江嬷嬷道：我想与你们说的是，刚才的我是真的死了。啥？这话连江嬷嬷也被吓着了。娘娘，您别乱想，您怎么会死呢？不会的，他怎么就不会死呢？宁仪真想说的是，我又不是神仙，只要是人都会死的。若不是将来要这2个人帮助，他也不会让他们知道自己有法宝的存在。但现在
他不能不编了。秀玉、奶娘，你们听我把话说完。我路过奈何桥的时候，突然听到了孩子的哀求声，他们哭求我，求我不要去死，我死了，他们就再也看不到这个世界了。于是我在奈何桥边求了孟婆，孟婆说只要我淌过那条热油河，就让我回来。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就这么下了河。可能是孩子们在保佑我，我竟然没事。见我淌过了河，孟婆还给了我几件宝贝，让我回来了。以后你们别担心，我们一定能好好把孩子带大的。听完这番话，秀玉与江嬷嬷完全震惊了，他们的主子竟然见到了鬼。此一刻，他们都忘记问了孟婆给他什么宝贝。宁一真没管他们什么表情，他知道这种事要时间才能消化，直接从空间找出2个消了毒的奶瓶，拿了2瓶营养液递了过去。秀玉、奶娘，就这么喂，你们帮我一下。突然，哇的一声，秀玉哭了，哭得泪水横飞，哭得惊天动地。谢谢阎王爷，谢谢阎王爷。以后秀玉愿意在阎王殿侍候您老，永不超生。听到这番话，宁一真的胸口被塞得满满的。上辈子就是眼前这2人替他挡了无数次的责罚，最后还是被人害了性命。这2人比他的亲人还亲人，他们的忠心感天动地，眼泪无声的落下。宁一真紧紧地握着拳头，秀玉、奶娘，这辈子本宫一定会替你们报仇的。我要让那些害你们的人都不得好死，我一定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平安到老。冷宫很大，思过院也不小，占地有1亩多地。因为空间大，秀玉与孩子的哭声都没有传出去，而孩子一有吃，立即就不哭了。孩子不哭了，秀玉也没哭了。2只小一股一股的吃着奶，秀玉稀罕的不行。娘娘，他们长得真好看呀。宁一真闻言轻笑道，秀玉也长得很好看，真正的小家碧玉。秀玉脸红了，娘娘，您才是这天底下最好看的人儿。不过现在多了小公主与小皇子，你们3个都是天下最好看的人。娘娘，您真的不喜欢皇上了吗？以前您为了嫁给他，可是做了那么多的好衣服，打了那么多的新首饰呢。为了一个厌恶你的人，做再多又有什么用？花痴！宁一真心中嗤笑自己一声。秀玉，那个时候的我脑子有问题，活得糊糊涂涂。现在的我重生了，脑子清醒了，不会再为了别人而活了。以后我只为自己，只为孩子而活，你记住了吗？以前娘娘为了皇上真的吃了太多的苦，受了很多的罪。现在娘娘能放下了，或许是真的好吧。秀玉眼眶红了，娘娘，奴婢记住了，以后奴婢帮您，多2个中仆的帮助，未来的日子一定很美好。宁一真信心满满，好，我相信你。看着这一对漂亮的兄妹，年纪大上一些的江嬷嬷却有不同的想法。娘娘，您真的就下定决心了吗？您别怪老奴多嘴，可以老奴之见，皇上对娘娘并非没有情意，只是他恨救大人罢了。毕竟这是皇上的嫡长子、嫡长女，现在他并无一儿半女。若他知道您替他生下了孩子，一定会把您接出冷宫去的。这孩子养在冷宫，对他们的见识恐怕会有影响呀。对，宁一真心里很清楚，燕凤阳确实是恨自己舅舅，所以一抓到舅舅的把柄后，立即就急了他的官，抄了他的家，要了他的命，把自己这个皇后也打入了冷宫。可若说那狗皇帝对自己的情谊，可他心里很清楚，那怕是半点都不可能会有的。现在他的靠山还没捡起来，现在弹出宫真的太早。宁一真理解江嬷嬷的想法，毕竟她年纪大些，想得远些。可是她想得再远，也远不过自己这活了几世的人。必须说服江嬷嬷，必须让她永远打消把消息透露给狗皇帝的想法。宁一真说了真心话，奶娘，你说若我们出去了，他会容许一个政敌的外孙有出息吗？或许我们都有可能接出去，但是他是绝对不会优待我们的。在宫中我们无权无势了，你能保证2个孩子安全长大吗？可不。这话一落，江嬷嬷的脸色突变，她怎么就忘记了这一茬呢？没娘家人扶持的嫔妃，宫中女人能容得下以及她的一双儿女吗？是老奴想歪了。娘娘，奴婢老了，没有您想的宽，老奴有罪。见江嬷嬷跪下了，宁一真急了，奶娘，起来，起来，以后不要随意再跪了。我不怪您，你也是替2个孩子着想，也是为了我好，我明白的，你赶紧起来吧。秀玉也道，嬷嬷，娘娘她不会怪您的，您的真心，娘娘心里清楚，秀玉也心里清楚，快起来吧。第0005章拉拢冷宫人第1步，这就是他的主子，从来都只有信任。双眼泪汪汪的江嬷嬷恭恭敬敬地磕了3个响头，这才爬起来。奴婢谢娘娘不怪之恩，奴婢发誓此生会舍命保护好2个小主子。这奶娘啊，上辈子真的是说到做到了。想到奶娘的惨死，宁一真鼻子发酸，眼眶发胀。奶娘，侄儿姓宁，赶紧起来。谢娘娘。听到这称呼，宁一真特别反感，以后你们都别叫我娘娘了，
叫小姐吧，我已经不再是娘娘了。江嬷嬷怔了一下，随即是小姐。小姐，一老一小立即改口。也就在这时，门响了。紧张的秀玉立即抱起两个孩子道：小姐，奴婢抱小主子躲一躲。宁一真欣赏秀玉的机灵，抱去你们屋里。奶娘，你去开门。江嬷嬷开的门，门外一张苍老的脸，这是宫中一位太妃的老仆。嬷嬷好。秀玉恭敬地喊了一声，可老嬷嬷却表情不善。你们这2天把门关得这么紧做什么？是不是在搞什么鬼？秀玉立即说：没有，我家主子身体不太舒服，所以没开门。是吗？我怎么听到孩子的哭声呢？你们不会是从哪偷了个孩子回来，悄悄养在屋里吧？这一下秀玉真要吓死了。真没有，嬷嬷您听错了，要不您进来看好了。嬷嬷看了一眼这破败的屋内，一脸嫌弃。没有就好，要是你们敢胆大包天，害了这全冷宫的人，我们绝对不会包容你们。不敢，我们3人老的老，弱的弱，能去哪偷孩子呢？嬷嬷，你看这高高的宫墙，是我们能爬得过去的吗？就算爬得过去，这宫中也没有人生下孩子呀。这倒是没说错。老嬷嬷看了屋里一眼，转身走了。娘娘，以后可怎么办？这冷宫这么多的人，能瞒得住吗？要不还是告诉皇上吧。不行。宁一真坚决否定。虽然在冷宫养大孩子不容易，但是再不容易，她也不会把孩子送出去。嬷嬷，你去把齐太妃请过来。江嬷嬷怔了怔，娘娘是想，齐太妃是先帝的嫔妃，曾经也曾宠幸一时，无奈被人陷害，觉得人生没了意义，自囚入了冷宫。当时先帝不许，可她执意，于是入冷宫后，先帝再也没有来看过第2眼。宁仪真双眸中透着冷静，你把她请来就是。好。很快齐太妃过来了，她的身边赫然跟着那位嬷嬷。宁氏，你这是干什么？见宁仪真给自己行了大礼，齐太妃一脸震惊，立即要去拉她。宁仪真没起来，她抬头，太妃，仪真有事瞒着您，请您原谅。齐太妃怔了怔，都是这冷宫可怜人，有什么话还是起来说吧，地上凉。不。宁仪真摇头，这一跪不是我跪的，而是仪真替孩子跪的。孩子？齐太妃一脸震惊，宁氏，哪来的孩子？什么孩子？快说！宁仪真说了，把自己生了一对龙凤胎的事说了。什么？这宁氏竟然产下了一对龙凤胎！天哪，这是天朝大喜啊！齐太妃赶紧拉起地上的人，一脸喜气的道：行了，有孩子是好事啊，哪来的罪？赶紧领老身去看看孩子。是。看到孩子，齐太妃连连称赞：天啊，小皇子与先帝长得太像了，这眉，这嘴，还有这耳朵，你们看，还有这耳后的一撮白发，竟然也一模一样。小宝贝们，来跟太妃奶奶欧一个。哦，还真有巧合。齐太妃哟，小丫头又扯着嘴角笑了。天啊，笑了，小公主真的听得到本宫在与她玩呢，太可爱了。一边的曾嬷嬷看到老主子这笑容，突然间眼眶就红了，那凶残的模样也不见了。主子他有多喜欢孩子啊？齐太妃没去注意曾嬷嬷的表情，她抬头看着宁仪真，准备何时让皇上知道。宁仪真老实的说，没准备让他知道。齐太妃怔住了，宁氏，这可是皇上唯一的孩子，你不打算告诉他？肯定不告诉啊，是他生的，与那个狗男人有什么关系？带着每一世的记忆穿越在各个世界的宁仪真可稀罕孩子了，因为那几世他都没有任何机会生孩子，特别是最后一世，那里科技发达，人类进步，但是气候变化过于剧烈，总是1天3季，所以非常不利于粮食的生长。人类为了种出高产粮，那是真的挖空了心思，最后也只能用温棚种出粮食来。但温棚能种的毕竟少，可人又非常多，所以这粮食就成了世间人争抢贮存的东西，连吃饭都得靠抢，哪来的空生孩子？好在他是穿越于很多世界的人，所以他在那里是大佬，他的空间大，存储丰富，能顶几个超级大超市。可纵使如此，他同样没来得及谈恋爱结婚生子，现在让把他的这宝贝送给那狗男人，做梦！这辈子他要把那狗皇帝扯下那个位子给他的儿子做。齐太妃，民女不敢啊，娘家是最官之家，若我们出去了，他们还能正常长大吗？是啊，宫中真的太复杂了，先帝多少皇子皇女，不都是因女人之间的争斗而牺牲的吗？齐太妃理解宁仪真的担忧，也知道这个皇帝有多不喜欢孙丞相了。不过齐太妃真心觉得那孙科造反的可能性不大，只是这新帝为何非要除了他，自己却不太懂。唉，就是可惜了眼前这是女子。好吧，你说的对，或许让他们长在冷宫中也不是一件坏事。你身体弱，孩子又瘦小，
这根碧玉钗算是老身给孩子们的一点心意，拿去换些吃食进来吧。宁仪真接了，因为她了解这个人。齐太妃与自己不一样，因为她是主动入冷宫之人，所以她的首饰都带进来了。而她是个废后，自然是除了衣服之外，别的是什么都没有了。在冷宫这么久，除了秀玉与江嬷嬷手中那些东西，若不是有她时时接济，自己怕是过得更惨了。太妃，您把手给我一下。侄儿见您脸色过于红润，担心您有造血症。上辈子老太妃就是因为这造血症而被人气死。齐太妃双眼一亮，这冷官再有钱，就算你快病死了，也不会有太医过来给你治病。您是，你懂医？宁仪真微笑点头。侄儿入宫前曾悄悄学过10来年医术，只是入宫后为了不让人抓住把柄，从未显露过。老太妃你也知道，在冷宫这么久，仪真3个不是从未病过，而是自行治愈罢了。若您能信得过仪真，就让我看看。听了这话，齐太妃大喜过望。当然，老身这2年总是觉得头晕脑胀，有时候还会痛得不行。可这冷宫中没有郎中，曾嬷嬷也只能求着侍卫帮忙捡些药进来，可总归是没郎中诊过脉，这药也不见效。有一是宁仪真是医毒双全的神医，还有一是他是农业博士，最后这一是他是星球的全能大佬。手指按上了齐太妃的手腕，他5个手指头在齐太妃的脉上飞快地跳动。太妃娘娘，您的症状很严重了，是不是头脑竟然很痛了？齐太妃立即点头，确实晚上疼得睡不着了。宁仪真一听严肃地说，您的病已经非常厉害了，若继续这样下去，只要您稍一激动，很有可能中风或死去。若您信得过仪真，我给您开一个方子，您让人捡药回来，再由我来给您煎药。第0006章，一连来2个空间。虽然冷宫活着生不如死，可蝼蚁尚且偷生。自请入冷宫的齐太妃心中还有挂念，才40出头的她自然舍不得就这么死。宁仪真的话让齐太妃又震惊又欢喜，她连声叫好：好，老身这下是有救了。若是你能治得老身的病，老身定把你当亲生女儿来看。在这冷宫中，除去自己这个废后，齐太妃的分位最高，她曾是先帝的贵妃。若有了她的庇护，那自己俩孩子的事肯定能隐瞒得长久些。宁家真恭敬的回应：仪真定当尽力，老太妃安心吃药，您定能活得长长久久。开了药方子，又刚生孩子没多久，宁仪真还真是累了。见她一脸疲倦，齐太妃立即带着曾嬷嬷出了门。阿青找徐侍卫捡7副药进来。曾嬷嬷是齐太妃从宫外带进来的贴身大丫头，两人在这世上可以说是相依为命了快40年。主子，您有没有感觉到这娘娘似乎不一样了？为母则强，是人都会变的。看着遥远的天空，齐太妃喃喃道：若老身不进宫，怕是孙儿都有了。听着这话，曾嬷嬷的眼眶都酸了。她知道当年若老爷不是为了讨好先帝，把自己这如花似玉的主子送进宫来，恐怕自家主子已经是一个儿孙满堂幸福的老夫人了。主子可要托人去打听一下情况。齐太妃摇头：不了，或许她过得很好，不必去打听了。自入宫那天起，我们就当永别了。可怜的主子，人人都羡慕她成了先帝的宠妃，可是谁又会知道她的主子对这么一个大她20岁的男人有多么的厌恶？就算是被人陷害害了龙子，她也没有半分狡辩，自请入冷宫，这心当时到底有多冷啊？老奴知道了。宁仪真睡了一觉醒来，精神又来了，看看还在贪睡的孩子，他好奇地问秀玉：孩子没醒吗？秀玉寸步不离地守着2小主子，生怕他一离开会哭。小姐，小主子可乖巧了，醒来吃了点东西，换了尿布又睡了，就是拉的有点多。胎记多拉对孩子身体有好处，他们能多拉，看来是营养液起的作用。这是以纯植物制作的营养液，后世植物大量减少，已不够人类当主食了。为了使人类身体里不缺少维生素，科学家已经把各种植物进行提炼成高级营养液。这些东西不仅仅利于肠胃，还能提升身体素质。秀玉，以后别用尿布，用这个。她的敌人很有可能是个宝妈。宁仪真在对手的空间里找到了不少婴儿用品，尿不湿、宝宝衣、奶粉这类东西还真不少。秀玉看到这些神奇的东西，一时间不会用了。小姐，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装尿的，宝贝们尿在这上面，小屁屁不会湿。天哪，这阎王爷的东西就是好啊！秀玉看着宁仪真给小公主换上尿不湿，又换上一套纯棉宝宝衣后，她立即学样给小皇子也换上了。晚上，宁仪真悄悄地抽空进了对手的空间，她还没有好好看看这对手空间里有些什么呢。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对手的空间竟然有最肥的黑土地，灵泉不说，还有许许多多与婴儿有关的东西也不说，竟然还有许多手工物资。在末世，这样的女人很少。宁仪真有点后悔把对手杀了。这是一个有孩子的母亲，这女人死了，她的孩子也不知道会过得怎么样。末世地质很差，
没有非常优良的种子，根本种不出任何食物。这对手的空间里有大量的黑土与灵泉，却没来得及种上粮食，看来是孩子还很小。如今人已经没了，宁一真知道再后悔也没有用处，更何况那时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场面，容不得他仁慈。他见那些种子竟然都发了芽，于是拿起来把它们撒在了土地上。种好粮，宁一真又进了自己的空间。乾坤，你可在？乾坤是一只乾坤虎，它是空间精灵，也是他的神兽。话一落，一只小狗大的白虎跑了出来。主人，乾坤来了。宁一真摸了摸它，真好，你跟着来了。除了这一世有孩子外，其余的几世宁一真都没谈过恋爱，没结过婚，没成过家，自然更别说有孩子了。乾坤就是他心中的孩子，他可升级了。宁一真的空间每打赢一个对手，空间就会升一级，如今他已经升到了自动补足空间物资的这一等级。升了，主人，你要看看您的东西吗？看不看都无所谓，反正都是他自己采购进来的物资，有些什么他心里清楚得很。不用了，对手的空间精灵是什么？你可知道？鹦鹉。对手的空间精灵竟然是一只鹦鹉。在末世之时，若获得了对手的空间后，会在指挥中间的奖赏之后把空间赠送给还没有空间的人。而现在这个空间是赠不出去了，好好训导一下，别让他不知道谁才是他的主人。是，主人。在空间忙了一晚，出来后宁一真一觉睡得很香，等他醒来之后已是大正午了。小姐，您醒了？饿了吧？奴婢这就去给您拿吃食进来。一醒来就是秀玉忠心的脸，宁一真很是开心。他伸了个懒腰，不急，我先清醒一下再说。你去给我打水来，我洗漱一下。虽然昨晚在空间洗了头，洗了澡，但早上不洗，宁一真知道自己可吃不下东西。牙膏、牙刷、香皂、洗脸奶这些日常用品，宁一真空间里多的是，而且还是再生的。昨天他就拿出了几套出来，并教会了秀玉和江婆婆使用。两人知道这是阎王爷奖励的东西，自然一点也不惊讶了，只觉得它实在是太好用了。秀玉很快出去了，两个小吃饱喝足了只会睡。宁一真低头看着这两张小脸，心渐渐化了。宝贝们，以后就是我们娘仨相依为命了，你们可得好好的听话呀。第0007章被人欺负上门来了。吃了早饭，解决了生理需求之后，宁一真想出去走走。江嬷嬷真急了，这可不行，小姐，您昨天才生孩子呢，身体亏太多了，至少要在床上躺1个月。在床上躺1个月？宁一真牙痛了，吃营养液，喝灵泉水，在末世勇斗士排行榜上第2名的他，还得跟头猪一样睡着养身体，可不躺不行。宁一真发现自己再能斗也斗不过江嬷嬷的眼泪。猛睡了1天后，宁一真的身体已完全恢复。一大早起来运动了1个时辰，悄悄洗了个澡，一身神清气爽。贱婢，给我滚开！衣服刚穿好，门口传来一声怒吼。听到这声音，宁一真眼一眯，好啊，谢卓儿，你急着找死是吧？刚生孩子，宁一真没准备这么快去报仇。君子报仇，10年不晚。但人家赶上门来寻死，他绝不会客气。迅速把2个孩子放进空间，宁一真开了口：“秀玉，让他进来。”门一开，一个珠光宝气的女子站在门口，正是当今太后的大侄女，皇帝的贵妃谢珠。哟，还没死呢，我以为你早死了，想不到你这条贱命这么大。皇后之位被宁一真抢了，谢珠只能屈居于贵妃之位，这让他恨死了宁一真。当然更让谢珠恨的是，自己的表哥只要自己一靠近就发病，全身红疹，疯狂呕吐。可是眼前这个女人靠近他却不会。曾经谢珠以为是自己身上有什么气味才让皇帝如此，所以几个月前他去了一趟西利国，听闻那里有一个神秘老人，他有一个秘密地方，在那地方泡上半年的澡，人就会变得满身清香。昨天他回来了，可没想到昨天晚上他一靠近皇帝，他的病症发作的更厉害了。心中不好，出来散心的谢珠无意中走到了冷宫，仇人在眼前，宁一真恨不得一把掐死他。但在掐死他之前，他一定要问出当时到底是谁给他与皇帝下的药，是谁陷害了他的舅舅。舅舅的陨落，谢家如今却势力如日中天，这其中恐怕少不了谢家的手脚。谢珠可没想到眼前的废后会这么看着他，见他眼底根本没有那种卑微可怜模样，顿时心情就更不爽了。你这样看着本宫做什么？姓宁的，你以为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后吗？贱人，你现在就是个低贱的废后，竟然敢这样看本宫，你好大的胆子！来人，给我教训他，让他知道什么叫规矩。是。瞬间拥进来几个丫头婆子，一个年纪40左右的婆子朝宁一真举起了巴掌。不要打我家小姐，不要打我家小姐！贵妃娘娘，您有气就朝秀玉出，您打我吧，打我吧！看着像只老鹰般护自己的秀玉，宁一真的指甲紧紧地掐进了肉里，
为了孩子，为了孩子，冷静，冷静。秀玉，你走开！秀玉乃肯让，不，小姐，秀玉不怕痛，你让他们打，等贵妃娘娘消气了，她就不会生气了。哈哈，好一个护主丫头！好，既然你这么忠心，本宫就成全你。宁仪真的眼中充满了仇恨，谢卓心里就越加的舒爽。王嬷嬷，掌她20个巴掌！王嬷嬷立即上前，是，叭叭叭，4个丫头拦住了宁仪真，双眼泪汪汪的江嬷嬷也死死拉住了她，不让她动手。秀玉怕自己主子冲动，王嬷嬷的巴掌一下下的落在脸上，她却死咬着，没有哼出一声来。宁仪真，听说你有2个忠心耿耿的奴才，今日本宫倒要试试，是不是真的忠心？来人，把那老婆子也拉出来，给她20掌。你，宁仪真忍不住了。江嬷嬷拼命的摇头，小姐，小姐，老奴不怕痛，不怕痛。奶娘，宁仪真哭了，因为这一回她不能杀了谢珠。小姐，老奴不痛，老奴不痛。随着噼噼啪啪的掌声响起，江嬷嬷的脸与秀玉的脸一样红肿起来，可她却不让宁仪真冲动。这一阵闹，立即惊动了冷宫所有的人。这是怎么了？不知道，谢氏过来找茬了。门外，冷宫的嫔妃低声议论着，他们不敢求情，甚至不敢出声。谢家不是他们得罪得起的人。住手！谢贵妃，欺人莫过于太过，小心添报应。齐太妃今日喝了药睡了一会，没想到就出了这么大的事。谢卓一脸傲慢地看着他。齐太妃这是想替妃后出头吗？齐太妃冷着脸，谢卓，得饶人过且饶人，头顶3尺有神明，做多了坏事会遭报应的，是吗？心中出了口气的谢卓一脸鄙视地看着齐太妃，傲慢的道：那本宫就等着看看老天爷是不是有眼。谢卓不蠢，他知道自己不能与齐太妃斗。如今抚远大将军齐辉镇守在北定关，手中有20万大军，是皇帝的重臣心腹，他要找践踏的是宁仪真，而不是齐太妃。心中的闷气出了，他就不想留在这晦气的冷宫了。走！看着谢卓高贵的转身，此刻宁仪真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弄死他，绝不让他活过明天。谢贵妃进来离开，眼见没戏看了，众嫔妃们也一哄而散。在冷宫待久了，人都麻木了，哪来的什么同情心？唯有齐太妃心中起伏，这谢家的人实在可恨。阿青，去拿点药过来，给秀玉与江嬷嬷抹一下。闭眼，睁眼，吸气，呼气。终于，宁仪真的心平静了不少。谢太妃娘娘，我自己有药。唉，齐太妃深吐了一口气。仪真，真的还不打算出冷宫吗？出宫？宁仪真双眼微眯，看着皇宫方向问道：太妃，您说若他知道2个孩子的存在，他会容许他们活在世上吗？会吗？齐太妃闭闭眼，你想的没错，这谢家绝对不会让皇上的长子出在别人的肚子里。既然你如此坚持，那我帮你。第0008章，敢欺负我的人就得有承受的准备。齐太妃的话落下，宁仪真恭敬地朝着她行了一个大礼。谢太妃娘娘，仪真给秀玉和江嬷嬷上药，就不招呼您了。孩子呢？宁仪真脸皮抽了一下，在秀玉的屋子里睡觉，他们刚吃饱睡下。齐太妃并不知道宁仪真没有母乳，以为是她自己奶的孩子，便道：那你给秀玉与江嬷嬷收拾一下吧，可怜见的他们2个是好的。当然，他的人能不好吗？宁仪真双眸清冷，谢太妃娘娘，今日的恩情，容仪真来日再报。唉，齐太妃深叹了口气，这冷宫中的人如今如蝼蚁，这世间的男人都是冷酷无情。别说什么谢了，在这里只有我们自己帮自己。快进去吧，你吹不得风。送走了齐太妃，秀玉与江嬷嬷也收拾好了自己，虽然脸很痛，但不是什么要命的伤。秀玉一见没看到2只小，顿时好奇极了。小姐，小公子与小小姐呢？宁仪真把孩子从空间抱出来，在这里，他们睡着了。秀玉，嬷嬷，这是特效药，涂上就不会痛了。百宝袋还能藏孩子。秀玉与江嬷嬷都因为好奇忘记了脸上的痛。末世的科技非常厉害，无极膏更是极品。秀玉与江嬷嬷的脸上涂上药材，一会会脸就不痛了。天哪，小姐，这药也太好了吧！我的脸一点也不痛了呢。脸不痛了就能忘记耻辱吗？宁仪真摸了摸秀玉的小脸，这种过几天也会消的，你别担心。记住，以后别这么傻。可秀玉却不这么想，不傻的，奴婢就是死也不会让人欺负小姐您的。当年没有您，就没有秀玉。宁仪真眼眶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还清楚地记得捡到秀玉的那一年，正是她入宫前不久。那天秀玉卖身葬母，遇上恶霸调戏，她出手把恶霸惩罚了，并给她埋了亲娘。从那天起，她就跟在自己身边，为了不暴露自己是有功夫，也不暴露自己的底细，
当时自己才把秀玉作为贴身宫女带进了宫，没想到这死心塌地的姑娘竟然用命来维护他这个主子。上辈子他到底欠了他们多少？指甲紧紧地掐在手心，看着后宫的方向，宁仪真收起了眼泪。秀玉，以后他再也没有机会欺负我们了。秀玉没明白，晚上我会出去一趟。什么？秀玉张了张嘴，一脸震惊。小姐，你要去哪？宁仪真不打算再瞒着这两人了。报仇？敢动我的人，就应该做好承受报复的准备。听到报仇二字，秀玉有点吓着了。小姐，别去，您拼不过他们的，他有好多的人啊。宁仪真不知道要说什么了。他拼不过那谢桌，就那怂蛋，再多的人他也不会放在心上。秀玉，你不用劝了，你家小姐我并不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装弱没用处，装弱只有空给别人欺负的机会。奶娘，秀玉，你们是我从孙家带来的人，是最疼我、最关心我的人，除了我，谁也不能欺负你们。所以以后不管发生了什么，你们也不要惊讶。秀玉不懂，可江嬷嬷懂，这可是她奶大的小主子，她知道她并不是那么的弱。小姐，您能重新立起来，是老爷在天有灵。太好了，太好了！江嬷嬷哭得撕心裂肺，她的小姐可是千宠万爱下长大的千金小姐，她是那么的优秀，可是她却因为不该有的爱，让自己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真的让亲人看着好心疼。现在好了，她的小主子终于又回来了。听到江嬷嬷的哭泣声，宁仪真心里更难过。她曾经苦学了10年的本事，却因为那无用的爱而坠落，真的太没用了。上前，她拥住了2个中仆。秀玉，奶娘，今生我们一起同生共死，永不分离。好好好。江嬷嬷眼泪直往下掉。秀玉虽然不太懂，但她却拧紧了双拳。小姐，就算是死，秀玉也不会离开您，我相信。与此同时，贵安宫中虽然出了口气，可谢桌发现自己的心情更不好了。打架也要棋逢对手才好，而现在的宁氏还是跟以前一样，是个窝囊废，让他欺负的一点成就感都没有。娘娘，您怎么吃的这么少？王嬷嬷发现自家主子闷闷不乐的，她真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让她的小主子这么不开心。明明昨天晚上皇上来了呀。没有胃口的谢桌摇摇头，不想吃，心烦。嬷嬷，今天晚上皇帝翻了谁的牌子？回娘娘的话，皇上去了高德妃那里。什么？皇上处罚那高鱼儿不过几日，竟然就翻了他的牌子？高鱼儿，你这个贱人，你这只狐狸精，总有一天我要弄死你！哼，你以为真的是你爹揭发了那孙相的底吗？呸！皇帝不过是给你爹一个功劳罢了。心情不好，这天晚上谢桌也早早的睡了。睡梦中，突然他发现自己全身在痛，痛得他要跳了起来。来人，来人！可叫了几声，却无人一应答。来人啊，来人啊！就在这时，一个声音接应了他的话：谢桌，别叫了，今天晚上你就算是叫破嗓子，这宫里也没有人会理你一声。谢桌一抬头，只见一身黑的宁仪真站在他床边，这一看吓得他拼命往里躲。姓宁的，你要干什么？我告诉你，我爹是皇帝的亲舅舅，我姑姑是太后。呵呵，你爹是皇帝的亲舅舅，你姑姑是太后啊，我好怕怕呀。宁仪真笑了，就这么点胆呀？谢桌，今天你在冷宫耍威风的那胆子呢？骂呀，打呀，怎么着？不敢了？这一会谢桌哪来的胆？宁仪真，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你有什么条件只管提，真没劲。面对这种怂包，宁仪真一脸无趣。谢桌，你说谁是贱人？谢桌怕得要命，我是贱人，我是最贱最贱的女人，你别杀我，别杀我。第0009章，她成了别人的试验品，真没中。宁仪真一脸鄙视的看着眼前这哭得稀里哗啦的女人。谢桌，你的骨气呢？我还没动手呢，你就哭成这样。白天打人的时候你是那么的高傲，怎么一天都没过去，这骨气就没了？谢桌是谢太后长侄女，谢家的嫡长女，她除了狠之外，哪来的什么骨气？我错了，我错了，我给你认错还不行吗？饶了我，以后我再也不敢惹你了。饶了他，今日若饶了他，明日就是他主仆3人的忌日。上辈子他太蠢，这辈子他不会再蠢下去了。重生回来的宁仪真可不打算当圣母，面对这种恶毒之人，放过他就是给自己找死。谢桌，现在说错，太迟了。你喜欢打人巴掌是吧？我这个人呢，不喜欢打人巴掌，喜欢用针扎人。你让人打了我的秀玉与奶娘40巴掌，我也不多要，就扎你40针。若40针你受得下来，再跟我谈条件吧。话一落，手一伸，谢桌嘴里塞进了一颗药丸。不过瞬间功夫，他发现自己喊不出来了。啊！哇哇哇哇！
宁仪真冷眼看着在床上翻滚的人，眼中没有一点温度。别叫了，叫也没用，别白费功夫了。来吧。要说让人感受到巨大的痛，这一点宁仪真最熟悉。银针扎在谢桌身上，她痛得满床打滚，却喊不出一句来，一瞬间满身是汗。打人时那么爽，现在也爽歪歪吧。好了，40针扎完了，你可以开声了。手一伸，又是一粒药丸塞进了谢桌的嘴里。看着眼前的恶魔，痛得已经全身无力的谢桌瘫在了床上。他恨恨地盯着宁仪真骂道：宁仪真，你不会有好死的。呵呵。宁仪真轻笑两声，死这东西，好死与安乐死其实都没差别，反正是个死。其实你并不知道生不如死，那才是人间最惨之事。谢桌，我不知道你是想死呢，还是想求死不能。若是想好好的死，后面的话你就好好回答。世上没有人不怕死，谢桌更是。他只知道只有留的性命在，才会有报仇的机会。忍着痛，他开始谈条件了。我说了，你会留我一命吗？留他一命？这人不是不蠢吗？为何现在问这么蠢的问题？要看我满意不满意，满意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只要有一丝生机，谢桌也不会放过。他知道此时眼前的女人比恶鬼还可怕，他能把他义宫的人都收拾，甚至还能从冷宫到这来无人发现，那说明宫中的侍卫对他来说一点用处也没有。我说，你问吧。宁仪真最想知道的问题是，那天晚上我和皇帝身上的药是谁下的？我下的。他下的？宁仪真一直以为是自己舅舅让人下的，毕竟他最想自己生下皇上的子嗣，可没想到这个人竟然会是谢珠。为什么？你不是爱皇上爱得入骨吗？怎么会给我下那样的药？你就不嫉妒吗？能不嫉妒吗？可是他想知道一个事实，一是因为你占了我的皇后之位，我想让皇帝表哥恨你；二是我想试试皇帝表哥跟你在一起，身上会不会起红疹。原来是这样。宁仪真很是惊讶，他还以为谢珠儿不会生呢，要不然进宫3年怎么连只蛋都没生？原来他进不得皇帝的身啊。呵呵，还真是命苦。我再问你，我舅舅明明没有造反，皇上为何要杀他？谢珠儿摇头，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皇帝表哥恨孙相，很早就恨。我向天发誓，若有半点假话，让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皇上为何如此恨舅舅，恨不得让人指证他通敌卖国？宁仪真记得自己舅舅对皇帝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就差死而后已了。若不是自己舅舅，燕凤阳不可能登上帝位，甚至为了帮助他上位，舅舅花尽私产饲养了一支几千人的精兵。若不是他上位顺利，舅舅也会用武力给他夺位。这样的人，他不报恩，却恩将仇报，果然是冷血之人。宁仪真胸口胀着一股恶气，这辈子他一定要把他拉下马，等他的儿子大了，就让他去死。谢珠，下辈子好好投胎吧，投个好人家，找过一个好男人，别再找这种无情的男人了。谢珠脸色一变，你说了，我配合你，你会饶了我的。宁仪真轻轻一笑，笑得很倾城。谢珠儿，在你的心中，我宁仪真就有这么蠢吗？好好走吧，你配合了我，我可以让你走得轻松点。这是一颗极品安睡药，你吃下就像睡着了一样，一点痛苦都没有的，相信我。谢珠知道难逃一死了，破口大骂：宁仪真，你会不得好死的，你死后会下18层地狱的。呵呵，18层地狱怕什么？宁仪真冷笑两声，我去过多次了，谢珠，你也去尝一次吧。手一伸，一粒药丸滑进了谢珠嘴里。这个清晨，宫中很热闹。为啥？谢贵妃留下遗书自杀了，说她厌倦了现在的日子，活得太无趣。一根白绫吊在了悬梁上，结束了自己20年的性命。宫中的侍卫、嬷嬷与宫女，没有一个人发现当晚宫中有任何异样。不可能的，珠儿不可能会自杀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肯定是有人杀了她。看到女儿一脸惨状的躺在床上，谢夫人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她快疯了。谢太后的表情也不好，侄女儿回宫才2天，昨天还去冷宫打杀了那宁氏一阵，怎么可能会突然想不开？去冷宫？宁仪真知道有人会来冷宫。听见门外砰的一声，她看了秀玉与江嬷嬷一眼，别怕，你们一会使劲的掉眼泪就是。秀玉摸了摸自己肿胀的小脸，一个劲的点头，小姐放心，奴婢不会露馅的。话才落下，砰的一声门开了。宁氏，给爱滚出来！第0010章，齐太妃的作用显示出来了。太后娘娘，好大的威风啊！齐太妃一脸鄙视的走了过来。谢太后与谢夫人看到被人扶出来的齐太妃，顿时脸就冷了。齐楚楚，今日哀家找的不是你，这里没你的事，一边去。可齐太妃决定要护着宁仪真了。是吗？本宫还以为太后娘娘想妹妹我了，特意来冷宫看看本宫呢，原来是来看宁氏的。你还真是个有心的，
难得难得。说话间，宁怡真出来了，一身白衣，一头毫无点缀的黑发披在肩上，一张苍白的无一点血色的小脸，整个人是那么的消瘦，仿佛一口风吹来就会把他给吹走。宁氏，怡真见过太后娘娘。太后娘娘请安。谢太后冷冷地看着跪在自己脚下直喘粗气的女子，手一甩，转身走了。出什么事了？她突然跑了，又突然走，不是脑子有问题吧？齐太妃一脸迷茫，曾嬷嬷也摇头，不知她发什么疯。一会奴才去问问守冷宫的侍卫吧，或许他们知道。不过依老奴看，宫中肯定是出了事，要不然她不会来。那是，若不出大事，谢氏怎么会跑到这里来？齐太妃太了解谢太后了，那女人可是连过来踩低他们都不肯干的人。她一直认为踩一个败在自己手下的人会配不上她那高贵的身份。眯着眼，齐太妃看了看后宫方向，去吧，仔细打听一下，看看那里到底出了什么事。怡真，你身子还弱，赶紧回去歇着。谢太妃娘娘。很快，侍卫们传来了谢珠儿自杀的消息，这消息让冷宫热了起来。自杀？齐太妃一脸震惊。曾嬷嬷点头，是啊，自杀，并且听说她寝宫中没有任何异样。听到王嬷嬷说她主子就是有点心情不好。心情不好？你们说这些事会不会是这里有病啊？说完，刘美人指了指脑子，很有可能。听说若是有人得了这里的病，一点小事就会引发他自杀。王婕妤的话一落，汪彩女嚷了起来，我知道，我有一个叔叔以前就是得了这样的病，平常他看起来与别人没什么两样，就是有点爱忧伤，爱不高兴。有一天好好的他突然就跳了河。天哪，世上竟然有这种病，这也太可怕了。好好的人竟然会突然想死。不过有人也怀疑，你说这些是早不自杀晚不自杀，昨天欺负了废后后就自杀，这也太奇怪了吧。也是哦，真的好奇怪。这时陈太平冷笑一声，这有什么奇怪的？谢氏本来以为这皇后之位是他的，没想到被宁氏给抢了。以前宁氏有孙香护着，连皇帝也不敢得罪他，他自然不敢找他麻烦。现在宁氏被废了，还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他发现欺负他没了乐趣。人嘛，没有对手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还有这样的人？刘美人觉得这话非常有道理。以前一直想被自己踩在脚下的人，却突然没了一点对抗能力，这心情自然是非常的失落了。有道理，有道理，还是陈平姐姐懂得多。大家一听也觉得有理了。有病的人心情又不好，自然就想死了。他觉得活腻了吗？肯定没错。宁怡真并不知道冷宫的人竟然是如此的能脑补，若是知道，他肯定的笑歪，这倒也省事了。杀了谢桌，而且他宫里的那几个再过上几天就会变痴呆，一切都将结束。完美。这天晚上，宁怡真美美的睡了一觉。小姐，您饿了吗？嬷嬷请徐侍卫买的鸡已经炖烂了，奴婢给您打一碗过来。眼一睁，秀玉就走了过来，看了一眼身边睡成两只小猪猪一般的宝贝，宁怡真坐了起来，真饿了，好想吃牛肉饺子。秀玉，拿点牛肉与面粉去，先下一碗面条，一会我们再包饺子吃。秀玉觉得自己主子的百宝袋太神奇了，它里面不仅有各式宝贝，还能藏下两个小主子，真的是太好了。小姐，奴婢一会就去和面。精细的小麦面粉手擀出来的面条，就着鸡汤下撒上葱花，那味道真的太好。大半年来，秀玉总是半饥半饱，就别说鸡汤面了。才吃一口，秀玉就哭了。小姐，太好吃了。真的是太好吃了。江嬷嬷也吃得泪眼朦胧，真的是太好吃了。她老人家活这么多年，仿佛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看着两个忠心的仆人，宁怡真内心更多的是内疚。作为主子，她真的好罪过。明明她有能力让他们过好日子的，可上辈子她却让他们受尽别人欺负，最终枉送了性命。手指紧紧拧在一团，指尖泛白。秀玉，奶娘，是我对不起你们，以后我不会再让你们受苦了。只要我有一口吃的，绝不会少你们半尾。欺负你们的人，我绝不会放过。听了这话，秀玉万万激动，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小姐吗？小姐，我们不怕苦，也不怕饿，您别给自己压力。压力？宁怡真笑了，你忘记了阎王爷给我的百宝袋吗？秀玉，他能变出许多东西来，你可别担心我们三没吃的。秀玉连连点头，奴婢知道，我不担心，不担心。有小姐在，奴婢什么都不担心。今日是两只小喜三的日子，吃了鸡汤面，江嬷嬷也已经烧了鸡爱水，三人准备行动，没想到门又响了。宁怡真、秀玉，去看看是谁。秀玉立即跑了，不一会儿又返回。嬷嬷，太妃娘娘来了。
听说是他，一边紧张的不行的江嬷嬷也松了口气。他真担心谢太后的人又跑来找事。奴婢见过太妃娘娘，给太妃娘娘请安。走进来的齐太妃看了看地上的盆，这是准备给两个孩子洗三吧？回太妃的话，是的，奴婢刚要准备去抱小皇子，我来帮你吧。什么？江嬷嬷怔了一下，太妃娘娘，这怎么能劳累您？不可，不可。齐太妃笑笑，什么劳累不劳累的？入了这冷宫都是罪人，哪来的什么高低之分？走，进去抱孩子吧。第0011章，有了孩子后，江嬷嬷还在犹豫，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传了出来：太妃娘娘，您说的没有错，入了冷宫都是罪人，我们可以无尊卑之分，但必须有长幼之别。太妃娘娘，你是长辈，宜真不敢劳累您亲自动手，孩子洗三还是我自己来吧。随着声落，房间门口出现一道倩影，她肌肤如雪，气质如尘，五官精致，身段玲珑。眼前的这女子，还是昨天那个气息奄奄、半死不活的产妇吗？齐太妃张了张嘴，瞬间就合不上了。宜真，您宜真知道自己的变化让齐太妃起了怀疑，可是她不担心，因为她本来就很美，曾经还是京城4美之首。只是以前的她美则美矣，少了美骨与美魂。如今的她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自然不会一样了。现在的她美得有骨有魂有灵气。太妃，您是否觉得我与昨天不一样了？昨天的我没有化妆，今日我化妆了。今天是我家双宝洗三的日子，我要弄得美美的，让他们看到一个美美的娘亲。这话一落，齐太妃感叹着，这妆化得可真好。若你不说，我真没有看出来。以后就这样化，天天美美的，让自己看起来精神。宁宜真微笑着点点头，好，我会的。为了他们，我要振作起来。我一定要让孩子们看到一个积极向上的母亲，让他们以有我这个娘亲为骄傲。俗话说得好，为母则刚，我只有坚强，我的孩子才不会受侮。为母则刚，是啊，为人之母若强不起来，如何给孩子做榜样？这吃人的后宫，为母必须强。齐太妃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心就在那一瞬间揪痛。若当年她也刚一点，是不是就没有人害得了她的孩子？好样的！就凭你这精气神，孩子们将来一定不会平凡。以后在这冷宫之中，我定会尽力相帮。齐太妃在冷宫中，除了自己这个废后之外，她分位最高。不仅如此，因为齐太妃是自请入宫之人，分位没摘不说，娘家人也没抛弃她。有她支持，自己在这冷宫中定能多一个强有力的帮手。宁宜真感激的道：谢太妃娘娘。他们兄妹俩，哥儿叫宁倚天，倚天而立的倚天，妹妹叫宁一月，依旧的依，王者之月的月。他们两人的名字谐音一天一夜。我是要告诉自己，生他们的时候我生得很辛苦，生了一天一夜才把他们生下来，将来一定要好好教导他们长大，也不会负了这苦。不过他们都没有小名，请太妃娘娘赐个小名。姓名？废后这是连皇帝的姓都不要了吗？齐太妃张着嘴，最终没说出来。这两个孩子有你这样的娘是有福的。至于小名嘛，就不如就叫天根儿、月姐儿吧。天根儿、月姐儿，这小名也不错。宁宜真低头示谢，谢太妃娘娘赐名天根儿、月姐儿，要记住这是你们的太妃祖母。祖母啊，她当祖母了。齐太妃的心暖了不少，本以为这辈子会孤单老死这冷宫里，看来不一定了。有孩子就是有希望与未来。齐太妃突然心情开朗起来，来吧，我们一起给孩子们洗三。两个孩子乖得不行，不管4个人如何整伤他们，小兄妹俩一句也不哭。见这状，齐太妃真是欢喜的不行，从来没见过这么乖的孩子，他们将来一定有大造化。他的孩子天之子能没造化吗？宁宜真的目光落在了孩子的小脸上，宝贝，快快长大，娘亲带你们征服这个世界。思过院很安静，本来这份安静很寻常，但因齐太妃连日进去，而且半天不出来而变得不寻常了。刘美人就是第一个发现思过院不寻常的人。陈姐姐，齐姐姐这2天天往思过院跑，里面出了什么事吗？先帝在位31年，身边嫔妃有100多人，打入冷宫有分位的妃子就有30多人，只是病的病，死的死，如今只余17人。陈太平是先帝早期的嫔妃，与献太后争宠多年，失败而入冷宫，无子无女，今年已经46、7，也是冷宫中年纪最大的一个。听了刘美人的话，她淡淡的道：你管这么多闲事干什么？昨天她那样子，你不是看到了吗？依本宫看来，那废后有可能是快要死了。说到废后，刘美人不知道说什么了。木头美人一个，怪不得她的奸相舅舅一处置，她就被立即打入冷宫。很快，冷宫中传遍
新帝的废后不行了，有可能马上就要死了。可冷宫死个妃子，那根本不是什么大事。这事传了后，宫中又恢复了宁静。可此时院内，一对洗得干干净净、漂亮惊人的小宝贝睡在床上。齐太妃见孩子有点瘦，以为是奶不够，掏出一张银票递给宁一真，拿着，让门外的徐侍卫去兑换出来，叫他带几只鸡进来，多炖点汤喝了。冷宫的人进来时，身上的大多数东西基本上都被那些狗仗人势的奴才给夺下了，能留下的真的没有太多。娘家不放弃的，还能送点进来；被娘家放弃的，那手头上的东西就很有限了。就比如自己，因皇帝恨自己的舅舅，说是他给他下药，把他恨得牙根痒痒的，所以进来的时候就只有秀玉与江嬷嬷早早的藏了点东西。爹娘倒也不是不管自己，只是父亲性子懦弱，官职又低，想来看他也是有心无力，所以他们手上的这点东西真不多了。而其太妃不同，娘家依旧有事，又是自请入宫，当然是日子过得好多了。可再多也是人家的，这份情他记下了。徐侍卫与其太妃是远亲，这几年他替冷宫的人办过许多事。宁仪真没多说，只给齐太妃行了个福礼，仪真从命。江嬷嬷等齐太妃走后，一脸感激，主子，若是冷宫的人都如齐太妃好相处，这倒也不怕了。不好相处吗？宁仪真眯起眼，不好相处，他也要把他们变成好相处。若连这点本事都没有，他何谈统领后宫？第0012章笼络人心的手段。3天后的中午，宁仪真已完全恢复了。齐太妃主仆又过来了，这2天看到孩子，她的心情好了许多。太妃，您又过来了。齐太妃一脸微笑，每天不看看他们，我这心里就空落落的，反正没事就过来了。这是真爱孩子的人。宁仪真很感动，谢谢您，太妃。谢什么呢？我们这群可怜人，除了相互关照，还想干什么？仪真，你已经想好了要怎么样才能把孩子的事瞒住吗？宁仪真点头，想好了，正想跟太妃您禀报呢。是这样子的，孩子再要冷宫长大，那肯定瞒不住大家。与其瞒，不如让大家知道。您说的对，这冷宫之人都是可怜人，他们或许曾经有过心思，可现在应该改变了。齐太妃觉得也有理，只是人心不一样啊，你可得想好，如何才能让他们替你保住这个秘密。宁仪真点头，也想好了。既然都想好了，齐太妃也就不多说了。那就好，你怎么想的就怎么做，我一定帮你。宁仪真站了起来，朝着太妃深深一礼，谢太妃娘娘，今生今世，只要我宁仪真有出头之日，定不忘记今日之大恩德。唉，什么恩不恩的？齐太妃长呼一口气，你只管去做吧。得到齐太妃的应允，宁仪真叫来了江嬷嬷，让她去请冷宫其余的嫔妃。奴婢江氏见过各位主子，我家娘娘得了点好东西，正叫老奴过来请各位主子呢。没想到各位娘娘都到了，请进。什么？废后今天竟然让人来请他们吃好东西？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这废后自打入冷宫后，几乎不出屋子。冷宫的妃子们见过他的次数，一只手就可以数得出来。所以江嬷嬷的话直接惊呆了所有人。不过有吃的，不吃白不吃。众人涌进了思过院，只是当他们进到内院，看到2个孩子时，立即成了雕塑。不告诉皇上？你傻呀！皇帝如今无子无女，若他知道你替他生了龙凤胎，肯定立即把你接出去了。刘美人一开口，王婕妤也嚷了起来：是啊，是啊，你可别这么傻。这冷宫有什么好的？待在这里能有什么出息？柳才人也跟上劝说：就是宁氏，你可别这么蠢，这冷宫不是什么好地方，可别赖在这。大家七嘴八舌，宁仪真却没说话。别人觉得这地方不好，可他觉得这地方就是一片福地。出冷宫那是肯定要出的，只是要看什么时候出了。齐太妃看了众人一眼，这才慢慢的开口：你们说的都有道理，可是你们同样也知宫中女人，谁又不想替皇上生下嫡长子、嫡长女呢？仪真乃废后，又是孙氏之外甥女，就算她母凭子贵出了宫，皇上能给她好位子吗？谢氏这个太后能给她好位子吗？分位低还没什么，可这一双孩子能交给她来养吗？再说了，若别的嫔妃有了皇子与公主，他们兄妹能正常长大吗？说到这，齐太妃停了一下，见大家不出声，她继续说道：好吧，就算他们正常长大了，不是自己养大的孩子，他们还会记得自己是谁生的吗？是啊，那谢家能容别的女人生下皇帝的儿子吗？而且这一生还是一对龙凤胎，况且这谢贵妃才死就爆出这事，这不是与谢家拉仇恨吗？这一连番的质问让众嫔妃们立即闭了嘴。都是宫斗的牺牲品，谁不知道后宫是个吃人的地方？谁不知道多少皇子皇孙连太阳都没见过？纵使如此，可刘美人还是替2孩子担忧，
就算是在冷宫中养大了，但又能怎么样？不一样是只能见到这头顶的一片天。齐太妃已经被宁仪真洗脑了，她眼一瞪说道：“谁说的？谁说小皇子一生就只看得到冷宫这片天地？宫中并不知道皇子与公主的存在，而我们谁没有点本事呢？文也好，武也罢，我们统统交给他们，等他们学成了，再让皇上知道也不迟。”对啊，众嫔妃眼前一亮，大家好好教，让皇子学到齐天本事，这天下。想到这个，大家热血沸腾了，甚至有人暗暗发誓要好好教皇子，到时候他们个个都是功臣。我刘禅发誓是绝不透露小皇子、小公主的消息，若有违背，天打雷劈。我陈桃园发誓绝不透露小皇子、小公主的消息，若有违背，天打雷劈。我李青莲发誓，我王允发誓，我发誓，会进冷宫的女人脑子都不会太差。为什么？因为脑子太差的人，要么不懂宫斗手段，要么早死。只有有脑子可实力又不如对手的人，最终才会打入这冷宫。宁仪真就知道，只要这些人还有贪心，只要齐太妃肯出面，事情就能搞定。当然，大家是不是真心，这就要问天了。可他相信，假以时日，自己一定能收服这些人，让他们真心的把2个孩子当成自己人。仪真在这里替天歌儿、月姐儿，谢谢各位长辈的救命之恩了。我宁仪真也发誓，若他们兄妹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就是众长辈站在高处的一天。若违背誓言，叫我不得好死。这誓言太重，不少嫔妃立即说：别，不要说这样的话，我们信，我们都信。誓言也只有这时代的人信，可在那科学发达的世界，谁又信这些东西呢？但信就是好事。仪真无物可谢，这是托徐侍卫带进来的几样菜，虽然不怎么好，希望长辈们不要嫌弃。不会。众嫔妃开开心心的吃了饭，也大方的给了孩子们礼物。虽然礼物平常，但礼亲情意重，宁仪真记下了。各位长辈，春天马上就要来了，宫中的伙食太差了点。仪真有个想法，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如今是一家人，众人自然要团结一致了。冷宫这条件，如果有办法改变，这是天大的好事。离孩子长大还早啊，冷宫的日子太漫长。王婕妤性子急，什么想法？仪真，你快说。宁仪真也不卖关子，冷宫的后院荒地很多，我想托侍卫带些蔬菜、粮食种子、小鸡苗子进来，这样以后我们可以自己开火，冬天的时候就不用再吃冷菜冷饭了。你们觉得如何？第0013章，老天都帮他。自己开火，这可以啊。在冷宫中时间长，嫔妃们没有几个人有侍女，很多事情都得自己动手。为了活下去，洗衣做饭的，他们还真的都学会了。想着那寒冷的冬天，那冰冷硌牙的饭菜，真的不是人吃的。王婕妤最愿意干，出身武将之家的她，有的是力气，但是她却担忧了。仪真，我们不会种田呀，就算是有种子，我们也种不出来吧？听到这担忧，宁仪真立即说：这个你们不必担心，我们有办法。江嬷嬷出身农家，后来来了孙家，起初也在庄子上帮着管理，这些她在行。有人在行，那就好了。王婕妤很想离开这里，可是那几乎不可能。如今有盼头了，她自是无比的激动。仪真说吧，我们能做些什么？宁仪真不拐弯，开荒。我会请人偷偷的先带工具和种子进来，到时候我们一起开荒，自己种自己吃，凡事不求人，反正闲得要死，不就是开个荒吗？王婕妤立即举手，我同意。有一个同意，自然就会有第二人同意，然后全体同意。宁仪真的很开心，这么快就把冷宫的人拿下，这是有了很好的开端。燕凤阳，那位子先让你坐几年，乖乖的等着我儿子来接班哈。小姐，你说他们是真心的吧？秀玉担心，可宁仪真不担心，她太清楚这冷宫女人的想法了。把孩子的事透露出去，他们会认为受益的只有自己主仆3个，别人可占不到什么好处。现在他许了他们好处，未来与希望，谁会这么傻呢？顿时他笑了笑，放心，若不是我怕孩子一长大隐瞒不了，也不会走这棋。谢珠儿死了，我们冷宫的人更要团结一致，以后谢家人对冷宫恐怕会更加打压。宁仪真没说，若真有人不识时务，他不介意弄死他们。反正能入这冷宫的人，真正没染过血的人少之又少，没人命在手上的有几个？秀玉觉得自家小姐太厉害了，她能想得到这么多。小姐，我力气很大，我帮你。宁仪真笑了。秀玉与江嬷嬷这几天每天喝1瓶营养液，外加1碗灵泉水，精气神都完全变了。好，我相信你。2个孩子太漂亮，引得众嫔妃不舍得离去。傍晚时分，一直等到天黑，宫里都没有送饭菜过来。宁仪真让江嬷嬷做了鸡蛋紫菜汤，煎了几锅鸡蛋饼，再一次把大家留下。吃着煎饼，
喝着热汤，王婕妤眼眶红了。大家可别忘记了自己的誓言，我们一定要齐心协力保护好这2个孩子。是啊，这可是他们唯一的希望。虽然这希望还很渺茫，但总比没有更好，是不是？可这想法还没多久，他们就改变了这个想法。半夜时分，陈太平突然摔在了地上，他身边的柳嬷嬷吓得哇哇大哭。宁一真睡得正香，她是被秀玉叫醒的，拿着早就准备好的旧篮子跑了过来。陈太平的屋里已经有好几个人了，怎么回事？柳嬷嬷老泪纵横，娘娘她早就身体不好了，今日贪嘴多吃了点，这身体就受不住了，总是起夜。刚才一不小心就摔着了。摔这么狠吗？宁一真上前，你们走开，我来看看，多点几盏灯。可说完，宁一真才想到，灯对于宫中众人来说，那也是奢侈品。秀玉，去拿几根蜡烛来。秀玉立即跑了。很快，蜡烛来了，屋子里瞬间亮了起来。听闻陈太平摔伤了，众人都过来了。毕竟到了这冷宫之中，再争也没什么好争的了。都是患难之人，除了相互关心之外，别的什么又有何用？一真，太平身体本来就不好，这一摔就更麻烦了。你若能帮他，就帮帮他吧。齐太妃的话一落，众人傻掉了。天哪，这废后竟然会医术，他们怎么不知道身边有个郎中？宁一真点头，您放心，我会尽力的。说罢，他坐下，伸手检查起陈太平的伤口来。伤口虽然不大，但有点深。他迅速地拿出几根针扎在了伤口之处，然后让秀玉把篮子里的针线拿了出来，细细地缝合起来。1刻钟后，血止住了，伤口也缝合了。宁一真站了起来，太平的伤情没有这么严重，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但人太多围在这里，无助于他的病情，请大家都回去休息。大伙见陈太平醒了，而且这才2月的半夜，是真冷，于是大伙便散去了。等众人一走，宁一真又拿出一支强力细胞生长剂，涂在了伤口处。这种小伤口在卫士，小菜一碟。柳嬷嬷，这2天不要移动太平，我每天会过来。柳嬷嬷跪下磕了几个头，谢谢娘娘的救命之恩，老奴无以报答，请娘娘受我几拜。虽然这老婆子不是什么善良人，但她是个忠心人。对于忠心之人，宁一真都比较尊重。起来吧，别说什么报答不报答，以后我们就是冷宫一家人，相互帮助本就应该。你好好照顾着太平，若有什么变化，再来叫我。眼前的主子还在坐月子呢，柳嬷嬷自然知道宁一真不能多留的道理。是，老奴遵命。半夜这一闹，众人都没睡好，起来的时候都有点晚了。听闻陈太平真的没事了，顿时众人都跑去了景行院。天哪，陈姐姐，您真没事了？止了痛的陈太平感觉到了一身轻松，他朝众人点头，我没事了，多谢妹妹们的关心。这废后也太厉害了吧。陈太平也觉得废后确实是厉害，自己这一跤摔得可不轻，可他就1个晚上让自己觉得全身都轻松了，恐怕宫中的太医都没他这般手艺吧。看着完全无事的陈太平，刘美人叫了起来，天哪，您是这医术太厉害了，这下好了，我们再也不怕生病了。是啊，身边有个郎中，这得是多大的喜事。柳才人前几天受了凉，头一直昏昏沉沉，于是就跑过去找宁一真了。我头很沉，鼻子很塞，吃了几天药也没好，你能不能给我也看看？没什么不能的。宁一真立即让秀玉搬来了椅子，让柳才人坐下，然后手指搭在了他的手腕上。第0014章展示手艺的机会来了。把好脉，他拿出一副听诊器按在了柳才人的后背，没有问这是什么，因为他们都不懂医术。不一会，宁一真放下听诊器，又看了柳才人的舌苔，这才开口，你受了寒，有点严重，不过不是什么大病，别担心。秀玉，把我的药篮子拿来，给柳才人一点药。秀玉立即提着篮子过来了。宁一真从中拿出一个瓶子，倒了几粒黑色的药片给柳才人，一次一片，1天2次，吃了睡上一会就没事了。风寒不大病，在这冷宫中，有多少罪妃都因风寒而丧命。跟来的几个嫔妃听到这话，心中翻涌不止。还是性子急的刘美人开了口，一真，我总是发晕，你能不能给我也看看？宁一真立即点头，坐下吧，若你们都想看的话，只管开口，我帮你们看看。这话一落，瞬间众人的眼睛亮了，在这冷宫中多年，他们谁不是一身的病啊？检查过后，刘美人是低血糖。刘美人，您没什么大病，就是营养跟不上，血中糖分太少。我给你1瓶药，每天1颗，吃上1个月就没事了。不过平常多喝点糖水，这个对你的身体有好处。什么？他是因为营养跟不上，所以才会这样。听到这话，刘美人的心紧紧地揪在了一起。曾经在娘家，每天山珍海味、燕窝鹿茸养着，可现在天天只有冷饭剩菜。一真，这个药我付银子给你。宁一真摇头，这次就算了，以后若再要用药，你再给我就好了。
刘美人觉得废后要养2个孩子呢，不能占便宜，便道：“这怎么行？多多少少你得收点。”宁仪真继续笑：“这个算了，一会我给你开个药单子，若是能让人带些补药进来，尽量多带点。1、2就归你自己出了。他的药难道还得别人出吗？”鼻子有点发酸的刘美人点头道：“好，多谢了。”等刘美人看完，王婕妤也看了。她从小习武，身体比别人好上不少，但还是营养太差，气血不足。这不是病，除她之外，其余几个娘娘都是如此，没什么大病，但是就是营养不足。你们都没什么病，除了伙食吃的太差之外，身体都是很好的。大家手头上也是有钱的，以后尽量给自己买点好的吃，就算是贵也要买，不要省。可能你们手头上的银子都不多了，但你们放心吧，以后我们会有钱的。真的吗？虽然大伙还是不够相信这话，但都认为宁仪真说的对，若连命都没了，还要银子做什么？就一个夜晚，这些嫔妃们对宁仪真的佩服上了一个新高度。早饭过后，江嬷嬷就交了50两银子给徐良侍卫，把要带的东西写在了纸上。徐良很惊讶江嬷嬷要的东西，但听他解释一番后，倒是同情了。嬷嬷放心，在下分3天一定给你们把东西买进来。带东西进宫并不容易，但巧的就是徐良有一个亲戚在宫中盗夜香。这个盗夜香的人一般来说不会轻易换，家世也很清白，所以平常进出也不会查。这天中午，刘美人跑过来了：“仪真，你猜的没错，今日宫中又没给我们送饭，昨天没送，今日又没送。”宁仪真心道：“老妖婆，你这是给我笼络人心的机会啊，我真的谢谢你了。”刘美人，老妖婆是想让我们这群人给她侄女陪葬，不过你别担心，我早就料到了这恶妇的恶毒，这2天我天天都让徐侍卫帮带东西。秀玉，赶紧去看看饭好了没有，大家肯定都饿了，开饭吧。听到叫自己，秀玉立即从偏间出来了：“主子，饭好了，菜还在炖，应该也快了。”宁仪真点头：“你去叫大伙吃饭吧。这一餐可没做什么好菜，1碗酸白菜，1碗煎土豆饼，1碗葱花蛋汤。比起曾经在宫中荣光时的日子，这一点连奴才们的吃食都不如。可饿了大半天的嫔妃们却觉得这一餐是人间美味，太好吃了！秀玉，你的手艺可真好。”汪才女拍着肚子，一脸的迷足。以前宫中也有时候会不给他们送饭，但是最多1顿。可现在呢？昨天不送，今天还不送，这姓谢的贱人就是想饿死他们。看着众人，宁仪真轻笑：“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会艰难，我们以后必须齐心协力。我手中银子不多，所以还得靠各位长辈一起共克难关。”这话一出，刘美人眼珠子瞪圆了：“有道理，以后我们不齐心协力，团结一心，日子绝对不好过。仪真，我手上还有几两银子，给你。”宁仪真摆摆手，倒不必给我，你们自己让人多带点粮食进来就行。平常我们各吃各的，毕竟大家口味不一。若有喜事，我们一起加餐。也是，毕竟是银子的事，弄一块，到时候大家又觉得花多了，谁手中也没几两银子啊。未来冷宫中的日子会越来越艰难。众人猜测的真不错。谢珠儿突然自杀，谢夫人在宫中哭晕好几次，守在贵安宫不肯出宫，直到谢太后才女会把谢爷儿安排入宫，这才回家。这天傍晚，有宫人来报：“太后娘娘，冷宫那边已经2天没送吃食了，今晚可送。”一身冷厉的谢太后坐在高高的太师椅上，眼中露出冷清的光芒。她的侄女好好的，就是去了冷宫一趟回来就自杀，一定是沾上了那些贱人的霉气。她的侄女都死了，他们还想在冷宫过得快活？做梦！每天1碗清水，2个馒头，不饿死就好。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高德妃耳中，她立即向燕凤阳禀报：“皇上，这会不会太少？”高德妃可不是善良，而是冷宫中基本上都是先帝的妃子，谈不上是他的敌人。虽然他们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毕竟没犯死罪。再者，这些冷宫的妃子还是有娘家人的，万一在自己掌管6宫大权的时候饿死了，被人捅出去，他的权力肯定会受影响。燕凤阳知道高德妃的顾虑，但这是自己母后的决定，他若不同意，碗大点，馒头也大点，绝不可以把他们集体饿死在冷宫。若如此，言官这一关不好过。高德妃认为言之有理，是，臣妾遵旨。第0015章完全收服。傍晚，冷宫中，众嫔妃又没等到饭菜，好在大家没指望他。直到次日早上，太后有旨，冷宫众嫔妃皆为罪人，未赎罪，从今日起，每人1天1碗清水，2个馒头，吃斋念佛，替大梁祈祷，钦此。清水没有，大家都不怕。冷宫的后院有座山，山中有山泉。这几天为了种菜，他们在山脚下挖了一个很大的水坑，水源充足。只是1天才2个馒头，性子急的刘美人气得立即跳了起来：“恶妇，
真的是恶妇，他这是想饿死我们。就是一天2个馒头，没油没盐，我们还能活下去吗？汪才女眼眶都气红了，王婕妤更是双眼怒睁，这毒妇怎么就还不死呢？他侄女都死了，他怎么就不知道去死？这么坏，小心天打雷劈！大家愤愤不平，前来送食物的2个太监脸都黑了。这些罪妇竟然敢骂太后，真是胆大包天了。林公公37、8，入宫快30年了，他从未见到过从冷宫出来的嫔妃，见这些女人还敢骂骂咧咧，顿时脸一拉，吵什么吵？有给你们吃就应该感恩，不想吃是吧？不想吃拉倒。小杆子，今日这些罪妇们吃不下，把东西倒去喂狗。你敢？王婕妤性子急，见一个狗奴才竟然敢为虎作伥欺负众人，顿时急了。可林公公是德妃的人，他在这后宫之中也是有地位的人。王婕妤一开口，他嘴角挑起一丝讽刺：我倒是谁呢？原来是婕妤娘娘呀！婕妤娘娘好大的口气，老奴真是怕啊！小杆子，这宫里可全是娘娘呢，娘娘们怎么能吃猪食？拎回去，到了喂野狗去。众人真是被气晕了，这狗奴才把众人当野狗，我抽你个狗眼看人的奴才！本宫就算再冷宫，我王家人还没死绝呢，轮不到你来欺负。王婕妤这火爆性子，那是真说打就打，只听得叭叭2巴掌，林公公的牙就掉了2颗。好好好，你们等着瞧！林公公扔下东西跑了，小杆子见势不妙也跑了。齐太妃与陈太平都没跳，他们早知道泄势得很。墙角边坐着3个人，齐太妃一声轻笑：仪珍，还是你有先见之明啊。宁仪珍坐在墙角，低着头晒太阳。今日她不能不出来，若不出来，怕太后的人过来。听齐太妃这么一说，她笑笑：太妃娘娘不是仪珍有先见之明，而是我太了解谢太后的为人。她这人是自己不爽，绝对不会让别人爽的人。谢卓突然自杀，他找不到人发泄，就肯定会拿我们冷宫这些无权无势的人发泄了。说到这，他站了起来：王婕妤，刚才你那2巴掌打得太好了，大家要记住，我们不管身在何处，那也是从大家大户里走出来的大家闺秀，容不得这些狗奴才来欺负。就是不管如何，他们也是大世家出身，若是以前这狗奴才见着他们，还不是给他们舔鞋吗？一瞬间，大家都觉得给2巴掌太轻松了，应该打得他爹娘都认不出才对。不过陈太平毕竟年长些，他担忧的道：就怕得罪了这阉狗，以后冷宫的日子会更难过了。如今我们手中有的东西并不多了，可人生还很长。这话一落，众人脸色瞬间暗了，不想自己找死，这冷宫之日就还漫长。手中那点东西，真能让他们平安度日到老吗？见他们这表情，宁一真眼光闪了一下，开了口：这么坏的人会没好下场的，我们不是已经有准备了吗？什么也别怕，以后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对，他们不是早就意料到了吗？听着这话，众嫔妃的斗志立即被挑了起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为了驱散众人心头的怒火，宁仪真让秀玉把冷馒头全部用油煎成馒头片，瞬间一股浓浓的香味充满了众人的鼻尖。上好的白米粥已煮出了米油，空间拿出来的咸鸭蛋、酱萝卜条、辣酱，配上香香的馒头片，好吃的众人差点吞掉舌头。跟着仪珍，幸福！心中的怒气早没了，刘美人吃得心满意足。汪才女举手：我发誓，以后绝不做出背叛仪珍的事。我也绝不背叛。我都打入冷宫了，先帝也早死了。这些人心里都很清楚，这辈子他们除了老死冷宫，一床破棉絮卷走扔进乱坟岗的下场外，不会有更好的结果了。争夺，饭都吃不饱了，还争个屁！众人心里都很敞亮，如今只有紧紧的跟紧废后，或许他们不会落下深葬乱坟岗的下场。宁仪真很喜欢这结果，甚至感谢太后这番操作。借机，他也表态：你们放心，只要你们忠心，团结一心，我定让你们的家族有后悔的那一天。是啊，他们的家族大多数都是花样年纪被送入宫，先帝都能当他们的爹了。可为了家族，他们牺牲了情与爱，最后换来的是被家族抛弃。听到这个承诺，不少人眼眶湿了，眼眶酸了。若有那么一天，死而不悔今日所事。今日下起了小雨，见大家无聊，宁仪真让秀玉拿出了一副复古的麻将。都别郁闷了，我们来麻将吧，省得坐着发呆。麻将？那是什么东西？众人一个个看着宁仪真，想知道这些四方小块有什么用处。宁仪真简单解释，与叶子牌一样，供大家玩乐的东西，只不过玩法不同。一般来说是4个人玩。大家都坐上来，我先教你们垒牌、丢骰子，对，就这样，按顺时针方向。
教的人很认真的，学的人也很认真。毕竟冷宫太无聊，若是能找些乐子，这日子能不爽？好，一人13张牌。好，这个可以吃，这个可以碰。好，这样子叫定胡。现在4家人都定了胡，你们仔细看，谁先胡谁就赢。好，我胡了。第0016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宁一真教给大家的是最简单的吃碰胡。开始大家不怎么会，打的也兴趣不浓，可渐渐的上了道。王婕妤提议，不如我们与曾经玩椰子牌一样，玩点小钱，1个子1个铜板如何？喜欢玩的人永远都是支持者。刘美人第一个响应，我同意。坐她对面的汪才女也点头，我也同意。虽然我没几两银子，但小玩玩没问题。一玩就上了瘾，这天大家轮流上，心中那些愤怒全部变化在麻将上了。冷宫中的事，林公公很快就告到了德妃面前。娘娘，您看奴才这张脸被打成这样，他们根本没有把奴才当成娘娘的人啊，打狗还看主人呢。您看，他们完全就没有把您放在眼里。德妃掌管后宫，这后宫的奴才自然算是她的人了。德妃一听这话，立即怒火冲天，谁打的？竟然敢打我的人，这些人是活得不耐烦了是吗？王婕妤，竟然是他！王家并没有完全垮，只是王家人在边关照料不到宫中罢了。而且冷宫中的嫔妃基本上是先帝的妃子。高德妃是个只捏软柿子的人，她抬眼问道：本宫问你，那废后可有闹事？废后？林公公怔了怔，奴才没有看到他，对，他好似没出来，竟然都不敢出来了。哈哈哈，宁一真，你的骄傲呢？哪去了？高德妃不好与先帝的妃子斗，她只能去见他废后。可发现去了几次后，废后就如一只蚂蚁，这让他连斗的快乐都没有。后来他就再也不想去了。宁氏就是个没用的东西，当年他也就是仗着奸相的事罢了。行了，那姓王的性子泼辣闻名，又有功夫在身，别的办法也没有了，就饿他们3天吧。林公公一听，心情好了不少。不过只饿那些贱人只3天可不行，至少要饿他们6天。他一定要让那姓王的贱人跪在面前给他舔鞋子。谢娘娘千岁。次日又是直到晚上都没有人送水送饭来。冷宫很大，因为后宫女人太多，女人多是非就多，犯错的就多，需要的院子就多。宁仪真让人收拾出一间空殿，把大家集中在了这里。这几天大家别指望有人送饭菜来了，所以以后我们更加要自力更生。我手上粮食不少，这几天先吃我的。齐太妃连连摆手，这怎么行？我那还有吃的，就不要你的了。宁仪真却一脸认真地说，既然大家以后要同甘共苦，齐心协力，那就不讲这么多。我出个方案，你们看看是不是可行？我们身边的人每一宫抽1个人出来帮忙做1天3餐，不是同时上，轮流着来。抽人出来帮忙的就少交1点银子，抽不出人来的就1个月多交200大钱。然后每个宫按人数，每月1人1两银子供吃用，你们认为如何？你们别担心自己手头上银子不多了，等过上2个月，我们就能自给自足。还有，我会好好想一个赚钱的法子来。赚钱？他们在冷宫也能赚钱吗？众人看着宁仪真，他朝大家坚定的点头，一定会有的，你们相信我。我刚才说的，你们若是赞成，那就这么办。怎么不赞成？姓谢的要整死他们，再不团结起来，他们还有小命在。我同意，我也同意，没有意见。见大家心情很不好，王婕妤很内疚，她觉得是自己的冲动才引起这样的后果，都怪我连累了众姐妹们，这些狗奴才不会有好下场的。刘美人闻言立即道：不，王姐姐，我们不怪你，你是在帮大伙出气，我们不是不知好歹的人。是啊，我们没有怪你，你可别把责任扛自己身上。汪才女也立即接上，这事确实是不能怪王婕妤，那场面谁忍得了？见她难过了，大伙反安慰起她来。宁仪真看着大家道：这些恶毒之人铁定不会有好下场的，我相信老天有眼。可不，老天一定会有眼的，以前没眼，以后也会有眼的。如今大家真的相信老天爷了。为了让大伙相信老天有眼，深夜宁仪真再次换了夜行衣出门，这个林公公绝对不能再留了，留下来冷宫的日子会更难。次日，德贵宫有人来报告娘娘，林公公病了，高烧不止，满嘴胡话。什么？林公公病了？德妃拧起了眉头，是何原因引起的高烧？小干子是侍候林公公的人，回娘娘的话，师傅他像出麻疹。什么？出麻疹？这把年纪出麻疹可不是好事。高德妃急了，赶紧传个太医去看看。是。半个时辰后，有人回了话，启禀娘娘，林公公确实出麻疹，他年纪不小，此次出麻疹非常厉害。出麻疹是人生中必须经历的事，年纪越大出麻疹，病症会越厉害，而且还不能退烧，能不能活得过来，这就看他的命了。
高德飞眉头紧紧地拧在一块儿，以后让黄四接了林公公的活，叫他带小杆子给冷宫送饭。记着，3天后必须按时送饭过去，可不能再饿了，万一真饿死了，皇上怪罪下来，他担当不起。贵德宫的总管汪公公立即应下出去了。2天后，林公公没挺过来，没了。宫中死一个太监，仿佛死一头狗而已。这是在后宫连个炮都没冒起，冷宫也是在换了人送饭之后才知道这事。拿着馒头在手，刘美人真心感叹，果然老天就是有眼的，恶人终究有恶报。汪才女却仿佛像捡了宝开心的笑了，就是不过老天是不是没顾过来，这后宫的大恶他还没发现。大恶指谁？自然不用说了。也就在这天晚上，慈宁宫一片混乱，快请太医，太后娘娘不好了。太后突然吐血昏迷，太医院都乱了，救了半天人也没醒过来，甚至还高烧起了。皇上，臣等无能，太后的病根本看不出什么原因。听闻神医诸葛青有起死回生的医术，臣请求皇上准许寻找神医救太后。第0017章，冷宫的自力更生开始了。这是太奇怪了，好好的谢珠儿突然自杀，太后又突然吐血昏迷，这后宫到底出了什么事？顿时宫中陷入了慌乱之中，并没有人知道燕凤阳根本不在意太后的死活，甚至得知她生病了，心里还有2分高兴。只是他心中很明白，现在的太后还不能死。传旨下去，求民间神医，若能救醒太后，赏银10000两。是。一瞬间，满京城都是悬赏神医天榜。你说什么？刘美人似乎有点不相信。她看着帮着送东西进来的徐侍卫，顿时嘴都合不上来了。徐良恭敬的再说一次，娘娘，太后确实是病重，现在京城满大街都贴满了悬赏神医的通告。天哪，天哪，老天这一次是真正的开眼了是吗？刘美人喜欢的快疯了。姐妹们，有好消息，今晚我们庆祝一下。确实是好消息，谢见人最好是病死。众嫔妃知道这消息后，又唱又跳，又谈又笑，仿佛谢太后马上就会死了一般。只有宁仪真知道谢太后死不了，因为她没打算让她死。现在新帝出力没几年，自己舅舅的一帮人又被他铲除，谢家还是新帝的有力支撑者。他不是在帮新帝，他是在帮自己儿子。现在的大梁百废待兴，这苦还得那狗男人来吃。他要等自己儿子接替位子的时候，是一个真正的安康盛世。心情一好，冷宫中有几位精神不那么好的妃子们也突然间精神百倍。次日，宁仪真要买的东西也到了，有工具，有粮种。当然这些他都只是掩人耳目罢了。他的空间除了没有小鸡苗外，什么都有，特别是高产优质的各类种子，更是比比皆是。早上，宫中的饭菜按时送来了，不过依旧是1碗清水2个馒头。但大家不在乎了，如今他们有了目标，有了希望，有了未来，就算是冷馒头，他们也能吃出肉味来。吃了饭，大家就到了后院。江嬷嬷，这个东西怎么用啊？冷宫后院，汪才女举着锄头，看着这一片荒地，不知从何下手。毕竟都是大家闺秀，不管在冷宫多少年，她也没见过这东西。只是听说这个东西叫什么头，不少人围上了江嬷嬷问这问那。宁仪真走了过来，接过锄头，这叫锄头，这东西是这么用的，大家看着。说罢，他举起锄头，重重落下，然后往后一拖。若是没经历过生死的宁仪真，那也是不会种田的。可谁叫他有一世穿成了农学博士呢？种田什么的，自然不在话下了。几锄头落下去后，脚下就翻新了几块黑土。这黑土挺肥的哈啊！宁仪真觉得这土地上用上它的优质良种，高效化肥，一定能种出逆天的产量来。而且这后山很大，只要把它开垦出来，众人不愁没饭吃。汪才女很快就学会了，见宁仪真挖得如此轻松，便开心的把锄头接了过来。我来，我来，你身体还没恢复呢，可不能太累了。力气自己有得是。末世的他是最厉害的魏战士，力大如牛，出手如电，反应灵敏，招数精炼。不过他领情。宁仪真看着汪才女的眼中有真诚，辛苦你了。不辛苦，不辛苦，小事一桩，你放心，我很快就能把这块地挖好。汪才女想，你一个刚生孩子的人都能轻松搞定，我一个身体健康的人还能做不好？可挖上3下，汪才女知道他吹牛了。见他累得直喘，宁仪真快笑晕了。不过他没过去帮忙，想要收获就得有付出，没有付出过汗水，这丰收的果实就不会有人珍惜。要让牛耕地，也得给牛吃草，这就是宁仪真的用人道理。大家忙碌起来，虽然很累很辛苦，可大家都心里憋着一股子的劲，竟然没有人叫苦。挖了好一会，宁仪真让大家坐下休息。这一会秀玉送茶来了，秀玉送来的茶也不是什么好茶，这冷宫中也没什么好茶，
是宁一真加了生命之水的药茶，苦中带甜，但这茶在这劳累之后的人嘴里，觉得它特别甘甜。第一天，他们挖的地很少，但宁一真并不在意，万事开头难嘛。可2天之后，众妃子们发现自己似乎全身都是力气了。今天我要挖完这一块。汪才女今日信心十足，高高的举起了锄头，一挖到底。刘美人也不甘落后，今天我们就来比比，看谁挖得多，输的罚唱曲儿。没问题。冷宫虽然人不多，加上丫头婆子什么的，也有近30来人，顿时一片热火朝天。这样的场面，宁一真真的很喜欢。等大伙累了1天之后，江嬷嬷带着曾嬷嬷几个又给做了一大锅的肉汤在等他们。爽！明天我要挖更多的地。王婕妤将军府出身，典型的活泼性子，一吃完手一挥，像个女将军。众人都很开心。这几天虽然累了点，可是睡一觉起来全身清爽，仿佛吃了千年人参一样舒畅。等大伙回自己的宫中，洗了澡的宁一真才去管自家2个小宝贝。好在孩子还小，只知道吃饱睡觉，小小的脸如刚出壳的鸡蛋那么细嫩。摸了摸2个小家伙的小屁股，清清爽爽的，他忍不住猛亲了几口。宝贝，你们真乖，竟然知道给娘亲省尿不湿。虽然空间尿不湿多得用不完，但是小兄妹俩不尿在身上，宁一真还是极为喜欢。一边的秀玉对2位小主子也是喜欢的不行，天天寸步不离的守着。听了这话，他笑道：“小姐，您说小皇子与小公主不会是天才吧？”宁一真抬头，秀玉一脸兴奋地说：“主子，2个小主子可聪明了。奴婢与您说，他们若是哭了，要么饿，要么尿，每天早上只要一抱他们拉，就立即会拉，一整天都不会拉在身上。你说这世上有这么聪明的宝宝吗？小皇子与小公主一定是天上的仙童转世，有可能。活了几世，宁一真也没见过这么听话的小宝贝。”秀玉的话一落，他立即认同。第0018章新的赚钱法子出炉。又接着开了2天的荒，次日早上天空突然就下起了雨，这可是春雨。都说春雨贵如油，这一下这几天翻好的地正好播种。雨下了大半天，地面下湿了。下午雨一停，宁一真带着几个年纪轻一些的嫔妃与宫女种下了小青菜、香菜、油蔓菜等几样叶子菜，同时他还撒下了四季豆、辣椒、黄瓜、豇豆、青豆等菜种子。下了雨地更好挖了。宁一真空间的工具非常好用不说，而且还有篱笆，有工具就挖得快。几天时间，后院就开出了一大片的菜地。冷宫的后山是一座荒山，山不是太高，沿山脚的地方几丈都是上好的黑土，非常适合种玉米、小麦与高粱。光靠女人挖地会耽个季节。眼见喝了他10来天灵泉水的侍卫们已经基本被他收买了，于是他又出银子请他们分批进来帮忙。虽然进度不快，但是有4个侍卫的悄悄加入，1个月后冷宫有了新面貌。小姐，小姐，青菜又长长了。小姐，这小麦是不是风吹就长啊？豆苗要开花了。今天是2只小的满40天的日子，长了1个多月，2只小也似各种菜苗一样，小莲长开了不少。前几天宁一真让徐侍卫打了只火锅进来，空间里有不少火锅料，中午全冷宫的人准备好好吃一顿。青菜、香菜是火锅必不可少之物。种下去的蔬菜已经有4、5寸高了，宁一真知道对手空间的那泉水效果确实不错，多播点，这边的油蔓菜也不错。被阎王教训了的主子果然是完全不一样了。秀玉好喜欢现在的主子，她自信、阳光、美丽、大方。虽然也只带大家种点蔬菜，可她的精气神完全不一样。不止她，冷宫中的主子全部都换了模样。主仆2人摘菜进院，众嫔妃们已经到了。2只小一只在陈太平手里，一只在齐太妃手里，2只小正张着小嘴在与他们哦来哦。2只小还不会识别声音、光线、色彩，可他们会时不时的微笑，这让众嫔妃们欢喜不已。一真，你又买这么多的东西，是不是得把手头上那点银子全吃掉啊？陈平本来是最冷情的一个人，也就1个月，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一般。听着他带着关心的责备，宁一真笑了。太平娘娘，今日你们都过来了，有个事想与你们商量，那就是我想带着大家一起赚钱，你们想赚银子吗？有谁不想赚银子的？银子那是个鬼东西，不管在哪里都少不了。就算是在这没有自由的冷宫，可没有银子，你就只能吃那些猪食过日子。曾经他们已经麻木了，也不在乎这么多了，因为在乎也没有指望。可如今不一样了，他们有了希望。宁一真的话一落，众人立即围了过来。一真，你有什么挣钱好法子？快说啊！见一张张好奇的脸，宁一真朝大家笑笑，不急，这赚钱的法子是我以前跟着师傅出游时学到的，不过现在还没办法做，
这材料得让人从宫外弄进来。我已经托徐侍卫去弄了，你们别着急，他一定会赚钱的。还有，我在宫外有个铺子，每个月都有银子进账，昨天请徐侍卫带进来了。以后只要有我一口吃的，就不会让你们饿肚子。天哪，宁氏他真厉害啊！他在宫外的铺子竟然没有被皇帝给抄了。宜真，你哄我们的吧？刘美人第一个不相信。宁宜真从怀里掏出几张银票，递到了大家面前。这是我外面铺子里拿回来了，是一间首饰铺子，与人合伙的。我叫你们过来，也就是到时候想教大家一起做首饰。你们看，我那铺子里卖的就是这个。说话间，他从头上剥下了一根钗。天哪，这首饰太漂亮了，你会做？宁宜真点头，对，我会做。到时候我交给我们，然后我们拿出去卖。你们愿意一起发财吗？这么漂亮的首饰，纵使他们生活在宫中，也很少见到。女人都爱美，而这些曾经风光无限的女人自然更爱美。可爱美没有用，她们身上值钱的东西在进冷宫的时候大多都被太监给抢了，如今更是余下的一些银钱得时不时找人买吃食进来。有钱赚，谁不愿意？刘美人第一个表态，愿意，愿意，我也愿意。还有我，还有我。宁宜真就知道这些东西对女人有极强的诱惑力，别说他们，就是自己这个活过多事的人也很喜欢。好，等明天东西带进来了，我就来教你们。第二天东西就带进来了，虽然带的不多，但是也够美人学的。于是大家有了新的目标。余下那些开荒的事，宁宜真专门包给了守冷宫的侍卫，挖1亩地给10两银子。虽然有点累，但是侍卫是最低层的侍卫，日子不好过的人家并不少。几个侍卫喝了宁宜真的药茶后，力气都长了不少，于是他们每天分班去后院挖地，日子变得渐渐忙碌充实起来。天哪，太漂亮了！看到一支钗在自己手中神奇变出来，刘美人摇头惊叹：我这个也漂亮，活这么多年才见过这么漂亮的东西，这些比内务府造的样式漂亮多了。齐太妃是个平和的性子，她并不差钱，可是她看到大伙都在做，也来了兴趣。没想到自己那不沾阳春水的手竟然会有如此之巧。她一赞叹，一个个都开始赞叹起来，心中的成就感瞬间满满的。大伙努力做，等做上一批，我让人带去首饰铺子里卖。你们放心，发财的日子离你们不远了。发财啊！众人心情很激动，谁不想发财呢？宜真，未来的好日子就靠你了。对，以后我们就跟着你。看着众人激动的脸，宁宜真心里轻轻的松了口气，真好，未来一定会更好。转眼进入4月，春风送暖，京城的春天终于抓住了一些尾巴到来了。这天晚上，宁宜真一身宫装，一张人皮具把她变成了一个小宫女。今天晚上她准备去探探出宫的路。看着这漆黑的宫外，江嬷嬷心中有点不安。娘娘，您真的出得去吗？宁宜真笑着安慰，奶娘放心，你也看过我的身手的，这点围墙拦不住我。第0019章，今夜出去探探路。听到这话，江嬷嬷对自己说，是啊，这点围墙怎么拦得住她的主子呢？只是她这一身本领真的是孟婆教的吗？曾经这个小主子被送出去10年，每年就回家一趟。江嬷嬷想获取这些本领，主子她早就学会了，只是没有显露出来而已。您一定要小心些。放心吧，我会的。今夜宁宜真的只是想出去探探路而已。困在这宫中快2个月了，再不出去，她认为自己都要发霉了。还有，宫外还有很多的人与事都在等着她呢。摸了摸自己手中的朱雀令，宁宜真双眼深眯，太久没用它了，也不知道那些人现在怎么样了。舅舅一出事，自己就被送进冷宫，外祖一家出事，让他感觉失去了全天下。上辈子他觉得舅舅确实有罪，所以他什么也没做，在宫中等死。可现在宁宜真知道自己舅舅根本就没有造反，为了外祖一家，为了孩子，他得做好一切准备。趁着月黑风高，宁宜真拿出金丝锁，手一扔，金丝锁就牢牢地固定在了墙头。他一提气人，一跃而上。站在宫外，他仔细地辨别了一下方面。虽然在宫中待了3年，可上辈子他真的没有去逛过这偌大的皇宫，更不知道从哪里出去最方便。于是宁宜真慢慢地转悠起来。而此时后宫中，燕凤阳扔掉手中的折子，心情非常不好。不去！太后娘娘天天催燕凤阳翻牌子，今日御史大夫又洋洋洒洒地递上了一篇催生文，这让他非常烦躁。一边站着侍候的德公公也是一脸无奈，这个皇帝如此反感女人，而太后又催得这么紧，还是催皇帝去与谢家远亲的刘贵嫔处，这能让他开心吗？德公公，皇上他还在忙吗？突然一个女声打断了德公公的思维。奴才见过李嫔娘娘，娘娘晚安。李嫔听说了，太后让皇帝翻刘贵嫔的牌子，而他根本就不肯翻。德公公，听闻皇上这几天都在熬夜，
臣妾给他炖了碗清心去火的莲子百合汤，想送给他喝，你能帮我通传一下吗？李平可是这后宫中皇帝唯二接近，不会引发暗疾之人。德公公立即点头，且等一会，容奴才进去禀报。李平含笑道谢，那谢谢德公公了。德公公进去了，就在这时，门外又进来了几个人。哟，妹妹这是来给皇上送夜宵啊！见到来人，李平立即行礼，嫔妾见过淑妃娘娘，娘娘金安。钱淑妃一脸清冷地看着李平，眼中充满了轻蔑与怀疑。李妹妹，你这是做什么？过来邀宠吗？李平只是嫔，在妃位的钱丽儿面前不敢抬头。不过她依旧恭敬地回了话，回淑妃娘娘的话，并非如此，嫔妾只是关心皇上的身体罢了。哦，关心？小贱人，明明就是来勾引皇上，说什么关心？哼！钱淑妃双眼冷冷地看着他，原来如此，正好本宫找皇帝有事要禀报，这东西就交给我吧。李平不敢不从，心不甘情不愿意的把食盒交了出去。李平娘娘，陛下他请你进，奴才见过淑妃娘娘，李平娘娘人呢？面对德公公，钱淑妃一脸娇柔的开了口。李妹妹她有事先走了。德公公，臣妾有事与皇上回禀，烦公公禀报。德公公只能再进去了一次。燕凤阳拧了拧眉头，让他进来。是，臣妾见过皇上，皇上万岁万万岁。燕凤阳手扬了扬，起来说话。你有何事要与朕当面禀报？钱淑妃上前递过一个封信，皇上，这是我母亲今日入宫时，我父亲让我带给您的信与东西。燕凤阳接过，打开一看，东西呢？在臣妾宫中。走吧。钱淑妃瞬间脸色亮了起来。是，皇上，这是李平妹妹给您炖的清火汤，您先喝了吧。熬夜太多，燕凤阳是有点觉得口干舌燥，也没多想，正想喝下时，德公公又进来了。皇上，太后娘娘来了。他这母后想干什么？钱淑妃闻言也脸色一变，皇上，不如让臣妾去替您挡了太后娘娘，就说您宣了臣妾进来侍候，这法子似乎不错。燕凤阳正要答应，无奈太后已经闯进来了。皇上，您不替母后我着想，也得替大梁着想吧。皇帝无子，天阶大忌啊！臣妾参见太后娘娘，娘娘千岁千千岁。谢太后没想到钱丽儿会在隆七宫，顿时脸一拉，你一个嫔妃跑这里来做什么？难道皇帝翻了你的牌子不成？钱淑妃吓得一抖，太后，嫔妾是来给皇上磨墨的。磨墨？骗鬼啊！这贱人明明就是来勾引皇帝的，这都没什么，问题是皇帝竟然让她进来。太后真是气极了，她立眼看着皇帝问道：皇上，你就是这样对我的吗？想当初母后我为了你坐上这个位子，吃了多少苦，这一切你都忘记了吗？听到这些，燕凤阳的头好痛。又来了，母后，朕是人不是畜生，人是有感情的，不是您指定哪一个让朕去睡，朕就必须去睡。那刘氏，朕根本无法靠近。您要朕怎么样？谢太后不听，当初那宁氏，你不也是不能靠近吗？但是你吃了药后，不是一样能宠幸她？皇家要的是子嗣，而不是感情。皇帝，我不管，你若1年之内生不出皇子，就准备3年一次的选秀吧。说到这个，燕凤阳的脸瞬间黑了。当初被废后下药毁了他的清白，如今想起来，他都恨得牙根直痒痒。虽然燕凤阳和与宁仪真成亲了2年，但是他心中有着恨，从来都没有与他做过真夫妻。那些宠幸用的不过是迷情药罢了。可那一次，他反而中了他的药，失了清白。想到这，燕凤阳的心情更差了。母后，不许再提这个人了。既然还有1年时间，那就1年之后再说吧。朕还有事，就不陪母后聊天了。方德言，送太后回宫。门外，德公公低头，是，恭送太后回宫。谢太后气冲冲地走了，燕凤阳气得直喘粗气，正想发火时，突然心头一阵躁动涌起。皇上，您这是怎么了？一种熟悉的感觉从燕凤阳的心底升起，他一把推开身边的钱丽儿，滚，给朕滚出去，要不然朕诛你9族。钱淑妃脸一白，牙一咬，皇上，您到底这是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啊？您快告诉臣妾啊！当一双小手攀上了燕凤阳的胸膛之时，他一用力，砰的一声，钱淑妃被推倒在地上。方德言把她带回贵书宫关起来。第0020章出师不利。没等德公公进屋，钱淑妃不顾一切的从地上爬了起来，就朝皇帝扑了过去。成不成就在此一举了。可人还没靠近，只听得砰的一声，钱淑妃再被燕凤阳扔在了墙根，晕了过去。等德公公进来时，燕凤阳已经抓上一件外袍，从窗户上往外冲，越过墙头往宫中河边而去。与此同时，宁仪真也逛到后宫。就算她在宫中生活了3年，但宁仪真对宫中布防真不了解。不过她知道想出宫得往后宫方向走，
那边的守卫没有这么严。于是他小心翼翼地穿过宫中的清水河，沿着墙根往后宫围墙方向摸去。可没走出多远，突然他听到自己耳边响起砰的一声，顿时眼前一黑，往地上栽去。奶奶的，竟然有人暗算他，完蛋了！宁仪真一声怒骂，今天出师不利。好在有空间加持，他迅速地醒来了。可是当他醒来之时，发现自己被人压在身下，学到背点。你叫什么？快说！狗皇帝！听到这声，宁仪真心中猛跳，压他的人竟然是狗皇帝。很明显，他已经中了招。怎么回事？这宫中谁敢给他下药？这人好大的胆子！这人是想进冷宫了吗 ？MMP！ 什么鸟人，下了药都没成功，害了老娘！你到底有没有用啊？这些想法在宁仪真脑子里也是迅速闪过。等他回过神来之时，衣服已被扯落。说，快说，你是谁？不要让朕再说第二遍，快点！燕凤阳心里很急，这里没有灯光，月亮又不明亮。他其实想把人带去自己的宫中，可是他已经忍不住了，鼻孔开始流血了。他想忍，可这要太霸道，再忍下去，他要经脉爆裂，成个废人了。宁仪真看不清燕凤阳的面容，但他知道此时的他脸上会有多可怕。为了不被勒死，他急得连作假都忘记了。阿珍，我叫啊！第二个真字还没出口，他已经被人插入了腹中。狗男人，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主子未回，江嬷嬷一直不敢睡。只是当他见到自己一身狼狈的主子之时，江嬷嬷吓得失了声。小姐，宁仪真很累，腿间火辣辣的疼。见江嬷嬷那一脸惊慌失措的样子，他摆摆手：奶娘，我没事，刚才出门遇到了一条疯狗，被他追着咬了一口。不过你也别担心，他只撕破我的衣服，人没伤着。天哪，宫中什么时候来了疯狗啊？真的太可怕了。江嬷嬷见自家主子有点没精神，想着一定是躲疯狗时躲累了。小姐，老奴去给您打水来，一会好好睡一觉就没事了。就是，不过被狗咬了一口，睡一觉万事消。谢谢奶娘。很快，冷宫中重归宁静。秀玉不知道自家主子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早上起来才发现他还在深睡。担心自己的主子昨天晚上太累，秀玉轻手轻脚的把两孩子抱了出去，然后用脚把门勾上。这一觉，宁仪真睡得很沉。昨天晚上的事，他没有恨燕凤阳，因为曾经的自己被人下了药后也强了他一次。还债吧，1比1，扯平。从此再无瓜葛，夺他位的时候，他也不会内疚。很好。醒来的时候身上还痛，毕竟是这身体才第2次成路，而且还是在被强迫的情况下，而且那人又这么猛。中了药的燕凤阳完全就是一只禽畜。突然宁仪真想起一件事，完蛋，差点忘了大事了。不想再替狗皇帝生孩子了，有这2个宝贝，他一生一世都很满足。立即钻进空间，找出72小时避孕药服下。狗男人，总有一天我会毁了你的狗东西。刚醒过来的燕凤阳突然浑身一抖，猛然间他想起了昨天晚上的事，并且发现昨天晚上那女子身上的味道很好闻，他一点也不恶心。就算自己以后再也不会宠幸她，但是他得负起责任来。他是男人，可以不爱，但责任得负。对于钱玲儿，想到昨天晚上的罪魁祸首，燕凤阳的脸上全是杀气。方德言，德公公立即小心地跑了进来，奴才在，拿纸笔来。是。隆七宫一阵忙乱，很快各宫都知道出了事。贵德宫一个宫女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跟高德妃禀报：娘娘，娘娘，好消息，好消息！淑妃被降为才女，还被禁足了，而且是永久性的禁足。什么？钱淑妃的伯父，那可是朝廷的重臣，他犯了什么事，会让皇上如此生气？高德妃听到这消息，张着嘴都合不上来了。如意，贵叔公出什么事了？昨天晚上到底出了什么事啊？他怎么会被永久的禁足？宫女摇头，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奴婢没打听到。奇怪啊，皇上四妃虽然他都不是经常去，可对钱淑妃却是挺不一样的呀。高德妃知道皇上对女人过敏，只要女人一靠近，她身上就会起红疹，只有钱淑妃等少数几个女人才能近得了身。因为这事，钱淑妃、李嫔、安美人可是宫中最得意的妃子了。若不是自己家世尊贵，又曾立过大功，高德妃知道自己很难居妃位。就在高德妃震惊之时，最高兴的莫过于李嫔与安美人身边的人了。钱淑妃可是他们最大的敌人，现在她倒了，那自家的主子就少了一个有力对手。宫女喜鹊兴冲冲地朝自家主子道：娘娘，这下皇上肯定会经常来你的宫中了。来又有什么用？李嫔抽了抽脸皮，宫中女人都道她被宠，可是每一次皇上来宫中，明明宠幸了她，可她却没有一点被宠幸的感觉在。男人宠幸女人，女人应该有感觉，可是她却什么都没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过想到昨天晚上被钱淑妃截胡的事，这消息让他心情非常不错。喜鹊，今日加个菜，庆祝一下。第0021章后宫来了细作。想到钱莲儿的下场，李萍还是好奇了。喜鹊，昨天晚上钱淑妃在隆七宫做了什么，惹得皇帝如此大怒？你们知道吗？喜鹊摇头，奴婢不知道，那里被封了，打听不到任何消息。不过听闻皇上把6宫的总管都叫去了呢。什么？皇上把6宫总管都叫去了？这到底出了什么事啊？李萍庆幸，好在昨天晚上他没来得及进去。没人有知道昨天晚上皇帝到底出了什么事，就连德公公也是迷迷糊糊的。皇帝跑出去后，半夜才回来，一回来就倒在床上猛睡，一睡醒就让他下旨找人。他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他要找的人，实在是太古怪了。皇上，后宫之中并没有您说的那名女子，所有的宫女都找遍了。不可能，燕凤阳不相信，那么大个活生生的人怎么可能没有？再者，这宫中的女人谁不想让她宠幸？被宠幸了还躲起来，她脑子有病吗？突然燕凤阳想到一个事，难道这宫女不喜欢她，所以故意躲了起来？不可能的，入了宫的女子谁不想成为皇帝的女人？可是这被他临幸的宫女不仅不来找自己，而且还让人找不到，燕凤阳的心情就有点不太好了。这一天，大梁国的皇宫中有点乱了。据说昨天晚上宫来了细作，是个女子，个头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声音很清丽，然后在隆七宫化妆成一个宫女袭击了皇上。好在皇上对女人气味过敏，没让她袭击成功，只是把皇上给迷昏了。因为侍卫来得太快，女子来不及杀他而逃跑。这女子据说是跟着钱淑妃入的隆七宫，虽然不是她带进来的，但也是她的失误。这样一来，钱莲儿失宠之事有了解释。蒋嬷嬷低声道：“太后，依老奴感觉这事不对。”怎么说？蒋嬷嬷轻声道：“那钱莲儿身边就带了一个人进来，而且那侍女当时在门外呢，你也看到的。有道理。自谢珠儿死后，谢太后有一段日子精神不济，加之昨天晚上皇帝的拒绝，她心情就更不好了。”这话一落，她重新振作了。来人，去把徐安给哀家找来。是。蒋嬷嬷下去了，一个年轻姑娘给太后揉着肩，好奇地问：“姑姑，您说皇帝昨天晚上真的是被探子袭击了吗？皇宫守卫这么严密，探子进得来吗？皇上找的理由也太牵强了。”只是这些话，太后不知道怎么跟这个侄女说。谢爷儿还没及笄，自己大侄女也才死，让皇帝立即立小侄女为后，一时半会那是难了。很有可能是早就隐藏在宫中的奸细。这样子的吗？谢爷儿可不相信，只是自己姑姑这么说，他也就装作不懂罢了。姑姑，现在东南赈灾已结束了，皇帝表哥空下来了吧？听到这话，太后眼光闪了闪。皇上不肯宠幸刘贵嫔，那就先立后吧。皇子，你可以不急，但是这后宫不可再无主了。东南之事确实也该了。你长姐也满了期，下个月也要及笄了。等你生辰一过，哀家会让群臣再提立后之事。听着这话，谢岩一脸娇羞。再过1个月，她就能当皇后了是吗？想到自己大表哥那龙姿凤张、英气逼人的俊模样，谢妍儿就心跳不止。那么优秀的表哥，以后就是他的夫君了，再也不用叫他姐夫了。当时他是多么的羡慕自己姐姐啊，能嫁给天下最厉害的人。可姐姐竟然搞自杀，他这是给自己这个妹妹铺路吧？自小大伙都说他福气好，看来这是真的。谢妍儿一脸娇羞：“姑姑，您最好了，妍儿最爱您了。”太后无女，虽然大公主凤舞养在她名下，但两人却无血缘关系。但谢妍儿不一样，她是自己兄长的女儿，她的亲侄女，小时候又长在她身边，小嘴又甜，总是哄得她高兴，所以谢太后特别疼爱。大侄女让皇帝不喜，所以成不了皇后，那就让小侄女当皇后吧。皇后只有出在谢家，未来的太子只有出自谢家人的肚子，谢家才会一直昌盛下去。大侄女没这个福气承受这荣耀，那就让小侄女来承受吧。你放心，后位一定是你的，谁也别想抢去。谢谢姑姑，妍儿这辈子都会孝敬您的。谢太后听了舒服，她闭着眼点点头。哀家知道，你和你姐姐一样，都是个最孝顺的孩子。你姐姐去了，以后有你给哀家当儿媳妇，我这心也安了。听了这话，谢妍儿更加得意了。姑姑，您真好。这姑侄俩正在亲昵之时，燕凤阳却把一整套青花瓷都摔完了。宫中叫有个真字的人，就只有这么几个人。德公公心很虚，皇上，各宫总管都查了，宫中有个真字的人，真的就是那么几个呀？没有，难道他昨天晚上宠幸的是一只鬼吗？连个人都查不到，朕养你们何用？来人，都给朕拖出去打20大板。皇上，您这是怎么了？是谁惹得您生这么大的气？萧远寒快步而入，伸手接住了皇帝扔出来的灰墨砚。什么事？
当然是大事，只是他能告诉自己这大3个月的表哥，自己昨天晚上宠幸了个寂寞。见到左相，燕凤阳收敛了怒气。今日木休，你进宫来干什么？萧远寒轻笑，当然是好事了。久旱的西周与北周快马来报下雨了，春播马上就要开始了。南涝北旱，这是自然规律。大梁国虽然是云州大陆13国中第3大国，但这2年整个大洲都是天灾连连，哪个国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听到这好消息，燕凤阳心情好了不少，让人传令下去，抓紧组织南江州逃难回来的百姓回故里，1户1两银子的安家费。现在回家乡还来得及种1季粮，虽然只个1季，收成上是差了许多，但总比不种好。萧远寒立即道：各州官员怕是已经着手安排了，明天早朝传令如何？不差这一天。唉，燕凤阳抚了抚额头，若是秋收能高产就好了，要不然明年上年怕是难以支持。想高产？做梦啊！自古良种就只能出产这么多，哪来的可能高产呢？萧远寒长吸一口气，皇上，如今云州13国，我大梁的粮食还算可以的，虽然比不得那2国，毕竟也算是地广田多的国家，比起那些小国好得多啊。第0022章，果然是好奇心害死猫。好吧，是他野心太大了。燕凤阳按了按眉心，你既然入宫了，那就帮朕批些奏章吧，那些不急的全都归你了。话一落，萧远寒脸黑了。皇上，今日臣休沐。燕凤阳一瞪眼，没好口气的道：沐什么休？朕这些年来休过一天吗？你别跟我扯，再推辞，这些奏折全部归你了。听到这，萧远寒的脸更黑了。早知道他就明天入宫了，果真是好奇心害死猫。一把年纪了，还这么好奇做什么？就在萧远寒后悔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皇兄，听说你在找一个宫女。看到书房门口的承亲王燕凤成时，萧远寒笑了，帮手来了。承亲王来的可真及时，皇上今日身体不舒服，这些奏折又要得急，您来了正好帮一把。承亲王邢妻是燕凤阳的七弟，今年18，他生母分位不高，但他的外祖母却是当年的太子太傅之侄女。他的生母是个老实人，不争宠，所以他在宫也算是平平安安的长大了。如今的他更是一个贤王，成天就只知道风花雨雪月，斗鸡溜狗，正宗的不学无术。一听这话，燕凤成快给吓尿了。我的好表哥，一会我送你一支最厉害的蛐蛐行不？我保证是最厉害的，你就放过我一回好不好？萧远寒可不好这个。今日你若帮忙，我把疾风借你1个月。疾风是一匹汗血宝马，1年前萧远寒出使西厉国时，与西厉国主打赌所得。他不仅猎，而且能日行千里。京城赌马场上，他就是个神话。这话一落，一言为定，成交。得了自己想要的，燕凤成也不在乎帮忙了。只是他依旧没忘记自己进宫的目的。皇兄，臣弟听闻您在找一个叫阿珍的宫女，这是不是真的？那么丢人的事，可不能让这个弟弟知道了。是，你问这个干什么？燕凤成嘿嘿一笑，不干什么，臣弟也就是好奇嘛。这个阿珍到底做了什么，让皇兄您找成这样，是不是会更美人啊？燕凤阳脸一黑，好什么奇，好好的做好你的事好了，要不然朕案头这些奏折全部归你。T 下划线 T， 皇兄越来越凶残，难不成是欲求不满吗？燕凤成抽了抽嘴角，皇兄别这样嘛，臣弟这不也是在关心您吗？关心？燕凤阳心中冷哼一声，别以为朕不知道你在找乐子，朕的事你少关心，要关心不如关心你自己。这么大的人了，连个妃子都没有，成何体统？又来了，又来了，小爷才18，成什么亲？早早弄个进来管他的人啊！燕凤成吓着了，皇兄，您可别说我，恒之表哥可比我大好几岁呢，他都没成亲，您都不急，我这么小成什么亲？您若是实在想让人成亲，要么找恒之表哥，要么找19叔，千万别找我。19叔就是燕凤阳王叔储亲王燕星宇，都27了，就是不肯成亲。燕凤阳可知道自己皇叔为什么不成亲？担心自己弟弟跟皇叔学，顿时脸一板，行了，闭嘴，皇叔是长辈，他的亲事由太后管，你操什么心？赶紧干活，要不然就赶紧成亲。燕凤成被威胁了，成亲他是万万不要的，他还小好吗？世间这么多好玩的事不干，他跑去成亲，找个人来管自己，除非是他疯了。皇兄，你越来越凶残了。燕凤阳一个眼刀子甩过去，你成天就吃喝玩乐，什么活都不干，以为天上会掉啊？我告诉你，好好的学，将来到了封地也能自己打脸。每一个皇子弱冠之后都得有封地，可燕凤成不想离京城。现在的他虽然没有封地，可生母留给他的东西也不少。他没有争夺之心，也没有多大的志气，
就只想开开心心的过着自己喜欢的日子。皇兄，臣弟再说一次，臣弟不要封地，也不要职务，您就让我待在京城吧。一个人到封地真的太无聊了，臣弟只想能时时入宫见见皇兄您，在京城与好友们玩乐一辈子。哼，没出息的家伙。燕凤阳对这个弟弟还真是挺了解的，他从小到大都不说一句假话。赶紧干活，若是不听，就早早的把你打发出去。燕凤成，哥哥好凶残，在京城的日子也不好过啊，谁来救救他？没人救他。没了办法，燕凤成只能与萧远寒两人老实坐下，翻开了那一大堆的折子。外面乱了，但冷宫却很安静。众嫔妃们爱上了做手工首饰。早上大伙去地里忙碌了一阵，回来后大家洗洗休息一会，又聚在了一起。听说没？说皇上在找一个叫阿珍的宫女，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找阿珍？正在逗儿子的宁仪珍手指一抖，这狗男人找他做什么？难不成还想打赏他一番？哼，儿子，你要快快长大哟，等你们长大了，娘亲就带你们出去外面看花花世界。噗！王婕妤笑了。那你可得有得等，想带小天出门玩，还早着呢。早吗？不早了，等两个孩子会走会说，他就把他们带出去。没理王婕妤，宁仪珍继续逗着儿子，他没发现自己儿子的眼珠子渐渐亮了。有儿有女万事足，这就是宁仪珍如今的心态，种种地，赚赚钱，养养娃，等孩子一大，他就带他们去找孙家人。舅舅被杀了，但外公外婆舅母表哥们都没死，只是他们现在在哪里呢？宁仪珍想出去的心更急了，但这几天宫中值守明显加强了，他只能等。3日后，宫中的太监们发现后宫的几处荒井中各有一具女尸，太医院院手看过之后，断定这些宫女死了3日左右，也就是说是皇帝开始找那宫女的那天被杀。燕凤阳过去看过了那些宫女的相貌，只是那些宫女的脸被毁，根本看不出本来面目，她的脸成了抹布。查，给我查，看看这些是谁宫中的丫头，她们又叫什么名字。然后搞笑的是，这些丫头仿佛是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宫中竟然没有名字。第0023章第一次出宫。呼，燕凤阳从来不知道这后宫竟然如此之乱。德妃掌管后宫不力，罚俸禄1年，责令其改，若再理不清后宫之事，夺掌后宫之职。这另一下，高德妃气得3餐没吃下饭，这该死的阿珍死了活该，竟然害得她被续。阿珍之事总算告落，再也无人提起。这天晚上，宁仪珍再次准备出门，这一次她汲取了上次的教训，把乾坤放了出来，终于找到了一个隐蔽出宫的之处。亥时，一人一虎悄悄离开了冷宫，到达了早先看好的地方。乾坤，就看你的了。话一落，只见乾坤虎瞬间长大，宁仪珍飞身而上，而白虎像长了翅膀一样驮着它飞出墙去。半个时辰后，青岩阁暗室内，赤峰、吉雨、宋雷、蒋殿见过主上，春花、秋月、夏蝉、冬雪见过主上。看着这些多年不见的手下，宁仪珍心中起伏，心间发痛。上辈子他死活不联系这些人，不知道他们的结局怎么了。自己的舅舅虽然根本没想过造反，但是他确实培养了不少人。飞鸟尽，良弓藏，他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只是没等他来得及激流勇退，燕凤阳就给他压了顶造反的大帽子，不容得他反抗。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舅舅就这么甘心赴死了。每每想到这些，这3年宁仪珍就恨不得自己儿子快快长大，他好早点弄死燕凤阳。赤峰、吉雨、宋雷、蒋殿、春花、秋月、夏蝉、冬雪，我出来是有事要安排，你们仔细听了。是，主上。众人纷纷行大礼应答。赤峰、吉雨，你们在负责收集各路消息的同时，另开一个巧机房。一会我给你们几本书，组织人好好研究一下，务必把那些东西研发出来。是。赤峰与吉雨负责城中的打探消息的千机阁和引装人手训练，主子有心令下，立即应了。宋雷、蒋殿负责生意与庄子事务。宁仪珍拿出一袋做好的首饰给他们，这个放在锦珠阁，每只不低于1000两。宋雷与蒋殿一看这些精致华丽的首饰，瞬间眼珠子都亮了。天哪，太漂亮了！是，主子。这只是一件小事，我过几天会让人送一批良种以及他的种法过来，你们组织人赶紧开荒，能种多少就种多少。那小麦、高粱的产量只要打理得好，至少亩产10石。另外，我托人去了藩国，找来了一种叫土豆的种子，种好了能亩产4000斤。什么？亩产10石的麦种，1亩地能出4000斤的土豆种？这是什么神物？小姐，这是真的吗？赤峰激动的嘴唇都在哆嗦。若是有这种好种子，那养些人还会愁吃穿吗？宁仪珍点头，
是真的。你们准备好地方就是，多少不定。是。宋雷与蒋殿大声应下。交代完那4个，宁仪真转过脸，夏蝉、冬雪，我这里有几首曲子与几个画本子，你们找嗓音好的人排练出来。我命你们1年之内要把青年阁打造成天下最大的青楼。这几人都是孙科给自己外甥女培养的高手，主子进宫3年没想动，一个个都愁得快发霉了。太好了，他们的主子回来了，以后他们又有了主心骨了。任务一下，一个个像打了鸡血一般。是，主子，属下遵命。最后，宁仪真看向了春花与秋月。春花、秋月，你们俩想方设法进宫，以护小公子与小小姐的安全。什么？主子生了孩子？这话比天雷还响，立即炸得8人神魂俱失。是，主子。春花与秋月这声音是从喉咙里喊出来的，那激动之情毫不掩饰。好在这间暗室隔音很好，要不然得被他们震破。次日一早，冷宫中分外热闹。仪真，这手工费也太高了吧？刘美人手中拿着几张银票，感觉到很不真实。虽然她曾经也是的经过千两万两银子的人，可是自入冷宫10年来，她已经很穷了，穷得连3餐都顾不上了。一件首饰的手工就20两银子，2、3天他们就做得出一件。主仆2个人2个月不到，竟然赚了上快上千两了。不怪刘美人激动，就是其余的嫔妃们也激动。曾经她们都是大户小姐，过的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可一入冷宫，连宫中的狗都不如。生活教会了他们什么叫低贱，可现在眼前这个废后又教会了他们什么叫做自立。宁仪真知道这些人会高兴，其实她给的价并不高，因为她不想把这些人的胃口养大了。再者，人钱一多就会变懒。我这里有几款衣服样式，正好配及你们的首饰，明天请徐侍卫带些面料来做出来。虽然我们身处冷宫好不好看没人看，但是我们要对得起自己，我们就要穿得美美的给自己看。就是要别人看作什么，自己穿得好看些，心情好不香吗？王婕妤是最爱臭美的一个，而且她长得也好，也就是因为她长得好，所以被太后斗进了冷宫。我同意，一会再请徐侍卫明天带些菜食进来，我请客。宁仪真笑了，我已经吩咐了，今天晚上我们就好好乐一乐。哇，仪真你可想得真周全，银子我也出一份。刘美人一叫，众人都叫了起来。宁仪真摆摆手，不用，这点银子没多少，我出了。不过大家要记住，这里的一切千万不可泄露出去。那当然，那谢氏还在太后的位子上，他可是他们的仇人。若让那姓谢的知道他们在冷宫中过得这么好，他心能安吗？放心吧，我们都明白，明白就好。果然，这边早饭才吃好，那边徐侍卫已经悄悄把菜食拿来了。鸡鱼肉各10斤，共860文。面料价钱差不多1匹5两银子，共10匹。江嬷嬷立即接过，辛苦了。这5两银子是徐侍卫的辛苦钱，您拿好。徐侍卫守冷宫3年，替冷宫中的娘娘带了无数次东西，现在他觉得这些娘娘出手越来越大方了。谢谢江嬷嬷。不客气，以后每隔3天你就辛苦带一次肉食，麻烦你了。麻烦？有钱给他赚，能叫麻烦吗？徐侍卫的眼睛亮了。第0024章太后的狗，这可是赚钱的好路子。听到这嘱托，徐侍卫心中很是激动。自己当侍卫1年不过30两银子，可帮冷宫中的娘娘带东西，辛苦费比俸禄还多。这生意只有他做的，因为他有门路。徐良立即道：不辛苦，不辛苦，菜还真不少，大家齐齐上阵。现在的嫔妃们可不是曾经的娇小姐，如今一个个都能独当一面。酒酿焖鸭、香菇炖鸡、啤酒躲椒鱼头、鱼肉丸子，有空间的调料配上，一个个香掉鼻子。就在大伙准备开吃时，突然一阵汪汪的狗叫声把众人吓得一哆嗦。这宫中谢太后养了狗。见大家脸色巨变，宁仪真嘘了一声：别怕，我去看看，你们都不要出来。狗这东西都是人越多，它叫得越汪。大家也不是怕，只是担心这好日子让那谢太后看到了，就要到头了。那人可不会容许他们在冷宫过得这么好。仪真，你小心些，他的狗很凶的。我明白。宁仪真出来了，到了院子里，发现一只黄色的狮子狗正冲着门外的侍卫叫：钟侍卫，你放他进来。放他进去？他没听错吧？钟侍卫一脸震惊：娘娘。宁仪真轻轻点头：不用怕，赶紧把门关上，若有人来找，就说没看到。钟侍卫立即点头，然后照办了。等他门一关，宁仪真把狗引到无人之处，放出了乾坤，吓走他。是。乾坤毛一抖，瞬间变大。太后的狗一见乾坤，顿时吓得瑟瑟发抖，连叫也不会叫了。只见乾坤嘴一伸，叨起他，转眼就往后扇去了。仪真，是不是那姓谢的人来了？
见陈太平关心，刚走进来的宁怡珍笑笑摇头，并没有，可能是这只狗自己跑出来的，冷宫外没人。陈太平拍了拍胸口，那就好，那就好，我可不想看到那老贱人，刚才可把我们吓着了。堂堂一国太后想弄死冷宫几个妃子，那真是太容易了。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时候，宁怡珍并没有觉得陈太平太胆小，而是觉得他认得清醒事。我不如人时，只能卧薪尝胆。很快，乾坤回来了，宁怡珍走了出来，在无人处把他收回了空间。后宫乱了，太后的狗不见了，这可是太后的心肝，养你们有什么用？一只狗都看不牢，真是一群废物。来人，把看旺财的丫头拉出去打死。养狗的宫女一脸死灰。今日他就打了盹，可旺财就跑得不见了，他到处找都没找到。也就在这时，一声狗叫声传来，捡回了一条命。宫女大喊起来：启禀太后，旺财回来了，狮子狗回来了。可是他一见太后就扑了上去，对着太后就一口。哎呦！太后痛得一声尖叫，宫中众人一阵震惊。太后被自己养的狗咬了，腿上咬了2个深深的洞。很快，太医们都过去了，燕凤阳也过去了。母后，您竟然还想保住他？这就是只畜生！这只狗曾经救过太后一命的，他看得比命还重。虽然这一次旺财咬了他，可太后还是舍不得要他的命，特别是看到他流眼泪时，他更舍不得了。他不是畜生，他是哀家的救命恩人。今天他肯定是受了惊吓，要不然不可能咬哀家的。你别伤害他，对一只狗这么仁慈，对人却那么狠毒。燕凤阳见太后没事，便走了。宁怡珍很快就知道了这事，他摸了摸乾坤的头，干得好，下次他再来收拾他。可能是乾坤的功劳，从这时起，连只小鸟都不敢飞进冷宫来，日子又恢复了安静。日子在忙碌快乐中划过，转眼就半年，2个孩子就半岁了。还有几天就是中秋节了，天哥与叶姐都会爬了。4过院的后院，宁怡珍把对手空间的那儿童乐园给搬了出来，清一色的塑料制品，小小的滑滑梯、石棉地板、塑料转杆、小木马、转转盘、泡泡球，应有尽有。小兄妹俩正在里面玩着。小姐，小姐，你快看，小小姐站起来了。爬着爬着的小丫头突然就抓住栏杆就站起了，秀玉激动的连嘴唇都在哆嗦。宁怡珍立即走过去扶住她。嘿嘿，小玉儿捂着小手朝宁怡珍笑着，嘴里呜呜的说着什么，仿佛说她不怕。女儿太可爱了。宁怡珍伸手拧了小丫头小脸上一把，宝贝，你才半岁呢，就想走路不是？小心些，别摔了。嘿嘿，小丫头又是一笑，让秀玉稀罕的不行。小姐，你说什么小小姐都懂呢，你看她听懂了哟。确实如此，小女儿精灵古怪，性子开朗，一看以后就是个闹腾的。可儿子不同，小小年纪很少笑，扔点积木给他，他一个人能玩半天，而且还能搭出不一样的形状。天才儿子，宁怡珍可是稀罕极了。兄妹俩才6个多月，可却生了一嘴小米牙，上下都长了4个，比起同龄的孩子强了太多。见女儿总往外爬，宁怡珍从空间拿了几根奶棒出来，吃糖糖，无糖奶棒，能磨牙还好吃。小丫头一听，双眼亮了，啊！秀玉乐了，小姐，小小姐流口水了。才半岁的孩子，许多东西都不能吃，牛奶也只能喝奶粉，糖更要少吃。能吃的东西不多，奶棒虽然无糖，但味道真不错。吃吧，小心别把口水掉衣服上。天儿，一会再玩，先吃吧。宁以天放下手中的积木，伸出手要宁怡珍抱。呜呜，宁怡珍笑问：要嘘嘘了？呜呜。等抱完儿子，宁怡珍又抱了女儿。兄妹俩坐下吃奶棒的时候，他拿空间对手的手机打开音乐给2孩子听了起来。虽然没有信号，但对手的手机里全是下载好的儿童音乐，随他放。太阳能的电板也不怕没电。在卫视，太阳能的利用已经代替了大量的水电、风电、火电。奇怪的东西见多了，秀玉也不是头一次见这手机，所以她一点也不好奇了。小姐，这曲儿可真好听。宁怡珍乐了，等你养孩子时，这些我都送给你。第0025章，后院的土豆丰收了。这话一落，秀玉的脸瞬间煞白。小姐，秀玉不嫁人，永远跟着小姐和小小姐、小公子。小姐，您这么说，不会是不想要我吧？小丫头是真忠心，这一点宁怡珍一点也不怀疑。上辈子秀玉也不是没嫁人的机会，可她就是死活不嫁。其实嫁不嫁人真的没什么，男人能靠得住的，母猪会上树。在这多妻多子才多福的年代，又有几个女人是幸福的呢？不嫁就不嫁吧，跟你说着玩的呢。以后你若想嫁就嫁，若不想嫁就不嫁，我们永远在一起。秀玉终于笑了。就是嘛，她就知道她的小姐是不可能不要她的。小姐，我不嫁人哈，你要记住哦。
宁一真是真的笑了，我记住了，这下你放心了。两人正逗着孩子，江嬷嬷进来了。小姐，您不是说今日带大家挖土豆吗？几位太妃娘娘都过来了，问您什么时候过去呢？宁一真闻言立即站了起来，天儿、月儿，娘亲带你们收果实去。院外几位嫔妃在等着。见两孩子都抱出来了，王婕妤立即接过秀玉怀里的小月儿，小乖乖，婕妤奶奶抱抱哦。虽然大多数嫔妃都才30出头，可辈分高，兄妹俩就是这帮人带大的，自然不会认生。小月儿还把手中的奶棒往王婕妤的嘴里塞，这一下笑得王婕妤眼睛都没了。哎呦乖乖，这个婕妤奶奶可不吃，你吃你吃。这时刘美人也接过了宁一真手中的小天儿，天儿，刘奶奶抱。一真，那土豆真的就能挖了吗？宁一真点点头，能挖了，季节到了，那就去挖挖看。走。一行人往冷宫后院走，围墙上爬满了秋藤豆，一个个结实饱满，示意着快丰收了。后院很大，一共开出来大约有3亩多地，地上种满了土豆与各种蔬菜。靠山的地方也挖了好几块地，小麦、高粱如今也累弯了腰，再过10来天都能收了。宁一真满满的成就感，对江嬷嬷道：“奶娘，动手。”江嬷嬷立即举起锄头，把土豆挖了出来。一株挖起，竟然是个挨个拳头大小的土疙瘩，连江娘嬷自己都震惊了。娘娘，这东西也长得太大了吧？若是让老百姓都种上，怕是再也不会饿肚子了。众嫔妃也被这果实给震惊了。刘美人抱着小天儿，更是直摇头：天哪，这产量真是吓死人了！就那么一小片种下去，就结出这么多果子来。那若让老百姓都种上，这天下百姓还能饿肚子吗？宁一真笑着点头：是的，这东西就是这么高产。你们说的对，若是让老百姓都种上，只要不是天灾，就不会没饭吃。不过这个一时半会我们还不能拿出去，一来我们种子不多不说，二来我们也不能让人知道我们在这冷宫种的好东西。确实，这东西若拿出去，一定会惊动那高墙外的人。那些人得了这些好种子，不仅不会感激他们，恐怕还会杀了他们灭口。挖了一筐，大家各分了一点就回来了。看着这一个个白胖胖的东西，江嬷嬷还是觉得好遗憾，现在还不能让天下百姓都种上。娘娘，后院这东西还很多呢，我们这些人怕是吃不完，会不会烂掉？宁一真笑道：不会，吃不掉的做成粉干，到时候可做成粉果与粉条，想吃就吃。粉果与粉条，江嬷嬷这就不懂了，那是何物？宁一真从空间拿出土豆淀粉与做好的土豆粉条，秀玉，我教你做，一会请娘娘们过来尝鲜。是。自家小姐有个百宝袋，秀玉是一点见怪不怪了。秀玉去准备了，宁一真又拿出一份食物与一份制作方法，交给了春花。今天出一次工，宋维他们手中的土豆怕也是要成熟了。春花与秋月藏在冷宫中已半年了，很多事宁一真都交由他们去办。这冷宫中除了秀玉与江嬷嬷外，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是，主子。就在这时，秋月悄悄过来了。主子，有飞鸽传书，对手空间这只宠物虽然战斗力不强，可是却十分的机灵，如今它成了宁一真的专用信使。拿过来。消息是赤峰传进来的，他说图上的东西全部都试验出来了，如今已经造了不少实物。宁一真思索了一下，只是启动巧机方，把最简单的几种武器放出去，价钱就按上回说好的。是，主子。秋叶下去，宁一真进了厨房。活了几世，他不仅有诸多技能外，这厨艺也是大涨。有好消息，自然得好好庆祝一下。中秋这天，大梁国京城出了一件大事，京城的巧机房出了几种精良武器。虽然这些武器军中都有，可是它的制作设计都巧妙于旧武器的数倍。特别是那弓箭，一次能装10支箭，搬动机关就能射出150丈远。若是巨力之人，更能射出200丈远。200丈，10支连发，这若是用在战场上，等于增加了10倍的兵力啊！3天后，上书房，燕凤阳拿着手中的弓看了又看，这铁可不是一般的铁，查，仔细的查一下这巧机房。萧远寒看到这武器也是万分吃惊，他也仔细看过，这武器能仿，但是这用料却仿不来。皇上，臣已派人去查了，那巧机房的房主叫楚胜，乃京城大世家楚家之人。什么？是楚家人？燕凤阳自然知道这楚家是什么人。10年前突然冒出的皇商，他们家族的绣诸葛首饰那是名闻天下。除此之外，楚家还经营丝绸、茶叶、瓷器、粮食、航运，目前是大梁最大的皇商之一。几年前燕凤阳登基之时就让人查过，他担心是孙家之人，可查了许久，这楚家乃蜀中之人，与世代世居于京城的孙氏一点关系都没有。燕凤阳不动楚家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楚家每年向国库缴纳的税收
占国库的1/5。第0026章，皇帝又被逼婚了。京城因为这新事物的出现而震动，可冷宫中却在喜度中秋。仪真，你这果酒太好喝了，我活了30几年，前一回才知道野果子酿的酒会这么好喝。刘美人喝的是青梅酿出来的果酒，而王婕妤却喜欢上了那桃花酿。我喜欢这个，明年桃花开的时候，我一定要多摘些桃花来酿酒。宁仪真则轻笑一声，后山不是那么多的桃花树吗？婕妤您想摘多少都行，到时候我教你酿。一言为定。冷宫中一片欢乐，而此时宫中也是热闹非凡。燕凤阳正在宴请群臣，巧机房的老板把铸造金铁与制作弓弩的方法以非常合理的价卖给了朝廷。今天他的心情非常不错，诸位爱卿，朝廷有了这批精良武器，他国来犯就让他们有来无回。是啊，那武器不要太厉害了，边关不稳，国之动荡之源。若有精良的武器，谁敢来犯呢？皇上英明，皇上万福，皇上英明，皇上万福。一阵呼声起，长乐殿中其乐融融。酒过3巡，菜过5味，这时有一大臣出列：皇上，如今四方稳定，百姓丰收，臣武旭恳请皇上选秀，多为皇上开枝散叶。这话一出，又走出一人：陈朱庆恳请皇上重新立后，早日产下皇子，后继有人。如今国根将巩固，可皇上上位4年了却无子无女，这对于国家来说实不是好事。很快就站出来了一堆人：陈复义，陈复义。好心情就在一瞬间被打飞。燕凤阳看着厅中的几位大臣，心中冷冷一笑：舅舅这是按耐不住了吗？那众位大臣说说，谁堪当新皇后？这怎么说？若是直接说出来，皇上能不处置他们？这时有一位还胆大包天的提议：皇上，臣提议户部尚书谢大人的女儿谢妍儿姑娘，她温婉贤淑，才艺过人，堪担当皇后之位。谢妍儿温婉贤淑，才艺过人，这是谢卓死了，谢家又想塞个谢妍儿进来，还想当他的皇后吗？燕凤阳被气笑了：朱大人，看来你有点孤陋寡闻了。谢姑娘她真的温婉贤淑吗？可朕听说上个月这表妹不知为何生气，失手打死了自己的大丫鬟。你说一个动手能打死自家丫头的女子，她温婉贤淑？这话一落，朱大人脸色瞬间发白：臣确实不知，请皇上恕罪。燕凤阳双眼一冷：既然不知道，就别信口开河。来人，包去朱巡武官袍，如此糊涂之人，哪能当得了好官？这话一落，众人大惊：朱大人可是正三品啊，这官说撸就撸了。看来谢家姑娘是皇帝的逆鳞啊。乖乖，好在没开口。厅中坐席上，镇国公谢仁脸色发青，他气的不是朱大人被撸，而是想知道到底是谁把这事透露给了皇上。很快，朱大人的官袍被扒，人也扔了出去。厅中一片死寂。终于太后开了口：皇上，这事有误会，那丫头不是妍儿故意伤了性命的，而是她无意伤了人。再说了，那丫头无尊卑，动不动就替主子做主，该杀。人有失手，马有失蹄，这事也算不得是什么大事。不听话的奴婢自然留不得。立即有不少人应和：太后说的有理，臣等亦以为然。是吗？燕凤阳放下手中的酒杯，抬眼看着这帮马屁精，一个跟自己从小长大的丫头说打死就打死，这还不是大事？那你们说说，什么才是大事？若你们跟着这样的主子，能心安吗？作为皇后，不应该是得行，皆为全天下女人的表率吗？听到这，众大臣心里有数了。皇上是绝不会立谢家人为后了。皇上英明，皇上言之有理。有支持谢氏一派的人，也有谢氏一派的对手。燕凤阳的话一落，萧远寒带头称颂，立即一大堆的人跟着称颂起来。话说到这份上，这选秀立后之事自也无人敢提了。好好的中秋宴弄得不欢而散。谢妍儿回到太后的宫里后，气得跳脚：是谁把我的事透露给了皇上表哥的？姑姑，有人不想我当这个皇后？那当然，宫中10位美人，谁家没个后台？谁不想当皇后？微眯双眼的谢太后摸了摸谢妍的头道：妍儿，你要沉住气，你年纪还小，就算等上个2、3年也没事。这点小事，等过上2年，谁还记得？不过你要小心些，别再乱发脾气了，要不然哀家也服不了你。谢妍不知道那天自己为何会那么生气，而且一气就杀人。姑姑，你有没有觉得那丫头古怪？谢太后眼一抬：哪里古怪？谢妍眯起眼回想着：您没感觉到吗？那丫头就是故意在激起我的怒火，好让我杀了她。回想起那天，谢太后的眼光深了，看来谢家的家谱有问题。谢妍也觉得如此。姑姑，您觉得会是谁的人？
会是谁的人呢？谢太后能猜测到大概，却猜不到精准。只要盯着这皇后位子的人都有可能，不管是宫内的还是宫外的。可不，这京城里谁家的女儿不想当皇后？谢言觉得有理，姑姑，那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人不除，谢家就没有秘密了。谢太后沉思了一会，让你父亲把府中的下人再清理一下，那些不是家生子，多筛选一遍。是。谢家动了起来，宁仪真很快就知道了消息。谢言儿想当皇后，她轻声的笑了。这谢家看来对这皇后位势志在必得呀，但是她不会让她当上，这后谁也别想抢，是她的。只有当了皇后，她才能名正言顺的当太后。让他们查吧，你让给予的人小心点就是。是，主子。赤峰与给予主管这一块，宋雷与蒋殿跟着楚琛主要负责田地，今年小麦、土豆都大丰收。不过宁仪真没让他们把麦子卖了，明年这些精心培植的麦子将是新一批的种子。想到明年的种植，宁仪真叫来了春花，这是做肥料的法子，让宋雷大量收集原材料，明年大批制作。第0027章冷宫后院的热闹。肥料与良种都是粮食高产缺一不可的因素。空间的东西有在增长的功能，但是因为前期放的不多，所以再增长也对付不了明年的所需。最主要的是，宁仪真将来要把这肥料推销出去，等他准备好的那一天，他要回归。有皇后之位，他的儿子才会合理拥有太子之位。只有他的儿子当了太子，抢那狗皇帝的天下才名正言顺。等一切都上了轨道后，小天儿与小月儿不仅能走，而且还能说了。这两个孩子也太聪明了吧，这才9个月呢，竟然会走会说了，真是小天才啊。刘美人性格活泼，这大半年来大家的日子过得红火，她性子更活泼了。齐太妃更是心有容焉，这两个孩子第一个叫的可就是她这个太妃祖母。小天儿、小月儿，我们捡蛋蛋去，今天早上又有鸡叫喽。后院养了一大笼子的鸡，是靠着冷宫最靠山的地方养的，那里离宫中远，鸡叫也没人听得到。养鸡虽然很难养，但是养大了吃鸡吃蛋都方便，一群养尊处优的人如今已习惯了。蛋蛋，月儿蛋蛋，哥哥蛋蛋，兄妹俩完全两个性子。宁一月从小就嘴多，开口就笑，而且笑得咯咯咯的响，是众人的开心果。可小天儿却很少笑，那冷清的性子与他那亲爹几乎没二样。可是小家伙什么都懂，对自己的妹妹那是特别的宽容，不管妹妹抢什么，他都无条件的送上。好，捡蛋蛋。兄俩妹手拉拉迈着小短腿往后院去了，秀玉紧紧跟上。小主子，慢点，慢点，别摔倒了。不怕，怕。秀玉哭笑不得，这小公主啊，还真是个不怕痛的人。摔在地上也不要人牵，自己像只小泥猴似的在地上爬起来，弄得一身泥还直笑。两只小要去后院，宁仪真自然跟上。冷宫的后院已经没有粮食了，到处盖着一个个的油布棚子，那是众人种的冬菜。鸡窝在一处大树下，围着树做了一个不小的鸡舍，有好几个鸡窝，几十只鸡正在地上寻找着虫子吃，时不时的发出咕咯咯的呼叫声。突然一阵清脆的鸡叫声传出来，咯咯哒，咯咯哒。娘亲，有蛋蛋，有蛋蛋。宁一月还只能说2、3个字，可他却能明显的表达自己的意思。宁一真上前，有蛋蛋，我们捡回去给月儿天儿蒸蛋羹吃。吃羹羹，吃羹羹。嘴里叫着，宁一月扑进了鸡窝，还真有鸡蛋，而且还好几个，看来今日是下蛋的鸡不少。天气太冷太热，鸡都不喜欢下蛋，现在天气还算没冻到极致。秀玉把蛋收起来。秀玉快步上前，捡了一只鸡蛋放在小胖手中。小小姐，你拿稳哈。月儿稳。可这边才神气的答应，那边就吧的一声，鸡蛋掉在了地上。哇，蛋蛋掉，蛋蛋掉。已长出上下个4颗门牙的小家伙一哭，8颗小米牙立即露了出来。宁一真上前抱住他，轻声哄着，不哭不哭，那边还有蛋蛋，好多的蛋蛋呢，下回月儿小心就好了。秀玉赶紧再给他1颗，宁一月才停止哭，一共捡了7颗，加上摔烂的1颗是8颗。秀玉用手帕兜住，一脸欢喜的模样，像捡了几个大元宝。小姐，这鸡还挺能生的呢。那当然，全是粮食喂养的呀，不生蛋就吃了它们。捡好蛋，4人又往回走，可没走几步，江嬷嬷过来说炭窑可以开了。后山很多杂木，冷宫从来没有炭，往年都是嫔妃们自己去捡些柴火自取暖，晚上冷得睡不着时就与丫头婆子一起睡。可今年宁一真早早的就请侍卫帮忙挖了炭窑，砍了杂木，这次已经是第2批炭了。去看看。秀玉，你把月儿与天儿带回去。冷宫中没有人来，又有春花与秋月暗中盯着，宁一真是真的很放心。秀玉立即应了，好的，小姐。主仆2人过去了，
等他们到达山脚时，徐良已经打开了炭窑，见到他过来，立即站了起来。娘娘，这次的炭烧得更好，全是银丝炭。那就好，这一批多，你们几个一人悄悄带些出去，多带几次。这大半年来，守在冷宫的4个侍卫们可沾福了，不仅时常有鲜的不行的蔬菜带出去，而且帮娘娘送那些漂亮的不行的首饰出去，每一次个人都能分得好几10两银子。在冷宫当差1个月就2两半银子，可带一次东西就是他们1年的月钱。徐良听了非常感动，谢谢娘娘，这个我们不带了，留给娘娘们用。属下几个现在手中都富裕了，买几斤炭也不会抠门了，您别总顾着我们，带出带进确实是不方便。倪真点头，我还有一批东西交给你，到时候你找人去办。就是上个月叫你带进来的那批棉线，如今已织成了衣服、裤子、帽子。我们这些样品，你带出去后去找一个人，他会教你们织，到时候你们4家人一起开个铺子吧。开铺子？徐良眼睛亮了，若能开铺子，那全家人的日子就会更加好起来了。进宫当低等侍卫的男子，大多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弟，而且还学过一些武艺。徐良家也一样，是真正的平民百姓。谢谢娘娘。要让马儿跑，就得让马儿吃草；要让人忠心，自然得让人得力。活了几世，育人心之术，宁一真已经是老手了。不客气，你们几个都是好的。我们在冷宫的人都是一家人，不必说太多的客气话。能与娘娘成为一家人，他们这是多么的幸运啊！徐良没多说了，下旨后把事情交代好，明天早上会去后宫门口等着接货。这些个新鲜东西，徐良知道不能正大光明的带出去。当天夜上，他去找了他那亲戚。次日一早，徐良娘看到那一大包的新奇的衣服帽子之时，惊讶不已。良儿，这个也是那冷宫娘娘们做出来的？徐良点头，是的，娘。不过你可别嚷嚷出去，娘娘这是给我们一条谋生之路。徐良娘是个普通妇人，不过宫中的事她可知道的不少。知道了，娘还能不明白吗？只是你说这铺子我们又没有，还有这衣服我们也不会做，这要怎么办呢？徐良立即道，你别急，这个娘娘都有安排，她让我去找一个人，这个人会教我们织这衣服。至于铺子，我们就去租一个吧。一会陈兄弟、黄哥、钟哥家里的人都会到，具体的事情等会再说。开店啊，真好啊！徐良娘觉得自家这是运气来了。自从自家儿子到冷宫当差后，家里日子就越来越好过了。人人都到去了冷宫，等于浪费人生。可他家儿子去了冷宫，却发了小财。想到这些日子，徐良娘的声音都响了。行行，我知道了。第0028章，人心真是不可测量。很快，陈、黄、钟3家人的都到了徐家。今日陈灿与钟盛上班，来的是他们的娘子。黄炳与徐良搭班，他带着他老娘过来了。一伙人看到这新奇的毛衣裤帽之时，个个都惊讶的合不上嘴了。我们能学会吗？黄炳娘摸着这柔软的线衣，欢喜的不舍得放下。这个衣服若是穿在棉衣里面，真的会暖和太多了。徐良点头，你们别担心，娘娘说这个很好学的，一会我就去找人。现在要说的是，这铺子怎么开，开了后赚了钱又怎么分，这本又怎么凑。既然是徐良牵的头，给冷宫娘娘们买东西也是全靠他的关系。黄炳道，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徐良说了，4家人每家占1成半的股，余下的4成算是娘娘的，你们觉得如何？陈灿媳妇却觉得不合适，到时候全靠我们呢，娘娘一个人得这么多股份也太多了。是啊是啊，不如各占2成吧。钟盛媳妇也觉得这样更合理，但徐良是个明白人，不行，还有很多样式到时候都得娘娘出，还有这师傅也是娘娘的人，没有娘娘哪有我们的好日子。你们若不肯，那这铺子就不开了，我让娘娘别找他人合作，反正宫中的侍卫多了去了。怎么能这样？陈灿媳妇与钟盛媳妇有点不太高兴，可自己男人都说了，凡事听从徐良的。那由你做主吧，明天什么时候到你家来？我去找到人之后再说。众人走了，除了找铺子外，还得准备纺纱的纺车，做织针的材料。徐良娘看陈灿媳妇与钟盛媳妇似乎不太高兴，顿时道，良儿，其实一人占2股也不错呀。他们也没说错，毕竟娘娘就出个衣服样子与一个师傅，可我们得出人出力还得出钱呢。听到这话，徐良知道这铺子怕是不能开了，连自己娘都这么说，可见那2人心里有多不服气。钱财动人心呢，这铺子若真开了起来，别到时候赚了钱却失去了朋友，还给娘娘惹事。次日，徐良入了宫，把具体的情况都说了。娘娘，您的好心属下领了。昨天晚上与陈兄弟、钟兄弟商量了一下，这铺子就算了。这样，这就是所谓的人心不足是吧？宁仪真听了轻轻点头，行，你考虑的周到，也是个实诚的人，本宫记在心里了。
谢娘娘宽容。宁一真深吸口气，不用谢，只要你们好好当差，我不会亏待你们的。徐良，你与其他几个兄弟也好好说一下，以后还有好的事情再让你们参与。这个娘娘真的很好啊，有谋有志，可惜却不被皇上欢喜，真不知道皇帝他喜欢什么的女人。徐良只不过一个低等侍卫，他见到皇上的机会还真没有，除了远远的见过几眼外，近身他根本没机会。徐良的话也提醒了宁仪真，或许一味的给予别人并不知道感恩，但这徐良是个不错的，以后有机会可以适当提点他一下。这天晚上，宁仪真出了宫，几个手下看到他出来了，一个个开心不已。丫头，2只小呢？莫老爷子实在稀罕2只宝，2个孩子根骨齐家，他真心不能放过。师傅，现在天气冷了，我没带他们出来。您三老放心，等他们满了周岁，我就把他们送出来。莫老爷子也知道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孩子虽然根骨好，可毕竟1岁都还没到呢。那老夫等着。宁仪真说了一下他出宫的目的，就我们自己开，你们准备好，先开1间。若生意好，东南西北各开1间，抓紧招人，工价别给的太低，分工合作，建立流水线，半成品与成品分2个地方制作。明白。半个月后，京城最繁华的大街上开了1间特殊的成衣店，那里面的衣服是现制起来的。这衣服不仅软，而且样式颜色多，穿着好看又舒服。一开张，一批店小二统一着装，身上穿的正是那些线衣。这天晚上，清源阁后院，甄姐开张大吉。宁仪真看着眼前的姑娘，面露微笑，我相信你的能力，好好干。听到表扬，楚俏满身都是兴奋，是，我一定会好好干，绝不辜负您的信任。甄姐，您这次准备在这里住几天？出来一趟不容易，2个小也喜欢外面。宁仪真想了想，4、5天吧，办完事我们再回宫。太好了，可以跟天儿、月儿2个小宝贝玩喽。看着充满活力的楚俏，宁仪真笑了，重生果然是有福利的。那楚家三爷真是瞎了眼睛，竟然让人害了这么厉害的女儿。他的造反大计有这小丫头的加入，不愁不成功。上辈子宁仪真听谢太后说起过楚俏，她与谢家并无关系，而是谢太后感叹这楚家失去的人才。冷宫中的人如今团结一心，宁仪真偷偷出宫的事在冷宫中已经不是秘密。每个月她都会出来2到3次，一次4、5天。她说是带孩子出来长见识，尝恶苦，不让他们当一个坐井观天的人。小天儿是将来的皇帝，冷宫人都认为理所当然，齐心协力死守这个秘密。2只小到了外面，仿佛鱼儿进了大海。别看他们年纪小，可真的是什么都知道，只要是宁仪真身边几个人，他们都要。这天清源阁新戏开张，这里是男人的天地，是男人花天酒地大洒金银的地方，所以这里的戏自然是以男人的视角为主。《鹿鼎记》就是楚俏的新作，姐，这扮演韦小宝的男主若放在我们那时候，绝对是顶流啊，长得太好了，我都嫉妒他。噗！听到楚俏这感叹，宁仪真实在忍不住笑出声来，我还以为你都爱上他了呢。话一落，楚俏一翻白眼，姐，他才17呢，你让我老牛吃嫩草啊？不，我下不了嘴。穿来前，楚俏25了，谈了几段恋爱都被人劈腿，现在的她对花美男纯属欣赏了。第0029章都聚在了一堂。记忆中，楚俏好似在她死前都没嫁人。宁仪真好奇地问楚俏，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楚俏想也不想就回答道，什么样的男人我都不喜欢，以后我就靠小天儿、小月儿给我养老。宁仪真乐了，恨恨的呸了他一声，你才几岁啊，就养老？人生才开始了，未来还有好几10年。行了哈，小丫头，世上有渣男也有好男人，先别说得这么决裂，若有一天遇上了，也别放过。有好男人放过是不会的，只是嫁人生子吗？楚俏是真没想过。这时代女人生孩子，那是进鬼门关啊。还有，这时代的男人身价高的吧，又是妻妾满堂，可那些没能力纳妾的人吧，恐怕也不是多有能力。在这时代，想碰到多金又痴情的男人，简直是做梦。我呀，可不是说说的哦。嫁人之事不在本姑娘计划之列，等你大告功成之时，我就找上几个花美男，养上几个锅儿，过我的神仙日子去。噗，这妹子还真敢想。不过这想法也不错，是不是？等她的儿子当了皇帝，她也来个假死出宫，然后找个自己看得入眼的男人，来个世界游。哇，这想法有点美好啊。呵呵，与楚俏说话就是开心，只有她不像其余几个对自己毕恭毕敬。人生在世，手下得有，朋友也得有。2人正说着话，突然外堂听到哇哇的哭声，坏蛋，推我哥哥，坏蛋！戏在晚上开始，这一会客人才开始入门。只见外堂的大厅上，宁一月举着小手指着一个胖乎乎正在哭的男孩子骂着，
你算个什么东西，竟然敢打我家小主子？你知道他娘是什么人吗？是什么人啊？本楼主还真不知道呢。一身白袍装打扮的静琪真的是仙人之姿，连这小厮都看呆了。你是什么人？这死丫头打了本宫的女儿，把她的爹娘叫出来。作为北魔，长这么大静琪还是头一回见有人敢叫小天儿、小月儿的爹娘出来。夫人，您知道这孩子多大吗？看着眼前这张美得惊人的脸，燕青武脸有点热。本宫哪知道他有多大？9个月。女人没听明白，你说什么？静琪淡淡一笑，我说我家小小姐现在9个月，您家小公子多大了？9个月的孩子会走会说话。燕青武不相信，你哄谁呢？你见过9个月的孩子会走会说的吗？静琪笑了，我见过呀，就是我家小小姐、小公子，他们就是9个月，不信你可以叫郎中来摸骨龄啊。真才9个月。燕青武忘记了自己已经4岁的儿子还在哭。就在这时，一行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年轻俊公子手握摇扇走了进来。大黄姐，出什么事了？见到来人，静琪立即行礼，静某见过成亲王。刚才本楼主的2个小孩子与这小公子撞在一起了，可能是把小公子撞痛了。这位夫人要找我家小丫头的爹娘呢。哇！看到一对宝贝，燕凤成的双眼亮了。天哪，这是谁家的宝贝啊？太漂亮了吧！来来来，小宝贝，让叔叔抱抱你。小一月实在是太小了，他才9个月。看到这大灰狼似的成亲王，他哇的一声哭了。娘亲，有大灰狼。燕凤成，本王英俊又潇洒，怎么像匹狼呢？世界上有我这么英俊潇洒的狼吗？女儿哭了，一身大红装的宁怡真像一团火一样出来了。杏仁眼，樱桃嘴，葱管鼻子，妖精脸。她一出来，进来的人全都看呆掉了。宁怡真很喜欢这感觉，虽然现在的她与真实的自己完全不一样，但是她很喜欢，就喜欢这种被人看呆的感觉。宝贝，怎么了？明明外形如此张扬，可声音却温柔的让人耳朵都要怀孕。燕凤成呆呆的问：夫人，这是您的女儿？宁怡真妩媚的一笑，正是。这位公子，妾身乃风池山庄庄主夫人，小女打扰你们了，真对不住了。风池山庄，百姓粮铺。上个月京城突然冒出一家叫百姓粮铺的铺子，他在京城最旺的街上占据3个大门面。粮食铺子京城不少，但这么大这么气势，金粮当普通粮卖的粮铺仅此一家。听闻开粮铺的背后老板是叫什么风池山庄的庄主，据说他在京城4周各城各拥有万亩良田。燕凤成混迹风月场所，所凡大事他没有不知道的。他知道，可燕青武不知道。七弟，他什么人啊？燕凤成轻轻一笑，大黄姐，孩子碰撞那是常事，今天你是来看戏的，别计较了。再说本王把你带出来看戏，驸马姐夫还不知道呢，还是别闹得好。燕青武是谢太后带大的，自小性格张扬，但是他有一点软筋，那就是其实他背地里挺怕驸马爷林承申，因为是他强赖上去的。这一次就饶了你们，以后长点眼睛。宁一真太了解这个大姑子了，上辈子他可没少给自己添堵，竟然敢来威吓他的儿子女儿。多谢大公主宽恕，孩子不懂事得罪了。金公子，今日几位的账算在本夫人身上。说完，宁一真瞟了夏蝉一眼，一手抱一个，转身离去。七弟，这什么人啊？感觉比我这公主还娇气。燕凤成却没理他，双眼盯着小天的脸，莫名的感觉到了一阵熟悉。大黄姐，你觉得那孩子眼熟不？孩子眼熟？燕青武白了自己弟弟一眼，你不是想告诉我他长得像你吧？燕凤成没话可说了。燕凤成觉得与自己这大黄姐说话真是鸡同鸭讲，既然没法讲，那就不讲了。走吧，去我们订的包间，听说今日的戏特别好看。走了。可就在这时，门口又进来一群人。你们准备去哪？看到来人，燕青武脸都白了。相公，你怎么来了？林承申一脸愤怒地看着眼前自己的娘子，这女人竟然敢带着才3岁多的儿子上青楼。那你怎么来了？第0030章，燕亲王的眼力好。眼见这一对又要闹起来，燕凤成立即对另一个面无表情的男子开了口：兄长，您知道不？刚才我看到一个孩子长得与您一模一样呢，若不是人家有亲爹娘，我还以为是您的种。什么意思？有孩子跟他长得一模一样？这话一落，燕凤阳脸色轻变，在哪里？有多大了？燕凤成眨了眨眼，天啊，难不成自己皇兄在民间真有红颜色知己？说是9个月大，是一对龙凤胎，长得好漂亮啊。9个月大了？听到这话，不知为什么，燕凤阳的心悸松了口气，又有点遗憾。他一直希望那个叫阿珍的宫女还活着，希望那一次她怀上了他的孩子。有了孩子，
他就不怕被人逼着再选秀了。但他也知道自己是妄想了。就算那宫女还活着，就算那宫女怀了自己的孩子，可他有本事出得了宫吗？你不是请我看戏吧？坐哪里？清源阁的戏那是真好看啊，今天上新戏呢。燕凤城立即把心思别开了，这边，弟弟我订的可是这楼里最好的包厢哦。一行人入了包厢，然后有丫头上前侍候。对面的楼上，楚乔看着包厢里的人笑道：“不得不说，姐还是挺有眼光的，这人长得还真人模狗样。”可不就是人模狗样？宁怡真给2只小挖着火龙果吃，这可是对手空间种出来的新品，全红心的，甜度非常高。这水果大梁国没有，如今在清源阁一只卖1两银子，而且还抢着要。但他每天只卖50克。我总觉得程亲王与表面不同，表面上他像个花花公子，但其实人不错的。有兴趣不？程亲王今年才18吧？楚翘浑身一哆嗦，姐姐，妹妹今年才16，可你皮子才16。楚翘咧咧嘴，我身未老，心已老。说实话，虽然我一直说找几个花美男过日子，但在我心底，我比较喜欢大叔型的，那种既成熟又多金还痴情的那种。这世界哪有？宁怡真直言，那你就当个老姑婆好了。楚翘不以为然，嘿嘿，万一让我遇上了呢？这可很难说哦。人生得有梦想嘛，要不然哪来的希望？再说了，这些皇亲国戚，小女子还是不要去惹得好。程亲王确实是长得好，人也挺有意思的一个。可是在这只许州关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年代，楚乔真没打算去招惹这些人。两人正在逗笑，夏蝉进来了。主子，办好了。楚乔好奇，夏蝉，你又替你家主子做什么坏事了？宁怡真轻笑，好事。清武公主对她的驸马是爱到了骨子里，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哦，楚乔的双眼更亮了。那你给她送了什么大礼？宁怡真笑得更欢了。这里真不轻，我下了钩蝉，这个要放在市面上一份至少1000两银子。钩蝉顾名思义，又勾人又缠人。若是相爱的两个人倒好，可以爱个死去活来。可主要是那大公主的男人不喜欢她，天天去勾引纠缠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这得让这男人多恶心。这份礼确实不轻啊。楚翘摇头，你太可怕了，人家老公不喜欢她，你却给她下钩缠，坏人。呵呵，宁怡真开心的不行，上辈子燕青武有多打她的脸，这一世她都得打回去。女人不坏，男人不爱，这不是你的至理名言吗？你记住，你若看中了谁，我给你一包，友情提供。楚翘脸热了，他才不要这种东西呢，就凭借这才貌无双，倾国倾城，世间的男人谁不爱死他了？此时楚翘还真没想到，有一天还真有一个男人让他恨不得给他下钩缠。新戏非常成功，虽然这才排出第1部，但第2部已经有人就提现要订包厢了。在宫外玩了4天，2只小都不肯回冷宫了。楚翘提议，姐，要不你就把他们放在这里，我帮你带。宁怡真白了他一眼，你倒会想呢，想宝贝的话自己生去。现在他们太小，我不会让他们离开我的。好吧。楚翘摸了摸鼻子，引诱失败。而就在宁怡真准备回宫之时，大公主燕青武在自家府上摔伤的消息传到了宫中。谢太后一听，眯起了双眼，好好的怎么突然会摔？公主府的路就有这么不平吗？蒋嬷嬷近身压低了声音，太后娘娘，听闻是驸马把她摔伤的，出了何事？看着自家主子那阴沉沉的脸，蒋嬷嬷的声音更低了。公主她缠着驸马要行周公之礼，一连几天，驸马烦了，就把她推开，用力大了点。谢太后一张老脸终于红了，胡闹！女人如此不要脸，成何体统？告诉她，让她好好在家养伤，近期就不要进宫来了。蒋嬷嬷立即后退几步，是。自然这消息宁怡真也知道了，她笑得成了只小狐狸。燕青武，接下来的人生你就好好享受吧。回到冷宫，日子又开始变得日常了。珠钗做的饱和了些，物以稀为贵，每一样宁怡真都做的不多，至多10件。于是让徐良几个带回来了不少丝棉线。很快，冷宫众人又多了一项活计。转眼过年，皇帝与太后、德妃等宫中之人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世间还有一个地方叫冷宫。28这天，大伙把自己的宫殿打扫得干干净净，窗上还贴上了窗花，特别是那坑更是暖乎乎的。只是看着这依旧每日一碗清水，2个馒头，众人心里的恨意是越来越浓。怡真，好在有你啊！陈太平打入冷宫10几年了，自己又病了多年，这手头上的东西越来越少，近2年也过得是越来越差。平常还没什么，可一到年底，心里就很堵。可今年不一样，每个人的手中都有了2、3千两的银子不说，棉衣、棉裤、棉被、线衣都是新的，还有那后山种出来的各式粮食，
也不知道这皇后娘娘那个什么鸡，竟然脱壳打粉，一气呵成。现在是钱满袋，粮满仓，衣满柜，油满缸。第003章重生后的第1个年，这小日子真是越过越有盼头了。陈太平的话才落下，刘美人立即接上：若不是有一针带着我们，恐怕早病死了。一碗清水2只馒头，对于这些从小锦衣玉食长大的千金小姐来说，真的太难熬了。还不算什么，主要是病，吃得不好，病痛就多。可现在他们冷宫中有一个厉害的郎中，如今还带出了2个有医术基础的宫女，从此冷宫再也不怕了。明天是大年，后天是团圆。看着大家一身的靓丽，坐在上方的宁一真笑了。也不光是我的功劳，若没有大家的齐心协力，我也做不到。明天过年了，这是今年的最后一笔收入，大家拿去吧，我们高高兴兴的过大年，又有钱发了。每个月都有钱发，心情真好呀。就在大伙开心之时，秀玉进来了：小姐，那个人送东西来了。每个月都有一个小太监悄悄地送些粮食、肉类、布匹、油盐食物等。别人都好奇这是谁，但宁一真却知道是谁，只是他不会告诉任何人。虽然他并不知道这个年轻的相爷为何如此关心自己，但这份情他记住了。去看看有什么好东西，正好拿来过年，有人送来，我们就好好的吃。这一次送来的东西真不少，半只羊，1腿肉，杀好的5只鸡，1筐蛋，棉衣布匹，油盐酱醋与2大袋面料，真是应有尽有。一真，这人真有心了，真不知道他是谁。宁一真看着齐太妃笑笑：我也不知道，但我舅舅门生不少，而且入朝为官的也不少，或许他们看在我舅舅的份上，悄悄接济我们一下。齐太妃知道孙科此人，但是当年他入冷宫的时候，孙科还仅仅是翰林院的一个中书舍人。虽然后来他听人说他是奸相，要造反，但却觉得这人应该不错，要不然谁还会如此讲情义？看来世上总还有忠肝义胆之人，好好收着吧，若有一日能还一二，也记着。当然会记着。世上锦上添花的人不少，可雪中送炭的人又有几个？您说的对。贵德宫中明天要过大年了，过大年宫中要宴请正3品以上的重臣和皇亲过年。30这天，臣子们回家团圆。高德妃正翻阅着手中的账本，后宫太监总管进来了。奴才参见德妃娘娘。王朝庆，有何事？往年一到大年23，冷宫会加一个肉菜，一个半荤半素，可今年一直没加。王公公立即道：启禀娘娘，明天过年了，大厨房让人来问，冷宫明日的饭食如何送？冷宫今年太后的心情一直不好，谢卓死后，谢家人总是进宫来哭，想把谢妍儿扶上后位，但皇帝却不松口，以至于太后的心情非常差。多做就多错，不做还不会错。高德妃拧拧眉，太后与皇上并无指示，那就照旧吧，只要没饿死人，就不必管了。王公公会意，查，奴才明白。上书房，萧远寒也说了这事。燕凤阳沉默了一会，闭眼开眼，最终手指拧紧。后宫的事让德妃与太后去管，朕就不多说了。好吧，皇上最终还是放不下心中的恨。12岁跟随皇帝去边关，两人同生共死了不知道多少回。萧远寒太清楚燕凤阳的性格，固执近乎偏执的性格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因为过于执着，他才有今天的位子。也正因为过于执着，他活得很累，很不快乐。他还是放不下那个不知在何处的小姑娘，因为心中有所爱，所以对别人就有多恨。听了这话，萧远寒最终没说什么，然后说起了大年封印之事。宁怡真才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有人送了好东西进来，那就开开心心的煮来吃呗。羊肉很新鲜，后腿肉也很新鲜。下午又下起了大雪，要过年了，被改为欢乐宫的冷宫里到处都是火盆，一片暖融融。怡真，我来擀皮子，这个我会。今天大伙准备包饺子，包饺子的馅有几种？有羊肉馅，有猪肉馅，还有鸡蛋馅。下了雪，地窖里弄了大块大块的冰块，做好的饺子正好可以放在里面冰着。人多力量大，有揉粉的，有擀皮子的，有调馅的，有在包的，总归没有一个人在闲着。娘亲，月儿包了。看着这连头发丝里都是面粉的妞，宁怡真是无语了。她深吸一口气，你包的，自己吃吧。宁一月可不知道自己娘亲在嫌弃她包的饺子丑，小脸笑开了花。月儿包，月儿吃，也给娘亲吃。明明才10个月好吗？说话干嘛这么溜？说得早，走得早，这是一对什么天才？宁一真心中满足，转头看向了自己儿子问道：天儿，你在捏什么？捏面人。燕一天很安静，他做事非常专注，若决定了做什么，他就会直到做到自己满意才罢手。明明才10个月，搞得自己10岁似的。宁一真摇头，
看来是对手空间纳灵泉水激发了这一对宝贝的第7时空间。若不是，他们怎么可能这么聪明？从29这天起，冷宫天天热闹，一起吃，一起玩，一直持续到了正月初10才结束。转眼就是2月18，这天气极好，春雪已经化了。这一天是2只小的周岁。小天儿，抓剑！不要抓剑，抓书！小玉儿，快抓凤钗，那个漂亮！思过院的院中，一张长桌上放着许许多多的小玩意儿，一群女人围着桌子不停地指挥着。宁倚天坐着没动，他只冷冷地扫了这些大婶大姨们几眼，这里的东西他可看不上眼。作为一只9天的大鹏鸟，这些凡物他都不想要，若要他就要那权力最大的东西。娘！宁一月娇娇地看着宁怡真叫了一声，看她这样子，人人都会认为这小丫头又乖巧又可爱，可只有冷宫中的人才知道，这小丫头完全就是个小猴子。不，她就是只小精怪，有时候乖得让你心软，有的时候就皮得让你无语。当然谁也不会知道宁一月确实是只小精灵，她是山间的花仙子下凡，小小年纪能听得懂兽语，指挥得了万兽。看着小女儿这娇俏的模样，宁一真摇头笑道，你可别叫娘，你喜欢什么便拿什么吧。第032章边关急报，皇帝要出征。话一落，只听得哗的一声，桌上所有的东西被一根小鞭子一扫，全部进了小玉儿的怀抱。众人，这小丫头好贪心啊，竟然全都要。只有齐太妃放声大笑，好好好，果真是公主，这气势就不是一般人能比。对啊，众人心下突然就想明白了，这可是当朝唯一的公主，她想要什么不行？哈哈，玉儿厉害，玉儿你棒棒的。就在众人大笑之时，秀玉推出一个9层蛋糕，这可是她跟着自己主子试验了无数遍才成功的好东西。吃蛋糕喽！小少爷、小小姐，生辰快乐！祝你们生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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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随着秀玉歌声，冷宫中生机一片。可就在这一天，800里快马飞至京城，报：西周急报！西周急报！正月28，西里国来犯，西里亲王西里云天率30万大军已到了边境，如今已连夺我3城。什么？西里国来犯？这消息震惊了朝廷。一直以来，两国边境就不安定，几乎南隔2年就会来骚扰，边关百姓苦不堪言。这次竟然是增兵到30万，这可不是小打小闹了。自2年前孙相被杀后，这是一次最大的战事。次日早朝上，燕凤阳宣布御驾亲征，顿时朝上一片混乱。皇上，万万不可！您可是国之根本，千万不可出征。皇上，不能去啊！皇上，您要三思。西里云天此人燕凤阳了解，因为他们遇到过多次。这个人力大无穷，武艺精湛，4年前自己也是侥幸赢了他一回，没想到他竟然再敢来犯。燕凤阳知道自己确实是不应该去，国不可一日无主，但是他若不去，将无人可胜西里云天。安西关是大梁的西边固垒，若是再被他攻破，敌军一路东进直至京城，将再无天堑可拦之。不用再说了，若朕不出战，无人是他的对手。朝中事交由左右2乡与成亲王、3皇叔、楚亲王一同打理，若有大事要断绝，3省6部一同决策。这话才落下，突然有人高呼：臣弟支持皇兄出征，亦愿意与9皇兄、3皇叔一同处理国事，担当责任。随着声音，众人看去，6王爷燕凤良，也就是梁亲王从殿门走了进来。梁亲王的腿好了，众大臣震惊不已。梁亲王乃太后亲子，当今皇上的胞弟。5年前14岁的梁亲王因坠马而伤，后来就一直养在梁王府，因伤很少入宫。他的突然出现，大殿上瞬间鸦雀无声。怎么，皇兄，你不欢迎臣弟吗？欢迎，当然不欢迎。当年自己没登基时，这好弟弟给他添了多少事，燕凤阳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若不是，他早就杀了他。哪会？既然你腿好了，那就随朕出征吧。什么？这决定让众大臣们又是一阵无语。梁亲王自小被太后宠坏了，完完全全的混世魔王，带他上战场。皇上还真是英明。梁亲王也没想到自己皇兄会这么说，他怔了一下。皇兄，臣弟的腿虽然无碍，但上战场的话还是有影响的。燕凤阳嘴角轻轻勾起，既然有影响，那就好好养着吧，朝中的事不必你辛苦了。众位爱卿，这事就这么决定了，3天后择时出发。是，臣等遵命。面对自己皇兄的不给脸，梁亲王的脸真黑了。他一甩手进了后宫。儿臣见过母后。小儿子进宫不多，看到他，谢太后一脸欢喜。良儿，你今日怎么入宫了？燕凤良双眼泛红。母后，皇兄他这是不把儿臣当亲兄弟了。他把国事交给外人，却不让儿臣接触，他这是不信任儿子啊。
谢太后自然知道朝中之事，这决定她再三反对，可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甚至昨天晚上还被皇上告诫，说若她敢插手朝中之事，她就会让人把谢家贪污江南粮税的事捅出来。这几年来，谢家掌管天下粮仓，贪污了多少粮食，别人不清楚，但是谢太后清楚。若这事捅出来了，她这太后也保不了谢家人。好后悔，当年若不支持这个大儿子上位就好了。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当时先帝的宠贵妃宠得无法无天了，她这个皇后完全就不在她的眼里。而自己的小儿子身体孱弱不说，以他的能力根本担当不起这个皇位。可后悔也没有用，现在的他根本动摇不了皇帝的地位。朝中一片忙碌，冷宫中也不安静。柳才人，若你想出宫，我帮你。柳才人入宫之时，先帝已经身体不好了，但他贪色，所以依旧没有停止选妃。当年柳才人入宫时才14，柳家为了荣耀，强行把无父无母的他送入宫中。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老皇帝连宠几个美人之后，还没轮到柳才人，就已病下了。他们更没想到，柳才人有心上人，那就是他的表哥。冷宫无人注意，花了银子的柳才人如今打听到了自己表哥一直未娶，还是一个人孤苦无依之时，心情很是低落。宁仪真的话一落，柳才人一脸震惊：仪真你别急，我会让人帮你打听清楚你表哥的事，若是人品好的，我帮你出去。听到这，柳才人真的感动了，谢谢你，谢谢你，仪真。宁仪真摇头，不用谢。不过话说回来，但若是他人品不好，我就不帮你了，我舍不得这里的每一个人离开。柳才人眼眶红了，好，我也舍不得你们，若是人品不好，我就把他忘了。3月初2辰时出，大军出发。京城西门口旌旗飘扬，朝中武将大部分皆随御驾出征，文臣则送行。昨天晚上小月儿闹着听哪吒闹海，宁仪真很晚才睡，等他起来时，秋月已经回来了。回主子，大军出发了。哦，那狗皇帝真走了？宁仪真的眼珠子都亮了，晚上庆祝一下。秋月抽抽嘴，他家这主子当时有多喜欢皇帝，现在有就多不喜欢皇帝了吧？这就是所谓得爱之深，恨之切。是，属下去准备。第0033章冷宫的庆祝晚会。这一天，冷宫中又是一片欢乐，弹琴的、跳舞的、唱歌的，他们有百般本事都在这个晚上都使了出来，直闹到半夜才消停。宁仪真录了一小首，一曲《霸王别姬》，他用了男女声混唱，听得众嫔妃双眼成了圆珠子。天哪，这也太好听了吧！这歌是从哪里学来的呀？他们怎么听都没听过。也就是这一天晚上，众人真正的明白了，废后对皇上确实是没有一点男女之情，他怕是真正的想造反了。不过这反造的好啊，而且选择这种方式造反，还不会为天下人所诟病。为什么？若皇上一死，皇上唯一的儿子掌管天下，那不是太正常了吗？到时候御史也不能说什么吧。凝视着太后垂帘听政，他们这些人全部都有从龙之功。哈哈，太好了，以后他们都是一群大功臣。现在大伙是真的没什么别的想法了，他们这些被家族抛弃的人也没什么酒足了，失败什么的他们都不去想了，反正就是要命一条。越想越高兴，越想越开心。一瞬间，大家的背更直了，腰更硬了，精气神也越来越好了。次日晚上，秋月进来了。主子，那张公子的事打听清楚了，他确实一直未娶，如今在家办了一个私塾。宁仪真并不在意这个，柳才人是冷宫的人，若是费尽心机出去嫁的人不好，那还不如不嫁。重要的是人品，这个人的人品如何？秋月立即道，街坊邻居都说他非常不错，特别是韩家子弟若交不起束修，他要么全免除，要么减半。还有那条街上有一对孤寡老人，他见他们生活困苦，就让他们去了私塾做打扫。这么说来，人真的不错了。宁仪真点头，好，我知道了。知道宁仪真要送自己出宫时，柳才人的心情那是如过山车似的上上下下。仪真，万一让人查出来，那可是大罪。宁仪真轻轻一笑，查不出来的，我的药可不是一般人能看得出来的。你放心，等司库府的太监把你拉出宫，有人会在那地方等你，到时候会有人给你吃解药。柳才人心下感动，皇后娘娘在上，请受柳青青一拜。这些人，宁仪真对他们是有了真感情，她只希望他们幸福。柳才人不必客气，你们若都能过上幸福的日子，我才是真的开心。做女人不易，做这后宫的女人更不易。出去了若遇到了困难，就到一间叫百姓衣铺的地方去找一个叫楚翘的人，他会帮你的。如今柳才人手中有近1000两银子，这支线衣的手艺他也学得非常精。宁仪真早就都与他交代好了，以后让他继续帮着织毛衣，有手艺在，他一定会活得好好的。柳才人双眼赤红，多谢。除了谢，
我没什么可报答得了。一真，谢谢你。谢什么呢？宁一真轻道，都是天涯沦落人，能有缘相识，能帮你一把，也是我乐意做的事。刘姐姐，出去后一定要幸福啊。是啊，一定要幸福啊。眼前这个女子花了这么多心思把自己弄出宫，若不幸福，如何对得起她？柳才人的眼眶越来胀痛了。会的，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会替我们所有的姐妹过得幸幸福福的。幸福就好。这后宫的女人想幸福，真的好难。活了几世，宁一真清楚在这时代女人有多不易，更清楚在冷宫的女人有多可怜。好，我相信你。次日，宫中接报，启禀德妃娘娘，冷宫先帝妃子柳才人昨天晚上没了。谢卓儿死后，谢爷儿又被皇帝拒绝立后，所以太后一直都心情不好，也不管宫中之事。宫中没有人敢跟她抢这后宫的掌宫大权。高德妃倒是心情非常不错，听到禀报，她只淡淡的吩咐了一句：报给司库府好了，以前怎么处理的，现在也怎么处理，发个通报给柳家就行了。是。很快，柳才人被拉走了。冷宫中并无人知道柳才人是假死，因为几天前他已经感染了风寒，高烧不止。呜呜，可怜的柳妹妹，如今冷宫日子这么好过了，你却没了福气。汪才女与她年纪最近，两人玩得比较好。看着那拉柳才人的宫中小木车，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除了她，冷宫的人同样都难过，双眼通红。可是生离死别他们看得太多，要说有多伤痛，倒也不是。都别哭了，生死都是阎王爷注定的，我们活着的人好好活着吧。齐太妃一开口，宁一真也跟着开了口，或许刘姐姐去了另一个更开心的地方活着，我们替她高兴吧。会吗？那阴间还会比他们现在的冷宫更好吗？这是不可能的，以后他们一定要好好活着。众嫔妃都有这个想法，从这天起，大伙更加勤奋齐心了。春去冬来，自安康帝燕凤阳御驾亲征后，转眼就过了2年半。这2年多来，朝中征收军粮加倍，百姓叫苦连天。好在百姓有遍布大梁的百姓粮铺，要不然不知道会饿死多少人。百姓粮铺的面粉、高粱、粉条、包谷等等粮食种类繁多。更难能可贵的是，这2年他们不仅没涨价，反而降价，这让不少老百姓度过了难关。很多人想知道这百姓粮铺的粮食从哪来，可是几经打探得到一个结果，人家自产自销。一瞬间，百姓粮铺在大梁国的声誉上升到了极致。上书房中，两相与成亲王、楚亲王也在讨论着这事。秋收要到了，他们很好奇百姓粮铺的粮食今年收获情况。他们正在讨论之时，有800里加急送到了。虽然过了2年多，可燕凤城依旧是个孩子性子。他眼睁睁地看着萧远寒问：表哥，什么消息？萧远寒看了一眼战报，顿时一脸喜气：好消息，皇上在临城关斩杀西里云天大圣。如今西里国求和，皇上已允，大军已经准备班师回朝了。什么？皇兄要回来了？成亲王喜得跳了起来，太好了，这下本王可以当回本王的贤王，太好了。第0034章，冷宫的秘密被人发现了。皇帝要回朝，这确实是大喜事。这天晚上，宫中一片大喜，由太后提议，留下了众臣们一起庆祝。今天是宁一真21周岁的生辰，宫中热闹，冷宫更是热闹。这2、3年来，冷宫的日子过得比神仙还舒爽。这里没有争宠，没有争斗，也没有尊卑，大家都是相依为命之人，是一家人。他们吃得好，过得开心，再也看不到曾经那番憔悴的模样。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秀玉搬着一个大蛋糕出来，嘴里还唱着生日歌。这歌本来大家不会唱，可自皇子与公主周岁那天宁一真唱出来后，大家都学会了。秀玉一唱，众人立即跟着唱了起来。一瞬间，冷宫变成了酒吧，开启了生日趴。这是何人在唱歌？今日正值徐良值首，他刚把一块蛋糕塞进嘴里，被这一声喝令吓得手一抖，吧的一声，手里的蛋糕掉在了地上。冷宫4等侍卫徐良见过成亲王。燕凤成见吓着人了，立即挥手：不必惊慌，这里真的是冷宫吗？徐良低手：回王爷的话，这里确实是冷宫。这冷宫好热闹啊！刚才那什么歌听着挺怪的，但给人的感觉是真的很温暖。今晚宫中宴请，成亲王多喝了2杯，觉得头晕，出来转转。没想到转着转着，却发现一只白兔子似的东西。他一路跟到了这里，正想找找那小白兔时，却听到这歌声，顿时就奇怪极了。这里今天有喜事？徐良怔住了，这要他怎么说？回王爷的话，今日乃前皇后宁氏的21寿诞，娘娘们正在替她庆祝。什么？今天竟然是前皇嫂宁氏的生辰？燕凤城可是好几年没见过这皇嫂了。自她打入冷宫后，她
他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了。很好奇现在的他是个什么样子。开门。徐良犹豫了，王爷，开门，一切由本王担待。徐良不敢不开。思过院中正热闹，十几只自制的红灯笼把院中照得赤亮。宁仪真正在切蛋糕，这是一只鲜奶水果蛋糕，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就别说吃了。可就在这时，掩着的门开了。成亲王，别人都已不认得长大了的成亲王，可宁仪真认得，上辈子他帮了他很多，若不是有他出面，自己还会被人欺负得更惨。这人不喜权，不喜争，只喜欢自由自在的玩乐，但人却非常能干，是燕凤阳的好帮手。皇嫂，燕凤成认为自己有可能认错了人。他的皇嫂美则美矣，但绝对没这么有魂。灯光下的她虽然不施粉黛，可灵气逼人，像仙女似精灵。宁仪真不知道燕凤成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但是他已经来了，躲避也没用了。您是见过成亲王？王爷，民妇已经不是您的皇嫂了，别叫错了。皇嫂变了，不仅精气神变了，连性子都变了。燕凤成看着宁仪真身边的小天儿与小月儿，嘴巴张得更大了。天哪，这两个孩子好漂亮啊！他在哪里见过吗？要不然怎么会有一种熟悉感？不，这是冷宫的孩子，他没进来过，他们可不能出去，一定是自己的错觉。燕凤成满心震惊地问道：皇嫂，他们俩是我皇兄的孩子吧？天哪，这小子长得与皇兄可真像。哇，小家伙，我怎么感觉在哪里见过你们呢？快告诉七皇叔，你们叫什么名字？虽然明知不可能见过，但燕凤成还是忍不住叫了出来。宁一月见到燕凤成，顿时大眼睛一闪，等他的话落下，便通通通的立即跑了过来，抱住了他的大腿。叔叔，我叫宁一月，我4岁了，是哥哥的妹妹。那是我哥哥，他叫宁以天。你是从哪里来的呀？你长得好俊哟。月儿从来没看过长得这么俊的叔叔，我好喜欢你哦。臭！听到一个3、4岁的小丫头夸自己长得俊，燕凤成脸皮抽成了一团。天哪，这真的是他的小侄女吗？抱着他的腿的小姑娘，这也太可爱了吧！燕凤成忍不住蹲下了身子，看着宁一月问：小宝贝，你叫一夜？1天1夜的一夜吗？宁一月歪着小脑袋立即摇头：不，我是依然如故的依，月是月亮之王的月。宁一月，好听。燕凤阳听出了问题，为什么你姓宁？宁一月歪着头，故意装出一脸奶萌的样子，在沉思。终于他想到了怎么回答：我娘说我们姓宁，我就姓宁呀。没有为什么呀，叔叔你问的好奇怪哦。好吧，是他没问好，不能怪别人这么回答。燕凤成盯着小一月伸出了手：小月儿，那我能抱抱你吗？宁一月立即松手，并且摇头道：不行，叔叔是男人，我是姑娘，男女授受不亲。噗！燕凤成真无语了，听一个4岁孩子说什么男女授受不亲，燕凤成实在忍不住了。既然男女授受不亲，刚才他抱自己大腿时是怎么回事？小丫头，你才多大啊？我可是你亲叔。我当然知道你是亲叔，要不知道还能抱你的大腿吗？本公主早就知道你了。宁一月装作思考了一下，这样，那行吧，看在你是亲叔的份上，就让你抱一下下了。不过叔叔你要答应我，不把我和哥哥在冷宫的事告诉任何人哦。话一落，一个软乎乎香喷喷的糯米团子扑在了燕凤成怀里，瞬间把燕凤成给哄醉了。还好他还没完全被这小丫头给哄蠢掉。为什么？小月月，你们可是皇子与公主，为什么不让别人知道你们的存在？难道你们不想出冷宫吗？这一下宁一月想也不想就回答了：不想。叔叔，外面好多的坏人，他们都想我们死，您能救救小月儿好吗？呜！叔叔，小月儿和哥哥都不想死，可是那里的老妖婆不会让我们活的，您一定要救救我们呀！呜！第0035章征服了燕凤城。下划线，小糯团子一哭，燕凤城手脚都乱了。没哄过孩子的他有点无从下手，听到这哭泣声，他只能忙不迭的应了。好，我不告诉别人，七叔绝不告诉别人，你别哭了好不好？小月是只小精怪，她最会抓住时机了。瞬间，她抬起水汪汪的大眼看着燕凤城，一眨一眨。真的吗？叔叔真的不会害月儿送命吗？红红的双眼，红红的鼻头，红红的小嘴，活脱脱的一只小白兔。燕凤城哪能不答应？叔叔发誓，我若把小月儿、小天儿的消息透露出去，就让七皇叔这辈子打一辈子的光棍。七皇叔，我好喜欢你哦。吧的一声，一张小嘴落在了一张大脸上，就一口。燕凤城立即石化，让我把他抱回家好不好？众人见成亲王呆了，顿时松了口气。隐瞒皇子与公主的存在，这可是欺君之罪啊！好在有他们这个红起人来能迷死人的小公主。
女儿把小叔子搞定了，宁一真也让宁以天上前见礼。天儿，这是你七皇叔。燕以天小小的个子，却一脸郑重。侄儿宁以天见过七皇叔，皇叔吉祥。燕凤成好嫉妒，皇兄的命真好，这一对儿女若带出去，一定会羡煞天下所有人。月儿，天儿，今日皇叔没带礼物来，改日再补上。宁以天再次躬身，谢谢七皇叔，您的关照与承诺，就是天儿和妹妹最好的礼物。好聪明的小子，这是在告诉自己要记得承诺呢。这么聪明的孩子，怎么不是他儿子啊？燕凤成嫉妒的心肝都痛了。皇兄，您若知道这对兄妹长在冷宫，一定会后悔当初的所作所为的。生日宴开始了，宁一真亲手切了一块蛋糕放在成亲王面前，因为他最喜甜。尝尝我的新制作。燕凤成没有立即吃东西，而是他的目光落在宁一真的脸上。皇嫂，你真的准备一直把他们养在冷宫吗？要知道，他可是我皇兄唯一的孩子。在宁一真没有嫁入宫前，孙相未成为丞相之前，曾是皇子们的少妇，所以他们一点都不陌生。宁以天长得太像狗皇帝了，宁一真也懒得去否认，于是反问道：那王爷认为养在哪里好？宫里哪位妃子的名下，还是太后的宫中？是啊，不养在冷宫，养在别的妃子名下不可能，难道养在太后宫中去？燕凤成被问住了，他不会说这是太后的亲孙子，太后不会害他们的，但这理由很无力，也很苍白。曾经太后以为这任皇后必姓谢，可没想到却被宁一真截了胡。如今后位空虚，谢家小女儿谢妍又待字闺中，恐怕谢家人不会这容许这对兄妹的存在。那你就准备一直让他们长在冷宫？宁一真知道燕凤成想说什么，不，我没这么想，只是想等他们再大一点，明辨得了是非再说。有道理，就算宫中女人不敢杀了这两只小好了，可捧杀他们，这总可以吧？燕凤成认同了，皇兄马上就要回去来了，那你一定要小心。宁一真早知道了这消息，点头道：多谢成王爷了，我会小心的。吃蛋糕吧，我与秀玉一起做的。燕凤成吃了，而且还要去了做蛋糕的方子，只是走的时候有点恋恋不舍。皇嫂，以后我可以偷偷的来看他们吗？宁一真点头，可以，你是他们的亲叔，你能喜欢他们也是孩子的幸运。王爷，不过您得小心些。好，燕凤成答应了，他打算先与孩子培养感情，等时机到了，孩子也大了，再把孩子带出去。当然是在孩子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下带出去。这是他们皇家的孩子，不可能永远养在冷宫，而且现在的皇室非常需要孩子。若是让文武百官知道自己皇嫂生了一对龙凤胎，文武百官们一定会心安许多。皇帝无后，百官担忧啊。不管有多不舍，燕凤成还是走了。刘美人一脸担心：宜真，你真的相信他吗？他毕竟姓燕，是大梁的王爷。是，成亲王姓燕，他是大梁的王爷。两个孩子想再隐瞒多久，怕是不能了。确实，自己也是时候准备一下了。他可没准备一直把两个宝贝养在这冷宫之中。燕凤成走后，冷宫中就像他从来也没有来过一样，恢复了快乐与宁静。为了不马上暴露两个孩子，好让自己足够的时间准备，宁一真把两个孩子叫了过来。以后没有娘亲的命令，不许私自跑出去，听明白了吗？宁一月想出去，宫外多好玩啊！华爷爷、武爷爷、莫爷爷会带他到处玩，到处买好吃的。楚姨姨、夏禅姨、冬雪姨会带他们去河边玩水。乾坤还会陪他和哥哥上山打野兔子。小绿会带他们去找野果子。可关在这宫中真的好无聊啊！娘亲，那我想华爷爷他们了要怎么办？这2年多来，女儿玩野了，这点宁一真知道。想也没办法，我同意让你春花姑姑每个月带你们出去一次，一次可以住3天。啊，1个月才一次，一次才3天。宁一月蔫了，哥哥，你不想出宫吗？宁以天看了自己妹妹一眼，娘亲不让我们出宫，是为了我们的安全。小一月撅着嘴，我知道呀，可是我偷偷的出去，没有人发现得了我们吧？宁以天比自己妹妹懂事太多，那也不行，不怕1万就怕万一。你也不想让老妖婆抓去吧？冷宫中的罪妃全是谢太后的手下败将，谢太后在他们的嘴里那就是凶狠无比的老妖婆。宁一真也知道谢太后的手段很辣，心性很毒，自然不会去纠正嫔妃们对孩子的教导。所以在2个孩子心中，宫中没有太后，只有老妖婆。不过宁一真也教导过，宫中的太后是他们的祖母，在人前要孝敬，不能给人留画饼，不能出去。宁一月的精气神没了，他不想被老妖婆抓去，可是也不想被困在这宫里。他是山间的小精灵，怎么能被锁在这冷宫里呢？不行，得想个办法溜出去了就不回来了。他去跟楚依依混。第0036章小月儿钻狗洞被抓。好在这只是宁一月的想法，楚俏不知道，要不然他得了疯掉。16岁的他
从来都没有过要嫁人的想法，但是小宝贝什么的确实太可爱。9月18，大军班师回朝，京城四处欢动。5时初，皇帝已入宫。秋月一身小太监装束回了冷宫。主子，皇上已经回宫了，这次西里国使团一同回京了。为首的乃西里国三皇子西里连玉，玉王。西里连玉乃西里国贵妃之子，相貌俊秀，文采斐然，文武双全，是西里的有名人物。西里国派他过来，看来是真心来和谈的。上辈子也是他来的。宁一真不得不承认，这狗皇帝虽然冷血无情，但能力确实是不错，能让马背上的西里国主臣服，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于是他点点头，这一次西里国主是真服了，要不然不会派他最喜爱的儿子来。秋月点头，正如主子所料，此次同来的还有西里国公主西里琳琅，是来和亲的。宁一真一点也不惊讶，西里的公主。秋月点头，据说那琳琅公主是草原上最美的姑娘，马术与武术都冠绝天下。那又怎么样？西里琳琅再厉害，也不可能成为大梁的皇后。宁一真记得上辈子他死之时，燕凤阳都没有立后。听说他有一个心上人，只是很早就失踪了，他一直在寻找他，但也一直没找到。至于那是个什么样的人，上辈子他不知道，这辈他不想知道。秋月吩咐赤峰注意使团情况，本宫在冷宫中也待得太久了，是时候出去了。西里宋公主和亲，谢家绝对不会坐视不管。要知道谢爷儿已经养成老姑娘了，这皇后的位子她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占去。这话一落，秋月惊喜万分，主子，您终于想明白了，太好了。赤峰大哥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不是他想明白，而是他一直就这么想的。他的儿子不可能像只老鼠似的一直生活在这冷宫里，如今是他强势回归的时候了。燕凤阳，再给你10年，等我儿子一大，你就准备退休吧。在宁一真的眼里，现在是没有别人愿意不愿意的事，只有他想不想做的事。若到时候燕凤阳舍不下这个位子，他就一颗毒药了结了他。末世的安眠药3秒足够，到时候就是神仙来了也查不出来，也来不及救。安康7年9月21，大军回朝已3天，论功行赏已结束。这一战虽然损失极大，虽然这西里国也不能让人太相信，但至少可以保西边10年稳定。有这10年，他定能让大梁强大起来。燕凤阳从上书房出来，没带上任何人。他学武出身，除了随身的暗卫外，一个人行动惯了。从上书房出来后，燕凤阳去了马厩。赤兔是西里国进贡的宝马，是3000汗血宝马中的精品，全军中也只有他一个人能征服他。英雄爱宝马，一点也没说错。燕凤阳对宝马有着狂热的爱好。马厩在宫中的西北角，那边离正宫远，马屎的味道也不会影响宫中。他抬步往西北走，不知不觉路过一幢陈旧的宫殿，这是冷宫。就在燕凤阳惊讶之时，突然一个稚嫩却充满了愤怒的声音从他脚下传了上来：“快点，哥哥，用力点推啊！你没吃饭是不是？一点力气都没有，太没用了。”这声音让燕凤阳一愣，这冷宫中怎么会有孩子？低下头，他双眼冷冷地看着墙底下爬出来的一个约3、4岁的小胖子，圆乎乎的小脸上有着精致的五官，眼大眉细鼻挺脸肥，明明有点胖，但却特别的漂亮，只一眼就让人能喜欢上。这是谁家的孩子？好漂亮！根本就从不与孩子打交道的燕凤阳见宁一月卡在了狗洞里不上不下，顿时神差鬼使的停下了脚步，并蹲了下来。哪来的胖子小？你干什么在这里爬狗洞？宁一月没想到墙外有人，要不是娘亲在墙头布置了尖尖的瓦片，打死他也不会钻狗洞出来。可他没想到，人生头一回钻狗洞就被人逮着了。宁一月平生最恨的就是别人叫他小胖子，明明他一点也不胖，就是有一点点结实而已。可这些可恶的大人偏说他是个小胖妞，他有吗？燕凤阳一下就戳中了小月儿的痛点，顿时他双眼一瞪就骂了起来：“你才是小胖子，你们全家都是小胖子！你哪只眼看到这是狗洞吗？这是小爷打的地洞，不懂就少说话不行啊！不说话会噎死你啊！”一听这话，宁一月真是气要被死了。这个臭大人长得倒是人模狗样，可竟然说他爬狗洞。他堂堂宁二爷是个爬狗洞的人吗？趴在地上气势实在是不足，可这一会他上不得下不得，更让宁一月气恼了。他朝着墙后叫着：“哥哥，你能不能用点力？快要夹死我了！叫你多吃点，你就不多吃点。这下要用力的时候，你没力气了吧？我告诉你，把小爷我夹死了，看谁陪你玩斗蝈蝈！”燕凤阳没想到这小子还敢骂自己，顿时他的脸都黑了。看来自己是离开宫中太久了，久到连小孩子都不怕他了。小子，告诉我你是谁，我就把你拉出来。这话一落，宁一月双眼一翻：“我是你大爷！
趁火打劫的人绝对不是好人。走走走，别在这里碍事行不？小爷我用不着你假好心，没有你帮忙，我照样能爬出来。什么？你是我大爷？一口老血堵在喉咙的燕凤阳正想说，小子，你知道我大爷是何人吗？这么没礼貌，看样子得好好教训一番。可就在燕凤阳准备把宁一月拉出来时，只听得墙内一声怒吼传了出来：宁倚天、宁一月，你们两个臭崽子跑哪里去了？出来，赶紧给老娘滚出来，要不然等老娘找到了就打断你们的腿。有亲在吗？能给花一个5星评不？第0037章母女斗法。这吼声一出，别说燕凤阳震惊了，宁一月更是一脸的生无可恋。完了完了，BBQ 了，白忙了，太可惜了。他昨天可是半个夜晚没睡，才找到这个狗洞掏干净，准备离家出走的呀。不行，宁一月小脸一凛，自己绝不可能半途而废，以后能不能跟楚依依去混，就在这一回了。好心的叔叔，赶紧拉我一把，我要被那只母老虎逮着了，就全完蛋了。好心的叔叔。这一下，燕凤阳真的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怒了。他嘴角一挑，眯着眼看着宁一月，想：这小子变脸倒挺快的嘛。刚才骂他坏人，现在却叫他好心的叔叔，呵呵，是个人才。燕凤阳冷眼看着地上的宁一月问：刚才不是说我不是好人吗？这回竟然敢叫我叔叔，你胆子挺大的。宁一月一听瞪大了眼，不叫你叔叔，那我该叫你什么？可你这么老了，难不成还想让我叫你哥哥吗？你也不想想你多大年纪了，一大把的年纪，我好意思叫你哥哥好了，可你好意思应吗？可说着说着，他仿佛认命了一般，行吧，行吧，看在有求于你的份上，我就吃点亏。好心的哥哥，帅气的哥哥，天下无敌的哥哥，你快救救我吧，算我求您了行不？我要被我娘抓个正着，一会就真的死定了。燕凤阳是谁？是大梁国的皇帝，他是一个孩子能哄倒的人吗？不过从来不喜欢孩子的他，突然间对宁一月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也就在这一瞬间，从燕凤阳的心底涌出一种柔软。要我帮你可以，但是你得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会在这院子里？哎呀，这些大人啊，真烦！不就是让他伸手拉自己一把吗？竟然这么婆婆妈妈！听到脚步声越来越近，宁一月急了：叔叔，哦不，好心的哥哥，我叫宁一月，绰号叫宁死不屈，我从小就住在……话没说完，小子被拉进了院内。宁死不屈，噗！燕凤阳一口口水差点喷出3尺，这绰号是他自己封的吧？这小子有点意思啊，这么机灵，若是好好培养培养，将来难保不是个人才。一瞬间，燕凤阳兴趣来了，吸了一口气，他顺着墙壁一跃而上，因为他断定宁一月与院子里的女人有关。可没想到墙头竟然有倒立的瓦片，他立即又提了口气，纵身飞下。才站稳，燕凤阳就看见几丈开外一个杏仁大眼、秀气逼人的女子手上倒提着一个浑身是泥的小子。此刻他杏仁怒争，怒火滔天的教训着那小子：好你个臭丫头，把你老娘的话当耳边风了不成？叫你不要出去，你偏要溜，上不了墙，你就敢给老娘打洞？我问你，你是属龙的还是属鼠的？这一会的宁一月可没了一点大爷的样子了，他娇娇软软的求着饶：娘亲，漂亮娘亲，天下最美最帅最厉害的娘亲，月儿错了，月儿错了的，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您就饶了月儿这一回好不好？宁一真是想不到，他不让这小丫头从墙上翻出去破坏自己的计划，他就开始打地洞逃出去搞事。每一次只要他们兄妹出去了，不惹事绝不罢休。这几年宫中不少女人时不时的天降横祸，被他闹得个鸡飞狗跳。若不是儿子给他收拾烂摊子，这冷宫的情况肯定早就给暴露了，绝对不能让他破坏了自己的大计。宁怡真黑着脸呵斥：现在知错了？晚了，你这是3天不打，上房揭瓦。说怎么罚？听到一个罚字，宁一月顿时就蔫了。每天抄100篇千字文，倒背《论语》，行吗？不行，这还不行啊！宁一月快哭了。那我答应3天不吃肉，总行了吧？你说呢？这下宁一月真要哭了，他牙一咬，那我5天不吃肉，每天再加半个时辰的马步，这下总可以了吧？宁怡真静静地盯着女儿的小脸，一动不动。我错了，以后再也不敢背着您乱来了。宁一月知道，这一次他认错，认得再快也没用了。不行，得换招了。娘，漂亮的娘，可爱的娘，就求您饶了月儿这一次了，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好不好？臭丫头，变脸倒挺快的哈，还漂亮的娘，可爱的娘。宁怡真撇嘴，这一招没用了，这张小嘴成天就哄死人。闭嘴！宁一月，你再敢假装流马尿，老娘让你1个月见不到游星。话一落，瞬间一院安静。
也就在这时，女人的手一松，你小心！就在燕凤阳以为宁一月会摔个狗吃屎时，只见这小子一个翻腾，咚的一声跳在了1丈开外。娘，那我3天不吃肉，每天再加一个半时辰的马步好不好？这女儿太皮了，要出冷宫了，得让她乖一点。但后宫不是冷宫，所有的人都会护着她。宁一真决定给她一个教训。宁一月，我宣布，这1个月你没肉吃了。怎么能这样？宁一月又想哭了。娘亲，你不能这样子，你不能这样子的，你这样太过分了。1个月没肉吃，我要饿成一道闪电的。我若饿瘦了，您不心疼吗？我可是您生了1天1夜，辛辛苦苦才生下来的宝贝啊！这话一落，燕凤阳吐血了。这胖小子，别说1个月不吃肉，就是1年不吃肉，也饿不成一道闪电，好吧？可此时正忙着教训女儿的宁姨真还真没发现院子里多了个人。宁一月，你再敢跟老娘讨价还价，小心我让你1年没肉吃！听清楚，没得价降！太狠了，娘亲真的是太狠了！10天没得肉吃，他肯定也别想溜出去了。天啊，未来日子怎么过呀？宁一月小嘴一扁，委屈得快哭了，但是他不敢哭。他小手一擦脸，睨了自己虎娘一眼，恨恨的道：娘亲一点也不美，一点也不漂亮了。哼，10天就10天，不吃就不吃。第0038章，兄妹俩直接开打。宁一真是被这小女儿给气笑了。这小丫头怎么就是一个双面人呢？乖的时候她一张小嘴能哄死人，皮的时候她能把天捅得动。她可是个姑娘家，宁一真不喜欢把女儿培养成一个女汉子。见女儿嘴里又小爷小爷的乱叫，顿时她脸一板，臭丫头，再说小爷小爷的，看我不抽你！你是个姑娘，以后不许这样说。走，给我回屋认字去，好好的把女婿女婿给我抄上10遍。这小子不是小子，而是个丫头。这，那怎么可能是个丫头？燕凤阳就这么呆呆地看着母子2个你来我去。这几年来，他真的是从来没想起过这个人。他以为1天3餐1碗清水2个馒头的他，就算活着也是苟且偷生，面黄肌瘦。可谁来告诉他，眼前这个美得惊人、身材与肌肤堪称绝色的女人，她是何人？燕凤阳知道宁怡真长得好，在他给自己下药的那一夜，他也算领略了她玲珑有致的身材。可她是孙相的外甥女，是强嫁给自己的人，他对她除了厌恶之外，就只有恶心。可以说从来都没正眼瞧过一回。这一回燕凤阳才知道，那网红帐下的女子在白日看起来竟然是如此的绝色。没想到自己会看到这样一个得意张扬，完全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女人。感觉到自己被挑战了的燕凤阳，心底突然就涌上了一股怒气。是谁违背了自己的命令，给他吃得好穿得好的？他身上穿的可是京城最贵女穿的罗绫纱，头上插的竟然是飞天珍珠钻，那钗再贵也不及他头上那2颗珍珠的1/10。他的嫁妆被收起来了，这几年宁家也没听说有人来探望过。这一切到底是谁给他的？有人敢在皇宫阳奉阴违，看来这皇宫的人是要翻天了。眼见3人就要离开，燕凤阳沉沉地开了口：站住！我的皇后，见到了朕也不打个招呼吗？宁怡真没想到去了边关的燕凤阳竟然能完好无损的回来，他还以为他会死在边关呢。他想装作没看到他，可是听到这声音，手指间却颤抖了。这个自己几世为人唯一爱过的男人，他还是无法从心底剔除干净。回头看到那眼中的一丝厌恶，宁怡真的心间还是被扎了一下，痛得他想躲起来。那不仅仅是厌恶，还有憎恨，想逃离却没有了机会。想起上辈子的事，宁怡真不想见燕凤阳，他恨不得直接弄死他。但为了这2个孩子，他得忍。民女宁氏见过皇上。皇上，好久不见，十分想念。皇上在外几年竟然能全身而回，不枉我日日齐天悼念。他十分想念，他日日齐天悼念。听到这番话，燕凤阳快气笑了。十分想念还有可能，毕竟他费尽心思嫁给自己，自然得思念他了。可日日齐天，看着脸上无波的宁怡真，燕凤阳顿时双眼一挑，眼中迅速染上了鄙视。朕的废后，你怕是在日日祈求朕死在外面，永不归朝吧？这人还挺聪明的哈。宁怡真微微抬头，皇上要民女说真心话吗？真心话，那是更恶毒的话吧？毕竟他关了他4年。说，眼前的男人一身黑色蟒袍，金龙腾身，虽无战甲，但身材高大的他配上这身黄袍，更显得无比威严。狗男人，可惜了老天爷给你的这张脸。可纵是如此，宁怡真也不怕了。如今的他不再是前世那个没用的他了，现在的他可以说敢对抗全世界。现在的宁怡真最讨厌人威胁，
闻言，他懒懒打了个呵欠。皇上果然是名不虚传，您这脑子就是转得快。确实如此，每当小女子被一碗清水、2个馒头饿得睡不着的时候，巴不得你早死早投胎。其实你心里明白就可以了，何必让人把话说出来这么尴尬呢？这话一落，燕凤阳脸色一变，你大胆凝视，你敢咒朕，就不怕朕杀了你，灭了你9族吗？怕个鸟！宁仪真伸了个懒腰，皇上，养大我的外祖一家已经死的死，流放的流放了，要杀您就去杀吧。民女在这冷宫中几年了，也没有谁来看过一次，民女还不知道自己还有9族呢。您想诛就诛吧，反正也没有谁能阻止得了您。您还有指示吗？若没有，小女子身体娇弱，营养不良，得进屋休息了。什么？她说自己身体娇弱，营养不良。眼前挑腮杏人，顾盼霞飞，一手提人，还中气十足的女子又是谁？再一次，燕凤阳对宁仪真的印象颠覆了认知。眼前的女子真的是那个宁家那个只会娇羞地看着自己，目不转睛的小姑娘。睁眼说瞎话的本事很强吗？燕凤阳被气笑了，她威严的表情因这笑而更冷了。顿时，她双眼微眯地看着宁仪真相：你是谁？他们又是谁？老实给朕交代，否则别怪朕不客气。他是谁？这男人脑子不是打仗打坏了吧？宁仪真撇了撇嘴，白眼一翻：皇上不认得我宁仪真，刚才却叫我废后，难不成皇上您是在边关待久了，太久了没见着女人，逢人就叫皇后？这话一落，燕凤阳脸色漆黑。他太久了没见到女人，边关虽然不如京城人多，但那也不是荒无人烟的孤岛，没女人。这女人嘴好多。燕凤阳脸色漆黑的指着2只小问：宁氏，这是你与哪个野男人生的？作为废后，你竟然敢在冷宫中生下野种，你好大的胆子！野种？呵呵呵，宁仪真笑了，这狗男人竟然骂自己的亲生儿女是野种，骂得好！可一边的宁一月听到这2字，兄妹俩对视了一眼，然后就像2只兔子一样的冲了过去。坏叔叔，竟然敢骂我们，打你！你这个大坏蛋，我们是娘亲的孩子，不是野种。哥哥，打他！记得给花花一个5星评哟，谢谢你们打，我会努力的。第0039章，打，狠狠的打！一声令下，宁倚天与宁一月2人从地上捡起来棍子，迅速开打。燕凤阳还真没想到这2只小说打就打，完全没有一点预兆。他更想不到的是，这2只小的力气竟然如此大。虽然他们手上的枯枝只是晒干了的小树枝，但是打在他腿上还怪痛的。若是别人敢打他，燕凤阳早就一剑就送了他们的小命。可眼前却是2个长得奶萌可爱，一胖一瘦成决然对比的孩子，真让他下不了手。他下不了手，可宁一月下得了手。为了表功，他大声指挥着自己的哥哥：哥哥，打他屁股，打屁股最痛了。对，自己妹妹的话一落，宁倚天立即转攻了方向。娘亲打屁屁的时候真的好痛的。知道了，昨天娘打了我的屁股，今天还痛呢。妹妹你好棒哦。一边燕凤阳听到这对兄妹俩的话后，瞬间石化，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屁股上也挨上了2棍子。从小到大，谁敢打他的屁股？他可是老虎屁股，别说打，摸都没人敢摸。一瞬间，燕凤阳的脸涨得通红。霍霄，把他们给朕抓起来！别说燕凤阳呆了，侍卫统领霍霄也是真的看呆了，甚至连救驾的事都忘记了。眼前这2个漂亮的惊人小娃娃，竟然如此强悍，这神情与自家主子在战场上拼命时的表情一模一样。够凶，够猛，够泼辣！天哪，他怎么下得去手？燕凤阳一叫，霍霄顿时为难了。皇上，他们是2个孩子，属下。宁仪真见燕凤阳搬救兵，顿时大骂起来：燕凤阳，你真是太不要脸了，让大男人来欺负孩子，你的脸呢？天儿，月儿，他敢侮辱你们的娘亲，给我打，狠狠的打，打得他连爹娘都不认得，我负责。燕凤阳，到底是谁欺负谁啊？对这2孩子确实没法下手，燕凤阳只得边逃边叫：宁氏，让他们住手，否则就别怪朕对他们不客气了。可宁仪真哪里肯，积攒了2辈子的恨，今日机会来了，不用白不用，打，狠狠的打！燕凤阳真要吐血了，难道让他出手？这2个奶娃子怕是只有3、4岁吧？他一出手，他们受得了吗？宁氏，你放肆！朕还没追究这2个野孩子的哪里来的，你竟然敢得寸进尺！再不叫他们住手，别怪朕不客气了。自己的儿女都不认，还野孩子？特么的燕凤阳，今日就打你个没商量！天儿，月儿，他们敢说你们是野孩子，给我往死里打！这话落下，2只小的劲道暴涨。一瞬间，
燕凤阳被逼得手忙脚乱。霍萧，没听到命令是吗？完蛋了，皇上是真生气了。霍萧心中一惊，话才落下，两只小被人拎了起来，四手四脚在空中乱舞。皇上怎么处置？被人拎着的宁一月气死了，这可是拎小狗的拎法。想不到他堂堂宁二爷，今日竟然被人像拎小狗似的拎起来。这狗腿子竟然敢这样拎他宁二爷，这是不想混了是吧？他怒吼着：小人，放开我！有本事与小爷正式挑战，偷袭算个什么鬼？放开我们！宁倚天不爱说话，但是今日这人侮辱了他，他的脸都气黑了，圆鼓鼓的大眼死死地瞪着霍萧。若不是娘亲说不能让别人知道他的异能，他铁定把这两个坏人给杀了。宁仪真见女儿生气了，立即出声，把孩子放下，为难两个不到4岁的孩子，算什么本事？终于身为暗卫首领的霍萧发现了宁仪真的相貌，他脸皮抽了一下。皇夫人。宁仪真牵过自己一双孩儿在自己身边站定，见霍萧很尴尬，便淡淡的道：霍统领，不好叫是吧？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叫的，你直接叫我废后好了。天儿，月儿，咱们回家玩蝈蝈去。宁仪真的话一出口，宁一月蹦了起来，走喽，斗蝈蝈了。今天我必胜。娘亲，我的黄须将军，您训好了没有？今天我一定要赢了哥哥。宁仪真一手牵一个，宁一月的话一落，他立即应道：当然训练好了，我是谁？连一只蝈蝈都训不好，我还配当你娘亲吗？宁一月开心极了，他娘亲就是这世上最厉害的人了。他蹦了起来，娘亲真棒，娘亲不愧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训蝈蝈大王。哈哈，月儿真上道，来，让娘啵一个，明天娘亲再给你训练一只。这下宁一月更是开心的跳了起来，太好了，哥哥，你的红头将军危险了。这三人把燕凤阳当了空气，顿时他的脸色越来越黑，这女人真是胆大包天了，竟然敢把他这95之尊的话当风在吹。顿时燕凤阳脸色一沉，站住，朕没发话，你们几个走走试试。臭男人，除了危险，你还有点别的本事吗？生气的宁仪真回了头，转过身，目光冷冷地盯着他。皇上，您可别吓我，小女子胆小娇弱，经不得吓。刚才本人已经受了不小的惊吓，这一会身体极不舒服，想要回去休息了。请问皇上，民女可以走了吗？燕凤阳从来不知道这世间还有女人敢和他对着干，若你跪下求朕，朕可以考虑考虑。哼！宁仪真这下不是生气，而是怒了。顿时他一声冷哼：燕凤阳，你让我跪下来求你，我只问你一句，你配吗？这话一落，燕凤阳声音瞬间冷若冰霜：宁仪真，你可知道你在与谁说话？你再说一句试试。面对燕凤阳的威胁，宁仪真脸不变色心不跳，别说一句，就是说10句100句我也敢说。尊敬的皇帝，您让我跪着求您，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宁仪真的挑衅，燕凤阳瞬时脸色漆黑，来人，把他给朕拿下。战50，你敢动我娘亲，我与你拼了！谁敢动我娘亲，我定当恨他一辈子。两只小萝卜头一听燕凤阳要捉拿他们的娘亲，瞬间像两个小斗士一般挡在了他们娘亲的前面。第0040章，看在孩子的份上，一样的身高，一样的大眼，一样恨不得吃了自己的表情，唯一不一样的就是一个胖的可以让人心软，一个却瘦得让人心疼。不知为什么，看着这兄妹俩，燕凤阳心中的怒气突然就消失了。见两孩子怒视自己，他重重地叹出一口浊气。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若你好好回答朕的话，朕就饶你这一次无礼。说，这两个孩子是从哪来的？饶？宁仪真一脸鄙视地看了燕凤阳一眼，在下并不需要皇帝您饶，若你非要知道这两个孩子来处，我可以告诉你，我叫宁一月，外号宁死不屈，是我娘从臭水沟里捡来的，所以又叫臭丫头。妹妹自报了家门。宁倚天目光淡淡，我叫宁倚天，外号宁缺无烂，一天一夜还宁死不屈，宁缺无烂，这是个什么鬼名字？好好的孩子被这个女人给教坏了。一口老血从燕凤阳的喉咙喷出，小家伙，你们多大了？老实说，要不然别怪朕把你们的娘亲关起来。兄妹俩异口同声，3岁半。3岁半？燕凤阳凤目沉沉，这女人被他打入冷宫4年多，而孩子3岁半，那么这孩子好啊，竟然敢把他的儿子女儿藏在冷宫养，这女人真的是罪该万死。来人！霍萧立即应下，属下在。皇上有何吩咐？燕凤阳指着兄妹俩对霍萧道：把他们给朕带去龙栖殿，这是朕的孩子。确实是皇上的孩子，那个小公子与皇上太像了。霍萧深以为然。想抢孩子？宁仪真心中冷笑一声，狗男人，既然你肯上钩，那本宫就成全你。
你想干嘛？这是我的孩子，谁敢动手，别怪我不客气。走开！他的孩子？燕凤阳心中满是怒火，他眯着眼看着宁仪真，宁氏，你私藏皇子皇女，可知这是大罪？私藏？宁仪真冷笑一声，当年皇上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了，索凡与宁氏与孙家有关的一切，你都不想再看到。这2个孩子是我生的，自然与我有关，就算是告诉您了，您会想看到他们吗？怎么，现在反悔了？刚才您可是亲口说的，他们是野种。他不是反悔了，而是被这一对宝贝给迷上了。脸热了的燕凤阳双眼沉沉，孩子虽然是你生的，可却是朕的种。你不想朕灭了你宁家9族，就阻拦？狗男人，你还能有点别的本事吗？来来回回就这么一句，既然你要带走，那就带走好了。这机会可是你自动送上来的，可别说是我利用你。宁仪真一个眼神，宁一月就立即大哭起来，我不要跟你们去，我不要跟你们去，哥哥，快救我！娘亲，快救我！宁以天却没哭，小小的他心里很清楚，眼前的人就是他们的父皇，这大梁国最有权力的人，而他是大梁国的大皇子，将来的太子，未来的新帝。娘亲说了，他们不能永远活在冷宫，娘要把这天下给他夺过来。但是他不要娘来夺，娘若喜欢这天下，他会自己来夺。宁以天伸手拉住自己妹妹的手，妹妹，你别哭，哥哥现在救不了你，等我长大了一定救你。这话一落，宁一月哭得更伤心了，仿佛天要塌了一样。此时的他完全没有了宁二爷的气魄。娘亲，我后悔了，我不应该怕苦不学武，我错了，娘亲。呜，娘亲快救救月儿，月儿不要被抓走，月儿不要离开娘亲。呜，宁仪真也跟着吼叫，放开他们，他们还小，离不开娘，放开他们，放开他们。燕凤阳，求求你不要把他们抓走，他们还小啊。你的后宫豺狼虎豹环伺，他们会有危险的。假装要冲上前，却不知从哪飞出几个暗卫，齐涮涮的把宁仪真给拦住了。现在来求情，太迟了。燕凤阳看了一眼泪流满面的女子一眼，一言不发的转身出了冷宫。娘娘不会有事吧？直到一行人走后，江嬷嬷才问。她眼中带着不安，这2个孩子可是她一手带大的，那是她心中的至宝。宁仪真一脸冷笑，伸手擦去脸上的泪水，哪里还有半点忧伤。奶娘，既然他回来了，孩子自然得养在他身边，现在他们不小了，分得清是非了。我们是得出去了，要不然这皇后的位子就得被别人占了。既然这机会来了，不用白不用。今日这可是天赐良机，是我求都求不来的机会。他的主子完全不一样了。江嬷嬷知道自己眼前这女子所说的话，恐怕不会是假。虽然不是造反，但是这皇位非得是他的小主子不可。娘娘想怎么做就只管怎么做，琐碎之事有老奴在，娘娘只管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奶娘还是与前世一样，她的忠心日月可见。很快，冷宫中闭门做手工的嫔妃们都知道了这事，纷纷跑了出来。仪真，这可怎么办？小天儿与小月儿不会哭吧？他们可离不开你啊。刘美人虽然性子尖，可这3年来她还真是被这一对小家伙给迷住了。齐太妃比较稳重，大家都别急，这或许也是好事。小皇子与小公主都大了，是时候出去了，我们总不能一直把他们养在冷宫的。话是这么说，可刘美人担心的是，太妃姐姐，您不是担心到时候皇上不给仪真高分位，小皇子与小公主不给他养吗？齐太妃淡淡一笑，现时日不同以往，现在怕是由不得皇帝了。仪真手上的筹码，他肯定看得上。什么筹码？银子吗？大家都承认，这3年多来，宁仪真确实赚了不少银子。别说他，就是自己这伙人手上也是沉甸甸的。可是他再多的银子，也比不过皇帝的私库吧？那个皇帝会为了这一点点银子，就会给仪真分高位？顿时，众人心里没了底。第004幺章，爹爹是个什么东西？陈太平也是这么想，因为除了银子，还能让皇帝在乎的东西是什么？他还想不到。仪真，若是你手中的银子不够，我手上还有一些，你拿去。这份位绝对不可以太低，要不然你就没有资格养大皇子与公主。这话让宁仪真很感动，她真心的道：太平娘娘，谢谢您的心意，不过这些不必。仪真，我靠的不是银子。不是银子？陈太平不解了，不靠银子那你靠什么？皇上这么不喜欢你，恐怕他不会轻易给你高分位。高分位？除了皇后之位，别的他都不要。您放心，他会给的。好吧，自己是想不出什么法子来帮忙了，可陈太平却相信宁仪真的能耐。行，到时候要是有什么我们帮得上忙的，你只管说。这几年大家相依为命，虽然个人心底也会有点小心思，可大体上来说真的很不错。宁仪真点头，会的，
我一定会来找你们的。这几年若不是你们，我不可能过得这么开心。有吗？明明是因为有他，冷宫才变成一块福地吧？不是他，他们就算不饿死，也会病死在这冷宫中吧？冷宫中人人心涛翻涌，而此时宫中却炸了锅。太后，您听说了吗？皇上带回来了2个孩子，一男一女，听说是冷宫废后生的。什么？竟然还有这事？一个嬷嬷从外面奔了进来，坐在贵妃椅上的谢太后立即跳了起来。你说什么？孩子？冷宫废后生的孩子？孩子多大了？是的，太后，确实是冷宫废后生的孩子，今年已3周岁半了。江嬷嬷是太后的心腹，这事她已经打听清楚了。3周岁半，3周岁半，那个贱人已打入冷宫4年多，若打入冷宫时有身孕，孩子确实是这么个年纪。这几年先是侄女自杀，后是皇上亲征，可以说谢太后在宫中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还真是把这个事给忘记了。可看到那2个孩子，嬷嬷连连点头，看到了，男孩子为常，与皇上小时候几乎一模一样，女孩则与冷宫内卫有8分相似，竟然真的是皇上的孩子。谢太后的双眼沉了下来，本来准备过几天等接待完西里使团后提立后之事，看来不是那么容易了。去，给谢家传个信去。蒋嬷嬷立即低头，是太后。除了太后之外，宫中最被震惊的人是高德妃。谢珠儿死后，新晋的张贵妃就一直生病，根本无能打理后宫。这后宫一直由她打理，虽然皇上不沾自己的身，可她权力在手，这后宫之人是谁也不敢看不起自己。可现在废后既然产下了龙凤胎，这后宫之权还会在她手上吗？高德妃双眼沉沉，平儿，叫大海兄弟仔细打探龙栖殿，本宫要掌握那边的情况。是，娘娘。大宫女平儿立即下去了。在厅中踱了几步后，她眼珠一转，翠儿，给我父亲传信，就说宫中废后替皇上生了一对龙凤胎，让他把这消息传给西里琳琅。是。宁一真，你想母凭子贵吗？呵呵，得看你有没有这个命啊。皇上最痛恨的就是孙相，你是孙家的外甥女，这辈子就别做这个梦了。高家与孙家当年可是亲戚，高家揭露孙丞相有功，当时才是贵嫔的高云儿随后封了德妃之位。曾经的高德妃与宁仪真可是小时候的姐妹，她不会允许自己的对手东山再起。只是此时高德妃并不知道，现在的她在宁仪真眼中连一只蚂蚁都不如。就在这时，一只鹦鹉悄咪咪地飞进了冷宫。主人，2个小主人都被抱去了龙栖宫。抱去了龙栖宫啊！看来刚才自己那一番哭诉起作用了哈。宁仪真嘴角高高挑起，燕凤阳，这可是你给我的机会，可别怪我不客气的用了。小绿，去告诉小月儿，叫她使劲的哭。是，主人。龙栖宫中，2只洗得白白净净的兄妹俩被放在了龙床之上，白如鸡蛋的肌肤，精致逼人的五官，真的是眉目如画。不管从哪一块来说，这2只小都漂亮的惊人。可惜的是，那可爱的让人想抱着啃上几口的小姑娘，她一直在哭，从惊天动地到轻轻抽泣，到淹了似的趴在自己哥哥怀里。德公公看着心好痛，皇上，公主她会不会出事啊？他哪知道，小女儿哭得撕心裂肺要找娘亲，燕凤阳心里说不出的滋味。这是他的女儿，长这么大了，他才知道，这是他的血脉，他真正的亲人。可他们不认得自己这个亲爹。想到这些，一股怒气从燕凤阳的心底升起，他好想抓紧那女人狠狠地揍一顿。可这一会明显不行。燕凤阳12岁上战场，他实在是没有哄孩子的经验，但德公公怎么哄都没哄住，他只能自己亲自出马了。伸手抱起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宁一月，燕凤阳笨拙地拍了2下，乖，不哭了，你可是堂堂的宁二爷呢。我不是坏人，我是你们的爹爹，你们不要哭了，我让人带你们去骑大马。爹爹，那是个什么东西？宁一月的哭声终于放低了不少，他一边哭一边问，哥哥，爹爹是个什么东西啊？宁一天没哭也不会哭，他可是牢牢地记住了，他是男子汉，流血也不流泪。但他被侍卫一路抱过来后，就一直紧绷着小脸，只有妹妹问一句，他才答一句。我也不知道爹爹是什么东西，娘亲没说过。一提到娘亲2字，小月儿仿佛想起了自己的任务。哇哇哇哇！我要娘亲，我不要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爹爹。娘亲，娘亲，你快来救月儿，快来救我！呜呜呜！燕凤阳抚额，这废后太可恶了，竟然让2个孩子不知道爹爹是个什么东西。不，爹爹根本就不是东西。说着说着，燕凤阳自己都牙疼了。他这是自己在骂自己不是个东西吗？好吧，对于孩子来说，他这亲爹确实不是东西。第0042章，出冷宫是有条件的，承认了自己不是个好父亲，
燕凤阳的心更柔软了。月儿乖，月儿乖，不哭不哭好不好？父皇告诉你们，爹爹不是东西，是与娘亲一样，在这个世上与你们最亲的人。每个孩子有娘亲就会有爹爹，要不然就不会有你们。可宁一月哪是能哄得了的人？一瞬间声音更高了，啊！坏人骗子，娘亲是女人，你又不是女人，你怎么会跟娘亲一样？骗子，你就是个骗子！娘亲，娘亲，月儿遇上骗子了，您快快救我们呀！呜呼！听着自己女儿口口声声说亲爹是个骗子，燕凤阳的心情突间又复杂了。这女人太过分了，恨她可以啊，但也不能和孩子连她这个亲爹提都不提一下吧？可就在这时，怀里的小丫头嘤咛一声，突然倒下了。燕凤阳慌了，传太医，快叫太医来！德公公也急了，是，马上就来。很快，太医们来了，一来就是一堆。李太医贵为太医院院士，自然是他头一个替宁一月检查了。一会后，皇上，小公主哭太久了，哭得气短晕倒了，头痛。燕凤阳不知道要怎么办了。为了孩子，要不把宁氏放出来，让她在龙栖宫当个宫女？不，这女人太可恶了。两个孩子都这么大了，若不是今日自己发现，她还不准备让自己知道孩子的存在。这么可恶的女人，她不会把她放出来的，更不会让她在自己面前晃来晃去的。好好给她看看，看看有没有办法让她醒来。李太医立即道：办法是有，针灸就能让小公主醒来，不过她哭太久，不如让她先睡会。话一落，燕凤阳脸一板，这是睡吗？她都晕了，你的医术到底行不行？吓得一个哆嗦的李太医立即弯腰请罪：皇上恕罪，小公主虽然是晕过去了，但也是在深睡，若她醒来再哭个没停的话，会有危险。这样，燕凤阳才认回自己的儿女，哪肯让她冒风险？那她这一睡能睡多久？应该能睡2个时辰。看了一眼神情呆滞的儿子，燕凤阳挥了挥手：你们都下去吧。方德言，弄些孩子爱吃的来。德公公立即应下：是。次日，龙栖殿又是一片混乱。皇上，皇子与公主又不肯吃东西了，刚刚吃下去的吐出来了。一夜陪着，两孩子除了哭就只会睡，折腾了一个晚上。进上书房还不到半个时辰的燕凤阳听到这个消息后，真的头痛了。太医呢？太医哪去了？德公公立即道：都在，可是没用。小皇子与小公主根本不让人靠近，一靠近就哭。皇上，这样下去真的会出事。燕凤阳没了办法，他起身从上书房出来了。可刚到门口，哥哥，呜，我怕这里的老妖婆。你说老妖婆会不会晚上悄悄地把我们俩给吃了？我不想死，死了就会硬硬的。我不要死，我要娘亲！呜！殿内的墙角，宁以天紧紧地抱着自己妹妹，安慰着：不怕，老妖婆要是想吃人的话，我让她先吃我。可听了这话后，宁一月却依旧一脸忧伤。可是吃完你，她一样也会来吃我的呀！哥哥，我想娘亲，我要娘亲！呜！我想娘亲！呜！你带我去找娘亲好不好？宁以天的听力非常惊人，他已经知道门外有人了，于是放大了声劝说道：妹妹不哭，哥哥也想娘亲。可是出不去，我们被坏人抓起来了。这坏人不要娘亲，我也没有办法。越说不哭，可哭声越大。我不要坏人，我要娘亲，我讨厌坏人。娘亲，你快来救月儿，你快来救月儿。我想你了。看着这一对躲在床边相依在一起哭得不行的兄妹，燕凤阳没了办法，去冷宫把宁氏给朕带来。德公公一听，心头终于松了口气，是，奴才遵命。燕凤阳以为只要他低头了，宁仪真定当识趣，乖乖地跑来宫中带孩子。可是弯腰回禀的德公公被自家主子看得心虚了，回皇上的话：他说他是废后，没有资格进龙栖殿，请求皇上把2个孩子还给他。什么？不来？好你个宁仪真，竟然敢跟朕叫板！燕凤阳的脸黑了，摆驾冷宫。是。2刻钟后，冷宫。宁氏，你好大的胆子，不怕死是吧？竟然敢抗旨！死过多次，宁仪真可不怕死。如今的他身上绑定了一个系统，死后又会有新的人生，而且他笃定眼前的狗男人为了2个孩子也不敢杀了自己。皇上，民女并没有说假话，以民女的罪女身份，确实没资格进您的龙栖殿。明明是如此，但燕凤阳还是很生气。你到底想怎样？说，要如何你才肯出这冷宫？求他出冷宫？当时你把我扔进来的时候，可不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吧？心中冷笑一声的宁仪真淡淡的回应：若想我回宫，可以恢复我的后位，否则免谈。什么？他要他恢复他的后位？燕凤阳想杀人了。一瞬间，燕凤阳的表情成了一头孤狼。宁氏，
朕以为关你在冷宫中，你会变聪明点，看来你比以前更愚蠢了。你不问问自己，你有资格当皇后吗？她没资格。宁仪真也抬起头，双眼冷冷地盯着燕凤阳道：“有没有资格，不是皇上说了算。”什么？他的皇后，他说了不算？一时间，燕凤阳被气笑了。好好好，你有种！朕说了不算，那你说谁说了算？宁仪真头一仰，双眼看向了天空。天下百姓说了算，后位者有德能者居之，谁可载舟，亦可覆舟。虽然皇上是天下百姓之主，可是若不得民心，一样坐不稳这个位子。历朝历代以来，这样的例子不少。那些不得民心的君王，可没有几个当得长久的。第0043章，小女子就是德能兼具者。燕凤阳可想不到，他的废后还能挺能说的。他气笑了。好好好，朕想不到关你几年别的本事没长，这嘴上的功夫倒长了。既然你说皇后之位得有德有能者居之，那你告诉朕，你有何德何能？他没德，他没能吗？老娘可是几世大佬，若不是得把这皇位名正言顺的抢过来，你以为老娘稀罕你个破皇后之位 ？MMP， 心里骂了燕凤阳一通的宁仪真，嘴角含着冷笑道：“民女自小熟读诗书百文，品性温柔，心地善良，心怀天下。身在后宫，却从未做过害人之事，这就是德。对于能吗？不若请皇上带上几位重臣去冷宫的后山看看，看过了再来与民女说能者之事。后山？难道后山有什么宝贝不成？”燕凤阳倒真想看看这女人到底有何倚仗，竟然敢提重归后位。若没有，他必定会让她知道什么叫丢脸。他狠狠的大手一挥，去把2乡、3宫、6部的掌权人都叫来，朕倒要看看这废后要变什么把戏。皇上，德公公怕皇后到时候弄得下不了台，毕竟有2个孩子呢，皇上也不可能杀了他。可燕凤阳的尊严被挑衅了，他双眼沉沉的盯着自己的废后，一挥手，去，朕倒要看看朕的废后有多大的能，敢妄想朕的后位？可以，只要他有这个本事就行。霍萧，立即去叫人。是。霍萧作为暗卫首领，见皇帝是真，立即带人下去了。皇帝来了冷宫，冷宫的嫔妃们都不敢出来。这可不是他们的皇帝，是废后的皇帝。这皇帝对于他们而言是仇人的儿子，所以他们都躲了长乐院内。仪真不会有事吧？陈太平一脸担忧，毕竟从前的她就是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五谷不分的贵女，所以她不知道现在大梁的情况，更不懂得这高产粮食对于现在这个皇帝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她不懂，许多人都不懂。曾经他们都是家里宠大的宝贝女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有王婕妤从小生长在边关，她见识过边关百姓之苦，更清楚这粮食有多重要。陈姐姐只管放心，仪真这筹码很重。这3年，这粮食的产量越来越高，1亩地顶3亩地，皇帝怕是要吓呆了。相对于时事事务的齐太妃点头，有道理。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现在的民间如何，但是这2、3年的战争一打，老百姓的日子应该不是太好过。齐太妃都说谦虚了，如今老百姓的日子岂止是不太好过，那是太不好过了。打仗打的是什么？自然是粮食、银子、人头。近3年打下来，若不是国库快撑不下去了，老百姓快活不下去了，燕凤阳哪敢拿命去拼？众嫔妃们心中不安着，而朝中大臣们则是一个个莫名其妙。皇上让他们来冷宫干嘛啊？难不成这公主与皇子不是皇帝的，而是……天啊天啊，这可出大事了！众位大臣几乎都是大步跑来的。等到了冷宫门口之时，一个个气喘吁吁，双腿发软。一见左相，有人好奇的打听：“左相大人，皇上这是唱的哪一出啊？这冷宫的娘娘出事了吗？”萧远寒也不知道燕凤阳唱的是哪一出。昨日听闻冷宫这位竟然在冷宫中生了对龙凤胎，一个晚上他都没睡着。当年的小姑娘已经是孩子的娘了，看来她这辈子想出宫是不可能了。今日早朝朝堂上有大臣提起了这位废后之事，可皇上并没有言语。现在突然让大家来冷宫，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满朝大臣被叫来冷宫，这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听到右厢钱大人问，他淡淡的道：“在下与钱大人一样，并没有多知晓半分，也不用多想了，反正这都到了，我等进去就知晓了。皇上在等着我们呢。”确实，皇上在等着他们呢。于是众大臣闭嘴了。冷宫大门大开，燕凤阳站在院中，他身后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女子，只见她一身白纱，素面朝天，却给人一种遗世而独立的感觉。天哪，这是那位废后？众位大臣一见到阔别几年没见到的宁仪真时，一个个张着嘴合都合不上来了。这废后不会是仙子附了体吧？
这一袭普通的白纱竟然能衬得她亭亭玉立，仙气飘飘，仿若天上的仙女下凡尘。臣见过皇上，臣见过皇上，臣见过皇上。众大人纷纷行礼。平身。燕凤阳回头看着众臣开了口：众爱卿，废后说他有德有能，若想他出冷宫，除非恢复他的后位。朕问他有何能，他说让朕带众大臣们去冷宫的后院看看，他会把自己的能展示给大家看。现在我们就随废后去后院看看，看看他到底有什么倚仗。若众爱卿认为他担当得起这个皇后之位，那朕就许他所想。什么？皇上让他出冷宫，这宁氏还要求后位？这话一出，众大臣真吐血了。这废后莫不是在冷宫被关久了，脑子坏掉了吧？那可惜这容颜配上的竟然是个傻子，这老天也太胡闹了。一瞬间，宁仪真收到的全是同情的眼光。听了这要求后，镇国公谢人的脸色最为难看。他大女儿死在宫中，他的小女儿养在闺中，等的就是这后位。这废后还真是敢痴心妄想，异想天开。哼，小小女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皇上，既然宁氏有如此能耐，不若我们去看过再说。是啊，看过再说。燕凤阳一挥手，方德言，让你准备好的工具可准备好了？德公公立即上前回皇上的话，都准备好了。那就去吧。一行人满怀好奇往冷宫后院而去。当他们走到后院那荒山边，看到那一袭袭的瓜果蔬菜粮食作物之时，一个个目瞪口呆。这是冷宫吗？这不应该是乡下的农庄吗？第0044章成功归位。众人走到一席地边停下了，看着这从来没见过的农作物，萧远寒好奇极了。皇上，这是什么？燕凤阳也没见过这些东西。宁氏，你来说吧。宁仪真也没多说，他不慌不忙地走到种了土豆的地方，拿过一把锄头挖了起来，就2下挖开了一株。只见那株根下接着一个个拳头大的土疙瘩，直到东西挖出来了，他才站直腰。回皇上的话，这叫土豆，可以做蔬菜，也可以做粮食，它能亩产3000斤以上。什么？这几个土疙瘩一亩地能产3、4千斤？大臣们不信，燕凤阳更不信。方德言，让人来量量这地有多少，把他们全都挖起来过秤。是。德公公应下。燕凤阳指着高粱道：这个你别告诉我能亩产10。宁一真摇头，自然不能。这2年他亩产一直在5担左右，我想提高一些产量，一直没做到。高粱产量不高，谁都知道，但它耐旱，最适宜于西北之地，可是产量从来没超过亩产2担。这话一落，燕凤阳冷冷一笑：你真敢吹。宁一真并不动容，声音清淡，仿佛在自言自语：这里大约有1亩3分地，这块地民女已经种了3年了，皇上可以让人来收割了。那边有1亩地的苞谷，叶已成熟，民女预估产量在10、20左右。至于那小麦，这3年来一直保持亩产9到10时的收成，只是宫中没有水田，否则民女还会试着培植几亩水稻试试，或许会也有奇迹。天哪！一边的众大臣们听傻掉了。若这些粮食真有这么高的产量，那大梁国的百姓还会没饭吃吗？大梁国的军队还会缺军粮吗？若云州大陆的百姓都能种出高产粮来，人人有饭吃，谁还会来犯边关？如今大战刚结束，全国可是缺粮、缺银、缺所有。燕凤阳也被这话给震惊了，只是他很怀疑，你怎么会种地？朕如何知道这些是不是你种出来的？宁一真知道不可能轻易让他相信，但是至于是不是我种的，这冷宫中人不少，皇上尽可找他们问。不过也不能完全说是民女种的，若没有他们帮忙，民女一个人不可能种得这么多的地。这就震惊了吗？老娘能让你震惊的事多了去了。说到这，宁仪真又嘲讽地笑了一下。至于民女为何会这些，这就不是皇上要知道的事了。民女5岁就跟在奇人异士身边，每年回京城就1个月，直到我15岁。后院一片寂静。燕凤阳虽然很冷酷无情，但是他确实是一位好皇帝。眼前这些若是属实，这女人确实担当得了这个皇后之位。来人，把这些都收割起来。宁氏，若这些真如你所说，并且你愿意把他的种植方法及种子献给朝廷，朕许诺你后位。宁一真并不激动，因为他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这狗皇帝虽然不是好丈夫，但绝对是一个好君王。民以食为天，百姓若没有吃的都死光了，到时候的皇帝还不如一条狗。不谈感情，他是最好的合作对象。他服了一服，多谢皇上。民女相信皇上一诺千金，更是一个爱百姓的好皇帝。您放心，这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民女不敢欺瞒天下人。他是一个爱百姓的好皇帝。燕凤阳脸皮一抽，他当然是一个爱百姓的好皇帝了。若这些种子真如你所说能种出高产粮食来，朕许诺他一个空后位又有何妨？宁氏，后位可以给你。
只是这掌管六宫的大权，看你又有何能耐再来讨要。燕凤阳并不知道宁仪真并不要这六宫权力，他要的是这后位，这凤印。因为只有拥有了这些，才能保证将来他的儿子是名正言顺的嫡长子，才能顺理成章的成为太子。他要的不是六宫之权这么一点点，他要的是这天下，给他的儿子要这天下。若是知道他在想什么，宁仪真还得呸他几句。9月22，大吉。冷宫门口，方德言亲自来下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宁氏之女仪真品德贤淑，德能兼备，聪明多才，忠心为国，特立为大梁国贤德皇后，移居凤霞宫，钦此。皇后娘娘，请接旨吧。宁仪真躬身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谢谢德公公。方德言看了宁仪真一眼，道：皇后娘娘，一会奴才在凤霞宫恭迎娘娘，小皇子与小公主已经过去了。收起圣旨，宁仪真站直了身体，多谢，本宫这收拾收拾就过去。方德言走了，众嫔妃一个个喜笑颜开，仿佛他们即将出冷宫一般。太好了，仪真，你成功了。刘美人是真心替宁仪真高兴，被打入冷宫的妃子再出冷宫都难，就更不要说再登后位了，而且还是入住凤霞宫，那可是历代皇后居住的宫殿，她就在隆七宫的边上，两宫之间也就几百步。这么优秀的皇后，只要皇帝经常看到，他一定会喜欢上皇后的。这几年，宁仪真完全收服了众人的心，他们希望宁仪真能得到皇帝的喜欢。深宫中一个不得皇帝宠的妃子，哪怕是皇后，日子也不会太好过。他们希望她好过，他们希望她过得幸福。听到这话，宁仪真朝众人深鞠一躬，多谢了。若没有你们的帮助，若没有冷宫众人的齐心协力，仪真很难成功。你们放心，不管仪真在哪，都是你们的晚辈。有朝一日，我定让你们重获自由。自由这东西，众嫔妃真的不在乎了。在这冷宫里，种种书，做做手工，打打叶子牌与麻将，偶然还加个餐，开个晚会，跳跳那个什么广场舞，这样的日子比神仙还好过。出去，哪来的这热闹与陪伴？出去了，除了争斗、诡计，什么都没有。谁不知道，搞那些事情都得费脑子。这冷宫，还是别出去好了。第0045章，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想到曾经那些为了一个渣男斗得你死我活的日子，真的好不值。王婕妤于是笑道：仪真，你不要担心我们，我们这些都是被亲人遗忘的人，如今在这里，我们亲如一家，过得很开心，很幸福。对于自由，我们并不渴望，而且我们住惯了这里，也喜欢这里，是真的不想出去了。只是你以后身在内宫，一定要步步小心。那些人都不是善茬，你如今重归了后位，恐怕成了别人的眼中钉。所以无论如何，你一定要保护好小天儿与小月儿。这话一落，刘美人立即抢话：是啊是啊，王姐姐说的太对了，我们出不去出就无所谓了。有姐妹们伴过终生，过得很开心。仪真，你别替我们操心了，我是不想出冷宫了。等这话说完，陈太平也接了话：现在说这些太早，仪真，你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好小天儿与小月儿，让他们顺利长大，拿到本该属于他们的东西，这才是我们所有姐妹的心愿。大家纷纷表示，他们现在不想出冷宫了，就算是在这里度过终生，他们也乐意。他们同意，但宁仪真不同意。冷宫虽好，可没有自由，每一天只能关在这一方天地。看来他们被关太久了，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再说了，天下之大，为何不去看看？不。听了众人的话后，他坚定的点头：你们放心，有我在，孩子就会安全长大。该是他们的，绝对就是他们的。但对于你们，我不会让你们永远住在冷宫的。我要带着你们去看这美丽的天下，我要让你们每一个人风光的回娘家，我要让你们每一个有在阳光下肆意的笑，肆意的跑，肆意的唱与跳。若是你们舍得姐妹分开，我会安排好，一定会让你们的余生过得开心快乐。真的吗？将来他们真的能如此肆意吗？若是真有那么一天，那他们的人生也就再也不会有遗憾了。可这一切都还早，这一切都需要眼前的女子去实现。齐太妃挥挥手：去吧，不着急，慢慢来吧，我们的事不是重要的事。出了这冷宫，你就开始争斗了，那些人都不是省油的灯，你们几个一定要小心，记得有空就回来看看。后院的地我们会打理好，你放心好了。后院的地不多，多的是在那荒山上，可这些人不多，所以以后也不必种山上的粮食了，种些自己吃的蔬菜就好了。再过2年，后院的那些果树全部都要结果，到时候他们也能一年四季都吃个新鲜了。我会的，我不会输，一定会赢。你们等着，等着我实现诺言的那一天。宁仪真给大家深深服了一礼，收拾好东西，这才在几个迎接他的太监帮助下进了凤霞宫。此时他并不知道这后宫中已经掀起了多大的风云。皇上，你胡闹！这后宫之主
也是随便就给的吗？你难道忘记了他的舅舅要造反？不行，这是哀家坚决不同意。谢太后知道宁仪真一生子，皇帝绝对会把她从冷宫弄出来，可她没想到的是，皇帝竟然会再封她为后，这怎么可以？皇后之位怎么可以让不是姓谢的人坐？指着皇上，谢太后几乎要跳起来了。这母后虽然不讲理，但好在道理她懂。见太后气得要跳起来，燕凤阳也没多说，只把手中一叠厚厚的纸递给了她。母后，您先看了这些再说。这是什么？谢太后接过一看，高产两种的培植方法，肥料的制作方法，亩产10石的麦子，亩产13石的苞谷，亩产35石的土豆。谢太后一时没明白过来，皇上，这土豆是何物？端上来。很快，燕凤阳身边的一个太监端来了一个盘子，盘子上有几只烤熟的土豆，一盘土豆丝，一盘土豆烧鸡块，一盘炒土豆粉条。谢太后不太明白这是什么，燕凤阳做了个请的姿势，请母后尝尝，这就是土豆和土豆制作出来的菜食。不一会，皇帝走了，谢太后却发起了呆。姑姑，姑姑，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那个贱人，她凭什么占皇后之位？等了快3年，京中贵女们早就知道她将来会当皇后，可突然废后重新封后，谢言儿是真急了。谢太后也很烦，可是她无法反对。3年战争一打，大梁国国库空虚，粮仓见底。这3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谁也没去统计过。百姓的命虽然贱，但太后也知道，若一个家国没有了百姓，那也将是国不成国了。面对着这侄女，她一脸灰败。言儿，姑姑也没办法，实在是那贱人的筹码太重了，重得哀家。皇上，文武百官都不能不答应。呜呼，谢言儿是真哭了。姑姑，那以后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办啊？谢太后更不知道怎么办，但她也知道这2、3年来一直是自己引导自己的侄女，这才让她死心塌地的等着这个皇后位子的，总归是自己的错。谢太后深深的叹了口气，现在也没办法了，后位一时半会是不可能有了。好在四妃之位还有一个淑妃位子，钱娟已经将位了答应并禁足，姑姑到时候让你皇帝表哥封你为淑妃。淑妃是4妃中分位最低的一个，从皇后到淑妃，她的脸面何在？可谢言儿知道，不入宫，如今的她嫁给谁？她18岁半了，京城别说女子，就是像她这么大的男子，除非是穷人家的子弟，否则都早已结亲了。她要再想嫁一个好人家，难了。想到这，谢言儿双目透露出狠厉。宁仪真，我定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我绝对不会让你好过的。宫中恨自己的人不止一个，宁仪真不用人打听都知道，可是他根本不在乎。这一会，他正准备着去接自己家的2个宝贝。娘亲，第0046章归来大庆。宁一月终于看到自己娘亲了，虽然她皮得要命，可是骨子里还是一个小囡囡。一天没见到自己娘亲，身边又围着一群陌生人，她真的是太想她了。这一会，那离家出走的想法，宁一月已经完全忘记了。宁一真伸手抱起自己女儿，想娘亲了。抱着自己娘亲的脖子，宁一月把小脸埋在自己娘亲的耳边，委屈的点点头。月儿好想娘亲。娘亲，以后月儿又可以跟娘亲住一起了吗？宁一真闻言亲了亲她的小脸，才点头。是的，以后月儿又与娘亲住一起了。天儿，这2天你还好吗？儿子虽近，但宁一真不会忽略他。虽然变为人类只有3年多，但是宁以天却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孩。看到娘亲关心的眼神，他立即上前。娘亲，天儿很好，您别担心。天儿知道娘亲如今是皇后了，恭喜娘亲心想事成。但娘亲以后也别太辛苦，天儿想要的东西，天儿会自己去争取拿。儿子太聪明了，怎么办？宁仪真闻言伸手摸了摸儿子的小脸，道：好的，娘亲明白。这2天没好好吃东西了吧？一会娘亲给你们做好吃的去。一说到吃，宁一月的小脸就亮了。娘亲，您给月儿做什么好吃的呀？炭烤大猪蹄子吗？这丫头怎么就这么喜欢吃肉呢？几天没大吃了，小女儿又帮了大忙，宁仪真决定奖励她一回。好，一会我给你们做炭烤猪蹄膀、蒜烤虾、辣烤土豆片。这话一落，小月儿高兴地跳了起来。爷，娘亲太好了，我太喜欢娘亲了。哥哥，今年打牙祭了，你可要多吃点啊。宁以天一听，顿时一翻白眼，吃这么多做什么？吃的你这么胖？不过他不会说出来，妹妹最怕人说她胖了，一说她胖，她就会哭。娘亲，以后我们都要一直住这里吗？看着儿子，宁一真问他：天儿，你不想住这里吗？这里是皇宫，天下之人向往之地。宁以天摇头，不想，住在这里太不自由。若住这里，我想见大爷爷、二爷爷、三爷爷就不容易了。是，这里是好，可是没有自由。
更没有亲情。他的娘亲这么好，可这个父皇却把他关在冷宫，若不是娘亲厉害，他恐怕早就死了。这几年冷宫也不是没死过人，宁以天看在眼里，他心里很清楚，若娘亲不厉害，那冷宫的奶奶们怕是死的没几个了。他一定要努力，早点让娘亲享福。听了自己儿子的话，宁仪真眯了眯眼，等娘亲准备，到时候我们要一个自由出入宫外的自由权。这话一落，宁以天的双眼更亮了。真的吗？真的可以要得到吗？我会努力争取的。外面真好啊，海宽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还能学到很多很多有用的东西。瞬间宁以天的双眼成了天上的星星。娘亲，您慢慢来，天儿不急。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明明才3岁半，却像一个小大人。宁仪真的心里既安慰又心疼。每一世宁仪真都活得不长，完成了任务后，她就被派往了不同的世界执行任务。别说有孩子，就是恋爱都没谈过。可这一世，为了她的孩子，宁仪真决定一定要活得长长久久，活着好好的照顾好她的2个宝贝，把他们养大，看着他们成家立业，成亲生子，幸福生活，绝不让任何人伤害他们。对于宁仪真的崛起，整个大梁国宫内宫外都反响热烈，自然是有感叹的、羡慕的、不解的，当然更不少嫉妒恨的。真正高兴的是秀玉与江嬷嬷，他们与春花秋月不一样，总认为自家的主子就应该出来当这皇后，因为这世上有资格当皇后的人就是他们的娘娘。娘娘，这宫殿还是跟以前一样，您亲手种下的那片栀子花还是那么茂盛。宁仪真最喜栀子花香，这片栀子花种还是自己舅舅托人从南流买来，花香沁人，花苞如何，天下少有的绝品。但因别处并无，所以它很低调。也正因为这份低调，所以它还保存着。花一在，人不同。舅舅死了，外公外婆表哥们都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活着。你们究竟在哪里？为何我派这么多的人出去找你们，却找不到？亲人们，你们一定要活着，活着等我来找你们。想着把他养大的亲人，宁仪真的眼睛湿了，手指间紧紧地掐进了手心。几年没人住的宫殿，处处都显得荒凉，有这片栀子花衬托，倒多了一分生机。再就好，明年栀子花开之时，我们多做些栀子花粉当香料，一年4季都充满花香。这花可是他家主子的最好。秀玉欢喜的点头，奴婢记住了。江嬷嬷也很开心，不过她是块老姜。娘娘，老奴事后您换身衣服去谢恩吧。谢恩。听到这2个字，宁仪真一声冷笑，奶娘，你以为皇上会想见到本宫吗？可……宁仪真挥挥手，别可是了，被迫给本宫这个分位，她心里可恨着呢。是啊，江嬷嬷心中也有数，主子强势入主凤霞宫，皇上一定很郁闷。只是这世间盯着这位子的女人排长队，自己的主子若不强势占位，这后位怎么可以夺回来？为了2位小主子，这后位必须占。但是姜是老的辣，江嬷嬷想得比自己主子远得多。娘娘，既然您不准备离宫，那您必须与皇上搞好关系，要不然辞宁宫那位。谢太后吗？现在的宁仪真可不会把这老妖婆放在心上。3年前她敢把谢珠儿弄死，现在也不介意把这老妖婆弄死。顿时双眸一沉，若她敢作妖，本宫不介意让她躺平。奶娘，以后本宫不会低三下气去讨好什么人。我不会去讨好什么人，但我会凭自己的实力坐稳这个后位。第0047章物是人非。这口气太坚决，江嬷嬷不劝了。主子打定了主意，说明他已经想好了。江嬷嬷心里非常清楚，如今的主子不再是4年前那个只会哭的小姑娘了。主子要怎么做，自己尽全力支持就好了。深吸一口气，江嬷嬷也拿定了主意。娘娘，公主要吃烤猪蹄，老奴去御膳房要些来。凤霞宫要东西，还得她的长宫嬷嬷去要。来人！宁仪真走到门边一声令，一个太监立即过来了。奴才李安见过皇后娘娘。娘娘有何吩咐？李安本就是凤霞宫的太监总管。4年多前，宁仪真被打入冷宫后，宫里的奴才四处托关系离开，就他带着小糜子、小麦子、小谷子一直守在这。后来自己回来成了最低分位，与宫女身份差不了多少的才女，他却带着这3个去侍候他。那时候他们跟着他过得真的很苦。想到这，宁仪真深吐了口气。李安，公主想吃烧烤，你去准备一下。对了，多要一些。说罢，一张单子飘落在李公公手里。是。李安立即跑了。宁仪真牵着2只小进了寝宫，灰尘已经擦去，屋里摆设已经很整齐。虽然家具没有那么鲜艳，可是这里每一处都有着他的回忆。宝贝，你们的玩具都拿来了，自己收拾去。小月儿一听立即欢呼，哥哥，我们玩大屋子去，我要搭个3层的新屋子给娘亲住。燕倚天没这么天真，不过他愿意陪妹妹玩。
兄妹俩手牵手的去玩了。宁一真轻轻的在床边坐下，手轻轻摸着床上的被子，这还是她的嫁妆。突然她想起了一件事，立即站了起来，朝着暗门过去，手指一按，一扇暗门开了。看到室内的东西，宁一真又轻轻退出。还好，像曾经一样，她那些嫁妆狗皇帝并没有拿走，有了她，自己就有了障眼之物了。以后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必看狗皇帝的脸色。娘娘，德公公带人过来了，让您挑选。江嬷嬷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宁一真立即走了出来。德公公辛苦了。德公公立即道：不辛苦不辛苦，这是奴才的本分。皇后娘娘，这是目前内库府送来的太监与宫女，按照您宫中分例，您一共可以挑16个太监，16个宫女，这些都是经过选拨的人，只管放心用，您自己挑吧。多谢了。2刻钟后，上书房，燕凤阳还在看那份粮食作物培植方法，见德公公进来，他立即问方德言：凤霞宫可安排好了？德公公立即回禀皇上，凤霞宫中已安排妥当，宫中的一应物质以皇后之位配置，令小皇子与公主的配置亦安排过去。不过皇后娘娘只留下原本留在凤霞宫的4个太监，另选了4个年纪小的宫女侍候着，其余的都退回去了。就要这么几个人？燕凤阳脸一黑，他这是在防备什么？想到孩子嘴里的大妖婆、小妖婆字眼，他的脸更黑了。这女人如此教导孩子，就不怕把孩子给教坏吗？不行，等孩子到启蒙之时，他得找好2个好夫子，一定不能再让他教了。虽然只与2只小相处1日，但他们却在燕凤阳的心中扎了根。自小父皇严厉，母后只关心他的胞弟燕凤良，很少看他几眼，所以燕凤阳几乎是在孤单中长大。而且燕凤阳心里很清楚，若不是他的胞弟打小多病，恐怕这位子落不在自己身上了。如今既然有2个与他血脉相连的人出现，他内心是多了一种莫名的情绪，那是一种说不出的，让他的心软软的、糯糯的情绪。去凤霞宫。德公公知道皇上是想去看皇子与公主了，立即转身：是。皇上摆。燕凤阳没准备张扬，不必了，劳师动众了，朕坐久了，正好动动。方德言立即住口：是。而此凤霞宫中，李安的动作很快，德公公交代过御膳房，自然是很方便就要来单子上的东西。毕竟今日皇后才归位，皇上宠不宠她，众人还都需要观望，所以御膳房也没为难。东西一到，宁一真就立即动手。见皇后娘娘亲自收拾东西，秀玉立即跑了过来：娘娘，奴婢来收拾吧。您去看看寝宫还有什么奴婢没收拾到位的东西不？上辈子这4个一直跟着自己，可惜自己没能立起来，让他们受了许多的委屈。他死后，他们肯定也没落得个好。这一世，他不会再让他们被人欺负了。再说，他从冷宫带出来的，除了几件衣服外，什么也没带，更没什么东西好收拾的。宁一真摇头：不用。秀玉，你带2个丫头去收拾厨房，看看有没有要洗要涮的。李安，你带小米子去把本宫刚才叫你从冷宫搬来的烤炉拿出来，准备烧起来。皇后娘娘不一样了。李安已经感觉到了，曾经的她天真、善良、胆小、温和，可现在的她却闪闪发光。主子变得如此优秀，作为中奴的李安心中很是欣慰，也很是激动，一瞬间连声音都高了好几度：是，娘娘。等李安下去，宁一真又开始安排：小麦子、小谷子，奴才在。他看了看厅内，指着靠墙的长桌道：把它抬出去，放在花架下，然后把椅子也搬出去。是，娘娘。奴才遵令。大家动了起来。江嬷嬷端了盘从冷宫带过来的水果拼盘走过来：小主子，饿了吧？老奴去给你们泡奶茶。奶粉与茶叶都是空间的，金牌儿童奶粉，有名的9曲红梅红茶，红糖煮的西米珍珠，配上最新鲜的果肉，2只小最爱喝了。谢谢江嬷嬷。江嬷嬷最好了，月儿最喜欢您老了。燕一月又皮又可爱，而且小嘴最甜，奶茶又是她的最好。见江嬷嬷说要给她泡最喜欢喝的奶茶，也不玩玩具了，立即拍起了彩虹屁。而江嬷嬷也最吃这一套，也就在这一瞬间，老脸笑成了一朵花。哎，老奴这就去。第0048章，宁姨真的教女原则。众人都在忙碌，玩累了的2只小也坐下来吃水果了。月儿，吃干净一点。一片蜜梨只吃2口，小丫头就要扔了它去拿蜜挑片。宁姨真立即制止她，可小月儿却撒起了娇：娘亲，月儿这个吃够了吗？我要吃那个。后山上移下来的几株果树，经过3年灵泉水的浇灌，品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个头大了，味道甜了，肉质又脆又松软，冷宫的人都好喜欢。虽然树上还有不少果子，但在对孩子教育的细节上，宁姨真却十分注意培养。把块悯农给我背一遍。燕一月知道娘亲生气了，立即乖乖的把手中剩余的梨肉给吃了，边吃边背诗：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娘亲，玉儿知道错了。孩子认了错，宁仪真就不批评他了。虽然吃东西被试并不好，但他还小，慢慢引导就行。在末世待过的人太清楚食物的可贵，就算现在的宁仪真手握大把的财富，他也从来不浪费粮食。抱着女儿，宁仪真给他讲起了道理。玉儿，这几年天下不太平，很多的人都因为没有食物而饿死了。食物是世上最珍贵的东西，所以不能浪费，记住了吗？燕一月咬咬唇点了头。娘亲，玉儿记住了，再也不会浪费食物了。娘亲给我讲故事好不好？没有这对宝贝之前，宁仪真从来没有讲过故事。可有了他们，又得到了对手的养娃空间后，他就立即变成了故事大王。好，娘亲给你们继续讲《西游记》吧。燕一月开心了。好，我要听孙悟空3打白骨精。哥哥，你要不要听？又听这个？话一落，燕倚天白眼一番。妹妹，这个你都听了3遍了。娘亲，讲后面的。可燕一月不肯。不吗？我就要听吗？娘亲，讲，快讲呀！唐僧骑马东拉个东，后面跟着个孙悟空，孙悟空跑得快，后面跟着个猪八戒，猪八戒鼻子长，后面跟着个沙和尚，沙和尚挑着箩，后面来了个老妖婆，老妖婆真是坏，骗了唐僧骗八戒，唐僧八戒真糊涂，是人是妖分不出，上了当。多亏孙悟空眼睛亮，眼睛亮冒金光，高高举起金箍棒，金箍棒有力量，妖魔鬼怪消灭光。女儿皮的时候比猴子还跳，可女儿一样很娇，娇的时候就能哄死人。这娇糯糯的声音立马让宁仪真的心变得很软很软。她扔了本上下5000年给自己儿子，然后开始了讲故事。话说唐僧师徒4人继续往西走，这天他们路过一座大山，才讲一句，燕一月就嚷了起来：我知道，这山叫白虎岭，名字跟乾坤一样。这小丫头哪是想听故事啊？她纯粹就是想有人陪她玩。我女儿真聪明，记得这个牢，真棒。嘻，娘亲也好聪明，真棒。一会玉儿给娘亲烤猪蹄膀吃。有个娇娇的小女儿，宁仪真觉得人生很满足。孩子是用来宠的，但是绝对不能宠坏。燕月有点小胖，宁仪真不希望她长成一个小胖妞。闻言，她点了一下她的额头，嗔骂道：吃，你这个小吃货。月儿，你真的要做个小胖妞吗？姑娘家太胖了，太妃们做的好看衣服都穿不下去了，别人还会叫你小胖妞，你可要好好想想哦。这样啊，她不要做小胖妞啊。燕一月又开始纠结了，她喜欢穿漂亮的衣服，也喜欢吃肉，这可怎么办呢？小丫头把手留在嘴边，开始认真的思考起人生来。就在这时的门外，一身明黄的高大身影站在门围，静静地听着这母子女之间的互动。皇上，进去吗？德公公轻声问道。燕凤阳惊讶于小月儿背诵的诗，那诗他从来未听过，却觉得随着诗文眼前就浮现出一图农耕之图，而后面那完全就是儿歌。这一切都让他觉得惊奇，这女人的诗歌与故事从何而来？这4年他一直在宫里，却懂得这么多新奇的东西，这女人身上有太多的秘密了。方德言，进门。是。皇上驾到。皇后娘娘请接驾。听到方德言的声音，厅内瞬间安静。宁仪真更是眉头一拧，狗皇帝突然跑来这里做什么？不知道好好的替他儿子治理天下，到处乱逛，闲得蛋痛吗？可人都到了门口，他也不能赶回去，只得立即站了起来迎接。臣妾给皇上请安。儿臣给父皇请安。月儿给父皇请安。父皇，您是来看月儿的吗？父皇，您把娘亲还给了月儿，月儿不骂您坏蛋了。圆乎乎的小脸，红莹莹的小嘴，那奶萌的可爱模样，让燕凤阳一时无言了。感情朕不还你母后，朕就是坏蛋了。不过他们叫他父皇了，他们这是承认自己这个爹爹了吗？想着孩子嘴里的那爹爹是个什么东西之事，燕凤阳牙根就痛，这一次就免这小丫头的无礼。平身，朕过来看看2个孩子，皇后宫中安排可还满意？看孩子，那就好。这辈子他没想过与燕凤阳拉扯什么，更不想引起他的什么注意力。宁仪真服了一礼，表情淡淡，谢皇上关心，一切甚好。燕凤阳看了看这空荡荡的凤霞宫，拧了拧眉，道：听闻你只留下4个太监，4个宫女，这怎么够用？回皇上的话，臣妾习惯了。这几年身边也只有秀玉与江嬷嬷侍候着，最难的时候都过去了，现在也不需要了。话一落，燕凤阳脸一沉，难道皇后这是在怪朕吗？怪他？呵呵，不行。宁仪真自嘲的淡淡一笑，不敢，一切都是臣妾的命，
命中注定的事，谁也无法抗拒。还说不敢？燕凤阳突然间就被这口气给气笑了。不敢？朕看你敢得很。宁一真，你以为坐上了皇后的位子，一切都得到了吗？第0049章，演技好到爆的小月儿。狗东西，又威胁他，威胁他，他就怕了吗？可没等宁一真接话，一个娇糯的声音响起：父皇，您吃果果，娘亲种的果果，好好吃哦。胖乎乎的小手，葡萄般的双眼。就在这一瞬间，燕凤阳发现自己心中的怒气突然就不见了。蹲下，燕凤阳看着燕一月问道：月儿，这个水果真的是你母后种的？燕一月抿着嘴，用力点头后，把梨子送进了燕凤阳嘴里，并搂上了她的脖子。软乎乎的身子就这样滚进了燕凤阳的怀里，一瞬间她颤抖了一下。都是我娘亲种的哦。父皇，月儿肚肚饿的时候，娘亲给月儿找果子吃。娘亲既美丽又能干，月儿可喜欢她了。你也喜欢她好不好？什么？让她喜欢一个仇人的外甥女？当年她舅舅，他没杀她已经算仁慈了，可要让她去喜欢他，宁一真可没准备要得到狗皇帝的心。这么脏的男人，他才不要呢。他要的只是这个后位。见燕凤阳脸上五彩斑斓，他真担心这个狗男人太宠女儿，而答应了这条件。月儿，下来，秀玉姑姑出来了。燕一月没得到答案，眼睛都红了。娘亲，手一松，燕凤阳怀里一空，那软乎乎的感觉没了，心就在那一瞬间空了一角，好难受。好在这时有人进来了。皇兄，您真的在这里啊？您是来看皇嫂与小侄子和小侄女的吧？哎呀，天哪，这就是本王的侄子和侄女吗？天啊天啊，真漂亮呀！来来来，认识一下，我是你们的七皇叔燕凤城，小宝贝儿，你们叫什么名字啊？门口，一个面如冠玉、温润如风的男子走了进来。燕一月也认出了燕凤城，顿时小嘴张得能吞下一个鸡蛋。天哪，这不是那个抢他蛋糕吃的叔叔吗？他好会演戏啊！燕一月立即瞥下发呆的燕凤阳，奶萌萌地奔了过去。七皇叔好，我叫宁一月，这是我娘亲，这是我哥哥宁以天。今天出什么事了？燕凤城很惊讶，眼前这个双眼红红的小丫头，这么文气不说，还说自己姓宁，不是说都封了皇子与公主吗？那天这小丫头可不是这么乖巧的。燕凤城弯下身子对着燕一月道：小宝贝，现在你不叫宁一月，应该叫燕一月了。可是呜呜呜，这怎么就哭上了？燕凤城牙痛了。哎呦哎呦，皇叔的小宝贝侄女爱，你别哭别哭呀，哭红了鼻子就不好看了。快说说，谁委屈你了？燕凤城一把抱起燕一月，忙不迭地哄了起来。燕一月悄悄的眼珠子一转，冷宫中的祖母们都说了，外面好多坏人，他必须找好多人来保护娘亲。皇叔不是老妖婆，也不是小妖婆，他应该不会害娘亲的，是不是？不害娘亲的人就是好人。手一伸，一双胖胖的小手就搂上了燕凤城的脖子。呜呜呜，七皇叔，呜呜！一瞬间，一股奶香奶香的味道直冲燕凤城的鼻尖。这一下，他挡不住了，立即投降。月儿乖，告诉七叔，是谁欺负你了？有人做主。燕一月一点也不客气的告状：是父皇。啊！燕凤城脸皮抽了，他皇兄欺负自己的这小粉团子般的女儿。那你说说，你父皇是怎么欺负了你的？话才落下，小月儿的眼泪仿佛就开了闸门一样往下冲。呜，七皇叔，父皇他不喜欢娘亲。小太监说了，要是父皇不喜欢娘亲的话，宫里的老妖婆、小妖婆就会来害我们。七皇叔，小月儿不想死，您带我们出宫好不好？抽抽抽！燕凤城的脸皮抽得生痛，这小丫头才4岁不到吧，竟然这么会说。还有这皇嫂真厉害啊！老妖婆、小妖婆，哈哈，那一群人可不就是老妖婆、小妖婆吗？可是她哭得让他心好软啊。燕凤城心疼的不行了，皇兄，小丫头多可爱了，您舍得让人欺负她吗？皇嫂对朝廷贡献这么大，您可别让人欺负了她啊。她有吗？一口老血堵在了燕凤阳胸口。再说，眼前这女人是什么人都能欺负得了的吗？敢与她谈条件的人，这世间去哪里找第二个？大梁国的皇后，谁能欺负得了？七皇帝，你也不是个孩子，是不是想太多？没有人欺负得了皇嫂。燕凤城轻轻一笑，皇兄，这朝中吧，您最大，可是这后宫吧，还有一个太后呢。她不会，你们都放心。真的不会吗？燕凤城不信，宁仪真更不信，自己断了谢家人的皇后之路，这太后怕是恨得他出 S 哟。可他敢出冷宫要这个皇后之位，他就不怕这些个枉妹魍魉。但也就在这时，一个太监在门外禀报：启禀皇上，玉亲王入宫了，已往凤霞宫来了。
什么？黄伯父来了？玉亲王燕兴昌，先帝的长兄，他是太上皇的嫡长子，因天生脸上有胎记，而无缘于皇位。在先帝登基之前，他使出了全部力气，才把这个弟弟送上皇位。燕凤阳能接位，他也有不小的功劳。可以说，玉亲王是皇室中目前最高长辈的存在。燕凤阳很好奇，他怎么来了？德公公上前一步回应：皇上，玉亲王大约是听到了一些风声。回殿。皇上，玉亲王已经到了凤霞宫门口，进来了。还没等他回身，门外已报人已到了。燕凤阳无奈，把黄伯父请进来吧。是。玉亲王今年59，他比自己亲弟弟也就是先帝大了5岁。自先帝基业稳定后，他就不再插手朝中之事，而是寄情于园林，游玩于山水之间。但在燕凤阳登基前，年岁长了些的先帝宠上了丽妃，想把皇位传给丽妃的儿子燕兴从琼王。为了这个位子，琼王与他的外祖秦家也曾多次刺杀燕凤阳。第0050章倚老卖老的玉亲王。玉亲王得知这事后非常生气，多次劝说自己弟弟莫忘记了祖宗法典。也就因为他，才使先帝没有立下诏书，把皇位传位给琼王。在先帝临终前，太后的人控制了宫变，燕凤阳这才上位。听闻玉亲王来了，燕凤成眉头拧了拧，他安慰道：皇嫂，别担心，他不敢对你怎么样。他担心？他担心个屁！宁仪真内心一声冷笑，一个老头罢了，他会怕了他？他只是没想到今日自己才回到宫中，宫中就这么热闹。看来那老太婆是真急了。成王放心，本宫人生字典中没有怕这个字。我赶回凤霞宫，早就想到了这一切。谁敢挡我皇后之路，神来杀神，鬼来杀鬼。人生字典中没有怕这个字，这字典是什么东西？还有字？燕凤成呆了呆，自己这皇嫂真的不一样了，她不会是被人换了的吧？可就在他呆的这回功夫，玉亲王已经被人扶着进来了。对于这黄伯父，燕凤阳极为尊敬。老臣见过皇上。玉亲王一进来就要行礼，他立即亲手扶住了他。黄伯父，不可，不可！但玉亲王一脸正色：皇上，礼不可废。你是君，我为臣，礼为重。规矩上是这么说，但并不是不可灵活变动。燕凤阳依旧坚持道：这不是在朝上，黄伯父可不能行大礼，否则侄儿承受不起。见他坚持，玉亲王只能站定。不过他的双眼却盯上了宁仪真。皇上，听闻废后有利国利民的大功，您才恢复他的后位。燕凤阳点头，正是如此。皇父伯、皇后他种出了天下高产粮食，这是民之本。可玉亲王却道：他本是大良人，献出这些不是应该的吗？一个叛臣的外甥女，他何德何能坐上大良皇后这位子？说出去，皇帝就不怕天下百姓笑掉大牙。宁氏，你若真心悔过，给你个妃位，就自请退下后位吧。这话一落，宁仪真一脸冷笑，真当是不知所谓。退出后位，倚老卖老的老家伙。呵呵，若不是知道这个老亲王是个一心为国之人，他真是连眼角都不给他一个。看在他忠心为国的份上，宁仪真吩咐了一声：来人，看坐。玉亲王不喜欢这个皇后，不是因为她不好，而是因为孙科与太后那些不能说的事。别人不清楚，可他清楚。孙科为何会那么亲身加性命帮着皇上，帮着太后？那是因为太后与孙科之间有不能说的故事。当年的孙科不过为一寒门学子，但却有着天纵之才、潘安之貌，成为先帝的侍讲后，能时时见到皇后。谢太后并不得宠，而且入宫3年未生。当时的他也是仅仅相中了孙科的才与貌，但后来虽然两人当时并未出轨，可心灵出轨那也是要不得的事。只是当他发现时，先帝身体已经垮了，加上他嫔妃太多，玉亲王也不能说什么了。宁仪真的话才落下，玉亲王一脸嫌弃：本王不做。呵呵，真是越老越倔。宁仪真的脸色也不太好了：老王爷，您还是坐下吧。您这身体可别撑着，若倒在本宫宫中，那可是给本宫加了一条气死亲王之罪。本宫刚刚回宫，这份大礼可承受不起。玉亲王多年养优处尊敬，吃得好，玩得开心，真正的心宽体盘。年纪一大，又不爱运动，这人就更胖了。宁仪真的无理气得他老脸通红，看着燕凤阳，双眼一瞪：你看看，你看看，这样的女子怎堪当我大梁的皇后？真的是要为老不尊，给脸不要脸吗？既然如此，那就不要怪他不客气了。顿时宁仪真冷笑一声：呵呵，本宫不配这后位。那老亲王说说，什么样的女子能担当得了大梁的皇后之位？谢氏女吗？我倒想问问，历代皇后谁有本宫的贡献大？若本宫不配，那请问谁配？你配？你！玉亲王被无话可说了，他没想到这废后竟然如此能说，
而且如此的不尊老爱幼。可是他又没说错，历代皇后谁的功劳有他的大呢？他是不是太偏见了？见自己黄伯父被宁仪真顶得脸红耳赤，燕凤阳亲手提凳：“黄伯父，您还是坐会，先歇口气。”可玉亲王觉得没脸，不坐，一甩手，转身出门。还没轮得上说话的燕凤成立即追了出去：“黄伯父，臣儿送您。”玉亲王怒火没消，一律拒绝：“不用，本王还没老到这个地步。”哼，老夫就看你还有多大的能耐！别以为坐上了这位子就能稳如泰山。好吧，这位黄伯父可是个倔性子，他说不要你送，若你非要送，他得跟你急。燕凤成一躬身：“那黄伯父慢走。”送走了老亲王，燕凤成摸了摸鼻子走了进来：“皇嫂，你果真是好厉害，竟然把黄伯父说得哑口无言。要知道黄伯父这人从来就只是那个指着别人鼻子骂的人，今天您却把他给气着了。宁仪真其实心情很不好，他才入宫呢，这些人就开始作妖了。天地良心，他入宫不是来争权夺权的，他是来养孩子的。若这老头不是个长辈，他绝对不会让他如此轻松的离开。他不配当皇后，难道他配？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本宫不是口才好，而是理在本宫这一方。难不成亲王也认为本宫不堪这个后位？”这话一落，燕凤成连连摆手：“不，皇兄认为您配，那您就配。皇嫂，听闻您那高产良种能让粮食增产几倍，臣弟替天下百姓高兴。今日来，臣弟是来看小侄子小侄女的，不说正事。小月儿、小天儿，七皇叔好喜欢你们呀，要不跟七皇叔去王府上住半个月？”这个皇叔怎么就这么像大灰狼呢？这话一落，颜一月一翻白眼：“我可不是小红帽哦。七皇叔，你这么喜欢小宝贝，赶紧自己生一个呀！你自己生的，天天都跟你住一起，不香吗？别人家的总是别人家的，变不成你自己家的，是吧？”第0051章，七皇叔，王子要配公主大。这一阵对得燕凤成一头黑线。小丫头，本王怎么能因为一棵树就放弃一片森林？这2、3年，本王在替你父皇卖命，连玩的时间都没有，好不好？还成亲？你别这样帮倒忙好不好？这时，你确实该成亲了。这次西里国公主来和亲，你可以考虑一下。看着自己皇兄那充满算计的双眼，燕凤成快要吓死了。皇兄，您可不能这样。臣弟只喜欢我们大梁女子，不喜欢那一国女人，你千万别打这种主意。可燕凤阳却不这么想。西里琳琅相貌，武功都不错，自己这弟弟不求上进，若配上那个火爆的西里公主，或许还能催他上进点。心情不是太好的他，突然间似乎有了一个不错的想法：若你肯，朕给你的封地只在江南。这话一落，燕凤成跳了起来：“不，臣弟我不要封地。皇兄，臣弟再一次声明，您若再给臣弟提封地之事，臣弟就出家。”燕凤阳，这个不求上进的家伙；宁仪真，这个永远都长不大的家伙。哈哈，七皇叔配公主，好好。七皇叔，那是白雪公主吗？白雪公主很可怜的，你娶了她吧，要不然她要被老巫婆的苹果给毒死了。她不想成亲啊。这话一落，燕凤成吓得心肝猛跳。不，七皇叔的小宝贝儿，她可不是白雪公主，她是西里的野蛮公主，她很凶的，老巫婆都怕她呢。七皇叔这么温柔可爱、胆小懦弱的人，怎么能娶一个凶蛮公主呢？你说是不是？哇，这样啊，这个皇叔长得好好看的，确实是不能配一个超凶的公主的。燕一月扭头：“父皇，凶公主配不上七皇叔大，七皇叔要娶白雪公主的。白雪公主又可爱又善良，而且还很聪明的哦，让她娶了她吧。”哇，她这小侄女可以啊。只是燕凤成突然又呆掉了。我的宝贝，白雪公主又是谁啊？你是不把你七皇叔给配出去，不甘心是吧？不对，小丫头一直在冷宫中长大，除了冷宫中的人，她也没见过别人啊。难不成这白雪公主就是冷宫中先帝的哪位罪妃？我的个乖乖！燕凤阳也同样是一头黑线。白雪公主是谁啊？你们关系就这么好吗？小丫头，你七皇叔的王妃可不能是一个来路不明的公主能配得上的。父皇，七皇叔，白雪公主是故事里的人，不是真正的人。燕倚天见2个大男人都被自己妹妹给哄住了，顿时好心的解释了一下。呼，天哪，竟然是故事里的人！还好，兄弟俩大喘一口浊气。厅里一片沉默。就在这时，有人跑了进来：“娘娘，食物准备好了，可以开。”饭字还没出口，秀玉瞬间收声：“天啊，皇上与七王爷啥时候来了？”刚才秀玉与江嬷嬷一直在厨房，她还真不知道，不仅皇上与七王来了，还来了一个老王爷。奴婢见过皇上，见过。还是燕凤成反应快，不必多礼。今日皇嫂搬家，有什么好吃的？
皇嫂，本王能留下来用膳不？人都来了，他还能赶他走？宁仪真脸皮抽了抽，今日他能来宫中，也算是给自己面子了。虽然完全没有准备与狗皇帝将来有什么瓜葛，但是现在她是皇后，必须让众人知道皇帝并没有疏远凤霞宫。这吃人的后宫，皇帝的宠还是很重要的。他不会争宠，可孩子必须是他的宠。秀玉，多上几副碗筷来，准备开饭吧。是。皇上第一天就来凤霞宫吃饭，这真的是太好了。秀玉几乎是飞奔般的进了小厨房。皇上去凤霞宫用膳了，老亲王被皇后气走了。这消息就像长了翅膀，很快就飞遍了后宫。咱们这皇后还真有魅力啊，谦恭之时就隐去了皇上，可真厉害。安美人的话一落，她的贴身大丫头为了她一口吃食，娘娘更有魅力，奴婢愿意为娘娘去死。哈哈，好好好，本宫的魅力最大。高德妃知道这消息后，差一点把指甲给掐断了。狐狸精，本宫就不相信皇上有这么糊涂，还能真宠你。一边的嬷嬷却提醒娘娘，您说皇上会不会把掌管6宫之权也让您交出来？听了这话，高德妃脸色大变，休想做梦。嬷嬷，给爹爹传信，务必让皇上打消这个主意。皇后之位本宫已经没希望了，若掌管6宫的大权也没了，那就只有受人欺负了。是。贵德宫如临大敌，太后的宫中也不安静。谢妍儿一直没出宫，所以这消息她也很快就接到了。姑姑，妍儿好担心皇上表哥的心被他给勾走，老亲王被他气走了，皇上都没责备他，还留在宫中吃饭呢。这皇后的本事确实大，连玉亲王的面子都不给。谢太后眯了眯眼，好啊，宁氏就要你傲。不过皇上倒是有点难。皇上对后宫之事非常冷淡，一直以来1个月他也难得有3天会进后宫。皇帝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正青春年少，怎么会对女人如此厌恶呢？谢太后心想着，除非有隐疾，否则一个正常的男人不可能放着如花似玉的女人不看一眼。这皇帝要么就是天生就是冷淡之人，要么就是还没遇上自己真正喜欢的人。若是前者，谢太后并不介意，只要自己侄女生下皇子，谢家能百年昌盛就行了，爱不爱的那只是过眼云烟。但若是后者，就不太好办了。不管如何，只有让妍儿早早到皇帝身边，他才有可能会喜欢上自己的侄女。若侄女不进宫，哪来的机会为皇上生下皇子？皇后之位没了，但妃位总有。想到这，谢太后心中有了断绝。姑姑知道了，哀家会尽快让皇上选秀的。第0052章，气坏了的西里公主。谢太后的话一落，谢妍儿脸上立即笑若春花。谢谢姑姑，妍儿就知道姑姑最疼妍儿了。那当然，谢太后想，自己连个女儿都没生出来，侄女可是血亲呢。你知道就好，知道了就别心烦了，一切有姑姑在呢。谢妍儿欣喜不已，是姑姑。宫中人心翻涌，而凤霞宫中却热火朝天。太好吃了，太好吃了！皇嫂，您这个调料是从哪来的？能不能给臣弟一些？宁姨真是真喜欢燕凤城这个性子，就像自己的弟弟一样的感觉。自己配的，你要的话一会给你1包。燕凤城是真高兴了，太好了，皇嫂，你真是个好人，臣弟谢谢你了。不客气。全场就只有承亲王燕凤城的声音，而一边的皇上只在一边闷头吃着，他不明白自己这七弟哪来的这么多的话。他吃得太快，方德言烤串的速度都有点跟不上了。宁仪真见闷头大吃的人，顿时嘴角一挑，秀玉，你去帮德公公一下，这边我自己来。秀玉立即应了，等他一挪动，宁仪真动手拿了一串羊肉串放在烤炉上烤了起来。他仿佛就是一位天生的烧烤能手，烧烤手法干净利索。燕凤城看呆了，他这位皇嫂与几年前也差得太远了吧？他非常清楚地记得，当年这个皇嫂可是一只娇滴滴、羞怯怯的小兔子，可如今的她自信地放光。这冷宫真的有这么好吗？能把一个人完全改变？要不他也去冷宫那个神奇的地方住几天看看，或许他会变得跟皇嫂一样聪明、冷静、能干。午后，萧远寒进了宫，一到上书房，他就好奇地问皇上：“听闻您去了凤霞宫午膳？”燕凤扬面无表情，啊，皇上这是真的认可了那小丫头吗？萧远寒心里非常清楚，那小丫头早已经忘记了自己，从她进宫那一天起，他与她只是陌路。既然没了缘分，就希望她过得幸福。皇上，您这一去，怕是朝中又有变化了。变吧。燕凤扬目光清朗，他要的是后位，而他要的也仅仅是一个皇后。有了皇后，也有了儿女，那些个老匹夫再也不会天天吵着让他选秀了。西里国特使现在如何？萧远寒与承亲王负责接待西里国使团，可承亲王天生不是个负责之人，一步抓住就跑了。这不，中午又窜进宫来找饭吃了。他们的贡礼马上就要到了，
就等皇上您的决定，何日入宫就看您的了。不过您突然立后，这西里琳琅怕是已经得到消息了。这话一落，燕凤阳脸色就不太好看了。与他有什么关系？一个战败国的公主，还休想当我大梁国的皇后？他想多了。传令下去，让钦天监选吉日，宫中宴请西里国使团、皇后及后妃陪同。皇上这是要物尽其用吗？萧远寒躬身，是，臣领命。次日，废后再立之事的消息，确实是很快就传进了西里国使臣的耳中。听到这消息，西里琳琅气恨拿起鞭子一阵猛抽，该死，该死，该死！我要杀他，我要杀他！虽然西里国为战败国，但是西里琳琅以为凭着自己的美貌一定能封后，毕竟她是草原上最美的那朵花，而且武艺高强。可她现在没机会了，皇后之位被人占了，人家连孩子都有了，这口气她没地方出了。住手！西里连遇见屋子里被抽得一片混乱，顿时脸都黑了。父皇把这个骄傲自大的蠢妹妹送来，真的是太失误了。就她这样子，就算是进了大梁的后宫，恐怕也活不了几年，何谈找到那炼金刚的秘法？西里琳琅，你在发什么疯？这些东西与你有仇吗？我告诉你，这里是大梁国，不是西里国的皇宫，不是你可以任意放肆的地方。西里琳琅听到这些，更是万分愤怒。二皇兄，大梁国皇帝明知西里送我来是和亲的，可他突然重立废后，这是在打西里的脸，难道你不知道吗？确实奇怪，听闻燕凤阳非常讨厌自己的皇后，却突然又重立她为后，这是怕是不简单。可纵是如此，西里国人又能说什么？西里连玉冷冷地看着西里琳琅，那又如何？打脸又如何？有本事你在战场上打赢他啊！西里琳琅，难不成你以为大梁皇帝无后就会立你为后？别说西里如今是战败国，就算是盟国，你以为大梁皇帝会立个异族女子为后吗？能不能动动你的脑子？父王送你来和亲，为的是求边关安稳，不是求你当皇后的。这几年的仗打下来，你知道西里库中还有多少存粮，百姓还有多少牛羊吗？糊涂的东西，用你自己的脑袋好好想想吧。一甩手，西里连玉出去了。到了门外，他按了按额头，送个这么蠢的女儿来，父皇是越老越糊涂了。3年前他误信了皇叔，非打这一仗，可结果如何？想到这结果，西里连玉连心窝窝都痛了。这一战，且不说陷百姓的生活于水火之中，如今更是割地赔款，送女和亲，送子当质子。西里想未来再迅速崛起，这个蠢妹妹是指望不上了。屋里，西里琳琅又气又怒，但却不知道从何发作。公主，现在大梁皇帝有皇后了，您还想嫁给他吗？不嫁给他，我嫁给谁？西里琳琅虽然对成天黑着个脸的皇帝并不着迷，但是他却特别的崇尚英雄。他的皇叔西里云天可是草原上最厉害的人，手撕虎王，拳打群狼，几十年来无对手。可就是这个大梁皇帝，竟然把他给杀了。战场上的生死，自小在马背上长大的西里琳琅知道，强者为王，弱的为肉，所以他对燕凤阳只有崇拜，没有恨。不管如何，他一定要嫁给皇帝。而且让西里琳琅骄傲的想，本公主长得这么好，武功这么好，大梁皇帝是马背上征战的人，他一定喜欢自己这一款。第0053章，心思各不相同的来使。西里琳琅这么想，但他的大丫头伊玛却不知道他这么想。见自家主子气得不行，伊玛于是劝说道：“公主，你也别担心，依奴婢看，那成亲王也不错。他相貌俊美，风度翩翩，听说他还没有正妃。成亲王是不错，长得也好，相貌俊秀，风度翩翩，可是却不是他西里琳琅的菜。而且他可不相信自己三皇兄的话，什么大梁皇帝不会立他为后？他这么美貌，又这么厉害，怎么就不配当皇后了？”想到这，西里琳琅满脸不屑。不用说了，那个人并不是本公主喜欢的类型，总有一天我要把这废后给弄死。什么皇子与公主，有本公主在，皇帝还能少了儿子女儿吗？伊玛，入宫前多准备些东西，入了宫就没这么容易出来了。主子主意已定，作为首席大丫头的伊玛知道却没用了。是，公主，奴婢知道了。这对主仆在准备。驿馆的另一个院子里，刚甩手出来的西里连玉也在等消息。王爷，打听到了。尤里走了进来，轻声与他汇报。什么情况？听说这位废后种出了高产粮食，高粱亩产能达5担，包谷亩产可达10、20，更有一种叫土豆的东西，亩产能达30几十。不可能的，这怎么可能？西里连玉知道高粱在西里亩产能达3担，那已经是逆天了。包谷好些，可最好也就6、7担啊。若大梁国真的培植出了这种高产粮种，那国力会迅速的恢复，西里将永无翻身之日。不行，他得知道
那是什么样的良种？大梁国打了3年仗，可并没有拖得民不聊生，难道就是因为这高产粮食？大梁国皇帝信了？有理点头，应该是信了，要不然不可能重新立后。确实如此，若不相信，怎么可能把废后再立？就算他生了皇帝的孩子好了，最多能给他一个平位，也算是仁慈了。想到那些高产良种，西里莲玉心中澎湃万分，想方设法拿到这优质良种的培植方法，找一些这些种子，尽快让送回西里试种。自己的主子是个非常厉害的人，他比起大皇子不知优秀多少倍。可大汉表面上虽然很疼自家主子，可他们心里清楚的，大汉的眼里只有大皇子，因为太皇子出生在皇后的肚子里。有理心中替自己的主子不平，但是他没说出来，恭敬的领命走了。等他走后，同行的幕僚葛云道：“王爷，这大梁国的冷宫皇后看样子不一般呀。”“可不就是不一般？”西里莲玉双眼一眯，若有机会，本王真想会会这大梁国的皇后。好了，不说这些了，那巧姬坊的幕后人可找到？说到这巧姬坊，这才是西里莲玉心中的重中之重。他很明白这一仗西里国之所以败得这么惨，一来与大梁国皇帝的本事有关，但关系最大的就是大梁这精密的武器。听闻这武器就是从大梁的巧姬坊卖出去的，而且只卖给了大梁国军队。葛云听到问起巧姬坊之事，他摇头，打听不到。这巧姬坊的武器不做他国生意，除去武器外，别的巧姬坊生意倒是不禁止。这3年来，巧姬坊太出名了，各种新式车轮子、小精巧制作、水车、印刷术，几乎都是世界一流水平。当然，想要他们的制作术可以，只要你拿得出价钱。这2、3年，巧姬坊与各国合作生意几乎遍及了云州13国，那银子更是哗哗的流进了那里。西里莲玉心里非常清楚，大梁国3年仗打下来，能立于不败之地，恐怕与这个叫巧姬坊、清源阁、锦珠阁、百姓食铺、千机楼怕是不无关系。如今最重要的是，他要找到巧姬坊的幕后人，把那先进的炼铁技术拿到手。西里能不能迅速的重新站起来，这个幕后人举足轻重。只是西里莲玉做梦都想不到，他要找的人正在大梁国的皇宫吃中饭呢。今日燕凤阳又过来了，没人知道他曾经中过毒，因中毒而味觉失去了大部分，很多东西他都尝不出味道来。可昨天凤霞宫中的烧烤却让他尝到了久违的美味。为了证实，他又过来了。不过今日吃的不是烧烤，是炸鸡腿。炸鸡腿上裹了一烤烧粉，像烧烤又不像烧烤，反正味道好的不行。燕凤阳一连吃了3个，见他吃得开心，燕一月一如既往的拍起了彩虹屁。父皇，您喝一杯这个茶茶，这个茶茶喝了不上火哦。以前我吃炸鸡腿，若不喝这个茶茶，嘴角就会起泡泡，好痛痛的哦。这话一落，宁仪真嘴角猛抽，小马屁精，这可是老娘加了灵泉水的下火茶，给他吃浪费了。燕凤阳很高兴，不是他知道这茶有多好，而是小女儿的关心让他心窝窝里甜。月儿也多喝点，父皇这边有。燕一月双眼亮晶晶的点头，父皇，娘亲做的东西可好吃的了，就是可惜冷宫里肉肉太少。这小胖丫还嫌吃少了肉。燕凤阳牙痛了，以后父皇会吩咐御膳房，你想吃什么就去拿。燕一月的眼珠子更亮了，父皇，那月儿拿多少都行吗？燕凤阳是个很节俭的皇帝，如今大战刚结束，国库也空虚，他吃东西又吃不出味道来，所以在吃食上他很随意。这话一落，看着小女儿那胖乎乎的小脸，闪亮亮的大眼，顿时牙一咬，拿多少都行。爷，我父皇好好哦。燕一月拍着小手，转脸看着自己哥哥继续赞，哥哥，父皇真的不是坏人呢，娘亲没有说错哦。妹妹真的好狡猾啊，昨天父皇没答应要喜欢娘亲，他还说再也不喜欢父皇了呢，现在却说他不是坏人。呵，他的妹妹果真是天下无敌了。燕一天沉稳的点点头，我看到了。兄妹俩一问一答，燕凤阳头顶乌鸦飞过，他怎么会是坏人？他这么好的亲爹，世上去哪找？一边的德公公听着摇头，完了，这小公主成精了，她太懂皇上的心了。第0054章，哄死人不要钱的小嘴儿。可还没完，父皇，月儿能送点肉肉去给冷宫的太妃奶奶们吃吗？在冷宫好可怜哟，一天一碗清水2个冷馒头，根本就吃不饱不说，他们还要省给月儿吃。要不是娘亲带大家一起种菜种粮，月儿早就饿死了。这样的话，父皇您就见不到月儿喽。德公公一脸乌鸦，小公主，你再戳你父皇的心，他得后悔得去死了。果然，方德言传令下去，以后冷宫的嫔妃每人每天半斤肉，5天1只鸡，你亲自去安排。是，父皇，您真好大，月儿太爱您了。叭叭叭一阵口水，燕凤阳瞬间石化，他怎么会现在才发现这个宝贝女儿的存在？凤霞宫其乐融融，而此时雅贤院中，
知道皇上连续2天去凤霞宫陪皇子与公主用膳，李萍双眼沉如深潭之水。原来皇上不是没用，而是摸了摸自己的小腹，李萍的脸色更难看了。凭什么别人能生出一对龙凤胎出来，而她却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是她没用？明明皇帝来她这里，他们都那个的。虽然每一次他们都在黑暗中进行，但他们确实是，至少她有感觉。为什么呢？为什么呢？难道真的是她不会生吗？李萍做梦也不会想到，她所谓的那些欢好，只不过是她中药后的一种错觉罢了。甚至她的处子之身也是她自己破掉的。好在不知道，要是知道了，她得把皇帝恨出个洞来。安美人是知道这消息后，是宫中唯一一个反应最平淡的人。她心里很明白，皇上一进她的身就全身起红疹，这辈子她就不多想了。以前偶然会宿在她宫中，只不过是烦了那些言官而已。娘娘，你也在担心吗？进来的大丫头个头高大，声音低沉，可相貌却似妖孽。见自己的主子倒在她上沉思不言，她担心地走了过来。看到来人，安美人绽开笑颜。莲英说什么呢？皇上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大家的。如今皇上有了后，这是好事啊。本宫啊，没有强大的娘家，也没有动人的美貌，还是当本宫的贤女好了。有莲英你陪在身边，我这辈子满足了。话一落，莲英见四周无人，上前搂着安美人就狠狠地亲了一口。我的美人儿，奴婢最喜欢您这一身风轻云淡的样子了。不风轻云淡又如何？安美人想，得不到得，就是做梦也没有用。可这辈子入了宫，也别想出宫，她总不能就在这宫中自怨自艾一辈子吧。而身边这个人，可是她一个人的。轻轻拍了身边人一巴掌，脸上全是娇羞状。别闹，小心点。莲英闻言低低一笑，美人您怕什么？这都2年了，谁会来关注您？放心吧，只要您装样子，谁也不会怀疑什么。是啊，谁会关注她呢？宫中虽然美人不算多，可也有10来个。这10来个女人的心全都系在皇上身上，她不争才没人管自己呢。只是可惜的是，这辈子当不成母亲了。突然安美人双眼一闪，莲英，让人注意一些皇上的行踪，若宫中有小宫女被他宠幸怀孕了，一定让本宫知道。莲英眼光一闪，美人是想，本宫想当一回母亲，分位太低的宫女是没有权利养皇子的，到时候我求皇帝给我一个体面。这话一落，莲英轻笑起来，好，奴婢成全您。狸猫换太子，只要安排得好，也不是不可以的。莲英的双眼眯了起来，自己没有任何本事，也只想好吃懒做，不想去奋斗。现在的她不仅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还有美人相陪。若再加一个孩子，那人生就真的很美满了。凤霞宫中，燕凤阳说明天一早去给太后请安。虽然不乐意见到那老巫婆，但宁一真知道，她毕竟是自己名誉上的母后，不见是不可能的。皇帝走了，中午吃的有点多，宁一真准备带2只小狠狠地睡了一觉。而就在此时，秋月悄悄进来了。这2年，除了春花与秋月外，宁一真又带了几个暗卫进来。他让他们化妆成低等宫女，与太监潜伏在各个宫殿里，监视着各宫中的一举一动。这2天，各宫的反应如何？秋月把各宫的情况都理了一下，然后笑道：“主子，各宫反应不一样，只是那安美人还想给皇上生个野种呢。”宁一真一听笑了：“生吧生吧，最好太后也给先帝生个野种下来。我让你放的药，放了吗？”秋月立即点头：“放了。皇后回来了，太后怀孕了，皇上又能喜当爹，喜当兄，多好，双喜临门。”想想，宁一真心情就很好。那谢太后也才45、6，吃得好，养得好，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别说生一个，再生10个都没问题。要不给她整个双胞胎？当时宁一真只是好奇他们的后宫生活，可没想到一好奇，让她发现了这些宫中女子的秘密。安美人偷人，太后也偷人，这宫中的人果真是有趣。不过宁一真也理解，深宫寂寞，都是如花似玉的年纪，怎么耐得住？他们又不似自己想出宫就出宫。给我密切注意着，若谁敢打2只小的主意，杀无赦。是。秋月应下，主子，后宫中防守最厉害的就是太后的寝宫、皇上的上书房与隆七宫，这几个地方，我们的人很难走进去。宁一真理解，毕竟他的人这2年才开始渗入，新人宫中很少人信任。再者，这2个地方暗卫、影子卫不少，想靠近真的不容易。本宫明白，我再想想办法，让他们一时不要去冒险，省得打草惊蛇。秋月点头退下，是。2只小睡着了，宁一真却没有睡意。入了后宫，他的战场就开辟了，他的战斗就开始了。这仗是长久的，他得想想如何打。不过宁一真在世为人的准则是，这仗要么就不打，要打就得打赢。第0055章
出手就不客气。这仗如何打，是个技术活。坐在窗前，看着窗外那一片快要开的栀子花，宁仪真的思绪就飘到了上辈子。那时候也是在这宫中，她跪在地上，皇上，求求您别杀我舅舅，他不会造反的。不会，宁氏，你有多了解你舅舅？他不造反，会养私兵，会私自制造武器。不是的，不是的，舅舅做这一切都是为了皇上您啊！求求您，臣妾可以不要这皇后位子，您放过她吧。听到这话后，宁仪真依旧记得燕凤阳的一声冷笑中带着薄凉。哼，宁氏，你还想保这皇位？你可知道，这2年来，只要一想起朕的后位被你这个讨厌的女人占了，朕就恶心的快吐了。来人，皇后死不认罪，打入冷宫。闭上眼，宁仪真的指甲掐进了掌心，恶心。他说想到他就恶心，还说她是他最讨厌的女人。呵呵，既然如此恶心，那这2天总是跑到他的凤霞宫来做什么？宁仪真又是冷笑2声，双眼结霜。还有，他的舅舅并没有造反，这一点谢卓也承认了。可燕凤阳为什么非杀他不可？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是因为他功高盖主吗？舅舅在朝中当时确实一手遮天，可若没有他的一手遮天，会有他燕凤阳如今的天下吗？飞鸟尽，良弓藏。除了这解释，其余的宁仪真想不出别的理由。哼！突然宁仪真又笑了。燕凤阳，你说看到我就恶心是吧？那你就准备恶心到死吧。这辈子本宫可没准备早死，更没准备出宫。讨厌也好，恶心也罢，这辈子你若不想看，那你就早点去死吧。死了闭上眼睛了，你就永远不用看到了。也不知道坐了多久，门外秀玉的声音传了进来。娘娘，太后身边的蒋嬷嬷来了，宣您带小皇子与小公主去慈宁宫。这老妖婆她回宫才1天多，这就忍不住了，要来给自己下马威吗？既然要斗，那就开始吧。宁仪真双眼一眯，嘴角微挑。宣，蒋嬷嬷是太后的亲信，她不是头一次见宁仪真，只是当她抬头看到一身凤袍的女子时，愣住了。这是那宁家女子。宁家不出名，出名的是宁仪真的舅舅孙科。这后宫之人，无人不知道那风流倜傥、才华过人的钱香孙科。蒋嬷嬷对宁仪真眼中并无半分尊敬。奴婢见过娘娘，娘娘，太后私孙心切，宣您与小皇子、小公主去慈宁宫觐见。对于蒋嬷嬷的态度，宁仪真没去计较，一只狗罢了，只要找到把柄想除去它，那是分分秒秒的事。这时正好2只小也睡醒了，见秀玉给2个小穿好了衣服，梳好了头发，便淡淡的出了声：“带路吧。天儿、月儿，母后带你们见太后娘娘去。要去见那老妖婆了吗？”燕一月眼珠子一亮，一会她一定要好好的看清楚那老妖婆，到时候好好孝敬孝敬她。母后，我害怕。自己这女儿有多皮实，宁仪真比谁都清楚。见这小丫头开始装，顿时她眼光闪了一闪。别怕，那是你们的祖母，她会疼爱你们的。蒋嬷嬷听到太后娘娘4个字，眼神变冷了。这宁氏竟然如此教导孩子，只是她生怕2只小不去，因为今天太后要给他们下马威。顿时她也立即哄道：“就是呀，小公主，太后娘娘听闻自己有了孙子孙女，这2天每一餐都高兴的多吃了2碗饭呢。别怕，太后娘娘可喜欢你们了。公主，让老奴抱您过去吧。”高兴？呵，宁仪真听到蒋嬷嬷在叨叨，就当她在放屁。燕一月才不要别人抱，特别是这个看起来一脸不善的坏人。蒋嬷嬷一伸手，她一甩：“不要你抱，娘亲，月儿要春花姑姑。”春花自然是真正的春花。4个宫女一经挑选进了凤霞宫之后，立即被春花、秋月、立夏、立冬所代替了。对于那原本的4个宫女，早就为了失忆药，已经被送出了宫外。春花、秋月跟上。是，娘娘。带上2个宫女，这最正常。蒋嬷嬷可一点都没怀疑，她早听说了，这皇后娘娘身边4个丫头可是刚从储秀宫选来的，没什么特色的宫女，再多带2个也没有用处。今日太后娘娘心情很不好，多2个出气筒，未尝不好。娘娘请。这边一走，那边迅速有人离去。凤霞宫离慈宁宫并不远，若是寻常走动，不用1刻钟。可这一次有2个孩子，一路上孩子们见到花摘花，见到蝴蝶追蝴蝶，把蒋婆婆鼻子都气歪了。见宁仪真老神在在的看着孩子玩耍，她脸一甩：“皇后娘娘、太后娘娘还等着呢，您赶紧点吧。”话一落，宁仪真脸一沉：“大胆贱婢，竟然敢给主子下脸，谁给你的胆子？小皇子与小公主头一次入宫，他们喜欢玩一回不行吗？分不清尊卑的东西。秋月，给本宫掌嘴！”这个蒋嬷嬷就是太后身边的一只恶狗，上辈子就是她动手打死了秀玉。仇人在眼前，
机会来了，宁仪真哪会放过？叭的一声，话才落下，蒋嬷嬷的脸上就妥妥的受了一巴掌。这一巴掌直接打得蒋嬷嬷嘴角流血。你什么你？看来太后身边的人礼仪没到位。宁仪真一脸凶狠的看着蒋嬷嬷，本宫是皇后，是你能催的吗？看来你还没明白。秋月再给他2巴掌，让他知道什么叫尊卑。又是2巴掌，瞬间打得蒋嬷嬷嘴角鲜血长流，牙齿掉落。见宁仪真如此凶狠，同来的2个宫女吓死了。他们不知道这个皇后竟然是这么大的胆子，竟然敢打太后身边的红人。蒋嬷嬷也被打晕了，她再也不敢催促了，远远的站着，抚着脸，一双仇恨的眼落在了宁仪真身上。贱人，一会到了太后身边，你会知道什么才叫尊卑。仿佛没看到蒋嬷嬷的眼神一般。宁仪真一声冷笑，还没打怕是吧？若是再想挨上几巴掌，你就给我不服。第0056章，蒋嬷嬷进去就告状。好汉不吃眼前亏。蒋嬷嬷在宫中几十年，早就练成了个人精。她很明白，现在的皇后不一样了，与几年前完全不一样了。再与她斗下去，吃亏的还是她自己。虽然心里恨不得立即杀了宁仪真，但现在她还真的是不敢了。老奴不敢，不敢就好。宁仪真心中一声冷哼，这世间的奸奴，若打一阵不服，那就再打一阵好了。懒得与一条狗多说，他一手牵着儿子，一手牵着女儿，在花丛中穿梭，喜欢的兄妹俩像2只蝴蝶在花中飞舞。娘亲，你看那边有棵柿子树。确实是棵柿子树，而且是还开始泛黄了，只是个头极小，远不如冷宫后面的品种。那个不好吃的，我们冷宫后山的比这个大。燕一月点头，我知道的呀，就是说说罢了。娘亲，你看这松树还长松球呢。小丫头就好玩，看哪新奇。1刻钟的路，硬是让她整整走出了3刻钟，一行人终于到了。父皇，月儿有花花，给父皇花花。才到慈宁宫门口，燕凤阳一身明黄的身影站在那里，燕一月像只小鸟似的扑了过去。这一刻，仿佛说这个皇上不是好人的人，不是他。而臣见过父皇。燕倚天上前几步，恭敬的行了礼。虽然2个孩子嘴里有的时候说出来的话不动听，但燕凤阳不得不认同，这2个孩子教导的都很好。特别是这个儿子，小小年纪，沉稳有礼。想当年自己这年纪，恐怕还做不到这份上。平身，臣妾见过皇上。宁仪真只行服礼，燕凤阳淡淡的看了他一眼，平身，进去吧。听闻母后急着看皇孙与孙女，正好朕也今天没来看母后了。真能睁着眼说瞎话，明明是自己让人去给他送的信，让他过来保护孩子的。宁仪真刚入宫，谢家的势力在朝堂又非常大，说真心话，他是真没兴趣现在就与太后明斗。自己刚刚恢复后位，他并不希望现在就明的斗起来，让人看戏。他这个人要么不动手，要么一动手就结束。现在自己的儿子还没长大，太后还不能杀，所以他只能先忍忍。可是太后要与他斗，自己也没有当个缩头乌龟的道理。谢皇上。等这边在行礼，那边蒋嬷嬷已经抚着脸悄悄地跑了进去。一见到太后，他就跪下哭了：娘娘，奴婢没用，您罚奴婢吧。看着蒋嬷嬷的脸，谢太后吓了一跳：丽香，你这是怎么回事？脸怎么肿起来了？蒋嬷嬷拼命地磕头：太后娘娘，刚才您让老奴去请皇后娘娘，老奴也是怕太后您等得急啊。呜呜呜！可没想到皇后娘娘气老奴催坏了他们，开口就让人教训了老奴，说太后娘娘宫中的规矩也不到位。蒋嬷嬷是说的又快又急，3、5句就立即把自己标榜成了一个小可怜，而皇后却是一个狠毒之人。谢太后真是气得吐血了，她老脸漆黑：皇后好大的架子，哀家等的都快瞌睡了，你总算舍得进来了。才听到脚步声，她尖锐的声音就忍不住了：敢打她的人，还敢说她的宫中规矩不行？好你个宁氏贱人，一会哀家就让你知道什么叫规矩。谢太后眼中射出狠毒的目光，思索着要如何收拾宁仪真。可就在这时，母后恕罪，刚才天儿与月儿才睡醒，人很迷糊，皇后就让他们在路上醒了醒瞌睡，所以来迟了一步。皇上来了。皇帝的声音惊扰了谢太后，她看了蒋嬷嬷一眼，紧紧地拧起了眉。刚才丽香怎么没说？蒋嬷嬷也是心中一抖，完了，刚才她只顾得说委屈，忘记说皇上也来了的事了。皇上，你日理万机，这一会怎么到这里来了？太后就是太后，看着门口的一家4口，立即变成了慈母。燕凤阳立即上前弯了下腰，见过母后。正是想到有件事要亲自与母后说，这才特地过来的。没想到这要巧，正好皇后带天儿与月儿来见母后，本来朕准备和他们一起明早来给您请安的。明天？
皇后都入宫2天了，她不应该是第一时间就带来见自己这个母后的吗？听到这解释，谢太后双眼一沉，这皇帝与皇后之间真的只是合作关系吗？还有，这冷宫就这么养人吗？眼前的女子明明相貌没变，可为何在冷宫中待了4年，却比从前美了好几倍？谢太后清楚曾经的皇后长得有多好，她也曾经怕自己的儿子迷上她，所以一直担心。特别是当年燕凤阳对宁仪真虚情假意哄着她的时候，谢太后的心里更加焦急。好在时间不长，人就被她打入了冷宫。不过此时的谢太后真的有点后悔了，这女人她以前怎么就没想到把她弄死在冷宫呢？若早弄死了她，哪还有今天的不开心？儿媳见过太后娘娘，看着眼前眉目如画的女人，太后的心更痛了。她眼一眯，嘴角一挑，皇后，你说哀家宫中的人没规矩，我看是你在冷宫连规矩都忘记了。见了哀家，皇后连跪下都不记得了，真要搞事了。仿佛没发现太后的怒火一般，宁仪真右上行礼了个半伏礼，回禀太后，本宫在冷宫生孩子生得过于辛苦，吃得又差，所以身体非常差。这双腿这几年来为了养大小皇子与小公子几乎快废了，实难下跪，请太后娘娘宽恕。不下跪，这是他与皇帝提的条件。跪天跪地跪祖宗，这一世宁仪真不会跪这个害死他的秀玉的老妖婆。话一落，谢太后脸一沉，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是皇家虐待你了吗？宁仪真神情淡淡，并非，一切是臣媳命节，请太后宽恕。天儿、月儿去见过太后娘娘，燕倚天见过太后娘娘，燕一月见过太后娘娘。两孩子十分乖巧，听话后立即上前，还把信给改了。谢太后真是气极了，怒火充斥胸膛，长得肝都在痛的她。这一刻，甚至连孩子叫的她为太后娘娘而非太后皇祖母都没有注意到。第0057章直接就开队。不过太后就是块老姜，她知道今日治不了这皇后了，皇帝在这里呢。再说她要给下马威的是这个抢了谢家皇后的女人，可不是这2个孩子。虽然她非常讨厌这2个讨债鬼，恨不得弄死他们，但这是皇上如今唯一的儿子与女儿，听说他非常疼爱，自己若虐待了，就会与皇帝离心了。谢太后声音淡淡，起来吧，赏。旁边的嬷嬷立即拿过托盘，托盘里是一块玉佩和一柄上等玉如意。谢太后娘娘，谢太后娘娘，2个玉一样的小人儿，恭敬有礼，乖巧听话，让谢太后心里有火，却发不出来了。终于，她发现了。等等，你们叫我什么？小一月仿佛什么也不懂一般，一脸天真的看着谢太后道：太后娘娘呀。父皇，难道老奶奶这不是太后娘娘吗？老奶奶！众人，太后哪里就老了？她还是一个中年美妇好不好？看着女儿这葡萄似的大眼睛，燕凤阳却心软的不行。虽然有点怪皇后如此教导孩子，可她又不知道要说什么。这些年太后对冷宫所做之事，她也不是不知道。月儿、天儿，这是你们的皇祖母，以后要叫皇祖母，不能叫太后娘娘，知道了吗？小一月顺口就喊了：哦，皇祖母。天儿见过皇祖母。太后肝更痛了，这宁氏是故意这样教孩子的。老奶奶啊，她就成了老奶奶。想吐血的太后抚了抚自己胸口，皇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皇后有病治病，有伤治伤，但这里不可废。燕凤阳也头痛了，他就知道自己母后会抓住这一点不放，可是他不答应这个条件，眼前的女人就不肯拿出那能促进高产的肥料配方来。母后，皇后初出冷宫，身体确实很差，等她静养好之后再谈礼仪之事吧。谢太后听了这话，顿时鼻子都要气歪了。身体差？刚才她打哀家身边的人时，可没见她身体差。皇后，蒋嬷嬷是哀家的人，她本是好意提醒你，你竟然出手伤人，你的眼中还有哀家吗？今天这人，这是铁定不肯放过他吗？宁仪真目光淡淡的一挑，太后娘娘错了，教训这狗仗人势的奴才，用不着本宫自己动手。杀鸡用不上宰牛刀，用了就是太浪费。谁身边没有几个得力的人？什么？他还错了？这一下，谢太后气得快跳起来了。宁氏，你好大的胆子！哀家的人你也敢教训？真以为这后宫是你宁家的了吗？来人，给我掌他的嘴，叫他这么没有规矩！哗的一声，10几个宫婢立即围了过来。见2人杠上了，燕凤阳的头就更痛了。今日要是2个真斗起来，将来这后宫还不成战场？母后，宁氏毕竟是一宫之后，若一个宫婢都敢对她出言不逊，您觉得合适？话一落，谢太后死死地盯着皇帝。皇帝与这贱人肯定不仅仅是合作的关系，今天他就是要看看这皇帝到底向着谁。皇上，若今日哀家要教导媳妇，
你是不是要阻拦？婆婆教导媳妇，这是天经地义。燕凤阳有点恼怒宁仪真的臭脾气了，转身呵斥道：皇后，你是小辈，赶紧给母后道个歉吧。可太后不想就此轻易放过宁仪真，不必，哀家受当不起。来人，给哀家掌嘴50下，好叫皇后知道什么叫尊卑。哇哇哇哇哇哇！父皇，老妖婆要欺负娘亲，月儿怕怕，月儿怕怕。众人，老妖婆！小公主骂太后是老妖婆。一瞬间，谢太后的肚子都快炸了，顿时她什么都顾不得了，指着皇帝愤怒地问道：皇上，你听听，这还有规矩吗？竟然如此教导孩子，这皇后还够格吗？就在这时，幕后跑出来一个人：皇上表哥，这样没规矩的人根本不配教导小皇子与公主，您可千万别大意啊，这可是您唯一的儿子与女儿，万一让人教坏了，您要后悔的。看到谢爷儿这太后的猪队友跑出来，宁仪真快笑了。谢爷儿从小到大几乎有一大半的时间在后宫，只是发现他比上辈子相貌更差了一等，虽然被水粉遮掩了脸上的斑，可依旧是丑得要命。丑人多作怪。宁仪真突来一句，谢爷儿脸色大变，姓宁的，你说谁？你说谁是丑人？我可没指明，谁丑谁知道。丑本来不是你的错，可你跑出来吓人，就是你的错。这话一落，谢爷儿被气哭了，哇哇哇！姑姑，他看不起我，他说我丑。皇上，谢太后这下真气狠了，声音又高了8度。只是燕凤阳却一点也不生气，这个表妹确实是丑，只是碍于谢家的势力，没人敢说而已。而今日皇后不仅说了，而且说得很彻底，就是长这么丑不是她的过错，可天天跳出来恶心人，确实就是丑人之过了。母后，皇后并没有指名道姓是谁丑，是表妹自己跳出来承认的，这也不能怪皇后。再说了，她说皇后无德都能说，皇后就说她一句丑，这有过分吗？2个孩子皇后教得多好，母后可能不知道。前天左相测试了一下天儿，他小小年纪4书5经，对答如流，这样的孩子还不优秀，那谁优秀？谢凯吗？朕听闻这3岁半的表侄子，如今连自己的名字认不出来就不说了，而且对下人非打即骂，这没有错吧？太后光荣的吐血了。谢凯出生时，京城的上空出现紫光，江南水患结束，也是那天传来的好消息。因为这谢家对他可是宠爱至极。3岁半，若是放在普通人家，不识一个大字，不是太正常了吗？他谢家的子孙早认字晚认字，有关系吗？谢太后眼前发黑，嘴唇哆嗦。好好好，皇上，你长大了，翅膀硬了，母后的话你是当耳边风了。今日你若不罚他，母后就自罚3个月如素。呵，这是威胁起皇帝来了呀。听了这话，宁仪真一声怪笑。好主意，如素是个好习惯，多吃点素的，能保太后您老人家多活几年。什么？这贱人竟然敢咒他早死！您是你大胆！可话还没说完，就听得砰的一声，谢太后突然眼前一黑，就倒在了身边嬷嬷的怀里。第0058章，把无关的人员统统扔出去。皇上，不好了，太后被皇后给气晕了。太后一倒，蒋嬷嬷不失时机，高声大呼。可宁仪真才不会让她如此污蔑自己，贱奴竟然敢污蔑本宫，当本宫是病猫吗？叭叭2声，蒋嬷嬷的脸又成了猪头。燕凤阳的头痛的不行了，他与宁仪真可是有协议的，他给他后位，不让他被人欺负，他给他高产种的培植方法和肥料的制作方法，谁若违背协议，谁就天打雷劈。这协议当时可是当着几位重臣立下的，他这才回宫的第1天就闹成了这样，以后这后宫怕是没得安宁了吧？传太医，皇后该住手时就住手，这可是一国太后。宁仪真的没想过要闹的，只是天不由人，这太后非闹，他也不能不接。气一气这老妖婆没事，可万一把她给气死了，那就不怎么好办了。好不容易得来的后位，可不能就这么玩完了。深呼了一口气，他看着燕凤阳问：皇上，您觉得今天这事是本宫的错？看着皇后这表情，燕凤阳心头一堵。这也不能完全说是皇后的错，也不能说她没错，自己这母后也真心的能闹。难道你就一点错都没有吗？太后若出事，传出去，你的责任不小。虽然很生气，可她是小辈，这老妖婆就算是要死，也不能让人给自己添上半点把柄。呼，再一次，宁仪真长长的呼了口胸中的浊气。我有错，我错在哪了？我好好的待在我的宫里，是他来找事，还怪上我了。这天底下果真是无理可讲了。燕凤阳心口也很堵，可她毕竟是太后啊，若出事了，你能逃脱得了言官的口笔吗？好吧，他承认皇帝担心的没有错，那些言官的笔法子确实是让人烦得要死。
他可以不要名声，但不能给自己儿子留下不好的名声。秋月把他抱到榻上去，宁仪真要上前，谢言儿却死命拖住他，不让他动太后娘娘。你要干什么？你把我姑姑气死了，我要你以命来抵，不许动他！叭的一巴掌就落在了谢言儿的脸上。宁仪真的是烦死了这死女人了。她抬起冰冷的脸看着谢言儿问：你这是判他死是吧？若是你判他死，你就闹；你若不想他死，就给我滚远点，本宫没空与你瞎逼逼。春花，把他给本宫拖出去。秋月、银针，是。那气势太凌厉，直接把谢言儿给吓呆掉了。天哪，这女人好可怕！连春花拖谢言儿出去的时候，她都不知道挣扎了。燕凤阳也没见过这样的宁仪真，今天的她与那天在上书房又不一样了。那天的她很冷静，今天的她却很凶残。自己母后的脸色很吓人，而皇后又没听说懂医术，顿时皇帝的心头也有点急了。你真的行吗？不行的话，等太医过来再动他。宁氏，你要知道，若母后有个三长两短，后果很严重的。狗男人，不威胁他就会死吗？他若不知道后果严重，会出手。宁仪真双眼一冷，我不行，你行，你行你来。若不想被赶出去，就闭嘴。说罢，连眼角都不瞟燕凤阳一眼。宁仪真立即指挥起秋月，准备配药。燕凤阳面红耳赤，他想发火，这女人这是过河拆桥是吗？用完了就扔了，他不就是问了一句，竟然这么对他，真当他病猫是不是？可一看宁仪真那一副熟练有余的动作，燕凤阳想着太后的病，终于闭上了嘴。父皇，娘亲医术好棒的，治好了冷宫奶奶好多的病。月儿肚疼的时候，也是娘亲给糖吃就好了的。突然腿上一热，一只小团子抱住了他的大腿，一瞬间那冷硬的心柔软了。弯腰，燕凤阳抱起了燕一月，腾出一只手又牵上了燕倚天，然后在椅子上坐下。一边的德公公心中终于松了口气，我的娘爱，皇后娘娘这脾气也太大了。好在有2个小祖宗爱，皇上从小到大谁敢威胁他？阿弥陀佛，这可是个杀神啊！太后被皇后气晕倒了，这消息瞬间就传遍了后宫。高德妃仿佛不敢相信，她瞪着大眼看着报信之人，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这宁氏吃了豹子胆吗？竟然敢把太后气晕！现人回应，回娘娘的话千真万确，皇上已让德公公传了太医院院首李太医。这下高德妃笑了，好啊，宁仪真，你有本事啊！这一次希望你把那老太婆给气死，气死了，本宫就再也没有人压制了。哈哈哈！让人密切注视慈宁宫的情况，再让人给父亲送信。是。李嫔与安美人自然也知道了这事，这2人却什么表示都没有，这让宫中一众妃子惊讶万分。孔才人一声感叹，这废后果然厉害啊！刘贵嫔轻笑，确实厉害，能从冷宫中走出来不说，还能把太后气晕，这本事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可不，打太后的心腹，那就是打太后的脸。这都不算，人家还能把太后气晕，而且皇上不责怪，是出了什么鬼？不是说皇后重归，皇上是迫不得已吗？不是说皇上最厌恶这废后吗？若是厌恶他，还跑去陪他吃饭，还跑去给他撑腰，这与传说的完全不一样啊！顿时，不少人心中觉得不妙。有的人明知不妙，却无可奈何，因为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实力与皇后斗。而此时慈宁宫中，宁仪真已在谢太后指尖、耳朵、人中几处挤出了几滴血，并吩咐秋月速效降压针剂2支，配500毫升生理盐水。是。很快，一个怪异的东西掉了起来，一根银针扎进了太后的手臂中。臣见过皇上、皇后娘娘。无关人都让春花给拎出去了，2个孩子也被她带出去了。太后的寝宫里就只余下皇上与几个心腹。燕凤阳看了刚跑来的李太医一眼，你上去看看。第0059章皇帝的质疑。这是什么东西？看着那高高吊起的药水，李太医好奇的不行。可是这一会儿不是他问话的时候。是皇上。1刻钟后，李太医如实回禀，启禀皇上，近来太后有可能没有进嘴，吃油腻的食物太多，血燥程度已达顶级。好在今日气急发作，若再这样过上些日时，再发作就无药可救了。这话一落，燕凤阳双眼一眯，那你的意思是母后的病好在今日发作了？李太医不敢撒谎，回皇上的话正是如此。孙太医、张太医也在，可让他们把下脉上。这一天的后宫真是热闹，先是太后被皇后气晕，然后又是好在皇后把太后气晕，让病症提前发作。若不然，再过段时间太后的病无药可救。后宫的众妃们一听，一个个心情复杂，这皇后的运气也太好了吧！若说是太医替她作弊，可几个太医都如此说，
难不成太医们集体替他作弊？这不可能！后宫的女人谁不清楚，就是太医们也有不同的主子，他们不可能全被刚回宫的皇后收买，更不可能太医们敢当着皇帝的面撒谎。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皇后运气爆了棚。不仅后宫，就是朝中也议论纷纷。皇后会医术？天哪，她什么时候学的医术啊？老夫怎么不知道？是啊，从来都没听说过，她竟然还会医术，真是太奇怪了。她还有什么不会的啊？会种田，会制肥料，又会医术，那这世上还有她不会的事吗？不仅满朝文武不知道这皇后怎么会医术，就是燕凤阳也不知道，在自己身边待了2年的人竟然会医术。回到凤霞宫，燕凤阳终于忍不住问了：皇后，朕怎么不知道你还会医术？若今日不是急于救人，空间里的东西宁仪真肯定不会轻易拿出来。听到这质问，他冷冷一笑：请问皇上，您可曾关注过臣妾？你怎么不知道？你怎么不知道？你凭什么知道？搞得你对我很了解似的。哼，本宫会的东西还很多呢，你不知道的东西也很多呢。皇上以后还是不要太惊讶才好。什么？会的东西还很多？燕凤阳不相信，你一个大家闺秀能学会多少？朕就不信了，你有这么大的本事？宁仪真白眼一翻，不信拉倒，我没让您信。您只知道我是一个大家闺秀，您根本不知道臣妾曾经跟三有仙人学艺整整10年。什么？他跟过三有仙人？三有仙人不是一个，而是3个。传闻这3人都有100岁之龄，他们武术、医术、相术等各种能力都非常厉害。可是这只是传闻，却无人见过这些人。想不到眼前这女人竟然一下子遇到3个，这是什么运气？燕凤阳盯着宁仪真问：你那怪怪的东西也是三有仙人给的吗？既然他说是，那就是喽。为了以后他不再烦自己，宁仪真好脾气地介绍了一下，它不叫怪怪的东西，它叫输液器。它不仅可以把药物直接输进人体里，而且还能输血。不过输进去的药与血可不是随意输进去的，药物必须经过严格高精度的提炼才可以。对于血得对型，可不是轻易就能乱输的东西。血还有型？燕凤阳越听越糊涂。什么型？宁仪真懒得跟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解释，您不懂，说了也没用。简单的说，就是人的血都是不一样的。这世上的血可分为5类，若血型不同的人血输在一块，就必死无疑。皇上，臣妾累了，您请便吧。这是赶他。燕凤阳生气了：皇后，朕才是皇上。宁仪真白眼一翻：我知道呀，臣妾可没否认过您是皇上，只是您这么大的声音做什么？臣妾胆子小，经不起吓。什么？他胆子还小？敢把太后气晕倒的人，这还胆子叫小？那有什么样的胆子才叫大？燕凤阳还没有人被人这么气过，特别是当了皇帝后，他的脸还没有人如此下过。皇后，别以为坐上了皇后的位子就可以无礼了。你以为朕不能拿掉你的皇后之位就得意？哼！朕告诉你，敢对朕无礼，朕就让你只能空抱着个凤印。宁仪真一听，撇了撇嘴，哼，又来威胁老娘，我好怕呀！权？管6宫的权吗？老娘才不稀罕帮你打理后宫呢，那点银子老娘看不上。想到这，宁仪真咬牙冷笑一声，伸了个懒腰。哎呦，好累哟，明天怕是没精力去给太后看病了。秋月，赶紧给本宫准备一些营养吃，要不然明天肯定要爬不起来了。听到这话，燕凤阳真要吐血了，这女人真是完全不一样了。难道那冷宫是个神境，人住进去能把性子完全改变？皇后，你要威胁朕？宁仪真一脸冷笑，自本宫搬回来起，一直都是皇上在威胁本宫，本宫敢威胁您吗？皇上，您可别忘记了那天上书房对本宫的承诺。本宫难道不应该称臣妾吗？难不成这女人还真是只要这个空名后尾？皇帝生气的走了，江嬷嬷有点担心。娘娘，老奴知道您有打算，可他现在还是皇帝啊，您就不怕他再废您，也得防着他恼怒啊。刚才宁仪真是真恼怒了，所以才会失去冷静。不过让他委曲求全，他也做不到。奶娘，你放心，他撇不下凤霞宫。别说有2个小，就算是我本人，他也无法忽视。在冷宫这些年，本宫已经想明白了，女人想让男人看重，还得自己有本事。若自己没本事，靠别人的怜悯就成了乞讨。我不会做叫花子的，特别是在仇人的面前。好吧，主子有主子的想法，他就提个醒好了。江嬷嬷深呼一口气，娘娘有主张就好，老奴年纪大了，许多想法跟不上了。若是有提点不对的地方，请娘娘您包涵。第0060章皇后教子。奶娘就是这样，一辈子恭谨，不管是什么地位身份，她都不会张扬的忘记自我。上前，宁仪真挽住了江嬷嬷的胳膊，一脸的认真看着她。
奶娘，舅舅曾经对我说过，这世上的人，你是我第一个可以相信的人。你是我的奶娘，自从2岁多到你身边，我是你一手带大的人。你一生无子无女，把我当成亲人一样养大，这一点我虽然没说，可一直放在心里。我还年轻，见识与经验也没你丰富，有什么你认为能提点的地方，只管说，我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江嬷嬷眼眶红了，她不仅仅是无儿无女，而且是从来没有嫁过人。自从他家少爷把这个外甥交给他的那一天起，江嬷嬷就知道自己这一生就从那一天定了。他的老主子死了，现在只有他关心着小主子，他希望他将来的人生过得更加顺心如意。娘娘，听您这一番话，老奴死而无悔。想到上一世奶娘的死，宁仪真眼眶也湿了。奶娘，别说死，我们要好好的活着，我们要活着看到天儿与月儿的孙儿生子，还要看到这太平盛世。呵呵，要看到皇子的孙儿生子，那他还不得活成一个老妖婆？江嬷嬷突然就笑了。这时，燕一月与燕一天从后院出来了，一见他就燕子投乳一般，燕一月就扑了过来。娘亲，那老妖婆没死吧？虽然谢太后是自己的仇人，但是在教育孩子方面，宁一真很注重细节。他伸手抱起女儿在一边坐下，然后又一手拉着儿子坐在身边。月儿、天儿，要记住娘亲的话，虽然太后娘娘是个良心很坏、很恶毒的人，但名誉上她是你们的祖母，所以以后在外在绝不可如此称呼她。我朝以孝治国，若传出去你们对祖母都不孝，会成为天下人诟病你们的把柄。娘知道你们不喜欢她，娘也不喜欢她，但是最起码的尊重我们必须做给天下人看。听进去了吗？兄妹俩自小聪明，他们心里其实什么都懂。知道了，娘亲。燕一天一表态，燕一月也立即表态。娘亲，在外人面前我不会这样说的啦，您放心。我家的宝贝真聪明，来，给娘香一个。燕一月笑了，乖乖地送上了小脸。这边母子亲热着，与此同时的慈宁宫中，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了进来。母后，母后，您怎么了？您怎么了？母后啊，儿臣来迟了。您不能死啊，您千万不要死啊，您要死了，叫臣怎么活下去啊？来人，皇后竟然敢害死我母后，我要杀了她！听到这一阵哭诉，守在慈宁宫的众太医一脸懵。梁亲王这是听谁说太后死了？太后也不开心了，怎么一个个指望着她马上死呢？她拧着眉开了口：梁儿，你在吵吵什么呀？母后没事，你别嚎了。什么？燕凤良傻眼了，不是消息传去说母后被皇后给气死了吗？没死。母后，您没事。谢太后瞥了自己儿子一眼，现在是没事，以后会不会有事，哀家就不知道了。有那宁氏在宫中，母后我怕是不能没事了。见太后又开始激动了，李太医一听立即劝道：太后娘娘，皇后娘娘说了，只要您不过于激动，继续吃药，您能长命100岁。虽然自己的命是皇后救回来的，但谢太后可不成这份情，她就听不得别人说宁姨真好，顿时脸一黑。哼，你们少跟她说好话。哼，哀家是被她气病的，她若不把哀家的病治好，等哀家能动了，定治她一个大不孝。众太医说好了不激动的呢？太后不激动，不激动，身体要紧，身体要紧啊！谢太后朝李太医白眼一番：老家伙，别叫了，哀家本来不激动，叫都让你给叫激动了。良儿，母后没事，你别担心。李太医，这叫不激动吗？而此时燕风良心里失望的不行，怎么会没事呢？若是母后有事，皇兄纵容废后气死母后，那他这位子还坐得住吗？好气，快气死了！可是燕凤良知道，不管什么表情在这里都不能表露，于是假出一脸的假笑：母后没事，儿臣就放心了。母后，您好好休养吧，儿臣明日再进宫来看您。谢太后怕死，因为这好日子她还没过够。太医们说了，自己必须静养，要不然神仙难救。这些天一直头晕脑胀，这一会却无比清醒。看来那宁氏还真有几下子，那就让他先把自己的病治好再说。良儿，母后没事了，你先回去吧，我想睡一会。燕凤良也没心情留了，自己母后没死，他也抓不到把柄，再留下去也没有用处。母后好好休息，儿臣告退。梁王入宫之事，宁仪真很快就知道了。他怎么总是觉得这梁王巴不得谢太后早死呢？这太后可是他的亲娘阿姨，虽然他也巴不得谢太后立即死掉，但是一时半会只要他不再出幺蛾子，他真的不准备弄死他。刚进宫得先稳住，要不然朝堂上那些鸟人会弹劾自己。搬进凤霞宫才2天就弄出这么多事，宁仪真也有点烦。手中的东西一扔，一股怒火从心底涌出。奶娘，现在觉得还是冷宫好，在那里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过得多开心啊！你说这后宫一个个的找事，想干嘛啊？
江嬷嬷听到这话后，真的是有点无语。不过她知道这小主子是在借机发泄呢。那蒋嬷嬷可是太后身边的红人，她打蒋嬷嬷的脸，那就是打太后的脸。好了，挑起事端的人还说烦了，她这主子啊，真是变得太多了。这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是从哪来的呀？不过真的很好，娘娘，老奴相信以您的能力，等皇上把六宫交在您手上，您一定能把这后宫打理得比冷宫更好。第006章最会戳心窝子的燕一月，打理后宫？他听了这话，宁仪真心道：“奶娘是不是想多了？哼，他回来是替狗男人打理后宫的吗？想都别想！”心中冷笑两声，他嘴角一扯，准备说清楚，省得老人家惦记。奶娘，你还真指望我给这人管后宫啊？得了吧，我有这空闲，还不如多赚几两银子。哼，老娘要的是那狗皇帝屁股下的龙椅，可不是要他的鬼后宫。对了，这几天本来要种大棚菜了，你去与陈太平说一下，明天就把种子送过去。江嬷嬷喜欢那冬菜。京城的冬天也不能说太长，雪也不能说太大，但是也不短，也下雪。没有蔬菜的冬天，日子真的不好过。可这3年的冷宫，不管是大冬天还是炎热的夏天，冷宫的时鲜蔬菜一天都没少过。娘娘不肯接受皇帝，她不劝说，这是主子的事，她当好她的仆人就好。江嬷嬷愉快地应下了，知道了，娘娘。宁仪真与太后的事很快在后宫发酵，大家都等着看她好戏之时，当天晚上皇上却又来了凤霞宫。这人中午不是生气走了吗？跑过来做什么？找虐啊！就在宁仪真无语之时，秀玉高兴地捡了大元宝似的。娘娘，看来您真的要得宠了。宁仪真对这傻妞真的是没有一点办法。她都说了，她不稀罕这种种马男人的宠，可这丫头却还偷笑成这样。你就这么高兴？虽然搬出冷宫才2天，但秀玉知道的东西可多了。娘娘，皇上宠您，就没有人敢欺负您了。几年前皇上对您不好，各宫来欺负您，奴婢都记着呢。几年前被人欺负，也是自己没出息。当年的他手中有钱，宫外有人，朝中还有亲舅舅，却立不起来，只知道一味讨好那狗男人。那样的自己不被欺负，天理难容。可现在他还是几年前的自己吗？宁仪真深叹一口气，你高兴就好。秀玉没发现自家主子脸上的无奈，依旧笑成了一朵花。高兴，高兴，奴婢太高兴了。娘娘几年没出冷宫了，这后宫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娘娘，从明天起，奴婢就去各宫中找找曾经认得的人，打听打听一些后宫之事。打听个毛线，就他还能打听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但宁仪真只喜欢看着秀玉生机勃勃的样子，上辈子她一身是血死在自己面前的样子，宁仪真永远也无法忘记。那你去吧，打听到了立即来跟我报告就好了。是，娘娘，奴婢遵命。从自己屋里出来，燕凤阳已抱着燕一月在说话。喜欢住在这里吗？燕一月大眼闪闪，喜欢呀。父皇，这宫里好漂亮哦，比冷宫漂亮好多呢。哥哥，我说的对吧？对。一提到冷宫，燕凤阳就不自在了。见宁仪真出来了，他立即把小月儿放下。月儿，你去玩，父皇与娘亲说说话。好。小丫头乖巧的不行，只把她父皇的心给乖软了。你要说什么？宁仪真觉得自己和燕凤阳没什么好谈的，要谈的东西昨天在上书房就谈过了，现在他与她真的是无话可说了。燕凤阳对着这样的宁仪真非常不自在，她与曾经的那个眼中只有自己的小姑娘完全不一样了。回到上书房想了半天，既然皇后对国有利，于民有恩，她不应对她说那样的话。可是燕凤阳突然发现，她不知从何开口。母后她年纪大了，心思又重，以后你就多让她吧。让？我的人生中就没有让这个字。宁仪真一声冷笑，怎么让？皇上，您说说，臣妾要怎么让？他要收拾我们母子3个的时候，我们就伸长脖子让他砍呢，还是叫我们跪地求饶？你是不是觉得在冷宫中，我们母子3个被人欺负的还不够？你是不是觉得2个孩子在冷宫长大，苦头吃的还不多，让他们出来再多吃些？臣妾以为说的够清楚了，要我出来可以，但你得保我们母子3个不让人欺负。可臣妾出宫还不到2天，就连一个奴才都敢给脸色，你觉得臣妾该忍气吞声是不是？皇上，臣妾以为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对象，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我后悔了。这话一落，燕凤阳脸黑了。皇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宁仪真轻轻一笑，只可惜这皮笑肉不笑的笑容十分难看。皇上，您说若臣妾带着这些东西到苍东国、豫南国去，他们会对我如何？苍东国、豫南国是这片大洲上最大的2国，他们不仅仅国地面积大，
而且肥沃土地远远多于大梁，甚至人口更是在大梁的几倍。一个国家想要在这世上立稳，靠的是什么？土地面积、人口数量。燕凤阳沉沉地看了宁仪真一眼，你想逃出宫去？宁仪真双眼沉沉地看着窗户外的天空，声音轻的仿佛在自言自语。本来是想，若是没有2个孩子，本宫铁定是早就跑得不见踪影了。什么皇后，什么封印，本宫稀罕这些了吗？现在不稀罕，6年前本宫同样也没有稀罕。可现在我有了孩子，你又是孩子的亲爹，我不想让他们缺失父爱，所以我没准备跑。但前提条件是，我们母子在这宫中不会被人欺负。若是你保护不了我们，那就另说了。因为孩子，所以他没逃。若是以前，他会嗤之以鼻，但现在的燕凤阳并不敢小看了自己眼前这女人。她变了，不再是曾经的娇娇弱弱，而是现在的咄咄逼人。为了天下苍生，为了一对儿女，燕凤阳也决定忍了。朕过一会去跟母后谈，你也忍一忍。如没有触及底线，就不要就像只公鸡一样，一击就斗。你才公鸡呢，你们全家都公鸡。心中骂了燕凤阳几句后，宁仪真双眼含着鄙视的笑，你去谈吧，本宫等着。我的为人准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100倍还之。第0062章，众嫔妃来参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100倍还之。这声音铿锵有力，震得燕凤阳心头一颤，这人绝对不是他曾经那娇弱的皇后。他心道，难不成他的废后已经被人换了？想到这，他又立即否认了。不可能，这2个孩子绝对是他的亲骨肉，这2孩子也不像是他的继子继女。见燕凤阳无话可说了，宁仪真扔下他进了厨房。中午吃得太好，晚上就吃得清淡了许多。鸡汤葱花面虽然简单，但味道不简单。手工面本鸡汤，蘑菇丝配点萝卜酸菜，又鲜又美味，吃的燕凤阳都眯起了眼。活了20几年，他才知道面条会这么好吃。皇上一连几天都在凤霞宫用膳，后宫的人听到这消息后，心下就开始寻思了。皇后，这是真的要得宠了啊？怎么办？次日一早，一众嫔妃过来请安。臣妾高云见过皇后娘娘，臣妾安静儿见过皇后娘娘，臣妾李秀苑见过皇后娘娘。臣妾。看着面前跪着一堆皇帝的女人，宁仪真就牙酸的厉害。这些女人一半是与她同时入宫的，一半是她入冷宫后狗皇帝选秀入宫的。不管是早是晚，统一标签上都写着狗皇帝的女人。曾经他们私下做了多少小动作来欺负她，特别是高德妃这个好闺蜜，她可是一点都没有忘记。看着众人，宁仪真目光淡淡，平身吧。本宫昨日刚回宫，宫中也没收拾好，就不留你们喝茶了。本宫在冷宫待久了，喜静。近日要去替太后看病，也没工夫接待你们，这每日的请安就免了，改为初1、15就好了。不用请安。地上的女人眼珠子亮了，谁还高兴下跪不成？宁仪真在打量众人的时候，众人的眼角也在悄悄地打量她。今日的她一身素净，天青色的云锦裙打底，淡紫色的兰花缠绕，雪白色的云纱罩面，整个人显得清新雅致。头上更是简单，朝云静香髻上插着2只碧玉流苏钗，简单面华贵。不施粉黛的小脸白嫩嫩红彤彤，一双眉眼翦翦，真端是一个仙子下凡尘，美得惊魂动魄。天哪，皇帝以后身边天天出现这样的女人，他们还有戏唱吗？谢皇后娘娘体恤，谢皇后娘娘体恤，谢皇后娘娘体恤。众人心里在滴血，唯高德妃很自信，因为她知道皇帝并不是那种会被美色引诱之人。见宁仪真不敢摆架子，顿时嘴角一挑，宁仪真，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别以为当了个有名无实的皇后就有多牛逼。谢皇后娘娘体恤，体恤个屁！宁仪真心中一声冷笑，老娘有空得赚银子去，哪有空与你们这些狗女人争来斗去？先让你们在宫中蹦跶个10年，等我儿子继位后，让你们统统给狗皇帝陪葬去。你们不是争他吗？到阴曹地府，你们再继续争去吧。淡淡的摆了摆手，不客气，各忙各的去吧。本宫忙着呢。是，谢皇后娘娘。众妃子下去了，出了凤霞宫，大家小声议论起来。你们有没有觉得皇后变了？李嫔是皇后大婚不久之后入宫的妃子，她对以前的宁仪真还是比较了解的。以前的皇后除了眼里有皇帝外，什么都不在她眼里。可现在的皇后感觉眼里除了没有皇帝在，好似什么都有了。刘贵嫔则轻轻一笑，我倒没觉得皇后有什么变化，唯一变化的就是她更漂亮了。姐妹们，难道你们没发现吗？发现了又有什么用？只是众人不想承认而已。孔才人道，皇后娘娘再美，那也是奸相之外甥女，皇帝不可能真心喜欢她的。皇上之所以会来凤霞宫，
是因为公主与皇子。可不，皇上眼里从来没有美色，偌大的后宫空空荡荡，朝中大臣让他选秀，他也坚持不选。可见他真的不把美色放在眼里。可他再不把美色放在眼里又怎么样？众人都在想，皇后有一对那么出色的儿女，皇上就不会对凤霞宫不好。唉，为什么他们连一个女儿都没有？这皇后一生就是一对龙凤胎呢？不，他们不是连女儿都没有，而是他们连皇帝的身边都进不了，何谈儿女？倒是李嫔与安美人两个，他们怎么也这么没用？想到这个，高德妃的心中如蛆在嚼。为什么皇帝一走近自己就会那个样子？难道他走近那宁仪真就不会？不，高德妃想起几年前他爹告诉过自己，皇上与皇后根本就不是真夫妻。难不成他怀上孩子就是因为那下药的一次？老天爷啊，你也太站在他那一边了。没去理众人在想什么，等大伙走了，宁仪真也准备看看后院。燕一月特别喜欢小动物，和小动物在一起，他能玩个大半天不动弹。乾坤与小绿是神物，这个不能让人发现，平常不能让孩子们带出来玩。他准备给弄个小棚子，到时候把冷宫中那几只兔子、小仓鼠和小喜鹊都搬过来陪他。一进后院，宁仪真就被小月发现了。娘亲，快来，这里有蚯蚓，一会我们去冷宫喂小鸡打。的个乖乖！看着自家宝贝一手捏着一条蚯蚓举到自己眼前，宁仪真突然浑身一抖，她生了个什么女儿哟？小虫小蛇的，她竟然都当好朋友了。可宁仪真却有点怕这些软乎乎的东西，劝说道：月儿，小心别把衣服弄脏了，一会秀玉姑姑难洗，赶紧扔了它。听了这话，燕一月乖乖地把手中的蚯蚓给扔进了桶中。娘亲，我带了手帕大，我自己擦。面对这调皮的女儿，宁仪真也不准备多管了，她开心就好。后院里，燕一天举着小锄头正在挖，春花一手提桶，一手拿火钳，正在翻找着蚯蚓。娘娘，宁仪真走过去，春花立即叫了一声：挖了多少？没几条，这里地不肥，几年没人住的宫殿能有多肥？不过以后他会让他要多肥就多肥。第0063章安美人来求见。想到这里，见燕倚天锄头高举，宁仪真走了过去。天儿，要不娘亲来挖？燕倚天摇头：娘亲，我来挖，我可以的，这样我就当锻炼，今天我还没跑步的呢。儿子本不是个多话的人，跟他亲爹一样，话少人狠，能跟自己说这么多，自然是怕他不让他挖了。儿子不让，他也就不坚持了。一时没事，宁仪真就站着打量着后院，发现他真的很荒凉，心叹一声，果真是没人之地啊，连草都敢疯狂。这块地并不大，于是他问燕一月道：月儿，这里挖出来你要种什么？萝卜。燕一月想也不想，他的小白兔最喜欢吃萝卜了，他就要给他种。女儿对小兔子是真爱，不管在哪都忘记不了他的小兔子。宁仪真感叹女儿的坚持，便道：好吧，你种萝卜好了，娘亲来帮你。一时大家一起忙碌起来。春花继续挖着地，挖着挖着，在一株树前，她停下来了。娘娘，这棵红豆树要不要挖掉？红豆树，相思树，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红豆。看到这棵自己几年前亲手种下的树，宁仪真情不自禁地喊出了这两个字。北方没有红豆树，这株是他让人特地从南方移过来的，费了不少功夫。想当年有多吃，现在就有多毁。断舍离，这是宁仪真重生之后做的最多的事。挖了。是。红豆树不大，毕竟他生于南国，在这北国之都，他能活下来也算是奇迹。春花先拿起刀，先把树砍了，然后再抡起锄头挖了下去。宁仪真没有再去理那棵树，因为那棵树在他的心中与任何一棵树一样，树就是树，精耕细作，这才是种出好作物的精髓。燕倚天把地挖好了第一遍，他就开始梳理第二遍，而燕一月则在仔细地寻找着他的蚯蚓。母子三个正在后院忙得欢，这时秋月急急从前面进了后院。娘娘，安美人求见。安美人又过来做什么？这不刚离开吗？宁仪真拧拧眉，让他进来吧，我这就出去。很快，宁仪真回到了正厅，宣安美人觐见。是。宣安美人觐见。安美人进来时，宁仪真已坐在上位，也没等他请安，便直接问了：安妹妹去而复返，可是有事？安美人不紧不慢地行了全礼，才开口：皇后娘娘，臣妾可以看看小皇子与小公主吗？听闻小皇子与小公主非常可爱，嫔妾喜欢孩子，所以想见见，行吗？看孩子？今天他没让俩孩子出来见大伙。对于安美人，宁仪真没什么可怕的，这女人只要不想自寻死路，她就会安分守己。秋月，去后院把皇子与公主带过来。是。秋月立即去了。安美人看着宁仪真，一脸崇拜地开了口：皇后娘娘，您是我们女人的榜样，臣妾知道，这进了冷宫的人还想再回到宫中，
那非得不是常人。皇后娘娘或许以为臣妾故意奉承您，可这真是臣妾的心里话。以后后宫有了主，而且还是您这么一位优秀的皇后，臣妾心也安了。看孩子是假，是好是真，宁仪真可不是再是曾经的那个傻白甜，动不动就相信人。这安美人敢给狗皇帝戴绿帽子，可见不仅是个胆大的，也是个有心机的。等安美人的话一落，宁仪真端着一脸端庄大度的笑容道：“安妹妹说笑了，优秀什么的真谈不上，只不过是为母则刚罢了。孩子太小，若本宫不回宫，担心他们被人吃的骨头都不剩，其实一切都逼出来的。可不，这后宫中豺狼虎豹可是一样都不缺啊！不逼，谁想变得如此强硬？女人谁不想有个男人好好爱，有亲人好好宠？想到自己，安美人轻笑了：皇后姐姐，您回来就太对了。后宫有了主，也省得让人老惦记。可不，惦记这个狗 S 位子的人还真多呢。宁仪真也轻笑道：听闻安妹妹深得皇上宠爱，这位子你不想要吗？宠爱？皇上宠爱她？呵呵，安美人快笑出声来了。她连皇上的边都没挨上，就被推得远远的，还宠爱？皇后娘娘，臣妾说句心里话，您愿意听吗？宁仪真淡淡的点头，说吧。话一落，安美人深吸一口气，我父亲不过一正五品小官，若不是我长得有几分相貌，根本就没资格进这后宫。不只是进后宫，就是踏进宫门的机会也没有。如今能进来，那是因为我还有几分相貌，还有能被人利用的价值。臣妾不傻，得不到的我从来都没敢去奢望，只求在这后宫中平平安安老死而已。原来真的是来表忠心的。宁仪真知道燕凤阳宠爱安美人的原因，那是因为安美人的亲娘与镇北大将军樊湛的夫人是姐妹，只不过一个是嫡，一个是庶，而且安美人亲娘的生母乃卢夫人生母的陪嫁丫头。安大人的前途握在镇北大将军樊湛的手里，他不敢不忠。只不过这安美人胆子是真大，他竟然敢给狗皇帝戴绿帽子，这人可以哈。妹妹放心，人啊，只要安分守己，自然没有人会来害你，本宫相信这一点。安美人笑了，借皇后娘娘吉言，小皇子与小公主活泼可爱，将来一定会大有出息。夸他的孩子，宁仪真是真高兴，多谢了。若是喜欢孩子，有空时只管过来玩。安美人本来就是见两孩子是假，来是好是真。宁仪真一表态，安美人大喜，一定，臣妾天性就喜欢孩子，可不似高德妃、张贵妃的性子。臣妾听闻高德妃、张贵妃宫中连只猫都不养，说他们喜欢安静，不喜欢打扰。高德妃此人，妹妹是真的猜测不透了。她这么能干的人，竟然还这么喜安静。但张贵妃，臣妾倒是理解，毕竟身体不好，自她入宫之后就开始生病，虽然晋升为了贵妃，但也没见好转。特别这2年，除了太医院的小明太医能进得了她的宫，是很少有人能进得去了。第0064章相互试探。小明太医，明真，他是张贵妃的人。这个消息还真吓了宁仪真一跳。他知道小明太医乃太医院前院首之孙，年轻俊秀，医术高超，性格温和，京中不少贵女都想嫁他。可他已经弱冠，与成亲王燕凤成、仁亲王燕新宇、左相萧远寒一样，是京城的最受贵女欢迎的4个老光棍。宁仪真心中动了动，看来这个张贵妃也有见不得光的秘密。张贵妃是谢珠儿死后半年才抬的贵妃之位，因为当时张贵妃的老爹立了功，她天天装病，竟然是因为小明太医。呵呵，这后宫真有意思哈！听到这内幕消息，宁仪真要笑晕了。燕凤阳，你不是讨厌我吗？可我至少没给你戴绿帽子，你知道不知道？你头顶上已经是绿油油一片了。安美人见过兄妹俩后，没做多久，刘婷就离开了。她一回到宫里，莲英立即过来了。这个皇后娘娘如何？安美人轻轻一笑，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不管我说什么，不管我如何示好，她都声色不露，仿佛一切尽在她掌握之中。听到这，莲英的脸色变了，那就是说这皇后娘娘很难巴结了。安美人摇头，这倒不，她告诉本宫，在这宫中想要平平安安到老，只要安分守己就成。我从来没想过争什么，安分守己自然做得到。莲英并不是个有本事的人，除了一张脸，她真的什么能耐都没有。闻言，她立即说，那以后我们就老实一点，少去掺和各宫之事就行。安美人本来就没打算去掺和，一入宫就一生，想出去怕也是躺着才能出去。人生苦短，她何苦去争？有吃有喝，有人陪不香吗？以后什么也别做，什么也别说，皇后娘娘会看得到的。是。莲英更怕，若自己被人发现，那小命绝对是没了。安美人回去凤霞宫之事，自然其他的妃子很快就知道了。毕竟她就是大大方方的去，大大方方的回。高德妃眼眯眯，可听到他们说了什么？黑衣丫头摇头，没听到。
白天不敢靠得太近，而且奴婢发现有龙虎卫守在暗处。不过安美人没做多久就出来了。什么？皇上的龙虎卫暗中守在凤霞宫？高德妃的脸沉了。张贵妃可有动作？并无。要说张贵妃这个人，还真是一个奇葩的存在。自她入宫以来就开始病，现在更是风都能吹得抖，今日连请安都没来。可高德妃从不轻看这个对手，她认为那种能在嫡母手中斗过嫡妹抢着入宫的人，不可能是个真正的老实人。多注意一点，贵妃宫中喜欢扮猪吃老虎的人绝对不是善类。是。黑衣女子下去了，陈嬷嬷上前，娘娘，皇上有了一对儿女，恐怕他对后宫更不感兴趣了。老爷说让您想办法尽快怀上龙子，不拘手段也要怀上。怀龙子？高德妃想到那2个孩子，心里就恨。为什么？当年若不是高家揭发孙相的阴谋，皇上别说皇位，怕是连命都让那孙相给拿走了吧。他高家如此功劳，皇上就封他一个空头德妃，扔在后宫不理，真的好过分。听到这要求，高德妃的心情非常不好。嬷嬷，你以为本宫不想？可皇上这人根本不近女色，你叫我怎么想办法？难道你忘记了3年前的钱淑妃的下场了吗？嬷嬷，别人不知道钱淑妃为何会被永久禁足，可高德妃打听清楚了，她给皇上下药了。被宠幸了又如何？还不是被禁足了？被关在宫中也没比在冷宫要好。这几年钱莲儿可是过得连狗都不如，她有一个长公主婶婶又如何？皇上还不是一样不给面子？哼！高德妃一脸的幸灾乐祸，让你跟本宫争？该！还有那个贱种，他绝对不会让他们占了太子的位子，他一定要想个更好的办法，生出皇帝的孩子来。嬷嬷，让父亲帮忙打听一下医生莫贤子，问一问男人一靠近女人，全身就起红疹，到底是什么病？本宫觉得皇帝也并不是不喜欢女人，只是这病让他没办法喜欢罢了。虽然这怪状没传出去，但高德妃身边的人自然知道。嬷嬷立即应下，娘娘放心，老奴这就给老爷传消息。人在宫中什么事也做不了，高德妃只能求宫外的父亲帮忙了，反正她也想让皇帝生下高家人的后代。去吧，宫中女人各有心思，而宁仪真却什么也懒得去想。回到后院，见秋月与燕倚天一起已经开出了一大块地，他立即从空间拿出一把萝卜子给种上。这种4季萝卜种，1年4季都能种。胡同萝卜其大，一只有2-3斤，可惜种子不多，要不然让天下人种点萝卜，至少比树根什么的要好吃些。娘亲，明天会不会长出萝卜来啊？宁仪真，姑娘哎，你以为这是仙地呢，还是仙草？不过她却心中一动，若在水中加上些灵水再浇，或许会长得快些。月儿，我们来浇水吧，以后勤浇些水，它肯定会长得快些。好，母女俩拿着浇水桶，立即去井边打水了。京城天气干燥，多浇些水对作物生长更加有利。很快，一小席萝卜菜就种好了。母子3个非常有成就感的回了屋。公主，奴婢带您去洗澡吧，热水已经打好了。燕一月立即张开双手，让秀玉抱走了。天儿，要娘帮你吗？燕倚天立即摇头，不用，娘亲，我自己会洗。从3岁开始，儿子就不让自己帮着洗澡了。宁仪真有些想宠自己儿子，那娘先帮你把头发洗好，今日出了汗，头发里面都湿了。洗头还是娘亲帮好。燕倚天应了。母子俩也进了内室，内室里有3只大桶，母子3个一人一只，从不混用，而且还分隔成了3个小木屋。此时秀玉在帮燕一月洗头，小丫头躺在洗头椅上，秀玉站在她头顶边，正给她拆头发。第0065章砍了红豆树之后，见燕倚天也进来了，他便问：哥哥，你洗头吗？洗的。燕倚天仰着躺下，宁仪真立即给他拆去头上的玉树，一头漆黑的长发落在盆上。天儿，你这头发也太长了点，娘给你修掉一些。宁仪真可不是纯古人，她经历了几世，知道这头发指甲什么的就是些废物，修多了次数，她动手很娴熟。娘娘，您这手艺都能当大师傅了。秀玉一出声，宁仪真笑了，万一以后这皇宫没得混了，我就挑着剃头担子专门下乡修发好了。噗！秀玉被逗笑了，她的主子都要没法混了，除非这世界翻了天了。那奴婢给您烧水去。平淡的生活很好，好的宁仪真觉得心好安宁。她从来不喜欢斗，但也不怕斗。当然若是能不斗，大家能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她更喜欢。可现实不会如此，正因为宁仪真比谁都明白，所以现在的她非常珍惜眼前的宁静，家人的和睦，天下的安定。晚饭很清淡，但是一个西红柿鲫鱼豆腐汤很入味，加上空间的优秀大米，一家人吃的也不错。2只小被秀玉带在院子里消食，宁仪真则站在树下看着他们嬉戏。娘娘，您把那株红豆给砍了。面对江嬷嬷那满眼的关心，
宁仪真笑了笑：“奶娘，那棵树已经不合适种在这里了。红豆是相思豆，而本宫已经没有任何需要相思的东西了。”听着这话，江嬷嬷的鼻子好酸，眼眶好胀。她可怜的小主子啊，她是那么的喜欢皇上，而如今她却说出了这样的话。当年的情景，江嬷嬷还历历在目。娘娘那闪亮的小脸，这辈子她也不会忘记。奶娘，他长得真好，好英俊，好男人，我好喜欢他啊！只要能嫁给他，我就是看着也开心。奶娘，嫁给了他，我好幸福，以后我可以看他一辈子了。可现实给他小主子的是什么呢？是最疼他的舅舅被砍头，养大他的外公外婆被流放，是冷宫那3餐不继、衣不果腹的日子。若小主子真能放下，或许并不是坏事吧。娘娘，您真的已经放下了吗？全部都放下了吗？宁仪真知道奶娘不相信自己，其实换做任何人也不会相信自己。那曾经的她，为了这个男人，几乎是完全没有了自我。呼！宁仪真深深地呼出一口浊气，双目深望着遥远的天空。奶娘，书上说，自古多情空余恨，多情总被无情恼。世情勿衰歇，万事随转逐。但见新人笑，乃闻旧人哭。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从古至今，情之一字，最是伤人。这几年，我已经完全看清了，本宫是皇后，面对的是帝王，而且还是一位对本宫无意的帝王。这世间深情的帝王都不可能有真心，便何况他这无情的帝王呢？江嬷嬷虽然没嫁过人，但也曾经年轻过。她点头，对一个心中没有你的男人，他哪来的真心？更何况，这是一个对你无心的帝王，而不是一般的男人。江嬷嬷替自己的主子心疼，她亲眼见证过自家小主子对皇帝到底有多爱，也亲眼见证了皇帝对她有多嫌弃。听着这番话，她明白了，娘娘说的对，不过这人生除了男女之爱，还有很多的事值得我们去重视，比如公主与皇子，比什么都重要。听着这话，宁仪真笑了，可不是，儿子与女儿，无价之宝啊。还有，他有一个如此关心自己的忠仆，不同样也是很重要吗？与此同时，皇后让人挖掉红豆树的消息也传到了燕凤阳耳中，是连根都挖掉的。听着暗卫的回禀，燕凤阳怔了好一会，随他去吧，当时种也是他自己种的。是。暗卫退下，可燕凤阳却没有了干活的心，他的眼前仿佛出现了那张喜气洋洋的小脸。皇上，您知道吗？红豆树是相思树，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又道是冷冷夜雨飘，暖暖心意绕，伫立显人丹，对影成两双。我心寄明月，我亦负红豆，丝丝静若河，欲与君共之，欲与君共之。当时听到这一句，燕凤阳想了想，他是什么心情？对，当时的他心中只有冷笑。皇后不再念情，不正合他心意吗？朕的小侄儿，你到底在哪里？快点回来吧，朕真的想你。燕凤阳正在思念着他生命中的小姑娘，这时德公公在门外出了声：皇上，钦天监林大人求见。儿子女儿是皇子皇女，自然得上皇家玉牒，而上玉牒不是这么简单，要选吉日。前几天钦天监林大人病了，看来今天身体好了些。宣，林大人叫林谦，今年60有1，能掌管钦天监的人不容易找，因为这人必须会看吉日，选吉日，识天象。老臣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万岁！看着老态龙钟的大臣，燕凤阳立即开了口：平身。林大人，朕接回了公主与皇子之事，你知道了吧？这些天林大人虽然生病，但朝廷这么大的事，他哪能不知道？回皇上的话，老臣已知晓了。恭喜皇上喜得龙子凤女，吉祥富贵，自己有儿有女了，这确实是一件大喜事。燕凤阳的心情一瞬间就好了不少。皇子公主是朕的亲生儿女，所以得上皇家玉牒。你给算算，选个日子开宗府。皇家宗族就是宗人府，这一天必须是黄道吉日，而且还必须祭天祈福，这事不能马虎。林大人立即躬身，请皇上赐老臣皇子与公主的出生时辰八字，老臣立即回去仔细算。准。方德言，把皇子与公主的生辰八字给林大人。德公公立即应是。很快，一张写着2只小出生年月日时辰的锦布就落在了林大人手里。皇上，这真的是小皇子与小公主的生辰吗？第0066章，张贵妃的来往。见林大人一脸震惊，燕凤阳还真就不解。林大人，当然是他们的生日啊，难不成2个孩子的生辰八字有什么异象？林大人看到这生辰八字，心中一阵翻涌。皇上，可还记得3年前接到南方水患停止之事吗？这能不记得吗？那一天，京城上空紫气东盛。燕凤阳双眼一光，你的意思是，那一天就是这对兄妹出生的一天？林大人心中很激动，是，
当时老臣第一个发现天空异象进来与皇上禀报，可也就在没多久后，就有800里飞鸽传书到，说南方水患停了。当时满朝文武都在谢天，可郑国公跑来说他喜得金孙。燕凤阳永远记得那一天，因为那一天是大吉之日。江南水患从开春就出现，那是百年难遇的怪现象，无数百姓家田被毁，流离失所。朝廷虽然已竭尽全力赈灾，但依旧有无数百姓无家可归，无粮而食。那一天接到那个好消息，他真的给老天爷跪了。虽然当时郑国公跑来说他喜得金孙，但他还是没有恼怒，只要灾难逝去，百姓安康，他都感谢。但现在他更惊喜，那一天竟然是他儿子女儿降临之日，他的儿女才是凤子龙孙啊！林爱卿，此事不要再提起。这事当然不能提了，皇子还太小了，天下还不够稳啊。林大人是个明白人，要不然也不可能连混两朝。顿时他连连点头，老臣明白。两朝老臣若不是信得过，早就被人换了。燕凤阳点头道：好好算一算，必须是黄道吉日不可。明白。林大人走了。德公公一脸激动，皇上，以老奴看，皇子与公主才是真正的福星。那当然，他的儿女不是福星。难道郑国公府那个被养废掉的小胖子会是个福星？方德言，此事千万别透露出去。天降之子何等震撼啊！若让人知道了，难保不起毒心。德公公立即应下，奴才明白。上书房中这一幕，宁仪真并不知道。次日，他吃了早饭后就去了慈宁宫，给谢太后扎过针，询问了一下汪太医这一天的情况后，也不与太后说话就出来了。才回到宫还没坐下，却听说有人求见。臣妾张倩儿见过皇后娘娘。张贵妃？上辈子宁仪真与张贵妃几乎没打过交道，因为这个人似影子一样存在。昨天这张贵妃也没来拜见自己，今日却来了。免礼。素闻妹妹身体不好，本宫还没来得及去看望，没想到让你过岛来了。张倩儿名若其人，娇弱如豌豆苗，风一吹仿佛都能飞了。宁仪真的话一落，她一脸惶恐，不敢。昨天妹妹就应该和姐妹们一起看皇后娘娘的，无奈这身体不争气，请皇后娘娘宽恕。既然都是狗皇帝的女人，宁仪真也不想多打交道。不必在意，既然身体不好，那就好好休养吧。本宫有事就不留张妹妹久坐了。张贵妃自然也没有多坐，她来一趟是因为有要来一趟的理由。谢皇后娘娘体谅，妹妹告辞了。慢走。张贵妃出去了，宁仪真手一招，一个暗卫从角落飘了下来。属下见过主子，去盯着这张贵妃，好好守着，本宫不相信她这番模样。是。暗卫退去，秋月上前，娘娘，您觉得这张贵妃有问题？有没有问题，现在不能下定论。秋月却一脸迷茫，可奴婢盯了她很久，确实是没发现她有什么可疑之处。越是完美的东西，越是可疑。这张贵妃入宫以来就称病，若真是一个病人，她怎么可能入得了宫？就让人盯着，这宫中的女人谁都不是吃素的，本宫不相信这些人。有的人越表现得越低调，往往背后隐藏着更大的秘密。秋月觉得有理，属下明白。凤霞宫外，直到看不到了凤霞宫，张贵妃这才没壳了。娘娘，以后皇后娘娘会不再关注您吗？宫女的声音很轻，轻的只有2个人听得到，而且她明明在说话，却仿佛没动嘴一般。不管她关注不关注，我们都小心为是。娘娘，您担心她会对付您是吗？其实以奴婢看，皇上并不喜欢她。皇上喜欢不喜欢不重要。张贵妃的眸子盯着远方，重要的是她有一对龙凤胎，而且还有一个皇上唯一的儿子。若后宫再无子嗣出生，这龙子将来就是铁定的太子，未来的储君。一入宫门深似海，入了宫的女人想求得欢心，那也只能是一时，哪能有一世？红心，本宫不是来争宠的，记住。是，主子不是来争宠的，主子是来争皇后之位，争太子之母的。只是现在，红心一脸担心。是，贵妃娘娘，奴婢知道了。只是如今这皇后有子又有女，奴婢是真的担心。身边的人是自己的心腹，张贵妃也知道她是真正的担心自己。只是担心就有用吗？若担心有用，那她天天担心好了。有子有女又如何？皇上若要子女，还用愁吗？再说了，想这皇后位子的人，想要那皇子与公主小命的人，岂止1个2个？现在什么都不用管，等本宫找到了迷魂砂再说。在没找到这个之前，不要轻举妄动。红心自然知道这迷人砂是什么东西，据说这是要怪物须子的宝贝。不管是男人女人，只要身上撒上一些这些东西，时间一长，对方都会把自己爱得死去活来。就算被人知道中了这药，也无药可解。这东西太邪门，会让人迷失本性，所以要怪不肯把这东西卖给世人。卖不卖是一回事，
传闻武虚子已年过100岁，还能找得到吗？红星不知道，所以他很愁。那人说了，给他们10年时间，若再不能争得后位，生得皇子。可娘娘入宫已经5年了，娘娘留给您的时间不多了呀。第0067章打造她的盛世后院。张贵妃心里也非常清楚，那些人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但找不到迷魂砂，她根本进不了皇帝的身，连近身都进不了，何谈给皇上生子嗣？极有用吗？她唯一希望的是自己派出去的人能早日能找到要怪武虚子，拿到迷魂砂，不能侍候皇上却能坐上贵妃之位。张贵妃知道推她上位的人费了多大的代价，绝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连皇帝的身都进不了。不行，这后位必须是他的。张婉儿，你就做梦吧，这辈子你永远也别想踏进皇宫。想到自己那小妹，张贵妃的眼眸越加深了起来。两人同时被教中选为圣女，被赋予重任。她入宫后，生母与兄弟都被教里所重视。在她没入宫前，她与她的生母、兄弟过的都是看嫡母脸色的生活。这位子她必须争，这皇子她必须生。哟，贵妃姐姐，好巧呀！这是去给皇后娘娘请安回来吗？您这身体是见好了吗？就在张贵妃沉思之时，一声夸张的声音传进了她的耳中。T 下划线 T， 什么巧？这女人是故意来堵她的。多谢贤妃妹妹的关心，你这是去看德妃妹妹吧？张贵妃露出一脸温和而带病态的笑容，刚才眼中的狠戾瞬间全无。徐贤妃与高德妃关系最好，因为两人是表姐妹。听到这问话，徐贤妃笑脸如花。正是，贵妃姐姐，一个人待在宫中也无趣，不如一起去坐坐。高德妃是自己的对手，她可是时时盯着自己呢。张贵妃才不会与他们走得太近。不了，本宫一身要位，别熏着德妃妹妹了。徐贤妃也不强求，那就算了，慢走。本宫先走一步。看着张贵妃那萧萧停停的身影，徐贤妃双眼充满了嫉妒。不要脸，狐狸精，天天给我装，你就装到死吧。见自己主子盯着张贵妃的背影不放，侍女平儿眼珠子转了转。娘娘，您说若这贵妃娘娘与皇后娘娘斗起来，后宫是不是很热闹？看别人斗，好啊！不怕事多的徐贤妃顿时双眼挑起。那当然，就怕他们不斗。平儿想了想，还是找德妃娘娘想主意好了，她比较聪明。可不，德妃姐姐，那是一转眼就一个主意的人。徐贤妃一甩袖子，走，看德妃姐姐去。宁仪真没去管别人在做什么，因为管也管不了，别人想做什么都是她的权利。送走张贵妃之后，她带着李安把宫中全部走了一遍。虽然上辈子在这里住了将近10年，但那一生她一直悲春伤秋，从来没把这宫当成自己的家。以后这就是她与孩子的家了。走到花厅，宁仪真看了看地砖，李安找人把花厅的地砖改成木板。这地砖不用动，抬高2尺铺上地板就行，到时候本宫给铺上地毯，4只脚空下来可以做成壁炉。这窗户改大点，看看市面上有没有琉璃，全部换上。李安连连点头，奴才记下了，娘娘放心，奴才尽力照办。全部转了一遍，指点了几处要改造之后，宁仪真到了后院。凤霞宫是历代皇后寝宫，占地大，房间多，后院也同样不小。入眼望去是一个花坛，花坛之后有不少树木，左边他记得有一个不小的池塘。院内池塘，家破人亡。宁仪真脑子里出现这句话，李安把那池塘给填了，孩子还小，有水不安全。对，公主与皇子都这么小，院内有水确实是不安全。李安赶紧又应了，是。站着，宁仪真再看了看，吩咐道，还有那边那些杂树都砍了，重新种上一些果子树。以后我们要3月吃樱桃，4月吃枇杷，5月吃桃李，6月吃杏子，7月吃西瓜，8月吃柿子，9月吃大枣，10月吃梨果。一年4季我们都有好果子吃。对了，再划出一块地方来给公主养小动物，还要多种点蔬菜。那池塘填好后改成练武场，方便孩子们玩耍。至于这练武场怎么改，本宫会画图给你。是，奴才记下了。宁仪真边走边说，李安拿着个小本子在一边记。等把整个凤霞宫逛完，太阳已经要下山了，出了一身汗，他又洗澡又洗头。娘亲，父皇来了。宁仪真是吃长了你的嘴是吧？又跑来，不是说看到本宫就恶心吗？看着恶心的人还吃得下，燕凤阳，你胃口可真好。燕凤汤可不知道自己被人厌恶成这样，他以为皇后对他不巴结，那是还在恨自己。只是眼前刚洗头洗澡的宁仪真虽然一身素，却让他一眼惊艳。冷宫真的好养人，这女人怎么可以美成这样？那一块地是福地吧？要不然把那冷宫改成祈福殿。宁仪真的身材极好，个子高挑，玲珑有致，背挺肩平，
仿佛是一只行走的衣架子。因为刚洗好头洗好澡，她穿着一条白色的真丝长裙，白色的绸缎上面绣着淡蓝色的玫瑰花，一条腰带轻轻系在腰间，瞬间细腰丰胸，一览无余。头发轻轻揽起，几缕不听话的悬挂于耳边，低领的衣服更显得她的脖子又白又长。这一身配上她一脸的自信，真的是光芒万丈。燕凤阳看得心头有点跳，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她立即解释了自己过来的目的。皇后，青天监那边日子算下来了，10月18日是上上吉日，朕已吩咐宗人府，那天开宗祠给你和孩子们上玉牒。宁一真知道这可是大事，儿子要做这天下，必须是正统，不入皇家玉牒就不可能是正统。看在他送来这个好消息的份上，宁一真决定奖励他一下。秀玉叫嬷嬷今晚多做2个菜，加个烤鲈鱼，再焖个土豆牛肉。江嬷嬷是北方人，土豆焖牛肉本就是好手，加上空间的调料，那更是精益求精。秀玉欢喜地应声下去。听到这话，燕凤阳心中更加笃定，皇后对自己还是有情的，只可惜她不是她的小侄儿。不过也没关系，她要的只是后位，而不是她的宠。第0068章出宫去安排。这天晚上，燕凤阳再度去了凤霞宫用餐，虽然没留宿，但连续3天都在这里进餐，这也足够说明皇后是真的要重新受宠了。众人都极度的心肝痛，而宁仪真却在想，她哪天不来，这样她才好出宫。让人想不到的是，次日起皇上却没再来了，宁仪真这下可开心了。不过这样一来，宫中女人心思又转了。皇上这是什么操作？难道这只是他与皇后的另一个交易？宁仪真才不管这么多呢。这天晚上，他就带着2宝贝悄悄出了宫，众人聚在了清源阁地下宫。没有人知道这里有个地下宫，这地下宫十分宽大辉煌，下面有练武场、游乐厅、游泳池与客厅等等。2只小一道立即跑去了游乐厅，是给自己人放松解压的地方，当然也是他儿子女儿玩耍的地方。春花姑姑，快来玩滑滑梯！不管哪次来，滑滑梯都是燕月的最爱，因为这里的滑滑梯特别长，一滑到底特别刺激。这就是专门做给2只小玩的。除了滑滑梯外，还有滑水道。夏天的时候，兄妹总是玩得乐不思归。可今天不能让他们玩个痛快，一会得回去。宁一真于是放手让他们自己去玩了。主子，下一步我们做些什么？宁一真看了赤峰一眼，密切注视西里莲玉的动向。这人来大梁，怕不是纯送亲。说到这，姬羽立即道：“主子，他的人已经在打听我们巧姬房了，我们都盯着呢。这些属下都是自己舅舅收养的孤儿，又经过精心培养，层层选拨才选出来的人，就是不错。”宁一真非常满意。我已入后宫，恐怕没这么多时间出来，而且出来也就是1个晚上而已。这宫外的事，你们都给盯紧了。若有事，让小绿送信回来。宁一真记得非常清楚，上辈子大梁百姓过得非常不好。先是有人造反，后是西里国揪着西里琳琅的死，撕毁和平条约，再一次引发了战争。虽然燕凤阳带着他的人依旧力挽了狂澜，但是国库更加空虚，更多的百姓死于战争与天灾。在他死之时，大梁的日子依旧没有好过。当时的燕凤阳才30几岁，就已经白发苍苍。这辈子，他要让自己的儿子接手一个安康盛世。蒋殿，我已准备好了5万斤良种，择日提前送去江南。他可种2季，种植的方法，新式的农具，我给你们个样本，你们拿到后再精心研究研究，争取后年能让至少1个州的人有新良种种，有新农具。蒋殿立即点头，主子放心，良田早已准备好，就等您吩咐了。此去江南实在太远，而且他空间的直升机、汽车都不能拿出来用，宁一真只能把事情安排给能干的手下。刚安排好工作，近期进来了美人妹妹，谢家大公子已经上钩了。谢家大公子就是镇国公的长子谢灵清，此子好色草包，不堪大任。但因他儿子出生时，京城上空出现了7彩虹，所以太后非常看重他，如今在吏部任郎中。宁一真点点头，靖哥，这人可靠吗？靖奇一笑，放心吧，本魔座下的人，你还有何不放心的？要不要带几个进去勾引你家皇帝？反正你也不喜欢他，找几个美人进去掏空他，好早点让我们家小天接班。这是个没正经的家伙。宁一真眼一挑，你怎么不找几个人去陈亲王府？我听说陈亲王孤家寡人，很孤单呢。这话一落，靖奇脸一红，要找你找呀，与我何干？众人乐了。有谁会知道大梁国的钻石王老五，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北魔会是个断袖？宁一真遇到靖奇的时候，他正为情所伤，喜欢上不该喜欢的人，他准备一死。是宁一真告诉他，死是懦夫的行为，若死都不怕，还怕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吗？而且他告诉他，他有一种药可以帮助他，这种药叫迷人砂，它无色无味，
只要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撒上一把，这人就会爱上他。不过他也告诉过他，当这个醒来时，他会变得更无情。静琪觉得这药太有意思了，于是找他要了些，试了好几个人，并且以试人为乐。为了尝试对象，他要求掌管清源阁，宁仪真成全了他。静琪其实已经年过30，可因为长得太妖，至今看起来像个20小奶狗。正说着话，突然一阵警报声传来。这警报声只有他们内部的人才知道怎么发出。听到这声音，静琪脸色一变：“美人妹妹，我去忙活了，看来是有人来找事了。”这点小事宁仪真自然不会去管，若这点小事他都处理不了，还称什么北魔？静琪跑了，楚俏过来了：“姐，要再安排几个人给你带进宫部。”听月儿说那老妖婆很凶呢。宁仪真一听就乐了：“你听小丫头胡说好了，再凶，她能凶得过我吗？不要人了，太多的人容易被人发现。”好吧，楚俏只能认了。这姐准备扮猪吃老虎，她也没办法了。本来她还想混去皇宫浪浪呢，谁让她还没看过这时代的皇宫呢？有机会一定要去转转。两只小直到玩到快闭眼了，这才肯回宫。从清源阁出来后，他们一起上了马车，直到了皇宫外的西侧，两只小才钻进空间。江嬷嬷没睡，一直都这样，只要他们出门，他就守着，不管几时，天亮他也守着。见两只小睡着了，他立即亲自打来了热水，给两只小洗好，直到主子都睡了，他才去睡。一般来说，宁仪真这边是春花与秋月带着立夏与立冬守门，他们4个人轮着守，2个过上半夜，2个守下半夜。至于外面，则由李安带几个人巡逻，也分成了上半夜与下半夜。今日真困了，为了让大家睡好，宁仪真让秋月他们全部睡觉，他带着孩子进了空间。乾坤，你去外面床上守着，若有动静通知我。是，主人。第0069章，后宫又骚动了。一夜好眠，晚上睡得迟，早上两只小就起得晚了。孩子们正长身体，宁仪真也懒得叫他们，由着他们睡，直到快中午了才把他们叫起来。后院要改造，吃好饭，宁仪真忙碌起来。这凤霞宫自己得住不短的时间，至少得住到自己当太后，自己住的地方自然得整修的好一点。他重新归位很急，而且这凤霞宫又4年没人住，到处都已显得萧条。现在的他不是那个消极的宁仪真，而是现在这个要求高、会享受、有事业的宁仪真。找来纸笔，他认真画了起来。燕凤阳来不来都没关系，宁仪真自得其乐。经过2天反复修改，终于一个类似地下宫的后院图出来了。虽然小一些，但是与地下宫差别不大。没有让人把鱼塘全填了，宁仪真准备在那里建了一个水上乐园。水上乐园的水虽然很浅，但孩子们一样能玩得开心。李安看到那图时，几乎眼珠子都瞪出来了。这也画得太逼真了吧！娘娘，那这样得去内务府请示。工程太大，也请不了民间的工匠，自然得由内务府来打造了。宁仪真点头，去吧，银子我自己会出，请他们帮忙出人工、出材料、出工匠就行了。有钱好办事啊！接过主子递过来100两打理关系的银子，李安哼着球儿跑了。很快，燕凤阳就接到了皇后要改造后院的消息。皇上，您看，皇后娘娘可真疼公主与皇子啊！还有这图也画得太好了。燕凤阳接过一看，双眼微眯了一下，传令内务府，皇后那边需要什么，让他们供应。是。德公公满脸笑意，是，奴才立即就通知。很快，内务府就接到了通知，内务府的主管立即派人行动，一点也不敢怠慢。这动作自然很快传遍了后宫。这天，几位妃子聚在了高德妃的宫中。姐妹们，咱们这皇后有手段啊！果然，孩子才是皇帝心头所爱啊！德妃姐姐，这样下去，皇帝怕是一辈子都不入我们的宫中了。刘贵嫔绞着自己手中的帕子，仿佛那帕子就是皇后一样，把她给绞杀掉。是啊，是啊，这样下去，我们真的就只能在宫中等死了。你们听说了没？皇上吩咐内务府，凤霞宫要什么就让他们买什么呢？曲美人分位低，她是没办法去与皇后争宠的，除了说几句不满的话，也做不了什么。什么？这消息更震惊。国库空虚，大梁国后宫一直不奢靡，这是后宫从新帝登基后一直不变的规律。如今皇上为了2个毛孩子，竟然下这样的旨。一听到这消息，杨婉仪就跳了起来，这也太过分了吧！真是岂有此理！众人都恨极了2只小，就是因为他们，所以皇帝的目光才落在了凤霞宫。刘贵妃心里堵得厉害，杨婉仪，我记得你初入宫时，皇上还是挺宠你的，皇上对你还算是不错的，你得想想办法把皇帝引过来，早点产下龙子才行。一听这话，杨婉仪心里哭了，生什么生？我生个鬼去啊！皇上每一次来宫里，就是叫我跳舞，一直跳到半夜，我直接瘫地上睡一夜。说起这个，杨婉仪心里全是泪。
但又不能说。当时皇上不也是时常来曲美人宫中吗？曲妹妹，是吧？被点名了的曲美人脸皮一抽，皇上是来过2回，可哪一回不是只听曲不睡觉？想到曾经曲美人手指头突然就痛了。皇上来嫔妾宫中的次数可比不得李嫔与安美人，他们2个当年才是皇上的最宠。李嫔也在座，不过她素来不爱多说话，被人点名，她双眼一扬，这皇子之事也得靠缘分。皇上诉本宫的宫中事多些，但这缘分没到，本宫也无奈。这话已经很让人羡慕嫉妒恨了。至少李嫔是真的事情了，而他们呢，赔了个寂寞。这时有人岔开了话题，你们说谢爷儿还会不会入宫？这皇后的位子没了，她还想入宫吗？谢爷儿大部分都在宫中，脸上也早写着我会当皇后几个字。这话一出，众人眼睛亮了。是啊，这下谢爷儿还能入宫吗？谢爷儿在众嫔妃心中那可不是好人的存在，那是谢家的女儿，太后的侄女。如今谢家势力如日中天，若谢爷儿为后，他们可有的受了。突然刘贵嫔笑了，或许废后归位也不是全是坏事啊。姐妹们，你们说对不对？太对了。想着将来不用天天去看谢爷儿那得意张扬的丑样子，大家心情突然间就好了。废后回归也好，皇上偏袒凤霞宫也好，只要他们不搞事，皇后看样子不会来找他们的事。而谢爷儿性子张扬蛮横，又是皇帝的亲表妹，太后的亲侄女，若她入宫为后，将是众嫔妃们的位日。这一刻，宁仪真并不知道自己的归位竟然还给了众嫔妃一点治愈功能。当然，她也不在乎知道，因为她实在忙。宫里的人各行其事，但也各有所乐。唯有秀玉愁成了一个老太太，因为皇帝有2、3天没来了。这天，宁仪真从后院回来，就听到一声哀叹：“哎，娘娘，皇上怎么不来了呀？”听到这话，宁仪真白了自己这贴身丫头一眼。秀玉这是得了相思病了吗？顿她实嘴一挑，好笑道：“不就2、3天没来吗？你愁成这样做什么？你就这么想他来吗？再说了，有事没事的，他总跑我们这来做什么？他是闲得慌吗？堂堂一国之君，国事多如牛毛，不干正事，专门往后宫跑的男人，还当得了明君吗？秀玉，你是不是太闲了呀？闲得你没事可想。当明君的人就不要娘子与孩子了。皇帝又不是头牛，除了吃睡就只知道干活。”心中不服的秀玉嘴一揪，外面有人在传，说娘娘您又失宠了，您就真的不担心吗？第0070章，秀玉成了皇帝的铁粉。担心什么？失宠？宁仪真心中一声冷笑，本宫要她的宠吗？见自己贴身丫鬟一脸恨铁不成钢地看着自己，她真的牙疼了。本宫从来没得宠过，何来又失宠？秀玉，你都在外面打听到些什么呀？皇上不来不香吗？他一来，本宫还得夹菜，我钱多多啊。行了，你没事做，去给月儿做鞋子吧，她可毁鞋子了。做鞋子不是上衣局的事吗？秀玉，他这主子在意的点是不是与别人太不一样了？皇帝过来，他浪费钱，若是换成别人，让他们割肉招待，怕是都抢着上吧。对自己的主子，秀玉真是有点恨铁不成钢了。顿时，他大声提醒道：“娘娘，菜是御膳房配过来的，又不花您的银子，您在想什么呢？”对哦，宁仪真一拍脑袋，自己怎么老记得在冷宫，除了自家有的，什么东西都得花银子呢？但是他绝不能给秀玉传递错误的信息，万一让狗皇帝听到了，还真以为自己天天等着他来呢。不花银子也得花大伙的人工，轻松点不香啊？非得他来，忙得要命。你这一天天的太闲，所以想找虐事吧？行了，你要实在闲得慌，又不想做鞋子的话，去把地重新擦一遍。这话一落，秀玉顿时无语。我有闲得慌吗？凤霞宫的地每天早上都拖得干干净净的，好不好？娘娘这是不想争气了吗？秀玉忧伤了，别人的主子望眼欲穿，希望皇帝天天去看他们，可他的主子倒好，皇帝不来他还兴奋。唉，皇上其实也挺可怜的，当了皇上还是有人不喜欢他。秀玉没别的心思，她只希望自家的主子得宠，这样谁也不敢得罪凤霞宫。她认为自家主子既然出不了宫，那就要牢牢抓紧皇帝的宠爱。皇帝是这世上最大权力的人，他若宠自家的主子，以后他的主子再也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了。可宁仪真才不会这么想，他的后位不是靠得宠而来的，是他凭本事换来的。狗皇帝不来，他才过得轻松自在，更不在意有人欺负自己。若有谁想找死，他也乐意成全。见他愁成了一个老太太的样子，心又软了。秀玉，你外面蹦跶来蹦跶去的，就打听到了这些？问到这个，秀玉又兴奋了。娘娘，奴婢打听到的可多了。您知道皇上这次带回来的那个西里公主不？当然知道，这么大的事他不想知道也难。
宁仪真抽了抽嘴角，关我什么事？他带不就带呗，反正后宫多养个女人又不是个大事。吃了我家的吗？娘娘，您怎么能这样？秀玉跺脚了，他家主子真的是狗肉端不上桌啊！那2天皇帝天天来，这后宫的人谁见着他们凤霞宫的人，不是一个个像哈巴狗似的讨好？可皇上就2天没来，这些人就立即变脸了。对这贴身丫头，宁仪真也有点无语了。这是怎么了？本宫都不着急，你着急个毛啊！秀玉啊，你不会喜欢上了那狗皇帝吧？什么？他喜欢皇上？这话一出，可把秀玉给吓坏了。娘娘见秀玉急，宁仪真就乐。谁让你愁成这样呢？我还以为你被某些人给迷上了呢。秀玉小脸黑了，顿时小嘴一揪，心中全是不满。娘娘，您这是说什么呢？奴婢这辈子永远也不会做被主之事，否则就让奴婢天打雷劈。是，奴婢懂娘娘的心，您的心并不在这宫中，但是娘娘您出不了宫了呀。这辈子您会为了公主与皇子老死在这宫中，既然要老死宫中，为何要一个人守着？再说皇上也确实是优秀，奴婢昨天听雷安说了许多皇上英勇的故事，娘娘知道山谷关之战不？狗皇帝再厉害，关他何事？老死宫中是事实，但是谁说老死宫中就非得去跟众女人争一个男人？脏不脏啊？若是以前，宁仪真不会这么想，但现在不行，穿越几世后，她受不了与众多女人共享一个男人了。顿时她白眼一翻，小丫头，你想说什么？见自家主子有兴趣了，顿时秀玉一脸兴奋的道：娘娘，奴婢听说山谷关之战是皇上最厉害的一次。雷安大哥说，那一次皇帝用自己为饵，引那西里国的大军来追，在山谷中他们埋好了伏兵，等西里大军一到，展开了激战。就那一次，皇上带人不吃不喝，不休不眠的苦战了4天4夜。皇上他一刀斩敌上万首级，实在是太厉害了。抽！看着这狗皇帝的脑残粉，宁仪真都无语了。雷安是燕凤阳的近身侍卫，是他的心腹。宁仪真咧起了嘴，小丫头就叫上了雷安哥。呵呵，不会有戏吧？秀玉太兴奋了，宁仪真不得不打击他。秀玉，你不如试试4天不吃不喝，不休不眠试试，看他到时候还能不能动。以我一个医者的知识告诉你，一个人可以几天不吃，但是绝对不能不喝。体内缺水，不用别人，自己都死了。人都快死了，还一刀斩敌上万，他的那把刀是神刀吧？自己会飞？听了这番话后，秀玉眨眨眼，一脸无语的看着自家主子，一脸乌鸦。娘娘，奴婢是普通人，可皇上却是真龙天子啊！奴婢不行，不代表皇帝不行。雷安大哥绝对不会骗我的，这是绝对是真的。我还煮的呢，懒得与狗男人的脑残粉争辩，与这种人争辩，争上一生也争不出个什么来。宁仪真去了后院，月儿，你在哪？想不想吃炸鸡腿？燕一月正在与他的小白兔玩泥巴，一双小手黑乎乎的，脏成了一只小花猫。一听有吃，他立即跑了过来。娘亲，我要吃炸鸡腿。既然女儿要吃，那就吃，好几天没吃大油的东西了。炸鸡腿配啤酒，走起！宁仪真想着，空间的炸鸡腿粉、啤酒都很多，一会大家一起开个 party 好了。走吧。第007腰章，李太医觊觎他的血压仪。宁仪真带着儿子女儿吃炸鸡腿去了，根本就不去管秀玉的一脸忧伤。见主子去忙，秀玉也立即跟了上去。皇帝忙于国事，也没来后宫。吃了炸鸡腿后，宁仪真最后一次去了太后的慈宁宫。去完这次，他就不会再去了。李太医，太后的血压稳定了，以后做些药丸子，让她每天吃1粒就行了。太后有造血症，太医院有这方子。李太医看着宁仪真手中的血压仪，目不转睛。皇后娘娘，您这东西可还能弄得到？当然可以，它空间每拿掉一个，都会自动补给。这东西从大波国而来，我师父花了万金才买来2个送给本宫的，这东西实在很难得。若你想要，这价钱你不一定出得起，不过借你用没问题，你出租钱吧。出租钱？李太医挠挠后脑勺，那得多少钱1个月？2两银子。什么？李太医以为自己听错了。娘娘，您的话可当真？宁仪真目光淡淡，本宫从来不废话。这东西不能吃不能喝，只能量量血压，用处也不大。不过你用的过程之中得好好爱护，不能人为的弄坏。若弄坏了，得赔偿1万两白银。若是自然坏了，本宫不会找你要1两银子。人为弄坏？这等宝贝，他宝贝都还来不及呢，干嘛去弄坏？娘娘，您太大意了。这租钱老朽自个掏，我发誓会好好爱护他。李太医出入的都是皇亲国戚之家，这些人家生活条件好，每天都是大鱼大肉，得高血压的人多了去了。
本来可以把脉来断定血压的高低，但那个方法真的不太靠谱。东西就是用来用的，反正他又不差这一个。逆真同意了，行，写个协议吧。李太医从皇后手中租了个宝贝过来，顿时太医院沸腾了。院手，这个怎么用？能不能给小侄看看？明振是前太医院院手的孙子，虽然年纪轻，但在宫中也是正五品的太医了。况且李太医与他爷爷可是正宗的师兄弟，所以他一脸希望。这可是个宝贝。李太医手一收，拒绝了。这不行，皇后娘娘说了，若弄坏了，1万两白银。老夫可是立了协议的。不过若以后你们诊脉，诊到了造脉又无把握时，老夫可陪同你们一起去，用它来确定。就这么一个小盒子，真的行吗？众太医们有点怀疑。这时汪太医走了过来，李院手，在下就有造血症，能不能给老夫诊断一下？这当然可以。李太医得意地把血压仪拿了出来，坐下，老夫来帮你测测。不测不知道，一测大家的眼珠子都亮了。天哪，若以后手中有个这宝贝，那是不是血躁症一测不就好了吗？好是好，可是这东西他们买不起啊，1万两白银一个不说，还得去大波国买。大波国在云州大陆以西，出了西里国再往西走就是一片大海。据说在大海的那边也有不少国家，这大波国就在那里。这里离大波国万里之遥不说，而且还有好几千里水路，这可不是什么人都去得了的。一个血压仪把个太医院弄得翻了天，这一点宁一真可没想到。他若知道，铁定会想把我空间里的高端仪器全拿出来，你们得掉眼珠子了。这事燕凤阳也听说了，他好几天没来凤霞宫了，不是他不想来，而是他实在是太忙了。将近3年不在朝中，国事真的是堆满了案头，几天几夜把2丞相、2亲王都拘在上书房，今日总算把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处理好了。听闻自己母后身体好了，他抽空来了一趟慈宁宫。皇帝表哥，您总算来了，这几天姑姑可想您了。皇帝表哥，这些天您在忙什么呀？一进门，谢爷儿就像知乳燕似的奔了过来。燕凤仰眼一沉，大姑娘家家的，像什么样子？看来谢家的家教有待商榷。谢爷儿快哭了，姑姑。这一会，谢太后神清气爽地坐在太师椅上，见状深呼一口气，皇上，爷儿这不也是喜欢你这个表哥吗？你来了他高兴啊。燕凤阳并不给面子，母后谨言，三表妹可不是个小孩子了，这喜欢2字最好不要随意讲。如今边关初定，国库空虚，百姓流离失所，朕可没空谈这喜欢2字。这话一落，谢太后的脸瞬间就黑了。皇帝，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作为皇上3宫6院72嫔妃，这是祖制，你说这话就是要告诉哀家，你后院不近人是吧？那西里公主呢？燕凤阳是个明君，他想的是家国天下。西里琳琅是和亲公主，而且是公主身份，若她要进后宫，朕也只能允了。但是仅限于她入后宫而已。母后，你懂了吗？朕对女人没兴趣，没兴趣，没兴趣。谢太后真要吐血了。先帝年近50了还选秀，她选最后一批秀不过半年就死了呢。可这孩子是她的种啊，怎么就一点都不像？谢太后心气不顺，难不成你后宫就这么几个人吗？不行，如今你子嗣薄弱，这是国之不稳之源。不行，等你不忙了，这选秀的事还得进行。不忙？他还有不忙的时候吗？燕凤阳面上并无表情，看样子母后的身体已无碍了，说话声音这么大。儿子实在太忙，就不陪母后了，母后自己保重身体。话一扔，燕凤阳就出了慈宁宫，也不去管太后的脸色好看不好看。出了宫，德公公小心翼翼地跟在他身后。见皇帝的脸色不好，他提议，皇上，您好几天没去看公主与皇子了，不如去看看他们。这2天他们肯定想您了。儿子女儿会想他吗？看着这遥远的天空，燕凤阳突然有一种孤寂的心，当这个帝王其实有什么意义呢？亲人疏远，小人近身，天灾人祸又从不间断。这几年来，家事国事天下事，真的是事事都烦死人。人人都想当皇帝，当年他也是如此。可当上了皇帝才会知道高处不胜寒。方德言，你说说，到底是为什么人人都想当皇帝？第0072章，燕凤阳心中的不快。德公公突然被点名，顿时脸面生痛。皇上，燕凤阳挥挥手打断了他的话，继续说道，人人都说当皇帝可以肆意妄为，可你见到朕肆意妄为过吗？朕小时候为了能当上皇帝，真的是步履艰难，时时担心自己不如母后与父皇的心意，连做个梦都不踏实。登基后国库内虚，民不聊生，让朕操透了心不说，姓孙的却把持朕的自由。立谁做皇后他说了算，重用谁还是他说了算。他是为我好，可那是朕要的吗？不是，都不是。朕是皇帝啊，连想
娶一个自己心爱的女人都做不到，那这皇帝当的还有何意义？现在姓孙的死了，朝堂这些臣子不为天下百姓操心，却天天操心朕的后院，他们这是在想什么？傻子都知道啊，不就是怕自己的地位不保，不就是怕自己的荣耀不存吗？大臣们如此，母后也如此。果然，在他的心中，朕就是替他谢家产下传人的工具。哎，算了，与你说有什么用呢？你也改变不了任何现实。不知道能去啊。燕凤阳就这样毫无目的地走着，仿佛在自言自语。德公公一步不离地跟在他身后，一言不发。他很清楚，这个时候的主子是不要人说话的，他得自己清静清静。两人就这么一前一后的走着，也不知道走了多久。走着走着，两人就到了凤霞宫。父皇，你快来看的，月儿捏的小猪猪可好看了。哥哥，父皇来了。庭院中，一个粉糯糯的小身影，一瞬间就像风一样的跑了过来。顿时，燕凤阳一身的疲劳烟消云散。当皇帝，大概为的就是拥有这么一对儿女吧。看着小女儿那一手泥巴，燕凤阳的心情真是一言难尽。他的皇后要说不会教孩子吧，两个孩子都是那么优秀，特别是那沉默寡言的儿子，更是小小年纪要上天了。可要说他会教孩子吧，堂堂皇家公主，不是在水里玩，就是在泥里滚，这样子哪还像个皇家公主？纯粹就一个农家小姑娘好吗？想让孩子别玩泥巴，学些琴棋书画。可是燕凤阳看到自家女儿那一脸的兴奋，却开不了口指责月儿喜欢小猪猪。嘻嘻，小丫头咧着嘴笑了，猪猪的五花肉烤来吃，很香的。父皇，我们昨天晚上吃了烤五花肉、炸鸡腿哦。这话一落，燕凤阳瞬间就嫉妒了。昨天他可是在加班加点，忙着处理国事，吃的就是御膳房毫无特色的饭菜。这皇后倒好，有好吃的就不知道送些过去。今天晚上吃什么？燕一月时尚的回答：今天晚上吃白米粥。娘亲说不能天天吃肉，月儿要长成小胖猪的。小胖猪是很可爱，可长大了就要被人吃掉的。小月儿不要被人吃掉。燕凤阳吐血了，他没来，人家吃烤肉、烤鸡腿；他一来，人家就喝稀饭。这皇后是故意的吧？难道他知道自己今日要来？一边跟着的德公公见皇帝的脸黑了，顿时浑身一抖。皇上，听闻御膳房今日刚得了一头鹿，很新鲜呢。依老奴之见，这鹿肉最有营养了，烤来吃一定很美味。两位小主子肯定还没吃过鹿肉吧？不如老奴去要一腿过来。这奴才太懂他的心了。燕凤阳立即准了，多准备一些各式菜，今晚朕要陪孩子用膳。是。后宫嫔妃们才高兴2日，没想到皇上又去了凤霞宫，而且还让御膳房送去了一只全鹿。顿时一个个气得吐血，皇上怎么就这么偏心呢？他们也是他的妃子啊，别人开不开心没人去管，燕一月却开心的不行。因为秀玉姑姑说过，父皇多来凤霞宫，这里就没有人敢欺负他们。吃完饭，他一个劲的卖乖。父皇，月儿陪你散步的，饭后100步走，活到99，吃了饭不能坐着不动哦。您一定要活得长命百岁的。听到女儿这话，宁姨真抽牙，这小丫头要干什么？她不会让这狗皇帝留下来住吧？果不其然，燕凤阳还真有这意思。这里有儿有女，与其一个人住在那清冷的龙栖宫，不如多与儿女培养感情。方德言，去把朕的。好在他话还没说完，侍卫统领霍霄进来了。皇上有急报。燕凤阳一听有急报，便立即走了。宁姨真松了口气，若这男人真要留宿，她还真不能拒绝，毕竟她现在是皇后。虽然可以不跟他睡一床，但处在一间屋子里，那也是让人挺别扭的。还好，多来点事，让他天天忙得睡觉的时间都没有。皇帝走了，秀玉带着2只小在院中消食去了。很快秋月就进来了。出了何事？秋月压低了声音：主子，听闻是北边来的急报，具体情况还不清楚，皇上已经让人去请2位丞相大人了。北关有急报？宁仪真闭着眼睛想了想，好似上辈子这个时候边关没出什么大事呀。虽然上辈子她只是个低等宫妃，但朝中若是出现了大事，这后宫铁定不可能安静，风声肯定是能听到些的。可没有，不管他了，反正要操心的是那狗皇帝，他还是赚他的钱好了。账本都带进来了。秋月立即点头，都带进来了。赤峰大哥说所有粮食都已经收进来了，具体多少全在账上。宁一真点点头，3个老爷子还没回来。秋月摇头，并无，3位仙长去寻九龙果，不寻倒是不会回来的，这才去1个月呢。九龙果，偏方医经上记载的灵果，据说此果有起死回生之效，返老返童之功，常人食之能延年益寿，青春永驻。3有仙人虽然已年过100岁，但他们现在真不想死了，因为日子太好过了。可是年纪大了，身体机能差了，他们就开始去寻这九龙果了。第0073章，上书房里突发的奇响。
这种书上记载的东西，宁仪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若是不信吧，自己都能重生，还拥有空间；若信吧，他却从未听说过世上有这种东西。自己早给他们喝过不少空间水了，但因为不能说明，三老也不知道它的好处。宁仪真轻轻地舒了口气，去就去吧，他们有事做就好，省得天天闹腾自己这个徒弟。那三老的性子，宁仪真太清楚。他们总是说要什么皇后之位、太子之位，直接把皇帝杀了，造反好了。杀皇帝是可以，造反也是可以，但自己的儿子那样会被骂作乱臣贼子，这一点宁仪真是不愿意的。他的儿子必须是受万民爱戴、光明正大的上位，大梁的老百姓也不能因为战乱而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几世为人，宁仪真特别喜欢其中的一世。他所在的那个国家是个大国，虽然那个国家不是世界老大，但是国大人多，团结且发达，别人就是嫉妒他也不敢来犯他。在那一世，他是农学专家，研发出的新式2种种出来的大米又软又香，产量还高，深受老百姓的欢迎。虽然在那里只待10几年，可那10几年是他几生中最幸福的10几年。现在他要帮助儿子把大梁打造成那样的一个大国，人民幸福，边防安定，人心齐向，富裕平安。随他们吧，你们还是想尽办法找个机会装一个窃听器到上书房去，若装不到里面，装在外面也比不装好。主子那千奇古怪的东西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不过那些东西都是真好用的东西。秋月低头道：是，主子，属下尽力去办。见秋月要转身，宁仪真又叫住了他：算了，上书房防备实在严，安全要紧，就在外面装一个好了。要潜入上书房，那是极危险的，因为上书房是皇上平时处理药物之处，所以他的每个角落都隐藏着暗卫。特别是那侍卫统领霍霄，此人天下没几个人是他的对手，恐怕赤风与急雨都要比他差上一点。主子就是在担心他们的安全。秋月心里明白，是，主子，属下明白，明白就好。自己的人要自己爱护，他们忠于自己，若他连他们的生命安全都不当回事，就不配当他们的主子。活了几世，宁仪真明白育人之道，唯有用真心才能换真心。他点点头，先下去吧。就在主仆说起打算时，而此时上书房，燕凤阳拿着急报，双眉紧紧地拧在一起，思索了好一会，他才开口安排再增加定北军新弩5000只，箭矢10万只，战车就加1000辆，把那些坏了的都换掉，然后再把甘州府2万驻军迁过去。大梁实在不能再开战了，只有用军威来威慑北齐族，才能阻止边关再乱。萧远寒知道，给北境关增加这些军备，国库又要空掉不少，好在稀里成尘了。臣以为皇上这安排不错，钦天监已经算好了日子，皇上还是尽快让稀里成尘吧。正式降书得在国宴上上表，东西也得在那天接收，边关事急，容不得再拖了。燕凤阳点头，就依左相之言，日子就依钦天监所定，使团之事还请左相多操心。操心是应该的，身为人臣，不能为国为民，当什么官？萧远寒躬身，皇上放心，臣定当尽责。只是今年辽东有几个县闹蝗灾，几乎是颗粒无收。听到这，燕凤阳闭着眼睛沉思起来。这2年江南水灾好了些，可东边又来蝗灾。大梁只有几个县还好，他听说豫南国更甚，全国大半都遭遇了蝗灾。这个冬天怕是不容易过了。想到这，燕凤阳再次开了口：恒之给守南军也增加一些新兵器，辽东那边也增加1万驻军，给杨靖传令，务必小心豫南国的动向。对于辽东几个县的百姓救济，可从南州府、越州府、怀州府3府各府调拨200万斤粮食过去。虽然600万斤粮也并不多，但是若省着吃，至少不会饿死人。萧远寒点点头，他们地里唯一没被吃掉的只有地瓜，有这些至少能挨到明年春天了。皇上，那土豆种明年能种出多少种子来？1亩土豆据说要300斤种子，冷宫那里一共不到2亩地的土豆，挖出来的种子不过6000余斤。燕凤阳心下沉重，按皇后所说，1亩地300斤种，至多种20亩地，太少了，确实是太少了。萧远寒双眼闪了闪，皇上，皇后这种子从何而来？燕凤阳道：皇后说是宫中侍卫帮忙带进来的，朕问过那侍卫了，他说确实是从市井买回来的。萧远寒闻言心中一动，皇上，那您说说，现在市井上会不会也有这个卖？对啊。燕凤阳双眼亮了，去把那徐侍卫找来。霍霄立即领命而去。是。很快徐良被找来了，他早就被宁仪真交代过了，被问到这土豆之事，他自然心中有数。皇上，这还是几年前属下受其太妃所托，去市集买种子时遇到的。当时皇后娘娘说了一句，
若是有稀奇的种子也带些进来，这后山土地非常肥沃。那回属下在市集上看到种子都买了2斤，这种子我并不认得，就是觉得奇怪才买了回来。当时属下还怕宫里娘娘不会种，就特地问了种法。萧远寒好奇地问：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徐良摇头，不记得了，好似是一个胡子遮了半边脸的男子，口音不似京城人。这就难找了，好几年了呢。萧远寒拧起眉再问：当时那人身边这种子多不多？徐良仿佛在回忆，多是不多，但百把斤是有的，只是因为价不低，好似没有什么人买。听到这，萧远寒看着皇上道：皇上，您说当时是不是也有人与徐侍卫一样，把那些种子买走了呢？燕凤阳眼光闪闪：徐良，冷宫你就暂时不必去点卯了，朕令你去找这土豆种子。这话一落，徐良快哭了。这叫他去哪找啊？这种子并不是他买回来的。可是不能说。属下听令。第0074章燕一月传进来的消息。次日早朝一过，宁仪真就知道这北关急报所报为何事了。这一次北边不会有事，因为北齐族的族长病重了，北齐族的那些主干力量都在想族长之位去了。不过他记得这一年西北之地却有雪灾。秋月去通知宋雷与蒋殿大量收购杂粮，不一定要多好，但数量一定要多。秋月立即应声而去，他刚走，秀玉就进来了。娘娘，内务府给您送来了新的朝服，上衣局的姑姑请您试试，怕您哪不合适。皇后的凤袍分为朝服与常服。宁仪真入冷宫4年，早期的服饰都已被销毁，入宫这天所有的衣服重新做过。听闻是朝服到了，她立即出去了。上衣局的梅姑姑宁仪真认得，她掌管上衣局已经很多年了，是宫中的老人，见过皇后娘娘，见过皇子，见过公主。梅姑姑为人方端，聪明却不耍小心眼。虽然眼前的皇后并不是皇帝的心头肉，但她依旧非常的恭敬。宁仪真朝她点点头，平身吧，把衣服拿来本宫试试，本宫这几天很忙。梅姑姑立即应下，是。很快几位宫女手持托盘而入，托盘上正是母子3人的新衣。宁仪真的新衣由梅姑姑亲自穿戴，而2只小的衣服却由春花、秀玉帮忙。朝服是蓝底黑边金凤，一抖开，一点说不清的气味冲进了宁仪真的鼻子里。什么味道？梅姑姑一愣，皇后娘娘，您说什么？宁仪真拉着2只小站远了些。梅姑姑，你闻一下，衣服上有味道。什么？这话一落，梅姑姑大惊，她拿起朝服仔细地闻了闻，顿时脸色漆黑，立即跪下：娘娘恕罪，衣服上乃茉莉花花香，这是老奴自作主张熏的味道，不知道娘娘您不喜。宁仪真脸一黑，不仅仅有茉莉花，应该还有桃花香，本宫以前会桃花过敏，梅姑姑应该知道吧？什么？有桃花香？梅姑姑脸色更黑了，她再细细地闻了闻，然后一脸死灰：老奴该死，都是老奴自作主张的错。若不是她自作主张给衣服熏香，这些人也不可能趁机在花香中加入桃花粉。梅姑姑的为人宁仪真是清楚的，上辈子就有人让她在衣服上做手脚害人，但她不肯做这事，后来被人找了个岔子，把上衣局的职务给撤了。现在自己对桃花并不过敏了，因为她喝了灵泉水。但是这个人并不知道。好啊，想害他是吧？宁仪真双眼一冷，起来吧，这不关你的事。但是你身边有心术不正之人，而你没发现，这也是你的过失。这是第一次，本宫就不罚你了。回去后你好好查查，别到时候让人害了还感激他。是。奴婢回去就把衣服弄干净，明日再来请娘娘试穿。脸色漆黑的梅姑姑拿着衣服下去了，2只小的衣服倒也没什么问题，宁仪真没再让她拿走。这边梅姑姑带人刚下去，秋月进来通报说冷宫侍卫徐良求见。徐良是自己的心腹，这几年下来他办事非常得力，而且为人忠实，深得宁仪真的信任，他来绝对是有事。穿。很快秋月领着一身乔装成太监的徐良进来了，4等侍卫徐良叩见皇后娘娘。厅里有外人，宁仪真挥挥手道：平身吧，你特地跑到这里来，可是有事？徐良立即点头：娘娘，属下确实是遇到难事了。紧接着他把皇帝把自己叫去上书房所说的话全部都说了，一句也没隐瞒。宁仪真倒是佩服这2人的脑子，点点头：你按照皇上的吩咐去找，本宫也会让人去找，若有了消息你再去上报。这话一落，徐良高兴坏了：谢谢娘娘，属下一定努力去找，告辞。去吧。徐良下去了，宁仪真招来秋月，给楚翘去信，那些土豆多留些种子，今年不做土豆粉了。是。京城有土豆粉条出售，而且有3年了，但却没有直接卖过生土豆，因为这是宁仪真回宫的筹码，她不是圣母，所以这东西她一直瞒着。
如今是让大梁百姓大面积种土豆的时候了。这2年大梁可以说是风调雨顺，除了战争税收高了1成外，没有发生天灾。坐了下来，宁一真从空间找了一本《作物育种学》，认真的看了起来。娘亲，蝗虫是什么东西啊？也不知道自己看了多久，却见燕一月从门外跑了进来，冲着宁一真问。他一时懵了一下，蝗虫？月儿，哪里有蝗虫？燕一月眨眨眼，外面的小太监说的呀，他们说今年什么刘国上个月遭了蝗虫，把谷子都吃掉了呢。南刘国遭遇蝗灾了吗？宁一真又问，那有没有说大梁也有蝗虫？燕一月立即点头，有呀有呀，小太监说父皇让人调粮食过去给他们吃呢，要不然就会饿死的。大梁今年遭了蝗虫吗？在宁一真的记忆中，这几年好似都没出现蝗灾。若今年真的出现，那明年怕是不会绝了。看来是上辈子他太只顾着疗伤，别的都没去注意了。蝗灾那是非常可怕的东西，这东西就是再后世也只能防不能绝，这是事关民生之事，他不会藏拙。月儿，我们去找你父皇。燕月开心的跳了起来，哎，找父皇去喽。这是皇后第一次主动找自己，正在埋头处理国事的燕凤阳不知道他来做什么。有事？见他眉心拧起，宁一真有些不高兴了。本宫早已说过，没事不会来打扰皇帝，您不要一脸嫌弃。他有吗？燕凤阳拧了拧眉，朕没有，朕只是事太多，心情不太好。宁一真一点也不客气地指出，你有，不过你有没有，本宫也不会放在心上。本宫早说过了，曾经的宁一真已经死了，你只管放心，我不会再缠着你的，更不会强求你的喜欢。什么意思？什么叫强求他的喜欢？燕凤阳眉头拧得更深了，他不想争辩，他是真心的没有不高兴，可说太多有何用？反正他与皇后说好了，是合作。皇后，朕明白与你的关系，有事就说吧，我会治蝗虫。第0075章，前朝内宫都被震惊了。这话一落，燕凤阳差点跳了起来。你说什么？再说一遍。皇后，你可知你这话的意义？宁一真最讨厌别人怀疑自己。他脸一冷，皇上的意思是，本宫是故意胡说八道，为的就是跑来这上书房引您注目。想到自己刚才的话，燕凤阳语塞了。你见爹娘又不好好说话了，顿时燕一月就抢了话。父皇，娘亲说他会治虫虫了。月儿听说虫虫会抢老百姓的粮食，把虫虫治了，老百姓就不会饿肚肚了。娘亲好有本事的，他不会骗你的了。他有说皇后在骗自己吗？燕凤阳一肚子的闷气，难道他刚才的表现就如此的歪吗？蝗灾，这是天灾，不论是大梁还是他国，谁也躲避不了他们的肆虐。若真能治蝗虫，那他这位皇后将是大梁的功臣。燕凤阳激动的嘴唇都在颤抖。方德言，快传，月儿，父皇不是不信，而是……宁一真并没想过要出名，而且他也不想与朝中大臣面对面，而且这法子也不是马上能见效的东西。若让朝臣们过来，这些人又会认为他在哗众取宠，夺皇帝的眼球。见皇帝而是个没完，他立即抢了话：皇上不必传外臣了，治蝗十分简单，就是多养些鸭就行了。除此之外，本宫还有一个草药方子，你让人收集材料，在春季撒下去，这蝗虫就能治了。燕凤阳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意思？鸭子能治蝗虫？宁一真点头，你可以让人去查查，是不是养鸭多的地方，蝗虫就少。治理蝗虫主要是治在前期经常闹蝗灾的地方，种植结束后要及时翻地。蝗虫还在虫卵之时，怕太阳。当虫卵发育成幼虫后，它是鸭子最喜欢的食物，这时粮食还没长成，鸭子也不会糟蹋粮食。对于大量的鸭子也有用处，板鸭、腊鸭、卤鸭、咸鸭蛋的制作。宁一真说得很慢，中间燕凤阳让德公公送了2次茶进来。写完后，燕凤阳死死地盯着宁一真道：若你的方法真有作用，朕记你一大功。功不功的，他在意吗？宁一真心中一声嗤笑，我在替我儿子打理天下，要你地宫做什么？皇上，臣妾这些还只是纸上谈兵，等3年内大梁国不再有蝗灾再说吧。燕凤阳没看过这样的皇后，今日的她与那天在上书房与她谈条件的人很不一样。那天的她寸步必争，而今日的她风轻云淡。这样的女子仿佛自带光芒，只是她真的还是自己那个只会痴痴地看着她的皇后吗？这一刻，燕凤阳再度怀疑。只是这一刻，她非常清楚，不管是不是曾经的皇后，她有这么一个皇后，是她之幸，是大梁之幸。心情复杂的燕凤阳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道：方德言，把记下来的东西整理好，让人预抄10份。德公公全程在记，此时的他心里也十分的激动，天才知道这蝗虫有多可怕。蝗虫经过的地方
几乎是寸草不留。是，奴才遵令。次日早朝，众大臣们看到手中的东西后，整个朝堂上沸腾了。镇国公头一个不信，皇上，这太扯了！若治皇有这么简单，这天底下还会有蝗灾吗？他很怀疑，但燕凤阳却相信他的皇后。不过让大家多养些鸭子，勤翻地而已，有什么不好的吗？就算没有用，那鸭子还能吃呢。谢大人可还有意见？可不，这纸简上说的明明白白，怕养鸭为患，百姓养鸭不划算，人家连鸭子怎么做都写出来了呢。若真做出那个什么板鸭、腊鸭、卤鸭、咸鸭蛋什么的，又好保存又好吃，送去大城市不香吗？镇国公是个非常聪明之人，眼见大家都相信了这方法，他也立即说：皇上说的有理，老臣这是太激动了，并不是质疑。燕凤阳理解，昨天他不也是激动的不行吗？整个晚上他亲自在核对这些预钞，生怕德公公有记错的地方，并无碍。谢爱卿主管户部，这事就由你去落实，争取明年蝗灾多发之地都养上鸭子。是，臣遵命。大伙很好奇皇上这法子从何而来，但是他没说，众人也不敢问。可萧远还怀疑。下朝后上书房，皇上，这主意莫不是皇后所出？燕凤阳好奇地看了他一眼，你为何会这么想？萧远寒笑笑，皇上这么问，那是肯定了。至于为什么，臣说不清，就是感觉到与他有关。燕凤阳不否认，就是皇后出的主意。他还说，等3年之后，大梁再无蝗虫，来领赏。这小丫头真是的，与以前太不一样了。小时候的她既单纯又可爱，天天追着他屁股头后面叫着韩哥哥抱，韩哥哥抱。现在的她很厉害，能治世人治不了的蝗虫。得知这个事实，萧远寒的心里却酸楚胀痛。这样的皇后是很厉害，可是她的成长到底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谁也不知道。皇上，过去的都过去吧，她值得你对她好。这样的皇后确实是光彩夺目，完全与5年前的皇后天差地别。燕凤阳沉思了。上书房很安静，而后宫却不安静了。治皇，洪兴郑重的点头，是，主上传来的消息，今日皇上在朝中已经宣布了。他说从皇上的表情来看，这事恐怕与皇后娘娘不无关联。宁仪真会治皇？张贵妃的眉头紧紧地拧了起来，若这样下去，这皇后的位子恐怕会坚不可摧了。可还有什么话？洪兴点头，主上说让娘娘您尽快怀上龙子，衣冠一时找不到，不若给皇帝下点东西。不，张贵妃太清楚这后果了，别人或许不知道，但2年多前钱淑妃出事的事，她一清二楚。没有用的，洪兴，若这法子有用，那高鱼儿早就动手了。皇帝对女人过敏，本宫只要走近他3步，他浑身都是红疹，病一发作，下了药又有何用？第0076章，既然喜欢香，那就好。这是不假，洪兴就见过好几回，只要贵妃一靠近皇帝，全身红疹不说，皇上还会呼吸困难。若不是随身的德公公带有药，皇帝在贵贤宫会出大事。郎中说了，这是皇帝的心病，无药可治。后宫10余个女人，能近皇帝身的人也就只有皇后、李嫔与安美人。他们要怎么办？想要与皇上亲近，除非他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女人，要不然不可能近得了身。张贵妃主仆俩无计可施，只能相顾无言了。而慈宁宫中，谢太后接到消息后，双眼死死地盯在某处一动不动。太后娘娘，若这法子真的能起作用，那皇后恐怕谁也动不了了。谢太后心里自然清楚，而且她也知道当年孙科为了培养这个外甥女花了多少的代价。想不到她倒是真能耐了。蒋嬷嬷也觉得这皇后能耐，但是皇后越能耐，她心里越痛恨。无人知道蒋嬷嬷的心思，就是连太后也不知道。当年她不可救药的喜欢上了孙科，可是孙科的眼中只有太后，从来不会施舍一个眼神给他，甚至还警告过他，让他不要痴心妄想。被自己爱得不行的男人如此轻视，蒋嬷嬷心中的爱全部化成了恨。太后娘娘，这皇后真的留不得啊！皇后确实是留不得。谢太后的心里比蒋嬷嬷更清楚，皇后越能干，就代表着她的地位越巩固。不是她谢家的人，绝不能留着她来霸占这后宫。皇后的朝服送去了吗？蒋嬷嬷正要点头，突然一个宫女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启禀太后娘娘，上衣局出事了。什么？谢太后咻的一下站了起来，什么事？快说！芳草姑姑自杀了，皇后发现了朝服上有花香，梅上局已经找上她了。砰的一声，谢太后跌坐在椅子上，眼前一黑，那香味怎么也能发现？太后，太后，您怎么了？您怎么了？快来，请太医，要快！哀家没事。听到蒋嬷嬷的惨叫声，谢太后深深地呼了口气。太后娘娘，您真的没事？谢太后眯眯眼，点点头。哀家没事，
拿瓶清心水过来给哀家喝了，别让出去。芳草是上一局的老人，他自杀，太后却晕了过去。若这两件事一联系起来，这不就是告诉别人芳草是太后的人了吗？蒋嬷嬷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奴婢明白，奴婢这就给您拿药来。虽然慈宁宫中太后差点晕倒的事封锁得很严密，但是有窃听器的宁仪真很快就知道了。老妖婆，果然是你在作怪。宫中知道她对桃花过敏的人很少，但太后却知道。想到这老妖婆的恶毒，宁仪真决定来而不往非礼也。秋月，太后娘娘她近来身体不错，所以就太清闲了，找点事让她操操心吧。秋月知道自家主子生气了，明白。对了，下点慢的，不能让她马上病倒，也不能太重，要不然还是给本宫自己找事。秋月连连点头，属下明白，那就送点晚香给她好了。晚香，这东西可以。宁仪真笑了，晚香之香味很清淡，与太后宫中的茉莉花香味道又相似。太后喜欢香，年纪越大她越喜欢，她每天都把自己弄得香香的。不是喜欢香吗？那就尝尝香的味道吧。事情安排好了，宁仪真一点也不放在心上，因为她实在是太忙了。后院的杂木都挖走了，空出了一大片的地。这一天，他就带着2只小，背后跟着李安几个太监去了冷宫。一到那里，2只小就被人抱走了。宁仪真带着大伙往后山而去。仪真，这几天宫里没人出幺蛾子吧？齐太妃更关心宫中之事。宁仪真轻笑，出了点小事，上一局的芳草姑姑自杀了，她负责本宫朝服的打理。这话一落，齐太妃的脸色变黑了。芳草原本不叫芳草，叫盛芳，是陈太平娘家带进来的人。只是陈太平进了冷宫后，他倒是进了上一局，还得了一个好位子。你可明白？原来是个卖主求荣的东西，死了活该。宁仪真看了看齐太妃，明白了。齐太妃笑了，那就好。仪真要永远记住，心慈手软，坐不稳皇后这位子，宫中牛鬼蛇神太多太多。是啊，这一点宁仪真非常认同。心太软的人，就如前世的自己，只有被人害死的份。仪真谢谢太妃警训。两人说着话，转眼就到了后山，看了看山边，指了指着山边的树丛。宁仪真对李安道：“这里几棵小一点的果树，全部挖去凤霞宫。”李安可是头一回来这冷宫的后山，看着这一大片的土地，他真的是差点惊了下巴。娘娘，这些东西全部是您带众位娘娘种出来的吗？看着李安惊讶不已，宁仪真一脸骄傲：“那当然，怎么样？还行吧？岂止行？”李安想，而是太行了。听闻冷宫的人一天只有1碗清水，2只馒头过日子，非常的可怜。原来是有这么一大片农作物，怪不得皇后娘娘在冷宫过得这么好。现在的娘娘真的是太厉害了。几年前，好在自己没像别人一样离开凤霞宫啊。李安立即拍马屁的道：“娘娘，您真的是太会过日子了。当今世上，能把冷宫变成福地的人，恐怕也只有娘娘您一个呀。会过日子。”宁仪真听了想笑了，他心道：若是自己不会过日子，那他母子3个就要饿死在这冷宫了。小安子，日子就是人过出来的，所以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失去精气神。人什么都可以有，但不能有病；人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可以没有精气神。人只要有斗志，再深的泥潭也能爬起来。可不，娘娘就是有这股子的精气神在，所以她才能重登后位。一瞬间，李安心中热血沸腾，跟着这样的主子，未来一定会很好。娘娘的训导，奴才们明白，谢娘娘点话。小麦子几个也听到了这段话，立即附和：谢娘娘点话，谢娘娘点话。第0077章被狗袭击。宁仪真知道这几个都是好的，上被他落魄之时，他们不仅没有欺压他，偶尔还会帮他一把。知恩必报是宁仪真几世为人的准则。都别谢了，只要你们好好当差，本宫定让你们不后悔相随。听了这话，一个个心情激动。李安更是一声吆喝，开工。后院热火朝天的开始了挖果树，要挖的果树不少，没这么快一下子挖完，宁仪真自然就不去管了。他看了看地里刚种下去的草莓，又施点灵泉水，这才回到前院。月儿，天儿，我们可以回去了。燕一月听到娘亲叫他，很快就跑出来了。娘亲，我来了。看着小脸黑成小花猫的女儿，一瞬间宁仪真想死的心都有了。天哪，小月儿，你不会又去爬了那狗洞吧？燕一月笑眯眯的回答：没有的，娘亲。月儿就在那边与小花玩了会，没有去钻狗洞哦。行吧，反正钻没钻都脏了。宁仪真暗自摇了摇头，赶紧回宫，得好好给你洗洗了，要不然得生病。燕一月笑了：娘亲，月儿很厉害的啦，不会生病的哦。好吧，宁仪真只得承认了。这2只小平常偶尔也会感冒，可只要多喝2杯开水，就什么事也没了。小调皮，走吧走吧。
母子几个说说笑笑往宫中走，突然不知从何处窜出一只大黄狗，张着嘴朝着两只小冲了过去，汪汪哇哇哇！没注意到它，燕一月被吓哭了，扑通一声坐上。小心！汪汪！眼见这狗凶悍的就要去咬孩子，秋月与春花双双冲上前。宁一真也是心中一急，空间抽出黑鞭，一边甩下，只听得汪汪汪几下，大黄狗倒在地上抽搐几下就悄无声息了。就在这时，一个小太监尖叫了起来：不好了，不好了！太后娘娘的旺财被打死了！刚刚觉得自己头晕乎乎的太后，听闻自己的爱狗被打死时，瞬间眼前发黑。去，把皇帝给哀家找来。很快，皇帝来了，宁仪真带着两只小也来了。小月儿脸色煞白，畏畏缩缩的抱着他父皇的脖子在抽泣着。当他一看地上的死狗后，我怕，我怕，狗狗咬我，父皇，狗狗咬我！这哭声把燕凤阳的心都给哭化了。他轻轻的哄着：不怕，不怕，狗狗死了，父皇已下令让人把宫中的所有狗都杀了。月儿不哭，他咬不了你了。谢太后，他这是叫皇帝过来看他哄女儿的吗？皇上，哀家的旺财养了7、8年了，他从未咬过人。燕凤阳也没听说过太后的狗会咬人，但是他确实是把他的女儿吓坏了。这小丫头可不是在假害怕。母后，您明知小月儿在冷宫长大，没接触过什么人，而且她年纪又小，她怎么知道旺财不咬人？当时几个小太监都看到了，这只死狗就是一脸凶残的冲向了两个孩子。这是朕唯一的儿女，您觉得是您的狗重要，还是朕的皇子与公主重要？这番话再一次差点把太后气晕。这死丫头是个胆小的，鬼才信！好啊，皇上，您这是有了儿女就忘记了母后了。您可知道乌船水照旧滴这句话？你今天这样对母后，就不怕他们学着你的样，将来这样子对你？这太后厉害啊，还学会引经据典来挑拨呢。牵着烟倚天的宁仪真一声冷笑，臣妾也听过一句话，世上只有会做父母的人才能教出孝顺的儿女。母后是2个孩子的亲祖母，却为了一只狗兴师动众，从头到尾您都没想过问问孩子怎么样了，一只狗的死亡你却伤心成这个样子。看来在母后的眼中，这2个孩子根本连您的狗都不如。母后，月儿与天儿不是您的亲孙子吧？难不成皇帝是您捡来的？这话可大胆了！不仅谢太后的脸色变了，就是燕凤阳的脸色都变了。谢太后气得一声怒吼：大胆！皇后，你这是想侮辱皇室吗？宁仪真淡淡的道：臣妾并非此意，只是好奇太后为何对亲孙子亲孙女看得不如一条狗重罢了。若您是真正的亲祖母，明知孩子被狗吓坏了，怎么会不心疼孩子，而是心疼一条狗呢？可您没有。您得知旺财死了后怒火万丈，却没有问一句2个孩子是否受了惊吓。您这做法不得不让臣妾多想。你！见太后又开始激动，宁仪真提醒一句：太后，您的身体千万别激动，否则后果难测。臣妾能就得了您一回，不能保证能就得了您第2回，终究还是命重要。谢太后脸色阴沉：好，你牙尖嘴利，哀家说不过。你们走，哀家不想看到你们。宁仪真嘴角一挑：那就好，你不想看到我们，我们更不想看到你。臣妾告辞。一家人默默地出了慈宁宫，很快慈宁的事也悄悄传了出来，嫔妃们顿时心思涌动。此时太后宫中，蒋嬷嬷一脸愤怒：太后娘娘，这宁氏太无礼，她完全没把您放在眼中。死贱人，仗着自己有2个孩子，就想凌霸在本宫头上吗？谢太后也是非常生气：丽香，皇上有了儿子，他恐怕不会再听哀家的话了。这样子，哀家真的不喜欢啊。这话一落，蒋嬷嬷一脸喜气：奴婢明白，明日奴婢就出宫一次。太后，您且隐忍些时刻。听了这话，谢太后心中好受了些许。还是你懂哀家啊。这宫中若无谢家后人，将来的谢家怕是要被灭了。蒋嬷嬷一脸狼戾，双眼如毒蛇：太后娘娘您说的对，这后宫必须由谢家人掌权才行。可不就是，只是现在皇帝太偏心于皇后了，若不除了他，谢家的人入了宫恐怕也是白入。就在这时，一个小宫女进来了：太后娘娘，旺财的目的选好了，奴婢进来把她带走。第0078章宫中的打狗运动。谢太后的心很痛，她最心爱的狗死了，以后她会孤单许多。想到这个，她就更恨了。拿去吧，把她好好安葬。是。小宫女走了，又进来了一个高大的宫女：太后娘娘，是不是头不舒服？让奴婢替您按按额头吧。见到这宫女，谢太后挥挥手，让蒋嬷嬷也下去了。1个时辰后，秋月疾步进了宫，低头在宁仪真身边轻轻嘀咕了几句。此时宁仪真刚给一对兄妹洗好澡，便道：让人跟紧他。是。
秋夜下去，宁仪真把刚洗好澡的兄妹扔在床上，把衣服扔给了他们，自己穿。燕一月抱着自己的衣服就嚷开了：“娘亲，我要穿公主裙大，那个漂亮。”真是个死要臭美的家伙。宁仪真瞪了他一眼：“那穿这个不能出宫去玩，知道不？公主裙很长，跑出去会弄脏，弄脏了姑姑们难洗。”燕一月心中不停地数着不可以出去的理由，可最后还是被公主裙征服了。娘亲，我不出去，我被狗狗吓坏了，不出门。噗！宁仪真实在忍不住乐了：“小皮蛋，你怎么就认出了那只狗呢？”燕一月双眼亮晶晶：“那天我见太后娘娘抱着的了，那只狗狗很坏，是真的会咬人的狗狗。好吧，小家伙爱憎分明，没什么不好。会咬人的狗狗留着，那也是害人之物。”宁仪真亲了亲小女儿的小脸道：“那你就真不能出去了哦。”燕一月赶紧表白：“不出去，月儿跟哥哥去喂小白白他们好了。”哥哥，你去吗？燕一天有条不紊地穿着衣服去，我们不是摘了白菜过来了吗？一会喂大白、二白、三白，小白吃好了。4只小白兔从大到小，他们自己给他们取好了名字。行吧，那你们就去吧。后院已经开始动工了，不过先动了左边，中间挡了一个屏风，施工影响不了右边。右边靠墙的地方，一排兔子笼装着4只小白兔。一看到他们，燕一月就哒哒哒的跑了过去：“小白白，我来喂你们了，这是冷宫里最好的白菜哦，你们一定要多吃点。”见到兄妹俩手中的菜，4只小白兔立即围了上来。后院一片安静，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宫中已开始一场打狗运动。燕凤阳还真是个当爹的，他让人把宫中的狗全部打死后，然后带着女儿过去，让他亲眼看到狗被全埋掉了。你看，没有狗狗了，以后不要害怕了。燕一月胖胖的小手紧紧地抱着燕凤阳的脖子，小脸就埋在他的颈边，娇糯得很。父皇，月儿好爱好爱你哦。等月儿长大了也保护父皇，谁要欺负父皇，月儿就打死他去。这话一落，燕凤阳头顶一群乌鸦飞过。朕是不是做错了？还好还好，好在他没把狗烤来吃，要不然他粉糯糯的女儿很有可能把人也烤来吃。宁仪真觉得燕凤阳这狗皇帝对儿女还是真心好，现在如此，上辈子也如此。这场打狗运动瞬间震慑了后宫，皇上也太疼小公主了吧。娘娘，这样下去，凤霞宫的地位是无人敢动了。高德妃手中捏着后宫的账本，这账本他已经捏了半天了，却一行字也没有看进去。听到自己贴身丫头的话后，脸色又黑了一个新层次。皇上，您不觉得这样也太过了吗？我们这些女人都是您后宫的人啊，为什么对我们就这么冷淡？当然没有人回答他这是为什么。江嬷嬷见皇帝如此重视公主，顿时心里又有点松动了。娘娘，皇帝对公主可真好，老奴觉得皇帝他人品确实很不错，有的是，娘娘您也别去想太多。在这宫中，皇帝的宠才是最重要。宁仪真可没去想太多，她明白江嬷嬷的话，皇帝就是皇帝，他做什么都不能去计较。可是那不是小事，而是杀他舅舅的大事。而且经历几世后，宁仪真对爱情更加没有了幻想，因为她懂得情深不寿4个字的意义。与帝王谈情，不亚于与狼共枕。奶娘，我很喜欢过这样的日子，平常幸福，儿女绕膝，你和秀玉都好好的。唉，这主子的心门怕是真打不开了。他还这么年轻呢，未来还有几十年啊，这叫他怎么过？江嬷嬷是真把宁仪真当自己的女儿来包容，把她当主子来对待。虽然担心，她也仅是点到为止。为了报答这个慈父，这天晚上燕凤阳留在凤霞宫晚膳时，她亲自下厨做了一个蒜蓉爆虾，好香哦！父皇，这是月儿给您包的，您快吃的。小胖手油腻腻的，直接就伸到了他的嘴边。燕凤阳抽了一下脸皮，立即张开嘴，一口咬过那只大虾。好吃吧？月儿包的虾是不是特别好吃？父皇，小胖脸一脸得意。燕凤阳不忍让那得意劲消失，揣着一颗老父亲的心点头道：“月儿包的虾又鲜又香，父皇太喜欢吃了。宝贝，父皇有人帮着包呢，你赶紧吃饭吧。”一边正包虾的德公公笑眯眯的接了话：“公主殿下，老奴来包，您赶紧吃。”燕一月却说：“德公公天天侍候父皇很辛苦的了，一会你也多吃几个。”一听这话，德公公真是老泪纵横，活了快30年，头一回有主子这么体恤他，真是让他太感动了。哎，老奴多谢殿下了。一家人吃得其乐融融。太后宫中知道皇帝又来陪2只小吃饭时，心中梗的什么也吃不下去了。丽香，你明天就出宫，务必找到最好的。蒋嬷嬷赶紧应了一声：“是，太后，奴婢明白。那姓宁的绝对不能留。”谢太后眯着眼，摇着头，想着如何把宁仪真给弄死。而凤霞宫众人吃过饭后，燕凤阳带着2个小消了会时，
更回了隆七宫继续批改奏折。今天去打狗了，还有很多的折子都没批呢。第0079章，自己都被自己给迷住了。娘娘，当皇帝还真辛苦呀。秀玉一声感叹，宁仪真笑了，这得看当什么样的皇帝。想当个明君，成为千古一帝，那自然是辛苦了。若是当个昏君，那就不一定了。这史上多少个皇帝不是过得又开心又自在的？好像有道理。秀玉非常受教的点点头，皇上肯定是个明君，所以他才这么辛苦。宁仪真，完了，他忘记了他家秀玉是狗皇帝的脑残粉了。过了今天，秀玉怕是更铁了。若不谈感情，宁仪真也不觉得燕凤阳有多渣。毕竟前世的时候，他为国为民还真是操碎了心。也因为他的励精图治，大梁这往后几年国力会上升不少。一夜无话。次日，蒋嬷嬷悄悄装扮一下出宫了。她并不知道有人跟着，径自去了城中最大的医馆。掌柜的，请问下花大夫可在？掌柜眼光一闪，请问是找哪位花大夫？就是鲜花的花，祖上是城外王家村的那花大夫，不知道他在不？这话一落，掌柜立即点头。花大夫去出诊了，这位客官去茶室坐坐，他一会就回来了。那就多谢了。转眼10月初2，皇后回宫10天了，国宴也到了。这2天，燕凤阳因为边关之事，并没有再到凤霞宫来，也没有让人过来赏赐任何东西，这让打理后宫的高德妃总算再一次松了口气。娘娘，今日穿这件金丝履如何？高德妃是非不是后，她穿布的正红色，但除了正红色外，她织了许多的高贵衣服。这是一件真金丝绣制的衣服，金丝做的极细，一朵朵的金花如空中的焰火一样灿烂。就这件吧。是。那配这套金枝玉叶的头面，可否？好。半个时辰后，看着镜中自己高贵的模样，高德妃总算满意了。宁仪真，你有后位又如何？你有凤印又如何？你有孩子又如何？皇上还不是没有爱上你，6宫之权不还是在我手中？而此时凤霞宫中，春花正要给宁仪真梳妆。主子，今日戴哪一套首饰？今日是国宴，不管心中有多么的不把燕凤阳放在心中，但国脸却不能丢。作为皇后，今日得穿朝服，同样配朝服也有专门的头饰。宁仪真想也没想，就用凤冠吧。是。凤冠极其的富贵，那高贵而绝艳的模样引得秋月一阵惊叹。主子，这凤冠就是为您而生的。噗！宁仪真被秋月逗笑了。镜中小脸只有掌宽，鼻子尖尖，柳眉弯弯，这都不是最夺人眼珠子的东西。最让人惊艳的是那如刚出壳鸡蛋般瓷白的肌肤，薄施烟袋却一脸光滑。看着镜中的自己，宁仪真自己都快被迷住了。老天真是厚待于她，如此之容貌，天下女人求之不得呀。同时她也赞叹燕凤阳的定力，在如此美丽的容颜面前，她都没有迷失，是不是可以说她也不能算太渣？英雄难过美人关啊，可她却过得了。不错，秋月口汁就不必上了。秋月明白，这口汁上了也没用，他家主子的小嘴是不点红。今日群臣怕是被自家主子容颜震撼吧？是。而此时慈宁宫中，太后正在梳妆，突然她肚子一阵抽痛，哎呦！这一声痛叫，吓得正要梳妆的陈嬷嬷手一抖：“娘娘，您怎么了？哪里不舒服？”谢太后紧紧捂着小腹道：“肚子疼，好疼。”话才落下，额头上就涌起了一层薄汗。这下陈嬷嬷更吓坏了，她朝着外殿喊道：“丽香姐姐，快来！太后娘娘肚子疼得不行。”很快，蒋嬷嬷跑了进来：“太后娘娘，您哪里不舒服？”谢太后只觉得肚子有一种要坠落的感觉，快扶哀家去床上，哀家肚子疼得不行。什么？太后肚子疼？蒋嬷嬷与陈嬷嬷立即把太后扶到了床上，略懂些医术的她瞬间手指搭在了太后的手腕上。2刻钟后，皇上，慈宁宫有人送来消息，太后突然头晕的不行，今日国宴她不能参加了。什么？母后病了？燕凤阳站了起来，可换了太医。太监回应，太后吃了药，去休息了。他说他怕吵，中午就不过来了。有血燥症的人怕吵，这很正常。燕凤阳没有多想，让李太医过去看看，若有事再来回禀。门外的太监应了声是下去了。而此时凤霞宫中自然知道了慈宁宫兵荒马乱的消息。凤霞宫中，娘娘，您说太后敢不敢让李太医看？宁仪真瞪了一眼想笑的秋月道：“你说呢？不过本宫可没想到，皇上差点又喜当凶了。”嘻嘻，秋月实在忍不住了。这太后娘娘还真猛啊，都46了，竟然又怀上了。看来是昨天她与那丫头战得太猛了。我们这倒是替她解决了麻烦，要不然等肚子大起来就有戏看了。宁仪真则不以为然，不可能的，蒋嬷嬷懂些医术，
而且太后这些年怕也不止怀一个，这一个同样是迟早都不会让他见到天日。那是先帝死了7、8年，太后再生娃，这怕是整个皇室都不会让这种丑事传出去。秋月感叹道：“歪打正着，我们还帮了他，不过他得有段时间老实了。”可不，宁仪真心道：“虽然替别人办了好事，但也能让那老太婆安单一段日子了。准备出发吧，时辰差不多了，皇上怕也是过来了。”是。宴会是正午，安排在长吉殿。午时初，正3品以上的文武百官携带家眷已入宫。宁仪真到了时，西里使团已经到了。皇上驾到，皇后驾到。声音一落，热闹的长吉殿瞬间安静了。陈恭迎皇上，皇后娘娘。陈恭迎皇上，皇后娘娘。陈恭迎皇上，皇后娘娘。一瞬时，殿下跪倒一大片。西里国使西里连玉率全体来使叩见大梁国皇帝、皇后娘娘。宁仪真一手牵一个孩子，跟在皇帝身边，静静地打量着殿内西里连玉。只是当他看到那张脸时，脸色微变。他就是西里国二皇子西里连玉。第0080章，国宴上的西里来使。这人，宁仪真接触过，而且接触还不是1次2次。1年前，他偷偷出去找自己外祖一家人，曾在西州府下的望固州见到西里连玉。当时他一个是皮毛商人，而他刚从他手上买了一大批的皮子。一个皇子竟然化成商人潜入大梁，当时两国还在开战，看样子他不是来做生意的，怪不得这仗打了2年多。只是莫等宁仪真多想，燕凤阳已经开了口：“平身，谢皇上。”做人归位。那些没去过冷宫的官员，这一次终于看到了曾经的废后，如今的皇后娘娘。这一看，众人心头翻滚。天啊，这皇后娘娘竟然比4年前更美了！这是什么神仙颜值啊？难道冷宫是个养颜的地方？还有那对龙凤胎，真的是世间人类，而不是天上仙童仙女。高德妃跟在宁仪真身后，今日的宴席是他主持操办的，自然他也来了。不仅他，宫中评级以上的妃子都来了，只不过他们坐的位子与皇帝、皇后的位子差得远。当一身朝袍朝冠的宁仪真把众大臣给看蠢之时，高德妃恨不得把那身朝袍脱下穿在自己身上。同时，皇后那张略施烟袋的小脸，更是让他恨不得抓花她。娘娘，身边的宫女见高德妃脸色狰狞，立即小声地叫了她一声。这时，并无人注意上高德妃，因为西里二皇子西里连玉上前了。西里连玉律使团叩见大梁皇帝、皇后娘娘金安。燕凤阳挥手平身。二皇子一路辛苦了，来人，赐座。立即几个太监上前，二皇子这边请。可是，皇兄！一边的西里琳琅见自己兄长突然发怔，立即扯了他一把。西里连玉一震，终于收回了自己的眼光。这就是大梁的皇后娘娘吗？这也太漂亮了！只是这双眼睛，他在哪见过？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西里连玉回到座位上后，并没有坐下，而是躬身。大梁皇上，我西里国感谢大梁国宽容大量，不计前嫌举办如此盛宴。为感谢皇上英明，特献上薄礼，请大梁皇上不嫌弃。西里割地求和，3000匹战马，200万两白银，这是早就议好之事。闻言，燕凤阳朝西里连玉微微点头。西里国大汉有心，既然心意诚，那朕就笑纳了。来人，接降表。降表就是降书，这降书上什么都写明了，今日不过是个仪式罢了。很快，左相萧远函上前接书。双方仪式一完，燕凤阳高举酒碗，今日起，我大梁与西里为友邦，为将来的和平举杯。举杯，和平万岁！皇上英明。一番敬酒后，西里琳琅跳了出来。大梁皇帝陛下，素闻大梁女子文才武略，样样精通。西里琳琅自小崇敬大梁文化，学得一支舞曲，愿大梁与西里年年昌盛，岁岁和安。他一跳出来，众妃的眼光立即落在了他身上。只是当众人看着西里琳琅那一身艳丽打扮和精致的妆容时，终于有人忍不住了，低声骂上了：“不要脸的狐狸精，不就是想勾引皇上吗？”这话一落，在徐贤妃身边的安美人轻笑：“贤妃姐姐还小声点，这可是西里公主。”徐贤妃白眼安美人一眼，心中哼了一声：一个战败国的公主有什么了不起的？竟然敢打扮成这样来勾引皇上，总有一天要弄死她去。而这些西里琳琅自然听不到。随着燕凤阳的一声准了，一首马蹄勒欢快地响了起来。紧接着就只见西里琳琅身姿摇曳，飞快地跳了起来，众人的眼睛一时忙乱起来。不得不说，西里琳琅的舞跳得真不错，那激扬的马蹄琴声，优美的身姿，把全场的百官看得心头澎湃。等他跳完，燕凤阳开了口：“很好，跳得非常不错。”
琳琅公主，你要什么赏？西里琳琅非常得意，这首舞曲可是他的得意之作。刚才文武百官目瞪口呆的样子，全部都落入了他的眼中。对于那些妃子的眼神，自然也落入他眼中。嫉妒又怎么样？有本事你们也来啊！不过西里琳琅在意的不是这些人，而是那个霸占了大梁国皇后位子的人。这些天，他心里中最大的敌人就是宁仪真。他一直好奇她长什么样子，可刚才见到她长那么美，西里琳琅真是气得不行。相貌比不过，他必须用舞姿来赢大梁皇后。尊敬的大梁皇上，本公主要什么赏赐，您都给吗？听到这话，燕凤阳眼光闪了闪，只要是能给的，朕尽量给。西里琳琅嘴角一扬，本公主听闻大梁国皇后乃世间难得之能人，可否请她跳一曲舞？就要这个？燕凤阳以为西里的公主会开口要妃位，虽然四妃之位止于下一个淑妃，但是她也不会轻易许人。可若她真是提出来，她还是会考虑一下。毕竟为了和平，后宫多养一个女人并没有多难。皇后，你意下如何？莫等宁仪真开口，一边的高德妃已站起朝燕凤阳行了大礼。皇上，皇后姐姐乃一国之后，自然不会丢了国之脸面的。皇后姐姐，妹妹说的对吧？这话没错，她国公主相邀，作为一国之后，自然不应该退缩。这不是别的，而是国宴。看着文武百官想看戏的样子，宁仪真心中冷笑，若是前世的我，你们怕是要得意死吧？什么国宴，什么脸面，怕是没有你们的私心来得重要。高鱼儿，你别急着跳出来，老娘现在还没有功夫理你。见宁仪真不答，高德妃内心更加得意万分。她款款而上，启禀皇上，若皇后姐姐实在不愿意的话，臣妾自幼跟随林大家学习，愿意替国争光。还替国争光呢？不少人嗤之以鼻，这德妃好大的口气。燕一月见有人欺负她娘亲，立即就冲了出来。她不是一个公主吗？我母后才不屑与她比呢，要比就由本公主代劳。父皇，今日月儿与她比。第008章燕一月的一碗水。一声奶凶落下，一个小粉团子也不知道怎么的就飞到了场上，小手一指就指向了西里琳琅。看到这小丫头气势汹汹的样子，宁仪真就轻摇头，这小丫头还真沉不住气。一个战败国公主想与她比，她就会与她比了吗？既然女儿已经下场了，那就由着她玩好了。宁仪真扭头吩咐天儿，去给你妹妹伴奏。燕倚天面无表情的起了身，是母后。厅中看着这个福娃娃似的奶团子，众大臣的心里开始打鼓了。两个才3岁半的孩子真的行吗？不仅大臣们没信心，就是成亲王燕凤成这亲皇叔都没有了信心。这两只小除了会撒撒娇卖卖萌外，难道还真的会弹琴跳舞？不会吧，这么小呢？而这边西里琳琅见大梁皇后打发两个孩子来应付自己，顿时他觉得自己受了侮辱，立即大叫起来，大梁皇后娘娘，这就是你们堂堂大国的待客之道吗？我西里虽然是战败国，但也并不是无人可打，而是为着两国安宁才求和。您就让一个小丫头片子来应付本公主吗？你这样是侮辱我西里。这番话落下，燕一月是非常的不高兴了。这就是父皇准备让七皇叔娶的那个西里公主吗？啧，怪不得七皇叔快吓死了，真丑。他扬声叫道，哥哥，拿碗水上来。哦。燕倚天立即送上一杯水来，燕一月递给西里琳琅，接着西里琳琅以为燕一月是在跟自己道歉，哪肯接，光一杯水就想让本公主原谅大梁皇后娘娘吗？小丫头，你想都别想，大梁皇帝根本不喜欢大梁皇后，西里琳琅可是打听得一清二楚，要不然他也不敢放肆。可燕一月一听，一脸严肃地指着他，西里公主，你想多了，这杯水我可不是给你喝的，我是想让你自己拿着它照照，因为这里没镜子。我是堂堂大梁国的公主，你算什么东西？说到这，燕一月小脸上全是傲慢，那神气劲儿完全是一副傲视天下的感觉。哼，一个被我父皇打得喊爹叫娘的小国公主，还想与我母后比试？西里公主，你脸好大哟！我可以告诉你，用不着我母后，本公主就可以打得你落花流水。众人，小公主好有气势啊，好可爱啊！就是一个败国公主，算个什么东西？这下厅中的众臣们觉得小公主说的太对了。你们，西里琳琅终于明白了，这小丫头片子是在说她丑，拿杯水让她照照，还说她没用，比不过她。顿时西里琳琅气得恨不得当场把燕一月给捏死。死丫头，等本公主入了宫，看我不收拾你！眼见场上西里琳琅没了台阶下，心中欢喜的不行的燕凤成站了起来。皇兄，
本王好久没弹过琴了，不如陪小月儿一起玩玩。七皇叔，你会弹琴吗？看着场中那葡萄般的双眼，燕凤城的心立马就软了。小月儿，七皇叔没别的本事，就是喜欢吃喝玩乐。你会跳什么舞只管说，七皇叔勉强应该能弹得出来。这话一落，燕一月双眼睛一挑，小脸上顿时笑成了一朵桃花。哥哥，您去。燕倚天小脸无半分表情，上琴来。一声上琴来，秋月飞身而上，少主，琴。琴放下，声未起，可场下的人已经看直了眼，这不是上古名琴凤尾琴吗？他怎么会在皇后的手里？可莫等人出声，一曲精忠报国从燕倚天的手指间倾泻而出。这是什么曲？我怎么没听过？成亲王猛了！可没有人管他猛不猛，因为场上的燕一月已经腾空翻起，一连几个后空翻，顿时就把所有的人眼光都吸引过去了。刹那间，一柄软剑从他的腰间拨出，人随剑起，身随驱动，每一个动作既潇洒又优美。当那带着奶腔却又激昂的歌声响起时，满殿的文武大臣，他国团使全给震惊了。天哪，这是什么词？什么曲啊？这也太有气势了！燕一月才没理场下的人，别看他胖，可他却动作娴熟，身姿轻盈，声音清亮。马蹄南去人北望，人北望草青黄尘飞扬。我愿守土复开疆，堂堂大梁要让四方来贺。贺字一落，小一月一个金鸡独立。人见取三者合一，他那稚嫩却又激昂的声音也落下。好！燕凤城终于回过神来了，他使劲地拍着双手，好一个堂堂大梁要让四方来贺。我的侄女儿，你是这个？大拇指一挑，燕一月跳了起来。七皇叔，您不是说要替月儿伴曲吗？燕凤城脸红了，七皇叔还没学过这首曲子，等七皇叔学会了再给你伴曲。场下掌声四起，高德妃气得心肝痛，众妃们神色难以形容。西里琳琅却被羞得面红耳赤。她是马背上的女儿，可那一曲马蹄勒的气势完全输在了这首乐曲之下，就更不要说那舞姿了。一个3岁半的小姑娘，如风如电如精灵，那动作那舞姿她永远也学不到。羞愧！西里莲玉也被小一月给震撼了。震撼她的不仅仅是舞姿，更震撼的是那词中之气概。堂堂大梁要让四方来贺，这若没有底气，谁敢唱出来？这大梁看来真不简单，比之10几年前确实强了许多。看样子目前的西里与大梁还是得好好交往才行。恭喜皇上，贺喜皇上，得如此佳儿贵女，乃大梁国之福运。西里莲玉的话一落，众臣喝声一片，恭喜皇上，贺喜皇上，大梁福运，万年安康。燕凤阳是真高兴，这么小的2个小家伙竟然如此厉害，比之他当年还强3分。众爱卿平身。西里国以事成心，特送西里公主前来和亲，为表达朕的诚意，朕写在我大梁朝男儿，任由他挑选。琳琅公主，我大梁朝优秀男儿甚多，若你一时怕挑选不好，朕允许你慢慢选。啊！这话一出，众大臣傻眼。第0082章被人截胡了。众大臣都清楚，人家公主是送来和亲的，不是送来结亲的。一般的人就算外形相貌文采配得上他，可身份呢？西里琳琅听了这话，心中也是很窝火。他心中想着，自己堂堂公主之尊，难道有君王不嫁，去嫁一个平头百姓？多谢大梁皇帝胸怀宽广，琳琅最敬佩英雄。可这话没说完，一个声音打断了西里琳琅的话：皇兄，臣弟对琳琅公主一见倾心，请您成全。燕凤良的话一落，众大臣目瞪口呆，这梁王是要截胡吗？但燕凤阳并没有不高兴，他面带微笑地看着西里琳琅问：琳琅公主，朕的6弟向朕请求赐婚，你看如何？若入宫，则为4公之末，淑妃之位；若嫁与朕的臣弟，则为正妃。西里琳琅才不愿意嫁给燕凤良，他这是第一次见他，对他一点都不了解，怎么嫁？再者，他不嫁给皇帝，如何收拾这小丫头？大梁皇上，本公主。琳琅公主，你若肯嫁与本王，逆水3000之取1瓢饮，可否？这话一落，燕凤良再一次把满朝文武给震呆了，而西里琳琅则抓抓头，什么意思？本公主没听懂。西里莲玉看了燕凤良一眼，才对西里琳琅道：妹妹，梁王爷是说，若你嫁与他，他这辈子都只娶你一个。什么？这辈子都只娶他一个？西里琳琅觉得肯定是自己二兄也没听懂这个什么梁王的话。二皇兄，你见过天底下的王爷只娶一个女人的吗？见他不信，燕凤良往前一步，尊敬的公主殿下，若你不信，本王可向天发誓，若违背今日的誓言，定叫本王不得善终。天哪！这一下众臣在心中大叫，这梁王发什么疯啊？
竟然发这样的毒誓跟皇上抢女人。见惯了后宫争风吃醋的西里琳琅听到这话后，还真动心了。你说的是真心话吗？燕凤良一伸弓，一手指天，绝无二言。西里琳琅小脸一拧，立即说道：若你违背了今天的誓言，我会杀了你的，死而无憾。在燕凤阳的心中，世上女子千万，唯想要的人就只有他的小侄儿一个。既然西里琳琅愿意嫁给自己六弟，他哪有不允？顿时大手一挥，准！大梁安康6年10月初2，皇上下旨赐婚于梁王与西里琳琅成亲，并定于12月初6为吉日。一瞬间，这旨意传遍了宫内外。宁仪真不知道这燕凤良在打什么主意，他竟然想娶一个他国公主。这梁王可不是一个老实人，难道他这是想找助力？不过就算是，也与他无关。现在的宁仪真心里根本没有其他想法。西里琳琅嫁梁王也好，嫁皇帝也罢，那都是别人的事。如今的他要的只是这个后位。至于这皇上坐不坐得稳，也与他没有什么关系。他想，若皇帝这位子坐不稳，那他就直接当太后。而高德妃则气得不行。回到宫里后，他破口大骂：蠢货！好好的皇妃不当，去当什么梁王妃？蠢得死！这一下，大宫女彩琴不明白了，娘娘，那一帮女子不入宫，对您来说不是更好吗？少一个人争宠，皇上就少一个人瓜分。好，想到每回皇帝来自己宫中的情景，高德妃就气得不行。好在哪里？你跟本宫说说。彩琴解释道：没有人跟您抢皇上了呀。高德妃冷笑一声：他不来抢，皇上就是本宫的吗？你说说，皇上来过贵德宫几次？好似如此。彩琴还是觉得那于娘娘也无害吧。你懂什么？高德妃冷哼一声：今日那2只小畜生如此出风头，皇上还不喜在心里。这西里琳琅虽然蠢些，但是他身手不错。若他进了宫，你觉得他会安静的守在宫里，跟我们一样守活寡吗？彩琴明白了，若那西里的公主入宫，就他那脾气，只要稍加挑拨，他就会上当。小皇子与小公主太出色，虽然现在皇上并没有喜欢上皇后，可有这对孩子在，至少也会给他3分颜面。若时长日久，自己娘娘这掌6宫之大权还会拿得稳吗？越想，彩琴越急。娘娘，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办？怎么办？高德妃冷哼一声：本宫要知道办，还会在此烦恼吗？现在的高德妃是真的很后悔，后悔当年自己没去冷宫把宁仪真弄死。可世上没有后悔药。心中气恼的高德妃双眼一狠，让人给父亲去个信，让他必须找几个高手放在我身边来。当年孙科造反之事是父亲揭发的，所以我绝对不能让他再活着，要不然后患无穷。这话一落，彩琴双眼一亮：娘娘是想……高德妃心情不好，别问这么多，小心隔墙有耳，让人传信去就是了。是。彩琴刚出去，就有太监进来禀报：娘娘，贤妃娘娘来了。听闻徐娇娇来了，高德妃脸上很快就恢复了平静，请她进来。是。徐贤妃乃太仆寺卿徐盛权之女，徐家与谢家也是亲戚，都属于太后派。当年宁仪真占了后位，谢卓又进不得皇帝身边，谢家就让徐家把徐娇娇送进宫来了。可这徐贤妃太蠢，太后不敢用她，于是这6宫之权也没落在她手上。一进门，她见到高德妃就叫了起来：德妃姐姐，您可真坐得住啊！再这样下去，这后宫怕是没我们什么事了。京中世家关系错综复杂，宫中也是如此。徐贤妃与谢家是远亲关系，同样也高家也是远亲关系。高德妃的3婶是徐贤妃的小姑姑，可她一点也瞧不上徐贤妃。太后嫌弃徐贤妃蠢，如今根本不待见她，所以她就来与拉拢高德妃了。但俗话说得好，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虽然看不起，但他们俩表面上还是好姐妹。徐贤妃的话一落，高德妃装出一脸苦笑：贤妃妹妹说什么呢？本宫真没听懂。好你个德妃姐姐，你跟妹妹打哑谜是不是？今天长吉殿上那2个可是大放异彩，出殿的时候皇上还亲手抱着那小贱货出来的。听着徐贤妃这愤怒的话，高德妃心里欢乐起来。有人恨皇后，她就有了盟友。但是贤妃妹妹不可胡说，那是龙子凤女，是公主，不要乱说。第0083章宫中的好姐妹。龙子凤女。徐贤妃一听嘴一撇，她可不认同这一对兄妹。虽然她也是真蠢，但心里还是害怕，顿时声音倒是放轻了不少。哼，谁知道他们是不是皇上的种呢？这话一落，宫中众人脸色大变。高德妃也佩服徐娇娇的胆大，这话她可以说，却不能在自己宫里说。哪知徐贤妃根本就没去注意别人的脸色，越说越觉得自己真相了。德妃姐姐，你说可别觉得我在胡说。你想想，宫里这么多女人，就算我不受宠，可当年钱玲儿
李萍和安美人总受宠吧？皇上去他们宫里的次数可不少，他们3个竟然没有一个怀上，而这个让皇上讨厌的人一次就能怀上，你信？我可不信。是啊，那贱人命还真好。心中万分高兴的高德妃故作烦恼的道：可小皇子与皇上长得太像，谁敢说小皇子不是皇上的孩子呢？徐贤妃更加不以为然的道：哼，长得像就是了。德妃姐姐，皇上与几位亲王都有7分像，那成亲王、仁亲王与皇上至少都有8分像。好眼力！高德妃眼珠子迅速转动，可嘴里却低声责备道：贤妃妹妹，此话可不能乱说，这可是淫乱后宫之事。再者，虽然成亲王与皇后早相识，但他们毕竟也算是师兄妹，不可能乱来的。对啊，成亲王以前可是监相的学生呢。徐贤妃仿佛知道了真相一般，眼珠子闪着金光。德妃姐姐，您听说了没？皇后出宫的那一天，成亲王就亲自过去看了他们呢。而且今日成亲王主动要给公主伴奏，你说这是一个叔叔对侄女的感情吗？高德妃眼角含笑，你说的也对，成亲王对那个小的真是太好了，好得像亲父女。不过这话乱说不得，要传到皇上耳中，那可是污蔑龙子的死罪。徐贤妃当然不敢在外面说，谁让她这一会心情实在不好呢？但经高德妃一提醒，她也有点怕了。德妃姐姐，妹妹也就是与您才说心里话，在外面妹妹可不敢，心里堵得不行，与您说一说，这心里就舒服了。德妃姐姐，妹妹在您面前那素来是直来直往，您可别把我的话往外转啊，传出去了，皇上把你给处死了，本宫用谁去？心中冷笑一声的高德妃立即一脸嗔怪，当然不会，贤妃妹妹就这么不信任我吗？我们可是相交多年纳的，我提醒你也是怕你惹事。其实我也是过于小心了，就我们自己内部说说，也没这么严重。就是内部说说罢了，又不会去外面乱说。徐贤妃放心了，以前她在这里也说过不少真心话，可不也没传出去吗？德妃姐姐，妹妹自是信您的了，在这宫中妹妹也没一个知心的人，您就是妹妹的亲姐，鬼才当你亲姐呢，这么蠢的人。心中冷笑的高德妃面带微笑道：贤妃妹妹相信本宫，我很高兴。你放心吧，我们是好姐妹呢。德妃姐姐真是个好人，我太喜欢你了。一瞬间贵德宫里姐妹好，至于是不是真好，没人去关心。此时凤霞宫中，一进门，燕一月从燕凤阳身上就滑了下来，并且牵着自己的父皇就往里跑。父皇，您快来看月儿的画，看月儿画的好与不好。宫墙上一幅画，红的底，黑的线，画着花与草、山与树、蝴蝶与蜻蜓，还有似乎是几个人形，只是这形状嘛，难以描述。父皇，儿臣画的好吧？才3岁多的孩子已经有很厉害的地方了，他这当父皇的人怎么能对他们有太高的要求？燕凤阳抽了抽嘴角，画得很好，只是这画上的人是你吗？被父皇一夸，燕一月一脸骄傲，对呀，不只有月儿，还有母后父皇了。您看，这个最高的就是父皇。父皇，月儿把您画得很漂亮，对吧？这话一落，一边陪同的方德言垂下头，看着地，耸动着肩头。皇上，您在您女儿的心中就长得像头牛吗？不是牛，怎么会有2只脚？还很漂亮。我的天啊！看着这画上的自己，燕凤阳也是哭笑不得。可女儿能把自己画在她的画上，那就说明了女儿的心中有自己。奶爸心情发作了，燕凤阳连连点头，画得好，画得好。等父皇有空时再教你画鱼儿与鸟。这话一落，燕一月的大眼亮了，真的吗？父皇，您要教月儿画画？燕凤阳哪里舍得说自己没空？当然真的，父皇一言九鼎，还能哄自己的女儿吗？吧嗒，燕凤阳脸上落了个亲吻。月儿太喜欢父皇了，母后，父皇要教月儿画画了，以后月儿肯定能成为画画界最厉害的人。小蝴蝶一般，燕一月又飞到了宁一真身边，好似他的父皇会教他画画是世上最骄傲的事一般。其实宁一真很清楚，这小鬼丫头又在卖萌了。他听小太监说了，父皇不喜欢母后，所以只给母后后位，并不给他权力。没有权力空有名分，还是会被人欺负的。可他小小年纪并不知道，在宁一真的心中，燕凤阳不来，他才最自在。就是如此，他也不会抹杀女儿的好意。孩子成熟太早，是烦恼也是幸福。宁一真摸了摸女儿的小脑袋，那月儿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不许3心2意了。燕一月乖乖点头，知道了，母后。父皇，您相信月儿的，月儿一定会好好学，将来把父皇画得更好看。话一落，燕凤阳脸皮一抽，好吧，小丫头，你是要好好学，要不然人家以为你父皇是只牛魔王呢，头上还长角。女儿很活泼，燕凤阳是真喜欢，可是儿子聪明，他同样的喜欢。天儿，
你的琴技是谁教你的？朕记得你母妃并不会弹琴，难不成是你自学的？第0084章燕凤阳的得意。见自己父皇好奇，燕倚天一脸恭敬地回答了。回父皇的华儿臣是跟冷宫中的太妃奶奶学的，这凤尾琴也是太妃奶奶送的。冷宫中的太妃就只有那一位了，怪不得先帝当时对这一位可谓是极宠了。虽然那时燕凤阳还小，但也已经懂事。当年的齐太妃是京城第一美人，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当时先帝为了宠她，硬是把当时还是边关一小副将的齐大将军生生提成了边关大将。当然，齐大将军也是个有才之人，要不然后来很多年哪能依旧得先帝信任，并没有因为齐太妃的忤逆而放弃齐家。他点点头，由衷称赞，学得不错，除了读书认字弹琴外，你还学了什么？从兄妹俩1周岁之后，冷宫众妃就把他们当成了自己唯一的嫡传弟子。燕倚天有过目不忘的本事，自然学得非常多了。不过他很谦虚，琴棋书画都学了点，只不过只学到皮毛罢了。可这话听到燕凤阳耳中，也是惊讶万分。天啊，他的儿子才3岁半啊！今日那曲可不是一般的手艺能弹得出来的。顿时燕凤阳对自家儿子更好奇了。天儿，那首曲子你从哪学来的？这曲父皇是头一回听。燕倚天恭敬而答，侍卫叔叔站在门外哼的，儿臣觉得好听，就跟着他学了几遍，然后自己谱的曲。什么？儿子还会谱曲？这是什么天才？燕凤阳更加好奇了。那你还会弹什么曲儿？很多，如十面埋伏、烟雨江南、高山流水、凤求凰等都会。这孩子真的只有3半岁吗？别说方德言这太监不信，就是燕凤阳自己这亲爹都有点觉得不可思议。但想到自己拷问儿子的那些东西，他也就信了。没办法，谁让他有一个天才儿子呢？回到上书房，燕凤阳吩咐把朕这块紫天燕、狼毫、鞍山墨都送到公主那去，再去库房把绿器赏给天儿。这话一落，方德言眼珠子成了灯笼，乖乖，这下凤霞宫真要不得了了。那紫天燕、鞍山墨可全都是天下奇品啊！还有这绿器，那可是天下仅有一把能与凤尾琴齐名的名琴。是，皇上。很快，这赏赐全宫人都知道了。徐仙妃把茶杯都摔成了8块，高德妃则把指甲都掐断了。刚醒来的太后被谢爷儿哭的人都烦了。行了行了，不就一点东西吗？以后姑姑库房里的东西，你看中什么拿什么，行吗？姑姑库房里的东西，她想要，以后不还是她的吗？可是皇上的好东西，怕是要被那2个贱种给弄光了。姑姑，言儿什么时候能入宫啊？只要入了宫，她一定能把皇后拉下马，这皇后之位是她的，谁也别想。可太后却不这么认为了。现在的皇帝可不是曾经那个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孩子了，如今的他翅膀硬了，有自己的主张了，他命令不了他了。看着自己眼前这个相貌平常、资质平平的侄女，再加上皇帝对女子的不喜欢，顿时谢太后有点犹豫了。言儿，你真的想嫁给皇上吗？姑姑这话是什么意思？谢言儿听了这话，顿时心中一跳。姑姑，言儿自小就喜欢皇上表哥，当然想嫁给他啊。谢太后不得不说实话，可是他不喜欢你，你入了宫也会像别的妃子一样被他冷落，你还愿意吗？他要的不是皇帝表哥的喜欢，他要的是将来跟姑姑一样当八面威风的太后。姑姑，您不是常教导言儿说，当皇帝的女人应该大度，放长眼光吗？姑姑您年纪渐大了，言儿想长久的陪在您的身边，您不喜欢吗？当然喜欢，这毕竟是自己的亲侄女，一半时间在自己身边长大。大侄女儿脾气倔，不听自己的话，落得个屈死的下场，而这小侄女比她听话多了。只是谢太后还是很迟疑。言儿，哀家知道你志存高远，可是现在皇后之位被人占了，恐怕有点难了。话一落，谢言儿脸一狠，难什么？现在后位被他占了，难不成他还能占一世？姑姑，孙家没人了，您家根本没助力，只要他和他的贱种一死，皇帝表哥还能替他报仇不成？对，有他们母子几个在，这个后宫永远不可能幸谢。谢太后若有所思地沉思了一会，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立香传信让镇国公夫妻进宫一趟。蒋嬷嬷立即应下，是太后娘娘。谢太后身体不好，招娘家人进宫，这是最正常的事，后宫也没有人觉得奇怪。很快，镇国公夫妻就入了慈宁宫。臣参见太后娘娘。臣父参见太后娘娘。平身吧，这里也没外人，就不必多礼了。来人，上茶，赐座。别人没介意谢家人入宫，但秋月却注意到了。很快他回了凤霞宫，娘娘，谢大人夫妻入宫了。来就来呗。宁仪真根本不在意镇国公夫妻入宫之事，此时他正让儿子与女儿把燕凤阳赐来的东西收好，不用去管他，来与不来都是别人的事。
我们的东西可安装好了？秋月自知他是在问那窃听器的事，便立即点头，已安装好了，就是不敢靠得太近。太后那宫中守备森严，当然严，因为太后要偷人嘛。若不守严点，万一这事传出去了，那大梁国的脸面何在？宁一真点头道：安好了就行，远一点也没关系，你让他们都注意安全。他们是谁，秋月自然清楚。娘娘放心，他们都是有经验的高手，不会露点出破绽的。就是很可惜，太后近身几个人，她太熟悉，不好替换。宁一真一声轻笑，没关系，有这2层保障已经足够了。一起听听，看看他们在说些什么。秋月不懂，那么一个小虫子大的东西放在太后宫里，娘娘坐在这里就能听得见，可服从就是她的使命。是。第0085章，还是有点遗憾。把2个孩子弄去院子里玩，让春花与秀玉带着。回到屋内，宁一真把门拴上，并拿出了一个黑盒子似的东西放在桌上，手一按，一阵沙沙的声音传了进来。娘娘还是装得太远了些。虽然震惊于那小东西，可秋月还是觉得有点遗憾。若是能把太后与谢家人说的话都听得清楚，那以后太后还可怕吗？虽然窃听器传来的声音很小，听不太清楚，但是宁一真还是听到了几个关键词：剑种、毒、医术、死。因为那些人说到这关键词时，几乎是咬牙切齿。此时他心中所想的是，难不成那蒋嬷嬷出去弄来的东西还不够狠，所以让谢家人弄来更厉害的东西？宁一真想不到自己真相了。谢太后觉得这下毒不一定保险，毕竟皇后自己懂医术，她与宁一真考虑的不一样。她是太后，而宁一真只是一个不受宠又无娘家势力的空明皇后，所以她想要的结果是出手就是结束，要么就不出手。为防患，宁一真也开始了安排。秋月，太后在后宫经营几十年，若自己的宫中都防范不严，那她也不可能坐上这位子。如今这东西虽然没安进她最常活动的场所，但比起没安装，自然是要好万分。这点秋月也懂。太后是个非常厉害的人，平常有事一般不在外面嚷嚷。她宫中的宫女也是一个个训练有素，纵使如此，也难免有一些小宫女小太监们会在她管不到的地方说些悄悄话，这些也是极好的线索。秋月顿悟了，娘娘说的有理，只是接下来我们要怎么防？谢太后现在杀是不可能的，一来不是那么容易杀，二来杀了她就是逼谢家或梁往返。朝廷的国库如今是真的很空，再经不起内战了。宁一真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只有一些能人，却没有大规模的部队。若一内乱，想镇压反贼，靠的还是朝中正规军。可兵马一动，粮草就是个大事。大梁今年这个冬天真的很寒冷，特别是西北两境有大雪，粮草还是得留给西北之境的老百姓度日。思索了一下，宁一真吩咐道：接下来我们不仅要盯住这蒋嬷嬷，还要找人盯住太后的几个心腹。另外通知赤峰增加人手，盯紧谢家。谢家确实不简单，这2年了，我们还找不到他们养私兵的地方，这不是个小人物。是。等等。正要出去的秋月停下了脚步。主子，您还有何吩咐？宁一真想了想，与莫大哥说说，让他去找几头生了痘的牛来，按我手上这个方子，让他赶紧去试验。话一落，一张方子落在了秋月手上。莫氏已经绝了天花，可这时代天花却是横行。这谢太后不是个善心人，她不能不防。宁一真的空间有很多去病毒的药物，而且还有再生功能，但却没有治天花的药物。自己的医术谢太后是知道的，一般的毒想害自己的孩子，那根本不可能。2孩子从小喝生命之泉长大，几乎是百毒不侵了。但是瘟疫却不一样。秋月走了，宁一真出来的时候，燕以天在厅子摆弄那9连环，非常的认真。燕一月却在厅子里与秀玉玩着过家家，这一会正切菜煮饭，忙得不亦乐乎。一见到他，小脸立即开了花。娘亲，月儿给你煮饭吃了，你快来啊。宁一真走了过去，宝贝，今天给娘亲煮什么菜吃？煮大鸡腿，煮蛋蛋，煮薯条。宁一真，小丫头，这全是你喜欢吃的。陪儿女长大是这辈子宁一真最大的心愿。坐下了来，他拿着一只玩具黄瓜递给自己女儿，问道：宝贝，黄瓜怎么做最好吃？燕一月想也不想就脱口而出：拍黄瓜。秀玉姑姑最喜欢吃拍黄瓜了。秀玉姑姑，月儿做给你吃哈。一边的秀玉一听，感动的不行。在冷宫的时候，一切都靠着侍卫们悄悄带进来，实在是不容易，所以她非常非常的节俭。这拍黄瓜不要用油，而且味道极好，秀玉就爱上了。公主，您辛苦了。燕一月笑成了一只土拨鼠，不辛苦，你等着哈，我给你做最好吃的蒜蓉黄瓜。拍黄瓜、炖白菜、焖茄子、炸鸡腿、烤肉片，燕一月是玩得个不亦乐乎。
眼见到傍晚，母子三个往厨房而去。此时江嬷嬷正在准备晚餐。江嬷嬷，月儿来帮你了。看到小主子，江嬷嬷的老脸笑成了一朵鲜花。公主，老奴来就是了，不用您帮呢。娘娘，听说今日公主在国宴上大放异彩，是真的吗？宁一真笑着点头，是真的。小月儿与小天儿都很厉害，看得满朝文武目瞪口呆了。他的小主子本来就很厉害啊。江嬷嬷是块老姜，娘娘，两位小主子如此出彩，怕是这宫中之人要坐不住了，您可得小心些。燕一月一听，立即接了话：嬷嬷不用怕，月儿会保护娘亲的。3岁半的奶团子说要保护她，宁一真失声的笑了。就凭你这花拳绣腿吗？婕妤奶奶让你好好练功，你就会偷懒。王婕妤初自将门，因为性子太粗狂，并不得先帝珍宠。有一回，他得罪了先帝的一个分位比较高的妃子，被人诬陷，却找不到证据，而打入冷宫。2只小基本功几乎是他一手训导而成，被亲娘一揭老底，燕一月立即焉了。哥哥，月儿是不是很笨啊？燕倚天看了自己妹妹一眼，你不是笨，你而是太聪明了。若你不这么好玩，你不会比我差。看见只蚂蚁，你也能聊半天的人，哪来的时间练功？不是，你已经很厉害了，只要你再努力一点，就能打得过哥哥了。还有，若是遇到打不过的坏人，你就唱歌给他们听。对啊，他担心什么？五爷爷教他唱的歌，能把人听得七窍流血。有坏人，他就用力唱五爷爷教他唱的歌。若是在宫外，他更不怕，他可以叫狼群、猛虎来吃了坏人。第0086章，路遇左相。一瞬间，小月儿的小脸又亮了。娘亲，月儿要去找父皇学画画去，我要当世上最厉害的画家。小孩子心性，说干嘛就干嘛，也忘记了说要一起做好吃的。燕一月准备跑去上书房，宁仪真知道燕凤阳是个勤劳的皇帝，这一会肯定在看奏折。女儿去了，肯定会打扰他。看看厨房中真的没什么新鲜蔬菜，他开了口：月儿，娘亲要去一趟冷宫，你去不去？燕一月又有好几天没见到冷宫中的人了，宁仪真的话一出，顿时画画什么的他就全忘了。去，娘亲，月儿要去了。看着这急不可耐的女儿，宁仪真一脸轻笑。那就去吧。秀玉、春花拿2个篮子，我们去冷宫摘点蔬菜回来。几天没去，宁仪真还真有点想冷宫的人了。秀玉也想，她欢快的应了：是，娘娘。3大2小出了凤霞宫，初冬的京城已经有点冷了，好在阳光不错。宁仪真牵着2个孩子在后，秀玉与春花提着篮子在前。奴婢见过左相大人。秀玉与春花都认得萧远寒，见他一身官服走来，2人立即行礼。臣见过皇后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宁仪真知道，萧远寒虽然年纪轻轻，却是世间奇才。曾经的他3年时间内连续拿下小3元与大3元，震惊朝野。虽然中午见到过他，但离得远，可现在却是2个几年来的头一次真正见面。萧师兄，不必多礼。萧远寒本就是大梁国最年轻的侯爷，武安侯燕凤阳的大姑姑玉成长公主之子。若以民间叫法，萧远寒要叫宁仪真表弟妹。此时又非在朝上，他只行问安礼，静静地打量了宁仪真一眼。萧远寒知道他是真正的，早已经忘记了小时候的一切。可还好。宁仪真点头，这几年多谢萧师兄的照顾，您送的东西都非常好，仪真会记在心里的。他知道。萧远寒心中一惊，这几年他从未打听过他的消息，不是不关心他，而是不愿意再给他带去祸端。一入宫，他就是皇帝的女人，大梁国的国母。一个男人对他太过的关心，那不是爱，只是害。小事不必挂怀，臣恭送皇后娘娘。宫中大道总是会人来人往，让人看到了又得非议。宁仪真轻点头，本宫走了，师兄保重。慢走。仿佛没发生过任何事一样，几个人继续往前走。一到了冷宫，燕一月仿佛就是游进了大海的鱼儿。太妃祖母、太平祖母、美人祖母，我来了。燕一月一溜串的叫过去，立即把众嫔妃们叫得脸如春花。小月儿、小天儿，你们回来了，太好了。王婕妤动作最快，听到小月儿的声音，她飞快地跑了出来。婕妤祖母，这2天你想我了没？王婕妤笑成了一朵花，当然想啊，我的小祖宗爱，这几天有没有记得练功啊？燕一月小嘴红死人，练了，月儿天天练哦。婕妤奶奶，月儿想吃菜了，你去不去？王婕妤笑成了一个傻大姐，当然去，我陪我家的小月儿去摘菜喽。5人行瞬间就变成了几10人行。冷宫的后院已经整整齐齐的，又整理出了几个新菜地。宁仪真非常满意。太妃，这油不有点破了？过几天我会让人送些新的来。眼前的女人如今可是皇后，她要什么，自然不必偷偷摸摸了。齐太妃含笑点头，听闻你把那老东西的狗都杀了。
宁一真知道他在指谁，顿时笑了。可怪不得我，是他自找的。他若不来惹我，我也不会现在就动手。齐太妃心情好极了，很好。他本来就是个爱找死的人，对这样的人，你可别心慈手软。确实，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宁一真点头，不会，心慈手软不是我的处事原则。但是，我也不会落下把柄在别人手上，那是不能。若是落下了把柄，这皇后之位就难稳了。小天儿必须是皇家的嫡长孙。齐太妃点头，你比我们都聪明，老身相信你。若有需要，齐家拿去用。谢太后可是冷宫女人的公敌，这冷宫的女人谁也不想看到她有好下场。齐家还不能轻易去用。宁一真心中感激，宜真会小心的，也谢谢太妃。若有需要，我会的。冷宫万众一心，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他们早打算支持到底了。这就好。已经进入10月，所以冷宫的菜这个季节快没了，大棚里的才开花。好在青菜、萝卜快要长起来了，摘了一把基本要过时的四季豆，准备晚上弄个干菜煸豆。还有一些碗梅豆，这个用空间的豆瓣酱焖焖非常入味，两只小也很喜欢。小青菜、萝卜菜也摘了一大把。宁一真特别喜欢嫩嫩的萝卜苗，用泡椒、五花肉炒来，味道特别好。天色还早，一行人往回走时，路过御花园的时候，两只小要进去玩。宁一真把菜给了秀玉，让她把菜先送回去，自己与春花则带着两只小去玩了。娘亲，娘亲，你快看，有荷塘！确实有荷塘，而且还不小。荷花早开过，荷叶也快衰败，但是那朵朵的莲子却是完全成熟了，没人摘。莲子是好东西，蒸肉吃下火清心，是一味不错的食物，而且还是一味中药。我们摘莲子去吧。这话一落，燕一月兴奋了。好，我要去，我喜欢摘莲子。江南可采莲，莲叶凝甜甜，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娘亲，原来这里也有荷塘啊！早知道我就来摘莲子了。燕一月好喜欢荷塘，夏天的时候，娘亲带他们去了江南，那里的荷塘又大又好玩。采莲子、摘荷花、捉鱼儿，他最喜欢了。可惜娘亲说了，不能永远住在江南，因为被人发现，他与哥哥就会有性命之忧。这下好了，父皇的御花园里就有一个这么大的荷塘，等夏天的时候，他就跑来捉鱼儿。第0087章福王宴凤寻。听了自己小女儿的话，宁怡真却没说什么。这里是御花园呢，以前的他哪里敢带两只小到这里来摘莲子？带来了，那不是自我暴露吗？捏了自家小女儿鼻子一把，宁怡真一脸笑意地说：“走吧，喜欢就去玩一回。”哦，哥哥，走了。燕一月拉着自己哥哥的手，兴奋的就往前跑。母子三个兴奋的朝荷塘走去。来者何人？还没到荷塘边，突然一声呵斥，立即把母子三人吓了一跳。朝着声音看去，宁一真这才发现离荷塘不远的青松树下，一个少年坐着，双眼无交。你等何人？竟然敢见到皇后娘娘不见脸！春花的声音也响了起来。娘娘？难道是皇兄那被废又重立的皇后？双眼瞎了的福王心中猛然跳了跳。福王身边的小太监一听是皇后娘娘，便立即请安。奴才见过皇后娘娘，小李子给皇后娘娘请安。奴才的主子是福王殿下。果然真是福王。宁一真扫了一眼不远处的少年，心道：几年不见，他长大了，不再是那个瘦弱的让人心疼的孩子了。不过他还是瘦弱，而且双眼看不见。宁一真初入宫时，福王燕凤寻还是一个几岁侄儿，曾经因为替燕凤阳这个皇兄挡了毒而失明，所以他一直住在这后宫。上辈子福王的眼睛直到几年后才好，怕他被人欺负，燕凤阳请了高人教他武功。也正因为他有功夫在身，后来梁王造反之时，他又替燕凤阳挡了一剑。想到这福王的惨死之状，宁一真就有点心疼这少年了。平身吧，不知者不为罪。天儿、月儿，见过你们的福王叔。两只小很乖，立即过去了。月儿见过福王叔，天儿见过福王叔。这就是自己皇兄的两个孩子吗？燕凤寻虽然眼睛看不见，但他的耳朵可没问题，他早就听说了这两个孩子的事。你们乖，臣弟见过皇嫂。宁仪真也客气地回了他，不必多礼。13弟，你在这里散心吗？燕凤寻点点头，皇嫂，13就在这里坐，屋里子实在是太闷了，眼睛看不到，美景也看不到。一刹那间，宁仪真更同情这小少年。13弟，可否让本宫看看你的眼睛？这话一出，燕凤寻怔了怔，随即表情淡淡，皇嫂，13已经不放在心上了，你别担心。眼前的少年，那是燕凤阳最看重的兄弟。宁仪真心里很清楚，若自己能把他的眼睛给治好，那又是大功一件。再者，他学了好些年的功夫，
若眼睛一好，大梁又会出一员大将，这对于自己儿子来说，将来可是一大助力。宁一真再次劝说，本宫幼年时曾与三友仙人学医术，虽然比不得师尊厉害，但医术也算可以，看看也不影响你什么，是不是？是的，燕凤寻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他知道自己皇兄并不喜欢这个皇嫂，若让他帮忙治疗，不管治得好治不好，自己肯定欠了他的人情，不能给皇兄增加麻烦。不必了，多谢。春花见福王如此不识趣，顿时脸黑了，不识好歹。我家娘娘可不是随意给人看病的人。哼！宁一真知道这少年在想什么，可是他不怪这少年，毕竟自己并不得皇帝的恩宠，可眼前这少年则是把皇帝当天的人。春花不得无礼。月儿、天儿，你们不是要摘帘子吗？走，我们摘帘子去。燕一月虽然年纪小，可是许多事他都懂。见这个王叔如此不知好歹，顿时就生气了。福王叔，我不喜欢你了，你对我娘有敌意。哥哥，我们走吧，以后再也不要理这个王叔了。哼，反正我们还有七王叔，不跟他玩也没损失。燕凤寻，不是说小公主才3岁半吗？他怎么连这些都看得出来？还有，他希望的是自己陪他玩。一边的小李子听到这些话，则心中一动。等母子3个离开后，他劝说着：“王爷，听闻太后是皇后就醒的，不如请皇后娘娘。”燕凤寻不想欠人情，不用，皇兄不喜欢皇后，重新立她为后，那也是迫不得已。本王不想受皇后的恩惠，让皇兄为难，不想再给皇兄添麻烦了。好吧，小李子很遗憾，他的小主子打心眼里把皇上当父亲般的依靠。当年若无主子替皇上挡毒，皇上恐怕早就没了性命。燕凤寻的生母江妃乃先帝后期的妃子，虽然并不被宠，但人家生了儿子。所有的嫔妃在谢太后眼里，那都是敌人。生了儿子的妃子，他们的儿子就是会抢皇位的人，自然都是他的敌人。也正是因为谢太后的对手多，所以当时的燕凤阳也是对手的眼中钉。暗杀、下毒，那是常有的事。有一年年宴上，他差点中招，也正是燕凤寻给他挡了毒。而那时5岁的燕凤寻母妃刚离世，就因这样，燕凤阳担当起长兄及父亲的责任。虽然福王不知好歹，但宁一真的心情并没有受什么影响。荷塘里莲子不少，荷塘边上有一只小船，4人个上了船，开心的玩了起来。娘亲，我要吃。宁一真剥了一颗塞在小女儿嘴里，吃吧，不过现在老了，不太好吃了。呸呸！莲子才塞进燕一月嘴里没一会，她就吐了出来。娘亲，好苦啊！宁一真乐了，莲子虽苦，却能降火清心，帮助睡眠，是好东西呢，尝尝苦也不错。小一月小嘴一揪，娘肯定是故意的。春花听闻是好东西，立即道：娘娘，那我们多摘点回去。宁一真点头，可以，冬天烤火容易上火，用莲子炖肉汤喝，很不错。月儿、天儿，你们坐住啊，娘亲来摘莲子。一听肉字，燕一月也不记得苦了，我也要摘。小丫头好玩，宁一真也不拦着，从空间拿出几把手术刀递给他们，然后开始了莲子的采摘。阳光和煦，鸟儿欢唱。不一会，只听得砰砰砰的声音，船舱里扔了一大堆的莲蓬。而就是这时，不知在哪里突然就传来砰的一声巨响。第0088章不知好歹的燕飞月，出什么事了？宁一真的话才落下，紧接着一个宫女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快来人啊，快来人啊，我家公主掉荷塘里了。公主？哪个公主？可不管是谁，人还是要救的。宁一真立即命令春花快点划过去。月儿、天儿，抓住了，别掉下去了。是。春花功夫非常精湛，别看她瘦弱，可内力却非常浑厚，几乎是一瞬间，小船像支箭似的滑向了那声音之处。可两地离得有点远，等几人快到那岸边时，只看到那荷塘边一个宫女正在边跳叫着，而荷塘水面上却没有了人。呜呜，公主，公主，你快爬上来啊，快爬上来了，快来人啊，快来人救救我家公主啊！还真不知道是谁掉下去了，这宫中的公主可是好几个，在冷宫待了5年，宁一真一时之间也没认出这个宫女是谁的。可救人要紧，春花救人。是。只见春花木桨一放，身子腾空而起，砰的一声，她跃入了水中。很快，春花一手拉人，一手划水上了岸。公主，公主，您不要死啊，您可不能死啊！呜，您醒醒，您醒醒啊！地上的人一身是水，小脸苍白而双眼紧闭。宁一真划过去之后，跳下小船叫了声：走开，让本宫来看看。春花蹲下又站了起来：娘娘，胸口还是温的。宁一真点头：检查嘴里是不是有脏东西。你来吹气，我来按压。是。主仆2个立即救人。等燕以天带着自己的妹妹上了岸，走过来时，地上的人活了。
嗨嗨可，呜呜呜呜，公主，您总算没事了，呜呜，可吓死奴婢了。见小丫头扑在地上的人身上，宁仪真轻声呵斥：“别压着她了，小心些。”燕飞月终于睁开了眼，当他看到救自己的人竟然是宁仪真，一时之间脑子完全乱了。谁让你们救我的？本公主让你们救了我吗？宁仪真也没想到掉荷塘里的人竟然会是11公主燕飞月，早知道是她，她还真不救了。上辈子这个人喜欢左相，可左相不喜欢他，以至于他心里变态。当时他与谢言儿可没少作践自己。听到这无理之话，宁仪真站了起来，冷淡的道：“本宫也不知道是你，早知道是你，我也不会救。你再喊，本宫扔你下去。”这话一落，燕飞月浑身一抖：“你敢！”砰的一声，一转眼，燕飞月像只狗一样被宁仪真一手拎起，一根抛物线划出，人再次落水。小宫女真吓死了，她不知道这个皇后竟然会如此大胆，说扔就扔，这可是她家公主啊！她冲向塘边大叫着：“公主！公主！哎呀呀，快救我家公主！”而宁仪真仿佛像没听到似的，看着塘中挣扎的燕飞月问：“这下两清了，你慢慢喝水吧。”燕飞月给吓呆了，这皇后还是当年那个皇后吗？她这胆子也太大了，竟然敢把她扔进水里。眼见一口口冰冷的水灌进脖子，刚才死亡的恐惧再次朝燕飞月袭来，她没空想了：“救命！救命！我错了，救我！”这一会御花园里几乎没什么人，而且这荷塘大又靠北边，燕飞月以及丫头的求救声根本就没有人听到。求我！终于死亡的恐怕战胜了骄傲。燕飞月脸上不知是水还是泪，看着宁仪真一脸恐惧：“求求你，求求你，救我！”宁仪真也没真想过淹死燕飞月，见整的差不多了，春花再次下塘捞人：“嗨嗨可，公主，你快把水吐出来，快把水吐出来！”肚子里再度灌了几口水，但因为灌的不多，这肚子倒是没这么胀。活过来的燕飞月心中余下的只有怒火，他瞪着眼看着宁仪真：“你不会说话就不要说，不想死就闭嘴，反正本宫也没指望你会谢我。今日本宫心软，别说是你，就是一条狗，本宫也会叫人救，不用谢。”宁仪真懒得再理这种无聊的人，反正惩罚也给了，看戏他也没精力，一手牵起一个孩子：“春花、月儿、天儿，我们走。现在虽然还没入冬，但是天真的很凉了。”春花一身是水，宁仪真带着2个孩子转身就走，留下燕飞月一脸呆滞的坐在地上。“公主，是皇后娘娘救了您。”燕飞月一脸恼怒，今日的事太让她丢了面子。还有，刚才明明自己站得好好的，怎么会滑下荷塘去呢？不会是这死丫头把她推下去的吧？而且刚才是自己求着皇后救的命，现在她欠了她的人情了。丫头一开口，心中后悔不该赌一把的燕飞月心中无形的更恼了。要你说，本宫会不知道吗？没用的奴才，刚才就不知道拉住本宫，要你何用？还不知道把本宫扶起来，你是想冻死本宫吗？小宫女不敢开口，立即默默地拉起了燕飞月。刚才明明她劝说了半天，让主子不要摘那帘子，可她非要去摘，什么事都听谢三姑娘的，自家这公主真让人无语。燕飞月并不知道自己的丫头在埋怨自己，刚才她明明看到左相表哥在不远处的，他人呢？燕飞月确实是没看错，刚才萧远寒真在这荷塘边。皇上一去近3年才归，他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作为左相，又是辅佐朝政的左相，他只能天天陪着皇上把这几年的事情理清楚。可当他去了上书房后，发现皇帝去看太后娘娘了，于是他准备先在御花园转转。没想到一转就听到了那母子3个精灵般的笑声，那笑声仿佛仙乐一样落在了他的心上。当然，他也没想到自己被人盯上了，想让他来个英雄救美。萧远寒是什么人？少年栋梁之才。燕飞月的举动，他哪能不清楚？站在不远处的大树上，他冷眼看着这一切，2人的对话全部落在了他耳中。燕飞月这个女人真是太有心机了，小丫头，你真不该让人去救她，淹死了少麻烦。第0089章深藏不露的金太妃。燕飞月突然落水，燕凤阳也很快就知道了这消息，自然也知道了宁仪真救人扔人，燕飞月不知好歹的事。顿时皇帝的脸色就不太好看了。方德言叫个太医过去，这一次11肯定被冻病了，让他好好养病，没有朕的命令1个月内不许出宫。禁足了。看来皇帝是真生气了，那11公主也真是的，连好歹都不知。是。听到这吩咐，德公公低头垂眸，替燕飞月点了根蜡。11公主，您真是攀错对象了，您真以为太后是皇帝心中的最重？唉，这么蠢的女子
是怎么活到现在的啊？燕飞月很快就接到了圣令，听到这结果后，顿时他就跳了起来：“信命的，你太无耻了，竟然去告状！”金太妃见女儿如此不听话，心中也郁闷。飞月，虽然皇帝对皇后并不恩宠，但皇后是有倚仗的人，以后尊敬些。但燕飞月拍的是太后的马屁，皇后根本就不在他的眼中。想到刚才被人戏弄的情况，这心中的恨就不由得翻涌而来。母妃，他有倚仗又如何？这后宫，你说某些人会让他们母子几个活到那一天吗？太后娘娘不会对皇兄怎么样的，但对于不是谢家的女人，她不可能容忍。不是谢家女人生的儿子，永远都不可能成为皇兄的继承人。要说这宫中谁最了解谢太后，非金太妃莫属也。金太妃当年不过是个小官庶女，因为一次先帝下江南时被先帝在外宠幸了，因为长得美，当时她在先帝身边小有得意。可等她到了宫里才知道，这后宫的女人多如牛毛，一个个貌美如花。别看她出自小官之家，却是个从嫡母手底下斗出来的人，自然是个聪明人。正因为聪明，她才看清楚皇帝的爱那是天上的云，转眼就会随风而散。这后宫是皇后的天下，于是她可着劲的巴结当时还是皇后的太后，甚至自己怀孕之时被谢太后下药，她也笑着受了。也正因为如此，她后来登上了妃位，还有一对儿女。如今先帝不在，儿子已远在封地，她也就关起门来过日子，唯一面对的就是这个女儿。所以她远比自己的女儿看得清看得远。特别是皇后重新归位之后，她可是一直默默地关注着她的一切。如今的金太妃比这20几年前的金妃可是更加厉害了。飞月，你要记住，在这宫里永远没有绝对的赢家。这个皇后能从废后归位，而且拿得出利国利民的高产粮食种植办法，说明她不简单。在这个宫里，我们是只小蚂蚁，谁也能踩死，明白吗？这话一出，燕飞月有点怔住了。眼前的母妃还是以前那个太后指哪打哪的人吗？她会不会是太小心了一点？母妃，你是不是发现了新后的什么秘密？皇后的宫中根本没几个人，想安插人进去，机会都没有。金太妃摇摇头，并不是这样，而是我有一种预感，太后并不是皇后的对手。这样，燕飞月不敢相信，母妃，太后娘娘有谢家呀，皇后娘娘什么都没有。她都归位了，可宁家人一点动静都没有，她有这么厉害吗？不知为什么，金太妃就是觉得新后厉害。飞月，听母妃的话，别去招惹皇后，以后你的嫁事还在她的手上。未嫁公主，婚事权在皇后手中，长嫂为母。可燕飞月却不是一个会信命的人。母妃，我不喜欢别人，我只喜欢恒之表哥。要嫁，我就只嫁他，要不然我就不嫁。说到萧远寒，金太妃就摇头，他不会娶你的，更不会上驸马，你死心吧。他怎么可能死心？燕飞月眼眶红了，母妃，我就是喜欢他，我只喜欢他呀，你帮帮我，帮帮我。这事帮不了啊。金太妃继续摇头，看着女儿发痴，她也没有办法，谁让她娘家示威呢？金家老爷虽然从一个正七品小官提到了正四品，但是后来就再也没晋升过了。在这京城正四品的官不要太多，本来就是小户人家，给金太妃的助力自然很少。飞月，以后你别去惹你皇嫂了，她不是我们能惹的人。一会我让准备一份谢礼送过去，你就好好休息吧。可燕飞月根本没把金太妃的话放在心上，她决定继续拍太后的马屁，寄希望有一天太后给她赐婚。燕飞月的事很快就传遍了后宫，不少嫔妃听到这个消息，一个个心里还高兴上了。为什么？燕飞月那性子娇蛮无理，哪里会把这些不受宠的嫔妃放在眼里？她被皇后扔进塘里的消息也不知道是谁透露出去的，顿时一个个幸灾惹祸。皇后娘娘还真是善良，这种人就让她淹死好了。是啊是啊，就她做什么？淹死了，这才好呢。宁仪真可不知道大家在想什么，更不知道燕飞月在想什么，当然也不想去知道。在她的心中，众嫔妃与她没半点关系，而且燕飞月只是一只小毛虫，虫就是虫，永远成不了龙。此时的她带着两小，拎着一大包的东西回到了宫中。江嬷嬷一见春花一身是水，顿时吃了一惊。春花，出什么事了？娘娘，您和小主子们没事吧？见奶娘似乎有点被吓着的表情，宁仪真立即解释道：奶娘，不是我们出的事，是11公主掉荷塘去了。啊！江嬷嬷脸皮抽了抽，11公主，娘娘，您把她救了？宁仪真撇撇嘴，不知道是她，要是知道是她，我就不救了，淹死了正好。淹是淹不死的，宁仪真心里比谁都清楚，毕竟上辈子自己出冷宫之后有好久，这11公主也没死。以宁仪真猜测，很有可能左相大人刚才也在御花园，而这燕飞月是想让他来个英雄救美的。上辈子他是谁救的？肯定不是左相救的。
第0090章，该狠的就得狠。宁一真是真的记不起来了，不管是谁救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燕飞月的墓就是要嫁萧远寒。突然，宁一真想起一个事，上辈子萧远寒似乎一直没成亲，而燕凤阳除了自己这一对儿女，也没有其余的子女。天哪！想到这，他心中一抖，难道世人的传言并不是空穴来风？宁一真感觉到自己快要真相了。现在，他还怀疑燕凤阳心中那个白月光的真假了。或许他心中的白月光就是左相，这事不能再去想了。知道的越多，死得越快。宁一真没打算这辈子再早死，于是他快速的转换了自己的心思。奶娘，给春花煮碗姜茶来。是。春花觉得真不用，主子，奴婢用不着。不管用得着还是用不着，喝总不会有坏处。宁一真看着他，喝一碗吧，身子暖些。谢主子。春花去换衣服了。这时李安进来报，启禀皇后娘娘，秀红姑娘求见。秀红听到这两个字，正准备帮着包帘子的秀玉立即站了起来，一脸愤怒。她还有脸来这里？臭不要脸的东西，她竟然有脸过来！娘娘，让奴婢把她赶出去吧。宁一真也没想到自己曾经的这个大丫头还敢跑她面前来，看来她是觉得自己得宠了。娘娘，娘娘，求求您见见奴婢啊！求求您，求求您了！秀玉的话才落下，一个宫女已经跪在了宫门口。臭不要脸的东西，你还有脸来！秀玉见门口跪着的秀红，冲了过去，对着她一阵臭骂。她对秀红真是恨不得咬她几口。秀红见到秀玉出来了，她立即爬了起来，就冲了过来。秀玉妹妹，娘娘她在吗？见她还想见主子，秀玉顿时更气了。你还来这里做什么？滚出去！你这个叛徒，永远也不要再让我看见你！秀玉一脸凶残，秀红吓得抖了一抖。秀玉，我当时，娘娘，娘娘，您见见奴婢，求您！啪啪两声，没等秀红话落上，她脸上就落了2个巴掌。这2巴掌，秀玉可谓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抽得秀红头冒金光，眼花耳鸣。捂着脸，秀红一脸的不可置信的看着秀玉。要知道几年前，她才是主子身边的第一大丫头，什么时候轮到这个外来户欺负了？你凭什么打我？娘娘都没有开口，难不成你就替娘娘做主了？扔出去！宁一真连眼角都没抬。当年入宫时，宁一真就带了2个丫头，一个奶娘入宫，宫中不允许有太多的外人。秀红是孙府2管事的女儿，长得不错，小嘴很甜，为人机灵，很得当时的宁一真喜欢。但也就是在她被废的那一天，秀红躲得不见了。再后来，宁一真才知道，她进了谢桌的钱柜宫，成了谢桌宫里的大宫女。如今，她又在贵德宫的高云儿手下当差。当年自己被谢桌下药，恐怕少不了她的助力。对于这种被主之人，宁一真从不心慈手软。这声音冷得秀红回了神。她知道，不求得前主子的原谅，她不可能再回来。德妃娘娘说了，要想她宫外的爹娘弟弟们有好日子过，她就必须回来。娘娘，娘娘，奴婢错了，奴婢对不起您，今日奴婢是来请罪的。宁一真入宫前有一个从小跟着她长大的小丫头，名叫秀芝，与她一起长大。但是秀芝有一个心爱的人，所以恋爱脑的宁一真无论如何也不许她入宫。入了宫的女子，若想嫁人，必须年满25岁出宫再说。当时秀芝发誓不嫁，但她就是不许。少了一个丫头陪伴入宫，秀红毛遂自荐，并发下毒誓，这才跟进来。听到这番不要脸的话，秀玉快气笑了。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既然你是来请罪的，那就跪到外面的大路上去，先跪上3天3夜再说。春花姐，给她挂块牌子，以她的名誉写上一份悔过书，省得一会再恶心了娘娘。至于被主奴才，嫉恶如仇的春花更是不喜欢。明白。听着2人的对话，秀红吓坏了。若真这样做了，那她还有脸在这宫里混吗？娘娘，奴婢错了，奴婢当年是吓坏了，真的是吓坏了。奴婢没有，还想狡辩？宁一真的心更冷了。春花，打断她的手脚，给本宫扔出去。是。面对这魔鬼似的声音，一股冷意从秀红的尾椎处升起。她终于相信了，这个人真的变了。娘娘饶命！娘娘饶命啊！看在奴婢父母的份上，不说他的父母还好，秀红一说起自己的父母，宁一真的心拧得更紧了。2年前，他到处找外祖一家，可一直没找到，但却无意间找到了2管事一家。没想到他们竟然脱了奴籍不说，还成了有钱人。当时他杀了2管事的2个长子，只留下2个7、8岁的幼子未动。没想到今日又被人提起，动手！一声令下，只听得啊的一声惨叫，然后悄无声息。娘娘，她痛晕过去了。声音冷而厉，没有半丝的同情。扔去德贵宫。
是。皇后打断了秀红的四肢，并扔回德贵宫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后宫议论纷纷。天哪，这皇后也太狠了吧！不管如何，这丫头也跟了他几年啊，就算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这人的心还真狠啊！大家围在贵德宫门口，徐贤妃故意放大声音说着同情话。杨婉仪立即接话：是啊是啊，养只猫养几年都有感情，更何况养个人，这也能下得了手？这人的心也不知道有多硬。徐贤妃的话不好反驳，但杨婉仪的话有人接了。杨姐姐可别说这样的话，对于这被主之奴，只打断他的手脚，而没要他的命，算是仁慈的了。大家身边都有人，若有一天他们背叛你们，你们还会把他当心腹吗？第009章，皇后看来是穷怕了。安美人一番话，倒是对的大伙没有话说了。试问这世上，谁又会饶过一个被主之人？这个丫头背叛从前的主子，如今见前主子得势了，又想着去巴结，谁要？若是换做他们，不打死他才怪呢。宫内的高德妃脸色又青又白，她没想到如今的宁仪真会下手这么狠。要知道几年前，她根本就是那种懦弱无底线的好人。外面的人叽叽喳喳，她只能忍下这口气。来人，把秀红抬进来，去太医院要个医女过来。毕竟是从贵德宫出去的人，高德妃不能让人心寒，至少面子上的事得做。很快，秀红被抬进了下人房，贵德宫的管事太监也立即去了太医院请人。这消息自然很快传去了上书房。燕凤阳一听，眼光闪了闪，这变化果然大。扔公主下堂，打伤被主奴才，自己这个皇后倒是让他越来越意外了。后宫的事随他们自己去处理，朕知道了。退下吧。上书房中一片沉静，而凤霞宫中一阙片欢乐。此时，一群人围着一堆帘子包了起来。与此同时，萧远寒已经重回了上书房。臣参见皇上。正在沉思的燕凤阳见到他，立即挥了挥手：恒之，你刚才去过御花园了？萧远寒非常坦诚：去了，去转了转。看着眼前的人，燕凤阳心思翻涌。当初他之所以敢御驾亲征，就是因为有这个仅比自己小了几十天的表弟。自己或许找不到他的小侄儿了，可燕凤阳是打心眼里希望自己表弟成个家。恒之，你再不成个亲，朕那个爱折腾的妹妹，怕是天天要请太医了。听到这话，萧远寒目光淡淡的笑了笑：皇上，成亲若只是为了成亲，那人生会有多寡淡？皇上也成了亲了，您觉得自己有多幸福吗？确实，若不是非得成亲，没有必要找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女人，天天在自己眼前晃来晃去。幸福？燕凤阳苦笑了，天知道面对这些不喜欢的女人有多痛苦，多烦躁。恒之，你有喜欢的人吗？有。萧远寒想也不想就承认了。可是不能说。皇上，臣还没尝过心动的滋味。好吧，宫中这些公主看来是没机会了。燕凤阳不再劝了，毕竟自己也不喜欢别人劝。或许哪一天他遇上了他喜欢的人，根本就不用劝了。喜欢的人？想到这几个字的时候，燕凤阳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一张面庞，顿时他心中一惊，怎么会想到他？不，燕凤阳心里连连否认，这一回会想到他，那是因为这几天他看到的都是他，不管是谁也代替不了他心中的那个小小身影，那张阳光灿烂的小脸。那就随你吧，朕也不逼你，这毕竟是你个人的幸福，朕只能替朕的几位妹妹遗憾了。这话倒是让萧远寒感动。虽然这个表哥当了皇帝，但在他面前从来没有摆上皇帝的架子，也不枉这些年自己尽心尽意的扶持他。那就多谢皇上了。燕飞月养病，实则是变相禁足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后宫。12姐，皇兄这是恼上11姐了吗？11姐做了什么事，让皇兄恼上了？14公主燕静妮，今年12岁，很天真，很可爱。他问的是12公主燕静幽，今年14岁，是个性子很温柔的小姑娘。先帝嫔妃多，子女也多。谢太后针对的是皇子，对于公主，她根本不放在心上，甚至觉得公主越多越好，至少和亲时有人可以送。12公主与14公主都是先帝妃子贺思英的女儿。贺家势力不小，但她生的仅是2位公主，所以谢太后没有把她们母女几个放在心上。12公主闻言摇摇头，我不知道，但11姐肯定是出了事。要不我们去问问母妃吧。好，姐妹俩去了自己母妃的宫中。贺淑仪见2个女儿过来，立即把她们拉进去，把门关上。当天晚上，宁仪真做了一个百合莲子瘦肉粥，又弄了一盘口水鸡。吃完之后，2只小嚷着明天还要去摘莲子。秀玉也觉得这莲子做的东西特别好吃，娘娘还说明天早上还要用它做莲子银耳羹呢。娘娘，不如我们把它全摘回来，以后想吃就吃，这未尝不可。
宁姨真觉得这提议不错，反正这莲子长在荷塘里也没有人要，等雪天一到，它也就烂在泥里去了。行，明天我们的大计就是采莲。第二天一早，喝过了莲子银耳羹的李安最积极了，才吃过早饭就指挥起来。怎么不借再大一点的家伙？那荷塘里的莲子可不少，这几个箩筐装得下吗？小麦子看看自己从内务府借来的几只大箩筐，顿时一头乌鸦。师傅，这可是内务府最大的箩筐了。好吧，是他错了，李安承认，也不能怪他，谁让他才知道那年年烂在荷塘里的莲子竟然味道这么好。走吧。凤霞宫走出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采莲队伍，这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后宫，顿时说什么的都有。这皇后娘娘怕是冷宫穷怕了，连这种东西也要。可不。徐贤妃的话一落，刘贵嫔一声轻笑，冷宫中一天一碗清水，2个馒头能不穷吗？贤妃姐姐，您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您以为人人都像您徐家一样富得流油？这话徐贤妃爱听。哪有哪有，不过有几间小铺子罢了，哪来的什么富得流油？刘妹妹可别这样说。可刘贵嫔聪明，贤妃姐姐，您就是太低调了。您看看人家皇后娘娘，您以为她摘的是莲子吗？皇后娘娘摘的不是莲子，那是什么？这下不是太聪明的徐贤妃还真不懂了。妹妹，你打什么哑谜啊？咱们这皇后娘娘不是摘莲子，而是还摘宝贝。刘贵嫔闻言嘻嘻一笑，徐姐姐啊，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啊？我们这皇后娘娘，她摘的恐怕是皇上的眼光，皇上的同情，皇上的赏赐。她这是要告诉皇上，她很穷，而且她还养着2个孩子。皇上至今可就这么2个孩子，她能不重视吗？第0092章，荷花池热闹了。这话一出，众人心中转悠起来，这宁氏恐怕打的真是这主意吧。虽然说当年孙家送进宫的嫁妆10里红妆，但是皇后刚进宫的那一年，可拿出来不少帮助皇上，留下的听说也没多少了。后宫知道了凤霞宫采莲子，燕凤阳自然也知道了。方德言，这莲子有何妙用？德公公立即回答，据太医说，莲子不仅味道好，而且还能治病，特别是其中的一味莲心，那是降火清目治口舌生疮的一味好药。莲心是药，燕凤阳知道，太医院就有这一味药，但莲子好吃吗？他真不知道。莲子味道好，可为什么御膳房从来没做过？德公公一听，头顶一片乌云。皇上，您问我问谁啊？奴才也是刚才听说过。据老奴听闻，皇后娘娘宫中昨天晚上吃的是莲子百合瘦肉粥，今天早上喝的是莲子银耳羹。至于御膳房为什么没做过，老奴这就去把御膳房的总管叫来问问。算了吧，燕凤阳心里清楚，他这位皇后弄出来的东西，好些都是御膳房连听都没听说过的东西。问他从何而来，他说是多年游历天下所得。去荷塘看看。德公公立即扬声，摆驾御花园。御花园荷塘边热闹得很，尤其是燕一月的声音特别响亮，似银铃，似喜鹊。哥哥，这一朵好大啊，这个我要拿。听到女儿这银铃似的声音，燕凤阳脸上浮上了笑容。快进荷塘时，德公公要出声，他迅速地制止了，别叫了，过去吧，别吓着孩子。德公公，皇上，您觉得公主与皇子是老奴的声音能吓坏的人吗？难不成这些年老奴的声音在您的耳中是狼嚎？是。燕一月真的是很开心，荷塘中一朵朵的莲蓬往塘边扔，她像只小燕子似的飞来飞去。可就在这时，月儿，天儿，这声音一出，燕一月立即像个燕子似的飞奔过来。父皇。燕凤阳弯腰伸手接住她，这么喜欢莲子？燕一月小脸闪闪亮，莲子可好吃了。父皇，昨天晚上我们吃了莲子百合瘦肉粥，今天早上又喝了莲子汤，很好吃哟。父皇，娘亲说了，等摘了莲子回去给我做蜜汁莲子，那个更好吃呢。皇后还真会吃，只是这么好吃的却从来没想过给她送一份，有点过分。这一回燕凤阳忘记了自己当年的过分。那父皇来帮你摘好不好？好呀好呀。哥哥哥哥，父皇来了。燕倚天在另一边捡莲蓬，听到妹妹的声音立即过来了。儿臣见过父皇。儿子的小脸因为奔跑而红嫩，小脸因着红嫩多了一份天真可爱。累了吗？燕倚天摇头，儿臣不累。父皇，母后说莲子是好东西，烂在荷塘太可惜了，就让李公公带人摘回去，若吃不完可送入太医院为药。母后说，虽然太医院不差这一点，但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是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个皇后虽然变得很强势了，但是她想的倒挺周全。燕凤阳对宁仪真教孩子的手段倒是非常欣赏了，因为她善于抓住小处而教导。好，你记住了就好。来，父皇和你们一起摘莲蓬。皇帝在荷塘摘莲蓬了。
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后宫，一瞬间御花园人来人往，香衣飘飘。皇上，这朵莲蓬好大呀！皇上，臣妾这朵真饱满，药效一定最好。皇上，臣妾会做莲子汤，晚上给您送一碗过去吧。皇上，皇上，御花园很热闹，凤霞宫却很安静。宁一真今天根本就没去摘莲子，因为他今天确实是有事，账本到了，他得对账。虽然小账他不管，但大账他得看过。娘娘，娘娘，您别看了，快去御花园吧。秀玉没学过功夫，一路跑回来，可以说是气喘吁吁。看他这急急的样子，宁一真还真好奇了，御花园怎么了？难不成天儿与月儿掉荷塘里去了？秀玉更急了，娘娘，您以为以公主和皇子的水性，掉荷塘是件急事吗？宁一真还真好奇了，哦，那还有比这更急的事吗？你说吧，到底是什么事，让你急成这样子？好不容易喘过气来的秀玉见自家主子完全不在意的样子，恨恨的道：娘娘，你不知道吗？后宫的娘娘们全部去帮忙摘莲子了。有，这些女人这么拍他马屁吗？这是知道了他的厉害，一个个准备来抱金大腿了是吧？这可真难得。当然，宁一真可不会真这么想，这宫中的女人她比谁都了解。难不成皇帝在那里？秀玉一脸愤怒，是啊，是啊，您赶紧过去吧。那些娘娘们，哎呦，奴婢真说不出口。果然如此，没有那朵鲜花，肯定引不去那么多蜜蜂。不，没有那块臭狗肉，怎么可能吸引过去那么多苍蝇？他可不想做只苍蝇。再说，他巴不得皇帝被别的女人拉去，反正他又不再与他有别的关系了。杀舅之仇，他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没到。等他把梁王与谢家一个个收拾掉了，他的儿子也能独立了，一粒药就解决他。宁一真爽快地拒绝了秀玉的好意。秀玉啊，你觉得以你家娘娘我这性子，去了能有什么用？他们都是皇帝的女人，难不成我去了把他们骂一阵？行了了，有这么多人在帮忙，本宫就不去了。你赶紧回去看着两只小吧，一会本宫教你做蜜汁莲子。秀玉，娘娘这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虽然去了不能骂他们一阵，但好歹也让那些女人们知道，她的主子才是皇后娘娘。蜜汁莲子有这么重要吗？娘娘，您真是让奴婢说什么好呢？行，您不去奴婢去。第0093章门儿清的两个人。见自家主子不上进，秀玉气得一跺脚跑了。很快，太后也知道御花园摘莲之事，谢妍儿要过去，她立即叫住了她：别去，皇帝最烦女人了，你过去就是自找没趣。不得不说，还是太后了解皇帝。此时，御花园里的烟凤阳脸已经成了黑炭。方德言，既然他们这么喜欢摘莲子，去拿筐子来，让凤霞宫的奴才都回去。今天他们不把这荷塘的莲子采了，就不许回宫。摘完了，让他们把所有莲子都送去凤霞宫。圣令一下，众嫔妃全部想哭。皇上这什么意思啊？他们是来摘莲子的吗？德公公看了众嫔妃们一眼，轻轻摇头。这些娘娘们啊，真不了解皇帝啊！你们好好的待在后宫过自己的日子不好吗？为何非要凑到皇帝面前来讨嫌？是，奴才遵命。这一天，御花园中的热闹变成了哀怨。可是哀怨也没办法，没有人不敢不听命令。唯一庆幸的人是秀玉。天啊，好在娘娘没来啊，要不然肯定也惹得皇上不高兴了。这天傍晚，凤霞宫成了莲子的天下，全体成员开始了包莲子、晒莲子的活计，晚上也是莲子大餐。次日，上书房，徐良求见。皇上，属下已经打听到了，有一个地方有土豆。哪里？快说！这一下，燕凤阳有点激动了。徐良恭敬的回应，回皇上的话，一个叫风池山庄的地方，主人姓楚，京城最大的粮食铺子百姓食铺就是楚家的。天啊，真有啊！燕凤阳心情非常激动。楚家那边有多少钱一斤能出售？徐良立即按宁一真交代的话回禀了。回皇上的话，大约还有8万余斤土豆，一斤3文，而且已经催芽了。若单是指一般的食物，3文也不能说便宜，但这是种子啊！走，一起去看看。可就在这时，掌管朝廷祭田的农大人进来了。皇上，种土豆的土地已经整出来了，可以下种了。今天都是好消息，燕凤阳心情非常好。方德言让人去通知皇后，过2天和朕一起去祭田种土豆。德公公立即应下。皇后要随皇帝出宫了，这消息也不可能瞒得住。一身还酸痛的嫔妃们，这一会连羡慕的精力都没有了。有精力的人是安美人。昨天她与张贵妃没去御花园，自然没有精疲力尽的机会。小主，还是您有眼光。大宫女仙儿对自家主子还挺幸福的。虽然皇帝从边关回宫后也没来过，可他家小主一点也不怨恨。不怨恨不说，还教好了皇后。
皇后是六宫统帅，香儿自然知道自家主子不过一个美人，她根本无法与皇后娘娘争，争不了就交好呗。香儿的话一落，安美人笑呵呵，不是本宫有能耐，而是他们看不透。皇上的心思根本没放在后宫，以前没有皇子公主的时候没有，现在就更没有。你没看到吗？皇帝去凤霞宫可留过宿？好似还真没有呢。皇上去皇后的宫中好多回，但都是吃了饭就走了，从来没有留过一次。娘娘，您说皇帝是不是真的根本就不喜欢女人？这话一落，安美人立即一脸正色。仙儿，这话可不能与别人说，背后议论皇帝，那是要杀头的。仙儿是安美人从娘家带进来的丫头，从小一起长大，所以她与自家主子说话就随意些。安美人的话一落，她浑身一抖，天啊，她怎么就跟着那些宫女太监一样多嘴了呢？扑通一声，皮儿跪在了地上，娘娘恕罪，奴才知错了。后宫步步陷阱，处处艰难，安美人不想自己这一起长大的丫头犯了口舌之罪而送命，以后好好的待在宫里，别人说什么都不要去听，更不要去议论，可听清了？仙儿立即点头，娘娘，奴婢记住了。毕竟是自己一起长大的人，听到她答应了，安美人脸色缓和了许多。起来吧，要记住，这是后宫，这里住的是皇室之人，想活得长久些，就把自己的嘴管好。是，宁姨真没空管这些人。秋收之后，百生粮铺生意非常忙，蒋殿、宋雷每日都有新报入宫。这一会，他正忙着看账。娘娘，几大粮仓都装不下了，还收吗？秋月进来送最新消息，宁姨真点点头，差不多了，我们再收也没地方放，而且收粮价也会抬得更高。是，属下知道了。次日，燕凤阳、萧远寒、徐良等人出了宫，去了风池山庄。燕凤阳心情非常好，一路上他脑子里全是那一堆堆的土豆。当他看到那一屋子的土豆种时，真是兴奋的仿佛捡了宝一般。全部收下，加大人手整理田地，争取尽快种上。萧远寒也很震惊，立即应下。是。回到皇宫时，德公公见燕凤阳盯着凤霞宫的方向不动，顿时道：皇上，昨天的那些莲子也不知道有没有全部送去皇后娘娘那里。小公主说蜜汁莲子非常好吃，她最喜欢呢。您要不要去看看小公主是不是收到了莲子？燕凤阳瞥了自己身边的心腹一眼，摆驾凤霞宫。起驾，皇上摆驾凤霞宫。与此时同时，凤霞宫中热闹非凡。蜜汁莲子确实是好吃，今天刚烘出来的5香蜜汁莲子香得不行，宁姨真让秀玉给大家分了一包，一个个吃得很是满足。燕一月爱吃的不行，拿了一碗就不肯放下，直到吃不下了才松手。娘亲，月儿肚肚好大呀！看着这一天吃个没完的小丫头，宁姨真白眼朝天，叫你别吃了，你不听，这下肚子胀了吧？燕一月不服，因为它太好吃了啊！娘亲，月儿肚肚胀，我去跳舞吧。跳跳好，跳一跳把肚子里的东西消化一些。宁姨真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转头对燕倚天道：天儿，你去给你妹妹弹曲儿。第0094章关于水果这件事儿。燕倚天是个非常自律的孩子，他做任何事都不过头，今日一样，他并没有多吃。亲娘的命令一出，他立即起身拿琴。2只老虎爱跳舞，小兔子乖乖拔萝卜。我和小鸭子学走路，童年时最美的礼物。小螺号呀，低低的吹，我学海鸥展翅飞。不怕风雨不怕累，快快把本领都学会。宝贝，星星为你指路哦，宝贝，月亮为你祝福哦。成长是快乐的旅途，勇敢迈开你的脚步。燕凤阳才到宫门口，耳边传来一阵阵欢快的歌声，这是他女儿的声音，很甜。他加快了脚步。小麦子公公，不是你那样比的啦，要把双手反转过去哦。小凳子公公，你要跳高一点了。安公公，你这动作太僵硬了，不是这样子的，你这样跳像跳僵尸舞，一个人跳实在无趣。燕一月把院子里的太监全部叫上，此刻小老师教的极认真，一边唱一边跳，还要一边指正众太监们的动作。被小公主批评的一无是处的李安一脸乌鸦飞过，小公主，咱家都30几了，还能跟您这样跳吗？门边一直站着未出生的燕凤阳突然就笑了，女儿好可爱。月儿，燕一月教的极认真，可无奈这些太监太笨了，他教了几次都没教会。父皇，你来了，太好了，快来陪我跳舞啊！燕凤阳一脸漆黑，让他跳那蛤蟆似的舞。德公公脸都憋红了，自己这主子还是头一回露出这种头顶乌云的表情。小公主，咱家给你找几个人过来学好不好？他们可喜欢跳舞了，可就是没人教呢。这样，燕一月双眼一亮，德公公，他们不笨吧？德公公立即保证，不笨不笨，咱家多叫几个过来。小公主您自己选，自己选。这一天，凤霞宫来了一群5、6、7、8岁的小太监。这一天，
燕一月像个指挥官，教着他们跳舞，最后留下了4个跳得最好的人当徒弟。娘亲，以后有好吃的也要给他们哦，他们是我的徒弟。这些都是刚迈进宫的小太监，正好给自己女儿、儿子培养几个贴身的小厮。没问题，不过暂时先让他们去内务府学规矩，等规矩学好了，再留在宫里陪你玩。燕一月是个非常讲理的人。好，你们一定要好好学，学好了我就教你们跳舞。4个小太监，最大的7岁，小的5岁，他们并不懂得今日的一跳，完全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是，公主，小的听从您的指挥。因为明天要去祭田种土豆之事，这天晚上燕凤阳吃了一顿满意的莲子晚餐，愉快地去了上书房。次日一早，爱睡懒觉的燕一月想着今日要去外面玩，于是天才亮就醒来，这一会已经吃好了早饭。这边刚准备好，李安就进来了。娘娘，皇上那边准备好了，小名字来问，您这边如何？宁一真已经换好了衣服，正等着出发。可以出发了。皇帝要带皇后与公主皇子出门的事并没传开，也没有准备引人注目，于是龙辇停在龙七宫门口。母子3个还没到，就看到了宫门口那华丽的龙辇。娘亲，你看，父皇在等我们。父皇，我来了。宁一真抬眼望去，燕凤阳已经在龙辇前等着他们。因为是出门，他没穿龙袍，而是一件朱红色的圆领锦袍，长发被高高竖起，用金冠固定。深邃的五官配上这一身长服，竟然硬是没有减少他半分威严。特别是那双漆黑的眸子，似星辰大海，又似无底深渊。然而就在那一声父皇之中，那原本冷清而威严的大脸就在一瞬间放柔。月儿，慢点慢点，小心别摔倒了。可燕一月哪里就怕了。父皇，月儿不怕的，摔倒了爬起来就是了。好吧。燕凤阳想，若这地让他女儿摔倒了，就铲了重新修。一家人上了龙辇，很快就到了宫门。宫门口，一辆华贵的大马车停在那里。父皇，马！马车前面的骏马正是燕凤阳的坐骑，汗血宝马。此马全身朱红色，皮毛亮眼，无一杂色。不用说，这是一匹世间难寻的良驹。想骑马？燕一月立即点头，想骑。天儿呢？想骑马？燕一天是空中的雄鹰，他当然喜欢飞一样的感觉。父皇，儿臣喜欢。既然儿子女儿都喜欢，燕凤阳自然如他们所愿。好，一会出了城，父皇带你们骑马去。谢谢父皇。父皇好棒！得了恭维的燕凤阳一脸骄傲，有儿有女就是福。一家人弃了龙辇上了马车，看着这马车，宁一真眼眸转了转，果然是女人要有出息。上辈子她可是连皇帝的马车边都没挨过，这辈子竟然能坐他的马车了。呵呵，宁一真心中冷笑2声，坐下。马车很宽，中间有茶几，茶几上摆着茶果点心，香炉里青烟袅袅。父皇，这是什么？看到茶几上那红红的果子，燕一月好奇地叫了起来。这是今天早上南越国刚刚送来的红丹果，父皇让人用冰冰着，等我们回来全部给你拿过去。红丹果，红皮白肉，汁多香浓，此果极不好保留，用冰冻着才可保10天内不坏。这是南越国的特产，整个云州大陆为南越国才有。南越国是从长南国分离出来的小国家，而长南国比大梁要小。因为长南国时时都想收回南越国，故而南越国就紧紧抱着大梁的大腿不放，为的就是让长南国不敢轻举妄动。南越国在长南国的东边，它紧邻大梁。可纵是如此，从南越到大梁近2000里，这时代的路可不是那水泥柏油路。红丹果能如此新鲜的送到大梁来，也不知道是跑死了多少快马才送到的。多送点去慈宁宫吧，孩子们尝尝味道就可以了。多送点去慈宁宫。燕凤阳眼光闪闪，皇后难不成准备与母后和好了吗？不知为什么，想到有这个可能，燕凤阳心情说不出的复杂。你倒是有孝心。第0095章，心里没有数的燕飞月。孝心？听到这2个字，宁一真差点笑出声来了。红丹果味美气香，十分好吃，是大补之果，但太补的东西往往不能多吃。皇上，这果子是好东西，但火气重，尝尝滋味可以，但吃太多会流鼻血。可有的人觉得这是好东西，给少了，难保他心里不舒服，到时候又说您又偏袒凤霞宫了。原来是这么回事。燕凤阳也没发现自己的心里竟然轻松了不少，更没发现他似乎不乐意看到皇后与太后关系缓和起来。真有这么厉害？这个燕凤阳还真是不知。南越国今年是送贺礼来祝贺他打了胜仗，往年可是很难吃得到这个东西的。宁仪真可不想自己女儿把嘴吃烂，臣妾不会说好东西还嫌弃，但事实就是如此。若是吃了不上火，臣妾肯定不舍得分给别人吃。当然，人的体质不一样，有的人能吃，有的人不能吃，
但孩子要少吃。孩子体内火气大，这点燕凤阳倒是知道。朕明白了。霍萧，让人传旨李德海，南越国送来的红丹果，每个宫小半筐。是。这一天，每个宫都接到了小半筐的红丹果，同样燕飞跃所在的庆和宫也接到了。一见这好东西，他立即开吃起来。好吃，太好吃了，可惜就是太少了点。母妃，你快来吃。金太妃走了过来，一脸惊讶，今年竟然还能吃到这个，还真是难得。本宫可是好几年没吃到过了。听到这话，燕飞跃撅起小嘴，父皇在的时候，这等好东西我们也没少什么，只是父皇去世后，好东西哪能轮得到我们？母妃，皇兄也够小气的，这么一点点够我们塞牙缝呀。你说是不是那个废后在作妖，所以皇上才分这么一点点给我们？金太妃非常不喜欢宁仪真，因为她是孙科养大的人。当年孙科帮的是太后与当今圣上，她在一边看着蹙着，还不能让人知道。那时她常想，若当时有人肯像孙科那样帮他，那他的儿子也不必去封地，而是给别人赏封地。行了，别再说了，现在皇帝完全被他们母子几个给迷住了，乱说话小心被他听到，再激你的足。人总是缺少什么就寻找什么，就好比燕飞跃，她虽然贵为公主，但自己的母妃完全靠给太后卖命才有今天，所以她亲眼目睹了自己母女过得有多窝囊。自小到大，她表面张扬，实则是因为缺少了张扬的底气。金太妃的话一落，她脸色一变，现在宫中怕是有很多人都在笑话她吧。母妃，你去与太后娘娘说，别惊我的足了。女儿想太后娘娘，想去看她，太后会去说吗？金太妃太了解谢太后了，与她无力之事，谢太后是绝对不会帮忙的。这些年看似太后对自己好，可实则她把自己当成一条狗在施舍。飞跃，你还是老实点吧，要不然让皇帝知道，恐怕会更生气。听话，不要让母妃操心你。听了这话，燕飞跃更恨宁仪真了，她觉得都是皇后的错。宁仪真可没想到，她的一时善良还惹来了人心不足，引得燕飞跃更恨她。马车出了城，燕凤阳真把兄妹俩抱上了马背。一上马背，燕一月就疯了，驾驾驾！白龙马蹄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画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陷阱诡计，都挡不住火眼金睛的如意棒，护送师徒朝西去。父皇，月儿是孙悟空打，要是一会有妖怪，就交给我来打打。马车上，宁仪真一头黑线，姑娘，你是不是太疯了？还妖怪呢，还精怪哟。可是燕一月不觉得自己疯，此时他就觉得自己是孙悟空，就是一个斩妖除魔的魏战士。一路上有只小鸟叽叽喳喳，让路程都变短了。一个时辰后，一行人就到了城外的祭田。初冬的京城虽然已经开始寒冷，但是田间地头并没有完全枯萎，还有新生出来的小草悄悄地长在枯草之下。刚被抱下马车的燕一月一见田间的麻雀，立即又来了劲儿。春花姑姑，放下我，我要去捉麻雀。娘亲，晚上我们烤麻雀吃了。看着疯跑的女儿，宁仪真脸皮都抽疼了。什么时候这个小吃货也能别这么好吃？而燕凤阳听了女儿的话，她心里抽抽的痛。月儿以前吃过麻雀，吃麻雀怎么了？吃个麻雀很奇怪吗？宁仪真淡淡的回应道：冷宫中什么不吃？孩子长身体需要营养，麻雀虽小，至少还是肉。燕凤阳脸一红，她怎么老是问这种蠢问题？麻雀很难抓的，你们怎么抓得到？小小麻雀都抓不到，我怎么养儿子来夺你的天下？宁仪真抽了抽嘴角，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多想多看多动脑子，就会有办法，有办法自然也就不难了。麻雀虽然很狡猾，但它们也需要食物才能活下来。一到冬天大雪盖地，山上地下都寻不到食物了，只要在罗盖下撒一把粮食，它就会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好吧，燕凤阳承认了，她不如自己的皇后，竟然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还有，她挺能说，什么只要思路不滑笔，办法总比困难多。什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话糙理倒是不糙。好在没让燕凤阳尴尬太久，朝中的官员都已经等候在田间。微臣参见皇上，参见皇后娘娘。微臣参见皇上，参见皇后娘娘。看着这一大便整理好的土地，心情不错的燕凤阳挥了挥手，出门在外免礼平身。谢皇上。走吧，今天是个意义重大的日子，我们一定要好好干，争取几个月后种出高产粮食来。第0096章，出门去祭田。众人往田间而去。到了田头，燕凤阳抓了把泥土在手看了看，然后才问宁仪真：皇后，你看这土质是不是合你的要求？看着田是一垄垄被油布遮掩的土地，
宁一真下田掀开油布，也仔细的看了看，泥打理得很细，棚不大，高度也就2尺左右，用树桩架好，白天可以掀开，晚上可以盖上。这种方法比扎大棚要省不少钱。当然，它的温度也达不到大棚的要求。可土豆对温度的要求不高，只要大雪来临时不被冻死，明年3月它就能挖一季了。8万多斤种子能种出将近300亩地。等春季挖出一季来，正好种上夏季，秋天的收获就大了。如此一来，等明年秋季再种，这种子就不少了。宁一真手中并不止这点种子，一来做了一部分土豆粉，二来自己种了好几百亩。明年春季，他能放出大量的土豆种子来。抓起一把泥土，他拧了拧，可施过肥。农大人立即上前回话，回娘娘的话，翻地时也按吩咐施过一次，底肥的打好。这时代的农田都不肥，春秋2季杂粮种下去后，只能靠一些农家肥与草木肥，实在不够粮食作物的生长。这地不是优质地，而是沙质土，所以肥料更不能少。让人把育好的种都拿出来，不要把牙口碰断了。本宫先教你们种，这2天争取全部种下。是。很快，出了芽的土豆一筐筐抬了起来。宁一真拿起一个，要过来一把小刀，然后对着手中的土豆划了起来。有几个牙口就能切成几块，也就能种出几株出来。最主要的是，不能把牙口碰断。其次就是埋在地里时，牙口必须向上。边说，宁一真边示范，很快一个土豆种被他分成了6块，全部埋在了地里。祭田主管农大人立即也跟着拿起一个，陈试试，一会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还请娘娘指点。不客气。农大人管着这上万亩的祭田，对于种作自然不是生手，而且能混到这个位子的人，自然也不是笨拙之人。很快他就学了个有模有样。娘娘，您看陈种的可行？宁一真弯腰仔细的看了看，不错，盖泥时一定不能盖得太厚，而且必须是细泥。盖上之后还要轻轻的压一下，以免雨水把泥土冲走。农大人立即应了，明白。皇上，娘娘，那边有地方休息，这里就交给微臣吧。坐了一路的马车，宁一真不想坐着喝茶。他看了看那山边，枫叶满天。那边种了什么？农大人立即回答，回娘娘的话，那边种的是萝卜。行，你忙吧。公主养了几只小兔子，最喜欢吃萝卜了，本宫去剥几株回去。剥萝卜还得皇后娘娘去剥吗？虽然农大人并不认为一个皇后会种地，但是皇上说她会种，那就是会种。娘娘，臣让人去剥好了，你与皇上去那边休息一会吧。跟皇上一起坐下喝茶，面对面的说些什么？那么尴尬的场面，宁一真断然拒绝了。不用，大臣们都是来帮忙种土豆的，本宫也没有娇弱到动不动就要坐下喝茶。皇上，您自便吧。燕凤阳可不是天天坐在宫中的皇帝，而是战场上长大的皇帝，他很想试试这种土豆的活。霍萧，再派2个侍卫过去保护好皇后、公主与皇子。是。山边，小月儿与小天儿正在草丛间捉蚱蜢，春花与秋月紧紧跟着他们，几个侍卫分散在不远处。看到宁一真过来，小丫头立即跑了过来，手举着一只蚱蜢。娘亲，你看，我抓到了，我抓到了。宁一真牙痛，你不是抓麻雀吗？怎么又抓起了蚱蜢？燕一月双眼亮亮的笑了，娘亲，麻雀好难抓哦，蚱蜢好抓。行吧，你就专挑软柿子捏。宁一真温柔的给女儿擦了擦脸上泥土，然后问她，那边有萝卜田，要不要剥点萝卜给你的小兔兔吃？啊，有萝卜呀！燕一月开心极了，要，我要去剥萝卜。哥哥，不捉蚱蜢了，我们去剥萝卜给小兔子吃的。燕一天哪里想捉什么蚱蜢，这不是自己妹妹非捉不可吗？他也是没了办法。好，走吧。母子3个往萝卜田去了。一到田里，小月儿伸手就剥萝卜，剥萝卜，哎呦哎呦剥不。动字还没唱出口，那只有大拇指大的萝卜已经被小丫头给剥出来了。娘亲，这萝卜好小啊，没有我们种的大。好吧，这萝卜真的太小了，剥10个也炒不了一盘。冷宫的萝卜还没长大，本来宁一真准备剥点萝卜回去做点香辣萝卜条啥的，可这么不小一只，他不知道要剥多少才能做出一坛萝卜条来。小兔子吃没事的，它还嫩，我们不剥多了就是。好吧。小丫头开心的快，这么小的萝卜本来打击了她，但被她娘亲一说又开心了。萝卜真不大，但萝卜缨子很嫩。宁一真喜欢吃萝卜酸菜，他指挥雷霆2个侍卫一人剥了一大捆，于是这一天的农庄饭桌上多了2道萝卜菜。肉末萝卜菜是宁一真的最爱，而红烧牛肉萝卜丝丸子让兄妹俩多吃了一碗饭。同来的官员这一日才知道，这萝卜做出来的菜竟然是如此美味，
看来自家也得多种些萝卜来吃才好。宁仪真可不知道，因这一餐，他带动了京城大官家中种萝卜。于是他让百家食府推出了香辣萝卜条和白玉大萝卜种子的出售。当然这是后话。臣女参见皇上，参见皇后娘娘，参见皇子殿下、公主殿下。看着地上的女子，宁仪真眉心拧了一下。你是何人？地上女子娇滴滴羞答答的抬起头，真当是娇柔万分。芙蓉小脸，葱管鼻，樱桃小嘴，柳叶眉，好一个倾城佳人。回皇后娘娘的话，臣女农月，祭田管事农伯安是臣女的父亲。第0097章农药姑娘。农药，这名字还真高大上。听到这个名字，宁仪真差点笑了。这姑娘是名如其貌啊，这张脸，这副花容月貌，可不就是男人的毒药吗？你进来有何事？你可知道这里面的人是谁？农月早就看到皇上的容貌，那个俊雅，他心肝早就砰砰跳个没完没了。还有，这皇后看来是个妒妇，一个姑娘家拼着不要脸进来觐见，还能有什么事？问什么问？皇上都没开口呢，就只有他在问三问四。农月偷偷地看了一眼面无表情的燕凤阳，想到这男人的地位，他牙一咬，奴家。话还未落下，门外跑进来一个妇人，臣妇柳氏参见皇上万岁，皇后千岁，两位殿下金安。皇后娘娘，这是臣妇的女儿，她自小脑子被烧坏了，有点糊涂，请皇上和娘娘恕罪。没等燕凤阳与宁仪真开口，只见农月杏眼怒睁，脸色大变。娘，您在胡说什么？女儿脑子可没坏。面对这愚蠢的女儿，柳氏真要气死了。她一个姑娘家竟然跑来自荐枕席，而且还是当着人家正妻的面，这完全是找死啊！闭嘴！没规矩的东西，皇上与娘娘还没发话呢，有你说话的份吗？没有一点规矩，这里是你能进来的吗？还不给我赶紧滚出去！呵呵，这姑娘胆子也算是个大的了。心中轻笑两声的宁仪真没开口，她只意味深长地看了燕凤阳一眼，这么漂亮，你也不动心？农月被骂，更加生气了。娘，你也说皇上与娘娘都还没发话呢，您就不能让我把？还说？柳夫人气急了，一巴掌甩在了自己女儿脸上，那声音又脆又响。来人！燕凤阳开了口。刚知道消息的霍霄立即跑了进来，属下在。燕凤阳冷眼看着他，刚才的守卫30大板。是。霍霄应下，正要出去，燕凤阳又开了口，祭田管事农伯安叫女无方，官降一级，调离祭田。是。皇上，农月真是急死了，他可是什么都还没说啊，就连累跌降了职，这怎么行？还不闭嘴！吧的一声，柳氏又一巴掌抽在了自己女儿脸上。自己男人寒窗12载，摸爬滚打10几年，才爬到一个正五品的祭田管事，如今一下子就被这个逆女给毁了，这女儿是不把全家害死，他不甘心啊！一瞬间，一股怒火从柳氏的尾椎骨窜上来，恨不得把她给吃了。可是要教女儿，不是在别人面前。谢皇上宽恕，臣妾告辞。柳氏迅速从地上爬起来，拖着被吓呆的女儿迅速的出去了。宁仪真则笑了笑，农大人倒有一个好妻，农姑娘倒有一副好貌。乃至燕凤阳却冷笑一声，朕看他倒是有一个好脑子，竟然敢跑进来冲撞圣颜，真是胆大包天了。噗的一声，宁仪真笑出声来。这世人谁不想富贵？天下最尊贵之人，莫非这个男人？漂亮女人是男人的毒药，可同样地位尊贵的男人又怎么不是女人的毒药？天下的女人，不管是喜欢权势也好，不管是因为真爱也好，哪个少女不怀春呢？当年的自己不也是如此这般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吗？一抹自嘲从宁仪真的嘴角升起，那笑容太薄凉，看得燕凤阳拧眉。皇后在笑什么？宁仪真道：笑天下之痴情女子，她们只想得到，却不知想得到一切皆有代价，而且还是自己付不起的代价。什么意思啊？燕凤阳脸黑了，皇后莫不是在说自己？宁仪真笑意更浓，可不，当年的本宫不也是像今日的农姑娘，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吗？这话落下，燕凤阳的脸色更难看了，怪朕喽？不，宁仪真否定了，不能怪皇上，只能怪自己的愚蠢与自私。强扭的瓜不甜，连这种道理都不懂，哪来的脸面去怪别人？燕凤阳一脸漆黑，可惜太迟了。宁仪真非常认同的点点头，确实，皇上说的太对了，确实是太迟了。若早一日醒悟，或许也不会失去4年的自由。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否则定买一份来吃。啥意思啊？突然间，燕凤阳发现自己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堵。他的皇后是在说后悔喜欢上了自己吗？
明明他并不喜欢任何人喜欢自己，他的话也没错，为何自己心里就是这么的不爽呢？既然没有后悔药可买，那以后就安安心心的当好你的皇后。当然得好好当，不好好当皇后，本宫将来怎么当太后？宁仪真恭敬而有礼，让人找不出半点岔子。皇帝教训的是，臣妾永记心中。话才落下，去吃饭的德公公立即跑了进来，奴才该死，请皇上降罪。虽然心情不太爽，但面对自己最忠心的人燕凤阳，却没有迁怒，摆摆手道：“与你无关，起来吧。”德公公一声嘘喊，刚才突然听说农家大姑娘跑进去冲撞了帝后，可真是快把他给吓死了。哎，这农大人真是不争气啊，错失了这么好的机会。谁不知道皇上现在有多重视这季田新品种啊？若是种好了，能无功劳吗？可惜了，可惜了，谢皇上不怪之恩。就在德公公连叫可惜时，门外农伯安已经跪下，谢皇上宽恕，臣有罪，教女无方。一瞬间，燕凤阳双眼里浮起了一片清冷。退下吧，农大人还是先把家治好，再来上宫吧。此时农伯安恨不得掐死自己女儿，确实怪自己太宠她了，可心中的怒火不能发，自己种的苦果只能自己吃。是，谢主隆恩。这时霍萧在门外，皇上都已处置好了，刚才农姑娘是借口上查进来的，春花秋月都去用膳了，这里又是农家。宁仪真倒同情了守门的侍卫，毕竟皇上的身边还有侍卫与暗卫，虽然他们确实是大意了一点，但罪没这么深。孩子困了，孩子确实是困了，小女儿都打哈欠了呢。方德言摆驾回宫。是，皇上摆驾。方德言的嗓子不错，他的话一落，立即门外开始动了起来。第0098章回城之路。龙伯安被撸了，百官还得留下来看着这土豆的种植，这可是大梁的希望，谁也不敢马虎。上了马车，宁仪真也没与燕凤阳再说话，刚才两人对了一阵，实在是很不自在。一家人出了皇庄，上了大路，燕凤阳也没说话，他抱着燕一月，宁仪真抱着燕一天，他们俩并排坐在銮架上，就静静看着窗外风景。两个最亲密的陌生人坐在一起，实在有一点尴尬。好在还有两只宝贝，一路上兄妹俩玩着，马车内倒也热闹起来了。父皇，月儿要嘘嘘打。女儿的话一出，燕凤阳立即吩咐停车，亲手抱着女儿下了马车，去了一边的林子里。天儿，你要去嘘嘘吗？燕一天摇头，娘亲，天儿不用，我刚才没喝多少水。这儿子就是太懂事，懂事的让人心疼。他肯定是把他父皇母后说的话都听进去了。宁仪真心疼地摸摸自己儿子的小脸道：不必拘着自己，你是皇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还有，父皇母后的事不是你一个小孩子要去多想的事，你还是孩子，只管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长大，就是母后最大的希望。听着这话，燕倚天抬头，娘亲，天儿一定会让您如愿当上太后的。噗！宁仪真被逗乐了，这孩子真的是把他的每一句话都记在心上呢。娘亲也相信，有我的天儿在，太后的位子迟早都是我的。天儿，加油！娘亲，天儿会加油的。这边母子相互打气，那边一进林子燕一月不让自己父皇帮忙，自己躲在了树后解决掉。哪知刚穿上小裤裤，一只漂亮的蝴蝶飞了过来，小丫头立即追了上去。父皇，蝴蝶，漂亮的蝴蝶。好吧，孩子还小，好玩呢。见女儿一跑，燕凤阳立即跟上，慢点，慢点。可追着追着，又窜出一只小兔子，燕一月立即放弃了蝴蝶，转身追小兔子了。娘亲，有小兔兔大，父皇抓的。坐在马车里的宁仪真快睡着了，她真不知道这对父女到底是拉尿还是去挖屎坑。当她看着女儿一脸欢喜的抱着一只小兔子进来，真有点无语，男人也太宠孩子了吧，拉个嘘嘘怎么就变成了抓兔子？小兔子被树藤拴住了4条腿，燕一月抓住它的脖子，于是小兔子的4条腿变成了一团腿。赶紧放下，离京还很远呢，不能玩了。燕一月小脸如花，父皇说还很早，不用怕呢。你怕什么？宁仪真一头乌鸦，小丫头，皇帝出门在外，你知道他的侍卫有多紧张不？把手洗了。拿出水袋给他倒水洗了手，宁仪真才让燕一月进来。有了只小兔子，小丫头又精神抖擞地玩了好一会，直到走了近一半的路程，她才重新开始瞌睡。燕凤阳一直没说话，只盯着女儿儿子与小兔子玩。突然喜当爹，而且还是一对这么可爱的孩子，他感觉到孤寂多年的心突然间就被温暖了。而且他还不知道，那张万年不变的脸开始有了微表情，更不知道那颗冷酷的心有一角在融化。见女儿睡着了，他换了个姿势，好让她睡得更安稳些。哪知怀里小丫头竟然还不安起来，她不停地扭着，扭来扭去。见他这般，
燕凤阳拧了拧眉，轻声问道：“怎么了？月儿，父皇抱着不舒服吗？”燕一月揉了揉困倦的双眼，眼光却看向了自己娘亲，道：“娘亲，小鸟不安了，他们被吓着了，说林子里有坏人呢。”“什么？林子里有坏人？前面可是要路过山林了，而且是一大片的林子。宁姨真可清楚自己女儿的本事。皇上，前面林子里怕是有问题。”“什么意思啊？”燕凤阳一时没反应过来，宁姨真只得重说了一次：“鸟惊了。月儿对这方面有点天赋。”这话落下，脸色一怔的燕凤阳立即把怀里的女儿交到了宁仪真手中，沉声吩咐道：“霍萧，注意前面林子里，感觉不对。”跟在銮驾外的霍萧上听，立即应声：“是，皇上。”“大家注意，小心有埋伏。”“有埋伏？这里可是京城呢，谁敢在这里找事不成？可不管有没有，皇帝的安全才是首要。”呛啷啷，侍卫们立即亮出了家伙。一行人高度警戒进了山林，可走了好一会也没动静。霍萧立即指挥几个人上前去打探。回大人的话，前方并无动静。没动静吗？霍萧眉一拧，难道皇上是过于警觉了？可就在这时，突然嗖嗖嗖声出，一阵箭雨仿佛从天而降。霍萧脸色大变，护驾！你们待在车里面，不要出来！箭如雨急，燕凤阳双眼一狠，手一伸，一把宝剑在手，人已飞出车厢外。砰砰砰，当当当！一瞬间，不是箭射在车厢上的声音，就是刀枪挡箭的声音。马车内，宁仪真看着两只小问：“怕吗？”燕月笑眯的摇头：“不怕，娘亲，好多坏人哦，很多呢。”“是不少。你们别怕，有娘亲在，他们才不怕呢。”两只小正要开口，也就在这时，一片黑影从树梢降落在众人面前，同时一声尖利的声音响起：“杀！一个都不许放过！”是！一片喊杀声起，两个孩子看着宁仪真问：“娘亲，我们也出去帮忙不？”儿子女儿的异样不能暴露，他会武功也不想暴露，要不然更会让人起防备之心。宁仪真摇头：“现在不必，你父皇的侍卫营不会轻易被人打败，我们先等等。”可话才落下，只听得砰的一声，马车厢的顶被掀了。进！宁仪真一个意念，母子三个立即躲进了空间。也就在这时，一个黑影飞身进了车厢内，只是见里空无一人。他怔住了，人呢？这念头才落下，空间里的宁仪真看得一清二楚，拿起千伏电压的电鞭，立即出。啊的一声，这黑影还没回过神来，被电压击倒在车厢里。小心！第0099章回宫遇刺。只是说时迟，那时快罢了。也就在此时，燕凤阳已飞身过来了。我们没事。两孩子躲在宁仪真身后，他手持一个黑色鞭子。燕凤阳以为那黑衣人被他偷袭成功，趴好，不要出来。见皇后与孩子无事，燕凤阳纵身飞下马车。三人只听得砰的一声，被人打掉的马车顶又被盖上。娘亲，真的不要帮忙吗？面对儿子的冷静，宁仪真摇摇头：“你们的功夫虽然不差，但毕竟年纪太小了。别担心，若你父皇连几个刺客都对付不了，也不可能让西丽国称臣。”燕倚天抿抿嘴点头，这个父皇虽然对不起娘亲，但能力确实不错。天儿听娘亲的，月儿也听娘亲的，儿女都乖，宁仪真很欣慰。她果然做了个英明的决定，在冷宫养大孩子太对了，要不然她的两只小奶能这么听自己的话？果不其然，刺客虽然多于己方数倍，但在最强护驾团与最强帝王的反击下，战斗很快就结束。方德言，车厢里母子三个正准备去看看外面的情况，传来皇帝一声惊呼。宁仪真立即掀开了马车帘：“皇上，德公公怎么了？”“中毒了。”替皇帝挡了一刀，德公公受了伤，伤并不太重，手臂上被剑刺伤，并不会要命，但是剑上有毒，这是要命的事。让我来！几乎是没有犹豫，宁仪真从空间拿出一瓶急速解毒丹，冲出马车厢。车厢一边，德公公的嘴唇已经泛黑，额头汗水连连，什么也不一下。是。可就在这时，燕一月捡到了一个东西。父皇，这里有块牌子。一看那鱼形牌，燕凤阳的脸色大变。穷自卫。穷自卫乃反王爷，就是燕凤阳的皇叔燕兴从的禁卫。当年先帝宠丽妃，给他的儿子取名从，就有意把天下交给他，所以穷王的禁卫有1000人。穷王造反被诛，但他的手下并没有杀光。皇上，难道是穷自卫的旧部替他来报仇？这一点燕凤阳无法判断。这几年穷王旧部刺杀他的次数也是数不胜数。鱼形牌拿在手，燕凤阳并没有说话，眼光无意间落在正替侍卫缝针的人身上。都说认真的女人最美丽，这句话一点都没错。不远处的女人低着头缝伤口的样子真的很美，特别是那白皙的脖边飘落着几丝黑发，美得让人窒息。
今天若不是他发出警告，让众人有了准备，否则伤亡会非常大。燕凤阳出宫原本最多带上10个侍卫，但今日带了皇后与孩子，所以他带了50个侍卫。轻伤的不少，重伤的有7、8个，好在没有人死。突然间，燕凤阳的心情好了不少。只是他好奇的是，他的女儿是不是有点奇怪？他是如何知道鸟儿有意的？难道他感应能力与人有异？燕凤阳心中疑问重重，但他什么都没问。这边快结束时，10几匹快马从田庄方向飞奔来。皇上，臣等救驾来迟，罪该万死。前来的正是左相萧远寒，他刚才在路上遇到金马，猜测前方出了事。无妨，朕无事。恒之，你看这个。接过鱼形牌，萧远寒的脸色也变了，看来这人是不杀您不肯罢手了。燕凤阳点头，当年琼王手下的几大头领都被除，你想想看，到底还有谁逃脱了？第0100章引导。当年琼王造反，他手下的大将领那一战不是被杀就是被捕，到底是谁逃脱了呢？这一点萧远寒也想不到。皇上，他的人有权力的头领应该都死了，若这些真是他的人，那这人恐怕当时就潜伏在暗处。或许有人故意借穷自卫之名，也不能排除。除此之外，萧远寒一时半会也没有别的能想到了。手拿鱼形牌，燕凤阳的双眸越来越冷，总有一天朕会抓到这个人的。公主与皇子殿下没事吧？燕凤阳点头，没事，他们躲在马车里没让出来。这就好。那小丫头虽然如今生了个小丫头，可自己都还小呢，没吓着就行。而就在这时，宁一真已处理完所有的伤者了。他站了起来，回宫后本宫再配解毒汤喝上，就能把余毒清了。皇后娘娘辛苦了。被救的侍卫们一脸感激。今日这毒太过霸道，以至于他们自己的解毒丸起不了作用。这时德公公也醒了，谢皇后娘娘救命之恩。他的话一落，谢声四起，谢皇后娘娘救命之恩，谢皇后娘娘救命之恩。看着众侍卫，宁一真摆手，不必客气，你们皆是为保护我们一家人而受伤，救治你们是本宫的分内之事。再者，你们自己也不是没有解毒之药，只是我的药要强上一些罢了。说完，他走回了马车旁，跟萧远寒淡淡的点了个头。皇上，他们都无碍，先回宫吧。敌人的尸首已经抬到了一边，这里太过血腥，宁一真不想久留，准备回宫。宁一真上了马车，就在一家人准备上马出发时，突然一张脸映入了他的眼中。等一下，把那个人放下。抬着那具尸体的侍卫两人立即把人放下。燕凤阳把身子凑了过去，怎么？你认得此人？跳下马车，宁一真到了那具尸体身旁，他蹲下，伸手在那敌人的脸上一摸，一张薄如蝉翼的人皮面具被掀下。燕凤阳双眼一眯，你认得此人吗？宁一真并不认得此人，但他刚刚记起上辈子燕凤阳也被刺杀过，后来在城里找到了一个刺客窝。皇帝死不死的与他没什么多大关系，但不能让他死得太早了。皇上，此人我觉得以前在哪见过？真见过。这话一落，燕凤阳双眼一亮，哪里？宁一真故意装出一脸苦思冥想的样子，好似是京城的一家客栈，云什么客栈？不好意思，时间太久了，臣妾记不太清楚了。当时这人让我觉得怪异，那是因为他脸上这张皮，他笑起来的时候给人一种皮笑肉不笑的感觉，所以我有点记忆。现在这人死了，别人的都脸色全白，他却仿佛睡着了一样，所以臣妾怀疑他戴了人皮面具。确实，人死了，脸色不可能这么安详。只是皇后提的这云什么客栈，客栈确实是个窝藏人的地方。燕凤阳双眼眯起，霍萧以最快的速度把京城有云字的客栈摸清楚。有这么大的线索，那就容易了。霍萧立即应下，是。大家正准备启动，突然又一阵马蹄声响起，前方一片尘土飞扬，又有一队人马朝他们奔了过来。大家小心！毕竟刚结束掉一场战斗，霍萧这一会是万分的小心了。可他的话才落下，一声皇兄，是臣弟，出什么事了？说话间，人马已到跟前。带头之人是成亲王燕凤成。燕凤阳好奇地问他：你这是从何而来？燕凤成立即上前回应：从皇陵而来，今日乃母妃生辰，今早臣弟带了些祭品过去。皇兄，这里怎么会有刺客？不用再问出了什么事，燕凤成直接提出了疑问。你问我，我问谁？燕凤阳轻轻摇头，朕也没搞清楚，这里怎么会有刺客？这可是内京。燕凤成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尸体，然后他走了过去，翻看了几个，却没发现异样。皇兄，竟然全是死士呢？燕凤阳点头，被伤的那些人也吞毒而死。这些人好大的胆啊，竟然敢在京城刺杀他皇兄，这真是胆大包天了。是谁？皇嫂，天儿与月儿没事吧？
见燕凤成还记得关心他们母女几个，宁一真立即摇头：“他们没事，我们3躲在马车里，一直没出来。”这就好。燕凤成松了口气，他不担心自己的皇兄，他皇兄不是什么人都伤得了的人，但是他还真担心2只小，这可是自己皇兄唯一的2个孩子，万一吓坏了，可不得了了。皇兄，这里的事交给臣弟，您等先回京吧。接下来的事交给了燕凤成，众人就准备出发了。上了马车，燕一月依在了宁一真的怀里。娘亲，人死了，是不是就再也看不到了？孩子被吓着了吗？听到这句话，宁一真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想法了。2个孩子成熟太早，以至于让他无法把他们当3、4岁的孩子来看待。这话一落，宁一真顿时心中一惊，他立即伸手搂住了小女儿，问：“宝贝，刚才吓着你了？”燕一月抿着小嘴摇摇头：“月儿不怕，月儿不喜欢这些坏人，他们想杀爹爹与娘亲，还想杀了月儿与哥哥。若是月儿死了，就再也看不到爹娘了。爹娘要是被人杀了，月儿也一样永远看不到你们了。这些全是坏人，我要把他们全部杀掉。”天哪，他娇滴滴的小女儿骨子里有暴君倾向啊！不过宁一真更加讨厌坏人，他的准则就是谁敢伤他的儿女，他绝对不会让这个人活过第2天。坏人是该杀，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狠毒。所以以后你们若是遇到了事，在对敌的时候绝不可以一时心慈手软，但是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是不是真正的坏人，知道不？敌人自然要除，滥杀无辜却不行。燕一月搂着自己娘亲的脖子，乖乖的点了头。有的人并不是真坏人，他是逼得没了办法才当的坏人，所以不是真坏人，我们就要放他一马，对不对？娘亲。第0101章回到宫中之后，太对了，宁仪真给了小女儿一个奖赏，奖励她一个额头亲吻。回过头来，他又问坐在燕凤阳腿上的燕倚天：“天儿，你也听明白了？”燕倚天依旧一个字，在他的心中，这一点他早就清楚。放过敌人就是想伤害自己，伤害亲人，他自然分得清楚谁好谁坏，将来绝不会做个错杀无辜的暴君。娘亲说了，纣王之所以败国，就是听信谗言滥杀无辜而落下亡国的结果。若将来他当了皇帝，绝对不会偏听偏信的。燕凤阳一直没说话，只静静地看着母子之间的互动，但是他的内心对今日刺杀之人却更加下定决心，一定要除掉，以免给儿女带来太多的危险。为了不打草惊蛇，皇帝被人刺杀的消息封锁了，宫中之人并不知道这事。直到宁一真几人回到凤霞宫，后宫的人才知道他这一次出宫去，竟然还带着2个孩子。你们知道不？皇上带皇后和2个孩子出宫了呢。说什么去种土豆，我看是去秋游了。一瞬间，后宫处处是这句话。众嫔妃真是羡慕嫉妒恨，能出宫去转转多好啊，还是跟着皇上去的。谢言儿自然也知道了，顿时脸黑成了炭。狐狸精，总有一天我要让你死无全尸。谁羡慕谁嫉妒，这一点宁仪真完全不放在心上。别人怎么想，他更管不着。他想出宫根本不需要别人带，而且他根本没有想跟在皇帝的身边出宫。说真心话，在宁仪真的心中，甚至认为跟着皇帝出门实在是太危险了，到处是要他性命的刺客，以后谢爱跟谁跟去？给2只小洗干净，宁仪真又是洗头又是洗澡，在空间把头发吹了个半干，这才穿着便服出来。娘娘，奴婢给您梳头吧。头发有点长，刚刚宁仪真又让秀月帮忙修掉了一截，太长的头发实在不好梳。宁仪真坐下，秀玉立即把大镜子调整，这是空间出来的玻璃大镜，清楚而不变形。看着镜子里不施烟袋却脸嫩如粉的主子，秀玉感叹：“娘娘，您这是越来越美了。娘娘，您真的好好看啊！”看着秀玉的满脸羡慕，宁仪真嘴角轻轻挑起，自己这副容貌也是真神奇了。不管穿越几世，她都长得一模一样，一个字美。宁仪真都承认自己长得美，真正的倾国倾城。只是秀玉有句话叫自古红颜多薄命，香消玉殒谁人怜？容貌再好又有何用？可秀玉的点不在这，这话一落，她立即反驳：呸呸呸，坏的不灵，好的灵。我家娘娘才不是薄命，是福命。她是福命吗？看着镜子里美得让人窒息的自己，宁仪真在脑子里自问：上辈子她成为了最低等的宫妃，与世无争了，可还是有人不让她活下去。为的是什么？就是因为这副空空的容貌。他们害怕有一天皇帝真正的发现了她的容颜，而且把她的宠爱夺过来。可惜他们看不透，皇帝的心中有他的白月光朱砂痣，只要不是他心上的人，再美也是寻常色。江山情重美人轻，婉转蛾眉马前死。忽见陌头杨柳色，
毁教夫续密封侯。忽然宁一真心想，上辈子若是他也明白这道理，不入宫，凭着他这副相貌，追他的人恐怕要排长队吧。若不入宫，凭着貌美如花、见识广阔、性情温柔的他，一定能找一个疼自己的好男人吧。可没有如此，世上从来都没有如果。燕凤阳就是自己的劫，因为是注定，所以一切都不可能避免。既然入了宫，就在宫中好好活着。男人这东西不过就是个附属品罢了。秀玉再美的容颜，不若一个有趣的灵魂，有灵魂的东西才会长久。谁没有灵魂啊？秀玉张着嘴合不上来了，她怎么听不懂他家小姐说的话呢？娘娘，什么叫有趣的灵魂啊？宁仪真笑了，秀玉就紧实的几个字，她说这么多真的没用。有趣的灵魂就是有趣的灵魂，就是一个人打骨子里的有趣，而不是一根木头。人怎么会像根木头？秀玉又不懂了。不过聪明的她没有再问了，因为问得多，她不懂得越多。这主仆在闲聊着，而燕凤阳进了上书房后，立即秘密把几位大臣招来了。听闻皇上被刺杀，众人出了一身冷汗，特别是羽林军统领庞华，更是吓得魂不附体了。皇上，您以后再出宫，一定带上臣啊！刺杀，燕凤阳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从小到大，从皇宫到战场，刺杀他的人难以数计，可他从来不放在心上。只是这一次，他还真放在心上了。是谁知道他今日出宫又会经过那里？今日出宫这事，除了自己宫中的人外，就是朝中之人。他宫中的人，燕凤阳心中非常有数。那不是他宫中之人，这就说明了朝中有人透露了他出行的路径。庞爱卿，这些刺客用的是军中剑奴，这些剑使用的都是上等金刚，你可得好好查查。这话一落，庞华心下颤抖。这些剑使打造，可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啊！皇上，臣若有二心，天打雷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燕凤阳的原则。不，朕并不怀疑爱卿的忠诚，但是你手下是不是有人把金刚炼造的法子透露出去，就得你去查了。若真如此，他这失责之罪可诛九族啊！皇上放心，臣定当仔细追查，一定不负圣恩。庞华下去了，一同回来的萧远寒看着这些带回来的剑士，却久久没有转眼神。恒之，你可是发现了什么？燕凤阳一开口，他双眼眯了眯。皇上，这些剑使是二次利用，并非新剑。哦，燕凤阳眼光一闪，怎么说？萧远寒拿剑矢上前，皇上您看，用过一次的剑矢剑杆会有射出时划过的痕迹，这些痕迹比较深，说明用过不止一次。而由庞大人掌握的筹造府新剑，那是没有开过工，这划痕会比较浅。而这个明显不是。第0102章，两个公主。看了一只，又看了一只，直到看过10几只，燕凤阳才承认，这些剑矢确实不是第一次用，而这些剑矢都用在边关与羽林军之中。但这么多数量，羽林军没用过。想到那些人还有可能是冒充了琼王的手下后，燕凤阳双眼充满了杀气，让人去查东南西北4大关，那里用这种剑矢最多。金刚是好，可炼制出来真的不容易。好剑自然用在战场上，用的最多的地方就是这2年对付西里国了。但是西里国如今被打残了，他们还敢来刺杀皇上吗？萧远寒觉得不可能，在大梁的国都刺杀大梁皇上，对他们可没好处。但若不是他们，又会是谁？是他国，还是本大梁之人？或许真的是琼王的旧部。一瞬间，不少人忙碌起来。与此同时，谢太后也接到了消息，真的遇刺了。黑衣人千真万确，是谁？竟然敢刺杀皇帝，真是胆大包天。谢太后虽然自私，但却对皇帝的安全很放在心上，因为她心里很清楚，这个时候皇帝出事可不是好事。至少在大梁国还没有恢复国力之前，她不希望皇帝出事，因为只有她才清楚这个皇帝有多能干。让人通知国公爷，让他的人也好好查查，务必查出这一次到底是谁干的。是。黑衣人很快消失，蒋嬷嬷眼光闪闪，太后，您真的觉得现在的大梁没有当今圣上不行？谢太后闭着眼点了点头，正是如此，让我们的人也去好好查查，皇帝绝不能出事。若他现在出事，您是会垂帘听政。蒋嬷嬷心中一惊，是啊，他怎么忘记了现在皇帝有后了呢？若皇帝死了，而且是死于突然，那这坐上皇位的恐怕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皇帝的亲子了。奴才明白。朝中掀起风雨，而宁一真什么也没去管。他知道自己的人再多也没皇上的人多，皇上的事也不是他管得了的事。次日，凤霞宫恢复了往常的忙碌。这天刚吃过早饭没有多久，秋月快步进殿，主子，
12公主与14公主求见。实话说，宁仪真与宫中的公主都不熟，唯一熟悉的就是大公主燕青舞，那个与狗皇帝在太后面前一起长大的姐姐。可惜那个大姑姐打心眼里不喜欢自己，两人别说来往，那燕青舞除了作践自己就不会见到面。12公主与14公主来往不多，但记忆中宁仪真却记得这姐妹俩性子不错，特别是12公主燕静幽，温柔善良。3年后，南越国求结盟，想娶大梁的公主，只是当那南越国国公已经40有余，最适婚的11公主不肯去。当时他记得谢太后威胁说，若12公主不肯去，就让14公主去。为了自己的妹妹，他去了。不过2年就死在了南越国。这是个不错的姑娘，上辈子就这姐妹俩没有踩过自己，让他们进来吧。是。很快，一对姐妹花进来了。12见过皇嫂，14见过皇嫂。虽然会见他们，也没准备多与他们交往。宁仪真淡淡的点点头，都是一家人，不必多礼。月儿、天儿，这是你们的12皇姑和14皇姑，赶紧过来见见。燕一月与燕倚天正在玩，昨天刚抓回来的兔子还不太听指挥，兄妹俩正在训练。听到自己娘亲的叫声，两人立即过来了。月儿见过12姑姑、14姑姑，天儿见过12姑姑、14姑姑。看到这对兄妹，燕静幽与燕静妮立即被收服了。天啊，小月儿、小天儿，你们长得也太好看了吧！12姐，你说是不？12公主点头，长得太好了。小月儿跟皇嫂长得一模一样。14公主张开双手，我能抱抱你们吗？兄妹俩立即奔了过去。14姑姑，你也长得好好看哦，就只比我母后差了一点点。哈哈哈哈！性子活泼的14公主笑开了花。小月儿，你太可爱了，以后我要天天来找你玩。皇嫂，我们早就想找来您的，只是不敢来。还是安美人说，皇嫂是最温和的性子，我们才冒昧来了，希望皇嫂不责怪。这是我们给侄子侄女准备的小礼物，只是一点心意，希望不会被嫌弃。姐妹俩是有备而来的，给兄妹俩的礼物都非常不错。宁仪真也很喜欢这对姐妹，立即让秀玉拿来了2朵珠花，都是一家人，哪来的什么责怪与嫌弃？来，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喜欢就拿着玩。什么？14公主看呆了，这么漂亮的珠钗，皇嫂竟然说是自己做的。天哪，皇嫂，你也太厉害了吧！这么美的东西，你竟然做得出来。贺家势力不小，是朝中重臣，但也因不结势力，也是朝中孤臣。倪真笑笑，若你喜欢，到时候我让人叫你，我这里材料也有。14公主活泼，立即嚷了起来，天啊天啊，我太喜欢了，我太喜欢了！皇嫂，我要学。12姐，你学吗？眼前的珠钗不仅颜色好，而且样子更美。12公主心动的不行，喜欢喜欢，我也要学。皇嫂，你也教教我，行吗？没问题。秀玉，拿些材料上来。春花，给2位公主上奶茶，再弄点糕点上来。是。这天，12公主与14公主在凤霞宫赖着吃了中饭，直到小兄妹俩要睡午觉了才走。走时还恋恋不舍。皇嫂，明天我们再过来。这对姐妹人品不错，而且也是真心喜欢2个孩子。宁仪真含笑点头答应了，想过来就来吧，本宫宫中也没什么好东西，你们喜欢过来就好。怎么没有？皇嫂虽然不得皇兄喜欢，但是这个皇嫂真的好好啊，真不知道皇嫂有什么过错，明明那个奸相只是他舅舅而已，他又没有要造反，皇兄为什么要怪罪他呢？14真想不明白，他决定回去问问自己母妃去。第0103章，谢妍儿摔了个狗吃 S。皇后出归位，人人都盯着凤霞宫中的一举一动，自然12公主与14公主来这里，还在这里待到晚上才回宫的消息，后宫人很快就知道了。知道这消息后，谢妍儿更恨了。姑姑，这个12与14也太恶心，这么快就跑去拍马屁，他们真以为姓宁的就得势了吗？哼，他们俩就不怕一不小心拍在马蹄子上？谢太后心中一直在想皇帝御赐这事，虽然她也恨不得把宁仪真弄死，但是她也没有希望让后宫的女人都变成她的对手。贺家目前很得皇宠，听到侄女又恨上了12与14两公主，顿时说道：好了，你别去盯着他们了，毕竟宁氏是皇后，以后她们姐妹的亲事还攥在她手里呢，她们不敢不讨好她。等有朝一日你当上了皇后，她们一样得来讨好你。先帝不在了，新帝登基了，如今宫中公主、皇子的婚事都在皇上皇后手里，这一点谢妍儿心里清楚得很。她只不过就是不喜欢宁仪真，所以才发牢骚罢了。但是太后这话，她听了是真的开心了。皇帝还年轻呢，宁氏就能一直当皇后吗？哼，就是她想，谢家也不会允许。
不管谢妍儿不喜欢归不喜欢，但12公主与14公主却是牢牢地扒上了自己的皇嫂。眼见着次日12公主与14公主又赖在了凤霞宫，谢妍儿心里这嫉妒就藏不住了。来人！贴身宫女风铃上前来，小姐，你有何吩咐？谢妍儿双眼清冷，去找人收拾一下那对没眼力的姐妹，本姑娘不想看到她们在这宫中蹦跶。听到这话，风铃提醒道：小姐，太后娘娘说了，贺家是纯臣，是皇帝的宠臣，不可以动他们的呀。我不管！谢妍儿恨恨的道：我没有要你们去弄死他们，但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教训，总不为过。去吧，出了事本姑娘负责。风铃犹豫了，可一看自家小姐这狠劲，她若不去，到时候受罚的就是她自己了。小姐，容奴婢安排，一时半会可能不行。这要求谢妍儿同意了，可以安排的周全些，不要让他们知道是我出的手。是。一刻钟后，秋月弯腰在宁一真耳边说了几句，顿时她的脸变得漆黑。谢妍儿安排好了一切，就等着12与14姐妹出事，所以心情是非常的好。或许是太开心了，走着走着，一不小心没注意到脚下踩着了什么，突然就栽了下去。小姐，小姐，快来人啊！小姐摔着了！这一叫，立即涌出了一大堆的人。只见地上的谢妍儿摔了个狗吃屎，整张脸全部贴在了地上，好痛，整张脸都痛得不行。谢妍儿哭了，头一抬，血珠子像下雨一样往下掉，吓得众人惊叫不已。快叫太医！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好好的会摔成这样？谢太后也急了，喝声问道。可没人能回答她，就是谢妍儿也回答不了。我也不知道，就是腿一软，脚下一滑就摔倒了。呜呜呜！谢太后，这算个什么事儿？地上好好的，怎么就会滑呢？快看太医来了没有！太后宫中一片混乱，而凤霞宫则其乐融融。12公主与14公主正在非常认真地跟着秀玉学做珠花，这边还没学完，那边江嬷嬷做的双皮奶又让姐妹俩喜欢上了。皇嫂，您的人真的太能干了！14一脸羡慕，而且吃得非常欢快。宁一真轻轻一笑，想吃就会想办法，我们在冷宫中能吃的实在太少了，所以就天天琢磨着吃。说到冷宫，14脸有点红。皇嫂，对不起啊，以前我们都没想过去看你呢。世人有几个人愿意雪中送炭？再说了，当初打入冷宫的时候，这对姐妹真的还小呢。宁一真一点也不怪她们，毕竟上辈子这对姐妹从来没有作践过自己。贺家是孤臣，是直臣，这样的人最得皇帝的心，所以谢太后想整死他也不容易。但是贺太妃与谢太后那是极不对头的两个人，敌人的敌人，那就是自己的朋友，不必放在心上。谁敢违背皇帝的意思？你们当时还小，怪不得你们的。他们是不敢违背皇兄的意思，但确实也是从来没想过去看看这个皇嫂。12与14心中真愧疚了，他们现在来巴结皇嫂，是不是太不要脸了？这天姐妹俩发誓，他们就只学皇嫂这珠花的制作，而且绝不会学会交给别人。宁一真没去想这对姐妹在想什么，不过后来这对姐妹那么帮她，还真让她想不到。谢妍摔伤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后宫，众嫔妃们听闻她摔坏了脸，顿时一个个幸灾乐祸。鼻子是不是摔平了？那倒没有，就是脸上不知道被什么划了一道痕，这痕非常深，若不小心治肯定会留疤。徐贤妃是个包打听，高德妃的话一落，她立即把自己知道的消息告诉了她。本来就长得不好，再留下疤痕的话，就真要变成丑人了。徐贤妃乐了，那不是更好吗？越丑越好，省得她成天不要脸的想着勾引皇上，这么丑还妄想当皇后，真是不知所谓。可高德妃并不是这么认为，当皇后的人并不需要有多美，只要她后台够硬。那您是当年美吧？可姓孙的一死，她照样被打入冷宫。唯一让自己没想到的是，她竟然凭着自己的能力翻了身。越想这事，高德妃就越加后悔当年没把人直接弄死在冷宫。当年弄死一个人不要太容易，可现在想弄死他，恐怕就难了。心中很虚，生怕宁一真报复高价对付自己。这些天高德妃非常的低调，当然高德妃并不知道，并不是她低调，宁一真就会放过她，只是她现在还没找到自己舅舅家里的人，有些事情她还不能确定，所以才没动她罢了。等证据在手，她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曾经害过她、害过孙家的人。第0104章两只小中毒之事。谢妍摔伤的消息自然也传进了燕凤阳耳朵里，可她听过后仿佛风吹过一般，根本当没事。这种小事她哪来的空去理？别说谢妍只是摔伤脸，就是摔死了她也没空去管她。这2天她的心思全部放在了自己被刺这事上。庞华这边查得很细，可什么都没查出来，因为筹造府那边用的全是死囚，他们从来没有出过铸造府，而且掌管炼造术的又只有几个人。燕凤阳心里清楚，
恐怕真如左相所猜测，问题很有可能出在边关。可出在哪一关呢？西关打了几年，其他机关也并不是很安静。若要查，范围真的是太大了，想一时半会查出来不太可能。还有那个腾云客栈，如今已人去楼空，一点线索都没有留下。又一天过去了，燕凤阳已经2天2夜没出上书房了。休息了2天的德公公顿时就急了：“皇上，您得休息啊，这样下去可会累坏身子的。”今晚，燕凤阳想去凤霞宫，但又不想面对宁仪真，因为这一次让他再一次重新认识了他。那天的他太闪光，太吸引人。他认真的神情，他果断的处理，他娴熟的医术，每一样都吸引人。可是他却一直告诉自己，他不会喜欢除了小珍儿以外的任何女人。就宿龙七宫，方德言无语了。明明皇上很关心小皇子与小公主的，对皇后也很欣赏，却不肯放开自己的心，这到底是在坚持什么？皇帝心中的那姑娘，谁知道是不是还活着呀？自从被皇后救了命后，德公公越加希望皇帝与皇后放去过去，凑成一对。于是他不死心的又提了一句，不如让老奴过去，把小皇子与公主接过来共进晚膳。方德言暗自笑了，他这个主子性子是越来越别扭了。皇后如此光彩夺目，他应该是怕了。至于自己主子心中那个念了10几年的小姑娘，方德言是真的不放在心上。他认为10几年都没找到的人，现在还能找得到，就算是到时候找到了，恐怕他也早为人妻了。若是嫁与农夫，皇上还能念着他不忘，强行把她抢回来当皇后吗？皇后如此优秀，只要皇后再努力表现，皇上他一定会栽倒在皇后的石榴裙下。皇后娘娘，你一定要努力啊！可这边方德芳还没出门，那边有太监急急奔了进来：“德公公，凤霞宫出事了！”什么？凤霞宫出事了？这话一出口，方德言魂都差点掉了。小林子，话说清楚，凤霞宫出什么事了？小皇子与公主中毒了？什么？方德言还没来得及转身，只听得砰的一声，椅子倒地了。摆驾凤霞宫，凤霞宫的2位小主子出事了，他们吃的点心中被人下了无名之毒，这点心是御膳房送来的。很快，太医们全部都进了凤霞宫。厅中的躺椅上睡着2个孩子，他们身上扎满了银针，脸色灰暗，昏迷不醒。怎么回事？李安和、皇儿他们怎么样了？李安和是太医院院首，听到皇上问话，他颤颤巍巍地跪下：“皇上，糕点中之毒，老夫识别不出来。”燕凤阳急了：“你们都识别不出来吗？”众太医垂首。宁仪真双眼赤红：“若我的孩子有个3长2短，本宫要折了这皇宫。”听到这话，燕凤阳脸色漆黑：“来人，给朕查，好好的查。若查到了下毒之人，朕要灭他9族。御膳房的总管呢？把他给朕押过来。”话才落下，砰的一声，一个人被扔在了院中。皇上饶命！皇上饶命！老奴冤枉！老奴冤枉啊！冤枉！朕是怎么交代的？再三叮嘱凤霞宫的饮食务必小心，出了事唯你是问。朕的话才过几天，你就忘记了吗？来人，把他拉下去50大板。今日所凡与小皇子点心有关的人都抓起来，送刑部好好审讯。这一声令下，整个后宫风声鹤唳。谢爷儿开心不已，他的人还没动手呢，竟然有人替他下了手，真是太好了。一瞬间，谢爷儿觉得脸都不痛了。姑姑，您说是谁代替我们出的手？这下太好了，省了我们的事，最好死掉，一劳永逸。谢太后却没这么乐观，不过有人下手除这2个小，她也乐于成见。不是她谢家人肚子里爬出来的人，怎么配当皇上？错了一次，她不想再错第2次了。只是这仇德海怎么回事？有人下毒，她都不知道，到底是谁？抓到这下毒之人，她要好好的收拾他，要下就下厉害点的啊！下了又没能把人毒死，这是吃了没事干嘛？没用的东西。只是这一次，仇德海怕是毁了，还有自己的计划怕是得搁浅了。想到被人打草惊蛇了，太后的心好痛。她准备了这么久啊！皇帝没登基前，谢太后是先帝一点也不喜欢的女人。她虽然坐着皇后之位，却一直受着贵妃的欺凌。那时候，她这个皇后也是没有掌管6宫大权，所以内务府她的人真的很少。这几年自己成了太后，虽然不掌管6宫，但是安排几个自己的人总是可以的。可这安排也是有讲究的，不能让人知道那是自己的人。裘德海这颗棋子，他埋了好多年才掌管御膳房，没想到就这么轻易给折了。谢太后的指尖紧紧地掐进了肉里。2个孩子还在生死关头，皇上亲自守着，太医院的太医几乎都过去了，你们都给哀家小心些。是啊，现在去撞到火头，那就是准备把自己烧死。后宫人人都很低调，气压降到了0点。整整1天，太医们守在那边不敢动，
而燕凤阳则守在床边，他脸色极为难看。3天前回宫路上有人行刺他，孩子回到宫中还有人下毒，这些人真当他是死人吗？闭了闭眼，燕凤阳的眼神越加坚定了，他一定要揪出宫中的黑手，以保孩子们的安全。为何还不醒来？第0105章，好多人可惜。听到问话，宁仪真收起银针，他一脸疲倦地开了口：快了，只是这毒太霸道，命虽然是救回来了，终究是伤了他们的肠胃。好在他们还小，还有机会调理好，否则会影响寿命。是谁这么狠心，下这么霸道的毒要2个孩子的命？他们还这么小啊！看着2个脸色苍白的孩子，燕凤阳双眼成了冰，朕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交代的。听到这话，宁仪真垂下眼帘，眼光闪了闪。皇上，这宫中的妖魔鬼怪太多了，不想让2孩子活着的人大有人在。这是第一次，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内鬼是谁？能不能揪出来，那都是您的事。孩子的安全，臣妾再也不敢假于他人之手了。以后2个孩子的膳食还是由臣妾自手打理吧。这食物我们就不去御膳房领了。不是臣妾不相信您，而是孩子实在是太脆弱，经不起折腾。凤霞宫虽然都是自己开火，但食物还是从御膳房拿来的。这一次，燕凤阳听说就是有人在食物上下了毒，而且还是下在燕一月最喜欢吃的五花肉上。听了这话，他食指紧紧地拧在了一起，准了。方德言在。德公公立即上前听旨意，以后凤霞宫的膳食由皇后亲自打理，所凡之出全部交给皇后自己处理。是。很快，凤霞宫的伙食自己打理的消息传遍了后宫，高德妃脸色最为难看。现在皇上把凤霞宫给废后自己打理，是不是下一步6宫就归他打理了？想到这，高德妃的心都快气炸了。是谁？到底是谁？是谁这么没用？既然都下了毒，为什么就不知道毒死他们3个，非得留着半条命？废物！可高德妃不知道的是，2只小莲半条命也没损。终于，孩子醒了。娘亲，父皇！这一声仿佛仙乐，把燕凤阳坚硬的心瞬间叫软了。听到女儿的声音，他立即转身扑向了床边。月儿，你醒了！太好了，快告诉父皇，你还有哪里不舒服？燕一月小手一张，倒进了燕凤阳的怀里。父皇，肉肉不能吃，吃了肉肉月儿的肚肚好痛啊！父皇，肉肉好坏，肉肉害月儿肚肚痛。呜呼！这一声呜咽，只把燕凤阳的心给叫成了水。好好，以后不吃肉肉，不吃肉肉了。父皇把送肉肉的抓起来了，给月儿报仇。父皇太好了！燕一月抱着燕凤阳的脖子，娇娇地嚷着：“父皇抱抱！”这一夜，燕凤阳宿在了凤霞宫，守在了自己女儿身边。这消息把高德妃气的脸发青，双眼发狠。怎么就不死呢？该死的贱种，命越贱越不会死是吧？信您的，本宫就不相信运气会永远站在你这一边。这时，大宫女平儿奔了进来：“娘娘，仇德海与接触过食物的小太监的人全都没了。”高德妃急忙问：“可问出一些什么来不？”并无。这下毒之人厉害啊，竟然无人知道这毒是如何下的。高德妃知道这毒肯定是后宫的人所下，若不然，难道天上会下毒？但这毒到底是怎么下的呢？为什么裘德海没给他一点点消息？没人知道，裘德海已被高德妃收买了。再一次，他恨得不行，这下毒之人为何不下狠一点的毒，下一些那些下肚就无救的毒不好吗？竟然还让人把人给救回来了，真是太没用了。人人都想找到这下毒之人，皇帝也一样。可是这下毒之人仿佛就是风一样，吹一下就不见了。燕凤阳听到回禀，双眼神色更浓了。他出门被刺杀，儿子女儿在宫中还被下毒，这2件事是同一个人所为吗？方德言，看来这后宫得好好整整了。德公公身为内宫太监总管，自然知道皇上这句话的含义。奴才明白，一定好好清整一下。因毒裁解，当天晚上燕一月与燕一天几乎都没吃什么，而且2个人的精神像双打的茄子。这个晚上，燕凤阳再一次守着兄妹俩，半步都没离开。次日早上，燕凤阳醒了，准备去上早朝，没想到燕一月也跟着醒了。他紧紧地趴在他父皇怀里，迷迷糊糊地嚷着：“父皇睡觉觉，父皇睡觉觉。”大眼睛闭着，小嘴红嘟嘟，浑身的奶香味把燕凤阳稀罕的心化成了一滩水。这一刻，他舍不得走了。方德言，今日早朝且散去，有急事再来凑。德公公一听这吩咐，牙好痛。天啊，好在这是小公主，若是这是皇后娘娘，恐怕要成为祸国妖姬了。自登基以来，这是皇帝第一次罢早朝。是。众大臣不知道出了何事，他们还没到宫门口就被拦回去了。只是说今日早朝皇帝有事，明日再继续。国公爷，您可知道宫
宫中出了何事？谢人脸色阴沉，这宫中自这皇后重归之后，越来越热闹了。还有这皇帝昨晚竟然留宿了凤霞宫，那2只小畜生看来真是祸害，毒都毒不死，难道真的是祸害刘千年吗？这下毒的人真是太没用了，可恨！柳大人，本官又不是包打听，我哪知道宫中出了什么事？再说了，皇上或许突然不想上朝也有可能，就非得出事吗？被呛的柳大人正是工部尚书，此人与前相孙科是亲戚，不是镇国公一伙人。被人一呛，柳大人脸色极为难看，转个身就走了。早饭后，萧远寒点完卯进了上书房，见自己皇帝表哥怀里坐着一个小人儿，顿时真牙痛了。皇上，今日可是为了小公主罢的早朝？燕凤阳声音平淡，这毒太深，他还没有恢复过来，朕一走他就不安。好吧，那在皇帝怀里睡成小猪的人，确实是没恢复好。萧远寒抽了抽脸皮，皇上，今日有2件事要凑。一是江南修河堤之事已经开始了，银子已拨去了200万两。2是几天前西北开始下雪了，第1场雪下得很大，而且来得特别早，今年怕又是一个寒冬了。第0106章，父皇，您要银子吗？燕凤阳12岁起就在西北军营长大，打过大大小小无数次仗，那边的情况他自然了解。安州、陈州的粮仓都已空了，怕是有银子也买不到粮食。国库中还有多少银子？萧远寒立即答道，还有320余万两，这还是西里国赔偿之后才有的数。才320万两，哪都要银子，这点银子还真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啊！燕凤阳头都痛了，都想想办法，怎么样才能弄来银子与粮食？这2年战乱下来，西州、甘州也同样是几乎颗粒无收，本来已经因为战争死了许多人，再不能饿死人了。听到这要求，萧远寒心里好苦，他也知道，可是他不会变戏法，能凭空变出银子与粮食来。皇上，臣等已经都在想办法了，一是跟京中那些银楼借，2是向百姓买粮。可是能借到多少，买到多少，臣真的心中没把握。这2年年岁并不好啊。燕凤阳当然知道，就是因为知道，当年他才御驾亲征，他想的就是速战速决。可这场仗难打，西里与大梁争斗多年，一直也没打服过。这一次若没有这精良的武器，别说2、3年就把西里打趴下，就是10年也不一定能打趴下。不管如何，一定要想办法。父皇，您要银子吗？2人说着话，没注意到怀里的人醒来了。看着这白里透红的小脸，燕凤阳拧紧的眉头松了些许。父皇有银子，月儿不要担心。可燕一月却坚定地说，父皇没有银子，月儿听到了，月儿有银子哦，全给父皇。噗的一声，萧远寒都笑了，这小精灵真的是太可爱了。韩哥哥，抱了真儿是要娶当媳妇的哦，不能乱抱的。当年的小丫头也比这大不了多少，如今她的女儿都这么大了。萧远寒打趣地问起了燕一月，小公主，你有多少银子呀？告诉微臣好不好？燕一月闪烁着一双大眼看着萧远寒，表叔，我有好多银子，可是我没有数过，不知道是多少。父皇，你等我搭，我去给你拿来的。一咕噜，小身子滑了下去，没等2个大男人反应过来，小短腿已经往门口跑去了。燕凤阳立即吩咐方德言跟牢公主，他要回凤霞宫。是。方德言小跑跟上去，可是他发现这小公主跑起来还真的很快，急得在背后叫着，小主子，慢点，慢点。皇宫中，一老一小像老鹰追小鸡似的，一前一后出了太红殿，朝后宫跑去。燕凤阳可没指望一个3岁半的孩子有多少银子，很快就招来几个大臣，商量起这银子与粮食之事。娘亲，娘亲！燕一月撒着花儿往宫里跑，他不让方德言报，德公公只能跟在他屁股后面追。月儿，慢点！奴才见过皇后娘娘。宁一真挥挥手，平身，辛苦德公公了，小月儿没捣乱吧？面对救命恩人，德公公恭敬万分，没有，没有，小公主可乖了。皇后娘娘，皇上身边无人侍候，那奴才先告退了。宁一真点头，去吧。伸手抱起自己的小女儿，宁一真点点头，小丫头早饭都还没吃呢。德公公告退出去，燕一月趴在宁一真怀里撒着娇。娘亲，月儿厉害吧？太医们与父皇都没看出破绽呢，我是不是最棒的？面对女儿的邀功，宁一真真不知道要说什么。这小精怪也不知道从哪弄来了那些花粉，吃下它们看似中了无名毒，实则是他们兄妹俩用了归西功，让自己处于假死状态，骗进了天下人。拧了拧小女儿的小鼻子，宁一真一脸嗔怪，是，你当然厉害了，娘的小月儿怎么会不厉害？你可是世上最厉害的崽，只是你得告诉娘亲，你怎么知道那些花粉吃了会像中毒状，而不会出事？燕一月轻笑一声，双手捧着自己娘亲的脸，小嘴伸到了她耳根下。
娘亲，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哦，是狐狸精姐姐教我的啦。她经常用这一招骗那些被她骗得团团转的臭男人。狐狸精姐姐喜欢下山，也喜欢好看的男子，可是她只会喜欢一时。为了摆脱他们，她就用这一招啊。狐狸精？这世上真有狐狸精吗？她家的小丫头真的是山中的一只小精怪吗？好吧，不管她是谁，她都是自己的小宝贝儿。好在这个东西不伤身体，要不然宁一真可不会答应他们这么做。杀敌1000，自损800的事，他可不做，更别说伤的是他2个宝贝。不过这次能除掉裘德海，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别人不知道，可宁一真知道，裘德海是谢太后的人，一枚隐藏很深的棋子。上辈子他的一双儿女就是中过一次毒，以致他们兄妹后来身体不好。这辈子他不会把儿子女儿的性命交到别人手里，他要光明正大的把权力夺回来。那天谢太后找谢家人商量，要找人给2只小下毒。宁一真与秋月商量着如何将计就计时，被这小家伙听到了，于是他就自演了这一出大戏。这出戏演得真好，不仅除掉了裘德海这个钉子，凤霞宫的膳食也由自己打理了。如此聪明的女儿，让宁一真越发疼爱了。宝贝，饿了吧？娘亲给你煮了瘦肉粥，可好吃了。说到吃，燕一月终于想到了一件事。娘亲，漂亮表叔来找父皇，说西周大雪，那里人没饭吃。父皇说国库银子太少了，买不到粮食会饿死人呢。月儿的钱给父皇大。漂亮表叔，这小丫头还会给人取名字了。听了他的话，宁一真抽了抽嘴角。小丫头，你那一点压岁钱能救活几个人啊？不过宁一真记得今年西边大雪会造成很多人饿肚子，他收的粮食要发作灰作用了。第0107章，一家3口去捐款。仇是仇，恨是恨，宁一真是个心怀天下的人。好好吃了饭，娘亲带你去送钱好不好？听到这话，燕一月的大眼更亮了，甚至还拍起了小胖手。好的，娘亲，救人是积功德，月儿要多做哦。确实，救人是一件很功德的事，多做不会对自己一家人有坏处。宁一真用力点点头，好，积功德，我们做，娘亲也做，好不好？好，娘亲最好了。半个时辰后，当几位大臣看到皇后带着小皇子、小公主来上书房，顿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来这做什么？这可是上书房，不是孩子玩家的地方。看着小丫头闪亮亮的大眼，萧远寒轻笑着与众人解释，公主如此善良，乃大良之大幸。各位同仁，公主是来捐赠的。小公主听闻西周大雪，百姓无衣无粮，就说她有银子要捐赠给西周百姓。什么？小公主才3岁半就知道爱国爱民了，这还得了啊！燕一月眉里重沉，迈着小短腿就朝燕凤阳跑去。父皇，月儿有钱，哥哥有钱，母后有钱了，你快看，我们有好多的钱啊！小丫头一身粉红色的宫装，红底白边，白里映红，与她的小脸相映，漂亮的让人失神。臣妾见过皇上。宁仪真行了个服礼，燕凤阳出声，平身，谢皇上。皇上，听闻西周大雪，百姓无衣无粮，臣妾母子3人虽然钱财不多，但愿略表心意。这盒子里是2个孩子的压岁钱与臣妾的嫁妆压箱银子，一点心意，请皇上成全。什么？皇后把嫁妆都捐出来了？听说皇后这点嫁妆还是宗人府刚刚归还的呢。燕凤阳静静地看着不卑不亢站在门口的女子，那气度，那容颜已经完全改变。方德言，收下。是。很快，皇后捐出嫁妆压箱银子整整2万两，小皇子与公主捐出压岁钱及赏赐各1000两的消息传遍了朝野。这贱人，你有钱嘚瑟啊？国库靠你那点银子吗？为了出风头或圣宠，你是无所不用啊！一套精致的茶杯摔完，高德飞的气还没出完，身边的嬷嬷没吭声，只是默默地捡起地上摔碎的瓦片，省得一会扎了自家主子的脚。高德飞气得不行，谢太后也是同样气得不行。皇后连嫁妆都捐出来，她好意思不捐吗？丽香，从哀家私库里拿2万两银票，几样首饰捐出去。蒋嬷嬷立即下去了。太后这会儿肉正在痛，她不能留下来荡出气筒。很快，后宫嫔妃都纷纷来捐银子了。虽然恨得不行，但高德妃更是亲自送了银子过来。皇上，如今正值朝廷困难之时，臣妾有个想法，不知当说不当说？说。后宫中人不少，臣妾建议从食物、衣服等各方面都进行一些减少。虽然省得不多，但省一点是一点。边关百姓无衣无粮，寒冬都不知道怎么过，宫中之人至少衣食无忧，就是吃的差一点罢了。燕凤阳行武出身，自小在边关就与将士们吃同样的伙食，登基后更是一改后宫奢靡之风。就算是贵为皇帝，
他一餐也就8个菜。准，爱妃处处为百姓考虑，是我大梁朝之幸事，这事就交于你去办。高德妃笑了，是，谢皇上。退下吧。是。从上书房出来，高德妃就得意的不行。刚才他的计划说到了皇帝的心坎上，只是这高兴劲儿才没高兴多久，转眼的场面就让他高兴不起来了。哥哥，好了没有？燕一月一身粉粉嫩嫩的衣裙，头上扎着2只可爱的包包，红红的小脸上大眼翦翦生动，熠熠生辉。2个丫头在一边守着。见皇后站在一棵树下，一身紫色的天云锦袍，头上几只珠钗点缀，手持画笔，凝神定气。都说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宁仪真就那么静静地站着，那认真的神态让她本身就宛如一幅画。娘娘，看来这皇后娘娘在冷宫中过得极好啊。大宫女兰一脸惊叹。高德妃心中一噎，这几年自己到底在做什么？竟然留一个这样的祸害活着。如果她有点脑子，就应该早点把这3人弄死在冷宫，神不知鬼不觉的扔去乱坟岗，还会有现在的烦恼吗？虽然自己长得也不差，可高德妃不得不嫉妒着皇后的美貌，以后她就别想过这么好了。皇上只说凤霞宫的伙食由他们自己打理，可没说内务府分发的东西也归他们自己打理。通知内务府，为了节省开支，以后的东西都定量采购。他家主子就是聪明啊。兰儿欢快的应了，是，娘娘，奴婢一会就去通知御膳房。冷冷的瞥了那一团欢乐的母子仨，心中耿耿的高德妃恨恨的哼了一声，宁仪真，你等着，我不会让你过得太得意的。高德妃可不怕宁仪真告状，因为这是皇上允许的。冷哼一声，一甩手，他走了。那母慈子乐的场面，高德妃实在是不想看了，因为越看心越堵。皇上表扬了高德妃，这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后宫。一瞬间，有的人笑，有的人怨，有的人却浑不在意。娘娘，德妃娘娘还真会做人，拿后宫众人的嘴中时，身上一去讨功劳。徐贤妃身边的大宫女可是她从娘家带进来的人，说话自然随意。但这也是徐贤妃心中最恼怒的地方，被大宫女说中了。不过她不敢恼怒高德妃，因为现在她掌握6宫大权，得罪了她没半分好处。要怪就怪那废后，要不是她，本宫能损失5000两吗？有这5000两，本宫吃什么不能吃？气死我了！李萍接到这个消息后，一脸轻笑，她真是个蠢的，我还以为她能与皇后娘娘斗上几个回合呢，看来她自己就得把自己给做死。可不就是，这后宫实用一捡，还捡了内侍们的月银与衣服，顿时整个后宫都开了锅。可开锅只管开锅，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嚷出来。当然内部为难，这就不知道了。第0108章10月16，上上大吉之日，宫中娘娘们带头捐赠，内务府还减少了开支。很快，朝中大臣们也只能掏腰包了。虽然这并解决不了大问题，但是至少也能救上几千个人，多救一个是一个。燕凤阳非常高兴，方德言，凤霞宫侍候的人确实太少了，再挑上8个太监与8个宫女过去侍候。德公公自然高兴做这件事，很快他就把人带到了凤霞宫。娘娘，这可是皇上的一番心意，您还是收下吧。既然皇帝非送来太监，宫女让他挑，宁仪真也懒得客气。人是他让江嬷嬷去选的，让他挑16个腿大膀粗的太监与宫女，这边才带进凤霞宫，那边转身就让小李子把他们送去了冷宫种地。到了冷宫，小李子传达了宁仪真的指示：婕妤娘娘，皇后娘娘说了，这些人就交给你了，让他们帮着种后院的地。现在要吃饭的人多了，娘娘让您把后山那边的地全部改成种菜和种果子。对于不听话的奴才，就直接与娘娘说去。娘娘说了，她会把他们还给皇上去。这话一落，心中有想法的人羞得抖了一下，被送回去的人可没有好下场。现在皇后可是宫中最受宠的一个，不就是个种菜吗？反正他们几个本就是粗使工人，还怕挥几下锄头？奴才不敢，请皇后娘娘放心，奴才等定当竭力。李安很满意的点点头，能做到就好，若干的好，娘娘说了，绝不亏待你们。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皇帝耳中，德公公感叹：皇上，皇后她真的变了。确实变了，那天跟她谈条件时，燕凤阳就觉得宁仪真变了，不仅仅是变了，而且还变了很多很多。人总会变的，你认为她还是当年那个被人捧得高高在上的皇后？方德言，这些年谁又没改变呢？朕倒觉得皇后变化尚可，镇国公的变化更大。可不，看了一眼案头上秘密参镇国公的折子，德公公双眸垂下。当年那个一心护主的镇国公已不见了，随着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他也变了，而且变得贪得无厌了。皇上，您有何打算？燕凤阳摇摇头，暂时还没有打算，战争出些百废待兴。又有太后在，
朕一时还不能拔了他。是啊，太后还在呢，皇上才归来呢。人人都道皇上乃天子，可以为所欲为。可又有谁知当皇上的苦，当皇上的累，当皇上的不易？德公公满腔的同情，奴才明白。按了按额头，燕凤阳问：左相可有消息？萧远寒负责赈灾粮食，大梁刚刚战争过去，唯一的粮食也就指望今年秋收上来的粮食了。可老百姓怕了，粮都不肯卖了，除非实在要银子用，他们才会卖上一些。而现在秋粮早就收割了，目前还没有消息。据闻左相让人去了京城附近几个州收粮食了。远水救不了近火呀，老百姓手中怕是真没多少粮食了，要赶紧啊！方德言，你说这天下太平，国富民强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朕有生之年能看到吗？听到这话，德公公立即道：皇上，您别担心，这太平盛世很快就会到来的。皇后娘娘献出的高产粮种，只要打理得好，老天又肯给人饭吃，不出3年大梁定无乞丐。会吗？若世间没了乞丐，那日子一定是很惬意吧。转眼10月16，上大吉之日。这天一大早，母子3个穿戴整齐去了宗人府。靖亲王如今掌管宗人府，皇后重上玉蝶，皇子与公主入族谱，这是大事。一大早，众亲王带着自己的儿子都早早的到了宗人府。这里，宁仪真是第2次来。面对着众皇亲，这一次的她镇定自如，礼仪周全。她这表情让众皇亲肃穆，果然是孙相培养出来的女子，关在冷宫近5年，气度上比之曾经更雍容华贵。今日的燕一月与燕倚天都是皇子服与公主服，小小的年纪，一脸的肃穆，不见一丝胆怯。重上玉蝶前，要先祭祖。在靖亲王一连串的跪拜献之中，宁仪真一手牵一个孩子，认认真真的完成了全过程。随着靖亲王的笔落，一片欢呼声起。恭喜皇上，贺喜皇上！恭喜的皇后，贺喜皇后！皇上有后，天佑大梁。虽然这一天很累，但2个孩子上了皇家玉蝶，那便真正的公主与皇子了。宁仪真的心情还是挺高兴的。就算很累，但这一众人在冷宫开了一个极大的庆祝会。此事最高兴的莫过于齐太妃了，她真把2孩子当成了自己孙儿。好啊，好啊，总算熬到头了。王婕妤更是抱着2孩子在院中奔跑了2圈。太好了，我家小月儿、小天儿是真正的皇子与公主了。刘美人更是跪在地上，苍天有眼啊！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见众人是真开心，宁仪真也是真心感动。得知送来的太监宫女中有2个厨艺不错的，她就把他们提拔成了冷宫的厨师。这下众妃妃们更高兴了。这几年在冷宫一直是江嬷嬷带着几个老宫女负责厨房，她一随皇后回宫，厨房就少了主力军。如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可他们高兴了，皇帝不高兴了。等他傍晚来凤霞宫的时候，只有一宫清冷在等着他。皇上，不如去冷宫看看。皇上的脸色太难看了。德公公心里忐忑不安。我的娘娘爱，要庆祝不能在自己的宫里吗？你要感谢的人不应该是皇帝吗？你怎么跑去冷宫庆祝呀？就在燕凤阳离开时，门口出现了几道身影。父皇，快来吃蛋糕的，特意为您做的哟，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水果罐头。水果罐头是什么东西？没等燕凤阳开口，德公公笑盈盈的抢了话：小公主，老奴恭喜您和皇子了。燕一月虽然年纪小，可她懂得不少。谢谢德公公的，以后我和哥哥就是父皇的亲生儿女了，没有人敢骂我们野种了。第0109章，燕一月在告状。野种。听到这2字，燕凤阳的好心情瞬间滑落。他双眼清冷的看着某处：是谁？谁骂你们？宁仪真淡淡的道：还能有谁？皇上，这宫里骂兄妹俩的人恐怕不计其数。今日是我们母子3个的大喜之日，恐怕却是别人咬牙切齿之时，所以皇帝还是别去细问是谁了。反正这些对于我们母子来说，就当作是放屁。燕凤阳，皇后竟然会爆粗口，不得了了。德公公，皇后这变化也太大了，不过这爽直脾气真不错。心情不好，晚上燕凤阳没有留在凤霞宫。这消息有心人很快就知道了。高德妃一听一阵冷笑，还以为他在冷宫待了几年学聪明了呢。他这是在做什么？跟皇上告状，说他受了太多的委屈，意思是如今他上了玉蝶了，想抢回6宫大权吗？易嬷嬷立即上前提醒道：娘娘，这可不能排除，您得小心应付啊。高德妃闻言一声讽刺的笑：不会的，皇上可不是个昏君，被威胁立后，以他的性子，你以为他心里会真的很开心？嬷嬷，你放心吧，皇帝这是要拿他们母子几个堵群臣的嘴。现在他有儿有女，有皇后了，群臣再也没有逼他选秀的借口了。这个皇帝也真奇怪，竟然抗拒选秀。这皇帝怕是真的不喜欢女人吧？嬷嬷没敢说出口，
可心里他却认定自己怕是没想错。宁仪真可没想到别人也会把皇帝想成一个断袖，其实他心里也有这种想法，而且他还怀疑燕风阳心中那个白月光就是他自己造出来的人。后宫这么多女人，而且一个个漂亮，他却难得进来一次，情愿一个人躲在龙栖宫孤身之影。只是皇上是不是断袖，一点也不关他的事。凤霞宫的后院改造到了后期，滑滑梯要不少的木板。原本说好的东西，等李安去要时，却告知宫中节省开支，这木板没有采购。听到这回禀，宁仪真眯了眯眼，这高云儿就这么急着出来送死吗？真以为自己掌管了6宫，皇上就真宠他了。笑了笑，吩咐道：李安去与德公公说，本宫要出宫一趟，要向皇上禀报。皇后要出宫？听到这理由，燕凤阳拧起了眉，去问清楚一下，皇后为何要出宫？是。德公公很快就回来了，弯着腰与皇上说了几句，然后说：娘娘说她理解内务府的难，既然内务库有难处，那就她自己去买好了。虽然她不富有，但是为了孩子，她节衣缩食也要让他们玩得开心，快乐成长。德公公的话才落下，想到有人骂孩子喂野种之事，燕凤阳的脸全黑了。朕何时说过后宫必须节省的，连该用的东西都不买了？这个德妃倒是很聪明，去告诉她，好好的打理后宫，别做多余的事，别做多余的事，别做多余的事。等小太监退去，脑子里一片空白的高德妃，满脑子就只有这几个字，同时一张小脸涨得通红。皇上这是在打他的脸。节俭之事也是他同意的，合着这节俭之事只针对他们这些嫔妃，而不针对凤霞宫那几位。什么叫必要的东西？一个孩子的玩具也是必要的吗？为了一点小事，皇帝竟然让人来跪德宫呵斥，他在这后宫还有脸吗？高德妃越想越恨，砰的一声，茶杯碎了一地。娘娘，您可别气着自己，皇上是藤皇子与公主，不是那位。宫嬷嬷安慰着，虽然皇上确实是打他家主子的脸，但谁让他是皇上呢？他好担心自己这主子毕竟是娇宠着养大的，生怕他一气之下给皇帝摆脸。高德妃脸色阴沉的吓人，宫嬷嬷也只敢劝说这么一句。好一会，心中的怒火渐渐压下，他开口了：打水上来，本宫要去见皇上。见他这样，宫嬷嬷有点担心。娘娘。高德妃被齿紧咬下唇，嬷嬷放心，本宫只是去跟皇上解释一下，我并没有针对凤霞宫。若不去，皇帝一定以为本宫针对2个孩子。听了这话，宫嬷嬷心中松了口气。皇上不喜欢这后宫，他不希望后宫闹出事来啊。皇后有孩子，闹出事来还有孩子挡着。他家主子呢？他家主子靠的不是财，也不是貌，靠的只是老爷那点功劳，经不起折腾啊。宫嬷嬷立即让人打水上来，不一会，一身艳妆的高德妃出了门。启禀启上，德妃娘娘求见。燕凤阳闻言说了一个字：薛。高德妃进了上书房，宽大的龙椅上坐着一个高大的身影。她进来后，那身影连眼角也未抬。高德妃心里好酸，她就算是没有倾国倾城之姿，但相貌也是秀丽妖娆吧。可皇上连看都不看自己一眼，他们这些妃子就如此入不得皇上的眼吗？既然如此不喜欢，那了他们进来做什么？臣妾拜见皇上。高德妃盈盈一拂，心中的委屈越来越浓，但却不敢暴露半分。燕凤阳依旧没抬头，免礼。何事？臣妾收到皇上传的话了，怕皇上误会，想过来与皇上解释一下。臣妾并没有吩咐内务府克扣凤霞宫的东西，只是……可没等他把说完，燕凤阳声音淡淡的打断了高德妃的话：朕只是让你别做多余的事，没说别的。凤霞宫皇子与公主年纪还小，他们要什么只管满足，若是怕份额超出，就算在朕那一份上。皇上，这人是没听懂吗？燕凤阳脸色有点不太好看了。德妃，朕很忙，明白吗？后宫交给你打理，你不懂就多想多问多看就是了，别自以为是，以后仔细些就行。下去吧。高德妃，这是话都不让他说了，心被堵得更死了，压得高德妃喘不过气来。他还有话说，可是他不敢。臣妾告退。第011章后宫的传言。高德妃实在是太生气了。回到宫里，这天晚上连晚饭都没吃下，还叫了太医。德妃姐姐，你这是怎么了？徐贤妃跑了过来，一脸的关心。高德妃是个死要面子的人，她不会把被皇上呵斥之事告诉别人。没什么，就是内务府忘记了采购宫主要做玩具的木板，被皇后的人告去了上书房。本宫做事如此不周全，心里难受。什么？这话刚说完，徐贤妃立即就跳了起来。这人也太过分了吧，不就是几块木板吗？竟然还去告状。再说了，现在西周百姓连饭都吃不上，他竟然还想花银子给女儿做玩具，太过分了，真的太过分了。这样过分的人，本宫绝对不会放过他。德妃姐姐，你放心，
我一定替你报仇。他帮自己报仇，高德飞心中想呸了徐贤飞一声，你有这本事吗？不过有人替自己出气，总是好的。谢谢贤飞妹妹。徐贤飞一脸同仇敌忾的表情，不用谢，你们是好姐妹，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很快，为了给自己女儿做玩具，没从内务府拿到木板的事就找皇帝告状，引得德妃被皇帝责备。很快这消息就在后宫传递。安美人听到这消息，立即跑来了凤霞宫。娘娘，这些人是有意败坏您的名声啊，若这事传到前朝，定会引起大臣对您的不满。宁仪真听完一声冷笑，本宫何时让大臣们满意过？他们爱不满就不满好了。人活着若在意太多，得多累。安美人，多谢你的劝说，谁爱说什么谁说去。说得好，只是几块木板，可真要计较起来，这是对我凤霞宫的不满。爱说说去吧，本宫不靠破名声坐着皇后的位子。哇，皇后娘娘好霸气啊！不过她霸气是有资本的。安美人再次崇拜。娘娘心中有数就好，嫔妾前来并无恶意，只是担心而已。宁仪真明白，安妹妹不必担心，本宫不是是非不分的人。本宫早说过，只有想好好过日子，才能有好日子过。若是不想过，那就别过了。唉，说到这，宁仪真深深的叹口气道：我这人的做人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百倍还之。希望都别踩我的底线最好，要不然就别怪本宫不客气。以前本宫不找事，那是因为觉得大家同为女人，总想着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但是老虎不发威，并不是指病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百倍还之。听到这番话，安美人抖了抖，她似乎做了个非常聪明的决定。皇后娘娘好坦率，臣妾佩服。哼！宁仪真一声冷笑，本宫就是个直来直往的人，有仇报仇，有恨报恨，希望他们别来惹本宫就是。这话一落，安美人更加认定了，以后一定要紧跟皇后娘娘，皇帝爱不爱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娘娘才是决定他们后宫这些人命运的人。宁仪真可不知道这一番真心话换来一个铁粉，两人又说了一会话，安美人才走。他一走，秋月就进来了。主子，看来这个安美人还真想投靠您呢，只是那徐贤妃那边。宁仪真摇头，眼露鄙视，不急，徐娇娇这个蠢人，先留着她蹦跶几天，她成不了气候。再者，谢爷儿刚出意外，若他再出事，别人的眼光就会盯到本宫头上。秋月，本宫不是来争宠的，更不是来争权的，本宫只是来争位子的。他的仇本宫记着呢，暂且让他再跳上一回，本宫要做就要做到一招致死。一时半会后宫还得有几个女人，要不然那些老家伙又得天天嚷着选秀了。还是这些旧人好，至少本宫了解他们。对，秋月觉得自己的主子就是太英明了，要出手就得一招致命，只有一招致命才没有后顾之忧。他的主子就是个厉害的人，这徐娇娇确实不是这点事能彻底按下去的人，毕竟她有个有力的娘家。秋月心服口服，属下明白了。因为这件事，后宫的人一直盯着凤霞宫，想看看这皇后还有什么行动。可让人根本想不到的是，她根本没一点动静。徐贤妃很是惊讶，她竟然不生气。大宫女眼光闪闪，娘娘，您说她是不是不敢闹事？要不然怎么会没动静呢？徐贤妃也觉得古怪，是吗？大宫女连连点头，肯定是，要不然怎么会连响动都没有？毕竟皇后唯一的倚仗就是2个孩子，现在外面传她。可不，徐贤妃一脸得意，算她聪明，知道这不是几年前了，不是那姓孙的一手掌天下了。哼，没用的东西，只会靠别人。秋云，宫中很无聊，你给我娘去信，让她给我物色一只狗狗进来，我要养。皇后也就是一只纸老虎，不足为惧。自家主子可是有靠山的人，养只狗，那皇后铁定不敢有意见。秋云一听立即应下，娘娘放心，奴婢这就去信。这一次她没吭声，宁仪真可不知道徐贤妃就完全不把她放在心上了，甚至还准备养狗。当然，养狗也不关她事。此时，她正在后院指挥着工匠们装滑滑梯呢。叶一月看着快装好的滑滑梯，一脸欢喜的道：“娘亲，这滑滑梯好长哦。孩子长大了，太短小的滑滑梯，他们就玩得不起劲了。这一次，宁仪真让人做的比较长。这边板才接上一半，小丫头就高兴的不行了。等装好了，你们就可以玩了。这里太乱了。月儿，你和哥哥要不要去御花园玩会？”燕一月一听出门去玩，顿时就欢喜极了。要啊，要啊！哥哥，我们去御花园踢球好不好？燕一天也喜欢踢球，因为踢球就等于运动，而且那边有一个天然的球门，是个非常好玩的地方，他便立即应了，去。帝陵111章撞上了一个皇太子，球是藤球，
大梁国每年季秋都会举办一些活动，但现在边关刚稳固，国内灾难不断，这项活动已经几年不搞了。朝廷不搞，但民间依旧有。兄妹俩在春花、秋月陪伴下，跑跑跳跳的出了宫，准备出去看藤球比赛。可哪知才出凤峡没多远，就与人撞在了一起。哎呦！一声，燕一月与一个小胖子撞在了一起。小胖子大怒，竟然敢撞小爷，给我打！孩子出了门，宁一真就打算做些自己的事儿。可这边人才坐下，就有小太监跑进来禀报：“娘娘，出事了！”这话一落，他心中一惊，出什么事？小太监也不拐弯，公主跑出门的时候与谢家小公子撞在一起了，谢家小公子非打公主不可。一个朝臣之孙，竟然敢公开叫板要打公主，这谢家果真是底气足，声音响啊！走，过去看看。死丫头，她可是大梁的福星，她出生之日，京城上空紫气东升，江南水患戛然而止。你若撞伤了她，你赔得起吗？宁仪真赶过去的时候，伤了脸的谢言儿正对着燕一月臭骂。一听这话，他立即上前：“是吗？依你这么说，这小谢公子的福气比龙子龙孙的福气还要大喽？他这么有福，看来朕这皇位得让给他来做才对。”一见到他，谢言儿的气势低了许多。不过不服气的他并没有害怕，顿时小嘴一揪：“这又不是我编出来的，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宁仪真冷笑一声：“本宫也没说你编出来的，只是问你是不是你谢家的孩子比龙子凤女还要金贵？回答这个就可以了。就是又怎么着？”但谢言儿可不敢说，这话说出来那就是想造反了。我可没这么说，你非要这么说，那是你的事。小丫头走路不长眼撞了人，还不认错，我只不过教训她一下罢了。教训她的女儿，你配吗？宁仪真双眼一冷：“我的女儿是大梁公主，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有权利教训她吗？这是皇宫，是公主的家，一个外人被她撞了就撞了，有什么了不得的？站在别人家的地盘上还敢张扬？难不成你准备把这里改姓谢？是不是你们谢家打着这主意？”谢言儿瞬间被宁仪真的气势给吓着了。你也不能不讲理吧？是他先撞了人。宁仪真横蛮的道：“我女儿是公主，要讲什么理？被他撞了，那是活该。不就是撞了一下吗？竟然敢不依不挠，你们想干嘛？他们想干嘛？他只是……”谢言儿真快要被气死了，想到自己莫名其妙的伤了脸，恨不得杀人的他也开始撒无赖了。行，你这样牛去与太后说吧，反正我就是教训他了，你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宁仪真一声冷笑：“就这样，敢教训公主，看你是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叭！一个巴掌落在谢言儿没受伤的那边脸上，打得他一脸的不敢相信。你打我？宁仪真双眼如冰：“本宫就打了你，你又要怎么样？你！可就在谢言儿你个没完时，有的人怒火中烧了：“你是什么人？大胆，竟然敢打我姑姑！你这是不想活了是不是？来人，给我掌他的嘴！”谢凯在谢家那是皇帝的存在，见帮他教训那野丫头的姑姑竟然被人打了，顿时他跳了起来。大胆！听到这口气，宁仪真快气笑了：“小子，你看来真是当皇帝的料，小小年纪就有皇帝的气势。可惜本宫胆子就这么大，你想长本宫的嘴吗？很好，谢家真不错。”这话一落，谢言儿的脸瞬间煞白：“凯儿，我们走。”只可惜这谢凯别看不到4岁，但那性子可就是个土皇帝。他手一摔，指着燕一月就大骂：“我不走，我不走！那死丫头撞了我，我要打死她去！”谢言儿，这不知死活的侄子真的被宠坏了。不管这皇后有多不受宠，但是公主可是皇帝的心头宝啊！谢言儿顿时又气又急了：“闭嘴！还不快把她带走？想找死是吗？快点，快把她拉走！”几个丫头立即拉人，可谢凯却拳打脚踢：“放开我，放开我！小爷我要打死那个臭丫头！公主有什么了不起的？她有我爷爷厉害吗？我爷爷是镇国公，是大官，她算个什么东西？”呵呵，听了这话，宁仪真笑了。镇国公好大的官哟，毕竟只是一个3、4岁孩子，他也没准备跟一个孩子计较。可没想到的是，我打死他！谢凯不知道从哪拿出一个弹弓，对着燕一月就是一拉。宁仪真双眼一眯，身形一动，只听得叮的一声，那弹弓上的石子突然一个反弹，直接打在了谢凯自己身上。虽然打不伤，但真能打痛。一瞬间，谢凯被痛得鬼哭狼嚎：“啊，好痛，好痛啊！来人，把这些坏人都给我乱棍打死！”听着这话，宁仪真的脸真的黑了。这谢家果然有谋反之心，要不然
怎么可能教的小辈连凤子龙孙都敢打，而且还动不动就要打死？来人，把他抓起来！敢谋害公主，这是不想活了！话才落下，突然一行人急急奔了过来。皇后，卡尔不过是个孩子，你可别跟他计较。可谢凯一见来人，立即大叫起来：皇姑奶，快打死这几个坏人去！我要打死这些坏人，他们全是坏人，全部给我乱棍打死，一个也不许留下！宁仪真，这是孩子说的话吗？谢太后，怂孩子，这可是皇后、公主与皇子，是你能说打死就打死的吗？还是陪同过来的镇国公夫人反应比较快，她知道肯定是自己孙子惹事了。这孩子在家就是天不怕地不怕，虽然皇后不得宠，但公主与皇子那可是皇帝的心头肉，暂时谢家得罪不得他们。第0112章适时的上眼药。皇后，孩子还小被老身宠坏了，对不住啊，老身替他跟你们赔罪，一会老身带回去，一定会好好的教训他。这镇国公夫人倒是个厉害的人物，知道审时度势，不来个硬碰硬。他倒是希望他勇往直前呢，这样他也能看清楚燕凤阳到底向着哪一边。不过既然谢家服软，宁仪真也没准备就此真撕破脸。闻言，他轻轻一笑：国公夫人说笑了，哪来的什么赔罪不赔罪的？不过贵公子可真是有气势，进了皇宫敢喊打喊杀，看来在他的眼中，皇宫就是菜市场一样，想怎么的就怎么的。老夫人也不必担心，毕竟是个孩子，本宫也不会与他计较什么。不过还请带回家去后，谢老夫人好好教导，这里是皇宫，不是他能喊打喊杀的地方。除非你们不把皇宫当皇宫，不把皇帝当皇帝。母后，月儿受了惊，儿媳就先告辞了。宁仪真话一扔，就带着2只小就走了，也不等谢太后发话。反正人也打了，话也说了，占上风的人是自己。太后娘娘，这皇后娘娘确实是很威风啊，说起话来可是句句诛心。谢家忠心耿耿，却让她说成有异心，真让人听着伤心。谢老夫人倚老卖老，觉得这皇后太不尊重自己了，至少她还是皇帝的舅娘呢，不上点眼药就不是她的为人。宁仪真一点面子也不给，谢太后自然是气得不行。可是她知道自己气也没有用，皇帝说皇后只要后位，不会争什么，让自己别与他对着干。皇帝还说，为了天下百姓，为了家国，皇后是有贡献的。这是他与他对着干吗？他是堂堂太后，皇后竟然一点面子也不给，真是越来越过分了。其实这就是一件小事，2个孩子的争吵而已。可现在却因为宁仪真的强势，让谢太后进一步打定主意要除掉他。站在原地，谢太后的脸一阵青一阵红，总有一天，哀家会让他知道什么叫尊卑。听了这话，镇国公夫人脸上露出了笑容。太后娘娘是得把规矩立起来，要不然这后宫的人得无规无矩了。这天晚上，太后有旨，凡后宫嫔妃以后每逢1、逢5必须去给太后请安，违者罚抄女德、女戒100篇。一瞬间，安静的后宫又热闹起来了。这怕是针对皇后娘娘的吧？呵呵，这下有戏看了。后宫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御花园发生的事，自然很快就传遍了众嫔妃的耳中。高德妃心里总算出了口气，心道：姓宁的，本宫分位没你的高，不能与你斗，但有人收拾得了你。看着徐贤妃这一脸的得意，她轻笑一声：咱们这皇后还真有底气，谢家人她也敢惹。是啊是啊，她真以为自己了不得呢，不就是献出了一些种子吗？皇上都给她后位了，可她还敢以公示骄，真是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众人都在说太后的用意，凤霞宫中也不例外。主子，这太后看来还是太闲了。宁仪真笑笑，不是太闲，而是身体太好，觉得不管点事，心情不爽。秋月，既然她过得不舒服，让她再不舒服点好了。是。燕一月听到了这话，立即萌哒哒的跑了过来。娘亲，你要花粉吗？宁仪真，她女儿怎么对做坏事这么有兴致啊？天哪，将来她不会长成一只小恶魔吧？月儿，这事儿娘亲会处理，你别掺和哈。燕一月眨眨眼，可是娘亲，有人欺负我娘亲呢，我都不能报仇吗？好吧，女儿与她一样护短。弯下腰抱起自家宝贝，宁仪真狠狠地亲了几口。宝贝儿，娘亲可不是什么人都欺负得了的，你得对你娘亲有信心。你还小，这事就交给娘亲来对付，等你长大了，本领学好了，娘亲也老了，娘亲就全交给你了。月儿保护娘亲，谁也不能欺负娘亲。好可爱的女儿，那狗男人不是个东西，可他给的这一双儿女，真的让宁仪真爱到了骨子里。出宫是不行了，那就陪陪孩子吧。宝贝，娘亲陪你搭积木。燕一月与燕倚天都喜欢搭积木，因为娘亲和他们一起搭建的宫殿又高大又漂亮，关键是那宫殿里没住老妖婆。好搭，月儿要给娘亲搭一个最大最好的屋子搭。
御花园的事，燕凤阳自然很快也知道了，顿时他的脸黑了。这谢家看来真是已经飘了。方德言，给镇国公府送个人过去。德公公立即上前，皇上，把太后身边那个玉卿送回国公府去。德公公，皇上这眼神真厉害，谢家也是，谁不好动，竟然动公主？难道他们不知道公主与皇子才是皇帝心中的宝贝疙瘩吗？明白。这一幕凤霞宫中并不知道。这一天，宁仪真陪着两孩子玩完积木后，又和他们一起练轻功。娘亲，月儿这一招燕子碱水练会了。燕子碱水是轻功平影符宗中比较难的一式，这一招宁仪真自己也没练成。看着女儿那如飞燕般的身影，她真的非常高兴，忍不住挑起了大拇指夸赞起来：“宝贝，真棒！”燕一月双眼闪动着星星，娘亲，我一定要学得跟哥哥一样，可以飞出好远。这话落下，宁仪真就有点牙疼了，心道：女儿呀，你的目标太远大了，你哥哥这人根本就是只飞鸟啊！你想跟上他，难，但他没准备打击女儿。你一定行的。其实你已经很厉害了，你会绣团扇，可你哥哥都没学过呢。说到这件事，燕一月就开心了，嘻嘻，他还有一样比哥哥强的地方，对不对？当然，他不会说他绣的花比草都不如。作为皇子与公主，皇子练武，公主学绣，这是规矩。兄妹俩虽然在冷宫中长大，但有那么一群醉妃奶奶在，他们不想学都难。第0113章给的教训。次日一早，众嫔妃早早到了太后的慈宁宫，他们都等着看太后收拾皇后。安美人站在宁仪真身后，一脸不安地与她说：“皇后娘娘，一会若有事先忍忍，别让人拿到了把柄。”宁仪真闻言，回头朝她轻轻一笑：“多谢提醒，不过太后是明事理的人，绝不会胡乱拿人把柄的。”身后的人听着这自欺欺人的话，都相视一笑，这皇后还真心宽啊。太后明事理？不，太后确实是明事理，谁敢说她不明事理？众人等了一刻钟，慈宁宫的大门终于开了，众人的眼珠子亮了，心儿噗噗噗的加快了跳动。蒋嬷嬷快步走了出来：“太后老人家昨晚没睡好，请安之事以后再说。”啊！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怎么会这样？太后昨晚没睡好？没睡好就连请安都不让了？天啊，不可能是这个原因，昨天晚上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对了，突然有人想到，昨天晚上皇帝可是又去了凤霞宫吃饭，难不成他与皇帝告状了？对，众人想着一定是这样子。皇后告状，皇帝只能让太后取消这早安。好羡慕啊，好嫉妒啊，好恨啊，为什么他们就没这荣幸？心里很失望的众嫔妃摇着头走了，完全没有来时的那些兴奋。安美人跟在宁仪真身边往回走，倒是心情好的不行。今日天气真好，皇后娘娘，你说是不是？宁仪真淡淡一笑，冬日暖阳是最美不过的了，当然好。美人妹妹心情更好才对。对，安美人猛点头，我心情就如这朝阳，明亮而有朝气。宁仪真也乐了，呵呵，很好，很好，说的不错。今日天气好，不如去本宫宫中一起吃个早膳。这话一落，安美人的眼珠子亮了，谢谢皇后娘娘，恭敬不如从命，妾身就打扰了。就在众嫔妃嘀咕着太后出了何事时，慈宁宫里，谢太后病蔫蔫地躺在床上。见蒋嬷嬷进来，她按着额头问：“太医还没来吗？”一醒来，听闻一个宫女夜间不见了，顿时谢太后就头痛剧烈。有人去找了，头还是痛得不行。蒋嬷嬷立即上前回娘娘的话，已经去请了，马上就会来了。若实在痛得不行，不如把皇后叫来如何？她的医术这么好，一定能替太后凝治了这头疾。一说到宁仪真，谢太后的头更痛了，她一点也不想看到这个人。不用她来，叫李太医过来就行，一个不行，就把太医院的全部给挨家叫来。蒋嬷嬷立即应下，是。太后病了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龙栖殿。燕凤阳昨天晚上从凤霞宫出来后，把折子搬来了寝宫中，看到半夜才睡。这一会，他刚起床，准备早朝。听到这消息，顿时嘴角挑了起来，头痛，是心痛吧？先帝嫔妃众多，且宠贵妃，多年来太后孤单寂寞，活得很压抑。等先帝死后，有一日，他遇到了宫中的乐师明仪，那乐师无论是琴技还是相貌，太后都喜爱至极。天长日久，两人勾搭成奸。可惜那明仪半夜回乐坊时掉进了川宫河中，太后重病了一场。后来谢家送来了2个高大的丫头，一个唤玉清，一个唤玉春。这个叫玉清的丫头相貌俊美，嘴巴甜美，极得太后欢心。虽然燕凤阳很看不起这个母后，但毕竟她还坐在太后的位子上，谢家的势力也还在，彻底翻脸是不行的。但给个警示，那也不是不可以的。燕凤阳眸光闪闪，
太医可过去了？德公公立即回应，已经过去了，听闻是老毛病复发，这回太医正在扎针呢。还有，听说张贵妃又病了，昨天晚上半夜招了太医。唉，这些个女人又在搞什么手段？听到这些，按了按额头，燕凤阳心里真的很烦。他真不明白自己父皇为何这么喜欢女人，找这么一大堆的女人在后宫，不觉得烦吗？这么多国事，哪个男人还有精力去应付一堆无事生非的女人？左相筹粮一直没有好消息，几十万百姓面临缺衣少粮的局面，可这些女人还有心思搞事情。早朝时间到了，燕凤阳也不去管那些个破事了。方德言摆驾弘泰殿，皇上摆驾弘泰殿，皇上摆驾弘泰殿，皇上摆驾弘泰殿。早朝还是那些事，全国各地大事小事都一大堆，奏折如纸片飞向皇帝的案头。一吃过早膳，他就坐下来了，可人是坐下来了，心却坐不下来。方德言让人去看看左相筹粮情况怎么样了，这个月下旬粮食务必送走。德公公也知道粮食得提早送走，若送迟了西关大雪，马车不行，有粮也送不进去。是。可就在此时，萧远寒快步入了宫。皇上，好消息啊，好消息，好消息。听到这三个字，燕凤阳顿时精神一振，快说，什么好消息？萧远寒一脸激动，皇上可还记得臣给您提过的那百姓食铺？燕凤阳立即点头，当然记得，你不是说这几年他替老百姓做了许多善事，还给朝廷纳了不少税赋吗？这个朕自然不会忘记。萧远寒一脸喜色的道，百姓食铺的老板楚俏姑娘让人找上了本官，他说他愿意以低于市场30%的价卖300万斤粮食，50万斤棉花给朝廷。什么？低价出卖？这不合常理。燕凤阳差点从龙椅上跳起来，他要求的是什么？说，只要朕能答应的，朕一定答应。皇上为了百姓可真是操碎了心啊。心下赞许了几声的萧远寒立即道，他要求很简单，这些东西能保证落在百姓身上，而不是被人层层剥夺侵占。别外，他想请皇上亲笔给百姓粮铺提匾，若有他的提匾，这商家的名声就会上去。这个要求虽然不小，但并不过分。燕凤阳觉得有点不敢相信，当真？就这些要求吗？萧远寒点头，千真万确，这是他的承诺书，已然盖章签字，并且楚姑娘还提议朝中可以搞个捐助活动，第0114章大梁朝的好消息。只要是与钱粮筹备有关的事，燕凤阳就高兴听。顿时他激动地问，什么捐助活动？具体说来听听。萧远寒立即把自己听到的说了出来，捐助活动就是搞一个仪式，在仪式上号召善良人士，有钱捐钱，有粮捐粮，有衣捐衣。楚姑娘说，一方有难不用怕，只要八方支援，就是天大的困难都能克服。她还提议，若想捐赠的人多，皇上可以定一些优惠制度，比如民间捐赠1万两以上银子或物资的，明年可免去1成税收，并赐匾；若是捐赠5万两以上银子的百姓或商人，可晋升为具有皇商资格之人。他还有一主意，那就是朝廷可以向老百姓借钱，给予一定的息钱。向百姓借钱？怎么借？这个方法燕凤阳没听过，再仔细说说，朕不是太明白。萧远寒也是头一回听到这个方法，所以他的心情也是非常的激动。楚姑娘说，朝廷可在全国各地都开一间公有银楼，让老百姓把多余的银钱存进来，以1年、2年、3年、5年、10年不同年限设定利息。一般的老百姓也没有什么赚钱的法子，存点钱拿点利息也是一条生财之路。另外，银楼收到百姓的银子后，可以鼓励商人前来贷借，只要有财产抵押，可以放贷给商人，并收取他们的利息，一借一贷，赚取中间差价。燕凤阳是个明白人，瞬间他就理解了，好主意，恒之，这事交给你来办，具体要怎么办，你与右相商量一下，但这事由你做主。百姓有救了。萧远寒也是一脸激动，是，谢皇上隆恩。是夜，清源阁地下宫，赤峰、吉雨、宋雷、蒋殿、夏蝉、冬雪以及楚金、楚俏兄妹都在。宁仪真的眼光落在了众人身上，皇上已经应允了我们的建议，所以东西必须尽快到位。楚俏，那捐赠之事是由你提出来的，这一块具体怎么操办，由你负责。楚俏立即点头，他真是好激动。3年前跟着眼前这位大佬，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不过一个小白领，拿着一份不高不低的工资，过着马马虎虎的日子，哪知无缘无故穿成了楚家的庶女，那是一个被嫡母打死扔进乱坟岗的可怜姑娘。就在他以为自己也只余下一口气时，被人救了。楚俏知道自己什么金手指都没有，虽然是现代人，除了一些夸夸其谈之外，他学的电子商务在这里没有屌用。可经过这3年多的磨练，
如今的他已是一方大掌柜了。这一次可是大事，他一定要办好，让甄姐不后悔救了自己。楚翘赶紧保证：“甄姐放心，我会好好策划。不过到时候还得请夏蝉与冬雪帮忙。”宁一真点头：“没问题，这两人到时候就借给你。”说到这，他调转头：“对了，今年粮食不多了，酒就暂停止酿造了，多留下些粮食给百姓活命。粮食可以救命，酒不喝不会死人。”宋雷立即点头：“知道了。”宁一真又想到一件事：今年药草大丰收，药制的怎么样了？这句话，宁一真问的是蒋店。他立即回答：“回主子的话，第一批20种成药基本上都好了，老爷子培养的郎中也能坐诊了。”宁一真点点头：“那就不等了，择日开业。”是。说到这，宁一真的目光落在了楚翘的亲哥楚琛身上，这个可是他通过楚翘挖过来的。下回出海时，尽量找些海外的种子回来。有巧姬方在，明面上楚琛是风池山庄的庄主，而他实际上还是掌管了巧姬方的船运。巧姬方研发出来的新船，它不仅个大，速度快，而且船身坚硬，抗台风能力非常强。楚家本来就有一大块是航运，而楚琛又是从小在船上长大，这2年他已经去了2趟大波国。宁一真的话一落，他连连点头：“主子放心，在下记下了。”开完会，大家出来了。娘亲，乾坤跑了。一见到他，小一月就告状。莫等宁一真开口，楚翘就奔了过去，一把搂着兄妹俩，一边啵了一口：“一月小宝贝，可有想依不？”“想了。”燕一月毫不吝惜地表达自己的心情。“小天天呢？你有没有想依依啊？”燕以天默默地看了楚翘，这个依依怎么这么喜欢亲别人？他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吗？看着儿子这一脸嫌弃，宁一真乐了，朝着楚翘道：“想你是假，想出来玩是真，这些天可把他们给憋坏了。”闻言，楚翘大眼睛一转：“真姐，要不换2个孩子进宫，把他们留下在外？”宁一真白眼一翻：“你倒会想呢，皇上时不时的会把他们带过去，那狗男人精着呢。”噗！听到这称呼，楚翘乐得不行，这个皇后好可爱。众人正围着小主子玩得开心之时，突然刚出去不久的赤峰急匆匆的回来了。“主子，有人来千机阁花大价钱打听巧姬方阁主的消息。”宁一真眼一眯：“何人？”“西里莲玉。”“是他？”宁一真眯起眼：“他说了什么没有？”“他说他想见见老朋友。”果然，他猜测到了他是巧姬房房主的身份，好在他不知道自己就是大梁国的皇后娘娘。给他消息，3日后的晚上见，到时让静琪扮成我当初的样子，在明福楼见他。娘娘真让静公子去见他吗？赤峰知道2年前是自己主子与西里莲玉打的交道，他对自己主子很熟悉。宁一真摆摆手：“不用担心，静琪他能办得像。而且西里莲玉想买的肯定就是那莲弩，若他出得起价钱，就给他。”蒋殿担心：“那会不会？”宁一真摇头：“别担心，你们让人抓紧把那火铳多造点出来，而且训练出一支1000人的队伍来。”赤峰神情一禀：“是，主子。”可这边赤峰还没走，那边夏蝉又跑来了：“娘娘，成亲王来了，他非要见老板。”第011章，皇后娘娘争宠新手段。听闻燕凤成又来了，宁一真白眼一翻：这小子吃了没事做呀？天天要见清源阁的老板娘，他到底想做什么？他人在哪？燕凤成是清源阁常客，不过他不好色而好娶。这2年清源阁的曲语戏让他着了迷，天天吵着要找老板，说他想与老板合作开一个大戏园子。这个人他不能见。宁一真下令拦住他。是。宁一真带着2宝迅速撤离，可是他还错估了燕凤成的速度。不要走，站住！好在楚翘在。杀帐后转出一个人，这位公子擅闯内堂，不太合适吧？宁一真闪得太快，而且暗处也看不清他的衣着，加上楚翘的身形与他相似，戴了人皮面具的他，倒真把燕凤成给截住了。在下燕凤成，大梁城亲王就是在下。姑娘真是这清源阁的老板玉娇荣玉姑娘？楚翘摇摇头，并非，本姑娘是玉老板的结拜姐妹，并非玉老板。请问这位公子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找我姐姐？只是她如今不在京城，陪我姐夫去旅行天下了。你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看着眼前才10几岁的小姑娘，燕凤成有点犹豫了。你不是玉姑娘，你能做得了主吗？楚翘微微一笑，我是百姓粮铺的老板，我姓楚。王爷放心，这清源阁也有我的份，既然本姑娘出来与您接洽，自然做得了主。什么？燕凤成有点惊讶，你就是百姓粮铺的楚姑娘？楚翘点头，正是。萧大人正与在下在合作，若王爷不相信，您可以去找萧大人问好了。朝廷的事，燕凤成自然清楚。楚老板，
既然这清源阁有你的份，那你铁定也有几下子了，能让本王欣赏一下吗？这是不相信他的本事了？呵呵。楚翘心中轻笑两声，本姑娘别的本事没有，K 几首歌还真行。夏蝉，拿琴来。是。很快，琴来了，楚翘坐下。不一会，一首听闻远方有你从楚翘的指尖倾泻而出。我吹过你吹过的风，算不算相拥？我走过你走过的路，算不算重逢？我还是那么爱着你，想与你白头，我还是那么爱着你，只为你的温柔。这歌这曲他没听过，能唱出来的只有这玉老板。燕凤城听醉了，见燕凤城听吃了，楚翘嘴角微微挑起，小样的，姐小时候好歹也学过10年钢琴，怎么样，这古琴也弹得不错吧？王爷，您觉得如何？燕凤城终于回过神来了，楚姑娘，本王这次来是想与你谈个合作。你们这楼里的歌、舞、曲、戏都非常好，而本王呢有一个戏园子，你们这些东西能不能搬到本王的戏园子里去唱呢？楚翘知道宁一真就是不想与这黄家人来往，会太容易暴露自己的身份了，可自己能耐真的不多。成亲王，说真心话吧，我们楼里的人真有限，真正的人才也确实难找，而且3天后就是皇家围救西周、甘州百姓的一演，本姑娘的全力以赴。说真心话，眼下我实在忙不过来，可否容在下想想。说到这份上了，燕凤城也不能强人所难，他可是一个好王爷。好，在下10日后听你的答复。王爷慢走，奴家就不送了。总算是打发走了。楚翘进了内室，甄姐，你都听到了，有何想法？既然能赚钱，没有嫌钱多的人。宁一真爽快地做了决定，10日后告诉他，让他找人，我们出人交，利润各占一半。这事全程由你负责。占一半？可以啊。楚翘仿佛看到了未来那大戏园子财源滚滚，知道了，我会准备好与他谈的。宁一真相信楚翘的能力，你那边最主要的还是把粮棉准备好，能多准备些就多准备些，西周与甘州百姓现在缺衣少食。是。说完，宁一真又想到了一件事，对了，让宋雷也多准备些风寒药丸，便宜卖给朝廷。这天下可是他们家小天的，赔些银子又有什么关系？心里也明白的楚翘连连点头，遵令。次日，宁一真起得迟了，小月儿把冷宫的兔子与鹦鹉全部弄过来了，他只得让李安带着几个小太监继续扎棚子。娘亲，月儿要在这里种萝卜和青菜。燕一月拿了个小锄头，指着一个花坛嚷了起来。看着那花坛，李安一听牙痛了，乖乖，我个小祖宗爱，这花坛里种的全是魏黄啊！可宁一真一点也没犹豫，行，挖了它，给你种。李安，一会你们挖掉这些牡丹，哪里方便种哪里种，没地方种就拿去花市卖了。李安，娘娘真的不一样了，以前的娘娘若是有谁动她的魏黄，那还不跟人拼命，可现在她轻易说挖了卖了，这东西好名贵的，卖了太可惜了。李安想了想，娘娘，林子边那一块还有空地方，那一片栀子花死了不少猪，不如这个种那边去，名品也是能求。宁一真想了想，行，就按你想的来办。李安高兴了，得令。他家主子那是非常喜欢花花草草的人，作为奴才就得替主子着想才对。有地方养小兔子了。燕一月听了非常的开心，瞬间他又提了一个要求，娘亲，鸡鸡鸡也要搬过来搭，会生蛋蛋吃的哦。宁一真满头黑线，那鸡鸡鸡还是几只小毛鸡呢，就生蛋。既然孩子喜欢，他就准了。小麦子一会过去把冷宫的小鸡仔全部抓过来。小谷子，再弄一个鸡笼。是。李安大声领命。好吧，皇后娘娘要把凤霞宫的后花园变成动物园，那他们就只能遵命了。大家一起动，自然惊动了后宫。众嫔妃一脸鄙视，可徐贤妃却气得不行。德妃姐姐，她这手段是越来越新鲜了，在后宫养鸡种菜的事都想得出来，为了争宠，她真是挖空心思啊。你就不生气？第016章大梁后宫的一项新运动。高德妃哪里不生气？她气得现在就想跑过去亲自把宁仪真与2只小给杀了。一来她不敢，凤霞宫守备森严，莫等她冲过去，自己命就没了。这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事，她可不干。二来在别的嫔妃面前，她得装。现在的她可是掌管6宫大权的德妃娘娘，这后宫的人除了个数外，见着她可都是恭敬万分，不敢造次半分。但给别人添堵，高德妃很乐意。贤妃妹妹，你可别这么说，你应该佩服人家聪明。别人能想到这手段，你怎么就想不到呢？与其在这里生气，不如回去多动动脑筋。你没见皇上隔3差5就去凤霞宫吗？他是不动脑筋吗？
徐贤妃恨得不行，他就是仗着2个野种神器罢了。这话一出，高德妃故作害怕，贤妃妹妹慎言慎言啊，这话不可以再说了，这要传出去了，真要出事的。怕个屁，本来就是个野种，只有皇上才相信那是他的种。哼！徐贤妃恨恨地走了，高德妃嘴角挑起了一丝冷笑。蠢货，皇上不喜欢女色，那野种不管是不是皇上的，现在他都会认可他们。有这2个在，大臣们再想叫他选妃就不容易了。要动凤霞宫，也不能动这2只小。闪了闪眼神，高德妃吩咐道：“记住，刚才徐贤妃没过来本宫宫中，也没说什么。”众奴才瞬间明白，得令。等众人下去，宫嬷嬷上前：“主子，贵德宫后院也大，不如我们也开些出来，种些蔬菜。如今边关百姓缺衣少粮，若宫中人再节省些，皇帝心里肯定高兴。”这话一落，高德妃的双眼亮了。是啊，您是不是搞这些手段吸引皇帝吗？若是大家都在后院种菜，那这手段还新颖吗？就算这手段引不了皇帝，但高德妃认为至少不会让皇帝觉得凤霞宫独一无二。中与宫嬷嬷有同样想法的人很多，回到宫里，徐贤妃与刘贵嫔、李嫔等人，加上分位低的2个，都开始了这项活动。一瞬间，后宫开始了热火朝天的种菜。一时间，内务库前来要锄头田产的，要菜种子的，络绎不绝。秀玉听到了这件事后，十分气愤，回到宫里，她就朝宁仪针喷不平：“娘娘，这些人真是好笑！小公主种点菜给小兔子吃，他们也跟着学。”宁仪针听了却乐了：“你气什么啊？人家爱种就种呗，反正又不是说只许我们种，不许他们种，这是种菜的事吗？”秀玉要跳脚了，这些女人是在跟她的主子争宠。在秀玉心中，不管自家主子喜欢不喜欢皇帝，但皇帝必须喜欢自家主子，别的女人要抢就是不对。娘娘，您真大度。宁仪真知道秀玉是个护主的丫头，也没去指责她，只是说：“秀玉，我们做什么只是凭着本心在做，不是为了争宠在做。谁想学只管学。后宫女人这么多，她们也确实是太闲。若有一份事情让她们去做，你说她们是不是也少搞些事情？”行了，东施效颦的故事你不是听过吗？好吧，还是娘娘想的周全。秀玉跺跺脚跑了，她得去看看后院挖的怎么样了。凤霞宫必须第一个把萝卜白菜种下，第一个把萝卜白菜种出来，一定不让别的宫出了风头。这件事情很快也传到了燕凤阳的耳中。方德言听说皇后带动了大家在后院种菜，德公公立即上前：“皇上，是这样子的，小公主要种菜给她的小兔子吃，还养了几只小鸡仔呢。小公主说了，等小鸡长大了，生蛋给皇上您吃呢。”听到这话，燕凤阳的心中就柔软起来，原来是他的小女儿心里一心想着他这个父皇啊。后宫人干嘛，燕凤阳几乎不管，只要他们不做出有辱皇家之事。今晚摆驾凤霞宫晚膳。话一落，德公公脸上布满了微笑：“是，皇上摆驾凤，别嚷，就几步路，我们过去就行。”宁仪真听说了后宫的女人跟着自己种菜之事，她可没工夫理，所以也根本不知道皇帝突然过来。此时离晚饭还有一会儿，2只小正在下跳棋，她则坐在贵妃椅上看书。皇上驾到！燕凤阳到了门口，德公公才喊。一入皇帝眼的更是这眼前一幕岁月静好的画面。父皇！燕月是反应最快的那一个。德公公的声音一落，一个糯米团子就奔向了燕凤阳身边。小女儿奔来，燕凤阳弯腰抱起：“月儿想父皇了？”“想了，很想很想。”“父皇，你想月儿了吗？你昨天没来看月儿，是不是不想我了呀？”“当然想啊，不想能来。”燕凤阳心道。天知道他有多忙，昨天晚上与左相商讨那银楼与捐赠之事，他们弄到了大半夜，然后就在上书房歇下了。月儿想父皇了，那今晚父皇陪你和哥哥吃饭，好不好？燕一月大眼睛亮了：“好，母后，父皇陪我们吃饭了，给父皇做好吃的打。哥哥，你陪父皇下去，月儿跟娘亲做好吃的。”宁仪真一听，狗男人又来跟他抢女儿了。这时听到妹妹的声音，燕倚天也已经迎了出来。儿臣见过父皇。看看不远处的棋盘，燕凤阳好奇：“你们在玩什么？那个是什么东西？”回父皇的话，那个叫跳棋，是娘亲叫冷宫的叔叔帮做的。木头棋盘，5色木子，这东西好新鲜。如何下？燕倚天解释道：“很简单，对称走，谁先把所有的子跳到对方的地盘为胜利。”燕凤阳兴趣来了，来试试。父子俩坐下，一个说一个听，2人很快就凑成了一团。晚餐很简单，1盘土豆丝，一个红烧排骨，一个蘑菇炖鸡。
一个醋溜大白菜，一个青菜，一个茄香肉丝。看到这些，燕凤阳拧了拧眉，怎么就这么几个菜？第017章，皇帝给的奖励。听到这话，宁仪真看了看燕凤阳，旋即他一点也没有添油加醋，如实的回答了。高德妃说是皇上下的令，为了节省银子，后宫一律从简，所有的开支都缩减30%。这就是我们这几个人一餐的份额银子所置办的晚餐。因为不知道皇上要来，所以一时半会没办法多加菜，请您谅解。不过臣妾觉得也不少了，就几个人吃，能吃饱的。朝廷银楼之事还在筹备，现在国库银子确实太紧。高德妃定的那规格，燕凤阳也确实看了，虽然各宫的开支少了些，但也足够吃。如今国库空虚，大家只能节省了。只是凤霞宫这些还是太简单了，他的儿子女儿还在长身体呢，其余的宫中可没有人还在长身体的。但定这规矩是自己同意的，燕凤阳也不好去多说什么。方德言传令内库府，从明日起，皇后宫中的膳食用度从朕的膳食用度中扒一半过来，给公主与皇子。先帝在位时，每餐都是64样，而现在皇帝的配备是早餐8样点心，8样小菜，2样粥食与汤食，中午为16个主菜，2个汤，晚上则为8个主菜，1个汤。如再减一半，那得更简单了。可德公公没多说，皇帝说什么就是什么，因为皇帝是个以身作则的好皇帝。是，这边才应下，那边燕一月奶奶的声音响起：“父皇，不用了，这个菜真的已经很好的了。月儿在冷宫的时候，3天才吃一次肉肉的，可现在天天都有肉肉吃哦。您别生气了，肉肉归您吃，月儿可以吃土豆丝的。”听着这话，宁仪真脸皮生痛：“小丫头，你还真是会见真插针告状啊！你这个告状精！”果真，这话一出，燕凤阳心一紧，突然间他觉得香喷喷的饭菜难以下吞了。以前他是不是真的做错了？若不是太过于不关心这女人，是不是他早就发现了2个孩子的存在？早发现了他们，是不是他们就不会在冷宫中受这么多的苦？这是皇子皇孙，从小到大竟然连吃的都不足，怎么对得起他们的身份？你们手上不是有银子吗？为何不多买些好的吃？听到这，燕一月大眼闪闪，实实在在地回答了自己父皇的话。父皇，侍卫叔叔说，御膳房的公公不给双倍的价，不肯卖好菜给他。可月儿的银子不敢乱用，怕生病要买药呀。父皇您是不知道哟，有一回娘亲生病，花了好多银子才买来药，要不然她就死了。听到这些，燕凤阳心中是真的内疚了。他可以恨，但不能把仇恨转移。皇后，这次你带头做榜样做得很好，可想过要什么赏赐吗？赏赐？宁仪真心道，这大梁国穷得出屎，他司库中也不富裕，这一次怕是值钱的都拿出去了吧？但有赏赐，不要白不要。宁仪真想了想，若皇上允许，臣妾想出宫探亲。燕凤阳没想到宁仪真会想要这个，顿时一脸不相信的表情。只要出宫探亲？宁仪真微微点头，臣妾还有祖父母，还有亲父，想带2个孩子给他们看看。宁大人品级低，每天的早朝他排不上资格，所以到现在皇后归位快1个月了，他们还没见过面。燕凤阳闻言眯了眯眼，准。等西周筹粮之事结束，朕陪你们回去探亲。什么？他也去？宁仪真可不愿意燕凤阳跟去，到时候会非常的不自在，而且他还担心别人还以为他们多恩爱呢。不用了，皇上日理万机，国家百废待兴，这点小事哪能让皇上费心？臣妾只是想微服回府，就带上2孩子，加上2个丫头足够了。话是这么说，2个孩子可是大梁的希望。燕凤阳不同意了，这不安全，2孩子还小，朕得跟去。听到这话，宁仪真轻轻一笑，心道：这几年2孩子出宫，你哪次陪了？不一样的安全出去，安全回来吗？不安全的人只有你。只是这话不能说。宁仪真解释道：若无人知道我们出宫，哪有不安全之事？皇上自己也经常微服出宫，不是都挺安全的吗？您放心吧，既然带出去了，臣妾保证安安全全的把他们带回来。这一样吗？还有，若有皇帝亲自陪同探亲，不是很有脸面吗？皇后竟然不要他去。心情不知道为何不爽的燕凤阳一脸认真的问：皇后，你确定不用朕陪同？当然确定了，要你陪个屁。宁仪真仿佛没听出燕凤阳的不愉快，轻轻点头：我确定，若皇上不放心，可安排几个隐卫跟上就是了。不要就拉倒，这些天他可忙了，可不是天天闲着没事做。想到自己与皇后的合作关系，就算心里不爽，燕凤阳也不强求了。哪天回去？宁仪真想了想，这天越来越冷了，臣妾怕京城下雪，不如就明天。好，朕安排明天辰时中接你们出宫。谢皇上。哦，能出宫了，
能出宫了。最高兴的莫过于燕一月了。燕凤阳晚上还有批凑折，她一走，小丫头就立即欢呼起来。虽然昨天晚上才出宫去玩，可是晚上不好玩，白天京城才热闹啊。燕倚天虽然很沉稳，但当人的时间还是很短，依旧有着孩童的心性。哥哥带你去吃驴打滚。燕一月用力点点头，我还要吃糖葫芦。娘亲，到时候我要带乾坤与小绿出去玩。小绿与乾坤是灵鸟灵兽，在空间养着比较好，让人看到了以免出事。宁一真摇头拒绝了，那不行，乾坤与小绿若被人看到了，肯定得抢走的。月儿，难道你想让人把他们抢走吗？燕一月想了想，那还是留在宫中陪自己玩好了。万一被坏人抢了，乾坤与小绿就再也回不来了。娘亲，那我不带他们了。真乖。第018章高德妃主仆的美梦。皇帝的预算一半送去凤霞宫，高德妃很快就接到了旨意。娘娘，皇上也没有责怪您，您不必放在心上。见自家主子脸黑成了抹布，宫嬷嬷小心翼翼地劝说着，她担心这主子又失去理智。然而，嬷嬷，你觉得皇帝这不是在打本宫的脸吗？前几天才责备本宫，让本宫不要管多余的事，现在又把一半的开去送去凤霞宫，这是什么意思？皇帝的意思想说，克扣谁也不能克扣凤霞宫几人吗？皇帝可不就是这意思啊。宫嬷嬷心道，凤霞宫有皇上的2个子女，她自然是上心了。娘娘，母凭子贵，这是没办法的事啊。你也别太着急，夫人那边已经在寻找医生莫贤子了，只要找到了他老人家，一定能治皇帝身上的病。真的能吗？自皇后归位后，高德妃的心里就如鼓在锤，心里一点也不安静。她眼神眯了眯，嬷嬷，若寻不到药圣，就找一下绵山姥姥吧，这个人一定还在世。绵山姥姥是苗族女巫，据说看过百灵了，她养的蛊无人能解，找到她也不一定能请得动她，这人不是一点点银子能请得动的。宫嬷嬷心中一惊，娘娘，那可是会杀头的呀，万一到时候露馅，整个高家都会葬送的。您三思啊。高德妃当然知道巫蛊神鬼这物不能入宫，否则一被发现诛九族，可是舍不得孩子，怎么套得住狼？而且还是一头最厉害的狼王。嬷嬷，先打听吧，再说真要走到那一步，除非也是迫不得已了。这是危险，但万一成功了呢？凡事都有两面性，不拼一下，谁也不知道结果会如何。这话让宫嬷嬷心中安定了些。她很清楚那绵山姥姥的本事很大，或许主子成功了，那将来高家还。心情激动的宫嬷嬷点点头，好，奴婢让人给夫人去信，尽量帮您找到人。不过此人年过百龄，世间知道他行踪的人太少，您不能着急。急？他不急。高德妃想，他在这宫中有一辈子的时间，只要成功，他将冠宠6宫。眯起双眼，他眼中的狠戾乍现。皇上，别怪臣妾，都是您给逼的。您放心，臣妾一定不会颠覆大梁江山，我只要您的宠爱就行。这主仆两人说话很轻，但秋月还是从窃听器中捕捉到了不少信息。主子，这高德妃要铤而走险了。宁仪真闻言轻笑，既然他要作死，那就让他作死好了。找人放出绵山姥姥的消息，让他找到。主子见秋月急，他再次笑笑。秋月，绵山姥姥的中毒再厉害，可他能抵得过本宫手中的万古王？还有，绵山姥姥早就死了，世上没人知道而已。这高家很有钱呢，不如我们弄点钱来花花。这话一落，秋月的眼珠子瞬间就亮了。主子，你也太聪明了，属下自愧不如。呵呵，宁仪真心情非常好，有银子他就开心。高德妃不是想要皇帝吗？那就给他好了。男人要干什么？男人只会影响他赚钱的速度。这辈子，男人不在他的计划之内。等皇帝中了蛊之后，再让他做点让满朝文武都无法原谅的事，到时候把这阴谋一揭穿。心中有计划的宁仪真，此一刻他仿佛看到了燕凤阳那恨不得要杀人的表情。这男人对天下苍生，他还是很看重的。也别让他找得太快了，至少要等我们准备好了再说。不过这纵情蛊想养不容易，至少要养上2年才能见效。有个2年，他儿子也快6岁了。6岁登基并不是太小，对不对？仿佛太后宝座就在眼前。这天晚上宁仪真睡得非常的好，连梦也没做一个。次日天才亮他就醒了。今日回宁家探亲的事很秘密，除了凤霞宫中几个人知道外，就只有皇帝身边的人知道了。陈时中一家3口加上春花秋月，在德公公和几个暗卫的带领下化了妆，一行人静悄悄地出了宫。燕凤阳下早朝后，见是小园子侍候在一旁，顿时怔了一下，方得言走了多久了。小园子是德公公的大徒弟，可是个机灵人儿。回皇上的话，师傅他走了有半个时辰了，这一会应该到了王宫大街。到了京城最大的王宫大街，此时
宁仪真让德公公在这大街上停了马车。德公公，孩子们没见过这街面，本宫想让他们看看。你让人把马车赶到兴福街等我们吧。听闻他要带孩子逛，德公公有点担心的提醒：娘娘，这不安全吧？宁仪真笑笑，若无人透露，何人又知晓我是皇后，他们是皇子与公主呢？再说京城治安就有这么不好吗？也是，若无针对，并不会不安全。是。德公公招来一个引卫，把马车给了他，让他把马车驾去指定的地方，然后他亲自陪同母子三人逛起了街。娘亲，这里好多人啊，好热闹啊！小一月仿佛一脸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冲着大街就嚷了起来。其实这一会大街上人还不算多，毕竟还算是早晨。宁仪真牵着他的小手，前面人更多，还有许多卖吃食的铺面，一会娘亲给你们买好吃的。太好了，哥哥，我好喜欢这大街啊！燕倚天也喜欢。他本是天空飞翔的雄鹰，变成人后只能困于那小小的后宫。他要长大，他要好好学本领，到时候娘亲与妹妹想出宫就出宫。我也喜欢。兄妹俩一会惊叫，一会惊奇，一边的德公公看得还有点心酸，说是这是天之骄子，可他们却从小生活在冷宫，吃穿用度比之普通百姓都不如。小主子，老奴带你们去那边，那边有好多食铺与杂物店，有好吃的，也有好玩的。燕一月立即装出一脸兴奋，从未出来过的样子叫了起来：娘亲，我要去，我要去看！小丫头，你可真是一只小戏精。宁一真含笑点头：去吧，一起去。第019章再世回宁府。一路吃，一路逛，仿佛寻常人家的母子，等到达宁府时已近午时了。德公公，你们就不要进去了，省得惊动太多的人。这10两银子，你带着兄弟们去吃点午饭，2个时辰后来接我们。德公公一脸的不放心：娘娘，这样真的行吗？宁一真笑笑：没有什么不行的，让引卫兄弟分批守着宁府就好了。本宫的父亲老实本分，没什么仇家，你放心吧。好吧，宁大人确实是老实本分之人，若非如此，当年宁家不可能不受牵连。老奴遵命。等德公公带人退下，宁仪真才示意：春花，叫门吧。是。宁府。听闻大女儿带着孩子回来省亲，今日衙门正好木修在家的宁致远是真的呆了。宁夫人倒是镇定的：老爷别发呆，赶紧接人。对，接人接人。宁致远心中有点乱，就算女儿在宫中并不得宠，可她是真正的皇后。快走！夫妻俩赶到门口，宁仪真已经牵着2只小进了宁家大门。看到才40岁就已白发的父亲，宁仪真的鼻子突然就酸了。见到他，仿若隔世。不孝女儿，真儿见过父亲，见过二娘。臣叩见皇后娘娘。皇子，不管身居何位，眼前这一位是给予自己生命的人，怎么可以让负贵女呢？见到要行礼的爹爹与继母，没等他们跪下，宁仪真先扶住了2人。爹、二娘，一家人不必行大礼。天儿、月儿，快见过你们的外祖父、外祖母。燕倚天与燕一月立即乖乖上前，恭敬有礼的弯腰。天儿见过外祖父、外祖母，月儿见过外祖父、外祖母。这一番见礼，直接把宁致远与林青娘给吓呆了。皇后娘娘这是认他们了？她这是认他们这对父母了吗？特别是林青娘不敢相信，自己明明是宁致远明媒正娶的续妻，可这个妓女10几年来从来没有正眼看过她，更不用说叫自己了。可现在她呼她为二娘，皇子与公主叫她外祖母了。爹娘，小皇子与公主给你们见礼了，你们别发呆了。宁致远被二女儿宁一烟一提醒，立即回过神来了。好，你们乖，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亲娘，赶紧让厨房准备酒席。只是太激动，显得又语无伦次了。知道了，妾身就去，妾身就去。林青娘抹去翻滚的眼泪，忙不迭的应了。宁一真理解2人的心情，毕竟上辈子她从来没有认过他们，更没有叫过他们一声父亲、二娘。当时她不懂事，再者舅舅不让她认，生母是舅舅唯一的妹妹，孙家唯一的女儿却看上了一个小门小户的宁致远，这让状元舅舅很不高兴。看上了没办法，只能为爱而成全。宁一真知道舅舅恨自己父亲，那是因为他违背诺言，一生只娶一个。当时宁一真也怪他，既然承诺了，为何做不到？只是现在不怪了，毕竟父亲在娶时，他的生母己去世了3年，唯一的女儿养在岳父家，且不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事，一个年仅20出头的男人，他怎么可能不再娶？更难得的是，他出嫁之时，父亲不仅把娘亲所有的嫁妆送上，还另外给了一份当爹的心意。爹是好的，二娘也是好的，自己的亲人并不多，这辈子宁仪真不想再失去。很快茶水上来，宁老爷子与宁老夫人听闻长孙女回来了，忙不迭的过来见礼。
宁致远兄弟3个，他虽然是最小的一个，但因为他入朝为官，所以父母就跟着他住。不过2位兄长也就住在隔壁，还共用一个后花园。2个老的要见礼，宁一真立即阻拦了，并让2只小公公静静行了晚辈礼。这儿，你总算苦尽甘来了，孩子。宁老夫人双眼通红，虽然她不止一个孙女，可这却是她的长孙女。祖母不哭，孙女回来了，以后会常来看你们的。孙女儿可是皇后啊，怎么能让她时时出来看他们呢？宁老夫人连连摆手，不用不用，你出宫可不易，想家了祖母进宫去看你们。男人进宫很难，外男不进后宫，除非是太后的亲人。所以宁仪真从冷宫出来这么久，宁致远的官又小，父女一直没见过面。祖母，那到时候就辛苦您了。话一落，宁老夫人又哭又笑，不辛苦不辛苦，只要你不嫌弃祖母老了，人啰嗦了就行。怎么会？宁仪真拉着老人家的手道，祖母，侄儿年轻时不懂事，以前的事您别计较，以后侄儿会孝敬你们的。这话一落，宁老夫人大急，不敢不敢。可这却是宁仪真的真心话，祖母，侄儿是您的孙女，不可以太客气了，要不然我回来也会不自在。好好，宁老夫人真哭了，她这个2岁就被孙家抢走的长孙女终于回来了。说了好一会话，宁仪真给家中每人都送上了礼物。见2孩子坐不住了，她看着自己2个妹妹一个弟弟，一脸温和的笑了笑。嫣儿、敏儿、修儿，大姐好久没回来，你们陪我们母子3个府中转转如何？大姨、小姨、小舅舅，娘亲说后院有柚子树，是真的吗？我想去看呢。燕一月又乖巧又奶萌，宁家3姐弟真是喜欢的不行。宁一敏12岁，性子极好。听了燕一月的话，她立即回答：有的有的，个头很大，我带你们去看。宁家虽然不是什么大世家，可也是京城土著，世代居住在这里。而如今宁致远也已经是官至工部正4品侍郎。宁仪真知道自己爹爹是个有才的人，但一直被自己舅舅打压，所以升得很慢。可也因祸得福，因孙家与宁家几乎断了来往，所以当年宁家没受到孙家的牵连。宁家占地并不小，兄弟3个相邻，每人都是一个2进深的院子，共用一个后院。宁一鸣与宁敏修带着2只小象了前，春花、秋月跟了上去，宁一烟陪着宁一真慢慢往后院走。第0120章姐妹聊天。姐妹相处的日子实在少，以前的宁一真1年就回来一次见祖父母，所以宁一烟很拘束。宁一真知道这个妹妹是个很好的姑娘，性格温柔，相貌秀丽，上辈子她嫁回了林家，但是她的夫君不好，那个男人宠妾灭妻，妹妹过得一点都不好。这辈子她回来了，她的亲人谁也不许欺负。嫣儿今年15了吧？宁一烟没想到自己长姐会问这个，顿时怔了一下才回答：是的，长姐。定亲了吗？宁一烟小脸更红了。我的生日在年关，母亲说等吉吉了再给相看人家。宁一真继续问：可有自己喜欢的人？年少爱慕，就是有，也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这话一落，宁一烟脸红成了茄子。她慌忙答道：没有，有，一儿不敢。母亲，林家也算是官宦之家，而且林家还有一个女儿嫁进了安郡王府当次子媳，林亲娘也是大家闺秀出身，只是曾经守过望门寡，所以才嫁入宁家当续弦。见妹妹吓成这样，宁一真顿时笑了。你还小，确实不必太早。我们姐妹也就4个，以后你和敏儿、修儿的亲事交给我好了，我一定替你们找一个良人。长姐，宁一烟被吓呆了，姐姐可是皇后娘娘呢，她给他们相看亲事，怎么不愿意？宁一真笑问。长姐变了好多，曾经的长姐虽然没有欺负过他们，可是一直都是高高在上的表情，也不会与他们说话。可现在的长姐，宁一烟急了，不，长姐，有您帮忙，是妹妹与弟弟的福气。宁一真笑了，你们愿意就好，能做姐妹有今生无来世，在冷宫4年，我想明白了这个道理。说到冷宫，宁一烟的眼眶红了。长姐，在冷宫您一定过得很苦吧？那年的事，爹爹头发白了好多，他去找了左相大人帮忙，但是没能入得了宫去看您。这事宁一真知道，只是自己上辈子被舅舅洗了脑，所以他出冷宫后并没有与宁家有来往。虽然被舅舅误导过，但舅舅把她当亲生女一样养大，所以宁一真并不恨她。我不怪父亲，当时那情况怎么可能入得了宫？现在好了，我会把皇后之位坐得稳稳的，将来我一定会让家人想进宫就进宫。听到这话，宁一烟有点难过，进宫哪有这么容易啊？姐姐要达成这个愿望，恐怕并不会很容易。好在她是个活泼的性子，很快就收拾了自己的心情，不说出让自己长姐难过的话。长姐，皇上对您还好吗？听了自己妹妹的话，宁一真轻笑一下：一儿，皇上是大家的，自然不可能对某一个人好。
我与皇上不是寻常百姓家的夫妻，所以不能用寻常百姓家的标准来衡量。只要我的皇后位坐得稳，那就是好的，对不？应该是对的吧？他的长姐可是前丞相养大的呢，他那么的聪明，怎么会说的不对呢？宁一嫣抿抿小嘴，不好意思地说：“长姐，我不懂这些，您别见笑。这个妹妹还是很可爱的，上辈子有姐妹缘分，却没有好好的做姐妹，老天重给了机会，自然要珍惜。”宁一真拍了拍自己妹妹的手：“没事的，你还小，以后长大了就懂了。”两人正说着话，突然传来孩子哭声：“哇哇哇，哇哇哇！”宁一真心中一惊，怎么了？谁在哭？听到这哭声，宁一嫣也脸色一变，是大伯家的宁海，大堂哥的儿子，大堂哥宁立勋的儿子。宁一真想起了上辈子自己入宫前，大堂嫂都快生了，这就是他当年肚子里那个吧？如今要7、8岁了。两人迅速的跑了过去，只是一个胖墩正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宁一敏与宁敏修把2只小紧紧的护在身后。此时，一个姑娘正指着2只小在破口大骂：“你们仗势欺人是吧？这里可是宁家，你们是哪里来的野东西，竟然敢欺负主人，真以为宁家好欺负是不是？”宁一真回府本就低调，一身便服不说，而且只带春花秋月2个丫头，所以这宁家人并不知道他回府了。宁一嫣一见皇子与公主被人骂成野孩子，立即奔了过去，大喝一声：“大胆！秦香，你一个丫头竟然以下犯上，这是不想活了是吗？还不赶紧给公子、小小姐赔礼！”哪知这话才落下，哟，怡儿妹妹今日这威风从哪来的？莫不是这位贵客给的吧？说话间，从花坛后走出来一个姑娘，只见她年纪15、16岁，容貌秀丽，神情骄傲。此人正是宁家大伯宁至清的女儿宁静茹。可话才说完，宁静茹突然认出了宁仪真，吓得她一抖。天哪，她这是看见了鬼吗？她怎么回来了？如儿见过皇后娘娘。宁海冒犯皇子与公主，请您原谅她这一回，求求您看在她姓宁的份上，饶她一回，饶她一回。她一跪，那丫头也立即去拉宁海跪。可宁海是个宠坏的孩子，我不跪，是他们爬我家的树，还打我。秦香，你去给我打死那个死丫头！宁静茹一听真吓死了。虽然这位才从冷宫出来不久，可那2个却是皇子与公主，这被宠坏的蠢侄子竟然敢说要打死公主去！混账东西，公主岂是你想打杀的？还不跪下求情？你想死了是吗？快跪下！宁静茹一巴掌打在宁海脸上，他哇的一声哭得更响了。你敢打我？你敢打我？我告诉祖母去！这是怎么了？就在这时，随着声音从宁家大房园拱门洞口出来一个年轻男子。只见他一身白衣，面容清秀。见到此人，宁一真拧了拧眉，问自己妹妹道：“这是何人？大伯家的亲戚吗？”而莫等宁一言开口，来人看到地上跪着的宁静茹主仆，口气就不太好了：“三姑娘，你仗着家世总欺负人，这合适吗？好歹你们也是亲亲的堂姐妹，就算你爹是当官的，也不带这样欺负人吧？第012章不发威不行。这什么人啊？是非不分就指责人。”见自己妹妹眼睛红了，宁一真心中一跳，妹妹对这人，难不成自己妹妹对这人有意思？而这人明显的讨厌他的妹妹，他的妹妹竟然有人敢厌恶，天黑了吗？顿时宁一真双眼一冷，开了口：“怡儿，这位公子是何人？长姐怎么不知道宁家有一个这样的外人？”看到宁一真时，宁静茹快给吓死了。如今自家表哥的话一出，她更是快吓尿了。莫等自己堂妹开口，她抢着先开了口：“堂姐，这是我舅舅家的表哥，我舅舅的儿子。表哥，赶紧见过皇后娘娘。”什么？男子一听，心中一惊，这就是宁家那位曾经被废又东山再起的皇后，不是说与宁家关系很差，很少来往吗？扑通一声，穆修远跪在地上：“草民穆修远磕见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千岁千千岁。刚才草民不知道是皇后娘娘驾到，罪该万死。”穆修远是举人身份，见官可以不跪，但见到皇后他不敢不跪。呵呵，原来这个人就是穆修远。宁仪真知道穆修远，上辈子这个人中了进士，通过他那老师爹走关系留了京。此人是个非常善于钻营的人。他先娶了宁静茹这表妹，可不过5年，他以自己表妹无出提出了和离。和离没多久，他就娶了德妃高家那个嫁了几家的庶妹高丽。宁静茹和离之后再嫁，遇到一个名医，才知道自己的表哥娶自己只是当垫脚石，并不是她不会生，而是她婆婆长期给她熏衣服，熏香中有一种草会引起不孕。可那时穆修远的翅膀已硬，宁家对他已经构不成威胁了。不过这一切都不关自己什么事，这个堂妹包括自己的伯母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宁仪真一脸清冷的开了口：“
确实是罪该万死。身为读书人，不问是非曲直，开口就冤枉人。你的书就是这么读的？就你这种糊涂人，将来若当了官，还能替天下百姓伸冤吗？话落，穆修远浑身一抖，不停地磕头。草民错了，以后一定不敢了，求皇后娘娘宽恕。宁静茹这下真吓坏了，她不傻，她懂得这话的含义。若今天这皇姐不原谅她的表哥，那她表哥的仕途就全完了。寒窗10载，不要说多苦，现在整个穆家和半个宁家都盼望着自己表哥有出息。宁静茹也跟着磕头，堂姐，都怪我，都是因为我表哥才胡言乱语，求求您饶了他一回，以后他绝对不敢了。表哥苦读10年书，为的就是替朝廷出力，看在我们是堂姐妹的份上，求您饶了他这一次。如儿向您保证，以后他真的不会这样子的。可怜的姑娘，这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心里眼里都只有这个表哥呢。若自己不饶了穆修远，宁静茹怕是一辈子心里都会恨自己吗？当然，宁仪真并不在乎这个堂妹恨不恨，可他们还共同有一对祖父母，到时候自己不饶了这姓穆的，他找上爷爷奶奶会很烦人。既然宁静茹非要往死路上走，宁仪真决定成全她的痴心，只有一次，否则绝对不饶。本宫以后会好好的关注你，只要不断他的仕途，这一回穆修远什么也顾不得了。谢谢，谢谢皇后娘娘，草民发誓永远不当个糊涂人，否则不得好死。民女谢谢皇后娘娘，谢谢您饶了表哥。两人不停的磕头，额头都红了。宁仪真没再看他们一眼，把这个丫头拖出去掌嘴20下。彩琴脸色煞白，可她不敢求饶。秋月立即应了。等人手下去后，宁仪真看了地上两人一眼，退下吧。这话一出，地上的两人如释负重。谢皇后娘娘，草民告退。曾经的宁仪真在宁家就是高高在上的存在，现在的她更是非常人可比。两人吓得大气都不敢喘，静悄悄地退下了。回到自己家里时，就见自己娘亲拉着小侄子，怒气冲冲地往后面来。宁静茹急急地一把拦住她：“娘，别去，是宁仪真回来了。”“什么？那丫头回来了？”听到这消息，穆氏心中一跳，怎么没声没息地回来了？不是说重新当了皇后吗？心中带着委屈的宁静茹撅着嘴：“我哪知道她怎么会无声无息地回来？皇后之位她是肯定坐上了，刚才的她可是很威风呢。至于为什么悄无声息地回来，那就不知道了。”穆氏眼皮一挑，看来并不受宠，要不然不可能这样回来。虽然如此，但皇后就是皇后，惹恼了她，自己家里人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聪明的穆氏立即转身回去，可宁海不肯，他不懂什么皇后不皇后的，只知道自己刚才没搞赢。奶奶，那两个野东西抢我的柚子，还推我，你去打他们呀！穆氏可不傻，这话一出，他立即一把捂住了自己孙子的嘴。我的祖宗爱，那两个人奶奶可不敢得罪，得罪了他们，我们会掉脑袋的。宁海才6岁，不懂这个。为什么？奶奶，他们很厉害吗？穆氏点头，当然厉害了，暂时大梁国的小孩子，他们两个最厉害了。你要惹了他们，他爹一声令下，我们全家都会被砍头的，你不怕吗？当然怕呀。宁海毕竟才6岁多，生性也是个无厘横，他除了会告状外，就是个胆小鬼。终于他不闹着要去了。一家人急忙回了家，穆氏对着于管家道：“去，赶紧去把老爷找回来，就说家里来贵客了。”管家转身就跑了。宁静茹拧拧食指问：“娘，你是让爹回来见堂姐吗？”穆氏双眼沉沉，他本事挺大，被废了竟然还能重新归位，这人不简单。还有，皇帝现在除了他一对儿女外，并无一儿半女。若将来还是如此，那将来他更不得了。而你爹是他亲亲的大伯父，那娘的意思是？穆氏双眼沉静，自然是认亲啊，这可是宁家的亲侄女呢。第012章一家亲。宁仪真可没想到自己这大伯母在打他的主意。而此时后院的柚子树上，燕一月爬到了最高处。娘亲，这个好大哦！宁仪烟见他爬那么高，顿时快吓死了。弟弟，你怎么能让公主爬那么高？宁敏修真是冤枉，他根本跑不过这个才4岁的外甥女，好不好？二姐，我根本抓不住她，小公主比猴子还快。看着自己小弟这一脸急促又无奈的脸，噗的一声，宁仪真乐了。小弟，你别管他，自从会走路开始，他就会爬树。冷宫后面我也种了几棵果子树，没一棵他没爬过，随他。天哪，长姐心真大，1、2岁就会爬树的人，这世界恐怕也只有这个小公主吧。宁仪烟摇头感叹：“长姐，你不担心公主掉下来吗？”宁仪真笑笑：“掉不下来。嫣儿、敏儿、小弟，他们是你们的外甥和外甥女，以后就叫天儿、月儿好了。叫小名，姐妹3个可不敢。”宁仪烟摇摆头：“长姐，规矩不可无，我们不敢。”好吧，
再强求也没用，弟弟妹妹都被二娘教得不错。宁姨真不强求了。树上的兄妹俩像两只小猴子爬来爬去，其实是一个在爬，一个在保护。终于玩累了，一人扔了2只黄澄澄的柚子下来，这才滑下树。娘亲，我发现那边有只兔子。有兔子？自家弟弟已10岁，肯定不可能养兔子。宁姨真非常不喜欢穆氏这个大伯母，不想与他扯上任何关系，所以她牵上女儿的手，别去追了，那是别人的。过几天夏蝉姑姑会给你送2只鹦鹉过来，让他们与小绿作伴。回宫后，娘亲去把冷宫后院的兔子全部给你拿过来，到时候你天天玩行不？燕一月很皮，很聪明，但非常的识时务。该皮时他就知皮猴子，乖起来时萌哒哒。娘亲真好，我喜欢你。噗！宁姨真乐了，马屁精。走吧，外祖母给你们做了好吃的，我们赶紧回去吧。果然，菜已上桌。等他们一行人从后院进来时，宁老太爷、老夫人、宁大人已经在厅子里等着。阿太、太爷、外祖父，我们回来了。永远欢乐的燕一月像只燕子似的飞奔过去，顿时喜欢的宁老夫人笑眯了眼。好好好，回来了好，回来了好。这儿赶紧洗洗，准备吃饭。桌上时热巴冷，非常丰富，并无他人，就一家子人。上辈子宁一真因常年在外学艺，就缺少这个热闹的家庭氛围。人就是这样，缺什么就稀罕什么。虽然这饭菜的规格比不上宫中宴席，但这里不是冰冷的皇宫，这里有他最亲的人。宁一真心暖暖的。好，月儿、天儿，洗手换衣。2只小太脏了，在树丛里钻来钻去，一身都是灰。春花秋月已经把2个的衣服拿出来了，宁一敏先跑回来，早就吩咐下人打好了热水。一番整理，2只小恢复原貌。月儿、天儿，阿太和太爷喂你们吃饭。燕一月立即摇头，阿太不用搭，月儿很早就会自己吃饭的。哥哥也会哦。宁老夫人非常惊讶，这儿他们会自己吃饭？是不是这几年你们在冷宫过得太苦？秀玉与江嬷嬷没跟你去冷宫吗？宁一真立即解释，跟了，好在他们跟着，要不是有他们的忠心，这儿怕是没命来见你们了。祖母，在冷宫我们过得并不差，我只是培养他们自己动手的能力。不管是什么身份，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一辈子都平平安安生活在蜜罐里，让他们学会自己动手，不管环境有多艰苦，他们都能有生存的能力。虽然那孙家人很可恶，可他们真的把孙女教得很好。若不是他们教得好，这几年孙女在冷宫怕是真的活不下去了。宁家是小，连入宫的资格都没有啊。宁老夫人眼眶红了，宁老太爷与宁大人心里也不好受。作为家人，他们没能力照顾孩子，是他们的悲哀。祖父、祖母、爹，你们不要难过，人不磨练就长不大。经过这几年的冷宫生活，珍儿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珍儿有自保的能力，你们也不必担心。以后你们若是想我和孩子了，就递牌子来，我宣你们入宫。宁老夫人听得心头酸痛。好，我们会的，一定多来看看你们。这边准备开饭，突然有人来了。爹娘、三弟，听闻皇后娘娘回来了，是真的吗？门口穆氏急急走了进来。大伯娘看到厅中桌上的宁仪珍，穆氏心里真吃了一惊。天啊，不是被打入冷宫几年吗？怎么还有这天人之姿？自家男人也不知道死哪去了，穆氏只能自己来。他不想错过这攀亲的机会。民妇见过皇后娘娘，见过皇子殿下、公主殿下，自己的祖父母、爹娘可以不跪，但该有的规矩还是得有。宁仪珍淡淡的吩咐：春花、秋月，这位是本宫的大伯母，扶她起来吧。是。虽然穆氏心里骂宁仪珍拿架子，可她却不敢放肆。谢皇后娘娘。大伯娘吃过中饭了吗？穆氏立即说：没有，刚刚听到如儿说您回来了，这部民妇就立即过来了。皇后娘娘，您还好吗？多谢挂念，本宫挺好的，既然没吃，那就坐下一起吃吧。穆氏可是过来涮存在感的，既然叫了他坐下，自然也就顺势而为了。谢谢娘娘，那民妇恭敬就不如从命了。弟妹，你这菜食还真丰富。皇后娘娘难得回来一趟，晚上就在我那边接餐吧。不想与穆氏多来往，宁仪珍拒绝了。不必了，今日本宫是微服出宫，一会就得回宫，多谢了。啊，就要走？难道真的如民间所传，这皇后虽然重新封后了，但并不受宠？穆氏试探着问：娘娘，您难得出一次宫，不在家歇息2日？第0123章宁家大房的综合分析。宁仪珍从来就没想过在娘家住，俩孩子住在这里，她担心不安全。不了，皇上不放心公主与皇子，说好了今日得回宫的，以后有机会的。什么叫皇上不放心公主与皇子？明明就是皇帝不喜欢她，不希望她在娘家住罢了。
心中自以为有数的穆氏一脸假笑：“那行，那行，以后多回来，让民妇尽点心意。”吃了饭，见两只小要睡觉，穆氏立即回去了。小姑怎么样？穆氏的大嫂，也就是穆修远的亲娘刘氏，一见穆氏进了门，她立即走了过来。穆氏摇头，和以前一样，架子大得很，竟然让我跪了。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回来，看样子在宫里确实不怎么受宠。真的不受宠吗？刘氏眯了眯眼，会不会是小姑想把她自己的女儿嫁给她儿子，故意这么说的？远儿，你说会不会是你姑姑故意这样说的？她想把静茹嫁给你。穆家在离京城有200里远的小城镇，为了到京城的书院读书，这几年穆修远一直住在宁家。他喜欢宁静茹，因为这个表妹总是对他一脸崇拜。而宁一烟虽然也喜欢自己，却总是让他觉得他老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当然，这是他自己所想。寄人篱下之人，总是有无限的自卑。穆家孤儿寡母，却心高气傲，所以穆修远心底非常享受宁静茹的追捧。娘亲，我与你说了，我不喜欢那宁三姑娘，更不想去舔宁家三叔的屁股，你别再想这事了。刘氏很恼儿子不懂事，若能找一个大的靠山，跪求又何妨？若将来有了成就，谁还敢看不起他？这个姑姑吗？你懂什么？远儿，朝中无人难做官，我们母子孤苦无依，你若没有靠山，怎么可能爬得上去？依我看，这皇后娘娘虽然不受宠，但是对娘家还是不错的，她都亲自回来探亲了。若你娶了宁三姑娘，将来她还不看在自己亲妹的份上提携你。其实穆修远也懂，只不过那份骄傲不允许他低头。娘，人家看不上我这身份的，您就别多想了，行不行？姑姑一家对我们也很好，吃的用的都一直没让我们上交过，有的时候钱更重要。他儿子怎么了？怎么这样看清自己？刘氏觉得自己儿子年纪轻轻，可已经就是举人老爷了。等明年3月春闱之后，那可就是妥妥的进士老爷。一般的年轻人哪来的他儿子这么优秀？再者，当了官还怕没钱吗？刘氏不死心，这事你别管，让娘来操办。我就不相信那三姑娘还能看不上你。有地位不怕没钱，可光有钱买不来地位。只不过你得摆正姿态，别再与你静茹表妹搅在一块。听了这话，穆修远急了：娘，我喜欢茹表妹。穆氏一听这话，顿时就恼了：等你当了大官，什么样的美人没有？你表妹虽然有3分相貌，可她连皇后娘娘的10成1都没有，谁能与皇后娘娘相比？只不过穆修远没再说什么，自己娘亲也是为自己好，确实是世上美人很多。这对母子打算得很好，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这番话让人全听去了。小姐怎么办？湘琴为自家小姐不平，这几年他家小姐对表少爷不要太好了，可他们却见利忘义。宁静茹脸色铁青，她也没想到自己舅母与表哥竟然是这样的人。他们休想，利用完了就想把我抛开，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小姐，那你想怎么样？宁静茹双眼眯了起来，我去找娘去，她一定会有办法的，表哥只能娶我。宁仪真带着孩子回到宫里，终于有人知道他们出了宫。谢太后一脸漆黑，蒋嬷嬷在一边嘀咕：太后娘娘，这样下去，皇上怕是要被勾引过去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梁王的身体见好了，马上又要成亲了，这孩子真的不能留啊。听到这建议，谢太后一脸沉思，小儿子还没成亲，将来会不会有儿子还不知道，毕竟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如今皇上才有一个儿子，边关也才稳定下来，国库空虚，真的经不起折腾。想了想，他还是拒绝了这个主意。不行，要除只能除了那女人，孩子不能除。蒋嬷嬷恨的也是宁仪真，可她比太后更狠。她认为斩草就必须除根，眼见主子不听自己提议，她也没了办法。可她不出宫，下毒现在又下不了，想除掉她一个人真的太难了。谢太后眯了眯眼，找机会吧，让人盯着凤霞宫，只要他们母子几个出门，就立即通知镇国公府的人动手。是，看来太后还是下不了狠心啊。蒋嬷嬷心一阵遗憾，梁王爷，不是老奴不帮你，而是太后想的太多了。宫中的人都在防着、恨着、嫉妒着凤霞宫母子3人，可宁仪真却懒得理他们，她忙她的，别人怎么想那是别人的事。进门没多一会，12与14姐妹俩就跑来了。皇嫂，皇嫂，你快看看我们做的怎么样？姐妹俩一人做成了2件首饰，很明显12公主心细手巧些，她做的东西更完美。不错不错，14你这个有几个地方得再精细些，这样就更精致了。14公主一看宁仪真所指之处，顿时小脸红了，以后我会认真的。宁仪真笑笑，那就好，若是都能像12做的这样精细，我多拿些材料给你们。做一只20两银子的手工费，要不要做？什么？做一只这样的钗子有20两银子可拿？
虽然贵为公主也不是那么穷，可是宫中的定力也是有限制的，并不是随他们想用就用。顿时14的大眼睛更圆了。皇嫂，您说真的？宁仪真看了他一眼。我什么时候与你说过假话了？不是这样子的，我是太兴奋了。皇嫂，14想做。宁仪真干净利索回应道：行，你好好练手，等做的你12姐这么好，就能赚钱了。哎，第0124章探望娘家归来之后，14公主整个小脸都亮了。在宫中真的好无聊，虽然姐妹们多，可是关系一点都不亲近。有个这么好的皇嫂，真好呀。见姐妹俩不肯走，宁仪真让人端上一些进食斋的点心上来，还泡了一杯八宝茶。可14一看这茶却道：皇嫂，我想喝那天的奶茶，可以吗？宁仪真笑了一下，当然可以。这么喜欢喝，我教你们做好了。小安子去御膳房要点牛奶过来。李安立即跑了。14开心的不行，皇嫂你真好，我好喜欢你。14公主，你可不能喜欢皇后娘娘，要不然有人要吃醋了。安美人笑盈盈的进来了，一进来就打趣。14公主小嘴一揪，安美人谁敢吃醋呀？叫她来啊，我还怕她不成？安美人不敢胡说八道，我呀，妾吃醋？皇后娘娘是妾身的偶像，只许我喜欢才行。接触几次，宁仪真已经知道安美人是强行要抱自己这条大粗腿了。多个同盟总比多个对手好。行了，可别让奴才们笑话。既然小14喜欢喝奶茶，那本宫就把做法都教给你们，想喝自己做。14更开心了，谢谢皇嫂，你太好了，我一定好好学。李安很快提来了牛奶，宫中有一块地养着马与牛，奶牛是西里国送的礼物，虽然大梁人不爱喝，但也有人会喝，所以一直养着。做奶茶要先煮稀米，宁仪真亲自操作，你们要记住，稀米要先泡，然后加糖煮。一边煮珍珠时一边炒茶，茶叶必须是上好的红茶，加糖炒香，倒入牛奶，再煮上半刻钟，最后加入煮好的珍珠，一杯珍珠奶茶就做好了。有桃子、苹果、梨的季节，也可以不用珍珠，做成水果奶茶。天哪，这么好喝的东西就这么简单的做出来的？14公主一脸崇拜的看着宁仪真，皇嫂，你一定不是凡人，一定是天上的仙女儿下凡。噗！14公主的表情把宁仪真惹笑了。好在你没有说我是一只鬼。这话一落，14公主小脸一扭，哼，鬼有你善良，有你这么好吗？皇嫂就是天上的仙女。12姐，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对，12公主也这么认为。虽然有说人皇嫂是奸相带大的，说她非常坏，可现在她可以肯定，皇嫂是天底下最好的嫂嫂。亲眼看着做出了奶茶，大家坐在一起高高兴兴喝茶吃瓜子儿。14与小月儿更是边吃边玩起了花绳游戏。同时，这对姐妹俩进了凤霞宫的消息也很快就传遍了后宫。这姓宁的倒挺会勾结人的。贺太妃的娘家现在可是皇上的重臣，她这是想通过这对姐妹巴结上呢。贤妃姐姐，你相貌、才艺都是宫中第一，你就不知道想想办法吗？刘贵嫔心里酸的不行，人家有儿有女不说，还有人去巴结，可她呢？皇帝不来不说，娘家人还怪她没有本事吸引皇上过来。她确实是没本事，可这后宫谁又有这本事？以前李嫔与安美人宫中皇帝倒也偶尔会去，可自从皇上从边关回来后，他去了哪个宫中？此时他与徐贤妃在说着话，听到这消息，立即绷不住了，挑出了这一大段是非。可他不知道的是，徐贤妃根本不想提到凤霞宫，因为只要一提到那里，他的心里就忍不住冒火。刘妹妹，本宫再出色也没有皇后那本事啊！人家不仅会生，而且还有本事，本宫可没她厉害。反正一直也不得皇帝喜欢，无所谓了。只是李嫔妹妹，你不难受吗？以前皇帝最宠你与安美人了，可现在连脚都不到你宫里了呢，哪能不难受？李嫔又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肚子，怎么就这么没用呢？以前皇帝来宫里也不止1、2次啊，可人家一次就怀上，他怎么就怀不上？真以为自己与皇帝嗨过的李嫔心里极不得劲儿。徐贤妃的话一落，她咬了咬嘴唇，怪不了别人，要怪就怪妹妹，我没这本事。皇上来了，我宫里那么多次，若本宫也能替皇上生下一儿半女，肯定皇帝也不会嫌弃我。可是我硬是没想动。这话一出，徐贤妃与刘贵嫔突然更不得劲了。他们是想拨条李嫔与皇后斗，但是人家至少与皇帝那个啥了，可他们呢，连皇帝的身都进不得。各宫中对凤霞宫那是一个羡慕嫉妒恨，而宁仪真却躺成了一条咸鱼，没有对手也好寂寞。送走了12与14，宁仪真决定去研发一下武器。大梁不是大国，想永保太平，靠什么？靠军事力量。有镇压各国的致命武器，谁还敢来犯？可是他不没来得及进空间，皇帝身边的小园子公公到了。
奴才见过皇后娘娘，刚从娘家回来，宁仪真心情还不错。平身。小园子，你来有何事？小园子恭敬的道：回皇后娘娘的话，奴才奉命给娘娘送青蟹过来，这是江南刚送到的阳湖青蟹。江南有河鲜，尤其多蟹，而蟹又以阳湖青蟹最出名。宁仪真特别喜欢吃蟹，两只小也喜欢吃蟹黄包。抬进来。是。小园子下去一会，就见2个太监抬着一个大筐子进来了，满满的一筐蟹，一只只手掌大，估摸在3两以上，每一只都用草绳绑好。宁仪真翻了翻，发现全是母蟹，好东西。李安，抬去厨房交给江嬷嬷，1份清蒸，1份葱油爆香。李安立即答应：是。有蟹吃了，有蟹吃了。哥哥，我们去叫父皇来吃螃蟹的。燕一月看到一大筐的青蟹，果然兴奋了。燕以天也知道这是好东西，京城这里养不了蟹，这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的。这个父皇目前还算不错，就给他吃点好了。看着这兄妹俩，宁仪真头很痛，这2只小事不把他与那男人拉在一起，就不罢休了吗？第0125章，这才是吃蟹的高手。宁仪真可不会因为这一点小事而感动。如今的他心是坚硬的，可孩子非去不可，他也不去阻止他们，毕竟那是他们的亲爹。不管有多恨燕凤阳，宁仪真都不会去教2个孩子去恨他，毕竟那是大人之间的事。燕凤阳也是真的忙，朝中事太多，他基本上都是3更天才睡，天亮就起。但儿子女儿有好吃的，没有忘记自己，他也是真开心，于是跟着兄妹俩就来了。宁仪真喜欢吃蟹，也很会吃蟹，早早的准备好了蟹八件。燕凤阳12岁起去了西北关，他还真很少吃蟹，一时半会不认得这些八件。他走近，看着这东西问道：皇后，这是什么？宁仪真是真不喜欢与燕凤阳一起吃蟹，因为吃蟹最好的氛围是一个人一杯红酒慢慢吃，慢慢品，专心致志。但2只小非要去叫他也没办法。看在心情好的份上，宁仪真给燕凤阳解释了一下，这叫蟹八件，专门用来吃蟹的。皇上或许没见过，江南很流行这个，臣妾给您解释一下。说罢，大家坐下。宁仪真伸手拿起了一只蟹，然后慢慢的拆了起来。当燕凤阳看到一只蟹肉玻璃，桌上依旧还有一只完整的蟹壳后，他怔住了。他的皇后到底吃过多少蟹？宁仪真知道自己这一手会震惊燕凤阳，但这是他的习惯，改变不了，当然也不想改变。皇上可知道怎么用了吗？在凤霞宫用膳，燕凤阳从来不用人侍候，因为2只小也自己动手。看明白了。宁仪真轻轻一笑，那开动吧。开动，看着容易，做太难。英明睿智的皇帝发现，那蟹八件到了自己手里，竟然比刀剑更难掌握。屋里就4人，宁仪真在头喂2只小，看着燕凤阳拿着个蟹八件如临大敌，不知如何才能弄到蟹肉吃的样子，突然就想笑了。秀玉在，进来侍候皇上用膳。是。秀玉也是个吃蟹高手，她虽然是个头脑单纯的小姑娘，倒是心灵手巧。这季节蟹黄正饱满，个人吃了1只蟹后，2只小则去吃蟹黄包了。宁仪真重新拿起一只，轻轻地掰开外壳，一打开就是满满的蟹黄，让人一看就口水馋动。先拆脚，再去腮，除去肚，挑出肉。一只蟹很快就在宁仪真手中骨肉分离。再然后，他倒了杯果子酒，慢慢地吃了起来。真鲜啊，好久没尝到这么肉质饱满的大蟹了。那小脸上一脸迷足，看得燕凤阳发愣，这东西就有那么好吃吗？3斤也无3两肉的东西。本来燕凤阳觉得没什么吃头的东西，却因为宁仪真这满足表情，硬是吃了3只。各宫也分到了青蟹，只是听闻皇帝又去了凤霞宫共进晚膳，心情就一点也没了。人家有没有心情，宁仪真不管。吃完饭，燕凤阳又回了上书房，他的心情非常不错。晚风轻拂，天还没有全黑，母子3人在后宫的路上散着步，看到一束狐柚，兄妹俩就窜了上去。宁仪真一抚额头，天哪，你们是属猴子的吗？动不动就爬树。娘亲，这是狐柚呢，这个可以肉与皮皮都能止咳的，对不对？当然对。宁仪真心道，小丫头才背了几首汤头歌，就来卖弄了是吧？想摘回去？燕一月连连点头，太平奶奶一到天冷不就是会咳嗽吗？娘亲，这个她吃了就没事了是不是？陈太平小时候的过哮喘，后来大了是好了，可被打入冷宫后，吃的差，住的差，盖的也差，年纪一大这哮喘病就反复了。这2年宁仪真用西药给他治了一下，基本上好了，但一到冬天，只要受点风寒就容易咳。行，你们摘吧。秋月，回去拿2个筐过来。是。哪知春花的话才落下，突然一道黑色如闪电之物奔着树上而来。喵！一声惨叫，一只大黑猫摔在了树下。
秋月一脸清冷，上前拎起了这只被打晕的大黑猫，脸上充满了杀气。小主子，可吓着了。燕一月还真有点吓着了，那惨叫声好吓人。只是当他看到那只大黑猫时，突然觉得在哪见过。娘亲，我见过它。自从后宫没了狗后，后宫的人就养起了猫。刚才这只猫是有攻击性的猫，因为它的眼光中带着凶狠，爪子异常的锋利。自己带着孩子是临时出来散步的，谁会算得这么准？不可能，唯一的可能是人家一直就养着它。秋月，拿回去，看看它为什么会攻击两个孩子。秋月立即应下，是。差点被猫攻击，宁一真多了个心眼。还有，这狐又摘2个回去，不能多要。见秋月没明白，宁一真双眼极冷。这宫里的人知道本宫善医术，又知道2个孩子嘴馋，不怕1万，就怕万一。这话一落，秋月脸色煞白。小主子，你们赶紧下来，别碰他们。燕倚天比妹妹聪明，瞬时就听懂了他娘亲话中的意思。手中摘好的狐又一扔，立即滚进了草丛中。听闻2个小主子差点被猫攻击，秀玉与江嬷嬷都吓白了脸。这也太太。江嬷嬷连下带气，话都不成串了。嬷嬷，月儿没事了，你别担心。我不怕猫，猫怕我。燕一月有御动物之本事，不过因为他一使出意念就会使元气受伤，宁一真不让他乱用。他还太小，内息太短，若伤了元气就会伤了底子。这事江嬷嬷并不知道。听到小主子的安慰，瞬间老泪纵横，哭了。是什么人这么狠，非得对付他的小主子？秋月，把他弄醒。大黑猫醒了，一醒来就冲向了2个孩子。宁一真自然不会让他伤着了孩子，不过他的脸黑了。这只大黑猫是人养来专门攻击他2个孩子的，会让大黑猫攻击2只小，一定是2只小身上的气味对他产生了刺激。而自己孩子身上从来不擦香，除了奶香味，别的也没有。奶香味。第0126章，到底是谁的猫？这3个字突然就提醒了宁一真。这宫中每天吃牛乳的就2只小，所以他们身上的奶香味特别浓。若用迷药加以牛乳喂养大黑猫，让它一闻到这味道就发疯，这未尝不可。秋月，拿药箱来。很快，秋月拿来了药箱。不出宁一真所料，大黑猫的4只爪子上都有见血封喉的剧毒，看来有人就是要除了这2个孩子。主子，您说会不会是那东边宫中？慈宁宫在皇宫的东边。谢太后希望谢氏女当皇后，更希望未来的太子出在谢氏女子的肚子里。但是现在谢氏女没入宫，谢妍儿又入不了皇帝的眼，除去自己有可能，除去孩子应该不会这么快，至少得等有姓谢的女子生下了皇帝的孩子才会动手。宁一真摇摇头，他一时半会绝对不会除去2个孩子，毕竟这是他唯一的孙子孙女。孩子是国之根本，他对燕家的江山还是比较看重的。他想除的无非是本宫。听这一番分析，秋月就不太明白了，那会是谁？宁一真双眼凝霜，谁都有可能，除了他一时半会不可能外，不想让月儿与天儿活着的人大有人在。对，秋月认为这话有理。他的主子如今占据了皇后位置，这才是太后的眼中钉。把这只猫交给奴婢，让奴婢来查一下这只猫到底是谁养的，他会去哪就是谁的。不可能。宁一真立即否定了秋月的想法。他心中清楚，若这人有心想培养一只猫来攻击自己的2个孩子，肯定不会把猫养在自己宫中。万一失败，那就会暴露自己。果然，宁一真猜测的没有错。这天晚上，秋月把这只大黑猫放出去之后，他跑去了地方，就是那狐柚树下一个小石洞里。这是没有张扬，宁一真让人守着那地方。可古怪的是，从晚上守到第2天天亮，再也没有人来喂猫。而那只猫因为饿了，傍晚时分就悄悄地溜出了那山洞。对手太狡猾，宁一真的双眼更冷了。悄悄跟上去，本宫就不相信他不会去找他的主子。有小绿在，谁也不知道这只大黑猫有人跟踪。很快宁一真就知道了猫是谁的。娘娘，这个钱莲看来还没死心呢。宁一真觉得自己还真是小看了钱莲的野心，这都被禁足几年了，还想重出江湖吗？走，去看看他去。钱淑妃已经叫钱才女了，被囚禁了3年，瘦成了皮包骨。若不是近来有人给她好吃好喝，瘦得更厉害。此时她坐在椅子上，喝着一杯燕窝，看着漆黑的天空。什么时候天才亮？一边她的宫女立即答道：娘娘，你放心，很快就能出去的。希望真如此。钱莲喝了几口燕窝，眼神眯了眯。大黑呢？他还没找到机会吗？没听到风声，应该是没找到机会。若是皇子与公主受了伤，肯定会有大响动。皇子、公主，从入宫那天起，钱莲就嫉妒宁一真，因为她有一个强势的舅舅，而她的娘家却没有丞相府强大。当宁一真被废后，她以为自己机会来了，可没想到皇帝的心性是那样的坚定，
中了药竟然还能跑走，可惜了外人。想到那花了自己大价钱才买回来的好药，钱莲就恨得不行。他答应了，只要我成功了，就会让人把我放出去，希望大黑争点气。宫女为了安慰他，立即道：“会的，娘娘一定会的。”大黑是只灵猫，它可聪明呢。可就在这时，只听得喵的一声，一大黑猫跳了进来，朝着钱莲脸上就是一爪子。钱莲只觉得脸上一痛，顿时大叫道：“啊！他疯了，快杀了他！”娘娘，大黑，快滚开！可没等宫女动手，大黑猫又朝宫女扑去，只听得宫女也一声啊惨叫。大黑猫的爪子上有剧毒已钻心，中了它不会死得那么快，会痛上3个时辰，而且它目前世间也算是无解之毒。钱灵儿只觉得一种痛立即痛到了骨子里，她悲惨的叫着：“痛痛痛，好痛啊！”毒药发作非常快，只有一会会，两个人就倒在地上滚动起来。可就在这时，一道温柔的声音传了进来：“钱灵儿，很痛是吗？”钱灵儿的这宫中如今比冷宫还冷，她原本是妃尉，一个人住着贵书宫，红墙高院，庭院深深。现在她所处的位置又是在她的寝宫中，更是深宅内院。别说2人叫，就是20人叫，高墙外面也没有人听得到。正在地上打滚子的钱灵儿听到这声音，终于抬起了头，只见门口一个绝色美人走了进来。“是你？”宁一真笑笑：“是我，没想到我这么快就会找来吧。”钱灵儿，本来你不在本宫的计划内，因为你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威胁了。可令本宫没想到的是，你非要找死。说吧，是谁指使你的？你若老实交代，本宫可以饶你一条狗命。钱灵儿知道不能说，若说了，不仅他会没命，他的家人也会没命。当初决定这么做，也就是孤注一掷了，成败就看老天，他尽力而为了。可他没想到的是，这么快就被人抓到了。没有谁，是我自己，我恨你。当年就是你抢了皇后的位子，我堂姐钱若雪没了办法才嫁给李亲王，她不进宫，只有本宫进宫。本宫本来有心上人，可被强送进宫后，因为你，皇帝又看都不看我一眼。我恨，若不是你，我不会有今日之下场。宁一真，这里可是皇宫，不是你宁家，我是皇上的妃子，你敢杀人吗？呵呵，嘴倒是挺硬的。宁一真微笑不停。钱灵儿，这皇宫杀的人还少吗？杀你比杀条狗还容易。不过呢，你也算个人物了，这毒可不是一般人能顶得住的。对于你恨我吗？没事，恨本宫的人也不止1个2个。说吧，到底是谁指使你的？若老实交代，本宫给你一个全尸。第0127章，没想到遇上2个真不怕死的。钱灵儿知道今日自己不死，他日自己也是死，这个废后再厉害，他也比不过那个人。没有，就是我恨你。呵呵，宁一真轻笑2声，看来你是非作死不可了。就凭你，你还没这么大的本事。秋月，把那丫头带走。我就不信1个2个都是硬骨头。只是令宁一真没想的是，他这话才落下，那宫女突然手一伸：“娘娘，她自杀了。”竟然还真有不怕死的人。这一点宁一真倒也真有点意外，只是他心中明白钱灵儿是肯定不会招的了。其实这2人招不招他都不放在心上，因为那要害自己2个孩子的人肯定是宫中之人或他们的家人。这一次没害到，还会有下一次，总有一次他会露出狐狸尾巴来的。闭了闭眼，一身清冷的宁一真转身，秋月为他一力睡安宁了结了他，然后把他们俩扔到后院的废井里去，不留痕迹。是，转身如一阵清风吹过，人无声无息的就不见了。钱灵儿从来都不知道，真正的皇后根本就不是一只小白兔，她比那人更狠更绝。爹娘，你们不要有事啊！回到宫中，宁一真洗了个澡，她把身上的衣服与鞋子全部扔进了空间。本来她可以暂时不杀钱灵儿，弄晕她放进空间，然后拿她的家人威胁她。只是目前她还没有查到外公外婆一家，还没把他们接回来，所以不能打草惊蛇，引人注意。刚准备上床，秋月也回来了。主子，这幕后之人没抓到，这下怎么办？宁一真双眼冰冷，这一次他们没得手，总有一天他们会再来，只要我们耐心的等着，就一定会抓住他们。秋月坚定的点头，主子说的对，这些人既然起了杀心，一定不会就此罢手。您放心，以后属下一定时刻不理2个小主子。宁一真闻言没有说话，双眸紧紧地盯着一个地方在沉思。秋月知道主子在想事情。果然一会之后，本宫会找内务府再要2个嬷嬷，把立冬与立夏空出来，然后让赤峰找好人顶。立冬与立夏的武艺也是数1数2的，让他们跟着江嬷嬷做饭，真是可惜了。宫中人手太少，主子不放心了。秋月点头，明白。第2天一早，宁一真就找内务府总管汪庆要人了。
皇后的配置是齐了，但公主与皇子的配置还没用呢。听闻要用来做饭的，她立即挑了2个嬷嬷过来。娘娘，戚嬷嬷与何嬷嬷都是膳食高手，您试用2天，若不满意，奴才再给您换。宁仪真要的人不过是个晃子，他的人自然晚上就会从宫外带进来，这宫内的人他谁也不相信。放下吧，先用了再说。奶娘，这2人就交给您了。江嬷嬷立即点头，是，2位妹妹，跟老奴来吧，我先带你们去看看住的地方。2个嬷嬷下去了，秀玉上来了，娘娘，这胡柚好似没问题呢。既然胡柚没问题，下午兄妹俩又去摘柚子了。孩子喜欢动，宁仪真也没去阻止，她真的有点忙。可正当她坐下来要干活之时，燕岳飞也似的跑了进来。娘亲，娘亲，你快来！宁仪真立即走了出去。怎么了？月儿，你不是去摘胡柚了吗？可话才落下，只见燕一月拉着一个小姑娘过来了。娘亲，她好可怜，饿得吃树叶子。燕家云。宁仪真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小姑娘，这小姑娘正是琼王的一副双胞胎之一的女儿燕家云，她与自己前世时看到的一模一样。琼王乃先帝贵妃之子，在先帝弥留之际造反失败，被杀死。当时他的王妃正怀有身孕，因这王妃是太后所指，所以她也是极不受宠的一个。燕凤阳登基几个月后，琼王妃生下一对龙凤胎，而自己也只活了2年多就病故了。因琼王妃的娘家与太后是远亲，所以这一对当时还没有出生的姐弟并没有被诛杀，只是自从琼王妃死后，他们姐弟俩的日子也就过得牛马不如了。刚回来不久，宁仪真还真忘记了这对姐弟的存在。你宫中没有食物吗？燕佳宁虽然才6岁半，可这些年生活在与冷宫相似的崇华宫中，她早熟了。宁仪真一开口，她抿了抿小嘴，是的，您是皇后娘娘吗？她说她是公主，是皇后娘娘生的。对，我是皇后。燕佳宁双眼一闪，那您能分点吃的给我吗？我弟弟快饿要死了，可又怕树皮有毒，我不敢给他吃。没饭吃，虽然这2个身份尬干，但也是皇家后裔吧？怎么能连饭都吃不饱？宁仪真拧了拧眉，御膳房没有按时给你们派饭吗？燕佳宁摇摇头，也不是，只是早晚没饭吃，中午是有的，可我们实在是太饿了。什么？一天只给1餐？这俩还是孩子呢，怪不得瘦成了皮包骨。宁仪真拧了拧眉，你弟弟呢？燕佳云咬咬嘴唇，他去国子监上课了，要中午才能回来。朝廷规矩，皇家子嗣3岁就必须启蒙，燕子安已经6岁半了，自然得去上学。只是饿着肚子上学，这哪里学得进去？后宫打理权在高德妃手上，这2孩子过成这样，怕是与他不无关系。宁仪真不想与高德妃去说什么，反正2个孩子他也不是养不活。佳云，若本宫给你们换个地方住，保你们有饭吃，有衣穿，你们愿意去吗？有吃还有穿？燕佳云双眼亮了，皇后娘娘，小太监说替皇叔管理后宫的是德妃娘娘，您真能给我们换地方住吗？当然，我是皇后，虽然本宫不打理后宫，但是在这后宫中，除了太后，本宫最大，明白吗？当然明白。别看燕佳云小，可是她可聪明了。谢谢您，皇后娘娘，等佳云长大了，一定会报答您的。我发誓。第0128章反王的一双儿女。报答什么的，宁仪真还真不放在心上，因为她知道这个燕佳云是个人才，眼前这个小姑娘，她是天生的力大无穷。这姑娘相貌美，武力值高，性格豪爽，将来会非常的出名。宁仪真记得上辈子琼王的旧部找到了她，再然后他们姐弟就消失不见了。至于再后来怎么样了，她就真的是不知道了。既然把人带来了，那就是缘分。上辈子的江山是狗皇帝的，这辈子的江山是他儿子的，所以这对姐弟不能成为他儿子的麻烦。顿时，宁仪真心中有了想法。秀玉，准备点心。春花，打点水来给佳云姑娘梳洗一下。众华宫中除了琼王妃几个从宫外带进来的奴才，原本宫中的奴才是早就跑了。这些个奴才自己也没什么本事，想照顾这俩孩子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秀玉与春花都接令去了。宁仪真让燕一月拿些自己的小点心先给燕佳云吃着。很快，燕佳云换了个人似的，一张巴掌大的小脸，一双灯笼似的大眼，真的好美。琼王妃不愧为当年京城的首美，她的孩子也是美的可以。见燕佳云像只小松鼠似的，小嘴不停地鼓动，宁仪真提醒她不要吃得太急，小心噎着。既然你遇到了月儿，就是你们的缘分，以后我保证你们再也不会饿肚子。虽然燕佳云很早熟，但毕竟还是一个6岁半的孩子，有奶便是娘，在她这里也同样不例外。皇后娘娘，您一定是菩萨转世的。曾嬷嬷说菩萨才会普济世人，宫里的妃子都嫌弃我们，说我与弟弟是反贼的孩子，就该饿死。可您不嫌弃我们，您一定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您放心，云儿绝不会做一只白眼狼。
听着这一大串的话，宁仪真笑了，这孩子还真能说，这才6岁罢啊，自己尝过苦，知道苦的滋味。再说琼王只是造反失败而已，并不是什么杀人狂魔、凶残恶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孰是孰非后人也无法评说。不管他如何，与孩子都没有任何干系。宁仪真等燕家云说完，开口问他：家云，你们宫中还有几个下人？燕家云眨眨眼，本来有5个人，可后来饿死了2个，就只有曾嬷嬷、林姑姑与兰姑姑。这3人，一个是琼王妃的奶嬷嬷，2个是她的贴身大丫头。宁仪真心中有了数，小安子，给皇上递折子，本宫准备把燕家云与燕子安送去给齐太妃等人收养，请他恩准。李安在门外立即应下：是，娘娘。奴才立即就去。等李安下去，宁仪真让秋月把千机阁查到的有关琼王消息找了出来。娘娘，这琼王妃竟然是镇国公夫人娘家嫂子的外甥女呢？宁仪真有点惊讶，这还真是瓜棚亲。秋月笑道：娘娘，这镇国公真是个人才啊。确实，镇国公是个大人才。当年谢太后不得宠，先帝迷宠丽贵妃，所以琼王也是呼声很高的继承人。这镇国公一看燕凤阳人在边关，又不在先帝身边，于是他偷偷的倒向了琼王这边。而丽贵妃为了拉拢镇国公，竟然让自己的儿子娶了现在的琼王妃。但他们都没想到的是，太后的手段也非常人可比，她把奇才孙科勾结了。当时的孙科不过是皇帝的中书舍人，但每天在先帝身边侍候，所以是先帝的近臣。有孙科与豫亲王的帮忙，先帝这才息了写遗诏的心。后来先帝精力不济，提了孙琦，等燕凤阳回京之时，他已经成了内阁第1人。燕凤阳的治国之才，全是孙科手把手教的。先帝不写遗诏，可见琼王继位的希望不大了，镇国公就揭发了琼王要造反的事。这种叛徒中的叛徒，如今见新皇帝对他并不是太信任，他又起了背叛之心了。厉害！看完与琼王有关的消息，宁仪真对镇国公赞叹一声，自愧不如。只是上辈子自己太没用，镇国公勾结梁王造反还在几年后，他手中真心还没有他们的把柄。秋月，得找人想方设法找到镇国公府的建造图，要不然我们找不到他的暗室在哪里。镇国公的书房，赤峰已经悄悄潜入几次，但就是没找到有暗室。没找到不代表没有。镇国公是一个极有反心之人，这人心思深沉，深藏不露，没有暗室哪有可能。秋月立即应了：是，属下会与赤峰大哥说的。秋月正要下去，宁仪真又想到一件事，那就是谢家以3代为后，这镇国公府已建立100年，想找到镇国公府的建造图，除了镇国公府有之外，参与建造的人怕是早就死了。梁王现在羽翼还没丰满，离造反也没这么快。秋月，让赤峰从镇国公府下手，但是不要以身涉险，这件事我们不急。秋月一听非常感动，他知道镇国公府乃3朝老臣之家，这一代的镇国公还有反心，他府中的防备自然是极为森严。主子这么吩咐，是怕赤峰大哥手下的人冒于极境，从而暴露身份，暴露者死，这是他们的规矩。属下明白。秋月下去办事了。李安也到了上书房，找到了德公公，把皇后交代的事说了。很快，皇后娘娘收养反王一对儿女的消息立刻就传遍了后宫。天哪，这皇后到底想做什么？她竟然同情起反王，莫不是她也想造反吗？徐贤妃又是第一个跳起来的。杨婉仪此时正在她宫中聊天，听了这话，她附和道：造反，她是没这本事的。她这是想引皇帝注意，手段越来越新。以前种菜，现在收养，想不到她点的这么多，真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徐贤妃听了却摇了摇头，我觉得不是。若真是如此，那她也真是太蠢了。那一对可是反王的后人呢，她就不怕养大了2匹狼？皇后真的是这么蠢的人吗？为了争宠，无所不用。第0129章燕一月撑腰。这个皇后为了争宠，真的是无所不用。众人有点不太相信，毕竟这个皇后挺有本事的，能从冷宫出来再当皇后呢。世间谁还有这本事？可有人却觉得，以前的皇后就是一个恋爱脑，为了争宠，她或许也是真拼了。这事很轰动，就连谢太后也被震惊了。若不是看在琼王妃是自己指定的份上，她可不会让2个孩子活到现在。丽香，你怎么看？蒋嬷嬷这个智囊一听太后的话，立即道：太后娘娘，奴婢以为这皇后是在培植自己的人。虽然反王已死，可反王的旧部还在。若等这2只小大了，又把他们培养成忠心耿耿助手，那将来谁也动撼不了皇子与公主的地位了。是啊，琼王是死了，可他宫外的势力并没有全部铲除。虽然那些势力也不一定能起多大作用，但蚊子腿肉少也是肉。谢太后眯着双眼，缓缓地点了点头。你说的有道理，
他这是想利用琼王的旧部来支持那小贱种，传消息给镇国公，琼王那些旧部务必要尽快全部清除掉，绝对不能让他们再成气候。蒋嬷嬷心里十分清楚，琼王的旧部那可是谢家、太后和当今皇上的死敌，若他们东山再起，谢家与太后、皇上都有极大的危险。特别是谢家与太后，当年诛杀琼王与贵妃娘娘的娘家人可是出手狠辣，没留半点情面。这些年谢家一直致力于这事，蒋嬷嬷并不知道谢家诛杀琼王旧部的原因，她以为是谢家的忠心。明白。人人都在议论宁仪真，而燕凤阳听了德公公的禀报后，坐在上书房里许久都面无表情。皇上、皇后娘娘，她真是菩萨心肠，这两个孩子这些年也无人照顾，还能活下来，看来也是命大之人。与其被放养，不如让人好好教养，毕竟才6岁半。皇后娘娘这人确实是有远见啊。萧远寒的话一落，燕凤阳终于说了一个字：准。这边圣令才下，那边秀玉已经准备好了不少吃食。娘娘，奴婢陪家云小主去送点心吧。燕家云姐弟在宫中的地位非常尴尬，明明是龙子凤孙，却因为是反王之子女，所以没有封号。秀玉的称呼倒也合理。宁仪真点头，去吧。娘亲，我也要去。一听能出宫，燕一月就来劲了。国子监就在宫外不远，出宫后不过1刻钟的马车程。女儿好玩，宁仪真也不阻止，去吧。春花，你跟上。立下，去准备马车。是，是。两人立即应声出去了。很快，一行5人出了门。秀玉提了个食盒，盒子里有几种吃食：一是牛乳，2是鸡汤土豆粉条，3是千层饼，4是蜜汁5香莲子，5是一个大鸡腿。一路上，燕一月牵着燕家云，他记住了娘亲的话，这是他的堂姐。而且燕一月有一种本事，就是靠感觉识人。只要他感觉到自己喜欢的人，一般来说都是品性优良的人。云姐姐，子安哥哥会喜欢吃我爱吃的东西吗？燕家云一直没说话，因为他还没有从震惊与不相信之中回过神来。今日他觉得像在做梦，晕晕乎乎的。听到小堂妹的话，他回过头来看着她好一会才道：公主，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您真的舍得给我们吃吗？燕一月笑了，云姐姐，你不能叫我公主了，我是你的妹妹，你要叫月月或妹妹哦。燕家云也想叫，可是她不敢。公主，家云不敢无礼。燕一月抱着燕家云的手臂道：不会无礼，是本公主允许的人。云姐姐，月儿没有姐姐，我好喜欢你的，你就叫我妹妹好不好？听了这话，燕家云的鼻子酸了。妹妹，谢谢你。燕一月又笑了，嘿嘿，云姐姐不用谢的，娘亲说了，有缘才能当兄弟姐妹，所以一定要好好珍惜上天的成全。我早就想要个姐姐的，你不可以谢我的哟。这个皇后娘娘真好，她不仅不让自己叫她皇婶，而且还给她吃这么多好吃的东西，以后她一定要对她好。燕月可没想到，一句话就收服了一个贴心贴肺的好姐姐，后来更是因为燕家云而减少了多次的危险。出了宫，4个上了立夏准备好的马车，很快他们就到了国子监。国子监早上3节课，每节课半个时辰，这一会正在上第2节课。守门的监有宫中令牌，自然没有人阻拦这一行。本以为进去后要等上小半个时辰才能让燕子安出来吃东西，可是4人才刚走不远，就听到一阵喧闹：给我爬！今日你不给我爬3圈，再学狗叫，小爷我饶不了你！快爬，快爬！小哑巴，赶紧地上爬，小心小世子爷生气。一听到这声音，燕家云脸色一变：妹妹，有人欺负子安了，你慢点来，我跑过去。可燕月哪里肯了，立即跟着就跑了。他们俩一跑，春花自然紧紧跟上，只有提着石篮的秀玉不敢跑了。不许欺负我弟弟！这话才落下，突然有人起哄：哦，又来一个小反贼，正好你们一起当狗爬。国子监不小，而且分一个个的小院落，但燕家云跑得很快，飞毛腿一样的飞向了那喧闹之处。一看到自己弟弟被人推搡着，顿时就急了：住手，住手！可他喊根本没用，那些个孩子起哄得更厉害了。此时燕一月也到了：姐姐，哪个是子安哥哥？燕家云已经护在了自己弟弟面前：妹妹，这是子安。燕一月一看，小手一指：是谁打了他？说他脸上的血是谁打出来的？这里的孩子皆为朝中正3品以上大臣的孩子，更多的是皇亲国戚的孩子。燕一月的话一落，一个小胖墩站了起来：就是小爷我打的，怎么样？小胖妞，你是从哪钻出来的？你竟然帮一个反贼，难不成你想要造反是吗？来的，把他给小爷抓起来。第0130章不上当的小公主。小胖墩正是晋亲王之孙燕之语，这可是一个小霸王的存在，一开口就戳燕一月的痛处。顿时他怒了：呸！本姑娘才不是小胖妞，
你才是个死胖子！看看你身上的肥肉比猪还多，比猪还丑。就你这样的人，还好意思叫别人胖子？我看是你的狗眼瞎掉了。”话一落，历来在这启蒙班当老大的胭脂雨生气了：“死丫头，你是从哪里死出来的？竟然敢骂小爷，是不是找死？你们快过来，把这死丫头给小爷按地上学狗叫，不叫上1个时辰，不许她起来！”这话一出，燕一月急了：“大胆！谁敢对本公主无礼？本公主砍她的脑袋！”公主？什么？这就是公主？别看孩子们小，可谁家没有人在朝中为官？皇帝有一对儿女之事，各大臣家都在暗中议论了好多回。燕一月的话一出，众小子不敢动弹了。7岁的胭脂雨是个聪明的孩子，他可听自己爷爷说了，皇叔可是把公主与皇子看成了眼珠子，告诉他以后不能与公主与皇子产生冲突。公主妹妹，这个人是反王之子，你为什么帮他？他爹爹以前可是要杀你父皇的，你可不能糊涂，包庇了坏人。可燕月人小鬼大，完全不受胭脂雨的挑拨。他爹爹已经死了，杀不了我父皇了。还有他是个小孩子，小孩子不会杀人的。子安哥哥，你说对不对啊？燕子安一脸懵，他不明白为何公主会来帮自己。看了看自己姐姐，见姐姐点头，他也点头。我不杀人，不杀好人。燕一月更高兴了。我相信你，我父皇就是个好人，以后你不可以杀他的，知道不？知道。小孩子的友谊说来就来。燕一月小手一伸：“子安哥哥，云姐姐说你好饿，月儿带好多吃的来的。走，我们吃东西去。秀玉姑姑，你快点啦，我的子安哥哥都要饿坏了。”秀玉提着食篮，气喘吁吁地赶过来了。来了，来了，公主，放哪里吃呀？而这一边，燕子安一颗冰冷的心，瞬间就被这一句我的子安哥哥要饿坏的话而融化。他也有妹妹了是吗？见自己弟弟眼红了，燕家云主动拉上了他的手：“弟弟，以后我们要好好努力，长大了保护公主妹妹与皇子弟弟。”燕子安鼻子一酸，空着手的那个拳头紧紧地拧在一起。好，如今皇后归位，没有人敢得罪公主。孩子也是精明人，见燕子安有公主撑腰，众人便一哄而散。几人到了教室，却见教室里没有夫子。燕家云好奇地问：“弟弟，你们今天没有夫子在上课吗？”燕子安垂眸回答：“夫子生病了，让我们自己练字。我练好了，被胭脂雨给撕了。我气不过，就扔了他的书。自己弟弟这么老实，还能扔别人的书，可见他有多生气。以前他们姐弟只有被人欺负的份，现在有皇后娘娘，他们再也不怕人欺负了。”燕家云的小心肝里坚定地发誓，谁护着他与弟弟，他将来就一定要报答谁。夫子不在，秀玉直接把吃食放在了燕子安书桌上，一样一样的捡出来。一帮孩子眼直直的瞅着，看看特地送吃食过来有些什么好吃的，可不看还行，一看就口水流了。好香啊！是啊，看着就好吃。孩子本来就消化得快，如今离早餐时间都过去1个半时辰了，肚子也饿了。胭脂雨也饿了。小园子，把小爷的点心送上来。饿了就吃呗，反正谁家没有带点点心过来。这一会又没夫子在，他这一吩咐，各家小厮都把带来的点心送上，顿时整个教室里就成了餐厅。你们这在干什么？突然一个人冲了进来，冲着大伙就吼了一声。胭脂雨第一个反应过来，老师，不是我带的头，是燕子安带的头。眼见父子恼了，就要朝燕子安走去，秋月立即上前：“皇后娘娘有令，子安公子没吃早点，特地赏他一份吃食。”皇后娘娘有令，这夫子不敢放肆了。只是他不明白，这燕子安进国子监都1年了，一直没有人理，怎么一下子就入了皇后娘娘的眼？虽然皇后娘娘并没有掌管6宫大权，但凤印却在他手中。夫子只能遵命遵旨。等夫子下去后，燕一月一脸鄙视地看着胭脂雨道：“告状精，你好讨厌！我警告你，以后你要敢欺负我的子安哥哥，本公主打得你出屎！还有，谁再欺负我子安哥哥，我就叫我家乾坤把你刀到深山老林里去喂狼。我告诉你们，我家乾坤可是一只很厉害的老虎哦。”啊，公主养老虎？众小家伙们别的不怕，但老虎他们可不敢不怕。公主，以后我不欺负人了。公主，我也不会了。还有我，子安，以后我再也不欺负你了。你别叫公主的老虎来咬我们。一块软软的糕点刚融化在燕子安的嘴里，这番话却融化进了他的心里。公主妹妹，谢谢你。燕一月大方地说：“不用打，我娘说了，兄弟姐妹是用来相亲相爱的，不是用来打架争斗的。子安哥哥，云姐姐，以后我们一定要相亲相爱的。真的吗？兄弟姐妹是用来相亲相爱的吗？好，我记住了。我也记住了。”这句话燕子安真的记了一辈子，未来的安王用他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半个时辰后，众人一行回到了凤霞宫，看到瘦弱的燕子安，心有点揪痛的宁仪真问秋月：“
不是还没有下课吗？怎么这回回来了？秋月道：回娘娘的话，今日任教夫子生病，只暂且带人看管一下，属下就先把他带回来了。哦，这是子安吧？子安，我是你皇婶，过来这里坐。第013章皇帝的实话。燕子安还是没有完全消化自己姐姐跟他说的话，说皇后娘娘要给他们找个地方住，那里可以保证他们有饭吃，有衣穿，还说不会让别人再欺负他们。他觉得这是在做梦，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人人都说他是反贼之子，他们就该吃猪食，睡猪圈，他没有资格与他们坐一起读书。是不是因为皇后娘娘长得太好看了，所以他才这么善良？见自己弟弟盯着皇后娘娘不转眼，燕家云立即拉着他跪下。燕家云和弟弟见过皇婶。宁仪真伸手把两人牵了起来。起来吧，以后在宫中不必跪了。你们是月儿与天儿的哥哥姐姐，都是一家人。既然子安回来了，那我们就去冷宫吧。齐太妃等诸多的娘娘都在等你们呢。两孩子听说过冷宫，而且还知道公主与皇子都出生在那里。既然是公主与皇子出生的地方，肯定比自己住的那破旧的重华宫要好。果然不出姐弟俩所料，这里比他们住的地方好太多了，而且人也好多啊。嘉云、子安，这些都是你们的祖母辈，这是你们的太妃奶奶，这是太平奶奶，这是婕妤奶奶，这是……冷宫中曾经有分位的妃子还有17个，一个个认下去，还真认了好一会。齐太妃看着这一对换洗的干干净净，而且还很乖巧的孩子，顿时心里就喜欢了。自己的孩子没见过太阳，齐太妃打心眼里就对孩子有一种喜爱。她伸手牵起地上磕了几10个头的姐弟俩，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也别讲究太多。仪真，你如此善良，一定会有好报的。宁仪真笑笑，她其实也不能算是真善良，但是她真心的不会欺负两个孩子。嘉云、子安，以后一定要乖乖听太妃奶奶的话，记住了。燕嘉云与燕子安看着这一群亲切的长辈，姐弟俩都郑重的点了头，以示他们听明白了。多谢皇后娘娘，老奴替两小主谢谢您。曾嬷嬷自从接到内务府的通知后，就一直在想着这件事儿。毕竟现在大梁的冷宫很出名，如今她看到了这冷宫不冷的景象，她知道自己的两个小主已经不担心将来会饿死了。冷宫中多了一对小伙伴，燕一月就直接赖在那里不肯回来了。这天中午，大伙干脆留在冷宫用餐，这下燕一月开心了。云姐姐、子安哥哥，我带你们去后院采草莓的，那个很好吃的哟。对了，我还有好多的大哥哥大在后院哟，他们会生蛋蛋给我们吃的。走啦，去玩了。燕倚天一直没说什么话，不过等妹妹牵上了堂姐的手后，他也牵上了燕子安的手。子安哥哥，后院很好玩的，我们过去吧。这天燕子安没去上学，燕一月与燕倚天也在冷宫玩到天快黑了才回宫，而且还嚷着明天要再去玩。燕家云没上过学，宁一真托孙才人给他启蒙识字，请王婕妤给他武学开训，并答应自己女儿可以每隔5天来找他玩1天，但让燕家云不要随便离宫。这宫中有心人太多，宁一真担心他被人利用。这天晚上，皇帝过来了，皇后是何想法？宁一真自然不会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燕凤阳。不管有何过往，孩子总是无罪。再者，孩子也是燕家后代，有过错的只是他们的父亲。既然皇上没打算杀了他们，就不如好好的引导他们，以免养大2个怨人，到时候多增加对手。其实琼王有罪无罪，燕凤阳心里也有个数。毕竟当时的皇兄与自己一样，都有继承皇位的资格，就看谁抢得到罢了。琼王还有旧部，若这对姐弟俩养大了，真反咬他们一口，那就真是太不划算了。宁仪真这想法，他觉得非常有道理。以后他们的用度都按宫中的皇子规制吧。既然是先帝之后，嘉云就为首义献主，子安就司义献君，暂时就住冷宫好了。两孩子没爹妈，太后也是他们为透明人，燕凤阳也觉得他们姐弟俩交到齐太妃手中非常合适，并且冷宫也正式改名为春和宫。这消息一传出，自然后宫又是一片喧哗。皇上也太在意皇后的意见了吧？那可是反王的儿子，还封赏。皇帝他这是要干什么？就连谢太后也不明白了，让人把皇帝请过去了。皇帝，你这是怎么想的？这两孩子可是琼王的后代，你给他们这么高的荣耀，就不怕他们反咬你一口？听到这严厉的话，燕凤阳深吸一口气才解释：母后，这两孩子也是您主张留下的，既然不能杀，就不如好好养。孩子还小，只要正确引导，一定比放养要好。这话一出，谢太后也不知道要怎么说了。留下琼王妃与2个孩子，那也是自家大嫂的请求，说当年牵这条线也是她牵的。琼王妃是个老实人，绝对没有造反的心。她也确实是知道这琼王妃老实，而且她并不得琼王与那遇见人的喜欢，所以才留着她的命。终于，谢太后闭上了眼，那就依皇帝的意思吧，
不过放在那冷宫，是不是不太好？”燕凤阳则道：“母后，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父皇也先逝了7、8年，当年的恩怨已都是过眼云烟。您与齐太妃以及重罪妃之间，除了这后宫的权力外，也没有别的恩怨。他的才华您是知道的，2个孩子是皇后交给他带的，你还用担心吗？”话一落，谢太后抬头直直地盯着皇上问：“皇帝，你的意思是储君之位你有想法了吗？”燕凤阳闭了下双眼，抬头：“母后，朕实话实说吧，朕不喜于女色，以后恐怕很难有子嗣了。”皇帝竟然亲口承认不喜欢女人，谢太后震惊了：“皇上，你不能这样！那母后以为朕像先帝一样，后宫无数女人，再让他们跟您一样斗个你死我活就好了吗？”谢太后，就算不能像先帝一样女人无数，那也不能一个都不喜欢啊。第0132章钱丽儿失踪。听了皇帝的话，谢太后的心如鸡啄，乱跳不停。这怎么可以？怎么可以？她语重心长的道：“皇上，皇家子嗣孱弱，国之不稳啊。”燕凤阳哪里不懂谢太后的心，她淡淡的回应：“不会，天儿天资聪颖，身体健康，只要加以好好引导，将来不怕后继无人。母后，您就好好颐养天年吧，朝中的事您就别操心了。朕已说明，您就少操心吧。”皇帝走了，谢太后待在椅子上许久都回不过神来。皇帝说他以后很难有子嗣了，那就是说他以后再也不会宠幸女人了。怎么会这样？那他谢家的女子入宫怎么生孩子？不是谢家女子生的孩子，以后谢家还能有地位在吗？想到这些，谢太后就心好慌。丽香，皇帝是不是在下哀驾？蒋嬷嬷在一边早就不敢开口，此时被问到，她不得不开口：“太后，您说皇上是不是身体有问题？”身体有问题？谢太后一时没反应过来，什么问题？蒋嬷嬷上前压低了声音：“皇帝一身男人之气，却不喜欢女人，奴婢猜测他是不是那方面不行？前几年他也会宿在后宫，所以讨厌女人的话也许并不真，不过却无一人有出。皇后得一双儿女，还是那些大小姐给她下药？您说会不会是皇帝得靠下药才能成事？”天啊，这消息太震撼了，震得谢太后久久张着嘴合都合不上来。若真如此，那就能找得到皇帝不喜欢女人的理由了。靠药物才能成事的皇帝，他肯定打心眼里讨厌女人了。怪不得，他回来后连后宫都不去了。丽香，这要怎么办？蒋嬷嬷倒不担心，太后娘娘用药能成也没事啊，宫中还少了这种药吗？如今最难的是让皇帝答应让三姑娘入宫，只要她入了宫，事情就好办了。对，谢太后连连点头。谢家要的不是宠，而是谢家的女人生出的皇嗣。皇后刚归位，2个孩子也刚入族谱，想让她一时半会选妃，怕是难了。言儿她也不小了。话一落，蒋嬷嬷双眼一亮：“太后，您的意思是，生米做成了熟饭，也不是不行。”太后英明，慈宁宫主仆正在密谋，他们并不知道某一处有个人躲在那里。而凤霞宫中，因为自己父皇封赏了哥哥姐姐，燕一月兴奋的不行，直到半夜才睡下。第二天一早，他就早早的醒了。兄妹俩说要送燕子安去学堂，给她撑腰。宁一真对自己这女儿是没了办法的，只能让春花与秋月跟上。毕竟是出宫，皇帝还把德公公叫来了，顿时这撑腰的队伍有点大了。2孩子有了安置，宁一真开始了专心做自己的事了。而就在这一天宫中，启禀皇上，钱答应与他的侍女不见了。什么？燕凤阳听到这一消息，差点跳起来。怎么可能不见？什么时候发现不见的？侍卫回禀，刚刚发现不见的是宋时的太监发现的。这2天他送的饭没有人接进去，好好的人在宫中会不见？难不成他们会飞天入地？走去看看。很快，慈宁宫也接到了消息，谢太后紧紧地拧起了眉头。怎么会失踪？这关在宫中都3年了没失踪，突然就失踪，也太奇怪了吧。陪在谢太后身边的陈嬷嬷也点头：是啊，太奇怪了，皇上都过去了呢。钱丽儿虽然被降了分位，进了族，但那也是皇帝的女人，她过去自是正常。走，哀家也过去看看。此时曾经清冷了3年的贵书宫热闹非凡。皇上，属下没找到任何踪迹，这里也无打斗过的痕迹，唯一有可能的就是被人掳走了。大活人从他的后宫被掳走。燕凤阳的脸黑了：霍萧，你的人难道是光吃饭的吗？霍萧急了，跪在地上：皇上恕罪，臣用人头保证，这几天属下的人绝对没有放松任何一刻。既然不是被人掳出宫的，那就是自己偷跑出宫的。燕凤阳眉心紧拧，前世有功夫在身吗？这一点无人知道。虽然宫中守卫森严，但对于功夫高的人来说，想逃出宫去那不是不可能的。皇上，此事得去问问钱大人才行。
慎刑司的人也到了。燕凤阳知道也只能如此了，此事交给右相去办吧，前世可是他的侄女。霍萧立即接了话：是，属下这就去办。钱灵儿失踪之事在后宫传得沸沸扬扬，有人说他有飞天入地的本事，自己跑了，也有人觉得他是被人害了。可是搜遍整个贵书宫，却没找到任何一点痕迹，而他的许多细软都不见了。皇上，有人在翠珠阁发现这一只金钗，据钱家人说，这是钱答应的首饰。就在皇上收到这消息时，谢太后却收到了另一个消息：属下参见太后娘娘。看到地上的黑衣人，谢太后朝蒋嬷嬷挥挥手，把门关好。是，有何事禀报？黑衣人跪于地上，回太后，钱灵儿应该是死了，黑狼在她的寝宫中闻到了血腥味，钱灵儿竟然被人杀了。谢太后闻言，双眼眯了起来，尸体在何处？黑衣人摇头，并没有找到，那血腥味仅在他寝宫中的地上有，而且很淡很淡。这一次若不是用了黑狼，一般的猎犬是万万闻不出来的。黑狼太后清楚，那是一只神犬，是孙科当年不知从何处弄来的一只狗。这只狗只认原主，孙科死后，他就一直守在他的墓地，如今已经老了。若不是把他强行带来，恐怕这点线索也找不到。只是连尸首都找不到，这人也太厉害了吧！谢太后的双眼更沉了，看来后宫有高手。3年前桌无缘无故自杀，如今钱灵儿又无缘无故失踪，这高手隐藏得很深呐。说到谢桌，蒋嬷嬷插了话：太后，您说会不会是这废后？不可能。第0133章，谢爷儿被老鼠咬了。蒋嬷嬷不明白自己的主子为何如此肯定。娘娘，您为什么认为他不可能呢？谢太后道：若他有这本事，这几年不可能困在这冷宫，皇帝有多不喜欢他，他自己心里清楚。那他会不会是为了小皇子呢？蒋嬷嬷再次说出了自己怀疑。为了那小贱种？谢太后心道：这倒有可能，只不过他没有一点功夫，这一点我可以肯定。那年孙科被皇帝杀了头之后，孙家的人全被皇帝送走了，也不可能让他们与他联系上。若皇后没有武功，他身边几个婢女也是从内务府选去的，自然也不可能有武功。若是几个没有武功的女人，绝对不可能不惊动守宫的侍卫进去贵书宫的。如今皇后的娘家宁家，宁大人是个老实胆小之人，也没有任何势力，末世里不可能支持得了皇后。还有这钱灵儿待在贵书宫好好的，这些人为什么突然要杀了他？越想，谢太后脑子里越混乱。不管如何，把皇后给挨家盯紧了。就在太后宫中的人盯着凤霞宫时，他已经把这10袋能做出来的手雷弄出来了，给他取名霹雳弹。秋月带着成品与配方悄悄出了宫，宁仪真决定重新当2天咸鱼。冬日的阳光非常温和，黄澄澄的，不刺眼也不灼热，暖洋洋的，晒在人身上说不出的舒服。换了身舒服的衣服后，宁仪真就坐在了院中懒人椅上晒太阳，身边放着一张茶几，上面放着一杯热腾腾的咖啡。他窝在懒人椅上边看书边喝着咖啡，兄妹俩就在那边玩沙包。看看兄妹俩，他又看看怀中的书，一脸的惬意。这本书是宁仪真从对手空间找出来的，是一本宫斗小说，名叫《我在后宫养娃的那些日子》。故事大约是写一个现代女穿到古代成为不受宠的妃子，为了不惹人注意，她奉命收养了一个嫔妃的女儿。这嫔妃已死，才3个月大的女儿瘦成了皮包骨，但这个嫔妃与太后有救，所以让她养孩子。现代女不愿意被种马皇帝宠幸，于是她闭门养娃。可她没想到的是，她养的那女娃是一条千年锦鲤转世，从此一路打怪走运。皇帝快要病死了，不救，太子要造反。不行，女娃运气太好，给女主找来了万灵果，女主成了全能大佬，自己当了女帝。这本无脑爽文没什么深度，但是却让人看得很爽。宁仪真没想过要自己当皇帝，因为这时代绝对的男尊女卑，女人想当帝也不行，世间男人绝对不会顺从。以他一个人的能力，他真心认为自己没有打压全世界的本事。再者，他也不想太累，反正儿子聪明，将来让他去累就好了。岁月静好，心如暖阳。这美好的初冬让宁仪真非常享受。可正当他晕晕欲睡时，就见春花急急奔了进来。主子，谢三姑娘出事了。谢三姑娘就是谢妍儿。这话一落，宁仪真双眼一亮，出了什么事？又呕又吐，还发着高热。李太医说他手上有好些个鼠齿印子，应该是被生了病的老鼠咬了。被老鼠咬？这慈宁宫还会有老鼠？生了病的老鼠，那很有可能就是鼠病。这人呢？已经送回谢家了。太后娘娘的意思是，等他好了再回来陪伴自己。呵，这老太婆是怕被传染上吧？鼠病不一定就是鼠疫，但是谁也不能保证就不会转化为鼠疫。
鼠疫，那可是天瘟。宁一真总觉得有点奇怪，可是这奇怪在哪里，他又说不出来。而此时慈宁宫中，去把他所用过的东西都给烧了。宫女们应下，蒋嬷嬷在一边安慰着太后娘娘，李太医说了不是鼠疫，您别担心。谢太后拼命摇头，不管是不是都得小心，若不是就好，若是我们早点防备，没什么不好的。对了，丽香，给哀家找几个厉害的猫来，哀家要让这些该死的老鼠一只也活不下去。太后娘娘这是吓坏了。蒋嬷嬷没再说了，一切都得看谢三姑娘的命。本来她都准备好东西了呢，可惜。而上书房，德公公弯着腰低着头进来了。皇上，谢三姑娘被送回去了。燕凤阳闻言放下手中的折子，抬眼看着龙案前的德公公道：让他们慢慢治，但锁好的猫种。就因为这，他极讨厌猫。这事后宫中人知道的人不多，但高大人知道，当时孙科还让人去把丽贵妃的大波白猫弄死。高德妃养了猫，徐贤妃与杨婉仪也立即让家里送来了猫。顿时宫中猫成了群。秋月问娘娘，我们要不要也养2只猫？宁姨真不喜欢养猫，因为华老爷子说过，狗带财，猫带孝，家里养猫不好。再者，春天一来，猫那叫声太瘆人了。不用，别人爱养养去，我们不学。是。秋月退下，宁姨真又寻思起这谢爷儿被老鼠咬的事来。老鼠会咬人，这真的很少，可老鼠却突然咬了谢爷儿，这说明了什么？突然宁姨真心中一动，难不成谢爷儿身上有老鼠喜欢的东西，所以引来了老鼠咬？谢爷儿可是在太后宫中，能入他宫中给谢爷儿身上下药的人，这恐怕不是常人。这谢爷儿是一心要当皇妃的人，是谁不想他当呢？高鱼儿、徐娇娇、张倩儿。第0134章燕青武入宫。这个人是谁？宁姨真推算来推算去，觉得他们每一个都有可能。唯一他没去想的是，这个人会是皇帝。其实对于谢爷儿入宫之事，宁姨真一点也不放在心上，反正他的皇后之位也没有人撼动得了，谁敢动他，谁就是找死。而且他还在想，若是谢爷儿入了宫，那对他并不是坏事。如今6宫大权在高云儿手上，谢爷儿若入了宫，仅仅只是占据了淑妃的位子，他肯定不会心甘。其实太后也不会心甘，这2人一斗，自己就可以当个吃瓜群众了。好在燕凤阳不知道他这想法，否则要吐血。心情好，宁姨真决定去春和宫找王婕妤几个打几圈麻将去，劳逸结合嘛。可人还没有出宫，秋月进来了。主子，德公公过来了。方德言一般都不离开皇帝的，听说他过来了，宁姨真顿时怔了一下。熏，很快德公公就进来了。老奴参见皇后娘娘。娘娘千岁千岁。皇后娘娘，皇上请您去一趟延福宫，福王的毒发作了，这一次发作的非常厉害，太医们医治不住了，皇上想请您过去一趟。福王毒发，想到那个瘦弱苍白的少年，宁姨真心中跳了跳。德公公，本宫过去是容易，就是怕福王殿下不愿意让本宫给他治病。前些日子本宫碰到他，提出给他检查一下双眼，他都拒绝了。啊，还有这事？德公公不知道怎么说了。娘娘，奴才是奉旨而来，还是请娘娘随奴才去一趟吧。宁姨真深呼一口气，学医曾立誓，救死扶伤乃天职。走吧。延福宫在隆七宫的南面，从凤霞宫过去要穿过整个隆七宫。等宁姨真到的时候，几位大医围在福王的榻前，李院守正在给床上的燕13扎针。少年嘴唇发黑，脸色发青，牙关紧咬，被人按在榻上，整个身体在不断的扭动。臣参见皇后娘娘。太医们见礼，宁姨真立即摆手，怎么样，痛止不住了吗？李太医立即回应，回皇后娘娘的话，下了麻沸散，扎了止痛针，但是还是止不住。福王的毒发作比1年前更厉害了。福王的毒上辈子是医圣莫玄子解的，不过在2年后，眼见这毒发作起来厉害，宁姨真立即从一个袋子里掏出药，把这个药给他喂下，别让他吐出来了。李太医看着宁姨真递过去的一粒奇怪药丸，什么也没说，立即让人帮忙喂下。宁姨真也没闲着，趁人喂药之时，他立即拿出几个瓶瓶罐罐，手起血出，很快那暗黑色的血立即滴进了宁姨真手中的玻璃瓶子里，然后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药水，高高的吊了起来。1刻钟后，床上挣扎的人渐渐安静了，仿佛睡着了。几位没见过这东西的太医们呆呆地看着宁姨真，他们好想问这是什么东西，可是他们又不敢。宁姨真也不想解释，反正燕凤阳早给他找好了借口。很快，瓶子里面血有了不同的变化，有的变红，有的变蓝，有的变绿。燕凤阳也好奇自己皇后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见状凑了过去。什么毒，看得出来吗？宁姨真拧紧了眉头，
看是看出来了，从这颜色来看，这毒应该是千刀万剐。千刀万剐是天下毒圣的绝毒，这毒十分的恶毒，中了他不会很快就死，而是受尽折磨才会亡。但黎秋子已离世100年，也没听闻他有弟子，这毒也不知道被何人所学了。听到这毒名，燕凤阳的脸上浮现出浓浓的杀气。这毒当年可是有人给他下的，这人到底有多恨他，恨不得他生不如死。能解？条件既然是合作关系，宁仪真不会跟燕凤阳客气，自由出入宫中的权利。众太医，皇后娘娘还真敢提。宁仪真也没看燕凤阳，外加给他一双明亮的眼睛，如何？燕凤阳一下没反应过来，什么意思？宁仪真淡淡的解释，福王看不到，那是因为眼角膜被损坏了，等他的毒解了，若能从死囚或刚死之人身上挖一对眼膜给换上，他就能看得见了。这世上除了我师父医圣莫玄子外，就只有我一个人能做得到了，不就是要个自由出入宫的令牌吗？这个女人用那么大的筹码换这个皇后之位，她还能跑了不成？燕凤扬手一挥，准了。两人一来一回，众太医们集体石化。他们不仅仅是震惊宁仪真的胆子，更震惊的是他竟然是医圣莫玄子的唯一弟子。特别是李太医，他好想问皇上，臣等能不能把皇后娘娘请去太医院当师傅？当然，若让这些太医知道真实面目是莫玄子才是徒弟，宁仪真才是师傅的话，他们定会以为自己疯了。很快，皇后娘娘能给瞎子换眼睛的消息在后宫流传，他就吹吧。高德妃一脸漆黑，宁仪真越出色，他就越恨。徐贤妃自然也知道了这消息，心里非常不得劲儿，心里实在憋得难受，于是她站了起来，走去德妃姐姐那里坐坐。这好消息，唯有安美人与两位公主知道这消息后很是高兴，他们觉得皇后娘娘本事越大，他们的靠山就越大。就在这时，燕青武进了宫。这3年来被勾缠折磨的他真的老了不少，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找遍了天下名医也没看出个什么来，现在他依旧天天想勾引自己的驸马爷。燕青武虽然是先帝一个低等妃子的女儿，他母妃生他的当天就死了，因为与皇帝同一天出生，所以从小就养在了太后身边。并不是太后多善良，而是燕青武与皇帝出生的时候，据说彩霞满天。钦天监的人说这是吉兆，就算是他的生母生产时就大出血，并且不久就死了，太后还是把他养在了身边。这些年他们处得像亲母女似的。见过母后，看见他，太后一脸假慈祥。我儿怎么进宫了？第0135章上眼药的高手。燕青武刚生孩子，前天才满月，这次他又生了一个儿子，所以接西里国使团的国宴他没参加。听谢太后问，他直接说明来意。母后，儿臣听闻皇上把废后接出宫了，可真？千真万确。燕青武不解，母后为何不阻止？那可是奸相的外甥女，她怎么配当我大梁国的皇后啊？谢太后更不想让宁仪真占了皇后这位，可她又有什么法子？那贱人拿出来的筹码太重了，是高产粮重的培植方法。你知道这几年战争下来，国库空虚，粮食短缺，皇上他也不能不答应啊。什么？听到这些，燕青武顿时就好奇极了。母后，她一个闺阁女子，怎么会懂这些？我怎么知道？唉，谢太后深深吐了口气。哀家也让人查了，可是什么都没查到，只查到这几年她在冷宫就一心侍候那些庄稼。这个弟妹好神秘啊。燕青武眯起眼，母后，您别着急，带本宫去会会她。这个女儿虽然是贱种，可却是自己养大的，为了让她对自己忠心，一些表面上的东西还得有。谢太后故作一脸关心的劝道，算了吧，皇上都已经认可她了，你再过去还会落得个没脸。你可是堂堂公主，没必要去自找无趣了。燕青武很不喜欢宁仪真，为什么？因为她长得太好，再者她是奸相的外甥女，听闻当时奸相是要造反的人，在她的认知中，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大梁国的皇后？那是绝对不配的。母后您放心，儿臣心中自有考量，我这就过去了。就算这皇后之位给了她，但这后宫之权一定不能让皇上再给她。那是空有一个后位，什么用处都没有，只能躲在凤霞宫当缩头乌龟罢了。若拿了掌管6宫的大权，这就不一样了。这6宫大权将来必须落在谢家人的手里，若言儿不行，换人就是。心中有了主意的谢太后装出一脸关心，点了点头。那好，你也别太把她放心上了。现在她是皇后，谁能保证她一辈子都是皇后？哀家听说她要给小13治眼睛，说要让小13重见光明呢。什么？燕青武更是惊讶，他还懂医术。
谢太后摇头，是不是真懂？哀家不是太清楚，只知道他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那些东西，哀家可是从来都没见过。上次哀家被他气晕了，他就是用那些东西把哀家给救醒的。以前的宁仪真，宫中人都不了解，只是连母后也没见过的东西，哪来的？心怀着好奇的燕青武决定去看看母后，而臣过去了。去吧。燕青武气势汹汹而来，却扑了个空。什么？去了延福宫？李阳回话，回公主的话，娘娘刚刚过去，听闻找到了眼角膜，皇上让娘娘过去看看。难道这人还真有这本事？此时延福宫中，京兆府送来了2具身体，而且都是15、16岁的孩子。娘娘，这2人都是打架而死的乞丐，您看能不能用？宁仪真检查了一下他们的身体，发现这2个人虽然瘦，但还算是健康的，能用。这话一落，李太医之人大喜，皇后娘娘，可否让下官几人在一边旁观？做手术得到吴军的空间手术室去做，带上他们。宁仪真断然拒绝，不可。做手术要求极高，人越少感染率越低。福王患的是眼膜，而且他毒刚解，身体还很虚弱，本宫可不敢冒这个险。好可惜，这等高超医术无法瞧见。太医院的老太医们一个个胸口发痛，可皇后娘娘不同意，他们也不敢强求。再者，太医们更多的认为皇后娘娘不让他们去看，是怕他们学到她的医术。宁仪真让人把1具尸体抬进了福王的寝宫，然后关上门，先取下1对角膜泡在药水里。等这一切都准备好后，他拿出了吊瓶。本王不用你治，你再说一次。宁仪真对小屁孩可没什么耐心。燕凤寻紧闭双眼，本王不要承你的恩情，不想皇兄欠你的情。眼睛看不到，本王不在意。叭的一巴掌，瞬间就落在了燕凤寻的脸上。宁仪真一脸鄙视，你以为他欠本宫的还少了吗？他欠本宫的一生一世都还不清。今日本宫替你治双眼，可不是让你成什么狗屁情，治你只是本宫想从皇上手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你以为你不治了，本宫就拿不到了吗？本宫的能耐大了去了，不差你这一宗。燕凤寻被打懵了。听宫人说，这个皇嫂性子很冷，几乎不与宫中任何人来往，就是皇兄他也不太理会。可他没想过，他竟然是如此的凶残。你敢打本王？宁仪真闻言一脸不屑，没什么不敢的。长嫂如母，本宫是你的长嫂，对不听话的弟弟打了就打了。若是打1阵解决不了，那我就再打第2阵。弟弟？他说他是弟弟。没人知道自己的毒是什么人而下，可燕凤寻知道是他的母妃所下。为了保他这条性命，自己那病入膏肓的母妃铤而走险给皇兄下毒，自己挡毒。在宫中，他的母妃出身低下，先帝的孩子极多，却没有人把他当弟弟。为了让自己好好的活着，他的母妃铤而走险。宁仪真懒得与一个熊孩子多说，一个手刀下去，直接把人打晕，拎进了空间。2个时辰后，他出来了。燕凤阳一直守着，怎么样？宁仪真淡淡的说，若不出意外，应该成功了。具体的得等5天后拆线才能确定。这就是说，5天后自己13弟的眼睛就看得见了。燕凤阳静静地盯着宁仪真，仿佛想看穿他一样。他这身本事真的是曾经学来的吗？明天朝廷举办捐赠仪式，一起参加，这是给他的奖励吗？宁仪真表情淡淡，谢皇上隆恩，那臣妾与太医交代一下，这几天要如何护理，明天就可以出去。好。不知为什么，燕凤阳有点希望他同行。第0136章，等待看戏的众美人。交代好太医，宁仪真就回了宫。春花立即迎了上来，主子，青武公主找您。还没等宁仪真进门，燕青武就奔了出去，对着他就一阵喷。姓宁的，你自己什么本事？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别为了讨好我皇兄，没把我13弟治好，还给治出问题来了。我警告你，你若真把我13弟治坏了，你拿命来赔。有点累的宁仪真听到这些，顿时双眼一冷。长公主，东西可以乱吃，话却不可以乱说。本宫是奉旨医治福王，不是自己找上来给他治的。你若不相信，找皇帝去吧，别在这里像条疯狗似的嚷嚷。什么？他敢骂他是疯狗？燕青武眼珠子快掉落了。姓宁的，你说本公主是什么？做了1个多时辰的手术，宁仪真还真有点想做一回了。他脸一拉，燕青武，别没事找事。本宫再说一次，是皇上让本宫去治福王的。你若有意见，找他去。本宫累了，没精神与你多扯。趁本宫没生气前，赶紧滚吧，否则后果你承受不起。别以为你是个公主，本宫就怕了。本宫可是大梁国堂堂皇后，还轮不上你跑来说3道4。燕青武傻了，天哪，眼前这女人还是几年前那个只会退缩的宁家女吗？你是谁？宁仪真是真烦了。来人，把这个疯子给本宫扔出去。
你，可你字才出口，秋月一个手刀起落，燕青武眼前一黑。很快，燕青武被皇后扔出凤霞宫的消息就传进了慈宁宫。不好了，不好了！太后娘娘，青武公主被皇后的人打晕了。公主都敢打，这还得了？谢太后一听，立即喝问：人呢？人在哪？被人扔去了皇上的隆七宫偏殿。什么？这皇后狗胆包天了吗？打伤了人还敢扔到皇帝的宫中去，这不是示威又是什么？就在谢太后出宫去隆七宫时，德公公已经带着几个小太监，正把燕青武准备送出宫，正巧遇上了。奴才见过太后娘娘。谢太后冷冷地看着德公公问：这是将往何处去？德公公恭敬而答：太后娘娘，皇上有旨，长公主产后体虚脑晕，这人送回公主府好好静养，并令长公主身体未恢复之前不得入宫。嘶！谢太后心中一抽，皇帝这是在维护皇后了。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皇后如此大胆？把人交给哀家吧，这样送回去也不合适。一会等她醒了后，让太医仔细给她检查身体，再送回也不迟。毕竟长公主是与皇帝一起长大的人，而且德公公也不违抗太后命令，转到慈宁宫。很快，后宫所有人都知道长公主燕青武被皇后打晕之事，顿时一个个震惊的下巴都快掉了。这后宫之人谁不知道，大梁的公主最有地位的就是大公主燕青武了。为啥？她与皇帝同一天出生，一起长大，又是养在太后跟前，不是亲母女胜似亲母女。你们说，太后会如何处置皇后？徐贤妃闪着一双八卦大眼，看着高德妃、刘贵嫔、屈才人等人问。他们不敢找皇后的麻烦，所以一旦有人与皇后对上，众人自是开心不已。刘贵嫔也很是兴奋，这一次太后娘娘肯定得罚她。那天本来要借着请安整治她的，可惜老天不长眼，太后那天不舒服，这一次她在劫难逃了。是啊，那天的戏没看到，那明天一定有戏。宫中实在是太无聊了。屈才人闻言双眼放光，明天又逢午，是不是明天开始起要给太后请安了？孔美人轻叹一声，可太后这边没传旨呢，也不知道傍晚的时候会不会有旨传来。太后没传旨啊，那就不一定有看了。希望她能传。屈才人是真心的无聊，这个人并不是那种真正的恶人。他与孔美人住一殿，两人的娘家势力都不大，也只能依附着掌管六宫的高德妃了。成天巴结别人心情并不好，所以心态有些扭曲了。贵德宫里非常热闹，李嫔的宫中也不安静。娘娘，您说这次太后会不会除了皇后？自从她回归后，皇上就再也没来了。大宫女一脸雀跃，而李嫔却面无表情。皇帝眼里只有凤霞宫了，他哪里还记得有个后宫？真正高兴的人莫过于安美人了，他觉得皇后真牛掰，这长公主她说打晕就打晕。后宫所有的嫔妃都讨厌燕青武，因为在她眼里根本就瞧不起他们这些人。仙儿，给我找一套男子衣服来，皇后娘娘说明天带我出宫去看表演。仙儿立即应了，娘娘，兰儿正在给您做，穿别人的不干净。有眼力。安美人非常高兴，好，有赏。各宫反应不一，就是凤霞宫也不安静。燕青武的态度让秀玉很不满，等他一抬走，秀玉就嘟嚷起来，娘娘，你也没得罪大公主呀，她为什么对您这样？她确实是没有得罪过燕青武，自己嫁进来的时候她早已嫁了。但有的人天生就是相看两相厌。宁一真想，她与燕青武这个公主小姑子大概就是如此。于是他轻笑一声，管她什么态度，与本宫有何关系？再说我们又不是真正的姑嫂，她不过是太后带大的公主罢了。公主，这后宫还少了吗？公主是不少，可敢这样对她家主子，这长公主也太过分了。秀玉闻言揪着嘴，奴婢只是不明白罢了，她凭什么对您这样？不管如何，您是皇后，没什么平不平的，这个人只不过是偏着太后娘娘罢了。因为太后不喜欢自己，自然燕青武也不喜欢自己。宁仪真倒是非常好奇谢太后对自己的态度，她记得非常清楚，舅舅第一次带她去见太后的时候，她看自己的那真满眼慈爱。后来她入宫为后，太后对她也很好，有的时候谢珠儿出言不逊，她还会呵斥她。是从什么时候起，太后变了脸呢？第0137章不高兴的燕一月。前后对比，她对自己的态度仿佛变了个人似的。对了，就是自己舅舅被押入大牢后，她变的。呵呵，太后娘娘果然会装。宁仪真终于想通了，上辈子太后那么对她，就是因为她舅舅这个靠山没了。果真是塑料姐弟情，当年谢太后天天嘴里说着他们比亲姐弟还亲，亲个屁！怪不得谢珠说她舅舅是个蠢相。宁仪真觉得舅舅确实是蠢的，为了一个这样的女人，把自己一生都送上了。谁说世上没有痴情男人啊？他舅舅就是。唉，若不是姓谢的还是太后，
若不是谢家的势力与梁王的势力还没铲除，若不是他儿子还要名正言顺地做这天下，宁仪真绝不会让他再继续蹦跶。秀玉，别去想了，让别人引得自己不痛快，不值。随他去吧，我去休息一下。若太后敢打上他与孩子的歪主意，他也不介意让他没儿子养老。主子累了，秀玉自然不说了，奴婢去给您打水洗洗。去吧。秀玉下去了，燕一月跑了过来，母妃，那个公主很让人讨厌的。宁仪真摸了摸女儿的小脸道，她不过一只跳蚤罢了，不必把她放在心上。燕一月嘟起小嘴道，可是她欺负娘亲，月儿不喜欢她，敢欺负我娘亲，我就要收拾她。哥哥，你说对不对？小丫头小拳头挥挥，一脸的愤怒。燕倚天的脸色也不太好，刚才他可是听到那个姑姑在宫里骂自己母妃呢。不放过。面对这一双可心的儿女，宁仪真心暖暖的，比冬日的暖阳照晒还要暖。那你们想怎么做？话一落，燕一月咚咚咚的跑进了屋，然后又哒哒哒的跑了出来，小手高高举起，娘亲，他爱骂人，我就让他烂嘴巴。噗，这是个好办法。行吧。宁仪真同意了，燕青武确实得受到些教训，要不然他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晚上让小绿去下。这下燕一月开心了，谢谢娘亲的。这天晚上，燕青武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这嘴巴四周就是个痒，痒得他抓得鲜血长流，好几天才好。当然，这是后话。洗好脸，孩子被春花带去练功室了，宁仪真却休息了好一会才起来。见他起来了，江嬷嬷给他送上了一碗双皮奶。娘娘，长公主被太后接进去了，您说太后会不会给她出气？肯定会啊，只是她能吗？这头痛可才刚刚止住了，那今天晚上让她再痛得剧烈些就行了。她没空与一个老太婆斗，若不是怕皇室出丑，让那老太婆怀个双胞胎好了，她做的生子药效果可真不错的哟。这个半天各宫都很兴奋，等着太后传旨请安。可等到天黑了，也不见慈宁宫半个人影。次日一早，各宫接到的消息是，皇上带着皇后和孩子一起出宫了，跟去的有安美人与2位公主。他们去干什么？听说今日左相搞了一个什么捐赠仪式，号召天下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帮忙西周百姓渡过难关。出宫已经很惹人眼红了，可大家还听说那个以演戏出名的清源阁青楼今日有大型的演出。这清源阁的戏可是天下闻名啊，可惜他们贵为皇上的女人却从来没有去看过。顿时各宫的女人都要吐血了。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皇帝这样做，那不是打太后的脸吗？是啊，皇上不是对大公主最好的吗？大公主被皇后打晕，他竟然还带她出宫。喂，你们说这皇后娘娘是不是有什么法术啊，能把皇帝的心智迷住？这时杨婉仪一脸神秘地说，你们听说没有？我听人说世上有一种毒叫迷人砂，中了这种毒的人只会对下毒的人痴迷。什么？世上还有这种东西？顿时众美人的眼珠子都亮了。快说快说，这东西哪里有？徐贤妃最心急，若能得到这东西，还怕皇帝对自己不好吗？除了他急外，众人都急。可杨婉仪却摇头，我可不知道哪里有的卖，听闻这是毒怪五虚子的至宝，这人20年都没消息了，可能早死了。啊！刘贵嫔从希望到失望，总共就经历了不到1刻钟的时间，顿时心里难受极了。人都死了，那皇后的要从哪来？对啊，皇后的要从哪来？大伙心中都是这个疑问。徐贤妃自作聪明，一定是她舅舅给她弄来的。想当年那姓孙的可是一手遮天，先帝晚年沉迷于药，怕死的他招了个仙人在宫里，什么事也不管，只求长生药，国事就全落在了孙科手上。那时他可是先帝最信任的人。刘贵嫔觉得有道理，对对对，一定是那姓孙的给他准备的，绝对不会有错。那怎么办？若皇帝是真的中了皇后的毒，那这后宫还有会他们的好日子过吗？虽然很多美人的宫中皇帝去都没去过，但是希望还在。可现在希望都没有了，让他们怎么办？徐贤妃也是最迷皇帝的一个，顿时他脸一横，我们找太后去，太后一定会替我们做主的。太后会替他们做主吗？很多人的心中对这句话都不相信。入宫这么多年了，太后可真心替他们做主过一次。太后想的就是如何把谢家女塞到皇帝身边，替谢家产下皇家的后代。可不找，不就眼睁睁地看着皇帝被皇后迷惑吗？走，找太后去。就在众人准备去找太后时，高德妃开了口，行了，这没凭没据的东西，你们去找太后有什么用？各宫姐妹与其嫉妒皇后，不如修炼好自己，总有一天皇上会看到你们的好。可能吗？皇帝没中毒都看不到他们的好，皇帝都中毒了还看得到他们的好？
虽然大家对高德妃的话都不相信，但他有一句话说对了，找太后确实没用。怎么办？难道他们就应该这么认命吗？第0138章募捐大会。事实越清楚，众人的心情就越不好。可今日安美人的心情却在放飞。虽然准备好的男装没穿上，但是跟在皇后娘娘身边，她觉得也很拉风。好久没出来了，宫外就是好啊，风景好，空气好，心情好，真不想回去了。没人知道她的心情，与她同样心情好的还有12公主与14公主。皇嫂，舞台扎在哪里啊？看着这一脸小兴奋的姐妹，宁仪真轻笑道：“就在前面，不远了，马上就到。”果然，很快就到了。众人抬眼望去，只见长安街中心广场上，一个巨大的舞台离地3尺搭起。舞台的两边挂满了红底黄色的横幅，上面写着一句句感人的话。安美人一见，立即就念了起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众志成城，万众一心。西周别怕，我们与你们同在。”天啊天啊，写得太好了！皇后娘娘，左相果然是人才啊！这话写得直戳人心窝子啊！不行，今天我也得再捐上一点。安美人的话一落，14也跳了起来：“我也要捐，虽然我银子不多，但是1两也是心意。”可不，12也这么认为，我也带了50两。这活动还没开始呢，就被感动了。宁仪真笑了：“一会你们可别哭哦。”众人继续往台前走，快到台前，德公公才高呼：“皇上驾到！皇后娘娘驾到！”这一呼，文武百官和请来的皇商们立即起身接驾：“吾皇万岁万万岁，娘娘千岁千千岁！”看着这漂亮的舞台，燕凤阳十分满意，众爱聊平身。谢皇上！众人坐定，接到萧远寒的暗示，皇帝站了起来，面向大众：“众位爱卿，诸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朕替西周百姓感谢大家的光临。西周是我大梁国土，西周百姓乃我大梁之良民。如今西周有难，百姓啼哭，朕心感万分悲痛。今日朝廷在这里举办义演，希望大家倾囊相助，一起助西周百姓渡过难关。朕在这里替西周百姓感谢大家了。”皇帝的话一落，台上出现一个美人。只见她一身白裙，仙气飘飘，一开口更是声如黄鹂：“尊敬的来宾们，大家上午好。半个月前，我西周大地惨遭雪灾，这场大难给我们的西周百姓带来了巨大的损伤。这一天，百姓的生命与财产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雪灾无情人有情，虽然我们的力量很单薄，但我相信只要我们聚爱能成塔，聚沙能成峰。父老乡亲们，今天希望你们慷慨解囊，奉献爱心，我相信我们的西周百姓一定能度过这一次难关。为了感谢各位的支持，我们精心编排了这一台义演活动，现在义演正式开始。第一曲目，话剧《风吹大地雪飘零》。这幕剧演的是边关牧民在大雪中的惨状，那逼真的画面，新式的手法，看在众人心情起起伏伏。第二曲目叫《边关抗雪人》，这幕剧主讲的就是边关军民团结一心抗雪情景，自然引得众人斗志昂扬。第三曲目叫《爹娘再爱我一次》，讲述的是边关牧民被大雪压倒后，以血肉之躯把孩子护在身下的故事。这一幕演完，几乎整场的人都哭了，连男人也泪满眼眶。最后是一首歌，歌名叫《爱的奉献》。这首歌是燕一月与燕以天唱的，兄妹俩用童声演绎这首催人泪下、抓住人心的歌，太感动人了，太感动人了！我要再捐赠，我出捐赠，我要奉献出我的一点点爱，让世界变成美好的明天。他们太可怜了，我也要捐赠。这一刻，人心所向；这一刻，爱心泛滥。这一次，空前的盛况。这一天，安美人虽然再一次损失了500两银子，但是她心情实在是好。这个演出真的太好看了，我要经常能出宫就好了。听说那个清源阁经常有新戏呢。昨夜兴奋得了一夜没睡好，今天一早起来，她还是这么嗨。不敢跟出去的联姻一脸醋意，真有这么好看？安美人连连点头，太好看了，不是一般的好看。本宫这辈子才知道世上有这么好看的戏。哇，跟着皇后娘娘是我这辈子做出最正确的选择。联姻更吃醋了，你倒好，有好戏看，奴婢却被关在了宫中闷了一天。安美人终于发现了，哇，联姻你吃醋了？那没办法，我可不敢带你出去，毕竟你这体型。好吧，联姻闭嘴了。谁让她开始变胖了呢？想当初入宫时，她也曾是体态轻盈、秀丽非凡的俏佳人，可现在她长了不止20斤。奴婢就知道娘娘嫌弃我了，我这就减肥去。安美人乐了，她可没嫌弃联姻，这可是她的心上人。若不是为了她，她堂堂一个男人，怎么会化成一个宫女入宫陪伴自己左右？联姻，我陪你一起减肥。这话很暖，联姻感动了。娘娘虽然有了皇后娘娘这个最爱，自己在她心中还是有分量的。而此时早朝，
又向大赞左相这次活动的成功，大赞他替大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萧远寒自然非常谦虚，说这一次功劳最大的是百姓粮铺，应当嘉奖。燕凤阳自然不吝惜，大笔一挥，天下一铺，折封百姓粮铺老板楚乔姑娘为真义县主，赐白银1000两，丝绸100匹，玉如意1柄。这一次一捐，牵动了京城百姓的心，许多的百姓不仅捐银还捐粮，光昨天一天就收到银子328万两，粮食550余万斤，西周百姓的困难解决了。皇上英明，若我朝多出现几个这样的义商，困难何惧？这一次是镇国公最真心的一次。作为户部尚书，掌管着天下粮食，皇上要粮他却拿不出来，也算是他的失职。虽然这一次的活动没交给他办，但解决了朝中钱粮的问题，他算是松了口气。皇上英明，皇上英明。镇国公一开口，他的党羽立即跟上。第0139章楚翘被封。今日燕凤阳心情好，第一批500万斤的救济粮已送去了边关，现在第二批又有了着落。有了这些，边关百姓这个冬天就不用愁了。明年土豆种一成熟，就送上一批种子去边关，等明年下半年，边关百姓就不会再饿死了。战争、天灾、祸乱让大梁这些年来人口一直难以恢复。若无人，敌国来犯时，拿什么去打仗？这一点燕凤阳最在意。诸位爱卿，你们的功劳都大，没有众爱卿的齐心协办，就不会有这一次的成功。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明天早朝罢朝一次。罢朝？众人一脸惊讶。自这位皇帝登基以来，就算他身在边关，除了过年，朝中从来都没有正式罢朝过一次。看来皇帝心情确实是好啊！皇上万岁万万岁！这次一言有多成功，谢太后就有多头痛，因为这都与皇后有关。若不是他提议搞什么捐款，左相大人也想不到去弄这个事，都是他多事。蒋嬷嬷见谢太后双手紧紧地按着双鬓，便知道她的头又痛了。太后娘娘，您说这太医水平怎么就这么差呢？您这头痛都这么多天了，还是不好？岂止是不好，而是越来越不好了。昨天晚上痛得半个晚上都没睡着，药也吃了，针也扎了，可就是止不住。谢太后没好口气的道：“肯定是那皇后与哀家犯冲，她没回来前，哀家的头可没这么痛过。”蒋嬷嬷觉得这话有理，虽然皇后让人讨厌，但她的医术却是真的不错，不如叫她过来看看。叫她过来。谢太后直摇头，不叫，哀家不想看到她。只要一想到要看到她，哀家这头就更痛了。叫李太医过来，让他要下重点。太后头痛不止，宁仪真却开心不已。楚翘被封为县主，他真心替他高兴。这3年多来，虽然有8个有力的手下，但楚翘出的点子，一个个都替他解决了很大的难题。在宁仪真的心中，他把楚翘当妹妹，能给他一个身份，这是他心中所想。次日，真义县主入宫谢恩，谢皇上隆恩，谢皇后娘娘厚爱。今天的燕凤阳也非常有亲和力，因为今天他面对的是大梁的功臣。平身。真义县主以后多为朝廷出力，朕替天下的百姓多谢你了。楚翘并不是头一回见皇帝，虽然以前只是悄悄的看，但也是看过了，所以他一点也不好奇皇帝长什么样子。燕凤阳的话一落，他大大方方的道谢：“皇上太客气了，替朝廷出力，替百姓分忧是臣的本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这是臣的责义，不应该太过夸张。皇帝只请放心，今后我百姓粮铺定会担当起天下一粮之职责，绝不让皇上您脸上无光。”这话燕凤阳非常爱听，而且替楚家可惜。若此女不被楚家所弃，楚家怕定会是成为天下第一皇商。但现在难了，真义县主难得入宫，皇后陪着他转转吧，招待有功之臣，这是皇后的使命。宁仪真立即应下，臣妾遵命。皇上走了，楚翘高兴地跳了起来，我终于进来了，终于进来了。珍姐，我总算光明正大的进来看你了，以后我可以时常来看小月小天了。谢谢你给我这份荣耀。见这姑娘乐成这样，宁仪真顿时牙都痛了。这是高兴能进宫了呢，还是高兴能进来虐待2只小？其实这份荣耀也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不能算自己给他的。抱了抱这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妹妹，宁仪真牵上了她的手，走吧，我带你去宫中以及御花园转转。楚翘是真兴奋，立即跟上。好呀好呀，只逛过故宫，不知道它比故宫如何，光听你描述一点也不直观。对了，能不能巧遇上太后娘娘？看到这小疯子似的姑娘，宁仪真摇摇头。你遇到她做什么？这种疯老太婆，你还是别遇上了，要不然有的你受。嘿嘿，楚翘乐了，我只是想看看那谢爷儿，看看他得有多丑，丑到皇帝都认可。宁仪真，世上有这种人吗？专门的落井下石，若让谢爷儿知道，还不气得吐血。他被老鼠咬伤了，送回谢家去了，
一时半会你可能看不到。啊！楚翘傻眼，被老鼠咬伤？宁一真点头，就是被老鼠咬伤。李太医这个太医院院士得出的结论不会错。一瞬间，楚翘闻出满满的阴谋味道。亲，不是你动的手吧？宁一真瞪了楚翘一眼，本宫没空理这种小人，就他还不配本宫动手。不是姐妹动的手，那这宫中还有高人在。楚翘提醒道，姐，你在宫中要小心些，这宫中看来高人不少。老鼠咬人这是太搞笑，若是真，唯一的解释就是这只老鼠成精了。再弄几个人进来吧，这里太危险了。这只老鼠可不就是成了精吗？谁也不咬，单咬蟹牙。宁一真一听也乐了，不用，危险也得分人，这种小伎俩对于本宫来说那是小菜一碟。行了，你难得入宫，我带你好好看看吧。想想这姐妹的厉害，楚翘也觉得自己可能是过于操心了，除非是找死的人，否则也不敢找上她这姐妹。走，逛逛去。两人准备出去转，哪知12与14过来了。14眼睛一亮，天啊，皇嫂，这不就是昨天台上的那个姐姐吗？宁一真点头，对，就是她，皇上刚封的真义县主。真义，这是12公主燕静妮与14公主燕静幽。昨天她们姐妹俩从演出结束开始回到宫里，这一路上都在说你。行了，既然你们遇上了，就好好聊聊吧，我让人去摘些水果过来。遇到心中的偶像，14太开心了。皇嫂，我要喝水果奶茶。没问题。第0140章燕13拆线了。大家聚在凤霞宫，两只小非常喜欢楚翘，两人缠着他讲宫外的故事。没了办法，他只能讲。这一讲把12与14也吸引住了，心里痒痒的，想立即跑去宫外住上10年8载的了。宁一真看到了这姐妹俩的表情，顿时打趣道，这下好了，你把两位少女心给煽动了。楚翘一听乐了，不是我煽动，而是每人都有一颗骚动的心。对了，有个事请姐帮忙。哦，这小妮子可是很少求自己帮忙的。宁一真双眼一亮，说吧，要我帮什么忙？楚翘立即从袖中拿出一张脉案，年纪在60多岁，情况都在这里，您帮着看看有没有治。看了脉案，宁一真也没问是谁，这是老年症，身亏太过，气血不足所致。老年症没得治，但可以养一养。明天我给你做一些养气大补丸，1天1粒，应该说半个月后人能好起来。楚翘一听，多谢了。这是谁啊？让你来求我帮忙？楚翘突然脸一热，就一位长辈，人很慈祥，所以想帮帮他。是长辈，宁一真就没多想。行，我知道了。楚翘直到傍晚才出宫，玩了一天的两只小更是累得睁不开眼睛了，才去睡。秋月侍候着宁一真洗澡。主子，楚姑娘今天可是真开心。宁一真笑笑，她真以为这宫里有多好玩，现在进来了就不好奇了。秋月，你们几个都不小了，真的不想嫁人吗？突然提到这话题，秋月怔住了。主子，当年被老主子收进清风营的时候，大家都发过誓言的，属下姐妹们是绝对不会嫁人的，您可别替我们操这心。清风营收留的主要是孤儿，素质好的、天赋高的就会进行特殊训练，若训练出来的都会有极高的待遇。不过同样有代价，那就是终身服毒，被判折死。但并没有说不能嫁、不能娶。若圈内里有中意的人，同样可以成家立业。对自己这帮忠心的手下，宁一真希望他们不孤独一生。其实营里也有很不错的人，你们成个亲也没什么。当然你们没有中意的就两说了。不过你们要记住，本宫没有准备让你们一个个孤独到老。秋月一听，心中真的很感动。他6岁被孙相的人收留，那时候的他已经懂事了。当年家乡大旱，饿死的人无数，他的爹娘为了救他和弟弟，卖身给地主家，但没想到却被地主家折磨而死。若不是被人收留，他与双胞胎弟弟肯定早就饿死了。现在他已学得一身本事，弟弟虽然没自己这出息，但已经成了亲，生了子，他家后继有人了。娘娘，25岁之前，属下不会去想这事。秋月才20，那就等5年之后再说吧。宁一真没再说了，反正25岁也不老，像她这么能干的姑娘，一定会有人喜欢。不管别的宫是如何过的，凤霞宫就一如既往，每天起来练练功，教教孩子，种种菜，看看账本，日子过得很清闲。转眼福王的手术就过了5天，这天延福宫堆满了人，几乎半个太医院的人都来了。真的能看到吗？皇后娘娘很淡定，应该是没问题的。那这就是说，以后瞎子都能治，应该是这样吧。这一次宁一真用的线是卫氏最好的羊肠线，她不用拆，能自动吸收。太医们窃窃私语，宁一真却根本没有回应。并不是所有的眼睛都能治得好的，别说是这时代，就是科技已经逆天的末世也不能。13
看得清了吗？眼罩一取下，燕凤阳就开了口。然后燕凤寻没回应，他只是静静地盯着眼前一身明黄的男人。是皇兄，他长相成熟了好多。13叔，我是月儿哒，您看得清楚我吗？就在这时，一身粉嫩嫩的燕一月举起胖乎乎的小手，在燕凤寻眼前晃动。这就是他的小侄女吗？好漂亮！她原来是一个这么漂亮的小丫头。燕凤寻一直不开口，燕凤阳有点急了。皇后，你快看看13弟，他是不是还看不清？看不清？手术明明很成功的呀。宁一真有点怀疑了。你们让开一点，我来检查一下。这是皇嫂，那个他因为皇兄不喜欢，他也不喜欢的皇嫂。眼泪就这么落下，无声的掉在了胸口。那白色的绸缎上，泪水瞬间绽开。燕凤寻一哭，燕凤阳还真有点急了。13，你怎么了？别哭，让你皇嫂再帮看一下。不用，皇兄，13看到您了，看得见了。啊！燕凤阳怔住了。13，你真的看得见了？燕凤寻边哭边点头。看得见了，我看得见了，一清二楚的看见了。皇兄，谢谢您。燕凤阳的鼻子酸了，眼眶热了。那一年若不是这个年仅5岁的弟弟好吃，先试了他的汤，眼瞎的就是自己了。他一把抱住自己13弟，紧紧抱了一下就松开。好了，看得到就好了。朕的13弟能看到了，将来又能帮皇兄的忙了。13，皇兄给你介绍一下，就是皇兄的2个孩子天儿、月儿，这就是你皇嫂。燕凤阳是个非常有原则的人，既然承认了宁云真为皇后，他也承认她是自己弟弟妹妹们的皇嫂。眼前这个仙女式的人就是他的皇嫂吗？谢谢皇嫂。激动加感激，燕凤寻朝宁一真深深的鞠了一躬。第014章庆祝的蛋糕，大家都很激动，但宁一真一点也不激动。换个眼角膜，对于他这医术界的大佬来说，真的很小儿科。月儿，给你13叔准备的礼物呢。燕一月一听，立即往外跑。秀玉姑姑，秀玉姑姑，快把礼物推出来。来了。随着一声清脆之声，秀玉与春花推着一个半个人高的蛋糕出来了。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都多彩多姿。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都充满欢喜。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月伴你天空万里飞，让夏夜灿烂渗进美梦，冬天冰霜不至。奶声伴着笛声，兄妹俩一个吹笛，一个歌伴舞跳了过来。一瞬间厅内温馨如画。13叔，这是我和哥哥还有娘亲秀玉姑姑、江嬷嬷、春花、秋月姑姑给你做的蛋糕，祝你康复快乐。看到这大蛋糕，燕凤寻有点不知所措，可燕凤成却嫉妒了。13，前几天我生辰皇嫂都没有帮我做，皇嫂是个偏心眼儿。噗的一声，14公主非常无良的笑了。七哥，你羞不羞啊？一个大男人还讨吃，嘻嘻嘻。今天在座的除了太医，还有不少人，他们都是过来坐等看宁一真打脸的。毕竟这世上瞎子重见光明的事，谁都没见过。燕凤成才不管这些无关紧要的人，顿时他故意朝14公主一板脸道：好好好，你害羞，那一会儿你就不用吃好了。14公主一点也不怕自己七哥，反驳道：我害羞又没事，我还小呢。小月儿，你说是不是？燕一月听了嘿嘿直乐。14姑姑，我和哥哥才是小孩，你们全是大人。娘亲，我说的对不对？在小女儿鼻子上轻轻一点。宁一真轻笑，是，你说的全对。去吧，与你13叔一起切蛋糕去。从头到尾没有人注意到燕凤阳的表情，没有人知道他心里也很酸。要知道今年他的生辰还是在战场上度过的，别说蛋糕，那天连饭都没得吃。看着自己卖萌撒娇的弟弟，燕凤阳眼光变得冰冷。哼，你倒是想得美，过生日还想吃蛋糕。今天能给他吃，正是看在你还有兄弟情的份上，否则蛋壳都不给他一个。今天的蛋糕很大，太道太医们与侍卫，从及福延宫的太监宫女都分到了一块。纯正的鲜奶水果蛋糕，奶的鲜，水果的甜，蛋糕的香，让大伙饱了一次口福，也让众人开了一次眼界。燕凤寻吃了一块最大的，边吃眼眶边红。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为他这样做过。皇兄对自己也很好，让人护着他，可是皇兄太忙，细节上从来没做过。燕凤寻心中也暗下了决定，以后他一定要好好报答皇兄皇嫂。谁要欺负他的小侄儿、小侄女，他一定不会放过。福亲王的眼睛能看得见了。瞬间，这消息传遍了朝中重臣之家，立即有人来打听皇后娘娘会不会接诊。听到这个消息，宁仪真抿了抿嘴，都是有钱人。小安子传下去，接诊费每一次纹银100两，治疗费1万两起步。这条件一提，瞬间哗声一片，有人跳了起来。天哪，这也太心黑了吧！看一下
就要100两银子，这算什么？治疗要1万两起步呢。若真要治好一个病，怕是没几万两不行啊。很快又传出消息，皇后娘娘下令，得来的费用一律用于大梁国医署的筹建。什么叫医署？就是朝廷建立医馆，请人坐诊，专替老百姓治病的地方，并且真正的平民医署会根据各家的条件发一张等级令，根据家庭条件不同，收费不一，对孤寡老弱病残等减免大部分的费用。这消息一出，那些说三道四的人不敢说什么了。皇上，皇后娘娘这一招狠啊！燕凤阳看了萧远寒一眼，恒之以为这医署如何？好想法，臣想与皇后娘娘细说说这医署之事。萧远寒就是为这医署而来，若朝廷能建成这医署，那真的是百姓之福。社稷江山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心所向。作为一个丞相，萧远寒的脑子里天天都是这些。燕凤阳对此也很有兴趣，他是帝王，是百姓的天。宣皇后进上书房，宣皇后娘娘进上书房，宣皇后娘娘进上书房，宣皇后娘娘进上书房。很快，这圣旨就到了凤霞宫。正与儿子女儿一起练柔功的宁仪真有点无语，这么大的架子，还让他亲自过去。哼，宝贝们，你们继续练，娘亲去就来。小玉儿乖乖的点头，娘亲，你赶紧回来哟，可不许偷懒。宁仪真笑了，不偷懒，偷懒的人是小狗。回到屋里换好衣服，他又拿出了一叠纸，这才随德公公过去。可还没进上书房，就听到里面有人在说话，声音带着大大的不满。皇兄，皇后这是不想替人看病是吧？这世上有这么贵的问诊费吗？这声音宁仪真熟悉，又是燕青武。宁仪真并不知道上辈子的自己到底哪里得罪了这个公主。上辈子2个孩子连娘都不认，与燕凤阳有关之外，与这个人的关系也很大。说真心话，宁仪真打心眼里讨厌这个小姑子。看来小丫头给她下的那点药还没让她接受教训。行吧，燕青武，你就跳吧。屋里听到自己姐姐的告状，燕凤阳表情很淡很淡。皇姐，100两银子还不到您一件首饰，这很贵吗？若不是大事，燕青武不会跑进宫来，因为他的嘴出了事，吃了好几天的药才好一些。可一听这话，他真要吐血了。上次被皇后扔出去，这仇还没报呢，今日他可是特地进宫来，是向皇帝告状的。但现在自己这弟弟，他在说什么？皇上，这能相比吗？一件首饰能戴一辈子呢，可看一次病能顶多久？第0142章，反正气死人不偿命。对于自己这皇姐，燕凤阳也是打心眼里的不喜。他闻言微微抬头，一脸严肃地问道：朕问你，一双眼睛能用多久？一双眼睛当然得用一辈子了。燕青武闻言嘟起了嘴，皇上，这100两银子不是治，而是诊。若要治，得1万两起步。燕凤阳现在对这一属是太感兴趣了，银子那是越多越好啊。朕的皇后又不是民间游方郎中，若所有人都来请她治病，她还有空教导皇子与公主吗？皇姐，你的眼睛又没病，你生这么大的气做什么？燕青武抿抿嘴，本宫并不是生气，而是替世间有眼疾的人鸣不平而已。燕凤阳淡淡的看了他一眼，依朕看，并不是如此吧？朕听闻安义侯老夫人2、3年前眼睛就看不太清楚了。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传了进去：皇上明鉴，安义侯老夫人确实成了半个瞎子了。公主如此生气，只不过是不想出银子罢了。看到门口缓缓进来的女人，燕青武恨得不行。宁仪真，你胡说什么？这银子又不是要我出，与我何干？不要他出，恐怕就是他想讨好那驸马爷吧。宁仪真淡淡一笑，本宫知道皇姐不是在心痛那银子，而是不高兴请本宫给你婆婆看病。没关系，天下医者多了去了，不差本宫这一个，不用勉强啊。皇上，您传本宫来是要说这医属之事吧？本宫口才不好，还是请皇上自己看吧。他还口才不好？燕凤阳牙痛了。可当他看到案上那本论医属的建制及后期运作之时，他伸手拿了起来。萧安寒很好奇，让臣看看。一起看。一瞬间，上书房里安静如夜。见两人不理自己，宁仪真行了一礼：皇上慢慢看，若有不明白的地方，到时候本宫再来说明。臣妾告退。也不等皇帝发话，宁仪真转身就走。宁仪真，你等等。宁仪真回头淡淡的看着燕青武，若公主礼貌一点，本宫在收费时可以给个亲戚价，但现在不二价。你想治就治，不想治就拉倒，没有人逼着你请我。但是没有我，从此以后，安义侯老夫人就只能当个瞎子了。安义侯府老夫人是驸马林成坤的祖母，当年林家不肯让中了探花郎的孙子上驸马，
无奈燕青武爱她，爱得要死，不嫁她就不想活了。不管皇帝喜欢不喜欢这个女儿，但若公主真亲生了，林家责任就大了，安义侯府也只能同意了。这3年来中了钩缠之毒的燕青武对林成坤的爱有增无减，他来请宁姨真治老夫人的眼神，也是为了讨好自己的男人。这番话只把他气得吐血。你太过分了！我可是你的皇姐！什么狗屁皇姐？本宫认了你吗？宁姨真一脸鄙视。那又如何？皇姐，这又算哪根葱啊？在这里，本宫声明，这大梁皇朝，本宫除了替皇上、太后治病不收钱外，非我家人者，谁也不能例外。这话一落，燕青武气得不行，他这是说自己是外人了。姓宁的，我让皇上开口，看你敢不治不？这话一落，宁姨真冷笑一声，你可以试试啊，我觉得你还可以找天皇老子去告状。燕青武，本宫给福亲王解毒，你知道皇上付出了什么吗？什么？燕青武还真不知道。本宫自由出入宫中的禁令。什么？这下燕青武汉傻眼了，你竟然敢与皇帝讲价钱？宁姨真一脸淡笑，有何不可？敢提，那是本宫付得起代价；你不敢提，那是因为你无能。本宫很忙，就不与你聊天了。我想你也没兴趣与本宫聊天，想治就准备好银子，否则别来烦扰本宫。话一扔，转身离去。燕青武气得要命，可是他还是把人送来了。看在亲戚的面子上，一口价1万两，那100两的诊费我就不收了。一口老血从燕青武胸空中喷出，1万两都出了，他还在乎这100两吗？直到3天后，安义侯府老夫人能清楚地看到一切，他这气才顺下些。宁姨真把银子交给秋月记账，这是最轻松赚到的大钱，不过100内账手术罢了。这种小手术，他的手术刀几分钟就结束。可是为了让人家把银子付得心甘，宁姨真硬是把病人的双眼包扎了3天，开了几天的药。不是他无良，而是他不喜欢燕青武。娘娘有了开端，以后怕是生意兴隆。可是并没有如秋月所想，安义侯府林老夫人出宫后，并没有人再来找宁姨真治病。不过他也不在乎，现在没有，不代表以后没有。这些有钱人富贵病多了去了，等要他救命之时，好好的宰他们一刀，来个劫富济贫好了。没人来，宁姨真就安心的陪伴起2只小来。皇后娘娘，听闻您的后院改造好了，妾能不能去看看？后园确实是改造好了，有钱就是能使鬼推磨。宁姨真让李安私下打赏干活的太监，他们回报的就是赶日赶夜的帮着他改到凤霞宫。刚改造好的后院虽然还没有种下什么菜，但却很有生气。院子的最北角有一排小房子，那里养着的全是燕一月的宝，小兔子、小鸡仔和大白鹅。除此之外，还有他的一片菜地。听闻皇后娘娘的后院改造得美轮美奂，一直在宫中默默无闻，地位极低的刘才女跟在安美人身后跑来了。这2人住一个宫。对于刘才女，上辈子宁姨真没有去注意过她，不过重生后，她倒是注意过她了，因为她是柳家女，冷宫那位柳才人的亲侄女。2年多前，柳才人出冷宫后，安心的守着自己的表哥过日子，一有消息就会送去献衣房。看了这女子一眼，宁姨真点头，没什么不可以看的，进来吧。刘才女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谢皇后娘娘。平身。第0143章皇后的后院。后院划成了4大块，一块练武场，一块儿童乐园，一块燕一月宠物天地，一块果园加花圃。听闻安美人带着刘才女来看皇后的后花园了，不一会又来了2位。娘娘，孔美人与屈才人求见，说是想参观娘娘的后花园。他们这是干什么？不是都嫉妒她，巴不得她被皇帝嫌弃吗？怎么，现在知道她的地位不可撼动，所以就跑过来抱金大腿了？宫中自然是敌人少些为好。宁姨真并不是怕这些分位低的嫔妃，而且她很清楚宫中任何一位嫔妃，宫外都有势力，要不然进不来。让他们进来吧。秀玉，上茶水去花圃。是。一行人到了花圃，这个花圃是李安自作主张建的，当然那些玻璃是宁姨真悄悄从空间拿出来的。花圃也不算大，大约50平左右，围着它的是果树。京城的10月底已经入冬了，虽然不像北边那么寒冷，但百花基本上已经凋零。可这花圃里却是百花齐放，花圃的地面铺的全是青砖，一排排的花架子上摆满各色植株，特别是靠东边的有一块地，各色菊花正争奇斗艳。天哪，太漂亮了！刘才女年纪小，才18，入宫时才14。入宫后，连皇帝的面都只远远的见过2回的她，心思还是很单纯的。见到那片菊花池，她立即奔了过去。而安美人注意的，则是这玻璃做出来的花棚了。皇后娘娘，您这琉璃也是海外来的吗？宁姨真解释不了，只能点头。正是，
你喜欢？安美人点点头，喜欢，这东西真好。一进来，感觉春天来了。宁怡真笑笑，大棚里恒温的作用，自然舒服了。你们可以把大袍脱了，省得一会出去了，外面会冷。这花圃头顶有几块活动的琉璃，用于通气，夜晚冷的时候就把它们合上。三人坐下，刘才女怯怯的笑笑，娘娘，妾失态了。您这菊花品种可真多，太漂亮了。宁怡真轻笑，没事，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你喜欢它，也算是本宫的荣幸。不，是妾的荣幸，妾的荣幸。刘才女被宁怡真的客气给吓着了。很快，孔美人与屈才人也引进来了。这两人，一个长得小鸟依人，一个高挑英气。妾参见皇后娘娘。皇后娘娘万安。宁怡真挥挥手，坐吧。既然都是宫中姐妹，守住了自己的本分就行了。两人立即坐下，可双眼却朝着四周转动。天啊，真的是太美了！皇后娘娘，这花圃是您自己设计的是吗？孔美人一脸羡慕。宁怡真淡淡一笑，这是本宫宫中的太监管事李安弄出来的。你们若想建一个这样的花圃，可找他去。真的吗？皇后娘娘，您真的肯帮我们？屈才人双眼一亮。他虽然长得不是倾国倾城之人，但是却有一个颗小女人的心，喜欢花花草草。京城的冬天比这西北边境要暖和许多，但是一到这季节，花花草草都死绝了。能在这大冬季看到这漂亮的花园，这是多么的幸福啊！当然，只要你们自己有银子，这琉璃本宫有地方帮你们买，不过价钱不便宜。那肯定的呀，宫中的人都知道这琉璃来自海外，听闻一块琉璃得要上百两银子。皇后娘娘这个花圃至少得1万2白银吧？屈才人就这么一个爱好，他心动了，妾不能做娘娘的这么大，做这一半大应该可以。皇后姐姐，您若愿意帮妾的话，妾感激不尽。没什么不可以的，反正他的玻璃卖一批生一批。宁一真点头，没什么问题，到时候你找李安就是。谢谢，谢谢。屈美人这一下是真开心了，她正看着自己那些枯萎的花伤心呢。很快，皇后的后院建了一个琉璃花圃，百花齐放的消息传遍了后宫。更让人震惊的是，安美人、刘才女、孔美人与屈才人这4人，还时不时的往皇后宫里跑。喝什么下午茶？打什么牌？赏什么花？喝茶就喝茶，非得下午喝吗？打牌赏花，这么简单的事还搞得这么隆重。皇上，您要不要去看看皇后那花圃去？燕凤阳听到这消息，嘴角忍不住往上抽。皇后这是要做什么？这后宫的女人是朕的，她这是准备跟朕抢人吗？还有，那些女人都脑子有病吗？她们是皇帝的妃子，却去巴结皇后娘娘，难道她们不知道重点都搞错了吗？当然，燕凤阳更不知道她为何生气。后宫的女人历来是朝中大臣们的安心剂，她从来没想过要宠幸任何一个。德公公的提议让燕凤阳更不高兴，不去，镇国事都忙不过来，去后宫做什么？方德言，去查查有没有赈灾的最新快报过来，那些救灾物资也快送到了吧？德公公一听这话，顿时无言了。皇上，您就真没有一点危机感吗？后宫这些妃子，好似把皇后当成您了呢，到时候您就不怕自己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这消息自然也传到了太后耳中，蒋嬷嬷在说着凤霞宫的后院有多好多好。听着这些，谢太后头痛得更甚了。皇帝的心已经被皇后抢走了，皇帝已经在警告她了。虽然心中很憋气，但谢太后不能不忍，毕竟那是可以让她死千万次的事。反正用的不是皇帝的银子，由他去吧。再说，当年孙科给他那么多嫁妆，除了明面上的东西外，银票更是不少。这银子在他手上，不用也落不到我们手上来。蒋嬷嬷气馁，他说了这么多，谢太后却根本没被挑拨动。看来太后这头痛病得赶紧治好才行。娘娘，您真的不用皇后来替您看看头吗？她这么好的医术，或许给您看一下，这头痛病就好了呢。蒋嬷嬷低垂着双眸，太后身体好了，她才有精力对付那皇后，现在那皇后太猖狂了。第014章清闲的后宫日子。不要！谢太后想也不想就否定了蒋嬷嬷的提议。她认为自己就是血燥症引起的头痛，头晕就是神仙来了也只能吃药。再说李太医的医术，那也不是一般人可比的。丽香，玉清好些了没有？国公府的人有没有给她请最好的郎中？说到这个名字，蒋嬷嬷立即放低了声音。太后娘娘，玉清的伤好些了，请的正是京中有名的伤科圣手刘七根，但是他的腿脚怕是以后不便了。听到这结果，谢太后恨恨地骂了一句：这畜生！蒋嬷嬷知道太后在骂谁。娘娘，您说皇上他是不是知道了些什么？这话一落，谢太后双眼一光，不可能，除非你们2个背叛了哀家。蒋嬷嬷一听快吓死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不敢。太后娘娘放心，
奴婢就是死也不会背叛娘娘你。谢太后垂了垂眼皮，起来吧，哀家信你。若不信你，不会把事情都交给你去做。对了，你娘家那三弟不是有功名在身了吗？这样吧，等过些日子，哀家让人给他安排一个位子，到时候让他安心替朝廷效劳。这话一落，蒋嬷嬷大喜，奴婢谢谢太后娘娘，太后娘娘金安万福。谢太后迎进宫中20几年，用人之道，那是高手。她心里很清楚，有欲望的人才会有忠诚。她身边的2个从谢家带来的嬷嬷，早年她就让谢家人放了这2家人的奴籍。不仅如此，她还承诺等她病天之时，不让他们陪葬。人有了希望，就有了欲望，有了欲望，就不敢不忠。只是这皇上如今倒是有点不忠了，若不是如今国家内忧外患，他不能换人，否则……想到自己最喜欢的宫女突然被人重伤，谢太后的心就由刀剜。可她清楚，暂时再狠也不能肆意。不用谢，你们的忠心哀家心里清楚，这些也是该你们的。只要你们忠心，哀家会记着你们的功劳。世间没有该不该的事。蒋嬷嬷心里也明镜似的，主子如此对待，她也只有舍命相护。太后娘娘放心，奴才对天起过誓，若有不忠，诛我9族；若敢不忠，诛你们9族算不得什么。哀家有的是让你们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办法。行了行了，别动不动就是不是的。哀家若不是相信你们，能带你们入宫吗？以后警醒点，别让宫里混进了外人就是。是。宁仪真知道后宫会震动，可她却不在乎，花的是自己的钱，吃的是自己的东西，关别人屁事。秀玉姑姑，推高点，推高点。后院的秋千上，姐妹俩正在晃荡着，这是一个双人秋千，可背靠背而坐。燕一月大爱它了，因为它可以荡得很高。太阳当空照，初冬的阳光照在人身是暖暖的。宁仪真坐在花圃里看账，头顶的天窗是开着的，暖棚里又暖和又透气。女儿的声音传了进来，她抬头，这丫头真是胆大。眼见燕一月荡到了半空中，还在叫用力，宁仪真是有点无语了。好在这秋千用的是魏氏高科技金丝绳，不怕风吹雨淋日晒，更不怕刀剑火烧，要不然这太不安全了。月儿，不能再高了，小心掉下来。可燕一月哪里肯？娘亲，我要飞得更高。宁仪真，这胆大包天的丫头。可没等她再说，燕一月还唱了起来：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狂风一样舞蹈，心声呼啸。云姐姐，快跟我唱啊！宁仪真，好吧，她生了个野丫头。燕家云也是个胆大包天的丫头，荡这么高，她不仅不害怕，而且还兴奋。燕一月一叫，她立即跟着高喊起来：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狂风一样舞蹈，心声呼啸。宁仪真，好了，这下2个胆大包天的丫头在一起，将来天底下又要多2个女霸王了。燕一天在一边看书，看见自己娘亲的表情，她抿嘴一笑：娘亲别担心，妹妹很懂事的。宁仪真再一次白眼朝天：儿子啊，你确定你妹妹真的很懂事？算了，与一个宠妹狂魔讨论她所宠之对象的懂不懂事，等于浪费口水。天儿，你不要去玩玩吗？燕一天摇头：娘亲，那是小孩子玩的东西，天儿已经长大了，不玩这个了。宁仪真脸皮抽抽抽：儿子啊，才3岁多的你就这么老成，等你30岁，那不会变成了一个老腐鸠吧？天儿，你怎么理解家国这句话？一说到这些大事，燕一天就有话说了。他小脸一正：娘亲，家国的意思就是家与国是分不开的2个个体，有国才有家，但是国又是由小家组成，所以天子知道先要考虑天下百姓的小家，小家和谐了，国才安定。内宅不安，何以安天下？就是这道理。燕凤阳过来的时候，正好听到这段话，顿时他双眸挑了挑：天儿，这些是你自己理解的吗？看到自己父皇，燕以天立即起身：儿臣见过父皇。不必多礼，父皇问你，刚才的话是不是你自己悟出来的？燕以天点点头：儿臣就是这么想的。这么小的年纪却能看得这么透，真的是太难得了。作为帝王，就必须是心怀天下。皇后，你教得很好。宁仪真轻笑一声：是天儿爱看书，他已经把《史记》看了好几遍了。有位名人说过一句话：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天儿天资好，悟性高，这些确实是他自己所想，与臣妾教导并无关系。怎么可能呢？孩子是聪明，可毕竟不到4岁啊。若不是耳濡目染，他怎么会想得到这么多？皇后，朝廷这国府营楼已经筹建的差不多了，这2天就可以开张。开张前还有一些具体的事想问问真义县主，你召他入宫吧。第0145章有好友来访。在楚翘的时代，国有银行遍地开花。自从提出这国府营楼之时，
宁一真已经把这部分的资料交给了他，如今的楚翘也算是半个专家了。是，自己的父皇来了，燕一月也没完了，姐妹俩立即过来见礼。月儿，这秋千好玩吗？燕一月依在燕凤阳怀里，笑眯眯的点头。父皇，可好玩了，像飞一样。你要玩不？我借给你玩玩。燕凤阳，我还玩？眼见这男人一脸狗 S 的表情，宁怡真快笑出声来了。月儿，你不是做了秋梨片吗？赶紧拿块给你父皇尝尝呀。冷宫后山的梨子今年特别多，梨片酸酸甜甜的，很有嚼劲，小丫头就这么爱上了。燕凤阳从来不吃零食，可女儿把东西递到了她嘴边，只能咬下。父皇，好吃吗？不得不承认，味道真的很好。突然燕凤阳心中一抖，她的味觉是不是越来越好了？好吃。燕一月开心了，又塞了一块在她嘴里。父皇，你只管吃哟，我做了好多好多的。说完，他挣脱燕凤阳的怀抱，抓了一把，跑到德公公面前。德公公，我父皇都说好吃呢，你也吃。德公公感激涕零，果然是小公主心善，知道顾及他这个奴才，以后他要更加的忠心。谢公主赏。花圃里一家人热热闹闹，燕凤阳坐了好一会才回上书房。宁怡真招来秋月，让人给楚姑娘送信，叫她下午入宫一趟，带上她自己整理好的有关银楼的资料。是。孩子们玩累了，一身是汗，宁怡真带着他们回到宫里，让人给两姑娘洗澡。可这边两姑娘刚洗好澡，让春花把燕家云送回了春和宫。这时李安进来说有人上门来访，来人正是裕亲王的嫡子媳妇王静元，她带着孩子过来的。王氏是原工部尚书王树的女儿，只是王大人去得早，如今的王家是落了。王静元是宁怡真小时候的一个玩伴，这是一个性格很好的姐妹。只是5岁后的她不时常在京城，两人就渐渐疏远了。王氏今年22，比宁怡真大1岁，不过看起来要大上好几岁。臣父参见皇后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多年没见这个好友，宁怡真也很开心。免礼。静元，以前我们是儿时玩伴，现在又是堂妯娌，这虚礼在凤霞宫中就算了吧，以后你还是叫我名字好了，我也叫你个名字。抬起背了，你还是我堂嫂呢。王静元没想到皇后如此亲切，想这些年好友在冷宫，自己却没出到力，心里非常内疚。不是他不想出力，而是不敢出力。嫁了人，许许多多的事都身不由己。他站了起来，一脸真诚地说：皇后娘娘，虽说我们是妯娌，但礼不可废。您是国母，静元不敢放肆。行吧，他坚持，宁怡真也不多说了。这好友心中在想什么，自己也知道。其实上辈子自己出冷宫后，王静元倒真的是多次来看过自己，只是那时候的自己实在是太迟了。话老说过，那是他的情节，除了自己能看破之外，世间没有人帮得了他。念及旧情，宁怡真脸带微笑：你太拘礼了。天儿、月儿，快过来见过你们的堂伯母。两只小立即跑了过来，非常礼貌地叫了人。今日王静元也是有备而来，给每个送上了一份很不错的礼物，看得出是用了心的。皇后娘娘，您这两孩子教的可真好，您是怎么教的呀？宁怡真笑笑道：你看着乖，其实皮的时候让人头痛的时候多着呢。不过我不惯孩子，皮孩子实在不听话的时候就只有打了。这话一落，王氏一脸震惊：娘娘，您还打孩子？宁怡真乐了：当然打。夫子还说板子南山竹，不打书不熟，父母若疼子，何必莫来读呢？不听话就打一阵，一阵不够就打2阵，打怕他了，自然就听话了。但教育孩子时，打是一种手段，言传身教，以身而教，表扬为主更重要。人在世上，别说是孩子，就是大人也喜欢听人表扬，是不是？所以孩子得多表扬，得多肯定。当然，不惯他们也是重要的一点。惯子如杀子，惯坏孩子，你就是跟自己有仇。哇，听人说现在的皇后非常厉害，本事非常大，看来真的没错啊。宁怡真一番真心话，把王静元说的双眼冒星星。天啊，小时候皇后就比自己聪明，长大了这是更不得了了呀。这话真的太有道理了。娘娘，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我受教了。本来早就想来看你，可是一直陪夫君在城外养病，前日才回到京城。养病？宁怡真想起来了，燕凤阳那堂哥有癫痫病，而且发作非常频繁。这病在这时代可没得治，因为病情发作频繁，他本人心情也非常不好，以至于终日郁郁不乐。癫痫有原发性癫痫病与继发性癫痫病，若是原发性的，彻底治疗是很难的。不过宁怡真根据脑子里的记忆可知，燕凤锦的病症应该是继发性的。小时候她并没有这种病，若是有，王静元肯定也不可能嫁给他，虽然他确实很优秀。继发性的癫痫病倒是可以治，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脑深部电刺激术或癫痫皂皮层刺激术，效果比较彻底。但这手术有点复杂，而且人必须是在清醒情况下进行治疗，所以宁一真很快就否定了这种方式。景堂哥现在情况是否有好转？说到自家男人的病，王静元轻轻地摇了摇头，不仅没好，而且还更差了。听闻你医术高超，所以我冒昧的来打扰你，这病你能不能治？宁一真立即道：能不能治，我现在不能肯定，得看过之后才能给你答案。若你信得过我，你可带他过来看看。说到这个，王静元一脸悲苦，他根本不肯出门，这2年连自己的房间都不肯踏出一步。第0146章去豫亲王府，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世上最难还的就是人情，而他最不喜欢欠人情，这是宁一真为人处事的原则。见王静言一脸震惊，他轻轻一笑：你是我小时候唯一的朋友，你的为人我还是了解的，所以我愿意帮你。话一落，王静元的眼泪就禁不住往下掉了。谢谢，谢谢你，谢谢你。皇后，静元其实没有脸来求您的，这些年我对不起您啊，真的对不起您啊。王静元泪眼朦胧，为自己这些年没有能来帮助好友而羞愧。好友的眼泪让宁一真鼻子发酸，其实帮助他自己也是有私心的，只不过不能说到明面上罢了。毕竟豫亲王现在可是朝廷的一根定海神针。不说了，一家人不说这些谢谢什么的，只适合于外人。你先回去与家里人也说一下，等我禀明了，皇上就过去。王静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我静等您的到来。燕凤阳得知皇后要去豫亲王府替自己二堂兄治病的消息后，立即过来了。朕陪你过去吧。听到这话，宁仪真诧异地看了燕凤阳一眼，皇上不忙吗？真义县主下午入宫呢。忙是忙，燕凤阳想，黄伯父对你不满意，朕陪去他不会给你脸色。豫亲王是个固执性子，燕凤阳还真怕他那性子弄得皇后下不了台。不忙，正好朕也很多天没看到黄伯父了，过去看看他。银楼的事，朕已经交由了左相与老太师文振了。老太师文振是位大儒，如今年过70，早已不上早朝了。但此人学识渊博，为人正派，是3朝老臣。当年的他深得太上皇的信任，有他与萧远寒一起筹备这事，合适。皇帝非要陪同去豫亲王府，宁仪真也不拒绝。还是微服吧，否则太兴师动众了就不好。而且我担心二堂哥心里会有抵触。准了。豫亲王府离皇宫不远，马车就2刻钟。听闻皇帝与皇后微服过来了王府，豫亲王与豫亲王妃非常震惊，立即接了出来。臣父见过皇上，见过皇后娘娘。燕凤阳挥挥手，黄伯父、黄伯娘不必多礼，好些天没来看你们了，近来身体可好？老两口非常受宠，好，挺好的，劳皇上关心了。立即上茶上座。王静元这才说明是他请皇后娘娘给自家夫君治病来的。这儿媳妇真是胆大。豫亲王妃一脸歉意，愧不敢当啊，皇后娘娘，这孩子竟然敢劳烦您。宁仪真轻轻一笑，黄伯娘不必在意，我们打开门来是君臣，关起门来是一家人。景堂兄是皇上的堂兄，亦是仪真的堂兄，若能帮得了他，我亦高兴。燕凤锦今年27，比燕凤阳之大几个月，但可能是受病情所影响，整个人看起来很苍老，很阴郁。既然是来看病，宁仪真就准备好了仪器。这些精准的仪器都是末世最尖端的科学产品。在燕凤锦居住的院子里，宁仪真让人准备了一把躺椅，让人把它放在上面开始检查。众人都没出声，就是看到那些奇怪的东西，也没人出声。1刻钟后，经过脑电波、脑电磁的检查，又对他做了一番装模作样的询问。最后，宁仪真对燕凤锦的病有了全面的了解。大家不用担心，虽然这个病不能彻底治疗，但可以预防。我回去后会配上一味药丸子，只要每天吃上1粒，没有诱发情况下，景堂兄的病就不会再发作了。癫痫病虽然不是完全性的神经方面的病，但发作起来时会十分的难受，若不小心还会咬坏舌头，也是十分有危险性的疾病。一听这话，众人仿佛不敢相信。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没听错吧？宁仪真没多说，先从药箱里拿出一瓶药丸，递给了王静元。这个你拿水给景堂兄吃下，1次1粒，1天1次。王静元有点呆掉了，直到要在手才回过神来。好，我马上。癫痫病有很多禁忌，一不注意就会引发病症。等燕凤锦吃完药，宁仪真让王静元找纸笔来，把要禁忌的东西、要注意的事项都让他记了下来。豫亲王妃知道宁仪真的规矩，很快让人捧上了1万两银票。燕凤阳立即阻止：黄伯母，我们是一家人，皇后替自己家人治病，万万没有收银子的道理。豫亲王妃摇头：不可，皇上，规矩万万不可破。若因为姐儿的病破了皇后娘娘的规矩，以后他就不好收别人的银子了。这钱必须收，
况且这银子娘娘都将用于筹建医署，这也算是我王府的一点心意，收下吧。不过你二堂兄的病，还得请他以后多多费心。宁仪真确实没准备收这个银子，毕竟他也不差这么一点银子。若能得到玉清王府的认可，远比这些银子值太多。但玉清王妃这么一说，他决定收了。黄伯父，千金难买老来瘦，你太胖了，如此胖下去，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差。让我给你们两老也做个检查吧。这个不收钱，若要用药，本宫也不收钱。众人，这个皇后还真直接哈。可玉亲王却觉得自己没脸面让皇后给自己看病，毕竟皇后归位那天，自己还去说她不配当皇后呢。现在让她给自己把脉，那怎么行？老夫不用看，老夫没病。宁仪真，这老头莫不是还在记恨她夺了皇后之位？这边玉亲王妃见自家王爷竟然拒绝皇后的好心，顿时就急了。王爷，您可不能忌讳问医，皇后娘娘愿意替您把脉，那可是福气。皇后娘娘，王爷这性子就是这样，有点死鸭子嘴硬，您别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啊。可不就是死鸭子嘴硬吗？宁仪真心中淡淡一笑，这老头留着有很大的用处，他可是镇压靖亲王的大山。第0147章真心告诫。靖亲王自从玉亲王手中接管宗人府后，整个靖亲王府还是有点飘的。宁仪真听说了自己的回归，他可是极不赞成的，而且还在早朝上说过许多反对他的话。这两位老亲王，宁仪真还是比较喜欢玉亲王，毕竟这长辈直接，有这老将在，靖亲王就不敢放肆。见玉亲王一脸我就是不看病的表情，宁仪真微微一笑，黄伯父，您不是怕吃药吧？侄媳妇知道吃药很苦，可是良药苦于口利于病。您脸色过于红润，这是血燥症未能控制好之兆。血燥病虽然不是急性病，但是若一旦发作，那就是神仙也难救的病。您还这么年轻，日子又这么好过，可别拿生命换脸皮。一番话把玉亲王说的脸皮发烫，玉亲王妃也瞪了他一眼。皇后说的在理，什么也重不过性命。皇后娘娘，就有劳您了。宁仪真含笑摇头，不客气，举手之劳而已。对老年人的身体检查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器官的检查，二是血液方面的检查。器官检查方面，他手中就有检查仪，很快就结束。黄伯父的心脏有问题，是不是您的脚经常会水肿？有的时候肿得还很厉害，会心慌、心闷、心间难过。玉亲王觉得宁仪真神了，什么都不问，就这么照一照，他就知道自己的毛病。确实如此，宁仪真心中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了。没关系，我回去就给您准备一些药，记得常吃就好。还有您的血燥症近来怕也挺厉害的，是不是这几天经常会头晕头痛？这话一落，玉亲王妃叫了起来，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2天头痛的特别厉害呢。皇后，你也太神了，这点本事哪算得了什么神？凡世间的胖子，这3高都少不了。心中有数的宁仪真接着问，黄伯娘，您是否特爱喝水，而且喝得多越觉得渴？玉亲王妃一听连连点头，对对对，这几个月来都这样，每天捧着个茶杯都觉得渴。果然如他所想，宁仪真告诉他，这是典型的消渴症，你要当心些，甜的食物一点都不能吃。一会我还要查一下你们的血，有可能要吃药。一听是消渴症，玉亲王妃吓得脸都白了，得了这病就表带着死期要到了呀。虽然50好几了，可这日子他还没过够呢。皇后娘娘，救救臣妇啊，臣妇还不想死，臣妇还没活够啊。宁仪真瞬间被这话给逗笑了。黄伯娘别担心，您的病不会有事的。本宫是3有仙人的弟子，这病对别人来说是大病，对我来说是小病。从今天起，只要你按我的要求进食，坚持吃药，保您再活个20年。再活20年？天哪，就算是没病，常人也难活到70几啊。玉亲王妃被这话给震惊到了。皇后娘娘，您就是活菩萨，老身都听您的，您说什么就是什么，您说什么不能吃，老身绝不碰。这一天玉亲王府大宴，并没有知道王府来了什么贵客，只有王府的人知道来客是当今皇帝与皇后。玉亲王夫妻的检查费与药丸，宁仪真都不肯收钱，夫妻2人只好王府从药库里找了出了一大马车的药送进宫。这些药都是给两老制药时必须的药。回去的路上，燕凤阳心情很好，多谢皇后。面对合作伙伴，宁仪真只笑笑，皇上不必说谢，臣妾明白玉亲王夫妻在您心中的地位，而这些对于臣妾来说只是举手之劳。真的只是举手之劳吗？燕凤阳不这么认为，皇后这是在帮自己还情，多说也无用，记在心里就好了。回到宫中，宁仪真就开始了药丸的制作，有春花秋月2个老手帮忙，2天就把药制好了。药瓶子都是瓷瓶，唯一的就是形状、颜色、大小不一。春花每一样都贴好标签，
可不能混乱了。春花点头，主子放心，全部都贴好了，奴婢都进行了检查，不会有错。这两个毕竟是千挑万选出来的人，宁仪真自然放心。那好，明天就把药送过去吧。是。又赚了一笔钱，宁仪真心情也不错，给大伙发了红包。这天，两只小闹着要出去玩，有自由出宫的权利。宁仪真一身太监服，带着两只小偷偷的出了宫。皇上，皇后娘娘带着小皇子与小公主出宫了。这些天燕凤阳真的忙，银楼开张并没有人来存银子，开张2天门可罗雀。再者，西周今年的大雪下个没停，救济的东西才送走，又传来消息说甘州府那边也雪灾了。如今边关百姓缺衣少粮的消息不断的传来，各地粮府也几乎见底，他都烦死了。从裕亲王府回来整整3天，他还没回过寝宫。听到这消息，他眉头拧了一下，可有人跟上？霍霄点头，有人跟着，那就行，保护好他们就行了，不必去打扰他们。是。霍霄刚退下了，中午时分，萧远寒大步走了进来。皇上，有好消息了。这话一落，燕凤阳双眼亮了，快说。刚刚有几个大商家，每一家存了1000万两银子进来，整整5000万两。什么？一天就有人存5000万两银子进来？这下燕凤阳激动地站了起来。哪5家？快说。萧远寒说了，第一家就是百姓粮铺，因为楚姑娘有几个大庄子，这几年种的全是土豆。前几年那土豆她不生卖，而是做成了土豆粉与土豆粉条，老百姓极是喜欢。怪不得这市面上一直没有新鲜的土豆卖，原来是这么回事。燕凤阳好奇了，味道如何？萧远寒实诚地回答道，臣还没有来得及尝试。燕凤阳心情很是激动，赶紧买点回来尝尝，去凤霞宫。可突然他想到皇后出宫了，于是又补充道，明天吧，明天带些进来，去凤霞宫做。皇上这是对小丫头上了心了。萧远寒心里有点酸，但却更多的是欣慰。是，臣这就去办。第0148章土豆粉的魅力。却说宁仪真带着2只小，在春花、秋月的陪同下出了宫，一路马车，几个人就直接到了京中最大的成衣阁倩影11。一进楼就有小二迎接出来，客官有何需求？指了指成衣柜，宁仪真一脸微笑，给我来3套大小合适我们3个人的外袍。是。1刻钟后，几个出了成衣阁，上了马车，朝城东而去。傍晚，燕凤阳又接到了关于皇后几个的新消息。什么？她在医馆义诊？暗卫回答，是的，皇上。属下2个一直跟着，不仅皇后娘娘在义诊，小皇子与小公主也在义诊。他们还是俩孩子呢，就能帮人看病了吗？燕凤阳拧紧了眉头，近期京城得病的老百姓很多吗？霍霄点头，是的，天气变冷，许多老百姓都染上了风寒。据闻城东百姓医馆诊费便宜，药价公平，现在每天看病的人排长队。百姓医馆，百姓粮铺，不知为什么，燕凤阳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眯了眯眼，霍霄，给朕好好查一下这2家铺子，看看与皇后有何关联。是。次日，燕凤阳就得到回禀，皇上，目前查到的消息是，这2家铺子并无关联。百姓粮铺乃皇商楚家所有，而百姓医馆则是几个月前刚刚开办的。医馆的主人姓莫，叫莫言。百姓粮铺若与皇后没有关联，那皇后与这医馆绝对有关联。燕凤阳双眼眯了眯，这馆主多大年轻？30有余，40不到，据说是医圣莫玄子的侄孙。莫玄子，那不是3有仙人之一的医圣吗？这么说来，此人还是皇后的师侄了。原来是这样。有人在查自己，宁仪真很快就得到了消息。秋月，叫赤峰注意点。是，主子。宁仪真出宫，除了皇帝知道外，并无人知晓。2只小光明正大的出去了，开心的不行。次日，一见到他们父皇，立即说起了这一天的事。父皇，他们好可怜哦，生了病都没钱吃药呢。昨天我给他们吃药了。燕一月一脸同情，小圆脸上没了有笑容。今天医馆那些病人震撼了他，体验民间疾苦，这是宁仪真要给2只小的一课。燕凤阳上前抱起小女儿道，你也会看病？燕一月点头，会的，我背了好多汤头歌哦，知道的我就自己给药，不知道我就问娘亲的。真棒，真不愧是他燕凤阳的女儿。皇后辛苦了。辛苦什么的，自然算不上。宁仪真有自己的想法，闻言她轻轻摇头，养在深宫的孩子会不知民间疾苦，所以我要带他们出去了解天下。他们是大梁的公主与皇子，臣妾不想把他们养成笼子里的鸟。这是我的孩子，我不觉得辛苦。要说当皇后，她的皇后确实是尽职，可她若是她的小姑娘，那该多好啊，她会倾尽一生去爱她，宠她，报答她。突然间，燕凤阳感觉到心尖尖针扎了一般，好痛。父皇，你怎么了？
小一月立即发现了自己父皇的不对劲。父皇没事，可能是饿了，中午忘记了忌饭，肚子有点不舒服了。哦，原来是这样。燕一月恍然大悟，中午月儿没陪父皇吃饭，您就吃不下了是吗？娘亲，快让人上饭来啊！燕凤阳笑了，中午为什么不想吃呢？虽然御膳房的饭菜他吃不出什么味道，但也吃了这么多年了，为了饱肚子，他一样能塞下。可今日中午他是真的吃不下呢。或许正如女儿所说，是因为他没陪着自己。皇后，朕让人送进来的土豆粉、土豆条烧来吃，听左相说这东西在外面非常受欢迎，原来是来尝土豆粉的。宁一真心里门儿清，朝廷的银楼有人存了大笔的银子，这消息皇帝自然会知道。他过来不会是探什么消息的吧？宁一真可没准备把自己的底牌亮给燕凤阳，已经吩咐了。春花，通知奶娘上菜吧。是。春花立即下去了，不一会饭菜就上来了。豆芽韭菜炒土豆粉丝、酸辣土豆粉条、筒骨土豆粉包、土豆粉蒸肉，每一样燕一月都介绍。父皇，这个可好吃的啦，您快吃吧，姜嬷嬷好厉害的哒。看着桌上的土豆粉菜，燕凤阳不知该从何先下手。宁仪真让秀玉给他打了一碗筒骨丝粉包，一半渣一半汤。您肚子饿了，先喝半碗这个汤暖暖胃。燕凤阳一言喝了一口汤，就一口，他的眼神深了，真好喝，他从来没喝过这么鲜的汤。还有这个透明的粉条，看着就好舒服。这一餐，燕凤阳终于知道百姓粮铺为何会靠着这个东西发家致富了。这么好吃的食物，谁不喜欢？而且这以土豆粉条做成的几种食物也没有多费油，炒的浓香，酸的入味，鲜的掉牙。燕凤阳发现自己的味觉又正常了，心中非常高兴，以后宫中可以多进一些这种粉丝，味道确实不错。能炒，能炖汤，很好。闻言，宁一真心道：当然好，不好能受广大百姓的欢迎吗？是，明天叫海总管过来，吩咐下去，让他多订上一些。这个放火锅里也不错，若是有海鲜，用它做铺料也不差。啊，这东西还能与海鲜一起做啊？虽然不知道火锅是什么东西，但燕凤阳更感兴趣了。方德言，明日让金德海给凤霞宫送些海鲜进来。德公公一听乐坏了，他出生的地方就是海边，小时候他可喜欢吃海鲜了。可京城要吃海鲜还真不太容易。凤霞宫有海鲜，他又可以尝了。今天这土豆粉条什么的，真的是太好吃了。一瞬间，德公公的声音响高了半度：是，皇上，奴才遵命。第0149章，美食被人盯上了。第二天一大早，凤霞宫果然送来了不少海鲜，有大龙虾，有青蟹，有鲍鱼，还有海参。宁一真很高兴，因为他是真的喜欢吃海鲜。但江嬷嬷为难了：娘娘，除了那个蟹，别的老奴也不太会做呀，万一做的不好吃，可浪费了。宁一真轻笑：奶娘别担心，这个我会做，您就先学着好了。等您学好了，以后再由您做。做海鲜去腥味最好的不是黄酒，而是啤酒。宁一真的空间有一大桶的啤酒，平常他不爱喝，因为没伴，所以大多用它来做河鲜海鲜。洗涮之事自然不用他管，但腌制之事他却不会经他人之手。奶娘，这葱姜水必须用手抓出来抹上去，然后等它们再慢慢渗入。盐就不必多了，这些不能太咸。这青蟹不用腌，在盘里放入料酒与葱姜水后，然后垫上一片火腿。你看，就这么一切两开再放上去。一个教的认真，3个学的认真。江嬷嬷虽然才40出头，但人一多他就忙不过来。立冬与立夏如今成了他的好帮手。清蒸大青蟹、麻辣龙虾、蒜蓉粉丝鲍鱼、葱爆海参，颜色好，香味浓，一下子满宫都是海鲜味，太好吃了！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海鲜。皇嫂真的好厉害！12与14正好赶上了，姐妹俩吃了满满一肚子，吃得幸福满满。皇嫂是厉害，但皇兄也很厉害，这些海鲜可不容易弄来呢。听说酒楼里吃一桌海鲜得上百两银子啊，这么贵啊！14瞪大了眼，今天皇嫂宫里可是连太监、侍卫都吃了，这得多少钱啊？皇兄手中可听说钱不多呢。12姐，要不我们也出点银子？同样被震撼到的还有燕凤城，海鲜是从他酒楼里进来的，听闻是送进凤霞宫，他闻味而来。皇嫂，你这做法能卖给我不？宁仪真的生意没涉及酒楼，他含笑而问，问题倒是没问题，你准备拿什么跟我换？燕凤城立即道：福满楼的金令，随你吃，吃到老如何？这样啊。宁仪真又问：随意点菜？当然。成交。这叔嫂俩说得开心，可一边的皇帝不开心了，自己弟弟很偏心啊。这些年来他可从来没说给他这皇兄一个酒楼的金令呢，几个做菜的方子就把他给收买了，抠门的弟弟有点过分。
除了德公公注意着皇帝的表情，知道他吃醋了，但别人没有发现他的不高兴。特别是得了做菜方子的燕凤成，兴致勃勃地出宫去了，一张脸笑成了花。主子，看来您又有一笔大的进账了。皇帝一走，秋月眉眼都笑了。跟着宁仪真越久，秋月等人对赚钱的兴趣就越大。不是他们没钱用，宁仪真对手下特别大方，特别是这些心腹，股份都给得挺高的。除了月薪外，一年的分红非常多。跟着他的人个个都是土豪。其实吃这一行最赚钱，但本宫一直不想涉足，也是因为他最容易出事。如今有承亲王出面，再不赚就傻了。秋月笑了，是啊是啊，主子这是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来了，老天爷就是您钦点。噗！宁仪真乐了。重生之后，他也觉得自己运气好似确实强了许多，日子过得惬意了，心情也变得舒朗了，这真得感谢老天爷。过几天我带你们到承亲王的酒楼吃大餐去。我要去。燕一月声音最大。宁仪真捏了他一把，哪里少得了你？少了我家宝贝怎么能成席？去，当然去，不仅去吃，我们还要去玩。这话一落，燕一月跳了起来。哦，太好了，我可以出宫去玩了。在宫里待了2天，燕一月眼巴巴地想着自己七皇叔那酒楼，于是央求着要出宫。而宁仪真也确实是需要出门，锦珠阁那边的新首饰出来了，他得去看看效果。母子3个加上春花秋月都化成了小太监，宫中也有小太监，而2只小身高比寻常孩子高，且宁仪真有皇上亲自的令牌，出宫一点也不麻烦。到了百姓药铺，几人才再次把衣服换掉。娘娘，您怎么又出宫来了？宁仪真对莫言笑笑，莫大哥不必担心，没人知道我们出宫。今日我要去一趟锦珠阁。莫言可知道眼前这皇后的本事，点头道：好吧，你小心些。你别担心，有春花秋月在呢，京城的大街上还是很安全的。是他过于操心了。莫言点头，好，那你们小心些。没事的，你放心吧。一行5人出了门，路人看到的是一个普通的小娘子，带着2个小宝贝在逛街，2个大丫鬟紧跟其后。走在京城大街上，谁也不会想到眼前的人会是大梁国皇后与公主、太子3个。娘亲，那里有捏小糖人呢。燕一月眼尖，很快就看到街角处有一个捏糖人的摊子，旁边围着几个孩子。世间没有哪个孩子受得了糖的诱惑，出来了，宁仪真就没准备约束着孩子。去吧，小心些。哦，娘亲最好了。哥哥，买糖人去。小丫头一跑，一身平常人家打扮的燕倚天立即跟上。娘亲说大街上人贩子多，得小心。兄妹俩跑了，春花也立即追上去。秋月笑道：夫人，小小姐真是喜欢吃糖，闻到糖香就跑不动了。孩子都喜欢糖，可宁仪真知道自家女儿比别的孩子更喜欢糖。正因为爱甜食，所以小丫头长成一头小猪猪，胖乎乎的。以后还是要让她少吃些，万一牙齿被虫子咬没了，她就得哭了。剥牙不是不可以，换牙也不是不可以，但宁仪真不想女儿小小年纪就弄一大口的大假牙。吃着糖人，兄妹俩手牵手的往前走。快到锦珠阁，2只小已经像2只燕子似的飞了进去。小主子，慢点！第015章，2个小姑娘在首饰楼里打了起来。看着2只小象2只蝴蝶似的跑了，秋月开心的不行。娘娘，公主与太子一出宫就好开心呀。宁仪真笑笑，也怪不得他们，毕竟在宫里规矩多，把他们闷坏了，出来了自然开心。是啊，皇宫再大也没有京城大。2人边说边走进了锦珠阁大门。哪只才进门？何雨娇，你一个丑八怪配得上这只飞燕钗吗？给我！什么人？竟然还敢在这里搞事！随着声音看去，映入宁仪真眼帘的是一个身穿藕色衣裙的姑娘，圆脸大眼，肤色较白，年约15、16。站在她对面的姑娘，一身锦白绣花袍，脸上遮着轻纱，一双大眼水盈盈，含着泪。竟然是他们！这2个人宁仪真认识，上辈子她与他们的姻缘可不浅。穿藕色衣裙的正是当朝和玉长公主的女儿依依李明锦，站在她对面的姑娘正是中远侯何文清的长女何雨娇。上辈子因容貌丑陋被前丞相侄子前朝不喜而退了亲。这何雨娇其实长得很不错，五官非常精致，肌肤白净，性格直爽，学识丰富，只是因为脸上生了东西，影响了容貌，让前朝宁死不娶。后来她终身未嫁，入宫当了他家院的女夫子，而前朝却娶了她的庶妹何雨婷。宁仪真看了掌柜一眼，见他认出了自己，便使了个眼色，让他不要认自己。走上前，他轻轻说了一句：姑娘，有话就好好说，不要出口伤人。小二，这支钗是谁先看中的？宁仪真一身素袍，脸上未施烟黛，秀丽明媚。店小二正为难，这都是他惹不起的主。听到这话，他立即道：
回夫人的话是何姑娘先看中的，银子都已经在付。宁仪真点点头，那就已经是何姑娘的东西了，一切由何姑娘做主。店小二连连称是。李明景气死了，这是哪里钻出来多管闲事的人？要说李明景没见过宁仪真也不是，当年燕凤阳大婚的时候他可在场，只是一来当时他年纪小，完全忘了宁仪真的相貌，二来如今的宁仪真与7年前的宁仪真也完全是两个人，所以没认出他的李明景在宁仪真话落下去后顿时脸一拉，你是何人？我们的事与你有关吗？滚一边去！这李明景果然还是那个李明景，为了赖上萧远寒不惜给他下药，最后被萧远寒打残的人。看了他一眼，宁仪真双眼变冷，旁人是旁人又如何？姑娘是没读过书吗？什么？最不好学却又最讨厌别人说他不学无术的李明景一听这话顿时就火了，你才没读过书呢，本姑娘琴棋书画样样都会。确实是会，不过也仅仅限于会罢了。宁仪真一脸鄙视的冷笑道，既然读过书，那应该知道这句话路见不平旁人铲，姑娘强取豪夺可不是大家闺秀所为。李明景骄纵惯了，闻言轻哼一声，本姑娘就强夺了，你又如何？姓何的丑八怪，识相点就早点交出来，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何雨娇气的不行，眼中泪水盈盈，被人喊丑八怪是他心中的痛，想打人但他还是不敢的。李明景是有品级的县主，但好歹也是侯府姑娘，何雨娇就是死也不会把自己中意的东西让给一个侮辱自己的人。李明景，我就是买回去扔了，我也不会让给你的，你就别做梦了。李明景真是要气死了，他同样恨不得掐死这个不识好歹的何雨娇，但同样他惧怕中远侯，因为中远侯是皇上的近臣。大梁朝4公8侯12伯，虽然不是皇家人，但却是朝廷的顶梁柱，他们的实际大权远大于许多贤王与公主，可不解气，不是李明景的脾气。顿时他张嘴大骂，丑八怪，何雨娇你这么丑，你买到了又有什么用？你这么丑，怪不得钱公子嫌弃你。前朝又是何雨娇的痛，他们是娃娃亲，2年前何雨娇脸没毁的时候，前朝从未嫌弃过他，后来他脸上长了一个个的黑斑后，他已经好几次提出退亲，感觉人生没了意义。何雨娇爆发了，李明景，我要杀了你，我让你侮辱我，我让你侮辱我，一起去死吧。何雨娇突然发难，李明景一不留神被人掐住了脖子，救救命！这一举动吓傻了众人，好一会李明景的丫头才反应过来，放开我家小姐。可他上去没用，何雨娇也有丫头，于是混战在一块。宁仪真开始没动，他认为李明景必须受些惩罚。李明景虽然是玉河长公主之女，但李驸马并无实权，且他与太后关系并不好，何雨娇给他一点教训，李家也奈何不了他。眼见李明景的眼珠子快翻白了，他才上前，何姑娘，你若杀了他，就得以命换命，你死了没什么，但你娘会很伤心，你忍心他白发人送黑发人吗？呜呜！何雨娇松了手，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完全忘记了形象。春花扶何姑娘去后院洗漱一下，秋月把李姑娘请出去。嗨嗨咳，李明景终于活过来了，他以为自己真的要死了。何雨娇自小练武，力气不是一般姑娘可比，刚才他是真的起了杀意。何雨娇，可嗨嗨，你敢杀皇亲，我要进宫。宁仪真懒得去理这人，燕凤阳根本不鸟这个皇姑姑。李姑娘赶紧走吧，事情是你自己挑起来的，就是皇上知道了也不会偏向于你。今日的事是你不对，去告状前先想想忠义侯是不是这么好对付的再说。李明景心里明白，其实也就是说说，被宁仪真一点破，他脸由白转红，关你什么事？多管闲事！我们驸马府怕了忠义侯府吗？哼，要你多管！宁仪真一脸清淡，我本不想多管，但你在我的首饰楼里找事，我就不得不管了。来人，送客！记住，以后锦珠阁不做李姑娘的生意。第015章，你是中毒了。这话一落，楼里的客人震惊了。天哪，这女人什么来路啊？年纪轻轻就开了一间这么大的首饰楼。而李明景气的小脸一时红一时白。这锦珠阁是京城最大最高档的银楼，京城贵妇以戴锦珠阁的首饰为荣。这女人说以后不做她的生意。你好大的胆子！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敢不让本姑娘进来，你这楼不想开了是吧？气一缓过来，李明景又开始张扬了。可宁仪真懒得与他纠缠。小二，送客。是，我不走，我就不走。宁仪真没有耐心，扔出去。话一落，秋月一伸手拎起李明景，像拎柴火一样就往外走。见状，两个一身狼狈的丫头急着追了出去。放开我们小姐，我们小姐可是玉河大长公主的女儿，你们敢动她，小心皇上砍了你的头！
玉和大长公主是皇帝的姑姑，李明锦就算是大长公主收养的女儿，那也是燕凤阳的表妹，来头确实是挺大的。可是没有人理他们。来人！玉和大长公主当年在皇上登基之时，可是站错了队的人，好在没有暴露出去。如今她过得很低调，但是她低调不代表她的后人也低调。特别是长公主的长子李明权，那可是一个真纨绔，做下的恶事可不少。这李家若不老实点，宁仪真不介意弄垮他。宁仪真一出声，掌柜的立即过来了，属下在，把查到的玉和长公主情况扔给他。是。门外李明景气的脸色发青，去好好查查这锦珠阁的东家是什么人，竟然敢把本县主扔出来，他这是不想活了。两个丫头发着抖点头，是小姐，奴婢这就回去禀明公主。对，让娘去查。李明景回头狠狠地看了一眼锦珠阁，贱人，你竟然敢帮那丑八怪，到时候别怪我对你不留情。走，我们回家。是。李明景甩开大步走了，两个丫头立即跟上。一场闹剧终于散了，宁仪真进了后堂。这时何雨娇也洗漱好了。何雨娇见过夫人，对不起，刚才小女子给您添乱了。宁仪真笑笑，没什么，姑娘刚才表现得很不错，对付那种人就不必手软，不过用自己的命去换人渣的命不划算。何雨娇脸一红，刚才我是被气糊涂了，那李明景可不是头一次挑衅我，刚才真的多谢您了。钟义侯是个悍将，年轻时曾手握过10万大军权，虽然已经年纪大，身体受伤太多已经退下，但他的长子在军中还是挺有地位的。宁仪真笑笑，不客气，举手之劳而已。何姑娘，在下可习医10年，你的脸可要我给你看看。这话一落，何雨娇一脸惊喜，夫人，您是郎中？宁仪真摇头，郎中倒不是，但学过医，也见过你同样的病例。若你愿意，我给你看看。为了这张脸受了太多的气，只要有一丝机会，何雨娇也不会放过。愿意，就劳烦夫人了。没事，进去内屋吧。何雨娇立即跟着宁仪真进去了。她坐在桌前，随宁仪真把脉、问症、取血。好一会，见宁仪真盯着几个琉璃瓶子不动，何雨娇心中不安了。夫人是不是看不出病因？我爹娘给我请了很多的郎中看，还请了李太医、张太医，吃了无数的药都没用。您看不出来也没事，不管如何都辛苦您了，诊费我付。宁仪真不是没看出来，而是在确定。何姑娘，你们家中可有莽族人？莽族人？何雨娇摇头，并无。这怎么可能呢？据说莽族的莽神花毒是从不外传的，这就有点古怪了。什么意思啊？何雨娇突然明白了，夫人，你的意思是我这脸不是生病，而是中毒？宁仪真可以肯定了，对，你中了莽神花之毒，这是一种慢性毒，中了它不会死，但会毁容，所以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破颜。这个毒无色无味，放在茶水或食物中完全发现不了，但是它必须一点点放，长期放，否则达不到破颜的效果。他的脸竟然不是病。何雨娇的双手颤抖起来，是谁跟他有仇，要如此害他？夫人，您治得了吗？宁仪真点头，治倒是没问题，但你中毒太深，一时半会治不了。何姑娘，我给你2个药方，一个泡澡，一个内服，我保证你的毒3个月必好。真的吗？真的吗？他的脸真的会好吗？何雨娇激动的不行。夫人，您的药方子多少钱？雨娇跟您买了。宁仪真点点，可以，若你相信，一张方子100两拿走。不过你治疗时一定不能让人继续下毒了，要不然效果会更慢。何雨娇连连点头，谢谢夫人，多谢。宁仪真给了2张方子，交代得非常仔细，还与他说相貌远没有品行重要。何雨娇毫不犹豫地给了银子出来，然后急急忙忙回到了家。嬷嬷，我娘呢？一进门，何雨娇就找自己娘亲。汪嬷嬷一见自家小姐回来了，一脸不自在。小姐，您不是去给夫人买生辰礼物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她快吗？何雨娇一脸懵，她都出门1个多时辰了，还短吗？嬷嬷，我娘在哪？我有急事找她。汪嬷嬷脸皮抽了抽，见自家小姐是真急，便说了实话。小姐，钱夫人来了。钱夫人来退亲的吧？何雨娇双手紧紧地拧在一起，我去看看。汪嬷嬷急了，小姐。何雨娇没回头，往花厅跑去。英姐，我实在是没了办法，那孩子实在是太拧了，我不敢逼他。我知道是钱家对不住雨娇，那些定亲礼算是我给他的一些补偿，对不住了。明真是娇儿无福。娘亲，我的脸有救了，今天我在街上遇到了一个神医。第0152章何夫人。何夫人话未说完，何雨娇已经冲了进去。娇儿，雨娇见过明真姨。何雨娇一脸激动地看着厅内2人道：
娘，明真姨，今天我在街上碰到一个神医，他卖了2张方子给我，说我的脸有痣。活络，钱夫人一脸的不自在，这丑东西，这是病急乱投医了吧？雨娇，姨相信你的脸会好的，但是你成平哥哥不肯等了，对不住你了。钱朝，字成平，小时候自己总是追着他屁股头叫头成平哥哥，成平哥哥。何雨娇双手紧紧的拧成了团，什么叫不肯等？其实他就是变心了。看来梅儿看到的是真的。那夫人说了，人贵不在于相貌，而在于品质。对于只重相貌的男人，留得住一时，也留不住一生。娘，强扭的瓜不甜，既然如此就作罢吧。女儿有多喜欢那钱朝啊？可她现在却说出了这样的话，她的心里一定很难过吧？侯夫人生气了，这钱家当年可是她家侯爷给拉上来的，当初结亲之事也是眼前自己这闺中好友先提出来的。汪嬷嬷，把定亲书和钱家的信物都拿来，送客吧。是。汪嬷嬷立即应了，转身小跑着走了。何钱两家退亲了，这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何府。侯夫人担心女儿难过，带着她回了主院。娇儿，娘一定给你找个更好的。何雨娇已经不难过了，娘，钱朝勾搭上了二妹。话一落，侯夫人一愣，你说什么？何雨娇知道自己娘亲不信，当时她也不信，但梅儿提醒了好几次，说钱朝看何雨婷的眼神不对，没有证据，退了婚名声又会不好，所以何雨娇一直忍着。今天她决定不忍了。何雨婷想嫁进钱家，做梦吧。娘，梅儿有好几次发现两人不对劲，只是当时我不想说。贱人！侯夫人脸色铁青，钱家有今日，靠的是忠义侯这个爵位。若不是自家男人学了韩家枪法，而韩家又后继无人给了他这个爵位，就算他有点本事，但也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封侯是这么容易的事吗？按住心中的怒火，何夫人眯起了眼，想不到这母女俩的心越来越大。娇儿，娘不会让她心想事成的。何雨娇知道二姨娘原本是外祖家的远亲，一个无父母的孤女，6岁进韩家，自愿给韩家唯一的女儿，自己的娘亲当大丫鬟。可纵使如彼，韩家依旧把她当小姐养。爹与娘成亲后，娘是3年抱俩，所以她在身体上、精力上都有点跟不上了。见这远房表妹老实，相貌也中上，又怕别人说她是妒妇，便抬了她做姨娘。她以为这表妹是真老实，所以直到现在，侯夫人对这母子3个都非常好。何雨娇知道娘亲的恨，于是想到了宁仪真的话。娘亲，刚才我说我的脸有就是真话，因为我的脸是中毒而不是生病，所以一般的郎中才治不好。什么？中毒？侯夫人差点跳起来。娇儿，这神医可说中了什么毒？何雨娇详细的说了。娘，我说我们家没有莽族人，但他就是肯定我中的是蟒神花毒。侯夫人一听一个趔趄。娇儿，神医说你中的真是蟒神花毒？何雨娇点头，对，没有错。这话一出，侯夫人感觉到自己的喉头一甜。你二姨娘的亲娘就是莽族人？好一个贱妇，给我等着。娇儿，今日你算是走运了，碰上了大恩人，可知他姓什么叫什么住哪里？姓什么叫什么住哪里？何雨娇傻眼了，她太激动了，什么都忘记问了。娘，我忘记问了，不过她似乎是锦珠阁的老板娘，那里的人应该知道她是谁。锦珠阁的老板是个女人，这3年来京城的女人谁不知道那锦珠阁？无数款最新式不知何制裁的首饰，那可是一只难求。侯夫人有点激动，好，若真有效，到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好好的感谢恩人。很快，何钱两家退亲的消息，二姨娘就知道了。何雨娇的庶妹何雨婷一听这消息，顿时小脸上笑开了花。姨娘，您说钱家什么时候来家里提亲更合适？二姨娘闻言看了自己女儿一眼，轻声道：现在不行，现在提亲等于打夫人的脸。何雨婷小嘴一揪，有点不开心了。那得等多久啊？二姨娘也不知道，她想了想，等年后吧，等年后趁你爹高兴之时再给钱家信息。年后就年后吧，反正也就几个月，她也不是等不起。而郑院很快就知道了这娘俩的谈话。林妈，既然她这么想嫁，就让她赶紧嫁了。我瞅着马夫王三不错，身强力壮，是个能力强的。林妈是侯夫人的心腹，主子的话一落，她立即应了。夫人放心，3天内一定让二小姐出嫁。其实出嫁是不可能的。侯夫人知道，若让这个庶女嫁个马夫，那是不给何家长脸，但这个庶女想嫁钱家，只能做梦了。去吧，有事我担着。宁仪真自是不知道何家的事，她在锦珠阁看过新品后，又拿出几张新品给了掌柜。老价钱，每只1000两。陈掌柜是给予的手下，顿时点头，明白。主子，那款牡丹花盛有人定做，定做的款式只此一款。宁仪真抬眼，何人？是一个丫鬟来定做的，没说是哪家的丫鬟，
用的名字也是一个普通的名字。定金放了500两，半个月后来拿货。牡丹花的花盛极其繁杂，而且用料出非常的多，楼里开出的价格是1万两。锦珠阁虽然门面不大，但这里却是非常赚钱的地方，因为它不仅仅有首饰，还有胭脂水粉。而且这些胭脂水粉不是普通的东西，胭脂不掉色，水粉细腻，擦脸又清爽。只是楼里什么都限量出品，所以京城贵妇以买到锦珠阁的粉脂为荣。本宫知道了。第0153章陆玉西里琳琅。一个牡丹花盛成本不过几两银子，却能卖1万块，宁一真还真开心。3年下来，虽然他手中的银子已经上1两，但是本着有钱不赚是傻子的想法，宁一真自是1两也不错过。从锦珠阁出来，杨三又去逛了一下京城最大的步行街，这里最多铺子，百姓粮钱、线衣铺都在这街上。几人逛着逛着，发现了一家皮毛店，几张上好的水貂皮引起了宁一真的兴趣。老板，这个皮子怎么卖？水貂皮是棕黑色的，油光滑亮，十分打眼，让人看着就很喜欢。见有人问价，掌柜热情地回了话：夫人，这皮子来的金贵，一张至少得500两，您要看吗？500两一张皮子，哇靠，这还真不便宜呢。不过有钱难买心头好。宁一真点头，拿一张给我看看。原来是个有钱人。掌柜的立即把皮子拿下来。老板，这个皮子真好看，我要了。没等宁一真伸手，东西就被人抢走了。一回头是熟人，原来是西里姑娘。幸会。西里琳琅也没想到眼前人竟然是大梁皇后，她本来没认出宁一真，她认出的是2只小，毕竟2只小让她太震撼了，顿时道：怎么是你？你们竟然敢私自出来玩，胆子不小啊。宁一真淡淡一笑：为何不可能是我？我是自由人，谁说不能自己出门来玩了？我看你不也是自己出来玩的吗？好像是哟。要说西里琳琅对宁一真的感情，那是复杂又别扭。想当时因为皇后之位被他夺去，自己可是气得几天都没吃下饭。可现在他却要嫁给燕凤良了，皇后一看就是微服出宫，他还是别嚷了，万一出了事得怪他呢。西里琳琅虽然不太聪明，但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不是仇家了，他就不记这个仇。这个我要当嫁妆。好吧。宁一真本来也只想买一块给自己儿子做个围脖，毕竟他很好看是不是？看在你要当新嫁娘的份上，让给你了。什么叫让？西里琳琅想说谁有钱就谁买呗，可一想现在的大梁听说搞一个什么捐赠义演，让老百姓捐了很多的银子呢，他有点不敢比了。那就多谢你了。不必客气。没买皮草，宁一真看中了一家馄饨店。这家店上辈子他没入宫之前，舅舅带他来吃过好几回。走，今天我带你们吃好吃的去。西里琳琅一行人也很快出来了，看到他们的背影，宫女不解：公主，这大梁皇后胆子是不是太大了？确实胆子大，带着公主与太子，竟然敢随意进店吃东西，就不怕有人下毒吗？走，我们也吃馄饨去。宁一真没想到西里琳琅也进了店，刚点好几种馅料馄饨的他朝他笑笑：要不要我跟你介绍一下哪种馅的比较好吃？西里琳琅一脸骄傲：老板，每一样馅的都给本姑娘上一份，今天碰上有钱的主了。老板立即笑呵呵的应了：姑娘稍等，上了这位夫人的，马上就上您的了。面对这姑娘，宁一真除了笑也只能笑。上辈子他分位低，又从不出自己的宫，皇帝也不爱来后宫，所以他与西里琳琅接触不多。不过他知道西里琳琅就是个直性子，虽然脾气不好，但心眼时小心思却不多。既然人家不领情，宁一真也不多说了。馄饨很快就上来了，5大碗摆在中间，他让人拿来了小碗，让春花秋月开始分。先吃鸡肉馅的，这个味道最好。春花立即领命，给3个个舀上一碗。好久都没尝这个味道了。宁一真就要伸嘴，秋月立即上前：主子，等等，先让奴才2个尝一下再吃。这铺子是一家人开的，老板就是刚才那个大娘，是一家普通人。宁一真摇头：不必，无缘无故的，人家不会花大本钱来下毒。再说一般的小毒对我们没作用。可秋月就是不肯，还是先把5碗中的汤都喝上了几口。主子，请吧。这么怕死就别出来。一边的西里琳琅看不惯了，他对宁一真并没有什么仇恨，但是一看到这对金童玉女，他心里就不爽。这么好看就算了，小小年纪还这么厉害，老天太不公平了。他的话一落，燕一月娇娇的开了口：姨姨，你不怕死是吧？西里琳琅，他有说不怕死吗？小丫头，你是不是又想说我丑所以我不怕死？既然你不怕死，我这里有几粒毒药送你吃好了，虽然它是毒药，可味道很好的哦。再一次，西里琳琅无语了，这表情把宁一真看笑了。西里姑娘，孩子跟你开玩笑的，这是他做的嫩肤水果丸，吃了这个皮肤会变白。西里琳琅是美的。
但是草原上的美与大梁姑娘之美却有点不一样。她五官精致，一直是草原上骄傲，可到了这大梁才知道，这里的女人一个个都很白嫩，那水灵灵的肌肤极度的她干痛。宁一真的话一落，她双眼一拧，真的还是假的呀？吃了皮肤真的会很白吗？一白遮三丑，这一点西里琳琅可是知道的。当然，我不会骗你，况且骗你也没有什么好处。怎么卖？宁一真张了张嘴。你要买？西里琳琅一点也不自然。废话，直接说价钱吧。这下宁一真还真有点为难了，从来没卖过，但小丫头在里面加的东西还真不便宜，而且她做的也不多。不如这样，你拿些药材进来，让她给你做，到时候你给点手工费就行。这样，西里琳琅心动了。可以，下午我就让人拿给你。公主，西里琳琅的大宫女不安了，公主怎么能随便吃别人的东西呢？而且还是这个大梁皇后的东西。不必多说，本公主与她无冤无仇，怕什么？第0154章冤家。西里琳琅的话一落，宁一真突然就笑了。这个公主人倒是挺有趣的，可惜上辈子她死得太惨了，这辈子她没进宫，命运应该会有所改变了吧？一言为定。原本两个是互相看不上眼的人，突然间有了利益牵绊，西里琳琅突然对这皇后不讨厌了。今天我请客。宁一真也不客气，那就多谢了。月儿、天儿，多吃些，你们未来六神请客。燕一月响亮的应了。老板，各色馅的再来一碗。西里琳琅没见过这么不客气的臭丫头。燕一月的话一落，跟在西里琳琅身边的宫女一马笑了。小小姐真好玩。这些宫女都是训练有素的人，出门在外自然不会戳穿众人的真正身份。西里琳琅一听，小嘴一揪，哪里好玩了？以后我生的女儿铁定比她乖巧听话。哪知不可能，我才是世上最乖的小宝贝儿。娘亲，你说对不对？西里琳琅牙痛了，就你还最乖，睁眼说瞎话。我生的女儿才会是最乖的呢，我就是最乖，我就是天底下无敌小可爱。娘亲，你说是不是呀？见西里琳琅竟然与一个孩子斗起来，宁一真憋住笑道：当然是，你最乖了，快吃吧，你六婶头一回请客，可别放过她。是。一阵笑闹下来，距离就拉近了。最后西里琳琅与燕一月还打成了一片，找机会两人再一次飙舞。回到宫里，燕一月还真替西里琳琅做了嫩肤水果丸，同时还给他弄了一套嫩肤品，当然少不了宁一真的帮助。秋月送出去的时候拿回来了1000两银子。公主，西里公主说了，若是真起了效，再送1000两进来。燕一月一听开心极了，把银票交给了宁一真。娘亲，你给我收着，以后我们出去吃好吃的。这小丫头在外面吃长嘴了，天天就想着出宫。行，我替你收着。燕一月跑出去了。秋月再次开了口：主子，那做牡丹花圣的人查到了。谁？谢三姑娘。原来是谢爷儿啊，看来他是真没死心呢。可惜皇上连看都不要看他，他注定要伤情一世喽。想到这些为情为爱要死要活的人，宁一真心中不住的摇头。女人啊，就是逃不过情这个字，而她曾经也是这么愚蠢过。就在宁一真感叹自己的上辈子时，玉河长公主府。公主，锦珠阁的老板是风池山庄的庄主夫人，名叫花不宁。一个小小的山庄庄主夫人，敢把她女儿从首饰楼里赶出来，玉河长公主的脸色就不太好看了。去找人给那锦珠阁搞点事去。可就在这时，一个管事模样的人匆忙跑了进来。公主，公主，不知什么人扔了一捆东西进来，指明给您。有人扔东西进来？玉河长公主双眼一瞪，什么东西？快拿来！凤霞宫。秋月急步进来，主子，东西扔去了公主府了，玉河长公主已经拿到东西了。宁一真一脸轻笑，表情如何？吃了狗 S 般难看。哈哈哈！世人都知道玉河公主是个善心人，进香的路上捡到了一个女婴，她说是上天赐予，捡回来记在自己名下，当亲生女儿一样养着。等这女儿周岁后，又上李氏族谱，又请封为县主，曾经让天下人传颂她的善良。可谁会知道，这女婴是她与马车夫偷情生下来的。玉河长公主的驸马曾经坠过马，身体受了伤后，那方面已经不行了。那马车夫长得非常不错，身强力壮，而且嘴甜，一来二去，两人勾搭成奸。别人不知道，但这是千机阁的人一查就查到了。这马车夫如今还做着玉河长公主的马车夫呢，那是一个极怕死的人，一下就全说了。玉河长公主那里根本不是事了，宁一真专心思考起锦珠阁开分店之事。这分店不开在京城，而且要开在大梁每一个省府所在地。大梁穷的是朝廷与皇帝，并不是人人都穷。特别是江南3个省，那里良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相对便利，有钱人多了去了。
打理天下不能没钱，民生要钱，养兵要钱，朝廷百官也要钱。如今千机阁、清源阁2个最赚钱的已经开了分铺，锦珠阁也是时候开了。秋月把这些首饰的花样送出去，与给予说这些作为镇店之宝，每个铺子就1套。自家主子笔下出来的东西，那可是天下仅有的东西。秋月立即接过一叠纸，迅速离去。12与14听闻让他们多做首饰后，姐妹俩兴奋极了。做好的首饰自己喜欢的还可以留。皇嫂，我能教我的丫头们做吗？这东西没有原材料，学会了也做不出来。14这脑子很好，宁姨真朝他挑了个大拇指，聪明。加油吧，给自己多赚点嫁妆。14脸红了，皇嫂，我还小呢，18岁之前我不嫁。噗！宁姨真笑了，那要成老姑娘了，万一到时候嫁不出去，就麻烦大了。那就不嫁呗，不嫁更好，我就在宫里陪着皇嫂，天天来皇嫂这里蹭吃蹭喝。原来是个吃货，本宫还以为我家小14是舍不得皇嫂呢。14嘻嘻傻乐，当然是舍不得皇嫂炖美食了。姐姐，你是说不是？12性子腼腆些，但相处久了，她也了解了这个皇嫂。舍不得皇嫂，也舍不得皇嫂这里的美食。我也是不到18岁不出嫁。完了，她把2姑娘蛊惑了。2姑娘开始了赚钱大计，贺太妃的宫里热闹起来了。宫女们听说有还能另拿一份工钱，一个个精神百倍，一瞬时宫里再也看不到偷懒的人了。金太妃的宫殿与贺太妃相邻，谁宫里都有各自的眼线。老老实实在宫里待了快1个月的燕飞月，听闻2个妹妹在做首饰，顿时就好奇了。你们这些东西从哪来的？第0155章，马甲差点暴露了。14非常不喜欢这个皇姐，仗着自己有兄长，她可是一直瞧不起自己姐妹俩的。我干嘛要告诉你？燕飞月，我们关系没这么好，你还是别问了。燕飞月一脸鄙视地看着2人，堂堂皇家公主竟然与低贱的宫女一样做起了手工，你们真是要钱不要脸了。我们凭双手，凭勤奋赚钱，哪里就低贱了？燕飞月，你这么高贵，那还来问什么？走吧走吧，我们不欢迎你。燕飞月气死了，贺家外家势力大，他不敢欺负这2个妹妹。哼，自甘低贱是你们自己的事，本公主只是善意提醒你们好了。走就走，谁稀罕你这破宫似的？燕飞月气呼呼地回了宫。母妃，他们做的好些东西，我似乎在哪见过。金太妃眨眨眼，做的是什么东西？首饰。他们竟然会做首饰？金太妃拧眉，这怎么可能？他们又没出过宫，从哪学来的这手艺？燕飞月大眼闪闪，他们天天去拍皇后的马屁，你说他们会不会是皇后娘娘教的？皇后娘娘？金太妃的眉头更紧了。这个皇后自从冷宫出来后，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与几年前的人完全不一样了。是她以前藏拙了呢，还是她并不是以前的那个皇后？这个皇后有点悬，你以后还是小心些，别去惹她。谁惹她啊？燕飞月心道，我可没去惹她，我只不喜欢她罢了。母妃，你说太后会甘心让她坐在皇后的位子上吗？谢家会甘心吗？让肯定也是不让的，甘心就更不可能了。但是月儿，不管他们让不让，甘心与不甘心，你都别掺和，我们没有这个本钱。燕飞月觉得自己母妃胆子太小了。母妃，谢家的势力可不是谁都能拨得起的，就是皇兄也不可能拨得起。皇后娘家不过一个小4品官，她还想对抗谢家不成？表面上是如此，但以金太妃多年后宫求生经验，她总觉得心头有种怪异的感觉。你听母妃的，凡事低调点，不要急着出头。你是公主，争不了天下，更争不了后位，所以你必须听我的，听明白了吗？燕飞月觉得自己母妃胆子太小了，若是谢妍儿当了皇后，她一定会给她和左相指婚的。所以燕飞月嘴上是答应了，但心里并没有答应。这对母女俩在说2位公主的事，自然这消息也传到了燕凤阳耳中。难道锦珠阁与皇后有关？霍霄表情极为不自然，这锦珠阁他也不是没查，可是真没查出什么。他查出的是锦珠阁的东家姓白，李名吉宇，是苗疆人。此人守法公正，买卖公平，上次捐款中锦珠阁一家就捐赠了10万两银子，怎么会与皇后娘娘有关呢？皇上您放心，属下会继续查。燕凤阳却摇头，不用查了，不管是不是，只要他不违法，随他去吧。霍霄，皇上他真的不好奇吗？是。霍霄退下，燕凤阳凤眸闪闪。方德言，你说锦珠阁与的皇后有关吗？德公公脸皮抽抽，皇上，奴才不敢妄加猜测，不过若是皇后的产业，那是好事。你个狡猾的家伙，你说的有理。他当然说的有理了。德公公想，皇后可是一心为国为民的好皇后，不仅有一手医术，而且还大方呢。皇后有钱，皇帝要用，她能不给吗？
好在宁仪真不知道德公公这想法，否则他会说：“你想多了，我的钱是替我儿子女儿准备的，可不是为这个冷酷无情的男人准备的。就算是要拿出来，那也是替本宫赚名声。”转眼11月，太后头痛一直不好，她也没空来找凤霞宫的茬。宁仪真的日子过得很轻松，屈才人的小花房也做好了，兴冲冲的来找宁仪真买花。娘娘，您这种叫多肉的东西从哪弄来的呀？真的太好看了，多卖几盆给妾身吧。多肉自然是空间出品，暖棚里的多肉长得极为漂亮，而且还有不少开了花。宁仪真也没小气，1两银子一盆，她爱要几盆拿几盆，反正空间这东西多的是，而且多肉的叶子直接插种就能再生，让人提着几大筐多肉，屈美人笑开了花。谢谢，谢谢皇后娘娘，太感谢了。宁仪真笑笑，不用谢，反正你出了银子的，若还要再来拿。一定一定。屈才人走了，秋月进来了，主子，谢爷儿又入宫了。哦，听到这消息，宁仪真还真惊讶，她的病好了。秋月点头，应该是好了。你说奇怪不？她竟然带了天仙氏的丫头入的宫。天仙氏的丫头？宁仪真眼一亮，这丫头你看到了？看到了，非常漂亮，不过个子真高，有皇帝这么高。这哪是丫头，这是谢家给太后送新鲜的小鲜肉进来了。秋月，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此宫女一定能得太后宠。娘娘，您是说？宁仪真笑笑，不是我说，而是事实。可惜本宫手里没掌权，要不然给太后送几个俊俏小太监进去，好好孝敬孝敬她老人家。秋月，太后46了，好几个，她吃得消吗？此时慈宁宫中，谢太后对新来的宫女真是满意万分。20来岁的年纪，那皮肤嫩的都能掐得出水来，特别是那精瘦有力的样子，让人看着就喜欢。自她最宠的玉清出事后，谢太后加之头痛，很久以来心情都不太好。今日她有点激动：“妍儿，你身体真的好了？”谢妍儿点点头：“姑姑，我的身体已经全好了，您不用担心了。好了就好，若是还没好，她就不能留在宫中了。那你在宫中多住几日吧。”谢妍儿高兴极了：“谢谢姑姑，这些天妍儿天天都想姑姑呢，您对妍儿真好。”别看谢妍儿长得一般，但小嘴挺甜，一张嘴就把谢太后哄得笑呵呵。第0156章，京城的第一场大雪。谢妍儿在入宫的消息，后宫不少人都知道了。此时上书房得到这消息的燕凤阳的双眸中充满了杀气。方德言，你是怎么办事的？德公公浑身一抖，皇上，不是奴才办事不力，而是谢家找了位高人。什么高人？德公公立即道：“是百姓医馆的东家莫言。”竟然是他！三有仙人之医圣的侄孙，果然是有两下子，这种毒药他也能解，看来真有水平。想法子解决他，朕看到他心烦。德公公又抖了一抖，奴才明白。皇帝对谢妍儿再入宫很不高兴，后宫同样有人心思在转。娘娘，太后娘娘怕是不把谢姑娘许给皇上，是不罢休了。宫嬷嬷与高德妃感叹一声。高德妃一听，一脸轻笑：“进宫好啊，姐妹一多，后宫就有伴呀。皇后娘娘这些天不就在拉拢姐妹吗？不知道谢妍儿能不能被她拉拢？”听了这话，宫嬷嬷眼珠转了转：“娘娘，若谢三姑娘入宫，这后宫可就热闹了。”是啊，她高家家世不够，那谢妍儿家世够吧？让她进来与皇后斗，这后宫就有戏看了。嬷嬷，太后怕也是想让谢三姑娘入宫入得急呢，不若我们去探望太后一番。宫嬷嬷明白，娘娘说的有理，老奴这就去准备一些上好的天麻。太后娘娘头痛，天麻可是治头痛的好东西。去吧。两人说的高兴，却不知道两人的话早就传进了宁仪真的耳里。主子，这姓高的可没安好心。宁仪真一脸冷笑，本来本宫还没打算动他，既然他非得窜起来找死，那就成全他。秋月，你让人去这样做。秋月很快就下去了，凤霞宫一片安宁。这天晚上，京城下起了大雪。早上起来，窗外白茫茫的一片，天空还在飘着鹅毛大雪。看着眼前的美景，宁仪真心中一声感叹，这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啊，好美！活过几世，穿越过几个世界，宁仪真住过南方，也住过北方。在这个落后时代，虽然冷的时候很难受，但看到眼前洁白无瑕的世界，心情却非常的宁静。哇，下雪了，下雪了！哥哥，今天我们又可以堆雪人了。看着窗外雪花飞舞，燕一月在床上就欢叫起来。燕倚天是个天生不怕冷的性子，再者2岁起即习武，又被3位爷爷抓着泡药澡的他，更是不怕冷了。见妹妹开心成这样，他的小脸上也有了光芒。好，听到兄妹的说话声，秀玉进来了。公主、太子，
你们都醒了。娘娘，热水已经打好了，奴婢来帮公主与太子穿衣。秀玉姑姑，我自己穿。哥哥一开口，燕一月立即跟上。秀玉姑姑，月儿也自己穿。秀玉立即道：太子、公主，今天好大的雪，得给你们加衣服呢。这衣服有点厚，你们自己穿不好。可燕倚天依旧不同意，我不用，我也不用，我一点也不冷。娘娘，兄妹俩拒绝加衣，秀玉无计了。自从生了孩子后，宁仪真把对手空间的《育儿宝典》看了无数遍。都说孩子屁股头3把火，她知道孩子身上的火气大，孩子又好动，他们的穿着甚至可以比大人还少一点。随他们吧，就按昨天的穿，不用加衣服了。啊！秀玉脸都抽痛了。娘娘，昨晚下了大雪呢，今天冷了许多。没事，动一动筋骨更好。哪有这样当娘的？秀玉撅着嘴去跟江嬷嬷告状了。嬷嬷，娘娘也真是太宠着公主与太子了。他们不肯加衣服，娘娘就说动一动筋骨更强壮，万一冻病了呢？江嬷嬷闻言笑了，好似你就不宠皇子与公主似的。娘娘医术了得，心中有数呢。赶紧去摆碗筷，可以开饭了。好吧，跟江嬷嬷告状没有用，江嬷嬷就是娘娘的应声虫。两只小坚持自己动手，宁一真自然是由着他们了。等兄妹俩洗漱好，她才拿出香香，在他们脸上细细的抹了起来。京城的冬天冷，孩子的皮肤又细嫩，所以用护肤品必须保护好。刚用热水洗好脸的两只小皮肤特别漂亮，粉粉嫩嫩的，白里透红。宁家珍用的是对手空间一个叫强嫩品牌，这个对孩子的皮肤非常适合，刺激性小，滋润性强，奶香的味道特别好闻。一抹好，两只小立即变成了两只香猪猪。每一次抹完，喜欢的宁一真都想在两人的小脸上咬2口，可惜她不舍得咬。娘亲，你也抹香香。宁一真在燕一月额头香了一个，去找你秀玉姑姑去，娘亲马上就来。兄妹俩跑了，宁一真坐在桌上前，从空间拿出玻璃镜，伸手给自己脸上拍上些爽肤水，再上点原液。天生精致的五官，细若刚出壳的鸡蛋肌肤，除了保湿外什么都不用做。嘴不点红，眉不画儿细，对这相貌，宁一真的很满意。娘亲，吃早饭了。正在自恋之时，小月儿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宁一真立即站了起来，来了。很快，开早饭。皇帝不来，宁一真习惯了让自己带进来的人一块吃饭，今日也一样。江嬷嬷给两只小一人一碗馄饨，秀玉给每人包好1只鸡蛋，立夏与立冬再给大伙分粥，春花与秋月把油条与小笼包端了上来。很快，大家一起坐下吃了起来。吃着热乎乎的早餐，看着纱窗外的雪花，秀玉忽然想到，嬷嬷，今年下雪是不是更早？更早吗？江嬷嬷不记得去年什么时候下第一场雪的，有吗？有，而且今年的雪比去年的大。这话一落，宁姨真白了自己这爱搭话的女儿一眼。你记得个屁！去年你才多大？燕月不服，我就是记得大。娘亲，是你记性不好才对。月儿记得可清楚了。宁姨真脸皮一抽，小丫头，你娘我还没老呢，我才20出头，记性就不好了。行，你记性好，行不？第0157章后宫因探引发的不满。嘿嘿，燕一月乐了，就是他记性好吗？娘亲，一会我们去冷宫摘红果果吧，今天肯定又红了不少。说到冷宫种的草莓，秀玉立即说道：公主，今天早上我们去摘回来了，吃了饭再吃。秀玉姑姑真勤快。噗的一声，秀玉笑了，公主您真会夸人。见主仆二人聊得开心，宁仪真却道：不管这雪下的早还是下的晚，今年这场雪真的太大了，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听到这担忧，一边的燕一月又抢了话：才不是呢，瑞雪兆丰年。娘亲，书上不是都这样说的吗？看着窗外依旧不停的大雪，宁一真拧了拧眉，看来今年不仅仅只有西周甘州大雪呀。书上说的并没有错，但是也要看具体情况。适当的大雪能冰死虫卵，来年的庄稼少虫灾，但是雪过于大了就不好了，很容易引发雪灾，冻死牛羊。原来是这样。两只小点点头，表示懂了。但宁仪真却想起了上辈子的京东，除了西北雪灾之外，辽东也是受了很大的雪灾。秋月一会让小绿送封信给俏俏，百姓食铺的所有粮食暂时不卖了，我担心京城这周边也会有雪灾。主子又有新想法了。秋月立即应了。吃了饭，宁仪真把两只小聚在了屋里。刚吃完饭不能剧烈运动，与他们在花厅的地毯上玩起了算24。花厅的地板宁仪真让人重新弄了一下，用木板垫起高于地面2尺，铺上空间拿出来的绒毛毯，四周架上8只火盆，整个花厅仿如春天。娘亲，我赢了。母子俩都让着燕一月，所以她玩得非常开心。一边的秀玉见了，立即挑起了大拇指。公主，您是这个。
燕一月笑眯了眼，嘻嘻，我的心算越来越厉害了，明年就可以帮娘亲管账。这丫头，这小小年纪怎么就喜欢上管账了？果真是个小财迷哈！瞬间，宁仪真就牙疼了。再来一次。好，哥哥，我们再来一次。凤霞宫中温暖如春，但许多宫中就不一样了，因为今年内务府大减开支，因为下雪，外面冷得出奇，各宫更是冷得要命。娘娘，太可恨了！刚才奴婢听说凤霞宫连奴才的炭都足足的，而我们宫里主子您的炭都不够。贵贤宫冷得不行的大宫女如玉与自己的主子徐贤妃诉起苦来，这天一下雪，晚上冷得睡都睡不着。一听这消息，徐贤妃双眼一眯，这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呀？如玉发誓，当然是真的。凤霞宫的小凳子是奴才的同乡，当时他还不肯去那里呢。刚才奴婢去内务府领炭，内务府的库管公公说各宫的炭都分走了，要炭得下一批了。回来的路上正好碰到小凳子，他说他们宫里好多的炭，每个人的房间有都2个炭盆。这还得了？徐贤妃怒气立即上升，走去皇后宫里看看。若真是如此，本宫一定要找皇上问问，为何我们这些个妃子会连个奴才都不如？不看不知道，一看要吐血。凤霞宫里不仅暖如春天，而且新鲜水果、各色点心摆满了桌。那些个大丫头还在喝着什么冬天里的第一杯奶茶，她连见都没见过的东西。还有那水果，新鲜的如同才摘下来的一样。皇帝也太偏心眼了。徐贤妃认定这些全是皇帝私下给凤霞宫的，肯定不是内务府给的。皇上，皇上，您再不见见臣妾，臣妾就要冷死了。您去臣妾的宫里看看，那还像是皇宫吗？臣妾的宫，那就是做冷宫啊。这几天燕凤阳刚忙好，萧远寒那个捐助活动与银楼办得太好，空空的国库瞬间就充实了不少。虽然谈不上富裕，但应付几个月是不成问题了。后妃们虽然只是挡箭牌，但不能让后宫乱了。燕凤阳站了起来，方德言，去看看怎么回事。是，皇上。徐贤妃终于见到了皇上，眼珠子都哭红了。燕凤阳拧拧眉，说：“到底怎么回事？”别哭了，头痛。徐贤妃不敢哭了，抽抽泣泣的把情况说了一下。皇上，臣妾知道皇后有2个孩子，可是连她的奴婢都过得比臣妾好，这也太不公平了。燕凤阳知道徐贤妃不是个聪明人，但是看在他父亲的面子上，他得有个表态。方德言去把内务府的总管叫来。德公公去了，很快内务府的总管与库管都过来了。启禀皇上，凤霞宫的领务账本都在这，并无人多领一份东西，奴才绝不敢说谎。徐贤妃哪肯相信，骗人！若皇上您不相信，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看看皇后的宫里，再看看臣妾几个的宫里，您就知道臣妾有没有撒谎。一定是皇后宫里多领了，臣妾等宫里的炭就少了。如今一餐才4菜1汤，仅供温饱。但如果这大冬天的连炭也不足，那这个冬天叫臣妾要怎么过？燕凤阳拧拧眉，怎么成了这样？方德言，摆驾各宫，先去贵宁宫，再往贵德宫，顺路往回走。是。很快，高德妃接到了消息，出什么事了？一个嬷嬷立即上前，娘娘，徐贤妃因为炭之事闹去了皇上跟前。什么？这该死的蠢货！高德妃急了，快把炭盆都收起来，把所有的门窗都打开来，要快！是。后宫这一天，皇帝驾临了每一个妃子的宫殿，他一间间的走过。等到达皇后的宫中时，身后已跟随了数十人。皇上，您看，皇后的宫里暖和吧？这一会儿，宁仪真正在给燕倚天讲《资治通鉴》，而燕一月正在背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听到徐贤妃的嚷嚷声，正要拧眉，却听到德公公的声音：皇上驾到！呵呵，这就来了吗？愚蠢人斗，果然心不累。准备接驾。第0158章，兴师问罪来了。宁仪真低声吩咐一声，立即起了身。臣妾见过皇上，皇上万岁万万岁。儿臣参见父皇。父皇，月儿在背诗。2只小完全不同风格的打招呼。看到这2只，燕凤阳紧绷的表情瞬间就松弛了。月儿真乖。来，父皇抱抱。看到这一幕，人群后的嫔妃脸皮立即扯了下来，看样子白来了。众人进得宫来，宫中一片温暖。特别是这花厅，四面的墙边摆满了8只大火盆，每一只炭盆中全是上好的银丝炭，一点烟尘都没有。徐贤妃仿佛像找到了出气口，指着厅中就嚷了起来：皇上您看看，您看看，臣妾几个的宫里一共都没有10只大火盆，可皇后的宫中偏厅中就有这么多。感觉到这屋里的温暖，众妃们心里的气就不打一处来。这真是人比人，气死人！这些个死奴才，
真的是太过分！他们的炭肯定是被凤霞宫夺领走了，这内务府的人要搞鬼还不容易？20斤就算10斤好了，每个宫扣去几十斤，皇后娘娘不就用不完了吗？皇上，您一定要给臣妾做主啊！皇上，皇后仗势抢东西，她这是把我们众姐妹逼上死路啊！她要冻死我们！杨婉仪与徐贤妃进宫前乃手帕交，两人关系非常好。今日这事是徐贤妃闹起来的，她自然鼎力相助。听到这些污蔑的话，宁仪真心中冷笑一声，蠢货，为了几斤炭，竟然大闹后宫，这徐娇娇真是蠢得死。果然，她这人选是选的没错了。双眼一冷，瞬间，宁仪真脸上一脸的神圣不可侵犯。皇上，众位妹妹们，这是什么意思？臣妾这大雪天的烧个火盆，防着冻坏孩子，也碍了他们的事吗？杨婉仪说本宫仗势抢东西，要把他们逼上死路，今日这话不说明白，臣妾可就不依了。这后宫可不是本宫在打脸，你们要炭，问掌管后宫的人去啊，找本宫做什么？话一落，众人的眼光落在了高德妃身上。德妃，这是怎么回事？高德妃都搞不清楚这凤霞宫是怎么回事了，她的宫中都没这么多的炭，这皇后娘娘宫中的炭是从哪来的？难不成真的是内务府的人瞒着她偷偷送来的？想到这个可能，她心情十分不美。回皇上的话，臣妾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皇后姐姐，如今宫中节俭，炭量减少，您宫中为何这么多炭？能跟姐妹解释一下吗？什么？要她解释？宁仪真要气笑了。德妃，本宫烧的炭又不是花你的钱，干什么要跟你解释？你算是哪根葱？这后宫是你在管，本宫又没找你多要1两炭，干什么要给你解释？你配吗？听到这话，高德妃真要吐血了。她觉得自己这一次抓到了宁仪真的把柄，于是道：花是没花我的钱，但花的可是皇上的钱。每个宫里的炭都有数量，可你这宫里的炭数量不对吧？刘公公，难道皇后宫里的炭分量更轻不成？分量轻，数量多，这就是作弊。刘公公吓死了。这皇后吧，皇帝是看中的，时常在这里用膳，但是6宫大权却没给，谁也摸不准皇帝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德妃娘娘，这话可说不得啊！奴才是替皇上立誓的，万万是不敢徇私的。刘公公吓着了，就算皇上偏袒凤霞宫，但弄到明面上来了，可也就不好收场了。这锅他背不起啊！刘公公是太后的人，他肯定不会多分给凤霞宫一些银丝炭。燕凤阳也不知道哪里出的问题，于是问道：皇后，你能告诉朕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宁仪真闻言冷冷一笑：皇上若非要问这炭的来处，那本宫告诉你好了，这炭是本宫自己烧的，带李安几个在冷宫后山烧的。听明白了吗？本宫不想找事，可是也不会让人找事。你们想搞事，别找我，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什么？徐贤妃立即跳了起来：不可能，你怎么可能会烧炭？皇上，您说说，谁家的千金小姐会烧炭啊？宁仪真看不上徐娇娇。哼，世上有什么不会的事？若是面临生死关头，不可能也变得可能。本宫试问，冷宫这几年宫中可分配过1斤炭？若没炭，这冷宫的人无衣无炭，还能活得下去吗？为了活下去，本宫就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皇上，您心里应该清楚，臣妾到底是可能还是不可能？燕凤阳知道这完全有可能，他心中已经完全相信了这炭的来处了。德妃，节俭是好事，可你让朕的妃子都快活不下去了，这就叫无能。刘福安让人加紧采炭。德妃管理后宫无能，这掌管6宫之权就交与皇后。6宫之权他要，但是不能是他去要，而是别人非得给他才行。没等燕凤阳说完，宁仪真迅速打断了他的话：皇上，臣妾要教导2个孩子，实在没有精力打理这后宫之事，您还是另找贤能吧。什么意思啊？皇后既然不想掌管后宫，给不给他管那是皇上的事，可是给他管他不管，这就是打皇帝的面子了。众人一听这话，顿时心中吸了口凉气，这皇后是真心还是假意啊？被人打脸，燕凤阳老脸都红了。皇后，这后宫你真不想管？什么意思啊？难道他以为他在欲擒故纵吗？对，他就是在欲擒故纵。虽然掌管后宫是吃力不讨好的活，而且国库私库都很穷，但是这后宫将来是他儿子的，他儿子的家业可不能让人给败光了。宁仪真闻言淡淡的看了燕凤阳一眼：皇上以为臣妾很空，要臣妾发誓吗？就你这个又穷又破的后宫，谁稀罕？见2人斗了起来，高德妃心中急叫：你快发誓啊，快发誓啊！姓宁的，你赶紧发誓，要不然本宫不会放过你的。第0159章被强塞进来的6宫大权。可是
没等宁一真发誓，燕凤阳已经恼了。他的后宫又穷又破，身为皇帝，他承认自己确实很穷，但指挥不了自己的皇后，而且还是在全体嫔妃面前。一瞬间，燕凤阳觉得自己的脸全没了。宁氏，你身为皇后，打理好后宫是你的职责。方德言，让德妃3天内把后宫的账本、对牌都拿出来，你亲自交到皇后宫中来。作为皇后，若你不履其职，那这皇后之位也别做了。徐贤妃为了一点小事大闹后宫，心胸狭窄，罚她宫中3个月的利银子，并禁足3个月。手一甩，皇上走了，留下一宫嫔妃，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叫什么？同人不同命吗？人家想要管的管不到，该管的不想管。特别是被突然夺了6宫当家权的高德妃，更是恨不得一把掐死徐娇娇这个蠢货。燕凤阳生气，宁仪真同样不高兴。狗皇帝，渣男人，吓唬谁啊？这是又想撸了他的皇后之位。顿时，宁仪真心中冷笑一声：死男人，你以为本宫真的是稀罕你这个破位子？不是为了孩子，这个破地方，本宫连半步都不想踏入。与一帮女人争来争去，宁仪真其实是真的觉得很烦。若高德妃不找死，他也不会去算计他。只是他没想到燕凤阳会直接撸了高德妃的6宫大权，以为禁个足教训一下就行，没想到这男人无情得很，说撸人家的当家大权就撸了，果然是渣渣呀。而这边高德妃脸色灰败，很想怒吼，但德公公还在，他不敢，恨恨地瞪了徐贤妃一眼，想用眼神杀死他。就是这蠢货，要不然皇上不会夺了他的掌宫权。同样，德公公也是无语的一个，他不明白了，皇后用那么大的代价重回皇后之位，却不知道把握机会，这是为什么？他并没有认为宁仪真是在装模作样，而是发现皇后是真心不想打理这后宫。他要这个皇后位子，恐怕真的只是为了小皇子与小公主。可惜皇上不明白啊。摇摇头，德公公与高德妃做了一个请的姿势。德妃娘娘，请吧，赶紧把账整理好交过来，老奴也好交了差事。高德妃狠狠地瞪了徐娇娇一眼，转身走了。而徐娇娇则待在了原地，她被罚了份例不说，还要禁足3个月。主子，走吧。大丫头见自己的主子呆掉了，拉了拉她，扶着徐娇娇走了。杨婉仪倒是多看了宁仪真2眼，这才转身离去。秋月见宁仪真是真不高兴，便上前安慰道：娘娘，还是您了解皇帝。他果然怒了。那当然，毕竟当过一世夫妻，虽然上辈子他与他相处的不多，但刚进宫的2年，自己舅舅还没死的时候，他还是尽力哄着他的。上辈子太痴，以为皇帝不宠幸他，确实是念着他年纪小。死了一回才知道，他根本就没想过要宠幸他。他心中有最爱的人，他的心，他的情，他的人都留着等他的白月光，就是以后有的烦了。秋叶笑道：这个您别担心，奴婢再去要2个人进来帮您好了。进人没有这么容易。宁仪真心里很清楚，万一让狗皇帝知道自己在6宫中安插自己的人，难保他不把宫中这些暗桩全给找出来。他真没想到，本来只是想算计一下高云儿，却没想到把自己给一块算计进去了。算了，老娘这不是帮他，是帮我儿子。这时烟雨天过来了，娘亲，天儿帮你，还有月儿帮娘亲。看着这一双乖宝贝儿，宁仪真心中的怒火终于熄灭了。秋月，叫李安过来，从宫中找几个机灵一点的丫头和奴才，一把阿拉伯数字和记账法交给他们。是。秋月立即去找来了李安。作为凤霞宫的太监管事，李安对这些人自然很了解了。娘娘，小谷子与玉红都识字。宁仪真点头，好，现在开始，你带着小谷子、玉红2个跟秋月学记账。娘娘说他们学记账。李安双眼亮了，心情激动了。是，娘娘，奴才定当死而后已。话一落，宁仪真一瞪眼，别什么死不死的，忠心当好差，包你活到长命百岁。不忠心就不能长命百岁喽。李安连连点头，奴才明白。要打理后宫的事务，凤霞宫的人忙碌起来。12与14听闻自己皇嫂接掌了6宫后，那个高兴劲就快跳起来了。他们的宫中可接到了皇后嫂嫂送去的好多探。皇嫂，皇兄他肯定悄悄喜欢上您了。这掌管6宫的大权，您知道多少人想得到啊？14的话一落，宁仪真闻言瞬间白眼一翻，这种喜欢我可不要，谁要谁拿去。你们来看看这张，这是人做的吗？来，你们一起做。12与14一听，立即后退几步。皇嫂，这个我们不合适看的。皇嫂，14还是帮你教小月儿练字吧。宁仪真看着这对姐妹道，有什么不合适的？你们跟着我好好学学做账。你们是公主，将来嫁进别人家，那就是当家主母。一个当家主母连个账都不会做，
小心被人瞧不起。勤快点哈，我只教一次。这话一落，姐妹俩呆掉了。皇嫂在说什么？教他们做六宫的账？这怎么可以？14呆呆地看着宁仪真问：皇嫂，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吗？宁仪真抽了抽嘴角，她说的话可信度就这么低吗？我与你们什么时候说过假话？我不是长嫂吗？教你们也是责任。皇嫂，你太好了！突然间，14公主抱着宁仪真就哭了，弄得她一脸窘迫。怎么就哭了呢？没有告她使用童工就算了，还把人给感动了。宁仪真牙痛了，她真不需要别人给自己发好人卡。14，我这是叫你们干活呢，不必激动。这是干活，可12与14都知道，这种活就是花钱也买不来的活。皇嫂，您的恩，我与妹妹永远都会记在心中。宁仪真，我真的是找2个免费小工哈，没这么大的恩情。第0160章被人发了张好人卡。宁仪真不喜欢煽情，见2小姑子真哭了，她故意板起了脸。行了行了，一点小事别总说恩呀恩的，只要你们用心学，本宫就满足了。不过先说明一下，不能学会了管账就撒手不管了，至少要管到你们嫁人才可以。这话落下，12心里更加复杂了。他想问皇嫂，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这恩对于我们姐妹俩来说到底有多大，真的不知道吗？12公主心里很清楚，将来她与妹妹都将嫁进大户人家，作为公主不会与婆家人生活在一起，所以将来自己府中的一切都得自己打理。若他们都学会了，以后还担心什么？她上前恭恭敬敬地朝宁仪真行了个全服礼。皇嫂，我保证。14也立即道，我也保证，而且一定好好学。这2姑娘品质确实是不错的。知恩啊，知恩的人才会有好报。宁仪真抱了抱姐妹俩，什么也没说。曾经她让这2姐妹接近自己，那也是心思不纯的。虽然她们姐妹俩是不差，她看中的还是贺家，但如今她是真心喜欢上这姐妹俩了。很快，后宫的人都知道了12公主与14公主被邀请去共同打理后宫账目。谢太后知道这个消息后，狠狠地骂了起来。徐氏这蠢货，果真是个不中用的东西。为了几块木炭就去找皇上，他少了这几两银子吗？蠢货，蠢货！这下好了，后宫大权人家不费吹灰之力就拿走了不说，还成了那贱人拉拢人的手段了。真是气死老身了。谢珠儿死后，后宫大权之所以交给高德妃，那是皇上的意思。当时太后之所以同意，那也是因为谢家在后宫无人。再者，高大人得皇帝重用，如今这后宫大权到了对手手里，谢太后不仅头痛，连心口都在痛。听到这消息，谢爷儿更是急得跳脚。姑姑，现在皇后的势力越来越大，这可怎么办啊？好担心，万一她嫁不了皇帝，这可怎么办？现在她都不敢去参加大户人家的花会了，就是怕被人问到她什么时候入宫为妃。想到这个儿子如此不听话，谢太后的眼神顿时清冷起来。东烈马上到了，这一次无论如何一定要找机会除掉他。等他一除掉，立马让大臣们让他选秀。听到这话，谢爷儿算是放心了。姑姑主意已定，那姓宁的绝不可能再活。谢谢姑姑。每年的冬至，皇上都会带上朝中重臣及家眷去皇家猎场冬猎，这是一次让朝中众学武子弟抛头露面的机会，也是一次皇宫的大型活动。燕凤阳自然知道宁仪真让他2个妹妹参与打理6宫之事。方德言，你说朕这皇后这是什么意思？要后位的是她，不肯打理后宫的也是她，难不成是因为她刚回来之时，朕没能及时把打理6宫的大权交给她，所以她故意与朕对着干？德公公，快吐血了！这叫他怎么说？他说皇后是与皇帝闹脾气，太违心了。他英明神武的皇帝啊，打仗治理国事都这么厉害，为什么应付起自己的女人来就这么迷糊？皇后她要这后位，为的是2个孩子啊，手中有银子，身上有本事，她要什么6宫大权？这6宫大权管的是什么？除了身上衣裳口中食，吃穿用度，还有什么呢？皇后她好似什么也不缺啊。说实话会让皇帝生气，说假话又会让皇帝误会，一时半会德公公正在上书房，不知道如何接话了。皇上，打理6宫确实是事多，公主与皇子都是皇后亲自教导，她确实是有点忙。话一落，燕凤阳气笑了，你个死奴才，你以为朕真不知道吗？说实话，你会死啊？当然会死啊。德公公一脸献媚，皇上可舍不得奴才死，奴才死了，皇上您骂谁去？皇上，皇后教12公主与14公主做的那首饰，与锦珠阁最贵的首饰一模一样。这话一落，燕凤阳双眼一亮，你的意思，这锦珠阁真正的幕后东家就是皇后？
德公公道：“皇上，这东家或许不是皇后的，但这首饰楼皇后应当有份。锦珠阁几年就发展成京城最大的首饰楼，它的首饰必须定做，价格昂贵。就算如此，也是供不应求。怪不得他的皇后不肯打理后宫，怪不得他要自由出入皇宫的大权。锦珠阁在国营楼一存就是1000万两银子，除去锦珠阁之外，燕凤阳怀疑百姓药铺自己的皇后也有一份。他的皇后很神秘啊。”宁仪真并不知道自己的马甲已经暴露了一份了。此时的他正在教大家认阿拉伯数字，都给我认真的练，一定要把它练得漂漂亮亮。做账若字不好，看的人会头痛。一本漂亮的账不仅仅是条理清晰，账目清楚，字也非常重要。过不了关的，给我继续练。练好了，我们再学打算盘。12与14既然已经准备参与打理六宫，自然这学数字也在其中。姐姐，皇嫂也太聪明了，这个什么阿拉数字比我们平常学的字简单太多了。确实如此，跟着皇嫂果然能学到新东西。12点头，虽然简单，但要写得漂亮不容易，好好练。我一定好好练的。姐妹俩说着私房话，可手上却一点也没有放松，坐得笔挺的姐妹俩就像两株劲松。消息传到贵德宫，正在整理后宫账簿的德妃双眼沉如水。消息可给我爹送出去了吗？宫嬷嬷立即道：“送出去了，不过什么？”宫嬷嬷一咬牙：“大人回信说让您暂且忍耐，等皇上消了气再说。有用吗？账一旦交过去，还能回得来吗？”德妃心里正烦得不行之时，德公公到了。德妃娘娘，皇上让咱家来取账本与对牌了。第016章，皇帝还在继续查。听到这声音，德妃的指甲掐进了掌心。嬷嬷，他们都可靠吧？宫嬷嬷压低声音：“娘娘放心，都是老账房，皇后娘娘也就打理过2年后宫而已，您呀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也对，他在怕什么？就凭那傻白甜的宁氏，想搞翻他吧？做梦！想到这，德妃听了心头的石头放下了许多。都准备好了，有劳公公辛苦了。德公公恭敬道：“不辛苦，替皇帝办事是咱家的福气。娘娘，那咱家就拿走了。”拿吧。德妃一开口，德公公立即指挥2个小太监把地上准备好的几筐账本抬走了。这天，宁仪真刚好让大家把珠算口诀背熟，放在那吧，帮本宫管账的人还没训练出来，等他们都学好了再说。不知道要说什么的德公公立即让人东西放下，好一会才开口：“娘娘，可要老奴从内务府给您找几个老账房过来吗？”宁仪真一听，轻轻一笑：“德公公，德妃掌管后宫4年，你说这内务府的账房还能真心为本宫所用？”德公公，皇后娘娘，你也说得太直了。那娘娘若是有看不懂的地方，可找老奴问1、2，有的账老奴还是心中有数的。宁仪真点头：“行，这些账本就放这里，等本宫有空再说。皇后娘娘现在不想看账。娘娘，6局的管事您得见一见啊，这后宫之事天天都得安排呢。”天天都安排个鬼！宁仪真可不是没管过6宫的人，这后宫之中寻常的事都有惯例，根本不必天天安排。宁仪真很直接：“这几天本宫没空召见他们，德公公，你先让他们按以往继续安排就好了。”德公公回了上书房，抽着脸皮把情况说了一下。什么？他说没空？燕凤阳气得差点跳起来。德公公老老实实的回答：“皇后娘娘是这么说的，说帮着她管账的人还没训练出来。皇后这是故意的。内务府管账的人多了去了，要自己训练干什么？归根结底，她就是不想接手6宫之账了。”越想，燕凤阳越心口堵得很。你不管，朕偏就让你管，除非你不当了这皇后。就在燕凤阳郁闷之时，霍霄进来了。皇上，如您所料，百姓药铺是皇后娘娘与人合伙的药铺，而且皇后娘娘占大头。这话一落，燕凤阳双眼一亮。那锦珠阁呢？锦珠阁并不是皇后娘娘的产业，但是楼里最好的首饰全部是皇后娘娘供的图稿。消息上说，这些首饰卖出的利润，娘娘得6成，首饰楼得4成。燕凤阳闻言，双眼眯了眯。锦珠阁1年收益上百万两，主要收入来源就在于这些新首饰。她的皇后很有钱啊，怪不得她不要打理这后宫，就是嫌她的后宫太穷了。燕凤阳心塞了，那百姓粮铺真的与的皇后无关？霍霄立即道：“这个还真没打听到。风池山庄的庄主吴元原本就是京郊人士，真义县主乃他的义妹，当年这土豆也是真义县主让他种的，所以这铺子就用楚姑娘的名义开了。几千亩地的地主，京城到处都是。百姓粮铺主营的就是以土豆为原料的各种土豆产品。”燕凤阳找不到疑点，于是又问：“那吴东家多大年纪？”30有余，有2子1女，长子今年11岁，次子8岁，女儿才4岁。2人如何结下的兄妹？霍霄立即道：“
几年前楚家内乱，真义县主被人污蔑出卖楚家秘密，被楚家主母乱棍打死，扔进乱坟岗。哪知他并没有死，从乱坟岗爬下山，正好遇到路过的吴东家，他救了他一命。救命之恩不能以身相许，就结为兄妹，这说得过去。外界人并不知道吴元其实是个假庄主，真正的庄主是楚琛，也就是楚翘的亲哥。燕凤阳沉思了一会之后，再次问道：现在风池山庄有多少亩良田？以前吴家有1500余亩良田，这几年又买地又买荒山开垦，整整3116亩。原来有3000多亩地，怪不得上次能低价卖出300万斤粮食。虽然都是杂粮居多，可京城每一年能种1季冬小麦、1季小米、苞谷等。不知为什么，听闻百姓粮铺与自己的皇后无关，燕凤阳心里倒松了口气。他是真有点害怕，他的皇后太富有了。至于为何皇后不能太富有，他自己也说不清，反正就是觉得皇后不能太富有。很快，宁仪真就知道了燕凤阳在查自己的消息。主子，目前查到的就是锦珠阁与药铺与您有关，别的皇上还没查到。宁仪真双眼清了，他查吧，这两处本宫也没准备瞒着他，毕竟不露点实力，他以为本宫真稀罕他个破后卫。秋叶笑了，他的主子似乎没有那么冷了。就在这时，德公公来了，圣旨道：皇后娘娘请接旨。宁仪真快步走出，德公公，皇上有何旨意？回娘娘的话，皇帝口谕，冬至之日，皇上将率群臣猎兽，请皇后娘娘安排妥当。德公公走了，宁仪真气得把手中账本摔在了地上。什么人啊，穷成这样还搞活动，真当自己是大财主啊！真是气死本宫了。江嬷嬷闻言却笑了，主子这是被这后宫的烂账本给气坏了。也是，这么穷的后宫还动不动就搞大型活动，他不生气才怪呢。娘娘，这东猎的事您把他安排给内务府去管，您就跟去散散心好了。那皇家猎场风景可不错的。曾经的燕凤阳为了让孙科相信宁仪真得宠，一是用下药方式让他以为自己被宠幸，二是不管有什么大型活动都会带着他出场。这皇家猎场他可不是没去过，有什么好看的又不是没看过。冷死人的地方除了山就是树，不去也罢。江嬷嬷抓抓头，不去怎么行？皇上已经下旨了，娘娘若是不去肯定会被罚。自那天皇上生气后，他连孩子都不来看了，这可真的不行啊。他家小主子可要做这天下呢，绝对不能让皇帝真闹上了。娘娘，小皇子与小公主还没去过呢。皇家猎场曾经有人猎到火狐，不如您去猎一只来给小公主玩玩。第0162章太闲的两个女人。宁仪真知道自己作为皇后，这次冬猎她是必去不可的，除非她病在床上起不来了。皇帝不来凤霞宫，她巴不得，男人只会影响她赚钱的速度。但是奶娘说的对，不能让她冷落两个孩子。男人要孩子容易得很，这后宫一大群的女人都在等着他让他们生孩子呢。可自己的孩子此生只会有这2个。奶娘，我也就说说，去自然是要去的，您别担心。娘娘想得通就好，毕竟这天下是皇上的天下。是，天下是皇帝的天下，他还没有能力完全推翻他之时，就得忍。本宫明白。冬猎在11月22这天，离现在还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为了把这破仗一次性做好，宁仪真只能亲自上马。这天晚上又下起了大雪，好在各宫中都分到了足足的银丝炭。兰儿把炭加足，一下子宫中就暖了起来。小主子，这皇后娘娘的本事还真是大，这银丝炭可比内务府采购的要好很多，一点烟都没有呢。安美人一声轻笑，若没本事，能重上皇后之位？兰儿，你可曾见过废后归位的？确实是没见过。兰儿摇头，小主子，还是您聪明，不与皇后争。皇后有小皇子与小公主为倚仗，与他为敌就是自寻死路。可不就是，人家有儿有女，而自己则是连皇上的身都没进过的人，凭什么跟人家比？好吃好喝的过着，不好吗？再说，皇后这么好的人，不当皇后太可惜了。皇后娘娘有本事，人公正，她掌管后宫，以后有好日子过。安美人心情不错，兰儿叫仙儿，连引几个过来，我们打叶子牌。兰儿也喜欢如今的日子，虽然皇帝不来，可是宫中啥也不缺。是。安西宫中热热闹闹的打起了叶子牌，而李嫔的清华宫中则安静的如同夜晚。娘娘，杨婉仪来访。李嫔眉眼淡淡，就说本宫身体不适，睡下了。是。杨婉仪听闻李嫔病了，转身去了徐贤妃的宫中。皇帝不允许徐娇娇出宫，可没说不让人探宫。贤妃姐姐，你还在生气啊？其实那宁氏也没怎么得宠，不就是禁足3个月吗？何必这么不高兴？徐贤妃虽然不能出门，但消息可是灵通的，毕竟皇上又没降她的分位。听了这话，她一脸鄙视道：那女人手段高着呢，
他这是故意在引皇上注意。杨婉仪闻言张了张嘴：“不是的吧，表姐，皇后能从冷宫出来，可不是因为皇帝喜欢，而是手中的什么个高产粮。真的是这样吗？如今的皇后那么的耀眼，皇帝真的不会心动吗？”徐贤妃是真的很担心，虽然自己不是皇帝的心尖宠，可是她也不希望别人成为皇帝的心尖宠，特别是这次皇上只罚她的俸禄，禁她的足，却没有除她的分位，这说明什么？说明自己在皇帝的心中还是有点地位的。若不是因为皇帝心里有那个啥的，他觉得自己一定也会是皇帝的心尖宠。进宫的女人没有不漂亮的，徐娇娇对自己的容貌也是非常自信的，可为什么皇帝一接近她就会那样子呢？妹妹，你觉得皇上是不是真的有？若真是有病，为何李嫔、安美人又竟得了身？还有那宁氏，当时与他亲近时，他的病没发作吗？杨婉仪知道徐贤妃在问什么，我瞧着皇上的那病不是假的，而且我也不太相信李嫔、安美人就真的进得了他的身。这话一落，徐贤妃的双眼突然亮了一下。你认为其实他们被宠也与我们一样？不然呢？徐贤妃故意问。那宁氏的2个孩子又是怎么回事？若皇帝真有那病，孩子从哪来？杨婉仪冷冷一笑，谁能保证那2个野种就是皇上的孩子？啊，竟然有人与他想的一模一样。看来这后宫其实并不是他一个人这么想吧。想起当今高德妃的警告，徐贤妃脸皮抽了抽，那也是个胆小鬼，怪不得6宫大权会被人夺走。不过为了让杨婉仪觉得她好心，徐贤妃装作一脸关心的表情，妹妹，这话可乱说不得，那小崽子与皇上长得可像呢，任谁也会说那是他的种。听到这话，杨婉仪一脸轻蔑的开了口，这个就不好说了，皇上几兄弟都有7分相似。可不，徐贤妃脸上的笑容更大了，后宫虽然无外男，但是皇子什么的也经常来啊，反正冷宫又无人去，邀约个会还不简单吗？果然他想的就是没错，现在这么想的人可不是他一个，心里得意不已，但表面功夫还得做。深知杨婉仪性子的徐贤妃故意一脸惊吓的表情，妹妹，这话可别在外面说，那是要掉脑袋的事。别说了，别说了。在宫中待得太久了，在家中千娇万宠长大的杨婉仪，如今心态有点疯狂，人家偏不要她说，她还真偏要说。姐姐，我可没有乱说，你若仔细去看，那剑种与成亲王有5、6分像。这话一落，徐贤妃仿佛找到了知音，顿时她把头点得像拨浪鼓。你不说还好，你一说，我觉得7、8分都有。这一认同，杨婉仪更是一脸得意。依我看，其实皇帝本身怕也知道这2崽子就不是他的种，他心里有病，女人进不得身，他现在要人当挡箭牌，所以就认下了那2贱种。可不，皇帝一定知道这2个小贱种不是他的孩子，因为他根本不喜欢女人，也就是因为不喜欢女人，又怕言官们让他选秀，于是他将错就错。历代皇帝把侄子过继来当太子的人也为数不少啊。一瞬间，徐贤妃与杨婉仪觉得自己都真相了，2人眼中闪着激动的光芒。杨婉仪手一挥，走，找德妃姐姐去。徐贤妃也准备拔腿就走，可突然想起，不行啊，我被禁足呢，出去就是抗旨。第0163章，既然不想好好过，那就别过。听了这话，杨婉仪一听，眼珠子转了转，去换身衣服，让人扮作你在屋里坐着，反正也没有人特地盯着你，我们一起悄悄的出去好了。徐贤妃觉得有理，反正皇帝的眼光也不会放在他们身上，立即转了身。很快2人出了门，高德妃夺了6宫大权，心里恨得不行。这2姐妹一说，顿时她双眼眯了起来，还是你们俩眼力好，不过你们一说，本宫还真觉得如此。是吧，是吧，我就没说错吧，让2人站一块，外人看来绝对以为是父子。皇上对女人根本没兴趣，为了巩固地位，他肯定是勾引了成亲王。德妃姐姐，你说我们要怎么做？杨婉仪快跳起来了，有人认同她的眼力，心中无比的兴奋。怎么做？高德妃一脸狰狞，宁仪真，你敢夺我6宫大权，我就让你在这后宫身败名裂。你们过来。半个时辰之后，徐贤妃与杨婉仪兴冲冲地走了。一边的宫嬷嬷看着他俩的背影，提醒道：娘娘，这真的行吗？高德妃道：行不行的，就看他俩的本事了，反正本宫又没有参与。再说贤妃与婉仪2人，娘家势力也不小，我就不信连这点小事都办不了。等满天下都知道她生的2个是野种，看她再怎么坐稳这个皇后的位子。这几天宁仪真还真忙着整理6宫那烂账。听到这个消息后，她双眼沉得可怕。姓高的、姓徐的、姓杨的，既然你们都想作死，那就来吧。主子，这杨婉仪就是个蠢货，真正比较聪明的人就是那高德妃，但蠢货往往是固执的。
杨将军镇守北关，手中20万军权，是皇上器重的重臣。燕凤阳还真不会轻易动杨家，皇上不动他，自己也不能动他吗？明的不行，暗的总可以吧？这几人不是喜欢来阴的吗？宁仪真双眼闪动，既然都不想过好日子，那就让他们好好的待在宫里。秋月，让小绿弄点3伏春寒进去。3伏春寒就是让人3伏感觉到春寒来了一样，下肚子、打摆子、发高烧一样也不为下。秋月双眸一亮，属下明白。那贵德公呢？贵德公不急，一会我让德公公找2个信得过的老账房来。高鱼儿既然非找死，那就成全他。主子英明。次日，贤妃的贵贤宫与婉仪的青莲宫中突然大大小小全部拉了起来，抢厕所的事情接连发生。太医院的太医过去了几波，也开出了药方，可是喝了没用，依旧拉。不但拉，第2天不少人还发起了无名的高烧。皇上，症状像风寒，非常严重的风寒。严重的风寒，这可是会传染的。把2宫暂时给封了，没有好就不许出来。是。很快2宫被封了，整个后宫都知道了。太后一听，拧起了眉头，怎么突然2宫都得风寒？这也太奇怪了。太医院的人都过去看过了。蒋嬷嬷点头，去了。李太医、张太医、汪太医几个都去了，诊断为风寒。那就太奇怪了。丽香，莫不是有人做手脚？做手脚？蒋嬷嬷双眼闪动。太后，您以为是那里动的手？不仅仅是太后怀疑是皇后动的手，高德妃也怀疑。那2位刚刚从她宫里回去，次日就全宫生病，有这妖巧吗？娘娘，您别自己吓自己。皇后娘娘她没这么大的本事，想去这2宫中也不是容易的事。确实，谁的宫里不是守卫森严？6宫的账乱得无法看。好在德公公找来的2人非常勤快，几个人做了整整3天，总算把这些账清理个出个大概来了。娘娘，2位公公说，属下手中这几笔账的问题最大。采购清单上价格、数量、领用看起来都很清楚，但是与实情不符。看着秋月手中翻动的几页，宁仪真接了接额头，都让他们另外的摘录出来，到时候让皇上定夺。这个德妃真是胆大包天。宁仪真心中冷笑连连，此明目张胆的贪污皇帝的钱，他都不用做手脚了。人可以贪，但也得有底线。宁仪真认为，像高德妃这种无脑贪，完全就叫蠢的死。要搞他，真的是太容易了。凤霞宫闭门清账，放出话来说，谁也不让进去打扰。这就是说，皇帝也不让进。德公公见皇帝有点无精打采，便提议：皇上，不若一会让奴才接了公主与皇子过来陪您午膳。这么冷的天，接过来万一冻着了，可不好。燕凤阳按了按鬓角，不用，一会左相要来与朕商量事情，今天恐怕没空。朝廷的银楼初建，要做的事太多，皇上又事事关心，德公公就不多说了。就在这时，小园子公公进来了。皇上，李太医来了。宣，臣科见皇上。平身。李文举，你要见朕何事？李太医躬身道：皇上，贵贤宫与青莲宫众人的高烧退了，他们除了身体虚弱外，基本上都好了，不会传染了。李太医点头，不会了，臣可以打包票，不会传染了就好。若会传染，那这2宫必须长久封锁。尔等辛苦了，太医院这次进贵贤宫与青莲宫的太医们，这个月银加倍。谢皇上，皇上万岁万万岁！贵贤宫与青莲宫这2宫之人的病势好了，可是高烧了几天，又拉了几天，没几个人站得起来了。娘娘，人参鸡汤好了，您趁热喝一碗吧。作为主子，杨婉仪用的药自然是最好的，她的病也是好的最快的。他们怎么样？长氏姑姑道：不好，非常不好，特别是几个办事太监们，现在站都站不起来。这风寒确实是厉害，杨婉仪自己也领略了，所以没说什么，让他们都好好养着。宫中奴才不够用了，向德妃姐姐借2个进来。第0164章，2只小关不住了。德妃宫里的人没生病，听闻这2宫的奴才都身体还顶不起来，他立即向2宫各送了2个人。还是德妃姐姐好。徐贤妃比杨婉仪要厉害些，毕竟杨婉仪出自武将之家，虽然她也没什么功夫在身，但毕竟小时候练过武，又在北边待了几年，身体素质却比徐贤妃要好些。杨婉仪也觉得德妃好，只是这一病要办的是一时半会是没办法办好了。于是他坐了起来，苦思冥想，终于让他想到一个人。做了5天的账，一叠全新的账册做好了。宁仪真打赏了德公公偷偷送来的老太监，然后又让德公公偷偷把人给领走了。娘娘，现在召6宫总管过来议事吗？宁仪真伸了个懒腰，不急，先休息2天再说。秋月点头，对了，主子，那2宫的病基本上好了，下一步您有何打算？弄死这么多人，您家真是不会的。经历了几事，他对人命看得比较重。
别担心，赤峰那边不是安排好了吗？只要盯住杨家与徐家，这事一传出来，立即抓人。孩子是不是皇帝的，皇帝心中会没数吗？宁仪真不是不杀人，而是不杀无辜的人，竟然敢污蔑他的孩子，这两人该死。秋月，东烈不会太平，徐贤飞去不了，但姓杨的会去，先解决他。是。闭宫6天，两孩子憋不住了。娘亲，我要去外面玩。凤霞院虽然不小，但也依然只有一方天地，这样的地方对孩子的成长非常不利。宁仪真决定带他们去御花园玩玩。秀玉、奶娘准备些小点心、牛奶和水。春花、秋月，你们带着大伙继续清账。走了，宝贝，我们去御花园晒太阳去了。晒太阳好，他们喜欢晒太阳。娘亲一同意，燕一月就像只小燕子似的往外跑。哥哥，走喽，去玩喽。妹妹一跑，燕倚天立即跟上。妹妹，慢点，别摔倒了。可燕一月心情好，不怕，哥哥，摔倒了我会自己爬起来，我穿很多，摔不痛的啦。好吧，妹妹总是有理由。两只小一跑，宁一真也跟上，慢点，地上有雪融化下来的水，小心把棉袄给弄湿了。江嬷嬷去准备东西了，秀玉紧紧跟随在两只小身后。很快一行人进了御花园。这一会是皇帝处理朝政的时间，后宫妃子不多，太后的宫殿又离得远，此时的御花园真的很安静。一见蝴蝶，小月儿挣扎着从秀玉怀里往下滑。蝴蝶，蝴蝶，月儿的蝴蝶。见他站都没站稳就要跑，宁仪真拍了拍他的小屁股，慢点，小心别弄脏了衣服，听到没有？毕竟才3岁多，再神童也还是个小屁孩。兄妹俩追起了蝴蝶，两只小很善良，他们喜欢捉蝴蝶玩，可是又从不弄伤它。每一捉到了就放飞，然后再追。天气太冷，蝴蝶不多，但也有1-2只小白蝶在飞舞。兄妹俩一前一后开始包围它。捉到了，娘亲你看，我捉到它了。小胖手捏着小白蝶的翅膀，小白蝶不停地挣扎着，小丫头的脸上一脸骄傲。放了它，小心弄伤它。好的，小白白，你飞吧，一会我再来捉你啊。捉了放，放了捉。宁一真实在不知道自己女儿这是什么恶趣味，不过他们喜欢，就让他们玩。玩了一会捉蝴蝶，那边江嬷嬷提着篮子过来了，兄妹俩转移了目标。放风筝，哥哥，我们放风筝吧。燕倚天点头，好的。这边江嬷嬷的篮子才放下，那边燕倚天已经开始拿风筝了。见他人小，宁一真立即走了过来。小天，娘来拿，别弄破了，破了就飞不起来了。燕倚天立即住手了，娘亲，一会天儿自己放。好。宁一真立即应了。这个儿子像极了那个狗男人，小小年纪沉稳至极，不苟言笑，完全的早熟，处在自己面才像的孩子。很快风筝放了起来，燕倚天放的是一只老鹰风筝，宁一真放起来后他就接了手，可没放几下风筝就往下掉。娘亲，今天的风好小。确实，冬天的风放风筝太难。宁一真摸了自己儿子的头，天儿，晚上我们放孔明灯好大，娘亲带你们去城墙上放。不要，天干物燥，孔明灯容易失火。这小家伙想到的真多。宁一真忍不住亲了儿子一口。那我们玩象棋吧，这外面太冷，回去再下。燕倚天喜欢下象棋，特别是喜欢下残局，一个人对着残局能下半天，不破不罢手。除此之外，他还喜欢玩投壶，各种姿势，各种手法，几乎是百投百中。现在他在练天女散花，10只壶10个签，一起投。见儿子不肯下棋，想儿子多玩玩的宁一真想了想，那我们现在陪妹妹捉迷藏好不好？陪妹妹，燕倚天愿意。扑蝴蝶，捉迷藏，母子3个玩得不亦乐乎，笑声连连。此时御花园中那不远处的一座假山上正坐着2个人，一个板着脸，清俊严谨，一身龙袍；一个满目含笑，玉树临风，一身白衣。两人本来在上书房谈阴楼之事，可见外面的太阳好，德公公提议让他们外面走一走。一走，两人就走到了御花园。才到御花园没多久，就遇到了这母子几个。皇后对孩子倒真疼爱，从小皇子与小公主对她的亲近就可以看得出来。凤艳阳这2天还在生气，明明很在乎，却装着一脸不屑。哼，她的作用也仅在于此。若连个孩子都带不好，朕留她何用？竟然不肯帮她打理后宫，这皇后怕是根本就没准备当多久吧？萧远寒笑了，这皇帝老表从来都是面表无情的，可今日他竟然耍起小性子了。哼，看来那小丫头在他心中那是真不一样了，那笑声太诱人。萧远寒怕自己沉沦。皇上，听闻西里莲玉这些日子几乎日日留恋在清源阁，这西里2皇子也不知道被哪个花魁给迷住了。西里莲玉流连在青楼，这怎么可能？第0065章御花园的偶遇。
听到这消息，燕凤阳的双眼亮了不少。他想干什么？萧远寒道：“听说他的手下在打听巧姬坊的幕后老板，应该是与我们那武器有关。这西里连玉自愿来当质子，竟然是为了这一桩。”这话一落，燕凤阳顿时双眉一拧：“清源阁与巧姬坊有关吗？”萧远寒摇头，下官也打探了很久，却没找到他们有关的证据。不过他们却有一个共性。什么共性？心。心？对，确实是心。燕凤阳的脑子里浮现出前不久那募捐场景，新歌、新舞、新戏、新曲，仅半个时辰的表演就募捐了几百万两白银，几百万斤粮食。这世间谁有这么厉害？还有那新银楼、新武器，可不就是每一个都显示着一个新字吗？这清源阁的真正老板是何人？没打听到。萧远寒摇头道：“真正的幕后人是谁？臣并没有查到。这清源阁3年前还是默默无闻的青楼，也就在一夜之间闻名。这次若不是要一眼臣才与他们有所接触，臣也不会知道有这个地方。”想到自己收到的消息，萧远寒是真心的想找到这幕后的老板。可他的人也算是顶级的厉害，但就是查不出这背后到底的人到底是谁。见皇帝没说话，他继续把自己打听到的消息说出来。如今臣打听到的消息是，这幕后这人是个女人，但是现在掌管清源阁的人乃江湖4公子之一，一个叫北魔的男子。江湖4公子是近年来出现的人物，南侠、北魔、东岐、西帝。这4个人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正姓氏。能知道的是，这4个人都是江湖上的名人，而且在江湖上极有地位。他们亦正亦邪，被江湖人崇拜，但从不与朝廷作对。北魔竟然会被一个女人所用，而且还掌管青楼，这女人还真神奇。不知为什么，燕凤阳总感觉到这一切与自己的皇后有关，但是她真的有这么厉害吗？毕竟她只是一个女人，而且还被他关在冷宫整整4年的女人，难不成是孙科流的后手？想到这种可能，燕凤阳的眉头拧得更紧了。真的是北魔？那人怎么会被一个女人所用？不太可能吧？萧远寒点头，确实是他。他脸上有一朵很小很小的火焰花，4胎记又4刺绣，做不了假。而且他的风格一直就是以公平交易为处事原则，不犯律，不违规，很难逼迫得了他。那这么说来，这清源阁很难被朝廷所用了。说完，凤燕城目光悠长起来。萧远寒摇头，难。不过因为清源阁的生意，这3年来每一年税赋增加了1成，如今光他1年上交税收就将近200万两白银。一听这话，燕凤阳很是惊讶，这么赚钱？萧远寒点头，确实赚。他楼里不仅仅是人美，而且戏更好看。如此说来，这清源阁还真不能动了，毕竟他对朝廷有利而无害。两人陷入了沉默。山下，捉迷藏的烟倚天正欢快地跑着，突然，没眼睛是不是？本宫是你能撞的吗？看着恨不得吃了自家儿子的杨婉仪，宁仪真冷着脸上前抱起烟倚天。杨婉仪，天儿他还只是个孩子，是皇子。烟倚天是皇子，你一个嫔妃算什么东西？在宫里关了几天，杨婉仪的心情很闷，好不容易出来转一圈，却被人撞上。一听这话，她的心情更不好了。哟，原来是皇后娘娘啊！怪不得这小子如此目中无人，连本宫都敢撞了。若不是本宫自小在边关长大，这一撞怕是给他撞伤了。果真是皇后之子，怪不得如此猖狂。呵呵，姓杨的，现在就想找死是吧？让你多活几天，你都不想活了吗？宁仪真淡淡看了他一眼，原来是皇上的宠妃啊，怪不得这么凶残，毕竟有凶残的资本是不是？满朝谁不知道杨婉仪是宫中除废后外，是第2个让皇帝最不喜欢的人，还宠妃？呵呵，自他入宫后，皇帝就只去过1次，而且还是落荒而逃。杨婉仪一听气急了，本宫再不受宠，那也是有品级的，至少比你这个贱人生的贱种强多了。别以为你仗着个破良种，就真以为皇上真把你当皇后。哼，要不是看在2个贱种还有用的份上，就凭你奸相的外甥女，皇帝看都不想看到你。贱种？不过一个从3品的婉仪罢了，在他这尊1品的皇后面前摆谱，这脑子果然有洞啊！宁仪真双眼一拧，贱种你骂谁呢？在这无人的御花园，杨婉仪已经忘了形，贱种就骂他们，还能有谁？谁知道这2贱种是哪个野男人的种？身在冷宫，竟然产下父不祥之子，不是贱种又是什么？这话一落，远在石山上的萧远寒只觉得一股冷气从脚底窜上了脑门子。杨婉仪，你就自求多福吧，竟然骂皇上是野男人，哈哈哈哈！你好有种！这满头文武谁不知道这一位，把这一对龙凤胎当他的心肝宝贝儿。呵呵，你倒是嘴贱，说得痛快了。
这下怕是你那将军父亲也保不了你吧？而这边，宁仪真则是一口气死人的声音：“贱种，你骂得很不错。既然你承认自己是贱种，那我也就不多说了，这次我就饶了你。否则不然，今日本宫打得你满地找牙。”噗！要不是手舞得快，萧远寒差点笑出声来了。有意思，有意思，这小丫头真的太有意思了，这真是骂人不吐脏话啊！终于，杨婉仪反应过来了，她是个无脑之人，头一热便什么都不记得了。你竟然敢辱骂我！姓宁的，生了2个野种，真当自己就得了地宠是吧？今日我就看看你到底有多受宠。第0165章疯了的杨婉仪。杨婉仪也是出身武将之家，她的父亲曾经救过燕凤阳。虽然她在宫并不受宠，但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个与别人不一样。说话间，她朝宁仪真奔了过来，只是还没看见有她动手，只听得叭叭2声，啊啊！以下犯上，这是警告。杨婉仪没想到宁仪真这么厉害，她还没近她的身，竟然被救她连甩2个巴掌，顿时急了：“姓宁的，我与你拼了！都给我上！”话一落，杨婉仪身边的太监与宫女立即围了上来：“不要伤害我主子，要打就打我！”秀玉急了，一把拦在了宁仪真母子3人的前面。杨婉仪面真是气疯了：“打！给我一起打，谁也不许放过！打死打伤，本宫负责！”宁仪真见杨婉仪已经失了理智，知道她是要笑开始了，便朝自家小女儿使了个眼色。燕一月极为明白，一接到眼色，立即高呼：“啊啊！不许打我娘亲，不许打我哥哥！父皇，父皇，你在哪里啊？你快来啊！有人要打死月儿啊！”父皇救命啊！救命啊！燕一月的声音又轻又亮。杨婉仪见状，立即指挥人：“快把这贱种的嘴给捂上！动手啊！打死他们去！打死他们去！”就在这时，要不要连朕也一起打？这声音一出，一股寒意从杨婉仪的后脊直冲脑门。怎么可能？皇帝竟然会在这里？心中一个机灵，疯了似的杨婉仪仿佛清醒了。皇上，臣妾不敢。凤艳阳冷冷地看着这个平时在他面前总是装的秀雅贤淑的女人：“你不敢，朕看你胆子大得很呢。杨婉仪，你德不配位，出口粗贱。既然承认自己是贱种，那么朕就如你所愿。来人！”杨雪之辱骂皇上，皇子与公主对皇室大为不敬，念杨大将军在位百出力，不赐死，降为庶人，打入冷宫，永不出宫。是。杨婉一下懵了，刚才他是怎么了？为何内心里有一个声音总对着他喊，让他打死这几个人去？不，他就是想他们死，也不会在这里叫出来啊！扑通一声，他跪在了燕凤阳面前：“皇上，臣妾没有。臣妾真的没有，皇上饶命！”燕凤阳面无表情，双眼寒冰：“你没有？你以为朕的耳朵是聋的吗？刚才你的话，朕可是听得一清二楚。来人，就这几个以下犯上的狗东西，统统给我打死！”这话一落，地上跪了一片：“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毕竟是人命，打杀太多的人，对皇上的清誉不好。”萧远寒见状开了口：“皇上，这群狗奴才也是听人命令，不如且饶他们一次，打30板，让他们尝尝狗眼。”就在这时，父皇，月儿好爱你哦，么么哒！打倒坏人，打倒恶霸，不放过坏人，也不乱杀无辜，父皇英明！燕一月朝燕凤阳奔了过去，搂着他就一阵亲，然后一串彩虹屁一放，呆得凤燕扬成了一只鹅。哈哈哈，小公主太可爱了，皇上您可真有福啊，竟然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小棉袄，能不能接我回家玩玩？抱着小女儿软软的身子，冷气逼人的燕凤阳全身软糊了。他们几个30大板，那2个宫女40大板，把杨雪之贬为庶人，扔入冷宫。谢皇上饶命，谢公主饶命，谢皇上饶命，谢公主饶命。无人听他们的感激之言。燕凤阳抱着小月月甩开了大步，跟上。宁仪真撇嘴：“呵，我还真以为你忍得住呢。儿子啊，娘抱你。”燕倚天小胸膛一挺：“娘，天儿自己走。”母子俩手牵手跟了上去。秀玉与江嬷嬷立即去收拾东西了。萧远寒摸摸自己的脸，朝德公公一笑：“呵，看来皇上被这公主沦陷了。”德公公轻轻一笑：“萧大人，老奴想您也被公主沦焉。”哈哈哈哈，有点意思啊，这小丫头要成精了。话一扔，萧远寒大步跟上。德公公回头送杨婉仪去冷宫：“娘娘，请吧。”杨婉仪知道大势已去，她看着宁仪真的背影，露出了狠毒的光芒：“宁仪真，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杨婉仪的消息立即传遍了后宫。徐贤妃听到这消息后，顿时双腿都软了，
天啊，好在他没在外面说啊。高德飞听到这消息后，心下也骇然。杨将军如今驻守边关，是北方大将，杨婉仪可是他唯一的女儿。冷宫来了新姐妹，大家都很好奇。可陈太平一听说是辱骂小皇子与小公主，被皇上罚进来的，顿时脸就黑了。这件女人竟然敢骂天儿与月儿，这是嘴太痒了。王婕妤立即点头，就是这嘴不好好给她洗洗，她嘴里说不出人话来。准备点盐水，好好给她洗洗。杨婉仪分位不高，所以她被扔进冷宫后，没有一个宫女跟过来。等侍卫把她扔在门内，咣当一声把门关上了。她失神地坐在地上，脑子里一片空白。爹娘，救救我！救救我！我不要待在这里，我要出去！我要出去！这边还没哭完，那边咣当一声门又开了，一群争奇斗艳的女人走了进来。哈哈哈哈！陈姐姐，看来这贱人还希望家中来救她。刘美人一阵大笑，笑得大伙都跟着笑了起来。冷宫的女人，谁不是家中抛弃的弃子？朝中官员能送女儿入宫的人，谁又不是身居高位？而身居高位的人，谁又不是妻妾满群？有妻有妾，谁家又少了如花似玉的女儿？与其为了一个失去帝心的女儿操心，还不如另选一个出色又聪明的女儿再进宫。陈太平笑过之后摇摇头道：谁刚入宫时不是这样满怀希望的？刘妹妹，你总得容许别人做做梦嘛。你又不是老天爷，你管天管地，还管得了别人做梦？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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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第0167章新账目。众人又是一阵大笑，可这一阵笑却笑得杨婉仪心底发冷。你们要干什么？这是本宫的地方，你们出去。哟，还拿架子了呢。刘姐姐，你看她这架子拿得很大啊。汪才女的话一落，刘美人乐呵呵一笑，拿吧拿吧。一会想拿都拿不起来了。姐妹们，把她给我捆起来。宁仪真一出冷宫，这里的女人就以刘平马首是瞻。话一落，几个婆子立即涌了上去，吓得杨婉仪大叫：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要干什么？姓杨的，你想知道吗？汪才女上前一步，一脸恶魔般的笑容盯着杨婉仪的脸。听说你骂小皇子与小公主是野种，这么脏的嘴怎么行？姐妹们，准备好了吗？若准备好了，赶紧上前来给她好好清洗清洗。啊啊啊！一阵惊天动地的惨叫之后，回归于平静。此时，凤艳阳抱着燕一月走进凤霞宫，他把人放在自己的膝盖上，若再有辱骂天儿与月儿者，先收拾了再说。方德言挑选2个功夫好的侍女放在皇子与公主身边，谁敢犯上杀无赦。是。哇，父皇好棒，月儿好爱你哦，父皇棒棒的。叭叭叭，凤艳阳的脸上沾满了一脸口水。宁仪真一脸无语，小丫头，你故意的。可小一月看也不看自家娘亲，她真心觉得这个亲爹还好了，心想着娘亲怎么就这么讨厌她呢？好了好了，娘亲不肯讨好她，就让自己这个宝贝来讨好她好了，可不能让别人把她给抢走了。父皇，宫里的女人都不喜欢娘亲，哥哥和月儿，您让我们出宫好不好？我们出宫了，不和他们抢您，他们就不会讨厌我们了。这话一落，凤燕池的脸更黑了。方德言，以后禁止各宫人以任何理由侵犯凤霞宫，违者各宫主子降1级罚俸1年，奴才直接打杀。这话一出，德公公都冒冷汗了。完了完了，皇上成了女儿奴。是，皇上，老奴遵旨。可燕一月却笑若春花，哥哥，这个父皇好好了，快把我们的糕糕拿出来给父王吃吧。娘亲娘亲，我要吃草莓，我要给父皇吃草莓。宁一真 W@W， 这小丫头又要出卖她这亲娘了。果真。凤艳阳双眼一抬，草莓是什么？宁一真低头白眼一番，回皇上的话就是一种水果而已。端上来。很快一盘又红又大又新鲜的草莓端了上来。凤燕池双眼看向了宁一真，哪里来的？自己种的。什么？燕凤阳双眉一挑，在冷宫种的。宁一真冷笑一声，那皇上以为呢？不在冷宫，难不成还在祭田里种？本宫就是想也得有这权利。这东西也是2年前出现的，据说成本极大，需要用琉璃做大棚。你冷宫之中哪来的琉璃？宁一真淡淡的翻了个白眼，孩子没水果吃容易缺营养，缺少水果最容易的眼疾。臣妾身无家底，宫外无人照料，就只能凭着一点聪明学人家自己种。以臣妾的能力自然买不起琉璃，但买几块油布是可以的。为了种出草莓来，架了个棚子，每天在架子下放上炭盆保温。太阳出来时掀开油布让他们晒太阳，夜晚或寒冷时及时盖上。好在先帝的嫔妃们都宠他们兄妹俩，大家齐心协力种出了一席草莓地。宁仪真话才落下，
一只又红又大的草莓塞进了燕凤阳嘴里。父皇吃的，好好吃的哦，月儿与哥哥都最喜欢吃的大。父皇，您这些天为什么不来看月儿呀？是月儿不可爱吗？燕凤阳，还是德公公机灵，他不好说是皇后根本不让皇上来。顿时他一脸讨好的上前对着燕一月甜笑道：公主，皇上可不是不想您，而是这些天实在是太忙了，过几天就要去东猎呢，您想去吗？东猎之事，燕一月早就知道。他小嘴咬着小手，哦，原来是这样啊，月儿以为父皇不要月儿了呢。父皇，那您不忙的时候就过来大，月儿会留好的给您吃哟。一瞬间，燕凤阳那颗老父亲的心被融化了，紧绷的俊脸上有了笑容。好，以后父皇会经常过来看你的，你放心。父皇好好，月儿爱您。又是了一阵口水攻势。宁仪真无语，这个小精怪，这是不把他老爹扯进这凤霞宫来不罢休啊。说真心话，宁仪真很喜欢目前这现状。虽然仗很烦，但后宫大权在他手中，就算没几个银子，可人家都得看自己的脸色。不看脸色的人就会作死自己，比如这杨婉仪。被女儿一阵亲，燕凤阳心中那点被皇后关在宫外的恼怒，早就抛到九天云外去了。皇后，这后宫的账可对好了。宁仪真也懒得多说，直接上菜。小安子，把账拿来给皇上。李安立即应声是。很快，几本崭新的账本送到了燕凤阳面前。他拿起一本，伸手翻开，这是账本，摘要、收入、支出、结存，好清楚。还有这小蝌蚪一样的东西是什么？燕凤阳没脸叫自己的皇后解释，只能招手：小安子，你过来替朕解释一下。是。李安立即上前。燕凤阳指哪？他解释了，这个代表数字的东西是谁教你们的？李安恭敬的回答：回皇上，是娘娘教的。他的皇后果然有太多的秘密。燕凤阳想到刚才宁仪真抽杨婉仪耳光时的速度，他眯起了眼：皇后，这个你从哪学的来？这就亮瞎你的眼了吗？燕凤阳那惊喜的表情一丝也没逃脱过宁仪真的眼眸。闻言，他淡淡的道：自己想出来的，皇上觉得不得。皇后在炫耀。赤果果得向他炫耀。燕凤阳第0168章圣旨一出，震惊朝野。眼见聊天一下就聊死了，燕凤阳没了办法，他站了起来，拿着账本准备出门。方德言把两位丞相找到上书房来。是。见女儿大眼闪闪的看着自己，燕凤阳又弯腰低头亲了亲她的小额头。月儿，父皇去办点事，晚上过来陪你吃饭，好吗？燕一月乖乖的点头。好的，父皇要打理国事，月儿和哥哥一起学认字大。听到这话，燕凤阳心软软的再亲了他一下。真乖。晚上父皇再教你画画。好。皇帝走了，他身边的人也全部跟走了。燕一月与燕倚天被带去换衣服了。秋月上前：主子，那姓杨的身上会不会查出什么？杨婉仪会发疯，自然是宁仪真做了手脚。因为小绿告诉他，皇帝与左相在那边假山上，杨婉仪正和2个工人往这边来，有机会不用，这不是宁仪真的性格。于是他让小绿飞过去，给他下了点致幻药。这药无色无味，但药性极强，只要吸入一丝丝，几分钟内就会产生幻觉。秋月的话一落，宁仪真轻轻一笑。半个时辰后，神仙也查不出什么，刚才的量很少。主子真是太厉害了。秋月万分佩服。娘娘就这么放过姓杨的吗？放过。宁仪真轻轻一笑，在本宫的字典里从来没有放过2字，要么不开始，要么就以死终结。不过呢，本宫可不舍得他这么快就死了，死太快了，一点乐趣也没有。他不是看不起本宫从冷宫崛起吗？哼，先让他在冷宫中待上一段日子，让他享受一下冷宫的乐子。他体内有寒毒，冷宫又冷，只要毒发，他就活过不了这个冬天。对付对手，最好的法子就是让他活得生不如死。对于杨婉仪能不能重回后宫，这一点宁仪真一点也不在意，终归是要死的，死在哪都一样。秋月，注意姓徐的，只要他的人出宫，就让他们永远也回不来了。明白。主仆俩安排好了一切，秋月就出去办事了。走了出来，见儿子女儿乖乖的坐在暖厅里看书写字，宁仪真立即过去了。天儿，刚才你没撞痛吧？对，刚才撞杨婉仪的时候，就是燕一天故意撞过去的。娘亲，天儿没有这么娇了，天儿又不是妹妹。这话一落，一边的燕一月不服气了：哥哥，我不是娇气包了。娘亲，我要当女侠的。噗！宁仪真实在忍不住乐了。自己这外表看起来娇滴滴的女儿，谁会知道她的内心有一颗侠女的心？小丫头，你铁定是被你南侠舅舅给带坏了。4侠之中，南侠性子最直爽，曾经有过女儿的他，
也最喜欢小院这个娇团子了。在冷宫这3年多，宁一真觉得是最自由的时间，有冷宫重妃的掩护，有他们的故意低调，他带着2个小姨大半的时间都在宫外，跟四侠接触多了，小丫头由娇团子变成了个野丫头。行行，你爱当什么就当什么。妹妹，你当女侠，我当皇帝，我们一起打天下。好的，哥哥，我们一言为定。面对着这3击掌，宁一真牙痛了，这就定下了。好吧，定就定了，反正这江山将来就是他儿子的，早定晚定都是定。母子3人其乐融融，说着对未来的打算。而此时上书房安静如黑夜，左相与右相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2人气喘吁吁的从署衙赶了过来。臣参见皇上，臣参见皇上。对后宫的账目，燕凤阳是越看越震惊，有惊讶，有愤怒。惊讶是这东西太新，愤怒是皇后有这大才，竟然不肯打理后宫。2位爱卿，赶紧过来看看朕手中这东西，看完再说。萧远寒与钱世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2人接过德公公递过来的东西，立即翻开，看到封面还有点莫名其妙。皇上让他们看后宫的账，几个意思？先看吧，别看朕。萧远寒与钱世昌立即翻开账本，看了几页，不愧是2个丞相，一下子就看明白了。皇上，这记账法从何而来？难不成是皇后娘娘发明的？燕凤阳一脸深沉，你们不要管它从何而来，朕只想问你们，若天下管账人都学会这种记账法，会怎么样？还会怎么样？那当然是省工又省力，还省纸又省墨了。萧远寒心下很是激动，这是后宫的账，而一直以来从未有人这么记账，那这记账法自然是由皇后娘娘发明的。那小丫头好厉害啊！萧远寒心中一阵感叹，皇上若把它推广到所有书学，对天下百姓来说太有用处了。是啊，这么简单的记账法，若推广开来，得省多少笔墨纸砚？特别是6部，若用他这种方式来计算，那得减不少人员吧？人员那可是用银堆起来的。除了6部外，还有个省州呢。就在燕凤阳感叹之时，门外，皇上，李安求见。李安？燕凤阳眼一眯，宣。很快李安进来了，奴才见过皇上，皇上万岁万万岁，见过2位丞相大人。燕凤阳一挥手，平身，过来有何事？李安躬身送上一个脖子，皇上，这是皇子殿下让奴才送上来的，他说这个皇上一定会喜欢。哦，他儿子送上来的？燕凤阳让方德言送上来，一翻。2位爱卿，快来看，什么东西让皇帝这么激动？萧远寒眼疾，99乘法表，11得1， 12得2， 21得1， 55 25。皇上，这东西太震撼了，皇子这是天才啊！钱世昌乃状元郎出身，也就几眼很快就明白了这99乘法表的妙处。当他看到第2页上的运算法则之时，震惊之余几乎是脱口而出。可不，燕凤阳也怔住了。若天下的算术都用这种法则计算，这算术不是的变得简单太多。次日，朝中发生了2件大事：一是小皇子被封为太子，小公主封为麒麟公主；二是高德妃贪污后宫影响，交出所贪银子后降妃为嫔。第0169章，高夫人入宫。这圣旨一出，立即震惊了朝野，大臣们议论纷纷。皇后这恩宠是要逆天了。是啊，想不到皇后还有这福气。废后重归就不好说了，竟然一双儿女成为了至尊。公主与有封号的公主，而且还是最高封号的公主，那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皇子与太子，那就更加是天差地别。太子，未来储君啊！走出大殿的郑国公脸色铁青，这个皇上是越来越有主意了，这么大的事竟然就私自决定了。立后他说他没办法，民为重，君为轻。现在呢，不就是一个什么破算法吗？有这么重要？当初自己的决定是不是还是错了？大人，皇后这地位怕是无人动得了。都说皇帝不喜欢女人，看来未必啊。安义侯，也就是燕青武的大伯哥，在郑国公耳边轻轻地说了句。郑国公知道安义侯此人是个喜欢看别人热闹的人，可谢家的热闹由不得他看，顿时淡淡的说了一句，背后议论皇帝，看来林大人是对皇帝不满了。话一落，安义侯全身一抖，本侯只是感叹一句，可不敢对皇帝不满。皇帝是天，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本侯可不敢有半分意见。刚才本侯只是感叹一下罢了。哼，本宫懒得与你讲，道不同不相为谋。郑国公一甩手走了，安义侯摸了摸鼻子，露出了一个怪异的笑容，这就生气了。这可不像国公爷吗？当年郑国公府长子可是想上驸马的，无奈燕青武非自己弟弟不嫁，自从2家结下了仇。安义侯官职不高，若不是因为爵位，
他不可能有面圣的机会。就在郑国公甩手离去之时，慈宁宫得知这消息的谢言儿几乎要跳起来了。姑姑，姑姑，完了，完了！表哥被那狐狸金母子迷失魂了，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办？谢太后心情也不好，皇帝突然封太子，连招呼都没打一个，这真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这对母子不出宫，他根本没办法除去他们，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东烈之上。可东烈还没开始，皇上就急急的封了太子，心里恨得不行。但谢太后是块老姜，总归比谢言儿要稳重得多。他压低声音对跳起来的谢言儿道：“别急，马上就东烈了，不要跳。”谢言儿闻言浑身一抖：“姑姑都准备好了是吗？”谢太后双眼阴沉：“你别管，你姑娘家家的，这不是你能管的事，好好待着，别让人起疑心就是。”终于，谢言儿松了口气：“好，言儿知道了。”与此同时，贵德宫高平呆呆地坐在厅中，半天都没动弹了。众宫人不敢上前去劝。江嬷嬷毕竟是高云儿的奶娘，见她坐在地上，天气实在是冷，便没了办法上前。主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您可不能作践自己的身子，若身子坏了，什么都没了呀！高平仿佛傻了一般，江嬷嬷的话她根本听不进去了。她一入宫就被封为的德妃，这让她在一众闺蜜中出尽了风头，特别是在她们高家姐妹中。高大人原来是高家的次子，因曾任中书舍人，如今又是皇帝的功臣，所以很得高家族人看重。所以高云在高家来说，那是最骄傲的一个。她长相一般，比起自己堂姐高帆儿差的不是一点点。可是她却是皇帝的德妃，而高帆儿却嫁给了一个小官。娘娘，老夫人来了。终于，高云儿抬起了头。当她看到疾步而入的亲娘之时，她眼眶红了。娘，高夫人本来心中充满了怒气，可看到这副样子的女儿，心下还是软了些。云儿，你糊涂啊！高平也后悔，可当时他以为这后宫的权力一直会在自己手上，就算是将来被夺走，那也是很久以后的事。宫中的账那么多，10年下来谁还对得清？可他没想到宁仪真竟然如此厉害，只花了几天功夫就把账对清了，而且一目了然。娘，女儿当时，呜呜！高夫人上前抱住自己大女儿，好了，别哭了，哭有何用？你爹爹很生气，让娘进宫来找你。娘，爹爹他……说到自己的男人，高夫人深呼一口气。你爹爹能到这个位子，靠的是什么？你心里清楚。如今奸相早除，皇上能给你爹爹的东西都已经给了。本来你爹爹靠着你在宫中的地位，一直都受人尊敬与恭维，可现在他让娘进宫来。听到这，高平心中一跳，娘，爹让您进宫，不是来看望女儿的吗？看望？高夫人苦笑，云儿，你爹气得快吐血了。他说，你废了，没用了。什么意思啊？高平跳了起来。唉，高夫人深叹一声，你爹说让你装个病，把娟儿送进宫来。什么意思啊？高平还是没听明白。娘，把娟儿送进宫来做什么？她一个庶女跑宫里来，她配吗？你爹准备把吴姨娘扶为平妻？什么？高平胸口一热，怎么可以这样？爹怎么可以这样？娘，这事你也能同意吗？不管皇帝喜欢不喜欢自己，可不管如何，自己还是皇帝的妃子，在高家她依然有地位。若是让自己的庶妹进了宫，以她那妖媚的相貌，万一皇上喜欢上了她，那她还有活路吗？不可以，不可以，坚决不可以！娘，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她休想！高夫人也是心里苦，女儿难受，她同样也不好受。你以为娘愿意吗？你大哥出事后，你爹对娘就诸多不满，本来看在你的份上，他也只能忍了。可现在你废了，吴翠那贱人又妖媚的厉害，高娟那死丫头又出落的比你强，你大哥废了，你弟弟又不争气，高行那贱种今年又中了举，明年春闱据说有望中进士。娘也不想，可不愿意，又能如何？你说你爹还会听我的话吗？他还说，你若不听从，高家就不会再接近你了。第0170章，有真心替他们高兴的人。若不讲赏赐，一个妃子1年的俸禄是300两，一个嫔妃1年俸禄是200两。这点银子在宫中混，根本不够任何一个妃子塞牙缝。想在宫中如鱼得水过得好，一是要有权，二是要有钱。可现在这两宗权力是现在高平没有了，若再没有娘家人的银子帮衬，他就会过得更惨了。指尖紧紧地掐进了自己的掌心，鲜血已经染满了手掌。可高平不知道痛了，皇帝厌恶他了，爹娘抛弃他了，他想杀了这宫中所有的人，想烧了这皇宫，可是他不敢。娘，让我想想，行吗？高夫人闭了闭眼，好，娘知道你个懂事的孩子会想明白的。燕凤阳突然立小天为太子，宫中嫔妃有的羡慕，
有的嫉妒，有的恨，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安美人。丽儿，快找点好东西去凤霞宫恭喜一下。丽儿有点无语，主子，您就一点都不嫉妒吗？那可是太子，未来的皇上。安美人笑呵，我就是知道那是未来的天子，所以我才赶着去恭喜啊。我又不是钱多多，要不然这会我怎么会赶着过去呢？快点，我们早点去，这样皇后才会喜欢我。听了这话，丽儿更是无语，自家主子真是无脑人。她是皇上的妃子，不去讨皇帝的喜欢，却要讨皇后的喜欢，难道她真的是喜欢女人？想着那个联姻，丽儿的心里全乱了。她家主子与联姻关系真的太好了，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呢？老爷说了，一定要让他劝着主子好好讨好皇上的呀。可是每一次皇上一来，皇帝只光批奏折，主子就纯陪着看书。这书就有这么好看吗？不行，他得找联姻好好谈谈，务必让他劝主子多讨皇上的欢心。安美人可不知道，她这个大丫头并没有怀疑联姻的性别，而是以为他们俩是百合。若要知道，安美人得笑晕。安美人是个极聪明的人，她知道自己只是安家按某些人的要求放在宫中的棋子，一枚保证那些人让皇帝信任的棋子。有女儿入宫的官员，曾经都是有从龙之宫的人。新帝上了位，女儿入了宫，那自己就是皇帝的人了。他们可不会在意这个女儿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正因为安美人想得明白，所以她在宫中才过得开心快乐，要不然会像那些失宠的女人一样抑郁一生。很快，宁仪真收到高夫人进宫目的的消息。这高大人还真狠啊！高鱼儿这么快就成为了弃子，想想本宫还真算是幸福之人。秋月知道宁仪真在说什么。宁大人的官职虽然不高，可是得了一点什么好东西都送进宫来，特别是宁老夫人，听闻皇后的嫁妆银子都捐赠后，把自己的嫁妆抵了，硬是送上了3000两银子。明明在众大臣的眼中，皇后一直不受宠，可宁家人却没有人在意，他们只知道尽心尽意地对他们母子3个好。娘娘，您要小心那高娟儿，听闻高大人的那姨娘生母乃青楼花妹出身，虽然卖艺不卖身，但是青楼的手段样样都学得精，否则也不会让当年的高大人那位贵妾。高娟儿吗？上辈子宁仪真见过，只不过她上辈子没入宫，因为高鱼儿没被废。那女子确实不是等闲之辈，秀雅绝俗，美目流盼，如风拂柳，气若幽兰。上辈子谢珠儿未死，西里琳琅也入了宫为淑妃。记忆中，今年底国宴上，皇帝会替梁王、成王、陈亲王选妃，他一舞惊魂，夺了梁王妃这位子。可现在梁王为了野心，求娶了西里琳琅，这高娟儿要入宫了是吗？呵呵，这高娟儿可不是个善茬，她入了宫，怕是要盯上自己这个皇后位子了。她要什么都可以，但皇后之位、太子之位，谁想来夺，那她就鬼来斩鬼，神来杀神。心中有数的宁仪真轻轻道：“秋月，别管这么多，这宫中不来高娟儿，也会来低娟儿、胖娟儿、瘦娟儿，我们管不了这么多，让我们的人盯紧梁王府，务必找到他养私兵之处。还有，通知南大哥与东大哥，让他们提前潜入皇家猎场，这一次恐怕有人不会放过这机会了。”南大哥就是南侠，东大哥就是东岐。北魔跟随了宁仪真后，余者3人也认识了他。经过几次相帮，他们几个结成了兄妹。秋月立即应下：“是，娘娘放心，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杨氏呢？还要看着吗？有消息说杨将军与梁王走得很近呢。若不是重生，任宁仪真想破脑袋，他也想不出梁王这个病秧子会造反。但是他重生了，所以他知道梁王不仅会造反，而且他的病早就好了，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梁王小时候确实是有心疾，可早就好了，他一直在装病。虽然他造反没能成功，但是燕凤阳也损伤很大，为了救他，左相萧远寒重伤，差点送命。对于杨婉仪早晚要死的人，他真没放在心上。不过得让他多吃些苦头，他才会知道害人不成，倒反害己的后果。他交给王姐姐几个就行了，再冷宫他翻不起花样。这边才说好，那边有人报。就在这时，李安进来了。娘娘，安美人到。安美人又来了。宁仪真点头，宣恭喜皇后娘娘，贺喜皇后娘娘，小皇子封为太子，将来定是位明君。小小礼物，一点心意，希望皇后娘娘不嫌弃。死！安美人一脸谄媚的表情，宁仪真觉得牙好痛。亲，用得着这样子吗？多谢。春花上茶。是。很快春花上茶来了，有茶有点心。安美人看到那一块红红的糕，有点好奇了。皇后娘娘，这是什么东西？您这又有好东西了。宁仪真轻笑，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是一点核枣糕，用核桃仁与蜜枣弄在一起做成的糕点，这个女人吃了养颜补气。这样，
安美人的眼珠子亮了，好吃吗？你尝尝。第017章杨家人入宫救人。安美人也不客气，立即拿起一块往嘴里送，一边看着他的粒儿，也是无语了。小主啊，你对皇后娘娘也是太相信了，什么东西都敢往嘴里送啊！然而，天哪，太好吃了！蜜枣的甜，核桃的香，这弄在一起，真当是该死的好吃。皇后娘娘，这东西难做不？面对安美人的率真，宁仪真也笑了，不难做。你想要的话，一会让秀玉把方子给你。蜜枣与核桃内务府那边有，你自己去要一些好了。这话一落，安美人的头点的小鸡啄米。要，这个好吃，好吃又美颜，好东西啊！皇后娘娘，您真的太大方了，这方子说送就送。这有什么大方的？这蜜枣与核桃都不便宜，想做出来卖，也只能卖给那群有钱的女人。普通百姓嘛，一般是吃不起的。大梁国不产大核桃，宁仪真也是看到内务府内库里有几大袋在那，听说是贡品，不吃也会坏，他就拿出来做了核桃蜜枣糕。多吃点。那妹妹就不客气了。虽然众嫔妃心里嫉妒的不行，可凤霞宫如此大喜，各宫不得不送些贺礼过来。恭喜皇后娘娘，贺喜皇后娘娘，不是什么名贵东西，希望不会嫌弃。张贵妃能亲自来送贺礼，宁仪真还是有点惊讶的。自她重归回来，就一直让人盯着贵妃的宫中，可她似乎也真心一心养病一般，哪也不去。她是真的有病吗？多谢贵妃妹妹，这等重礼，实不敢当。贵妃妹妹，本宫看你脸色不好，要不要本宫替你把个脉？这话一落，张贵妃身子一抽，不敢劳驾皇后娘娘，本宫自小就身子弱，只能慢慢养了。拒绝。宁仪真心中一动，便笑了笑，原来如此，那贵妃妹妹可得好好养着，争取早日痊愈。谢皇后娘娘关心。两人正说着话，李安进来了，启禀娘娘，贵德宫、贵贤宫、清河殿几位娘娘过来贺喜。听闻又有人来送礼，张贵妃起身告辞了。娘娘，您觉得她不对劲？趁空，秋月问了一句。晚上再说。是。这一次不仅仅燕凤阳的嫔妃送来了贺礼，就连两宫太妃也让人送来了大礼。娘娘，今天收到的礼可真多。等贺喜的人散去，看着这一大堆的礼物，秀玉的眼珠子都亮成了星星。不是她爱财，而是她替两位小主子高兴。宁仪真可看不上这些东西，虽然说都还不错，但却没有一样真正的名贵。喜欢就拿2样去，反正月儿与天儿也不少这些。秀玉一听连连摆手，不，奴婢拿去也没有用处。再说娘娘，您给的够多了。见秀玉吓成这样，宁仪真乐了，姑娘家多留些东西傍身，没什么不好的。让你拿就拿着，等你将来嫁人，给你当嫁妆。这话一落，秀玉小脸真白了。娘娘，您是不是不想要奴婢了？奴婢不嫁人的，真的不嫁。宁仪真知道她说的是真话，只是她与秀玉的想法不一样，自己已经不幸福了，若能让秀玉、秋月他们幸福，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秀玉，我不会逼你，但却是真心想让你们几个都找到那个珍惜你们的人。你们也别说嫁，也别说不嫁。若有一天你们真遇上一个人，他除了你是你之外，别的什么也不在意，那就嫁了吧。世上有这样的人吗？他家主子这么好，皇帝还那样对他呢，自己又是什么条件？秀玉可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男人，此生不嫁。东西太多，而且都得登记造册。宁仪真让12、14两位公主加上安美人留下来了，辛苦你们了，一定要登记仔细哦。安美人知道这是皇后对自己信任，顿时双拳紧握。娘娘放心，妾身一定把账册登记好。宁仪真听了，笑呵呵的道：那就谢谢了，今天加餐，一会给你们做好吃的。一听好吃的14就兴奋了，皇嫂威武，动手。凤霞宫热热闹闹就在此时的上书房。德公公低头进来了，皇上，太后娘娘让您过去一趟，说有急事。他有何急事，还非得让自己去一趟？燕凤阳双眉一拧，杨将军府的人入了宫。德公公心中一笑，皇帝就是皇帝，他一下子就猜到了。回皇上的话，是的，杨夫人入了宫。呵，这杨家人厉害了，还知道曲线救国，先去找太后。杨大将军近来风评不好，军中传出军饷有问题。燕凤阳本来就想打压杨家，没想到这杨雪芝送上门，便道：去与太后说，朕很忙，许多紧急奏折都要批，晚些时候有空再去看他，并告诉母后替杨雪芝求情者同罪。是。得到回禀后，谢太后的脸色黑成了抹布。杨夫人，皇上翅膀硬了，哀家这是叫不动了，没办法帮你了。杨夫人双眼赤红，又气又恨又急。谢太后娘娘，臣妾心知了。侄儿他从小单纯，这次他是上了别人的当。什么叫单纯？单纯还差不多。若不是杨大将军手中有20万大军，
谢太后想对杨夫人一番，养个这么蠢的女儿就算了，还送她入宫，你这是嫌弃她死得不够快？若是想去看看，就去吧。谢太后娘娘。杨夫人立即在太监的陪同下到了冷宫，一看到自己女儿那一张比猪嘴还肿大的嘴唇，顿时怒火万丈。是谁？是谁干的？娘亲！是皇后，是皇后指使他们干的。我的嘴好痛啊！冷宫要吃没吃，要喝没喝，被人收拾了一阵不说，每天2餐冷饭冷菜，杨婉仪已经崩溃了。杨夫人真的心痛的不行，大叫一声：“我的侄儿啊！娘一定给你爹寄信去，此仇不报，杨家人还有何面目见人？”杨婉仪死死地抱着自己娘亲，她没耐心等报仇，她要出冷宫。娘，救我，救我！侄儿不要在这里，他们全部的人都欺负我。您救我出去，我要出去，我要马上就出去。第0172章冷宫与凤霞宫的对比。杨婉仪是杨夫人唯一的女儿，这样子的女儿让她看着心疼万分。听到这悲惨的哭声，她的心更碎了。这是她千宠万娇养大的女儿啊，却让人欺负成这样子。侄儿，娘去求了太后，可是皇上根本不让人求情。娘知道你在这里很苦，可是娘没能力救你出去，你且忍忍，娘出宫就让人给你爹送信。娘亲说救不了自己出冷宫，瞬间杨婉仪哭得个惊天动地。她爹还在边关呢，等信送过去再回来，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女儿难过，杨夫人也没办法。女儿被人算计，是因为自己没把她教得聪明一点，她还能怎么办？皇后如今不仅仅坐稳了皇后的位子，她的儿子还封为了太子，想动她怕是没这么容易了。杨夫人细心地交代着：“侄儿，你听着，娘一定会想最快的办法把你救出来，你且忍一忍好不好？娘把琴箱留给你，这点银子你拿好，等着娘。”明白了，亲娘确实救不了自己。杨婉仪的哭声更大了，这哭声抓烂了杨夫人的心。她抱了抱自己的女儿，终于下定了决心。别哭，娘这里一边给你爹送信去，另一边去给你找一个人来救你。有那人出面，皇帝或许不能不卖面子。听到这话，杨婉仪的哭声终于小了。她抬起红红的双眼看着杨夫人问：“娘，他真的会帮我吗？我不要待在这冷宫，我要赶紧出去。你快去找他，等我出去了，我一定要把这冷宫里的人碎尸万段。”杨夫人也恨，冷宫再换名字，那也是冷宫，入了冷宫的人就是罪人。这些个罪人竟然敢欺负他的女儿，他也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只是自己不在后宫，动不得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女儿救出去，让她重新获得帝宠，这仇才有可能报得了。一定会的，你放心。他一心想拉拢你爹，若他不救你，你爹也不会听他的话。想到朝廷如今的局势，杨婉仪终于相信了自己亲娘。娘，你要快点啊，女儿是一天也不想待在这冷宫了。好，我会尽快的。冷宫一幕生离死别的场面，凤霞宫却笑声一片。登记完，几人玩起了跑得快。炸！哈哈，姐姐，这次我赢了。手中牌一甩，安美人笑成了一朵花。这个跑得快的玩法实在是太刺激了。哈哈哈，我也赢了。14也跳了起来，脸上4张纸条随风摆动。娘娘，春和宫的太妃娘娘得了风寒，想找您要几粒药丸。秋月走进来，低声说了一句。宁仪真把牌递给秀玉，然后站了起来。两人进了屋，出了什么事？有人入宫了。杨家人？杨夫人。她先去了太后的宫中，然后再去了冷宫，留了人，留了银子。杨雪芝想在冷宫中过好日子，这人又蠢又狠，把银子弄掉，然后让人去好好查一查杨将军的底细。听闻今年冬天朝廷拨了不少军饷过去。秋月明白应了一声是。这边秋月刚退下，那边春花进来了。娘娘，福亲王来了。宁仪真目光闪闪，让他进来吧。燕凤寻可没想到自己这皇嫂宫中竟然如此的热闹，站在门口，他还有点不适应。皇嫂，宁仪真朝他点点头。13过来了，这几天眼睛可是舒服点了。燕凤寻恭敬的回答，挺舒服的，皇嫂给的那眼药水，点进去眼眶就暖暖的，看东西也很清楚。宁仪真点头，那就好，不过刚手术过不久，要少看书。燕凤寻听话的答应了，是，谢皇嫂关心。春花，上茶来。是。春花下去了，厨房的奶茶刚做好，她给大伙端来了一托盘。刚才用力过猛，叫得太响，这一会14公主真渴了，拿起一杯，咕咚咕咚一半就下了肚，完全没有公主高贵雅致的模样。见燕凤寻准备喝奶茶，她立即来了个友情提醒：13哥，这个很好喝的哦，你快喝呀。奶茶的颜色像长了水的护城河，皇嫂这里怎么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这是什么？14大
眼睛瞪得圆圆的看着他，仿佛不认得自己的13哥一般。黄嫂做的奶茶啊，你没喝过吗？可好喝了，你喝了肯定还会想喝。13哥，黄嫂太聪明了，她这天天有新鲜的好东西吃。燕凤寻，14妹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吃货？贺太妃那可是一个端庄淑雅出名的女人，要不然她刚入宫的新秀女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封淑仪？可现在的14妹，那端庄淑雅呢？去哪了？燕凤寻的表情落在了宁仪真的眼里，小小年纪像个老学究，让她心疼了。13，你没尝过吧？喝一杯试试。月儿与天儿爱喝，14也爱喝，正巧他们过来了，本宫就让人做了一些。燕凤寻觉得这么难看的东西不一定有多好喝，不过他很礼貌，谢谢皇嫂，臣弟觉得一定会很好喝。呵呵，这小子小小年纪城府不浅啊。宁仪真没揭穿燕凤寻的口是心非，这是他替儿子寻的助力，得让他把心落在凤霞宫。今日去冷宫摘了些新鲜蔬菜，大伙准备烧烤，你留下来一起吃。燕凤寻正惊讶于奶茶的味道，本来他想说不了，可是神差鬼使，那就打扰皇嫂了。听闻秀玉要去春和宫，燕一月立即跟了去，不一会燕家云就跟过来了。见过皇婶。燕家云在齐太妃等人的教导下文气了许多，一见到宁仪真立即行礼。不必行礼，听说你这些天很努力的学东西，很好。说到学东西，燕家云的大眼睛亮了。皇婶，春德宫的婕妤娘娘可太害了，我会好好学的。这孩子很聪慧，教导好了就是一个好助理。第0173章皇帝的条件。宁仪真摸了摸燕家云的头，一脸微笑。皇婶相信家云将来一定会有出息。李安，让人去国子监候着，等那边一放学就把献公接过来。李安响亮的应了，是，属下明白。弟弟也要接来吗？燕子安实修2，平常上学时间是不来凤霞宫的，虽然他很想天天来。为了让自己弟弟安心读书，燕家云平常来陪燕一月玩一会，都会赶回春和宫陪燕子安吃晚饭。谢谢皇婶。就在凤霞宫中热闹至极之时，蒋嬷嬷已经回到了慈宁宫。太后，那您是确实是太狠了，杨婉仪被整得可狠了，人都快疯了。谢太后一听，双眼眯了起来，一脸冷笑，那就最好不过了。杨夫人最疼这个女儿了，整得越惨，对我们越有利。让冷宫中的那些贱人可劲的整她，最好整得快死了，我们再出面。是，太后英命。蒋嬷嬷一脸的马屁。今日宫中人多，宁仪真让人去冷宫拎了2只老母鸡杀了，然后把宫中有的菜整理了一番。老母鸡汤做出的手工臊子面，连配菜土豆丁、蘑菇丁、胡萝卜丁都成了绝味。萝卜菜腌成的酸菜，用肉末辣椒粉配上，也是刺激味蕾的绝品。麻辣鲜香的酒鬼花生米，诱人口水的卤牛肉、卤鸡蛋、卤豆腐干，每一样都色泽诱人。安美人边吃边摇头，太好吃了，我吃过的好东西也不少，可今日才知道世间有这么好吃的面条。皇后娘娘，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可交给妾身不？你很闲，做好吃的自然要时间。安美人点点头，在宫中真没事做，闲得很呢。那你有空来跟江嬷嬷学吧。安美人高兴极了，她这一下是有借口来皇后这里转悠了，不是她非来不可，而是这里真的很好玩。多谢皇后娘娘，谢谢，一点小事而已。宁仪真淡淡的道，不用太客气，本宫比较喜欢你这种直接的人。安美人顿悟了，皇后娘娘知道她是忠心的了，太好了。经过了解，宁仪真知道安美人这人真不错，没野心。再说她有把柄在自己手中，也不敢翻起风浪。看他闲得蛋痛，他决定给他找点事做。这天，宁云真趁燕凤阳过来蹭晚饭时开了口：皇上，本宫要管孩子，所以这后宫想请安美人一同打理。还是12、14两公主在这方面也很有天赋，我想请他们过来帮帮忙。这话让燕凤阳心情有点复杂，他心里很清楚，说什么帮忙，其实皇后归根结底还是不太想打理这后宫。为什么会这样子？别的妃子若是得到打理后宫的权利，不是很高兴吗？现在凤印与后宫都交在了他手上，在后宫这可是一手遮天呢，他竟然真的不喜心，无来由的闷。可口的饭菜，燕凤阳突然就觉得不香了。要朕答应也可以，除非你也答应朕一个条件。啥？他就找2个帮手罢了，皇帝还要提条件？这人还真不肯吃亏啊。宁仪真有点想掐死眼前这狗男人。你说吧。燕凤阳说了，宁仪真立即跳了起来。皇上，臣妾以为不妥。又不肯接。燕凤阳闻言眼一抬，声音中含着怒火，那皇后说说，到底有何不妥？你我夫妻，朕的事不就是你的事，朕的账不就是你的账吗？什么夫妻？说得好听。宁仪真心道，不过一个合作者罢了。那你的钱就是我的钱吗？这话一出，
燕凤阳怔了一下，朕说不许你用了吗？宁仪真听了这话眼一白，说是没说，你个穷酸，本宫根本不稀罕你那几两银子好吧？皇上，臣妾以为这私库还是皇上自己打理为好。此时的燕凤阳心里非常的不高兴，你说个理由出来，否则就罚你1年不能私自出宫。渣男，竟然用这个来威胁他，宁仪真恨死了。自己管得私库，您想动用私库里的东西，也不必与任何人说。燕凤阳是有打算的人，既然做出了决定把私库交出来，那就不容更改。朕没有什么不能说的，若要动用那里面的东西，皇后自然也能知道的。就这么定了，若再拒绝，收回自由令。晚上吃了饭，燕凤阳就走了，没跟前2天一样留下来陪太子与公主。江嬷嬷对自己这主子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娘娘，皇上今天是真的有点不高兴了。他高兴不高兴，与他何干？宁仪真一翻白眼，管他呢，他不高兴我还不高兴呢，把个烂摊子扔给我，我就高兴吗？奶娘，你是不知道这后宫的账有多少，又有多烂，想把后宫管好，又得让大家不过苦日子，本宫得填多少都不知道。后宫管了就管了吧，他还得寸进尺，又把私库扔过来，真当我是免费劳工啊？听到这番埋怨的话，江嬷嬷也是无语了。皇帝的私库都交给您了，这是交家底了呀，我的主子爱。娘娘，您就辛苦点吧，想想您的愿望，别生气了。好吧，这天下将来是他儿子的，他就先帮儿子打天下吧。德公公送来皇帝私库钥匙之时，宁仪真已经放下心中闷气。德公公，到时候还得辛苦你。德公公笑眯眯，皇后娘娘，您可别说这些客气话，替您效劳是咱家的福气。自从救了德公公一命之后，宁仪真知道他在皇帝面前明里暗里都帮了自己不少忙。德公公，本宫里有一盒缓舒筋膏，你们一天到晚都弯着腰低着头，这腰背颈脖一定会有问题。本宫这药效果非常好，只要你每天用热水敷过痛处之后擦上它，保你身轻体快。还有这种好药，当了20几年太监，哪一天不弯腰驼背？若不是自己有功夫在身，德公公知道当值一天下来更会不好受。顿时他大喜，谢皇后娘娘，谢皇后娘娘。宁仪真知道德公公对自己的重要性，所以特地做了这款舒筋膏，不用客气，平身吧。第0174章被皇帝给穷呆了。德公公得了好东西，次日一早神清气爽的来与宁仪真交接皇帝的私库。奴才见过娘娘。免礼，我们过去吧。纵然是有所准备，但当宁仪真看到这虚空的暗室时，他真是被这个穷皇帝给穷呆了。我拉了个，这是皇帝的私库，就这么一点银子，就这么一点东西。如果皇帝真的没再有小私房，那他一定就是世上最穷的皇帝。在宁仪真的眼里，就这么一点东西，连他一个百姓良仆的家底都比不上，更不说与自己全部身家相比了。其实燕凤阳并不是穷到没裤子穿的地步，只是相对于一个皇帝来说，他是穷了点。边轻点，宁仪真边嘟囔，奶娘，你说这也是个皇帝啊，他怎么就这么穷？江嬷嬷一听就乐了，娘娘，这若放在朝中大员或百姓家来说，比得过的人也不多啊。皇帝是一位爱国爱民的好皇帝，他的银子大部分都拿去替百姓解忧解难了。好吧，宁仪真承认燕凤阳确实是位好皇帝，他心怀天下百姓，那他也心胸开阔点吧。看在儿子的份上，替他打几年没工钱的工算了。可此时他不知道的是，皇帝把私库交给他的事已经传出去了。什么？皇帝的私库真的交给皇后打理了？蒋嬷嬷点点头，确实如此，这一回正在盘点呢。听了这话，谢太后双眸阴沉，沉沉中闪过丝丝的阴郁。要知道，她当了那么多年的皇后，却从来没有见过先帝的私库是什么样子。而这宁氏回宫还不到2个月，皇帝就把私库都交给她打理了。这人不除，谢家绝对无望。谢太后心情不好，后宫佳丽的心情一样不好。皇帝说皇后归位只是个协议，是因为他手中掌握着为国为民的根本。这真的是个协议吗？就在后宫人心浮动的时候，宁仪真心情并不美好。皇上的私库是这么好管的吗？不过替他做个高级账房而已。皇上的东西除了看看，你还能随意动。登记好收纳归账后，宁仪真再次深深地吐了口闷气。哎，太穷了，太穷了。小安子，在，你明天吩咐司库府的管事太监来一趟，得让他多采购一点油布，看样子冷宫的后山要多种些菜了。一个破后宫交给本宫，烦死老娘了。不是宁仪真想省钱，而是冬天的蔬菜几乎买不到。就算你有银子，但外面天寒地冻的连根草也没有，过年还得举办国宴呢。也不是宁仪真屈服，因为他自信这后宫早晚都是他的，不打理也得打理。要大量种菜，宁仪真想到那里雨耙的不好用，从空间找出一支铅笔，他在纸上画了起来。
就在这时，秀玉兴冲冲地跑了进来：“娘娘，娘娘，豆芽全部发起来了！冬天的京城蔬菜是个宝，春和宫后院也就几个小暖棚，种的类型真不多。豆芽是冬菜之宝。”一听豆芽发好了，宁仪真立即放下手中的笔站了起来：“走，去看看。”花棚里如今变成了菜棚，几个大木桶圆圆胖胖的放在中间。娘亲，快来看，豆芽好漂亮哟！燕一月手里举着几根黄豆芽，好奇的左掐掐右掐掐，觉得非常好玩。在冷宫的时候，因为一大半时间宁仪真带着两娃都在宫外，一时半会还真忘记了这豆芽菜的制作。接手了一个穷后宫，他不得不仔细打算起来，无意中看到空间那植物催长素和豆芽的催生方法，真漂亮。纵使宁仪真在某一世时能天天见到豆芽，但他不得不说，经过卫氏催长素催生的豆芽只有最美，没有更美。秀玉，中午吃凉拌豆芽。秀玉笑眯眯的应了：“是。主子，要不要去看看那边的豌豆芽？长得也很好呢。这次是试种，不仅仅有黄豆芽、豌豆芽，还有绿豆芽、青豆芽。只要出产高，质量好，马上就让百姓粮铺开辟一个豆芽铺子，让京中百姓冬天有蔬菜吃。黄豆芽还有绿豆芽、青豆芽都能吃了，只是豌豆芽才5寸长，这么嫩吃了太可惜了。”宁仪真把几个大桶都看了，然后这里的事谁也不能说出去，听到没有？这事秀玉在管。她用力的点点头：“娘娘放心，就我们宫里的几个人知道，不会让任何一个外人知道。”很好，宁仪真非常满意。这天中午，凤霞宫多了2个新菜，娘娘种的这白玉根可真好吃，吃起来水嫩嫩、清脆脆的，太好吃了。小麦子吃一口，赞叹一声。李安则喜欢上了那肉末青豆芽，像青菜又不似青菜，却有青菜的清香味。姜嬷嬷手艺好，炒出来的又美味，他真是爱上了。可这豆芽吃到的人，除了皇后娘娘身边几人之外，就他们4个奴才了，这是何等的荣幸啊！吃完，李安拍了拍肚子：“大家记得把嘴给闭牢，这宝贝娘娘要拿去宫外赚大钱的，若谁敢透露半句，咱家就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几人一听，一脸严肃：“师傅，您多虑了，我们几个生是凤霞宫的人，死是凤霞宫的鬼，绝不会把自家秘密透露出去的。就是，自从跟了师傅，您的话小的绝不敢违背。”听了这话，李安心情非常好。当年皇后宫中有16个太监，皇后出事时他们都选择离开，只有这几个小子愿意跟着自己。李安是个非常感恩的人，上辈子他死守凤霞宫，那是因为前相孙科救过他的命。调来凤霞宫的时候，他就发过誓，要永远忠于皇后娘娘。几人话才落下，就在这时进来了一个：“哟，李公公正在吃饭呢，吃什么好吃的呀？吃这么香！”一听到这声音，李安手脚飞快地把落在桌上的一根豆芽塞进了嘴里。见过海总管。一见李德海进来，几人立即起身行礼，而李德海只盯着桌上几个碗：“今天你们吃的什么？好似比后厨的菜要多不少呀。”第0175章，皇帝真不太高兴了。李安几个人的屋子就在凤霞宫大门的右侧，进了大门有一个小圆拱门，门内有10余间屋子，那里就是太监们平常居住的地方。见他盯着几个碗不转眼，李安脸皮都抽痛了：“总管大人，您少了这几个菜吗？大梁的国库是穷，但是作为这后宫副总管的李德海可不穷。自当上这后宫副总管以来，谁不巴结着他？别说太监与宫女，就是分位低的妃子也得巴结他，毕竟他才是县管啊。海总管，这是娘娘赐下来的2个小菜，不知道您要过来，要不然就等等您了。”原来是皇后娘娘赐的菜啊，怪不得这么香。李德海可早就听说了皇后娘娘宫中全是美食，只可惜皇后娘娘接管了后宫，却一直不召见他们，要不然他也厚着脸皮过来蹭点吃喝。李安，梁王大婚在即，本总管前来跟皇后娘娘禀报，不知皇后娘娘这会得空不？一听说是大事，李安也不敢马虎。总管大人，奴才这就去禀报，您稍等。梁王成亲是大事，李德海来了后，宁仪真第一次召见了李德海与6宫的管事。与此同时的上书房在商量雪灾的君臣也刚吃过午饭。皇上，您把司库交给皇后打理，就不怕她贪污吗？要知道，皇上的钱就是你们夫妻共有的钱。见萧远寒一脸好奇，燕凤阳难得的嘴角一挑：“恒之，你说皇后会看得上这那司库吗？”萧远寒抓抓头：“应该是看不上的，知道就好。”燕凤阳难得的好心情，皇后这么会赚钱，万一她看朕司库太穷，心里过不去，难保不分点给朕。萧远寒，原来你是这样的皇上，想吃皇后的软饭啊！我算是看透你了。不过皇后如此能干，若这软饭有得吃，
萧远寒想，我也愿意吃的。皇上，您真的是这么想吗？燕凤阳凤眸一挑，朕什么时候与你说过假话？不是这么想，你以为还有什么？你不是对皇后动心了吧？这句话萧远寒没有问出来，因为他知道，就算他问了，这固执的皇帝也不会承认。感情的事，得让他自己领悟到了才行。不过他希望皇上早点认清事实，从心底把那小针放下，好好的爱上皇后。这个话题不能继续，萧远寒换了话题。皇上，有个不太好的消息，你要不要听？好不容易有点表情的燕凤阳一听，顿时双眉一挑，什么消息？恒之也和朕打哑谜了吗？萧远寒笑道，倒不是打哑谜，只是不知道该不该说。说。萧远寒说了，燕凤阳也听了，只是听了之后，那脸色可就真的不太好看了，还有那眼中的杀气几乎是充盈了整个上书房。谢家，这是准备连脸都不要了吗？竟然找归公来教嫡女勾引男人的手段，我这舅舅真的是太不要脸了。萧远寒闻言却轻轻一笑，这也要怪皇帝您太迷人了，迷的这谢家姑娘不要不要的。要不是您太迷人，谢家怎么会？她太迷人。呵呵。燕凤阳的双眸随着这话变成了冰渣子。方德言。站在门外的德公公浑身一抖，奴才在。燕凤阳脸色漆黑，朕让你办的事呢？你不会告诉朕，这点小事也办不好吧？德公公一头冷汗，皇上放心，这2天就有结果了。燕凤阳是连一刻都不想看到谢家人了，朕命你，不管用什么手段，3天之内必须把人给弄出宫去。是。擦着冷汗的德公公退下了。这天晚上慈宁宫出事了，怎么会突然高烧成这样子？汪太医是不是有人对他做了什么？汪太医摇头，太后，老臣没发现三姑娘中了毒，近期风寒厉害，三姑娘应该是得了严重的风寒。风寒？这时太后想起了贵贤宫与青莲宫那2场来势汹汹的风寒，顿时她怕了，赶紧送回谢家去，万不可在宫中传散开来。是。就这样烧得迷迷糊糊的谢妍儿被半夜送出了宫。皇上，人送走了。燕凤阳放下手中的折子，千万别让他好起来，朕以后不想看到他长留宫中。这次不会了。德公公心道，咱家下的可是骨粉，这骨粉不是骨，而是养坏了的骨，做成了毒药。这毒下在人身上，无人看得出中了毒，而中了这骨粉的人，只要受一丝风寒，他就会毒发。死是不会，但是绝对的高烧不退。明白。这消息宁一真第2天早上才听人说。他看着秋月道，很奇怪，这谢妍儿似乎与皇宫相克，上回被老鼠咬，这回突然严重的风寒，有古怪。秋月也觉得此事有古怪，主子，看来有人在专门对付谢妍儿了，这人不想让他入宫。确实如此，谢妍儿是在入宫，而且还想仗着谢太后的势力成为皇后。现在后宫的女人，谁不把自己这个皇后当成眼中钉、肉中刺，巴不得她快死。同样，这些女人们可不希望再进来一个实力强劲的对手，只是谁出的手呢？宁一真做梦也想不到是皇帝出的手。次日早上，他把自己画好的新事离爬咕噜让人送到了皇上的案头上。宫中有内务府打造几张农具，用不着去外面。钱香看着这几张图，心情有点激动。皇上，这9区离怕是要比之园里好用好多呀。燕凤阳盯着他已经半个时辰了，赶紧让铸造处打出来，要快。皇上一发话，内务府的人就是不睡觉也得打造出来。次日一早，冷宫的后山，户部5品以上的官员几乎都在。看着地上2张不一样的梨，燕凤阳开了口，赶紧试试看哪个趁手。人是从祭田找回来的老把式，叫老九。老九在祭田帮着种田20年了，是犁田的一把好手。很快他就动了起来。第0176章，冷宫出了盗窃事件。1刻钟后，燕凤阳看着老九问，如何？你用过之后，比之以往的农具，它有何不同？老九已经激动得无法言语了。皇上，这个东西要好用太多了，还有这种叫耙的东西，用起来可是大大减少了人工啊。有这么夸张吗？老九，这可是在皇帝面前，你可不要为了夸大它的作用就胡说。这话一落，燕凤阳看了眼镇国公道，谢大人若不相信，何不你自己试试？谢人虽然掌管户部，但他可不会耕田。皇上，老臣并不精于这个，既然不精，就不要多嘴。脸一拉，燕凤阳看了看众人道，还有人想试试吗？这些人是当官的，谁会犁田？这时，皇上，在下愿意试一下。看着萧远寒，燕凤阳笑了，去吧，好好试试。这一天，后宫人不知道冷宫发生了什么事，
但知道皇帝去了冷宫的后山，而且还有不少大臣也去了。不过慈宁宫的人很快就打听到了，太后听闻皇后娘娘弄了个什么九曲梨，还有一个什么爬、咕噜等，皇上让农夫来试用。原来是这样子。谢太后凤眸一眯，那东西真的是那皇后弄出来的？宫女点头，是这么说的。朕凝视，谢太后的双拳悄悄拧起，给镇国公送封信，这一次务必全力而为。是。见蒋嬷嬷正要下去，谢太后仿佛又想到了什么，对了，让人去冷宫看看杨氏去。蒋嬷嬷低头，明白。半个时辰后，冷宫，杨氏，这2天可还有人欺负于你？这2天，杨婉仪的身边有一个丫头，这丫头非常精明，对着全冷宫的人又是跪又是求，让众人也不好意思去欺负她了。可是不欺负她不代表会惯着她。嬷嬷，这2天我家主子连饭都吃不饱，呜，一天1碗清水，2个馒头，把我家主子都饿瘦了。啥？现在冷宫的人还是按1天1碗清水，2个馒头？蒋嬷嬷双眉一拧，皇上不是命令了内务府给众人送肉吗？你们没拿到？丫头哭着摇头，他们说那是皇帝奖励给有功最妃的食物，不是给我家小主的。还说后宫的规矩并没有变，想吃自己花银子。但是奴婢不知道找谁可以花银子，每天来送食物的公公说他们不敢私下替我们带东西。好啊，这些个狗奴才真当是巴结上了皇后就开始凤高踩低了吗？心中气得不行的蒋嬷嬷深深地吐了口气，放心，一会老奴回去禀报太后娘娘，让送食的太监给你们带东西，能带进东西来，那也就不怕了。小丫头又谢恩又磕头，千恩万谢的把蒋嬷嬷送走了。小姐，不怕了，不怕了，我们有救了。这2天杨雪芝被饿坏了，有钱没处花，只把她气得吐血。红儿，我娘什么时候能把我救出去啊？这里我1天都待不下去了。红儿立即道：小姐您放心，夫人她一定会救您出去的，您且耐心等几日吧。不等又如何？好在自己现在手中有钱，身边有人了。姓宁的，等我出去后一定不会放过你。可次日的冷宫，把我的银子还给我，还给我！是谁？是谁偷了我的银票？老实给我交出来，要不然我定不会饶了你们。杨婉仪快疯了，昨天刚开始有机会用那1000两银票，就睡了1个晚上，银票竟然全都不见了。众嫔妃仿佛没听到一般，做手工的做手工，打牌的打牌，弹琴的弹琴，一派其乐融融。他这是疯了吧？是啊，谁稀罕他那几两银子？哼，现在春和宫的人可有钱了，皇后娘娘让他们尽量多做首饰，还加了价钱呢。现在他们1天就能赚20-30两银子，谁还看得上杨氏那几个钱？侮辱人是吧？杨婉仪在冷宫又哭又闹，还要上吊。很快太后知道了些事，她亲自去了上书房。皇上，冷宫也是后宫，这冷宫出一盗窃行为，传出去了，我皇室的脸面何在？燕凤阳正在看2位丞相递上来的折子，他们对推广99运算法、新式记账法、新农具的大力推广都上了折子。虽然2人的想法有些不同，但可操作性都很强。见自己母后亲自来上书房，燕凤阳只得放下手中的东西。母后，那您意下如何？谢太后道：后宫乃皇后在打理，此事应该由皇后负责才对。皇上问哀家，是不是问错人了？母后这是逮着机会要找皇后的岔子了。看来她身体好一点就想搞事。女人啊，好好过日子就不行吗？燕凤阳闭了闭眼，既然如此，就着皇后去查好了。方德言传朕圣旨，这皇后查冷宫失窃案。是。然而半天后，启禀皇上，据臣妾了解，这2天杨婉仪根本没出过自己的院子，她未出来，别人也没进去。这银子怎么丢的？臣妾没办过案子，实在查不出来。冷宫的院墙那可是挺高的，为了防止他们串在一起，每一个院子之间院墙都是3丈2高，不是高手不可能越过那墙头。据燕凤阳了解，冷宫中唯一会功夫的人就是王婕妤，但此人只会些硬功夫，完全不懂轻功。当然，燕凤阳认为王婕妤若会轻功，恐怕早就逃出了那冷宫。或许是他自己不小心塞在哪里忘记了，既然找不到就算了，让杨夫人再送点进来就好了。宁仪真闻言脸皮一抽，你再让人送也是白送，你送多少我给你弄掉多少。哼，姓杨的还想在冷宫过上好日子，那是做梦。我不杀他算是仁慈了。是，臣妾谨听皇上的吩咐。很快谢太后知道了结果，她来了上书房。皇上，你不觉得皇后这是在应付你吗？她这是对你不尊。第0177章，太后给气走了。燕凤阳心里清楚，自己的皇后确实是没用心去查，谁会去给一个骂自己孩子的仇人翻案子？皇后又不傻，她这个皇后其实还是很善良的人。
若是两人换个位置，这杨氏怕还得落井下石呢。燕凤阳不太喜欢太后总是去挑衅皇后，于是问道：“母后，皇后说的也没错，她是皇后，不是朝廷命官，术业有专攻，她对查案不在行，这也没错啊。若母后非要查明这失窃之事，不如朕让宗人府来查，如何？”这话一出，谢太后吐血。若她非让宗人府出面来提一个罪平翻案，那传出去，自己这个太后还怎么对宗室交代？皇上，你……燕凤阳站了起来，一脸认真。母后，那要不您说让谁来，朕这就下令让谁来。太后气呼呼地走了。很快，这消息传遍了后宫，顿时人人都对这皇后有了敬畏。以后这内宫以后真的是宁氏的天下了。就在人人都以为皇后要被圣宠之时，皇上却好几天再也没去凤霞宫了。顿时后宫的风向又变了。娘娘，奴婢怀疑皇后很有可能也进不得皇帝的身，皇后被宠应该是个假象。假象？可这假象她也想要。一脸无尽的刘贵嫔懒洋洋地看了一眼自己的贴身大宫女道：“那又如何？人家有一个立了太子的儿子，一个最尊贵的大公主，以后谁还能动得了她？”可宫女却不觉得如此。娘娘，皇上这么年轻就立太子，奴婢也觉得皇上有可能是真有问题。皇上有问题？刘贵嫔有点好奇，什么问题？宫女的声音越来越低了。外面有人传言，皇帝与左相一个不宠幸后宫，一个不成亲，是因为……听到这，刘贵妃第一个否定这传言。皇帝若不喜欢女人，那两个小从哪里来？闭嘴！少在这里胡说八道，不想要命了？你们就乱传！宫女顿时浑身一抖。是，奴婢多嘴了，谢谢娘娘提醒。皇帝一定不是断袖。刘贵嫔双眼凝视着宫外的天空，她不宠幸后宫是有原因的。这小道消息不仅仅是刘贵嫔的宫中在传，后宫好几个宫都在传。安美人听到后突然放声大笑，哈哈，要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仙儿一听就懵，娘娘，这怎么就好了？安美人得意地笑了笑，若真如此，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跟小天儿争位子了。仙儿还是不解，可太子已经是太子了呀，皇上就算生再多的皇子，那也不是太子。安美人眼一睨，你懂什么？当今圣上当年不早就是太子吗？可他未登基时想抢他位子的人还少了吗？若不是孙相运筹帷幄，皇上想坐上这个位子，怕是没这么容易的。说到孙相，仙儿好奇，娘娘不是说孙相是个奸相吗？这一点安美人也弄不清楚。他爹的官太小，涉及重密的这些东西可接触不到。天才知道，别管这么多了，也不要去传小道消息了，好好过我们的日子吧。对了，给小月儿、小天儿做的皮棉鞋如何？让他们抓紧2只小好玩雪，做好了好让他们高兴的去玩。主子可真大方，那皮子可是1级牛皮，而且经过无数道揉鞍才做得出一块上好的皮子。他却要给小公主、小太子做完雪的鞋子，这2天就要做好了。好，做好了就立即告诉本宫，小月儿收到新鞋子一定会很高兴。是。宫内流传出皇帝有龙阳之好的消息也传到了凤霞宫，这让李安等人好郁闷。皇后娘娘这么好，皇上却不喜欢女人，好可惜。自然而然，这传言也传到了宁仪真耳中。听到秋月说这事，顿时他眉头拧了起来。这是什么人传出来的？若皇帝真是断袖，那自己的儿女不就是落实了不是皇帝的种吗？是不是皇帝的种，宁仪真比谁都清楚。但这时代人言可畏，秋月，查清楚这谣言是从哪里传出来的。既然又有人不想好好过了，本宫成全他。秋月脸色也不好，这些天他的人可是把几个宫都盯紧了，却没想到还是传出了这谣言。主子放心，属下定会好好查。这人能放出这谣言，应该来说也是有本事的人。不是有本事的人，谁敢放出这种谣言？这人到底是谁？不喜女人与断袖，那可是两码事。一时半会，宁仪真还真不知道是谁这么大的胆子，敢编排皇帝的是非。见自己娘亲眉头紧锁，小一月立即跑了过来：“娘亲，陪我煮饭好不好？”看到宝贝女儿，宁仪真的眉头就全松开了，抱着她啃了一口。宝贝，今日是不是没被汤头割了？叶一月抿起了小嘴，转溜着大眼，歪着脑袋，一脸不好意思的表情。娘亲，我忘记了。什么叫忘记了？明明就是不爱学习吗？虽然作为皇家公主女儿，可以什么都不要学也会过得好，但是重活一世的宁仪真知道，女人还是要自立，要自立必须自己有本事。世间的男人靠不住。宝贝，我们来重温一遍要经18章，温完后，娘亲和你玩捉迷藏，如何？真的？娘亲，我要玩。好，我们先备汤头哥，备完了就玩。麻黄汤，麻黄汤中用桂枝、杏仁、甘草4般施，发热恶寒头项痛，喘而无汗服之宜。华盖散，
华盖麻杏紫苏子，茯苓陈草桑白皮，风寒数肺痰不爽，积宜煎服莫迟疑。燕凤阳进来的时候，小一月正在奶声奶气背着汤头哥，德公公正要高呼，他挥挥手，别吓着小公主了。是，父皇。燕凤阳高大的身影才进门，燕以月就发现了，立即从他娘亲身上爬下来，朝他跑了过去。慢点，小心！燕凤阳一把接住自己的小女儿，教训道：“以后不能这么急，万一摔倒了就会痛了。”第017-8章，皇上留宿凤霞宫。燕一月小脸如花，双手搂着燕凤阳的脖子：“父皇，不会的啦，我会功夫的哦。”噗！燕凤阳听到这句，突然就笑了。这小丫会几下花拳绣腿，那也叫功夫？皇帝是开心了，可燕一月却不高兴了。父皇，我真的会功夫，婕妤奶奶天天都教我的。王婕妤是会些功夫，可那也是一些粗浅的功夫，真正的功夫谈不上。怕女儿生气，燕凤阳立即认错：“好，月儿会功夫，月儿会功夫。等月儿长大了，就保护你母后。”那当然。燕一月小嘴一揪：“我也保护父皇。父皇，你别害怕，我会帮你打坏人的。好吧，女儿有就够了。”说话间，燕凤阳抱着燕一月已经进来了。宁仪真与燕倚天站在屋里迎接：“臣妾参见皇上。”儿臣参见父皇。看到儿子，燕凤阳牵上了他的手：“天儿，你在做什么？”回父皇的话：“儿臣在下棋。”又在下棋。燕凤阳双眼一亮：“有残局。”方德言传旨下去，今晚摆膳凤霞宫。德公公立即应声：“是。”父女三人过去了地榻上，对上了那残局。娘娘真好。看着江嬷嬷那欢喜的表情，宁仪真有点无语，到底好个什么呢？跟一个不想看到的人吃饭，好影响食欲的。算了，看在这狗男人刚封了他儿子当太子的份上，就勉为其难的供应他一餐吧。小安子，去御膳房要些皇上要吃的菜食过来。是。天气太冷，听闻皇上在凤霞宫用膳，御膳房送来的菜还真不少。宁仪真看了看这些菜，拧拧眉头：“秀玉，你去冷宫那边拨些生菜过来。”秀玉一听，眼珠子都亮了：“娘娘，今晚吃烤肉吗？”空间有不少烧烤调料，两只小总是百吃不厌。今日正好有一块五花肉，一块牛肉。宁仪真发现燕凤阳也喜欢吃，看在他对两孩子不错的份上，就让他们父子三个一起过瘾好了。冷宫菜棚中有生菜、香菜、小青菜、油蔓菜。秀玉去了，很快就拎回来了一大筐的各色蔬菜。光吃烤肉可不行，宁仪真用大骨头炖了一锅莲子汤，这个喝了下心火。秀玉，端一锅去那边给德公公他们喝。冰天雪地的，当个差也不容易。是。这话一落，跟着燕凤阳进来的德公公与侍卫首领霍萧，瞬间脸上露出了笑容。还是皇后娘娘人情味重啊！烤五花肉、烤牛肉、烤土豆片、烤青菜、香菜，除了烧烤外，还有几个蔬菜。宁仪真让秀玉给德公公几个也送上了一壶果酒，这个只能热身，不会醉人。德公公喝得一身热乎乎的，直谢恩：“谢谢娘娘，大冬天能吃上这么一顿，奴才好满足啊。”这算什么？我的火锅还没拿出来呢。等本宫拿出火锅，你才会知道在这大冬天涮一阵火锅有多酸爽了。突然宁仪真眼珠子转了转，若让人打些火锅，那年夜的晚宴是不是不用再吃冷食了？就这么办。这一餐燕凤阳吃的也很满足。吃完饭，他坐起来与小天下棋。见他这一副不走的架势，宁仪真有点不自在了。皇上，夜不早了，孩子该睡了，您也明日得早朝，早点回去休息，臣妾恭送皇上。话一出，燕凤阳的脸黑了。皇后这是在赶朕吗？在不在嫔妃的宫中留宿，在哪个妃子的宫中留宿，那是皇上的权利。被皇后赶的皇帝，他怕也是千古一帝吧。燕凤阳真生气了，而这话听在宁仪真耳中，却是心中一惊。这狗男人想干嘛？想他侍寝吗？说好的心上人呢？见到女人就忘了，自己确实是在赶人。但宁仪真知道燕凤阳的狗脾气，臣妾并非赶皇上，而是臣妾的床太小了，睡不下4个人。床太小，这也是理由？明明再赶他，还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女人是越来越放肆了。几天没过来，他又忘记了谁才是皇帝，一次又一次的感觉到自己不被皇后喜欢，顿时燕凤阳就气笑了。哦，原来是这样。方德言去找一张新床进来，要最大的那种，至少能睡下4个人的那种。一听这话，德公公要哭了。皇上，这宫中最大的床是您的龙床。好在德公公聪明，很快几个太监就抬着一张床进来了，与宁仪真原来的床放在一起，成了并排2张。这够宽了吧？德公公心里无敌，小桌子、小坤子，赶紧把棉被都铺上去，一定要铺平。是。
两床变一床，宁仪真也佩服这德公公的脑子好使。只是他真弄不明白，这狗皇帝不是最讨厌他的吗？今日竟然要与他睡一床。呼，为了儿子，我忍我再忍。哦，月儿可以跟父皇一起睡了。哥哥，这床好大哟，快来翻跟斗呀！要数兴奋的人就是燕一月了。他听别人说了，爹娘要不睡一块，那爹娘就会分开，就会和以前一样。他只有娘亲，没有父皇了。这个父皇，虽然娘亲不喜欢，但勉强也还行吧。毕竟他还没见到比自己父皇长得更好看的人。燕凤阳可不知道，女儿让他留在凤霞宫睡，并不是有多喜欢自己，而是他目前还没找到一个比自己长得更帅的人当爹。若是知道，他的怕是要吐血。女儿这么可爱，燕凤阳也投桃报李，吃过饭后抱着燕一月，耐心地陪着她画画。终于夜深了，月儿，赶紧去洗漱，得睡觉了。燕一月也困了，她本来就是个在她乖的时候是个最乖的宝宝。父皇，月儿要早点睡，多睡觉才能快快长大。一瞬间，燕凤阳心软成了水。早点长大，等你长大了，父皇给你送一匹汗血小宝马。真的吗？一瞬间，燕一月的瞌睡虫立马就跑了。燕凤阳郑重的点头，当然真的，君无戏言，父皇可是皇上，一言九鼎。父皇真好大，爸，不过也要给哥哥送一匹哦。一个奶香奶香的吻，瞬间就落在了燕凤阳脸上，顿时他被石化掉了。小丫头，这世上只有你哄父皇的份。第0179章，燕一月那颗老母亲的心。很快，兄妹俩去洗漱了。燕凤阳并不是第一次宿在后宫，而是宿过好几个妃子的宫中。虽然只是纯睡觉，但也是睡了。可是没有哪一个人的寝宫中气息如此的清新脱俗，什么气味也没有，唯一拥有的是一丝淡的几乎不可闻的栀子花香。他没有说话，而是静静地打量着这屋内。宁仪真也没有说话，寝宫被人侵占，他心里是真不爽。曾经的他有多爱燕凤阳，现在的他就有多抵触他。两只小喜欢自己洗澡，因为天天洗，所以两人很快就出来了。德公公也立即让人打来了水，准备侍候着皇上洗漱。皇上，水温正好。燕凤阳点点头，抬眼看着宁仪真，皇后还不快给朕宽衣？傻站着不动做什么？什么？让他侍候他宽衣？倒想得美呢。宁仪真白眼一翻，不会，从小就没学过这个技能。你……燕凤阳脸黑了，又来了，又来了，这两人又开始闹脾气了。刚钻过被窝的燕一月看到这一幕，表示有点忧伤。娘亲那么好脾气的人，怎么一遇上父皇就竖起了浑身的刺呢？难道她与狐狸精姐姐一样，现在已经不喜欢父皇了，准备另找一个？天哪，父皇好危险啊！狐狸精姐姐对付死缠烂打的男人，那可是会死遁的。她一死遁，那个男人就永永远远都见不到她了。娘亲不会也来这一招吧？不要啊，我不想要后爹啊。她想要与父皇、娘亲生活在一起啊。这个父皇目前看来还是不错的。为了这对老父母亲，燕一月决定做个和事佬。父皇，你是大孩子的，不能要别人脱衣服啊。月儿都自己脱衣穿衣，自己洗澡的，哥哥，你说是不是？燕一天脸皮一抽，是才有鬼。你的衣服哪一次自己搞定过？还不是我出手？是。听到兄妹俩的话，燕凤阳一头黑线。小丫头，我是自己不会脱衣服吗？我这是……突然燕凤阳心中一惊，她似乎在与这女人置气。这怎么可能？不，自己愿意留在凤霞宫，可不是对她有什么企图，她只是想与两个孩子多处处罢了。对，就是这样。燕凤阳仿佛给自己找到了理由，顿时心情就好了。月儿，父皇错了，以后向你学习，自己脱衣。燕一月笑了，这才乖嘛，娘亲最喜欢乖宝宝的。娘亲，月儿说的对不对？对个屁！宁一真想爆粗口，这小丫头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非要把她与这狗皇帝拉在一块吗？现在这样各过各的，不好吗？皇后这东西不就是个职位吗？睡吧，明天早上要不然起不来了。早上得起来练功，美人奶奶说了，练功可是1日不练3日白练，明天早上还要去和云姐姐一起练功呢。知道的，父皇、娘亲，晚安么么哒。面对女儿乖巧，宁仪真亲了亲她的小脸，晚安，宝贝。天儿，晚安。兄妹俩乖乖的睡了。燕凤阳去内室洗澡了，顿时宫中瞬间安静下来。娘娘，那边的内侍谁也准备好了？宁一真点头，走吧。有条件。宁一真是天天洗澡的人，因为天天洗，所以她洗得特别快。她回来的时候，燕凤阳还没从内室出来。秋月正在给她铺床。娘娘，这她也太小了，不若属下再给您抬一张进来。宁一真朝秋月摇头，打了个呵欠。算了吧，虽然这屋里大，但加了一张床呢。若再加张她，那真不像什么样子。这一天天的，你们也累了，
早点下去休息吧。自家主子晚上不让人侍候，秋月早已习惯。今晚皇帝头一回留宿，外间还有德公公守着呢。于是他应了一声是。宁仪真的寝宫特制了4个壁炉，壁炉的通风口朝外，不受一氧化碳的影响，所以这大冬天的室内也是温暖如春。燕凤阳从内室出来，只穿一件浴衣，衣服松松垮垮的套在身上。寻常的燕凤阳总是一脸严肃威严，给人一种铁面阎王的感觉。今天的他长发披肩，墨色的长发，白色的浴衣，修长的双腿，让他显得更加的瘦长俊美。纵使对他并没有什么想法，但宁仪真还是得承认，这男人有让女人流口水的资本。好在他已经免疫了。转过身，宁仪真闭上了眼。从内室出来的燕凤阳见宁仪真睡在了榻上，狠狠地怔了一下，然后面无表情地上了床。这日晚上，皇上宿在凤霞宫，后宫仿佛就发生了地震一动，轰动了。原来皇帝不是不喜欢女人，很有可能是前段时间确实是太忙，没有精力顾这些。只要朝事轻松了一点，他这不就留宿了吗？虽然没有人知道这一晚宁仪真睡的是他，但皇帝宿在他宫中，那是事实。听到这消息，高嫔气得不行，自己连降2级，而皇后却重新受宠。且不管皇帝与他是不是那个什么的，至少皇帝住在他的宫中，与他睡一张床。皇帝来这里从来就只是坐坐而已，这是捶心之痛。为什么？为什么？皇帝不是不喜欢女人吗？为何他对2个孩子正统就一点都不怀疑吗？高嫔心情很不好。杨雪之死了，徐贤妃吓坏了，躲在宫里不敢动了。张贵妃天天装，也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刘贵嫔此人心高气傲慢，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孔美人与屈才人开始往安美人那跑，很明显是想另抱大腿了。对于那个刘才女，就是一个小透明的存在。后宫女人也不少，可是偌大的后宫却没有人敢与皇后对着干了。高嫔食指紧紧地掐在掌心，幸之，皇上他真的留宿凤霞宫了。幸之点头，回娘娘的话，的确如此。不过皇后回宫也这么久了，虽然她有一对儿女做倚仗，但是她的待遇却一直比不上一个妃子。以前李嫔与安美人1个月至少也被宠幸一次，可她回宫这么久，皇帝上才留宿，所以娘娘你也不必太担心了。第0180章皇帝的赏赐。幸之是高嫔娘家带来的4个丫头之一，这人不聪明，说话也是不知道拐弯子的人，但因为她忠心而且勤快，所以她一直留在高嫔面前伺候。只是这话却惹恼了高嫔，顿时她就恼怒了，厉声问道：幸之，你这什么意思？在你的心中是不是也觉得妃不如后？这声音让幸之吓得一抖，扑通跪在地上。娘娘恕罪，娘娘恕罪，奴婢没有这个意思，真的没有。在奴婢的心中，娘娘不管是家事还是贤惠，哪一样都在皇后之上。若说差的，那也只是氛围。以皇上对皇后的不喜，以皇后的身世，奴婢相信皇上能重立她，也能重废了她。这话高嫔爱听，皇帝宿在凤霞宫，很有可能是因为孩子，而且他心里很清楚，若皇帝无其他的儿子，这皇后的位子恐怕很难拿掉。心里越是清楚，高嫔心里越是难受。自己已降为嫔了，皇帝又近不得自己的身，他要拿什么去跟姓宁的争呢？不行，他不能就这样认输。后宫众人这个晚上都睡得不太好，而宁仪真也睡得不是太好，因为她真的太小了。对于他这个睡觉喜欢四周滚来滚去的人来说，小床就是他的噩梦。但是让他与一匹种马睡一块，他情愿做噩梦。宁仪真醒来，燕凤阳已经去上早朝了。狗男人，算你识趣，敢把老娘半夜吵醒，本宫就让你整夜失眠。放眼那张让人无法直视的大床，他觉得不堪入目。若不是大床上睡着2个可爱的小崽子，他真想把他给烧了。就在这时，娘亲，一只小胖妞从被窝里伸出小脑袋，朝着他嗲嗲的叫着。面对这个始作俑者，宁仪真有点无奈，狗男人会住在这里，全是这个小丫头的功劳，真想狠狠地抽他一阵。算了，孩子喜欢父亲，他就忍忍好了。要嘘嘘不？燕一月娇娇的点头，要。娘亲抱抱。心里再有气，面对这娇娇的女儿，宁仪真也气不起来了。这时燕以天也醒了。娘亲。宁仪真刚把女儿抱起，听到儿子的声音，她立即回头。天儿，睡醒了？睡醒了。要起来吗？起来。母子俩一问一答，宁仪真抱着女儿去了后室。儿子是她不用操心的，她会自己打理好自己。听到屋里响动，秋月进来了。小主子，可要奴婢帮忙？燕以天摇头，不用。秋月姑姑，你把妹妹的熬烤一下好了。秋月立即道，都烤好了，奴婢这就拿进来。一阵忙碌，大家都洗漱好了。一出门就是秀玉那张笑脸。娘娘、太子、公主，吃早饭喽。看着秀玉的笑脸，宁仪真牙疼，这丫头
又在想什么。开饭吧。此时上书房，皇上，早膳送来了，现在可用。早朝事多，今日早朝废了整整1个时辰，这一会燕凤阳真饿了。昨天晚上睡得好，燕凤阳心情不错。无人知道，自从他知道自己身世秘密后，小小年纪的他就睡不好。特别是登基后，接手一个破败的朝廷，内库空虚，天灾不断，他更是无数次夜不能眠。本以为杀了孙科之后他会睡得好些，可谁知失眠更甚了。这么久以来，昨天晚上是他睡得最香的一夜，那是一种新的放松。想着那2个宝贝可爱的睡姿，浑身舒服的奶香，燕凤阳的心瞬间变得柔软了，甚至觉得皇后那睡得如小猪般的香甜也是那么的可爱。心情好，感觉肚子也特别饿。他从龙桌前站了起来，拿进来吧。德公公立即去把食盒提了进来。食盒里的东西不多，但也不少。白米粥、小笼包、南瓜饼、小蛋糕，4味主食配着4味小菜，色味俱全。看着这吃食，燕凤阳嘴角不禁上扬。皇后果然仅仅是嘴里嫌弃自己，其实心里还是喜欢她的，要不然怎么会吩咐下人给她准备早餐？方德言，朕记得这次犀利贡品中有批毛皮，选10块上等的送去凤霞宫。犀利贡品在国府。德公公一听这话真喜坏了，我的爷爱，你早就该多赏赏皇后娘娘了呀，她给您出了多少好主意啊？是，凤霞宫被赏了，而且还是这次犀利国进贡的上等皮毛。众妃子一听，一个个吐血。高嫔气得更堪。作为掌管6宫之人，皇上不来不说，他自还朝后连针都没赏他一根。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砰砰砰，茶杯摔了一地。几个宫女吓得瑟瑟发抖，一动也不敢动。高嫔则一脸阴沉地坐在椅子上，双眼透着深深的恨意。皇上，你好无情。比高嫔更生气的是刘贵嫔，她也在宫里大叫着，为什么这样差别对待？皇上，难道我们都不是您的妃子吗？那些上等毛皮，据说2块就能做一件大衣，每一块都是水毛鲜亮，手感柔软，是西里最好的贡品。心里越想就越如猫抓。虽然刘贵嫔的祖父曾是当朝太师，虽然她年纪已大不上朝了，但刘贵嫔是千娇万宠长大的刘家长房唯一嫡女。心情不好，她就没了脑子，顿时大手一挥，吉祥，我们去找皇后。宫女一听自家主子如此冲动，顿时吓了一跳。娘娘，不可呀，不可呀，那是皇后。娇宠长大的刘贵嫔可不是个听得进别人意见的人。本宫是去拜访皇后娘娘的，为什么不能去？你去不去？你不去，我就叫如意去。如意是个急性子，若她跟去了，恐怕得出事。吉祥急了，奴婢当然去，娘娘可别撇下奴婢。话一落，刘贵嫔白眼一翻，那你还不赶紧带路？快点！而此时凤霞宫中，秀玉抚摸着那些毛皮，兴奋的不行。娘娘，奴婢给您和小主子们做斗篷吧。下雪天穿着出门，肯定是一点也不冷。帝陵181章，不知道皇帝发什么疯？不就是块毛皮吗？下雪天都不冷，他这是以为这几块毛皮是玉皇大帝的火龙袍啊！宁一真脸皮抽痛，有必要这么高兴？看着秀玉一脸的兴奋，他也只能抽抽嘴角。宁一真不知道这皇帝在发什么疯，昨晚赖着不走，今天还来赏赐。他在想，皇帝这是在他面前涮存在感吗？他的空间皮毛大衣什么样的没有？在末世待过的人，什么好东西都见过不说，而且还拥有这些个小东西，宁一真是真的一点也不稀罕。但秀玉这么高兴，并不知道是江嬷嬷的爱心早餐起了作用的宁一真也不服他的意。行吧行吧，全部交给你，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去。春花，把这个搬到秀玉屋子里去，让她慢慢做，没做好不许玩。春花哎了一声，立即就把东西抱走了。接了命令却浑不在意的秀玉屁颠屁颠的跟了上去。这边东西才抱走，那边小麦子进来。娘娘，刘贵嫔求见。刘贵嫔，她来干嘛？难不成是为了几块毛皮跑来这里找公平？这些女人就这么没见过好东西吗？宁一真放下手中咖啡，没空，不见。这个人与自己不是一个档次，没必要见。可是皇后姐姐，妹妹都到您门口了，想讨杯茶喝也不行啊。见这小丑竟然还敢闯宫，宁一真的脸就黑了。有没有规矩？见了本宫不仅不行礼，还在这里大声嚷嚷。你以为这里是菜市场吗？小麦子是谁把人放进来的？拉下去打20大板。一阵呵斥，刘贵嫔脸色又青又白。这个贱人，她以为得了赏，救了不得了吗？想当年，若不是他那舅舅，这皇后的位子会落在他身上吗？臣妾见过皇后娘娘，娘娘金安。宁一真冷眼看着地上老老实实跪着的刘贵嫔，朱唇轻启。刘贵嫔，你也算宫中的老人了，竟然不听召唤就擅闯凤霞宫。本宫早说过，非出衣食舞不必请安。
你却不经允许擅闯凤霞宫，是认为本宫好欺负吗？来人，把他给本宫轰出去！刘贵嫔没想到宁仪真一点面子也不给，就要赶人。她迅速爬起来，一脸怨恨地看着宁仪真道：“皇后娘娘，花无百日红，人无一世好，你也别太得意了。行，今日算嫔妾无礼，以后嫔妾再也不会不请自到了。吉祥，我们走。”刘贵嫔被人赶了出来，心里无比的仇恨。信宁的，本宫就不信你能张狂一世。吉祥，传信给我娘，让她去帮本宫寻找天下带有真字，小名叫真儿，年纪20左右的女子。带真字的女子。听到这话，吉祥很惊讶，娘娘，带真字的姑娘找来做什么？刘贵嫔曾无意得知皇上有个秘密，他在找一个叫小真儿的女子。这件事是他入宫前听自己祖父与父亲悄悄在说的，还说皇上让他的亲卫们在找。一个男人找女人还能是什么？要么恩人，要么心上人。今日之事，刘贵嫔是真的气狠了。她心里很清楚，今日之事若传出来，她真没脸见人了。走，去高嫔姐姐那里转转。也不知道这两人说了什么。次日贵德宫传出，高嫔高烧，烧得很厉害，直到太医院的院手亲自过去，又是扎针，又是下药，到这天晚上的半夜才好。皇上，高大人求见。燕凤阳正在研究那24算法，越研究越加觉得妙。听到德公公的禀报，宣皇上，臣有罪啊！皇上，臣对不住您啊，臣没教导好儿女，是臣罪孽深重啊！面对自己的忠臣，燕凤阳的脸色好了不少。平身吧。很快，后宫有了新消息，高娟进宫了，因为高嫔病了，她进宫陪伴。后宫再次轰动了。娘娘，这高嫔姐姐还真有意思啊！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妹妹弄进宫来，她想做什么啊？安美人涂着指甲，这是宁仪真给她的指甲油，她特别的喜欢。她对于皇帝没有任何期盼与梦想，所以帝后和睦，她乐于成见。宁仪真闻言则轻轻一笑，还能做什么？她不就是想考考皇上的定力呗？考皇上的定力。噗的一声，安美人笑出声来了。这姐姐当的可真到位哈！娘娘，听闻后天动身去皇家猎场，您可小心些。宁仪真头一扭，双眼一光，小心什么？妹妹听闻高大人求了情，这次东猎皇上可能会带着对姐妹一起去。呵，带着对姐妹去，反正一个种马，谁稀罕谁拿去。说真心话，重生之后，宁仪真已经不再相信真情了，特别是一位皇帝的真情，那真是个屁。顿时他冷笑一声，去就去呗，反正又不花本宫的银子，没什么好想的，爱去几个就去几个，若你想去，本宫给你安排。安美人一听，立即拒绝，不，妹妹我还是算了，宫中多舒服呀，烤烤火，喝喝茶，打打牌，这日子不要太好过了。那些陪着皇帝吹冷风的事，还是让给别人好了。确实，东猎有个什么好玩的？本来就冷死人了，还往山里跑，万一来个雪崩，集体死翘翘。宁仪真撇撇嘴，本宫也不想去。或许老天真开眼，这天晚上雪下的那一个铺天盖地，真的是无法形容。不仅如此，第二天鹅毛大雪依旧不停，一天一夜之后，出门都得扫雪了。这样的天气，别说打猎，就是出门都难。镇国公府一直等着东猎的谢爷儿立即淹了，皇上下了旨，今年的东猎取消。怎么能这样？怎么可以这样？老天爷都帮他的忙，凭什么？凭什么？娘，明天我要进宫。自己女儿一心想进宫，可是她的病并没好，进宫会过病气给太后娘娘。谢夫人搂了搂谢妍儿，劝说道：“妍儿，你现在不能进宫，太后娘娘的身体可不能受影响。冬猎不去，春季肯定得去。只要她出了宫，机会有的是，你别急行吗？”第0182章大雪取消了冬猎。说到自己的病，谢妍儿真是恨得不行。她时冷时热，不管喝多少药都好不了，也不知道撞了什么邪。娘，你找来的是不是庸医啊？一个小小的风寒都治不好，请他们来做什么？你是不是不舍得花银子啊？去给我找个神医来啊！我要赶紧好起来，入宫陪姑姑去。谢夫人，这女儿说话真让人伤心。妍儿，你是我的女儿，你生病了，我还能不给你找最好的郎中吗？这一次又给你请了莫郎中，他可是神医的弟子加侄孙。谢妍儿不服气，一个神医的弟子有什么用？你们去给我找神医啊！等我入宫当了皇后，你们想要什么没有？请神医？他也想啊，可神医早就100多高龄，人还在吗？天才知道。可女儿入宫是大事，谢夫人有点无奈。行了，神医能找得到，还能不给你找？好好休养吧，这皇后的位子早晚是你的。谢妍儿不信，明年还早呢，再说到时候也不出京。东猎不去了，他不死，我怎么当皇后？娘，你别哄我行吗？
确实，为了这次冬猎，他家老爷可是布置了多日呢。只要那姓宁的赶去，谢家人定让他有去无回。可是这次冬猎去不成了，那又有什么办法？春季的事也只是说说罢了，不出京城，有皇帝的禁卫在，恐怕动不了他了。可是不瞒着这女儿，他得吵上天了。行了，你别闹了，你爹会有别的安排的。你好好的养病，明年定会让你顺顺利利的当上皇后，还是爹娘好。谢妍儿终于笑了。至于冬猎，自然是能不去更好。饭后，宁仪真让李安去给皇上请了旨，等雪化了之后，他想宣自己一家人入宫觐见。准了。方德言让人传令，今晚速奉霞宫。德公公一听，笑眯了眼，是。皇上，奴才遵令。宁仪真并不知道燕凤阳晚上又要来，雪下了2天，那一个后真是出门都难。看着这堆到门边的雪，宁仪真心中有点担心，可2只小却喜欢的不行。睡完午觉起来，兄妹俩就偷偷跑出去了。他才出门，燕一月萌哒哒的跑了进来，娘亲，我要堆雪人。都说孩子屁股头3把火，下大雪燕家云也过不来，没人陪孩子玩，宁仪真就随他去了。玩吧，换双鞋子。燕一月开心极了，我要穿美人姨做的雪地靴，那个不会进水。安美人用皮子做的雪地靴还真不错，柔软还合脚，小丫头特别喜欢。行，就给你换。2只小换上鞋子跑出去，小麦几个也过来了。太子、公主，奴才来帮你们滚雪球吧。好呀。小麦子公公，你们先堆2大的，要这么高呀？小手一比，燕一月发现自己再比也比不了多高，干脆说堆一个我父皇那么高的，一个我母后这么高的，一个我这么高的，一个我哥哥这么高的。小麦子笑了，明白。院子里热闹起来，宁仪真拿了本账在门边看了起来。不一会，院子里就堆起了4个雪人。哥哥，拿这个给雪人做了眼珠子，肯定很好看。抬头一看自己女儿手中，宁仪真顿时心中一抽，乖，我的女儿，那是墨玉棋子，你说能不好看吗？月儿，别用这个，万一丢了一副棋就可惜了。燕月月眨眼，娘亲，可是这个当眼睛很好看呀。给我。燕倚天正好画好眉毛，妹妹的话一落，他手一伸，转眼2枚棋子就镶在了雪人的脸上。这哥哥宠妹妹，宠得有点过火哈。孩子太宠会变成熊孩子的。好吧，才3岁多，道理慢慢讲，天天讲吧。4个雪人，2大2小。看到这一堆，宁仪真有点郁闷了。这狗皇帝总跑得来，2个娃都被他拉拢过去了，这样真不好。到时候弄死他，2个娃会不会难过啊？可就在此时，皇上驾到！德公公又尖又细的声音，差点让宁仪真吐了。这人又来了，有这么闲吗？父皇！燕一月萌哒哒的跑了过去，燕凤阳那颗疲倦的心总算是轻松了。民间雪灾，后宫争斗，前朝还嚷着让他再选秀，这一切都让他烦透了。伸手抱起女儿，燕凤阳一脸希冀的问：月儿，今天想父皇了吗？想了。父皇，你想月儿了没有？当然想了，父皇哪能不想月儿呢？父皇天天都想。燕月咬着小手，歪着小脑袋问：那父皇以后可以天天过来陪月儿吗？天天来有点难啊。燕凤阳，孩子，父皇就算是身为皇帝，也是身不由己啊。治国光靠我一个人真的不行。虽然说朕乃一国之君，天下最大，可谁又知道君亦有君的难处呢？月儿，你父皇日理万机，哪来的天天有空来陪你？一国之民生够他操劳了，有母后陪着你还不够吗？不想皇帝天天过来的宁仪真立即跑过来解了围。可燕月一听这理由，顿时小嘴一揪：娘亲，父皇晚上也要干活吗？医书上说了，晚上不睡觉会得病的。父皇，你不能生病哦，生病是会死人的，你一定要活得长长久久哦。听着这话，燕凤阳的心暖了。什么时候这个宫里会有人关心着他的生死，惦记着他的安全？有这么善良的女儿，就算皇后臭着脸不欢迎他，那又有什么？为了儿女，他决定了，好，只要以后父皇有空，晚上都来陪你和哥哥好不好？好，父皇最棒了。燕月小脸上开了花，哥哥，你可以和父皇天天下棋了，不用一个人自己下了。燕凤阳，小丫头，原来你想朕，是因为你哥哥只有一个人下棋，你这样子直接就不怕父皇伤心吗？第0183章，皇帝又来了。皇上来了，天气又冷，为了多谢他的赏赐，也算是为了女儿的心愿，宁仪真亲手去厨房做了一个羊肉煲。当然他只做前期，羊肉很难做，做得不好2只小不肯吃。这次他选的是羊排，先把羊排冷水上锅焯水，然后洗干净放锅里煎的2边金黄，然后起葱姜蒜下锅炒出香味，
再把羊排放下去，加上一罐空间的啤酒。放啤酒是关键，它去腥味、膻味的能力非常强，特别是做鱼，用它几乎完美。放好久，先焖上半个时辰，等撒味入肉完全融化，再加上一点生抽、老抽、冰糖、萝卜，加水，再焖。江嬷嬷全程都在帮忙，这厨房她可不放心交给任何一个人，所以几个主子的食物都经她手亲自打理。娘娘，晚上还有肉末豆腐羹、木耳炒鸡蛋、椒盐土豆、清蒸桂鱼，够了吗？宁一真点头，够了。这么多菜，吃得完吗？奶娘，虽然吃要讲究，但是浪费却可耻，光盘行动必须牢记心中。那是，老百姓还有多少人连饭都吃不饱呢？主子他这是心怀天下啊！江嬷嬷连连点头，老奴懂，老奴懂。您去休息吧，后面的事就交给老奴了。德公公最喜欢皇上来凤霞宫了，只要皇上来了这里，他就要住在这里。皇后的前殿那个暖和啊，那天早上睡的德公公都舍不得醒来。还有皇后这手艺，真让他吞掉舌头。德公公想，皇上要是忘记过去，喜欢上皇后该多好啊！那以后他们几个也不用天天吃御膳房的冷饭冷菜了。倒不是有人敢故意给德公公吃冷饭冷菜，只是每一餐送过来的饭菜，先要侍候皇上吃完，他才吃。天气本来就冷，饭菜过来的路上已经凉得差不多了，再一等就更凉了。燕凤阳可不知道自己身边的心腹想这么多。羊排炖萝卜他经常吃，却发现只有皇后做的这味道最香。只是他不太懂，明明皇后是被孙家娇养大的，怎么就会这么多东西呢？燕凤阳心中正疑惑之时，燕一月夹了块鱼给他。父皇，吃鱼大，吃鱼聪明。噗，小丫头，你父皇我已经够聪明了。燕凤阳笑了，月儿也吃，父皇给你挑刺。宁姨真是真的很讨厌燕凤阳来，虽然各睡各的地，但有他在，自己就心里就是十分别扭。他不来，他能带两孩子去空间玩，那里一年四季如春，现代科技产品一样不少，比闷在这里好太多了。可皇来了，他就不能进空间了。这天晚上睡在被子里，宁姨真到了半夜，心里还念念碎，希望皇帝睡到半夜突然发疯回自己的寝宫。可是他失望了，整个晚上皇帝不仅没发疯，而且睡得还挺香。宁姨真醒来，燕凤阳同样去上早朝了。若是以前，当晚皇帝翻了哪个宫的牌子，次日这个妃子必须侍候他起床、穿衣、梳发、洗漱，他不走，整个宫的人都严阵以待。今日这狗男人又悄咪咪的走了，看来女儿的教导作用不小。走到床边，宁姨真亲了亲两个小宝的额头。娘亲，娘亲。看着两个帅帅醒来的宝贝，宁姨真一脸微笑。宝贝们醒了。兄妹俩从小喝营养液和灵泉水长大，每天4个时辰的睡眠让他们每一天都精力充沛。娘亲，月儿醒了。宁姨真先把女儿抱起来，然后给兄妹俩拿衣服，让他们自己去折腾。两只小一周岁起，宁姨真就教他们独立穿衣、吃饭、涮牙、洗脸。要不是秀玉与江嬷不肯，他还打算教两小洗衣做饭、耕田种地。不过等他们长大点，宁姨真还是准备教。世事无常，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就一生都顺畅，人必须学会基本的生活技能。可以不做，但必须会做。在宁姨真的心中，特别是燕一天，他将来是一国之君，绝对不能让他当一个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昏君。起来后，母子三练了半个时辰的功夫，大冬天的练出了一身汗。天太冷，等秀玉打来了水，宁姨真关上了门，三人进了空间。对手的空间非常生活化，里面永远的恒温不说，还有一个超大的浴缸，太阳能的发电机，永远电力十足。外面洗澡太冷，他把孩子带进来了。洗好澡，吹好头发，母子三才一身神清气爽的出了门。娘娘、太子、公主，早膳已经准备好了。看到秀玉，粉嘟嘟的小月儿冲了过去。秀玉姑姑，抱抱。秀玉心窝窝都软了。公主别跑，站在那里等奴婢来抱就行了。不要，那样子的话，秀玉姑姑会累的。秀玉一听，立即感动得一塌糊涂。公主，您太宠奴婢了。燕一月傻笑，嘿嘿嘿，应该的，因为秀玉姑姑也宠月儿呀。公主，秀玉愿意为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眼见秀玉又被这调皮鬼哄得七晕八素的，宁姨真脸皮都抽痛了，能不能别天天演啊？这两人真不怕肉麻。天儿，娘抱你。娘亲，天儿已经长大了。长大个毛线！宁姨真想笑了，4岁不到的小不点儿。行吧，你说长大就长大了，行不？母子三人的正准吃早餐。皇上驾到！这人真的就这么听他女儿的话？宁姨真顿时拧眉，真是的，吃个早餐都让人不得安宁，御膳房就没有他的早餐吗？永远热情的只有燕一月。父皇，快来搭，
有好吃的炒土豆粉、牛肉馄饨打。宁仪真贵为皇后，手上有比国库还多的财宝。经历过末世的她，虽然格外珍惜食物，但是她绝不委屈自己和自己的人。一日三餐都是最好的各种粮食，味道尖儿不浪费。特别是米与小麦、豆子、土豆之类的，全部出自对手空间那块黑土，种出来的全部是最好吃的粮食。今日早上，水煮鸡蛋、炒土豆粉丝、牛肉馄饨、豆浆、小笼包。看到这些美食，燕凤阳立即吩咐德公公：“你们都回去吃饭，这里不用你们侍候。”第0184章，众嫔妃主动来请安。而德公公看了看桌上那色香味俱全的土豆粉丝，顿时心里滴血了。皇上，您这样过河拆桥，真的好吗？是。看到这表情，宁仪真想笑，吩咐了一声：“秀玉，给德公公和霍林统一人上一份。”这话一落，德公公眼眶红了。皇后娘娘才是亲主子，奴才谢皇后娘娘隆恩。德公公是个不错的人，他不仅忠心，而且还正直。上辈子宁仪真受过他不少恩惠，他一个左相一个，若不是有他们2个人帮衬，自己母子3个怕是早就死无全尸了。别以为养在皇帝身边就没有危险，后宫这些女人谁不想2个孩子死？宁仪真笑道：“一点寻常的吃食吧，本宫还出得起，以后万不可如此重礼。”可德公公是真心感动，主子温和而且聪明，他真是有福了。谢皇后娘娘隆恩，知恩是奴才的本分。江嬷嬷立即去给德公公去炒粉丝，这个得现做才好吃。燕凤阳则在一旁一脸鄙视地瞧了一眼自己的心腹，丢脸不？竟然为了一顿早餐如此感动，好似朕以前都饿着你似的。只一眼，吓得德公公像只鹌鹑，完蛋了，皇上怪自己抢他的口中食了。我没看懂，我没看懂，我就是没看懂。这对主仆的互动倒让宁仪真很是意外，这狗男人还算人情味没有灭绝。懒得理人，见2孩子开吃，宁仪真也认真吃了起来，吃了一碗土豆粉条，一碗肉皮馄饨，又吃了一个水煮蛋，感觉还不够，他又从大食盘中弄了5、6只小笼包。燕凤阳慢条斯理地吃着，倒是宁仪真的食量让他惊讶了一下下，小小的个子竟然能装这么多的东西。宁仪真连看都不看燕凤阳一眼，继续干。他不理，可秀玉急啊：“我的娘娘啊，你少吃点啊，在皇上面前你能矜持点不？这么能吃，皇上得嫌弃您了。”出了冷宫，皇上又是如此喜欢一对小宝贝，秀玉的想法真的有点变了。他觉得他的主子这么厉害，皇上肯定能喜欢的不要不要的。皇上喜欢了，他的主子才会真正的在这后宫过上舒服日子。可现在主子在刻意破坏自己的形象，他恨铁不成钢了。宁仪真才懒得去接秀玉的眼神，重生了几世，他早就看明白了，人活在世上，一切都是虚的，开心快乐才最重要。现在的他怎么开心怎么来，为了引诱一个上辈子对他那么坏的男人，连饭都不能吃饱，这种事他才懒得去做。秀玉，再给本宫端一份馄饨来。秀玉一听，顿时快急死了。我的娘娘爱，您的心到底有多大？秀玉那块哭的表情让燕凤阳看了挺开心，这对主仆感情还真不错。朕也再来一碗。一进厨房，秀玉一声哀叹：“嬷嬷，娘娘她这是诚心想让皇上讨厌她啊。”江嬷嬷则不一样，她年纪比秀玉大了许多，顿时一声轻笑：“你就别管了，娘娘有自己的主张，我们就听从好了。”好吧，她主子那么厉害，就听吧。皇上不仅连连留宿，忙完了还特地亲自过来一起早膳，后宫自是又一阵的轰动。谁让他们实在太闲，不盯着皇上就没事干。姐姐，你应该去跟皇后娘娘请安。看着这一脸正色的妹妹，高嫔脸都气歪了，想在那虚伪的脸上扇2巴掌解恨，可是她又不敢。妹妹，皇后娘娘说了，非初1、15不必前来请安。这个姐姐怎么回事啊？难道她不知道自己入宫的目的吗？高娟心中有气，自己进宫都好几天了，这姐姐却没有任何行动，她真的以为自己是来是急的，顿时脸色就冷了下来。姐姐，有句话说礼多人不怪，妹妹在入宫时父亲就交代，皇后娘娘是后宫之主，我们姐妹可得好好尊敬。提到自己父亲，高嫔的指甲掐进了掌心。为了高家利益，如今她一不得势了，她就立即抛弃了自己这个女儿。父亲，你这样太让人心寒了。她郁闷，宁仪真更郁闷。她忙着呢，这一宫的女人这是跑来自己这里做什么？冷眼看着这堆人，她冷冷地问：今日并非初1，也非15，你们有事？高嫔轻盈盈地上前行了个礼：皇后娘娘，臣妾前几天生病，多亏妾身的妹妹入宫陪伴，因臣妾身体不好，所以没能带她来拜见，是妾身的不对了。妹妹，这就是皇后娘娘，臣女高娟叩见的皇后娘娘，娘娘千岁千岁。臣女入宫陪伴佳姐，多谢皇后娘娘的恩典。呵呵，
陪伴。听到这，宁仪真嘴角抽抽，果然都是会演戏的人。你们姐妹客气了，那你们这几位今日过来可是有事？李萍轻轻一礼，臣妾见过皇后娘娘，宫中实在无聊，臣妾多日没见到太子与公主，特地来看看。是啊，是啊，皇后姐姐，李萍说的真没有错，太子与公主是皇唯一的儿女，我等皇上的妃子都是他们的亲人，确实是想见见。刘贵嫔没来，孔美人就笑盈盈的抢了话。呵呵，宁仪真又冷笑两声，想他的儿女是假，想遇到那狗皇帝是真。行吧，既然你们都想勾引那狗男人，本宫就给你们机会。来人，上茶上点心。妹妹们难得来，秀玉拿几副叶子牌来，今日大家一起乐呵乐呵。皇后请大家打牌。众人一听，张大了嘴。皇后娘娘这是真不懂他们的来意呢，还是真大方？不过不管了，管他什么意思，能留下来就行。孔美人最好这一口。来来来，今日难得皇后娘娘请我们打牌，玩大点才有意思。虽然众嫔娘都不受皇帝宠爱，可是都是各家送在宫中的棋子，没废之前倒是家中对他们都好。这话一出，柳贵人立即赞成，可以可以，玩小了也没意思，就来大点。皇后娘娘，您说玩多大的？第0185章，皇后你聚众赌博，既然有人送钱来，不赚白不赚。宁仪真轻轻一笑，你们说玩多大都行，这几年本宫在冷宫也常玩，手艺还不错。不过话说回来，输了的不许赖账，不许不高兴，不许生气。高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皇帝。他一脸难为情的开了口，各位娘娘玩吧，娟儿没玩过这些，先学学。反正一桌只要4个人，人多也没意思。刘贵嫔瞥了高娟一眼，她心里门清着呢，这女子进宫就是来勾引皇上的。但是如今皇后独霸皇上，若有一个能分她的宠，也未尝不是好事。再者，皇上能收了高娟，难免时日一长就看不到她们众姐妹。高妹妹，要不你坐本宫面前来，我教你怎么打。高娟一脸感激之笑，贵嫔娘娘如此看得起臣女，那臣女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燕凤阳进来的时候，正厅中一片热闹，她的脸瞬间就黑了。这群女人竟然跑到皇后宫里来打牌。皇上驾到！今日玩的大了些，一局100两银子。输了的人心情很郁闷，可赚了的人却眉飞色舞。一声皇上驾到，更是让赚钱的人开心不已。今日运气太好了，不仅赚了钱，还见到了皇上。而那些输了银子的，此时也开心了。输银子没事，能见到皇上才是大事。臣妾见过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妾见过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妾见过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一群的女人叽叽喳喳，燕凤阳看着就眉心紧拧。皇后，你聚众赌博，该当何罪？宁仪真是无语，这狗男人难道不明白这些女人是冲着他来的吗？宁仪真不卑不亢地回答道：皇上，妹妹们都是皇上的女人，是一家人，大家都是姐妹，一家人玩玩罢了，何谈聚众赌博？竟然还敢反驳，真不喜欢女人太多的燕凤阳恼怒了。你们在玩钱，不是赌博又是什么？皇后，那你告诉朕，什么才叫赌博？宁仪真一脸恭敬，回皇上的话，赌博是指以盈利为目的行为，会危害家庭与社会的行为。臣妾与众姐妹乃一家人，自家人玩玩，肉烂了也在羹锅里，我们可谈不上赌博，只是拿点彩头，让大家开心开心罢了。好好，这个皇后她是说一句，她就顶一句好了。燕凤阳气死了，而德公公则是着急，我的娘娘啊，您就不能认个怂吗？皇上好容易愿意天天到凤霞宫来，您就不能服个软吗？方德言，回龙七宫。德公公抹了一把汗，皇上摆驾龙七宫。众嫔妃们一见皇帝走了，纷纷告辞。今日皇上明显不高兴了，皇后肯定得受冷落。看着众嫔妃们的背影，秀玉气死了。娘娘，这群人真恶心。宁仪真轻轻一笑，一入宫门深似海，从此高墙绝红尘。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最是无情帝王家。本宫有儿有女，还有你们这些心腹，不差那一点点。怎么不差呢？秀玉知道皇帝的宠对自家主子有多重要，主子受宠了，别的宫中谁也不敢对他家主子放肆，就是太后也得悠着点。娘娘，皇上能来宫中，说明他宠太子与公主，那又如何？他的儿子又不缺人宠。秀玉，把东西都收起来，那些用过的杯子扔了。死！秀玉牙好疼，那些杯子可是都是极好的杯子啊，就因为别人用过了，娘娘就把它们给扔了。可自家娘娘有小洁癖，秀玉是知道的，别人用过的东西她绝不用。是，只是主仆俩话才落下，可门外传来，父皇，大灰灰生了2只小灰灰打，等他们长大一点，月儿送1只给父皇您。
宁仪真抚额，这女儿故意跟他作对的是吧？拦下这狗男人做什么呀？好好，父皇等着，等着月儿的礼物。方德言，去找些最好的琉璃进宫，给公主加大一点菜棚，好让公主种萝卜给小兔子吃。德公公跟在身后，脸上笑成了一朵花。是，皇上，奴才这就安排下去。公主真好啊，有公主在，皇上他根本无法抵挡她的魅力。今天中午又有好吃的了。果然，德公公猜对了。回禀娘娘，你让内务府打来的铜锅样品到了，火锅到了。宁仪真心情好了不少。人生最惬意的是什么？那就是在大冷天的来一顿火锅。有几只？5只。拿上来。看到了新打来的铜火锅，黄澄澄，非常好看。空间的电火锅没办法拿出来，看到这个，宁仪真迫不及待的想试一试了。李安，今日我们吃火锅，去御膳房拿些东西过来，就说皇上在。李安不知道这火锅怎么吃，但是他知道听从命令。是。李安一走，宁仪真又吩咐秀玉，你与立夏去春和宫摘蔬菜，看看那大棚里的蘑菇长出来了没有，若是长出来了，摘上一篮子过来。自家主子就是厉害，他自己能种出蘑菇来，这原来要长在大山上的东西，他却能让它们长在冷宫。秀玉双眼亮了，是，奴婢这就去。吃火锅得准备些东西，比如土豆粉条要泡开，比如肉丸子得做一些，再比如馄饨也少不了。空间有鱼丸、火腿肠，一会也切上几盘，还有牛肉卷、羊肉卷，这都是吃火锅的好材料。当然，少不了某一市最出名的火锅底料。这一次宁仪真做的火锅不仅能当火锅用，而且还能当烤炉。火锅边上有2寸鱼宽，正好烤肉吃。要弄吃的，宁仪真就忙了起来。扔下厅中的烟凤阳，她带着几个丫头进了厨房。好在烟凤阳被她扔下也习惯了，而且她也很好奇这火锅是什么东西，锅又怎么吃。不吃不知道，一吃就上瘾。晚上再吃这个。宁仪真淡淡的瞟了烟凤阳一眼，早上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上吃得少，这才是修身养生之道。晚上我们吃白米粥。烟凤阳，朕这皇后这是想吓退她吗？袖子一甩，走了。第086章，王爷吃醋了。烟凤阳一走，宁仪真心里乐开了花。走了就好，走了就好，以后只要这狗皇帝一来，他就吃粥。可让宁仪真根本想不到的是，这烟凤阳似乎就喜欢上了白米粥一样，连续3天，天天来，甚至还下令那天在凤霞宫的嫔妃一律禁足半个月。疯了，疯了！宁仪真认定这狗皇帝一定是疯了，只是他没想到的是，皇帝倒是没疯，有人疯了，极度的发了疯。皇兄，您太过分了，天天在皇嫂那边蹭吃蹭喝，却不带上臣弟，过分了。他在那里蹭吃蹭喝吗？皇后天天给他吃白米粥与水果蔬菜，这还值得羡慕？见自己七弟跳脚，燕凤阳恨恨地瞪了德公公一眼，是不是你这狗奴才透露出去的？这眼神把德公公吓得一哆嗦。皇上，真不是奴才透露出去的，奴才发誓啊！这主仆2人的眼神并没有逃出燕凤城的眼光，他无赖的道：皇兄不要怪德公公，可不是他告诉臣弟的，反正我不管，您得让皇嫂请我吃几顿饭，要不然以后我就再也不帮您了。燕凤城是真不想理朝事，但他也确实是个有大才之人，被自己弟弟威胁了，燕凤阳十分不爽。你府上没有厨子吗？想吃什么，你不会叫他们做呀？你皇嫂要带2个孩子，他哪来的空给你做饭吃？还有，这天下只是朕一个人的吗？难道你不姓燕？你不识朝廷俸禄？当然不是，天下是燕家的，他也沾了光的。但燕凤城却脸一扭，我不管，你不带我去，我自己去。表哥，去皇嫂那蹭饭吃去如何？萧远寒一直在看他们兄弟斗，也知道这皇帝对他们这2个也是嘴硬心软罢了。走，好久没看到太子殿下了，臣还真想他啊。燕凤城故意找话，太子有什么好想的？跟皇兄小时候一样沉闷，人小却像的老头子，有什么好看的？哼，我要去看我那粉粉糯糯的小院侄女去。看着2人转身而去，德公公一脸希冀。皇上，您看这2位会不会打扰到皇后娘娘？不如您也过去看看。这话太合心意。摆驾！看到这3人，宁仪真无语问苍天。梁王的亲事尽了，虽然不要他打理，但是有很多事也要问过他，所以他真的好忙啊。你们怎么来了？燕凤城笑成了一朵花。皇嫂，臣弟好久没看到小侄女了，实在想她就过来看看。臣好久没考太子了，想看看她进步如何。萧远寒也找到了理由。对这2个，宁仪真不好意思开口赶人，可这一会快要吃中饭了，无奈他只得安排安公公去御膳房看看有什么菜，拿点过来。是。李安正要转身，燕凤城开了口：
皇嫂，听闻您这有一种什么火锅，臣弟想尝尝，可以吗？他能说不可以吗？再者，上辈子受这两人的恩惠不少，他确实应该报答一二。没问题。秀玉，你和春花去冷宫摘些蔬菜过来，有什么摘什么，多摘点。秀玉立即应了，是，娘娘，奴婢立即就去。吃火锅简单。御膳房那边拎来了2只鸡，1块排肉，1块五花肉，1块羊肉和一些大白松、萝卜等。江嬷嬷赶紧接过，带人去洗洗切切，先把高汤炖出来。等吃的人也没闲着，萧远寒还真的问起了小太子的学业，而燕氏兄弟刚对桌上的一残局看了起来。半个时辰后，东西摆上桌，燕凤成对那红红的火锅调料起了兴致。皇嫂，这个是用油熬出来的辣油？宁仪真点点头，是的，用菜籽油熬出来的。以前本宫在冷宫种了不少油菜籽。燕凤成，这冷宫怎么到了皇嫂手中，成了福地一般，什么都有。好吃吗？宁仪真淡淡的道，你们都尝尝，这边是蘸料，咸淡自己调。吃火锅最好是自己动手，想吃什么烫什么，这样吃得尽意。还真是，一顿吃下来，一个个大冬天的吃得满头大汗，直接叫爽。皇嫂，你这个火锅底料送给些臣弟行不？若不行，我买。宁仪真轻笑，我不差你那点银子，一会给你带一包去就行了。不，燕凤成立即解释，臣弟与恒之表哥开了一家酒楼，想把您这火锅推出去，要不您出底料，我们3分成。宁仪真是真想报恩，不用，我把它的制作方法告诉你们好了，然后再教你们一种调味品的制作方法，这东西用上，菜的味道会好上许多。我也不要你们1/3的股，就2成好了。这话一落，燕凤成的眼珠子都亮了。皇嫂，你这个火锅味道这么好，与那调料不无关吧？宁仪真承认了，多了它，蔬菜能炒出肉味来。太好了，就这么定了。小天儿，快去拿支笔来，七叔要和你母后一起做生意赚大钱。燕倚天闻言暗中翻了个白眼，这点钱不够他娘亲的零花钱。七叔，大梁最赚钱的5大铺子，那可全是我娘亲的。凤霞宫热火朝天，燕凤成拿到那蔬菜精制作的方子后，兴奋的快跳起来了。恒之表哥，你要是还有铺子的话，我们准备开第2间吧。萧远寒也见识了火锅的魅力，知道这东西一旦推出去，绝对会引起轰动。这大冬天的，不管放多少只火盆在室内，谁家的菜都是越吃越冷。我有一个地方马上到期了，在城北，是一个2层的小楼，有4个铺面，那就用它。见两人兴致太高，宁仪真给他们出了个主意，现在的酒楼也别做火锅，直接上新菜式。新楼专门做火锅，做成不一样的酒楼。我还有特别的火锅高汤吃法，比较适合于专门的火锅店。这话一出，燕凤成更高兴了。皇嫂，你快说，快说！笔墨重新执起，宁仪真把现代火锅店的样子画了出来，并且传授了现代火锅营销模式。第0187章，蹭饭的来了一大堆。这些东西对于这时代的人来说，仿若是天方夜谭。燕凤成一脸崇拜地看着宁仪真，皇嫂，你也太厉害了，这个东西你是从哪学来的啊？梦中。这话一出，众人集体无语。宁仪真没理这3张目瞪口呆的大脸，进屋从寝宫里拿出一本复古的菜谱，扔给燕凤成。这些菜谱比较适合高档的酒楼，材料是普通材料，但做法比较复杂。你让你的人自己去让琢磨怎么做，到时候肯定能赚大钱。不，看着手中的金氏菜谱100粒，燕凤成连连摇头，这不是赚大钱的事，而是完全救了他们那家酒楼的命啊！京城酒楼无数，竞争激烈。这2年，燕凤成与萧远寒这2主人又被国事捆绑住了，他们几乎是没空去搭理他。可现在有这听都没听说过的菜谱，见也没见过的做菜精华，他们真的太激动了。将来他们的酒楼还怕没客上门吗？我决定了，我们酒楼与火锅店的分成分4份，皇嫂与皇兄各1份，我与恒之表哥各1份。宁仪真，这都是老娘的功劳，干嘛要给无关的人来独占1份？一直没开口的燕凤阳却爽了，算你识物。刚才他听到皇后那滔滔不绝的经营之道，那可是真嫉妒啊！天才知道他的私库里几乎没什么银子了，早就指望着皇后给他赚一点呢。而且他还欠着天下老百姓好大一笔银子啊！验证这个弟弟是亲生的。看着宁仪真那一脸的乌鸦，燕凤阳非常的开心。为了显示自己的高兴，他大手一挥，朕给你们2人放5天假，赶紧把能落实好的落实好。特别是这新菜式，争取在年前赚一笔。看来给皇兄分1份是英明之举啊！燕凤成顿时笑眯了眼，谢皇兄，臣弟遵命。这么好的皇帝，一直都是温和待人的萧远寒听到这话后，脸上有了不一样的表情。皇上英明，英明，你们给朕赚钱，朕自然得英明了。
来，喝酒。火锅配酒，越吃越有。酒虽然是宫中的酒，没任何特色，但是有这火锅一配，兄弟3个喝得个脸红耳赤。皇嫂，以后你有什么新鲜的，可别忘记了陈弟啊。这是吃上瘾了。宁一真笑了，自然是忘不了。你不是帮我赚钱吗？我可是穷人，你帮我赚的越多，我越开心。他是穷人。这话一出，萧远寒与燕凤阳对视了一眼。皇后喜欢装穷人。几个人说得正开心，突然李安匆忙跑进来了。启禀皇上，皇后娘娘，冷宫出事了，废嫔杨婉仪死了。什么？这杨婉仪是有功夫在身的人，身体也很好，不可能轻易会死。燕凤阳迅速站了起来，宣宗人府入宫。皇宫这事是皇家私事，所以宣的是宗人府宗令进亲王燕兴玉，皇上的3皇叔。皇后掌6宫，冷宫出了人命，宁仪真自然有责任。很快，宗人府的人到了冷宫，宁仪真一走，燕凤阳、燕凤成与萧远寒也跟去了。一行人才到冷宫门口，徐良立即上前见驾。何时发现人死了？徐良立即回应，刚发现不久，春和宫突然出现一条狗，不知它从何而来，属下进去追。天气冷，众废妃们今日都在屋里没出来，门都关着，只有杨废嫔的门一下子就被那条狗撞开。属下还没进去，就发现杨废嫔吊在悬梁上。宗令府的李亲王已经到了，他先见过皇上，然后让手下人进去查看。本宫也进去看看吧，毕竟现在本宫掌管后宫。他一进，跟着来的几人自然也进去了。王氏见过皇上，皇后娘娘，杨氏前2天得了风寒，公公们送来了风寒药后，他2天没出来了。宁仪真一出冷宫，王婕妤与刘美人就管起了冷宫。他们俩一进来，王婕妤立即禀报这2天的情况。听到这话，燕凤阳双眉一拧，他身边没有丫头吗？王婕妤连连摇头，有，杨夫人来的时候留下了一个丫头，不知为什么前2天那丫头突然不见了。丫头是杨家的人，她的来去自然没有人去管。为了了解情况，春和宫的人全都出来了，一共有32人。大家说的都差不多，这时宗人府的人也出来了，回禀皇上，杨氏确系上吊而亡，这里有一封遗书。有遗书？德公公立即接过，然后读了起来。遗书就几句，大意他心灰意冷，日子难熬，活不下去了，指责皇上是个负心汉。这遗书读完，众人一阵无语。帝王无情，这还要说？皇上可不是属于哪个女人的，而是属于天下的。这遗书可谓大胆。宁仪真全程没说话，看过杨废嫔的尸体后，又在她屋里看了又看，然后还弯下腰仔细地看了地上。王婕妤，这2天你们没有发现她的反常吗？王婕妤悄声回答，没发现。自那天她银子丢失后，主仆2个就关在屋里，很少出来。每天的饭菜也是让人去喊，那丫头才出来拿。前天那丫头突然不见了，问她也不答，所以大家也就没去关注她了。好好的丫头怎么会不见呢？杨氏虽然是罪妃，但死在后宫，作为皇后也是有责任的，毕竟她没犯死罪。好在有这封遗书，否则是谁？到底是谁？既然是自杀，众人也就按规矩把人准备去埋了。回到凤霞宫，宁仪真才开口，皇上，杨氏是他杀。你说什么？看着燕凤阳一脸震惊，宁仪真很淡定，杨婉仪并不是自杀，而是他杀。燕凤阳更加震惊了，他这皇后确实是有2下子。证据：第088章，杨婉仪死在了冷宫中。证据有3，其一，她是被人闷得半死后才挂上去的，若是活生生的人挂上去，那挣扎的痕迹不止这么一点点。若您不信，可去屋内那悬梁上看一下就知道。其二，这遗书是假造的。据臣妾了解，杨婉仪是左撇子，人用左手写字与右手写字不同，着笔的顺序会有所不同，可着人查看。其三，冷宫众妃都说了，杨婉仪生病了，这2天都没出过门。她既然连门都没出，那这地上的泥印子从何而来？虽然这泥印子很淡，而且有点干了，但仔细看可以发现。闻言，燕凤阳眯起双眼看着宁仪真，命令道，不管是自杀还是他杀，都只能当自杀。这件事情到此为止。皇后可明白？到此为止。这狗男人果真是无情啊！这杨婉仪怎么说也是他的女人吧？自己的女人被人杀了，就一句到此为止了事。虽然很鄙视燕凤阳的无情，但宁仪真明白他的意思。虽然杨婉仪被打入冷宫，但杨家还在，而且杨大将军手里还有兵权。杨婉仪辱骂皇室，杨家人只能怪自己女儿蠢，女儿不争气，自己找死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他在冷宫是被他杀，那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本来宁仪真就不想多管闲事，再者杨婉仪也不是个什么好人，死就死了。可这宫中存在着不安定因素，皇上不敢查，但他必须查，而且
还得是暗中查。这杨雪芝都已经进了冷宫，是谁不想她继续活着？为何又不让她活着？不让她活着的目的，是不是杨雪芝掌握了这人致命的秘密或把柄？到底是谁杀了杨雪芝？宫中有功夫的妃子并不多，杨雪芝可是有些功夫在身的人，想轻易杀死她，可没这么容易。那脚印却不像宫中侍卫。等燕凤阳几个离去后，坐在窗前，宁姨真百思不得其解。夏花县看来这宫中真是卧虎藏龙啊！主子，各宫有消息传来了。说，秋月走近，这2天各宫中晚上有人出去的，只有贵妃的贵安宫、太后的慈宁宫、李嫔的清河殿。这2天晚上，3个宫各有好几个出宫。太后若是要弄死杨雪芝，恐怕早就弄死了。毕竟一个太后想找一个妃子的麻烦太容易了。当然，最主要的是太后还想拉拢杨家呢。她恐怕是那个最不喜欢杨雪芝死的人，这样就可以排除慈宁宫。张贵妃一天到晚病弱弱的，皇上面前她也不来晃，会是她吗？难不成杨婉仪发现了她与小明太医的事情？还有那李嫔，这个人确实最容易得罪。杨雪芝与她一直是死对头，若说是她杀了杨雪芝，也很正常。一切都讲究证据，不能光凭动机。宁仪真吩咐道：“秋月，让人盯紧贵安宫与清河殿，看看他们谁有功夫在身。没有功夫，想悄无声息地跑到冷宫杀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对了，找那丫头，一个大活人不可能凭空消失。”秋月应下：“是。”对于天下来说，冷宫死个废妃，就像死只猫、死只狗；可对于后宫来说，就不是小事了。特别是徐贤妃，当她知道杨婉仪自杀后，瞬间吓得跌坐在地上，脸色成了一张白纸。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她一定是被人害死的。不行，我要去找皇上，一定要找到凶手，帮杨妹妹报仇。见她要往外冲，她的贴身宫女快要吓死了。她一把死死地抱住了徐贤妃，并劝说着：“娘娘，娘娘，您还在禁足啊，这样跑出去是抗旨，会被重罚的。不能去，不能去啊！”这时，她的贴身嬷嬷也过来了：“娘娘，婴儿说的对，皇上还没有解了您的禁足呢。再说杨小主的死，宗人府已经仔细查过了，确确实实是自杀。您现在跑出去，那是挑战皇权。”徐贤妃终于冷静下来了，只是她脑子里总有一个声音在提醒她：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杨妹妹那样的人，怎么可能会自杀？这时她突然想起，自那天他们俩悄悄从贵德宫回来后，2宫的人集体风寒，也是那天之后，好好的杨妹妹竟然会公开骂那2个贱种，她又不是疯子。是她。徐贤妃终于聪明了一回，她双眼一凶：“嬷嬷，是皇后，一切都是皇后干的。我们宫里的风寒是她，杨妹妹发疯也是她，杨妹妹自然肯定也是她。不行，本宫一定要去皇上面前揭穿她的恶毒。这一切真的都是皇后所为吗？若真是，那也太可怕了。婴儿能被选入宫陪嫁，她比自己的主子可聪明的很多。娘娘，皇后正得恩宠，别说您没证据，就是有证据，你也不一定能把她怎么样。所以什么都不要说，什么都不要做，否则下了一个就是您啊。”嬷嬷也赶紧劝着：“是啊，是啊，主子，皇后娘娘既然敢做，说明她本事很大啊。您别去，千万别去，万一让她记恨上了，她会杀了您的。那您是会杀了她。”徐贤妃真吓着了。若是以前，她才不相信皇后敢杀人。但杨婉仪这个好姐妹突然自杀，她再也不认为皇后娘娘不敢了。婴儿，婴儿，我以前得罪过她，她会不会记恨我呀？我不想死，我不要死。你快去找我娘，让她找几个高手来保护我。看着有点六神无主的主子，胆小的婴儿手脚也发软了。可他害怕，也不能让主子知道。娘娘，奴婢一会就出宫，您别害怕，有奴婢与嬷嬷在呢。这个皇后很厉害，但是她应该不敢动不动就杀人的，我们以后不惹她就是。不惹她。终于，徐贤妃双眼有了神。对对对，以后我们低调点，不惹她，不惹她。小荣子，快把宫门关紧点，谁也不可以放进来。门口的太监长侍一听，立即保证道：“娘娘放心，奴才们一定每日12个时辰紧紧守住。”第0189章夜探遇到人。12个时辰都有人守着大门，那皇后一定进不来的。听到这承诺，徐贤妃终于松了口气。婴儿，你赶紧出宫，一定让我娘给我找2个功夫高手进来保护本宫，一定要快。婴儿连连点头：“是是，奴婢这就出宫。”虽然出宫没这么容易，但婴儿也只能这么应着，要不然他家主子得发脾气了。这件事除了徐贤妃吓坏了外，住在刘贵嫔偏殿的孔美人与住在李嫔偏殿的屈才人也吓得不轻。这2人家世背景都不太好，特别是屈才人，他娘家亲爹只是一个五品小官。他之所以进宫，是当时的谢太后为了彰显皇恩浩荡，点来给谢桌当陪衬的。孔姐姐，我好怕啊！你说会不会真的是皇后所为？
杨雪芝绝对不是一个会自杀的人啊。当然，别人不了解杨雪芝，但同为后宫的姐妹们，谁又不了解她呢？一个很要的人，什么都想要的人，她会不想活了？鬼才信！但是她是谁杀的呢？皇后？孔美人摇头，不知道，但我不认为是皇后，毕竟杨将军手上握有20万大军的军权。为什么？屈才人不解。孔美人分析道，边关不太平，杨将军很重要。若真是皇后为了解气杀了杨雪芝，万一杨将军离了心，对他可不利，毕竟他的儿子是太子。屈才人也不傻，能在宫中安全活到现在，自然也是有几斤几两的人。这天下终归是他儿子的，可不就是？皇帝除了去凤霞宫外，别的宫他连脚都不到，哪里还会有别的皇子？没有别的皇子，谁能跟太子争天下？皇后她只要这个后位，真的是太睿智了。现在皇后，将来妥妥的太后，这后宫以后只能是她的了。孔美人笑道，你说的太对了，这个皇后娘娘可不是这种蠢人。皇后娘娘不蠢，说明就很厉害。屈才人心里没了底，孔姐姐，以后我们该怎么办？还有什么怎么办？孔美人手一挥，走，我们找安姐姐聊天去。安美人正在与人一起给小月儿、小天儿做雪地靴，一听说孔美人与屈才人来了，她眼珠子闪了闪，他们跑这来做什么？这两人平常只拍那些有权势的妃子，他们很少来往。不过人都来了，他也不能不见，让他们进来吧。是。很快，孔美人与屈才人进来了，两人手上还带了礼物。安姐姐，你在忙什么呢？这些天都见不到你的人了。安美人笑笑，没忙什么，这几天在跟皇后娘娘学些东西，这不刚学完回来。你们怎么过来了？孔美人舔着一脸笑，这不是坐着无聊吗？刚好屈妹妹来找我聊天，想着就一起来找姐姐玩了。来找她玩，还带礼物。安美人也不点破，这两人虽然爱拍马屁，但人确实不坏。兰儿，给两位娘娘上茶。一瞬间，安美人的清怡殿也其乐融融。鉴于杨婉仪有一位大将军父亲，她倒是没有像别的罪妃一样扔去乱坟岗，而是让杨家人接走了。而她系自杀，杨家人至少明面上不敢有怒气。有人胆敢在宫里杀了杨婉仪，宁一真是不敢轻易放松警惕的。他必须知道这潜在的威胁来自于何方。只是秋月的人守了2天，这两宫一点动静都没有，像座死人宫一样。不知为什么，宁一真却越来越觉得有问题的是贵安宫。这天晚上夜，他准备夜探贵安宫。主子，真的不用您，属下守在那就行了。好久没动筋骨了，不动会生锈。宁一真对秋月点头道，不用，你保护好2个孩子就行了，我会小心行事的。主子，秋月还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没有说了。主子的本事比他强太多，属下明白。一身夜行衣，一张已让人看不出原貌的脸，宁一真悄悄出了凤霞宫。后宫的路线他熟悉，利用树荫，他悄然地往张贵妃的住处而去。到了贵安宫的侧面，躲过一队夜间巡逻侍卫。宁一真手一伸一根乌金软锁搭在了宫墙上，双脚一借力便上了墙。宫里很安静，只有走廊上几盏忽明忽暗的宫灯。扔下几个石头，等了一会院中没有响动，他才飞身跃下。站在院中，宁一真又确定了一下方向，便朝张贵妃的住处摸索过去。终于摸到了寝宫，他贴耳仔细听了下，发现外屋仅2个人的呼吸声。他明白这是替张贵妃守夜的人，只是这呼吸声似乎不像普通的奴婢。宁一真眼光闪了一下，立即绕到了后屋，轻轻贴近纱窗一听，发现屋里似乎没有人。无人？这3更半夜的，张贵妃一个病歪歪的人会去哪里？不对，要么屋里无人，要么此人是高手。宁一真抽出一个烟管，刚要往屋里吹，突然头顶一声轻微的声音让他一震，屋顶上有人。看来今晚出来溜达的人还不止他一个呢。意念一出，宁一真立即闪身进了空间，寂静中屋顶接瓦的声音在继续。他站在窗边没有动，果然不一会之后，屋顶上的人进了屋。宁一真从空间出来，从窗户缝里往里看，只能看着一个身材高大、连脸都是黑的人进了屋。这人手上拿着一个夜明珠，屋里虽然不是太明亮，但看得清屋里大致情况。哇，那床上真的无人！天哪，这张贵妃半夜3更的跑哪去了？就在宁一真气息一放重，突然一道剑气划过来，吓得他立即后退3步，一个意念闪进空间。这人好厉害的听力，还有那剑气，说明这人功夫极高。宁一真不敢大意，躲在空间好一会儿，等他再靠近窗户时，屋里已经没有了动静。不敢打草惊蛇，宁一真准备悄悄离开。这个张贵妃真的有秘密。可就在这时，一股男人的气息靠近，没等他反应过来，人已到了他面前，只觉得脸上一凉。第019章，不在宫中的张贵妃去了哪？也就在那人一愣之间，宁一真地上一滚，迅速朝着院墙滚去。一瞬间，对手已经反应过来，
一个乐步冲了上来，低声喝道：“别跑，别跑，等你捉住我呀！”心中冷笑一声的宁怡真跃上墙头跃下，其实已闪身进了空间。一抹脸，发现脸上的假皮没了，顿时他心中一惊，奶奶的，好快的手脚！不过摸了摸自己的脸后，宁怡道真又笑了：“哼，既然敢揭本宫的面具，就能看得清我是谁了。哼，真以为本宫没几张假脸，本宫敢出来混？好在有个好习惯，有一是宁怡真他是卧底，喜欢上了高级面具的制作，否则这一次得暴露了。”黑衣人追过墙，发现目标突然不见了，他眯着眼静静地躲在树后好一会才走，却不知道他要找的人就离他几步之遥。黑衣人找不到他，便迅速走了。宁怡真闪出空间，远远跟上，见前面的人一放慢身影，他立即闪进空间，追了一会，见黑衣人去的方向，确定了是他，便不再追了。燕凤阳，你也怀疑上了张贵妃啊？看来你不笨嘛。宫中，秋月与春花手内间一步不敢离开，因为床上两个是他们的小主子命根子。终于，主子，您回来了，还顺利吗？宁怡真从窗户跃了进屋，扒下脸上贴着的东西道：“还算胜利吧，没出什么事。秋月，你肯定想不到，那张贵妃不住在那里，怪不得我们的窃听器有关她的声音一点也听不到。”秋月一听叫了起来：“不可能，主子，属下去打探过好几回，她就住在那里，不会有错。”这样，宁怡真秀眉一拧，她进了屋再没有出来过，难道她屋里有暗室？暗室？秋月也很吃惊，这个她还真没有想过。其实也不能怪秋月，毕竟这个张贵妃真的很少出宫，时间一长她就麻痹大意了。主子，属下失职。不，宁怡真知道，若杨雪芝真的是张贵妃所杀，那她的功夫绝对不比自己差。杨雪芝自小练武，一般的人怎么可能悄无声息地杀了她？今晚她不在屋里，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她偷偷地出了宫，你们没有发现。也就在主仆怀疑张贵妃之时，燕凤阳已回到了隆七宫。皇上，如何？德公公立即迎了过来。燕凤阳拧了拧手中的面具，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做出来的，软软的，薄如蝉翼，却能让人看不出真面目。那人身材矮小，一身黑，看不出是男人还是女人，但他对宫中却很熟悉，难不成是宫中的太监？燕凤阳把这张4人皮面具的东西悄悄塞进袖筒里。张贵妃半夜不在自己的宫中，正怀疑贵安宫有暗示。方德言，去找找贵安宫的图纸，再仔细查一下历代住贵安宫的都是什么人。3更半夜的一个病歪歪的妃子竟然不在宫中，那她在哪里？德公公一脸震惊：“是，皇上。”接连2个晚上，宁怡真与秋月都一起暗探贵安宫。很奇怪的是，张贵妃天天都睡在屋里。秋月一脸严肃地说：“主子，她怕是起疑心了。”宁怡真点点头，让人盯住就行，一时半会她怕是不会再行动了。属下遵命。主子，您说这张贵妃为什么要杀了杨婉仪呢？会不会是张贵妃与那小明太医真有事？宁怡真若有所思，他们俩或许有情，但确实没有通奸。张贵妃还是处子之身啊！主子这也看得出来？秋月震惊万分。主子，你也太厉害了。宁怡真笑笑，不是本宫厉害，而且张贵妃小时候点过手工纱，如今她的手工纱还在。有手工纱的女子，一旦处子身不在，她会立即消失。原来是这样。秋月想，她还以为自家主子有双透视眼呢。不过主子就算没有透视眼，也已经很厉害了，比入宫前更厉害了好多倍。张贵妃防得很紧，一时半会想查出什么来是有点难了。既然燕凤阳在查，他决定不管了。忙碌的皇帝2天都没来过了，2只小有点想他了，但宁怡真仿佛忘记了这个人似的，每天除了陪孩子就是算账。春花传信出去，让赤峰给予几个，每人手上再存200万两银子进国营楼，余下的全部换成黄金存起来。乱世存金银，这几年整个云州大陆都不会太平。为了将来自己儿子打理江山时有钱用，宁怡真选择的是存金银，而不是存银票。是。春花出去办事了，2只小缠着宁怡真讲故事。就在这时，德公公尖细的声音传了进来：“皇上驾到。”这人又来了，果然是不经念。宁怡真放下手中的书，款款立：“臣妾参见皇上。”燕凤阳目光淡淡的看着眼前的女人，她有2天没来了，她想从宁怡真的眼睛里看到哀怨，可惜她失望了。眼前的女人一袭前子百褶裙，没有半分的装饰，简单素雅。3000发丝斜插一只紫色流苏，随意却又不失端庄。精致的五官无法让人忽视，特别是那双凤眸明亮清澈，她如同夜空中的繁星，璀璨夺目，更是让人一眼就无法移开视线。她竟然一点也不怨她。
突然间，燕凤阳觉得自己想多了，这女人还真只是想当他的皇后，没有其他。心就在一瞬间不舒服了。燕凤阳忍住自己的不高兴，开了口：“免礼。月儿与天儿呢？他们在哪？”宁仪真指了指，在花厅玩呢。朕去看看。德公公可太了解这主子了。这2天皇帝是因为太忙，所以没来凤霞宫，但他知道皇上每天吃饭时都会发呆，而且吃的很少。这和在凤霞宫可不一样，主子在这里就算吃白粥也吃得非常开心满意。皇后娘娘，皇上中午没吃好，晚上您做点好吃的给他尝尝。中午没吃好，晚上就来找他。呸，本宫又不是你的厨娘。第019章刺客来了。宁仪真一脸鄙视，可在鄙视他也得装个样子来。宁仪真心里很明白，若能让狗皇帝把自己的一双儿女当成至宝，那将来不管他有多少儿女，自己一对儿女始终是不一样的。能不斗，将来安安稳稳的当个太后，那也未尝不是好事。德公公，这一会御膳房也没有什么新鲜菜了，那今天晚上就只能将就了。德公公一点也不在意，皇后娘娘的将就那也是好的，只要她肯留，皇帝就是吃白粥也能吃出肉味来。皇帝喜欢不喜欢皇后，德公公真不知道，但是皇帝喜欢来凤霞宫，德公公心里清楚得很。不管什么原因，未来的凤霞宫肯定都放在皇帝的心尖尖上。德公公对自己的救命恩人是非常尊敬的，那辛苦娘娘了。厨房还真没什么太多的菜，晚上宁仪真一直主张吃得少，吃得精。走进厨房一看，见到有一块排骨，他想了想，秀玉去摘点豆角，挖几个土豆来。新一批的豆角与土豆刚刚结，大棚里种的也不多，不过自己人吃还是够了。秀玉很快就跑了。宁仪真看了看，吩咐道：“奶娘，晚上焖个排骨豆角饭，再炖一个冬瓜汤，炒2碗青菜就行了。”听到这吩咐，江嬷嬷一脸惊讶地看着她：“娘娘，不是说皇上晚上在凤霞宫用膳吗？这点就行？”“行了，若不是看在他对孩子好的份上，晚上吃给他喝稀饭。”江嬷嬷一脸无奈，这主子又孩子气了。敢跟皇上撒脾气的人，怕也就他这主子一个。皇上也变了，想当初前主子被杀之后，他的冷酷无情是肉眼能见到的，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皇上非要杀了前主子不可。前主子要造反，江嬷嬷是不相信的。前主子把皇帝看得比亲儿子都重，他会造他的反吗？若是想过造反，那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小主子嫁给皇帝的，到底是为什么？想不过，江嬷嬷不去想了。厨房江嬷嬷是历来不许外人进来的，自回到宫中后，这厨房就由他带着立夏与立冬3个人管着。这里也只几个人的饭菜，李安几个也仅仅是有时候能分到一些菜食而已。立冬、立夏，动手吧。晚膳看似简单，可味道真是没得说。排骨的糯香，豆角的清香，土豆的软糯与精品大米相结合，加上配料焖一起，真一个香。特别是刚出锅的焖饭，那种香味让人无法抗拒。宁仪真自己也好久没吃这个饭了，特别是晚上她不吃，因为它味道太好，总会让人控制不住。这不，今天晚上就没有控制住，硬是多吃了1碗。到了半夜，他还觉得撑得慌，睡在榻上非常不舒服，翻来翻去好多回。可就在这时，他发现了异样。来人，护驾！有刺客！话才一落，只见4个黑衣人如鬼一样从屋顶飞身而下，一下出现，一下隐没，4人的武功十分高强，直冲着屋内的4个人飞身而来。随着声音冲进来的霍霄一人顶俩，德公公一柄长剑也没闲着。被惊醒的燕凤阳像风一样起了身，来人，保护皇后与孩子。可他这话才落下，又不知从哪钻出了好几个黑衣人围了上来。出了神一会会，宁仪真完全也醒过神来了。他迅速伸手从空间拿出电鞭，一声高喝：“春花秋月，在！动手！”是。月儿、天儿跟在娘亲身后。多了3个人，这形势就开始反转了。眼见已经找到黑衣人的套路，可没想到的是，这些刺客竟然学到了南倭人的影子功，而且似乎是朝着自己母子3个过来的，敢来杀他和孩子。宁仪真双眼一拧，好大的胆子！他一根长鞭甩出，引起点点火花，被他甩到的人立即一阵青烟起，倒地再上鬼哭狼嚎。这动作引得燕凤阳等人都很震惊，皇后这手中是什么神器？这也太厉害了吧！可就是如此，那些刺客一点都不怕，立即又飞来了几个。他们利用隐身术，很快就到了凤榻前。宁仪真担心女儿，一把把小月儿抱在怀里。就在这时，小心！一把长剑从他背后刺入，燕凤阳挺身而上，只听得噗的一声，剑入肉身。啊！砰！随着2声声响，一个黑衣人倒在了地上。与此同进，燕倚天小小的身体飞了起来，剑从头顶没入了别一个黑衣人身体内。打斗也就在说话间，很快侍卫们涌了进来。
燕一月叫了起来：“娘亲，父皇受伤了，你快救他！”一剑刺穿了燕凤阳的肩胛骨，血已经流满了他的全身。这一剑，他是在替自己受的。宁仪真没有多想，秋月，拿药箱来。是。这时霍萧进来了，回禀皇上，8个已死，2个活捉。竟然有人来宫中行刺，这真是胆大包天。燕凤阳眯起双眼，咬着牙吩咐道：“不管用什么手段，一定要把他们的嘴给震撬开。”是。影子杀手是世上最难培养的杀手，能学隐身术的人必须是根骨齐家之人。要培养出一个影子杀手，代价非常大。是谁？竟然一次出动10个影子杀手来凤霞宫行刺？很明显，他们冲着的是皇后与孩子。这一会，宁仪真没时间去考虑这么多。燕凤阳的伤不轻，虽然外伤不至于要命，但若不赶紧止血，他同样会血尽而亡。血不停地流，湿了他的半身。宁仪真没再犹豫，迅速剪开燕凤阳的上衣。你要干什么？面对燕凤阳一脸急厉，宁仪真无语，这人是他怕耍流氓吗？懒得多说，手一扬，拿出银针在伤口周围迅速扎下。秋月，让人上水来，把这血清洗一下。血太多，用酒精太可惜了。是。很快一盆温水上来，此时宁仪已经完全剪掉了燕凤阳的上衣，并清洗好了伤口。剑上有毒。宁仪真已迅速拿出试剂测了一下，秀眉一拧，从药箱，实则是从空间拿出几支清毒剂，配好挂上。银针止住了血，他又二话不说的给缝上。第0192章，第一个到的是左相。宁仪真那娴熟的手法，让一边的德公公看得眼花缭乱。他惊叹：皇后这医术可比军医还熟练啊！他这水平真的也太厉害了，怪不得当初自己中那么厉害的毒他也能救。皇后这是敢从阎王手里抢人啊！德公公，你来替你家主子把身上洗干净，换衣服。就在德公公震惊赞叹之时，宁仪真已经缝好了伤口，水换了好几盆，终于把燕凤阳身上的血弄干净了。等德公公替皇上换衣服时，宁仪真拎着药箱出去了。除了燕凤阳受伤外，雷霆、雷胜几个都受了伤，不过此时太医已经过来了。怎么样了？他们有没有性命之忧？今晚是明镇值班。这是宁仪真重生后第一次正面看到他。他很年轻，而且非常俊秀，有后世流量小生的模样，怪不得张贵妃会选上他。此时他正替雷胜包扎，见宁仪真过来了，立即恭敬地回应道：“回娘娘的话，伤口不大，但剑上有毒。臣刚给他们服下了解毒丸，有没有事就得看他们的造化了。”宁仪真一听这话，便立即化验了几人的血，发现这毒与燕凤阳中的一样。看来今天晚上的刺客是必除他们母子几个无疑了。先管不了是谁要杀他们，救人要紧，把他们全部抬去花厅，要快点。雷江，赶紧给他们找衣服来换上。李安，赶紧多生几个火盆，别冻着了他们。秀玉、嬷嬷，把多余的被子全部抱来。一番吩咐下去，整个宫的人都动了起来。挂掉平德、宁仪真与秋月2人动手，别的太医们不会。好在只伤了5个，要不然真的忙不过来，顿时想着要多培养几个帮手了。等忙完，已经是后半夜了。一进寝宫，小鱼儿哒哒哒的跑了过来，小啾啾散掉了，头发乱糟糟的。娘亲，父皇还没醒。女儿这是担心他父皇了。宁仪真伸手抱起他，别担心，他没醒是娘亲给他下了麻醉，有娘亲在，你父皇不会有事的。你们早点睡吧，天已经不早了。刚才父皇流了好多血，是父皇给娘亲挡了剑，燕一月好怕，他怕娘亲受伤。父皇不会医术，若娘亲受了伤，谁救他？宁仪真可不知道自家女儿后来成为小神医，就是因为今天晚上。母女俩到了凤榻边，德公公一直守着，等宁仪真过来，他立即让开。娘娘，这瓶子里的东西快没了。宁仪真看了看，再低一点点，我再换。春花，把公主与太子带去睡觉。是。皇上在宫中遇刺，瞬间满朝文武都知道了。是何人如此大胆，竟然敢入宫刺杀皇后，这真是胆大包天。萧远寒没空理这些人乱嚷嚷，他急步进了宫。那小丫头与2小宝贝不会有事吧？见过左相大人。才到凤霞宫的门口，德公公在门口等候。皇上如何？皇后与太子、公主可有受伤？德公公立即道：皇上还未醒来，皇后医术高超，他已经没有性命之忧了。小公主与太子都没事，左相不必担心。闻言，萧远寒松了口气，孩子没事，小丫头没事就好了。皇上反正皮粗肉厚的，受点伤没事，这样更好。皇上可是因为皇后受伤的，希望这一次皇后会对皇上好些。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作为一个旁观者，一个对皇后过于关心的人，萧远寒知道他曾经的小丫头已经变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知道这是他成长了，成长后的小丫头不再是那个痴情的小丫头，
而是一个冷静聪明的女人。至于这样的宁仪真好是不好，萧远寒不会去断定，毕竟这已经是皇帝的女人了。但是他很清楚，曾经的那个小丫头也仅仅是挂着皇后的名称罢了。他对皇帝的爱早已经没了，而皇帝恐怕在不经意之间注意上了他的皇后，一时之间萧远寒都不知道应该让皇帝动心还是不动心为好。若动心，恐怕想再捂热皇后的心会很难很难。当然这种事他做不了主，别说是皇帝，就是他本人也做不了主。感情的事若是能做主，就不能称之为感情了。皇后辛苦了。宁仪真洗漱好进来，萧远寒准备出去，看到他便点点头，师兄，你我之间不用那么客气，在仪真的心中，您就是兄长。兄长。听到这两字，萧远寒的眼眶突然发热，多谢皇后记着小时的情谊，但不管如何，臣都要说声谢谢。谢什么呢？皇帝这是遭了池鱼之灾，这刺客是对着自己母子三个来的。师兄，这一次是我欠他的。不。萧远寒摇头道，皇后千万不可这么说，保护自己的女人与孩子，这是每一个男人的责任。你是皇后，他是皇帝，月儿与天儿是公主与太子，所以你不必把责任揽上。皇后，皇上也是寻常人，他也是有血有肉的，有的时候冷酷那是因为无奈。以后辛苦你照顾他了。什么意思啊？丞相怎么有种托孤的感觉？宁仪真有点哭笑不得，这床上的男人是皇帝，他是真龙天子，怎么会是寻常人？再者，太后是他的亲妈，后宫的女人都巴不得对他掏心掏肝，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怎么会可怜？难不成他是说这一次皇帝就是因为他而伤，所以让他还情？辛苦也是应该的，师兄别担心，皇上的伤不重，过2天就没事了。听文健把肩胛骨刺了个对穿，过2天就会没事。皇后的医术这么厉害？虽然萧远寒心里有怀疑，不过他不会问出来。臣告辞。萧远寒刚告辞，燕凤城像阵风一样的吹了过来。皇嫂，皇嫂，你和小天儿、小月儿没事吧？宁仪睁眼一翻，你不应该先关心你兄长吗？我们没事，就是皇上受了点伤。嘿嘿，那没事没事，只要你们没事就好。皇兄受点小伤，有皇嫂在，臣弟不担心。死！宁仪真听了一阵牙痛，小伙子，别让你皇兄听到，小心他生你的气。就在这时，太后驾到。第0193章，太后被拦在了门外。听到德公公的细尖声音，叔嫂俩对视了一眼，出去吧。参见母后。参见母后。谢太后横眉冷目地看着两人，行了行了，免礼吧。皇上怎么样了？宁仪真上前，皇上受了点伤，剑上有毒，刚解了毒，缝了伤口，睡着了。真没事？宁仪真点头，真没事。谢太后不相信，李太医，你陪哀家进去看看皇帝去。眼见太后就要往里闯，宁仪真上前拦住，不行，皇上的伤口比较深，不能带细菌进去。细菌是什么东西？谢太后不解。就是能引起伤口红肿发炎的东西，也是一种毒，一种能引发伤口恶化的毒。世上有这种毒吗？李太医，你听说过这种毒吗？李太医想说他没听说，不过一看皇后的眼神，回太后娘娘的话，老臣虽然没听说过这东西，但是皇后娘娘说的却有理。受了重伤有外伤口的人，若是看望的人多了，确实是容易引起伤口发炎。皇后没胡说，李太医可是太后扶上位的人，自然相信他不敢哄自己。传旨下去，皇帝在没有脱离危险期前，一律不许人来探望。是。太后有令，宁仪真可巴不得。谢母后。哼。谢太后看了宁仪真一眼，本宫可不是为了你，这么多人想你死，看来你很不得人心。他不得人心？宁仪真轻轻一笑，当年想母后死的人可不止一波两波，看来本宫与母后是天生的婆媳。你……谢太后要吐血了，这皇后是在说她更不得人心喽？气死她了！谢太后非常非常的生气，可是又反驳不了。当年想她死的人确实是一波又一波，但这也不表示皇后就能直白的说出来。一生气，她甩手走了。她一走，宁仪针对大家道：“天色不早了，大家都回去好好休息。皇帝有本宫在，有皇后在，皇帝自然没事。”霍萧已重新布置了守卫，皇后一吩咐，他带着众人出去了。德公公也进了屋，今晚他得守着，皇后累了半个晚上，得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宁仪真也没客气，进屋检查了一下燕凤阳的吊瓶后，交代了德公公几句，倒在榻上睡了。燕凤阳醒来时已是第2天中午，他一睁眼看着粉色的帐顶，有一丝迷糊，这是哪？转过头，不远处的桌边坐着一个女子，一身素色衣服，手持书卷，正在看书。她头微微低下，又长又细又白皙的颈脖边挂着几缕青丝，调皮的在耳边飘来飘去。安静儿没好。
这几个字瞬间就在燕凤阳脑子里跳出。此时若仙女一般的女子，燕凤阳无论如何也无法与昨天一手抱人，一手执鞭那勇猛无比的女子结合起来。她的皇后不仅会种地，会医术，会赚钱，会好多好多古怪的东西，还有一身非常不错的武功。她究竟有多少本事？此刻燕凤阳的心里充满了好奇。嗨嗨咳。听到咳嗽声，宁仪真才知道皇上醒了，顿时心中松了一口气，总算没有辜负他800毫升浓缩型血浆。皇上醒了，伤口还痛吗？宁仪真可以说从来没有真正的看清过燕凤阳的身体，但昨天晚上他看了，满身的肌肉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倒是那一道道的疤痕却让他起了尊敬之意。这个男人坐上这个位子真的不容易。昨天晚上若没有他，事发如此的突然，就算他们母子3个不死，也不会轻易逃脱。那影子杀手形同鬼魅，若昨天晚上不是他来了，他也不会做那么好吃的焖饭。他不做那么好吃的焖饭，他也不会因为撑着不舒服而发现刺客来了。虽然觉得他保护儿女是天经地义，总归他还是有功劳的。燕凤阳本来还没有感觉到伤口痛，但一咳他才感觉到左肩处传来阵阵刺痛。昨晚看来失血有点多，要不然不会如此无力。但就是如此，他也不会说痛，无妨，一点小痛而已。以后不管朕伤成什么样，记着都不许给朕下麻沸散。什么人啊？宁仪真听了这话，顿时白眼一翻，当什么好汉？难不成非得痛死才叫好汉吗？不痛，能好好睡一觉，这才对身体恢复有利。不懂就别跟本宫乱吼。虽然痛很难受，但那什么都不知道的感觉真的很不好，特别是在这个奸相的外甥女面前，自己仿佛成了一头猪，任人宰割，那种感觉就更加不好了。燕凤阳满脸漆黑，朕没这么弱。可宁仪真却不准备惯着他，但也没有必要如此撑着。自虐吗？燕凤阳还要说什么？就在这时，德公公尖细的嗓声传了进来：“启禀皇上，太后驾到。”随着德化宫声音的落下，谢太后急急奔了进来：“皇后，皇上可醒来了？”宁仪真站起身，刚刚醒来，正准备让人通知太后。他会通知？谢太后恨恨地瞪了宁仪真一眼。昨天晚上皇后还不让自己进来呢。皇上，你没事吧？见到太后一脸的关心，燕凤阳脸上勉强扯出个笑容：“母后，儿臣没事，就一点外伤而已，劳您费心了。”皇帝没事，谢太后就有事了。昨天晚上太急，有的事都忘记问了。皇后，昨天晚上这是怎么回事？你的宫里怎么会有刺客？宁仪真白眼一翻：“你问我，我问谁？难不成我自己花钱买刺客来刺杀自己？皇上应该没瞎，昨天晚上的刺客，那可是招要我们母子3个人的性命的。杀手身手那么厉害，而且还是出其不意。若不是自己反应得快，昨天晚上这母子3个……”想到眼前的女人一手抱女儿，一手执鞭的凶狠，燕凤阳知道昨天晚上那一幕可不是在演戏。怕两人再吵起来，他立即出了口：“母后，您别担心，昨天晚上的凶手捉住了2个，霍霄正在审讯，等着，会有结果的。”什么？昨晚的杀手竟然给他们抓住了2个？第0194章，该来的都来了。不是说这影子杀手无所不能，无人能敌吗？听到这消息，谢太后眼眸中迅速闪过一丝震惊。不过那很快，务必审出来，一定要抓到这幕后凶手。竟然敢来宫中行刺，真是无法无天了。还有，这凤霞宫中太不安全，皇儿还是回自己的龙栖宫吧。听到这话，宁仪真想笑了。这太后她在防备什么？防备她勾引这狗皇帝吗？好吧，这段时间皇帝对他们母子3个确实是很好，可杀了他舅舅的仇，自己还没报呢。昨天晚上这一点点恩情，就想抵掉他杀自己舅舅的仇，梦都别做。太后说的有理，凤霞宫确实是不够安全，皇上还是回您的龙栖宫吧。德公公，备轿吧。燕凤阳真要气晕了，这女人昨天晚上他可是救了他的命啊，这才1个晚上他就忘记了，果然是冷心冷性的女人。并不知道自己生气有何不对的燕凤阳，瞬间帝王的脾气就出来了：“放肆！朕在皇后宫中受了伤，你却让朕回龙栖宫养伤。皇后，你这是想知恩不报是吧？”这男人与他讲恩，他讲恩，是不是他也得与他讲仇？宁仪真顿时白眼一翻，这些人来杀谁的还不一定呢，万一是来杀皇上的呢？这哪来的恩？想来没门！燕凤阳脸一黑，方德言：“朕受伤，暂时不能上朝，令丞亲王于左，右丞相监国，有要事再来凑。”皇上这是发怒了。德公公哆嗦了一下：“是，皇上有旨，龙体欠佳，即日起，责令丞亲王于左，右丞相监国，有要事再来凑。”
这贱人竟然赶皇上走，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啊？谢太后听着两人一来一去，顿时双眼紧紧眯了起来。此时城中一个小院中，一个中年男子坐在暗室里，双眉紧拧。废物，这么多人还是出其不意，竟然杀不了几个人。主人，他们没有想到皇上歇在凤霞宫。中年男人呵斥道：废物就是废物，还有什么可言？花了这么多银子请来高人教出来的手下，就这样子吗？如今已经打草惊蛇了，让余下的人给我隐藏好，若被发现一律自枪。是。与此同时的梁王府，莫公公低声在说些什么，只见梁王脸色漆黑。拿衣服来，本王进宫去看皇兄。是。听闻皇上已脱离了危险，嫔妃们一个个跑来问候。德公公，就让臣妾看一眼皇上吧。自从听闻皇上受伤，臣妾整个晚上都没睡着。刘贵嫔不停地挨着，高嫔也接上。德公公，我们都是皇帝的女人，皇帝受伤了，我们来看看他也不行吗？就是呀，德公公，您就让我们看一眼，只要看一眼我们就回去。李嫔咬着唇，一脸想哭的表情。但德公公知道，此时皇帝正与皇后置气呢，若他放这些女人进去，被当个出气筒的就是自己了。诸位娘娘，不是老奴不让你们进去，而是皇帝有令，养伤期间，除非朝廷要事，一律不准打扰。都回去吧，皇上已经没有了生命危险，你们就放心吧。他们是来看皇上的吗？他们是来刷存在感的好不好？皇帝面都见不着，这日子要怎么过？德公公可不管这些妃子们的想法，皇帝现在是谁也不想见，他非要皇后亲自侍候。不过有人来，他还是放了行。皇嫂，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好在你和月儿天儿没事。这些坏人真的太可恶了，你们也没得罪他们啊？为什么他们要跑进宫里来杀你们？太可恨了！14公主的眼眶都红了，皇嫂宫中的地毯都换掉了，可见昨天晚上有多惊险。宁仪真知道这小姑娘是真担心他们母子几个，上前拉了拉她的手道：没有为什么，就因为我是皇后，一切是因为皇后这个位子太诱人了，他们巴不得我死，好占了皇后之位。不过你别担心，你皇嫂我可是属猫的，有9条命呢，他们杀不了我。哪有可能？皇嫂可是活生生的人，哪来的9条命？14知道自己皇嫂在安慰自己，同时心里更气了。皇嫂，你让皇兄给你几个有武功的侍卫吧，坏人一来就杀死他们。光有武功有什么用？昨晚那些影子杀手个个武功高强不说，而且他们似乎还不怕痛，一刀下去鲜血长流，他们却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这些人有问题。只是这些宁仪真不会与2个天真的小姑子说。你提议的有道理，等你皇兄伤好了，我就向他提。对了，今天我会很忙，后宫的事就辛苦你们了，一会你们叫上安美人去安排后宫之事吧。皇嫂得照顾皇兄，自然没空打理后宫了。12郑重的点头，皇嫂放心，我们会认真做事的，您就放心照顾皇兄吧。有帮手还真好。姐妹俩刚走，就让梁王到了。这是宁仪真重生回来后头一回这么近距离的见梁王，她发现他与燕凤阳长得并不相像，容长的脸，细长的眉毛，薄薄的唇，虽然大却有点透的耳朵，还有那短短的人中，这人长得其实并不差，许多地方像太后，可这相貌却是个短寿之相。上辈子梁王造反未成，被皇帝圈禁，他死之前听说他旧疾复发，已经昏迷，应该是在他死后不久，这人也死了。见过皇嫂，皇兄可还好？王弟免礼，皇上还好，正在屋里休息，你进去吧。是。梁王进来的时候，燕凤阳刚如厕回来躺下，伤确实不轻，剑差点穿过整个肩胛骨，人都给贯穿了。但昨天晚上他不知道他的皇后给自己用了什么药，失血不少的他不仅自己能爬得起来，刚才还吃了一大碗的瘦肉粥，特别是这一会更觉得自己体内十分舒畅。本不用躺，可神差鬼使，他还是躺下来了。皇兄，到底是何人如此大胆？该死的东西，让本王抓到了，一定要让他生不如死。第095章瞬间长大的兄妹俩。梁王一进来就见整个肩膀被缠住的皇帝，一脸的心疼，扑到了床前，生怕他撞到皇上。德公公立即上前拦在前面。王爷您放心，昨天晚上刺客已经抓到了2个，有左相在，不怕撬不开这刺客的嘴。敢行刺皇帝，他们这是找死。什么？竟然被他抓到了2个刺客，这怎么可能？梁王心中吃惊万分，皇兄身边的人身手已经这么厉害了吗？这影子杀手世间还没有人能抓得到，若抓到了，除非是死人，可他却抓了2个活口。皇兄，您太厉害了，一定要好好审，必须找出这幕后之人，要不然将来宫中可就乱了。是啊，德公公也深以为然，这层层保护的皇宫竟然来了刺客，这还得了？
王爷说的有理，这幕后之人不找出来，后宫不会有安宁。不过王爷别担心，快了。萧远寒这人，燕凤良非常了解。别看他一身书生气，可那只是表象，他才是一只真正的老狐狸。燕凤良见自己皇兄气色正常，知道他什么事也没有，心情就在瞬间复杂。皇兄，您好好养伤，臣弟也没什么好东西，这点药材是臣弟的一点小心意，您收下。话一落，梁王送上一个盒子，盒子里躺着的全是上好的补血益气的上等药材。太后还真是宠梁王，这么好的药材，怕是太医院都没有吧？德公公慌忙接下，奴才替皇上谢谢梁王，王爷千岁千千岁。皇兄，您好好养伤，臣弟去看看母后。您这一伤，怕是母后也吓着了。燕凤阳眯眯眼，去吧，让母后不用担心，朕只是小伤而已。确实只是小伤。燕凤良眼光闪闪，是，皇兄多保重。看着燕凤良离去的背影，燕凤阳眼光闪了闪，方得言把药材交给皇后。德公公可没什么想法，皇帝的伤是皇后在治，这药材自然交给皇后。是，皇上。梁王像阵风似的走了。宁一真看到盒子里的血参，拿起闻了闻，没问题，这是好东西，一会炖给皇帝补补。德公公，你也去休息会，这一天一夜你也没合眼了。这话让德公公心中很是感动，虽然他认为不休息也是应该。多谢娘娘体谅，老奴还受得住，您去休息吧。一块小园子会来接手，既然有了安排，他就不管了。昨晚睡得太晚，宁一真还真想再去睡会，可是他还没转身，却说左相与右相以及朝中重臣都过来看皇帝了。皇后娘娘，皇上身体如何了？问话的是右相钱大人。宁一真道：大家请放心，皇上虽然伤不轻，但本宫保证3天后他能上早朝。这样，3天后能上朝，那就是说没事了。众大臣心里松了口气，辛苦皇后了，臣告辞。这里是皇后的寝宫，众大臣自没有进去的道理。得知皇帝无碍，众人也离去了。娘亲，喝豆浆了，我们和嬷嬷一起刚做的哦，很好喝的。刚送完人，燕一月端着碗东西进来了。见他这颤颤巍巍的样子，宁一真立即跑了过去。娘爱，你端什么端啊？小心烫着。小脸扬起，一脸郑重。娘亲，我很小心的，不会摔倒的。月儿要快快长大，杀坏人。小丫头，昨天晚上吓坏了吧？宁一真接过豆浆放在桌上，抱起了小女儿，亲了她一口。宝贝，你真棒，这么小那么血腥的场面，没把她给吓着，已经就很厉害了。娘亲，我不棒了，哥哥好棒了，哥哥杀了坏人。娘亲，以后有坏人你不要抱月儿了，我也能杀坏人的，月儿唱歌好厉害的哟。但五爷爷说了，你还小，功没练成要少唱。这几个坏人，娘亲对付得了，知道吗？燕月是个记性超好的孩子，自然记住了五爷爷的交代，所以他不轻易唱歌。娘亲，要不我招几只狼，招几条蛇过来保护你们吧，他们很厉害的。女儿的本事不到万不得已，宁一真是不会让她用的。有一柄之人定有短处，那就是用动了一柄之后，身体会受伤，不到保命时候，他是不会让女儿用的。宝贝，宫中怎么能养狼，能养蛇呢？万一伤害到了你秀玉姑姑他们，你要后悔的。好吧，人都怕狼与蛇，其实他们那么可爱。娘亲，我会与哥哥一样努力练功的打。说了半天，宁一真才想到不见儿子。你哥哥呢？要练功了。哥哥从早上开始就一直练，一直没停哦。这儿子，说到自己儿子，宁一真的心就软。这个儿子话不多，可是心里比谁都轻。他这是后悔昨天晚上没保护好他父皇呢。还这么小啊？走，看哥哥去。后院的练武场不小，小小的身影正在练武场上驰腾。臣参见娘娘。霍霄站在一边看着燕倚天练武，见到他立即行礼。他是正二品侍卫统领，所以自称臣。免礼。太子基础如何？娘娘，太子殿下天赋极高，虽然年纪还小，力气不足，但他招式熟练，动作迅速，在臣手下能走上5招自保。霍霄的功夫仅次于燕凤阳，近身功夫更是天下首屈一指。他这么说，宁一真真心疼儿子了，才3岁半。天儿，休息一下。心急吃不得热豆腐，急功近利成不了大事。想练好功夫，要慢慢来。燕倚天也知道心急成不了事，但是昨天晚上看到自己娘亲差点被人伤了，当时他真的是愤怒无比，甚至觉得自己没用。想当时他在空中翱翔的时候，世间有几个对手，可为何变成人后，他的力气，他的敏捷会变得这么弱？肯定是他练得太少了。娘亲，天儿不是着急，而是天气太冷，想动动筋骨。好吧，这儿子啊，
真的是找理由都高大上。回去吧，你妹妹与江嬷嬷做的豆浆可新鲜了，趁热回去喝一碗。谢谢霍叔叔。燕倚天非常乖的把手递给了自己娘亲。第0196章交换的条件。太子虽然话不多，但是霍萧早领教过他的礼貌，便含笑道：“太子客气了，能陪您练功是臣的荣幸。”可燕倚天却不这么认为。这个叔叔真的很厉害，他以后要跟着他好好学。五爷爷在宫外，他想学功夫有点不方便，而且他是保护他父皇的人，应该是他感谢才对。叔叔也累了，跟我去喝碗豆浆吧。皇后娘娘宫里的东西，那可是好喝的很的。霍萧突然发现自己馋了，那臣就打扰了。空间出品的黄豆，味道就真的是鲜，浓浓的豆子味，拌上一点老冰糖，那鲜味能让人掉舌头。这黄豆是喝着灵泉水长大的仙物，昨天晚上众侍卫们也是累了，宁仪真让守在宫中的人都喝上了一碗，太好喝了！原来豆浆也是这么好喝的东西，我长这么大才知道了。有人一听，立即鄙视：“你以为别处的豆浆也有这么好喝吗？这是凤霞宫的，是皇后娘娘宫中的。”好像是。前一个侍卫抓抓头，京城满大街都是豆浆油条，他也吃过不计其数，但这是最好喝的，好喝的想让人连舌头也一起吞掉。喝好豆浆，宁仪真又去看了一下燕凤阳，见他伤势已经稳定了，就准备去偏间狠狠的睡一觉。皇后，你去哪？干嘛？燕凤阳双眸盯着他不动，不干嘛，就是问问。我去休息会。就在这里休息吧。方德言，你去门外守着。德公公正欲退出，宁仪真想了想，昨天晚上皇帝伤的是肩膀，不是脑袋啊，怎么脑子出了问题？德公公，这里药味太重，本宫睡不着，你还是守在这里吧。德公公可真不敢走。是。宁仪真潇洒离去，燕凤阳脸色变黑。方德言，皇后这什么意思？嫌弃朕？皇上这是在跟皇后撒娇吗？好似从皇上受伤后，这状况发作频繁了。好现象。德公公低头想笑，但不敢笑出声来。皇上，皇后娘娘可能是有人守在身边睡不着，她肯定不会嫌弃您的。昨天您可是救了她呢。就是，她可是她的救命恩人呢。连救命恩人都嫌弃的人，那还是人吗？宁仪真可不知道这主仆俩在说些什么，就算是知道了，她也当作没听到，狠狠地睡了一觉，一醒来已是正午。娘娘，您醒了。听到动静，秀玉立即跑了进来。一般来说，白天都是她守在身边，秋月与春花主要跑腿。醒了。秀玉，月儿与天儿呢？回娘娘的话，小太子与小公主在陪皇上。宁仪真一起来，江嬷嬷立即把中饭给她端出来了。江嬷嬷真是个聪明又能干的人，知道昨天晚上宁仪真累狠了，饭菜做得非常清淡，西红柿炒蛋、小炒五花肉、酸汤鱼、清炒黄瓜、五香芋奶、笋干老鸭包。一看到这些东西，宁仪真瞬间就饿了。奶娘，月儿与天儿可吃了？回娘娘的话，皇上与小太子、公主都吃了。谁问那个幼稚的狗男人啊？不就一个外伤吗？他可灌了他一大碗灵泉水，还赠送了好几瓶急效药水呢，还装病。若不是看在他昨天救了自己一命的份上，他才懒得理他。当然，这些话宁仪真可不会说，要不然奶娘听了得担心他。在老人家的心里，如今这样帝后和睦是他最想看到的场面，因为小太子还太小。吃了饭，宁仪真又静静地坐了一会，然后才进寝宫。一进去，一副和谐的画面。娘亲，月儿在帮父皇下棋，他下不过哥哥哟。小月儿的话一落，燕凤阳一脸漆黑。果然，在他女儿的心中，他的棋术就不如自己儿子。可能吗？他可是让着小孩子罢了。凤床上摆着一张小方桌，桌上放着一副棋子，黑白分明的棋子分布在棋盘中。宁仪真也是个行家，张眼一看就知道两人并不存在谁强谁弱这说法。若非要分，那也是个平手。他知道燕凤阳曾经师从自己那天才舅舅，而此人也是个天才，确实是个能人。可想到自己舅舅的下场，宁仪真心中的那点感激之情瞬间就荡然无存了。月儿、天儿，你们先下去吧，娘亲看看你父皇的伤口。是。小兄妹俩迅速爬下床，方德言也赶紧把小方桌搬下。伤口有2寸左右，已经开始结疤，红红的，不过没发炎，再换上2次药就没事了。听了这话，燕凤阳顿时双眸一眯，皇后这药可不一般啊，这么厉害的伤，1个晚上就结疤了。宁仪真一扬眼，皇上想说什么就直说吧。燕凤阳也不拐弯抹角，提吧，什么条件可以把药方交给太医院？这药若是用在军中，能少死很多的人。西里国称臣倒是能安生几年，但是北边与东边并不是那么安稳。天下是他儿子的，安定是首要的。只是让这狗男人白得，那可不行。
宁一真心中有了主意，可以交出内外吃、敷消炎止痛的药方，但这吊瓶里的药，本宫就是交药方子来也没用。这个制作方法实在太难，臣妾学了整整3年，才能勉强做出一些简单的东西。还有这些吊瓶与输液器，臣妾手中的材料已经很少了，而且这个我做不出来。燕凤阳看着宁一真的眼睛，发现那双眸之中除了冷清之外，绝无半点虚假。条件聪明。宁一真眼一抬，你为什么要杀我舅舅？你别与我说他要造反，若他真是想造反，便不会让你做大。话一落，燕凤阳眼中闪过一丝杀意，这杀意自然逃不过宁一真的眼。他冷笑一声，怎么想杀了我？现在想杀本宫太迟了。他被轻视了，他的皇后不仅会医术，还会武功，而且手中还有层出不穷的宝贝，可是那也不能成为让他轻视自己的筹码。燕凤阳有点恼了，皇后，你以为你本事大了，朕已经就杀不了你了是吗？第0197章，为什么要杀我舅舅？见燕凤阳真恼了，可宁一真一点也不害怕，他嘴角挑挑道，不是杀不了，而是你不敢杀我。你若杀了我，2个孩子从此会恨你入骨。我可以保证，只要你杀了我，他们一辈子也不会认你这个父皇。不信你可以试试。他的2个宝贝再不是前世那2个了，在这近4年的时间里，他们的母子之情已经浓得不可分割了。再者，宁一真心里非常清楚，上辈子燕凤阳都没杀他，这辈子就更不会了。再者，他就算是一时止不住怒气杀了自己，除非他永远不出宫，否则一定会死无全尸。燕凤阳非常不爽宁一真的威胁，可是他知道自己真的被威胁到了。当然，他从来没想过要杀他。想到孙相，燕凤阳的拳头死死地拧在了一起。不能换个条件吗？宁一真想也不想，不能，自己欠舅舅的一定要讨还。他必须知道，明明自己舅舅是个功臣，是扶他上位的功臣，他为何要恩将仇报杀了他？朕非太后亲子，什么意思？宁一真怔了一下，没反应过来。他说什么？他说他不是太后亲子，这怎么可能？突然宁一真想起上辈子梁王造反之事，他心中一跳，难道梁王造反是太后在背后支持？不，梁王造反还早，与他舅舅何干？说清楚点。见过倔强的女人，燕凤阳没见过这样倔得要死的女人。方德言，你来说。德公公浑身颤抖着，皇上这是急怒了吧？皇后，您这是在揭皇上的伤疤啊。娘娘，当年太后并未怀孕，为了坐稳太后之位，太后就想着要如何弄个儿子，正好有个才女怀了龙子。太后得知后，在孙大人的提议下，她也假装怀了龙子。当时宫中就2人怀龙子，先帝十分高兴。太后提出让这个才女与她一起养胎，先帝高兴地答应了。那一天，太后发动了，可没一会，颜才女也发动了。太后生下了一个龙子，颜才女生下了清武公主，大出血而亡。太后收养了清武公主。你真明白了，颜才女生下的是一对龙凤胎。你的意思是，你生母是我舅舅害死的？燕凤阳脸臭臭地回答他，正是。若你不信，朕可以让你见当年宫中接生的稳婆。虽然当时太后想悄悄弄死他，但他命大没死。是你舅舅在他刚生死边缘刚活过来时，又令找人杀了他。这么说来，他杀舅舅是报杀母之仇？怎么会这样？重生回来，宁仪真就一直想报杀舅之仇，可是他怎么也想不到，事实真相竟然是这样。宁仪真受不了这个事实，但这就是事实。他知道燕凤阳的性格，他虽然冷漠无情，但绝不用谎言来骗自己，特别是还编造出一个生母来。我外祖一家如今在何处？龙骨殿。外祖一家竟然在龙骨殿。龙骨殿，皇陵所在地，那里守卫森严，严禁外人进出。任他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外祖父一家人竟然会在那里。他一直往外面找，可他们却一直在皇城脚下。药方子我会给你，特殊的一些药我会做好，从此以后你我两清，恩怨一笔勾销。你当你的皇帝，我当我的皇后，咱们各司其职，互不相干。两清？燕凤阳的脸全黑了。皇后，现在我们还两清得了吗？你生了朕的2个孩子，现在来说两清会不会太迟了？不管2个宝贝是怎么来的，他有了2个可爱的宝贝是真。宁仪真白眼一翻，那你想怎样？难不成你还想与我夫妻恩爱，白头偕老不成？我知道你不能，你恨我舅舅是真，不喜欢我也是真。我不会自恋到以为自己有多大的本事，能把皇帝的眼光吸引过来。是啊，他要怎样？有人给他当好皇后，不用他操心，不好吗？燕凤阳告诉自己，他不会喜欢小丫头以外的任何一个人的，一定不会的。
希望你说得到，做得到，朕就如你所愿。两人又谈崩了，德公公真是焦急的不行，明明解开了恩怨，为何又成了这样？皇后娘娘哎，你就不能软化点吗？这些年来，皇上跟谁低过头？他能赖在您宫中，这不正是您的机会吗？眼见两人的关系又回到了冰点，德公公是真的想哭。这些年他什么时候见过皇帝这一面？就在这时，李安进来了。启禀皇上，皇后娘娘，各公主子听闻皇上醒来了，他们想进来探望一下。燕凤阳心情不好，听到这顿时脸就一黑，谁让他们出宫的？朕的话当屁在放吗？方德言，去告诉他们，擅自出宫的加倍禁足。德公公抽抽脸皮，这些没眼力见的女人，怪不得皇上一个也不喜欢。是，皇上。宫外一群嫔妃们冷得直哆嗦。昨天晚上过来，皇帝没醒，他们没能见到皇帝，那是没办法。可现在皇帝不是醒了吗？皇帝醒了，他们自然得来探望了。只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皇帝是醒了，等到的不是宣他们觐见，而是再罚他们禁足半个月。孔美人一听就恼了，高嫔姐姐，这就是你所说的不会责怪。这下好了，大伙要1个月不能出宫了。屈才人一脸古怪的笑了笑，高嫔姐姐，你可真是个好姐姐，当你的妹妹真幸福啊。高嫔也脸黑了，若不是这妹妹死活劝说，她能说动这些贱女人过来看望皇上吗？屈才人，本妃可没有拖着你出来，是你自己出来的。若你自己不想出来，本宫劝你有用吗？你们也别怪本宫，本宫是好意，要怪就怪那些太得宠的人。回宫。高嫔娇娇袅袅的回了宫，众嫔妃相看了一眼，各自散了。也就在这时，霍萧进来了。皇上，那2个刺客体内有1日诀，他们全是要人，刚才已经毒发身亡了。第0198章，幕后之人到底是谁？那些人竟然是要人。听到这，燕凤阳没空与自己的皇后赌气了。这些杀手既是影子杀手，还是要人，这危险性就更大了。要人谁不知道？那是一群没有痛感的人，一点信息都没拷问出来。霍萧低头，属下无能。怪不得他。燕凤阳心中非常清楚，若左相都撬不开这些人的嘴巴，这世上怕是再也没有人能撬开了。不是你无能，而是对手太强大。起来吧，宫中的布防怕是要动一动了。霍萧心中一跳，难不成皇上认为这一次的刺杀与后宫中的人有关？不过也对，这些人刺杀的对象是皇后与太子、公主。皇上放心，属下明白。燕凤阳觉得事情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便再也不装病了，立即坐了起来，宣左相与成王进宫。是。很快，萧远寒与燕凤成来了。看到皇上身着中衣，长发披肩，整个人好好的坐在凤床上，燕凤成快步走了进来。皇兄，看到您没事，真的是太好了。昨天晚上可把臣弟我给吓坏了。燕凤阳也不隐瞒宁仪真的功劳，不是朕没事，而是皇后的医术极好。皇后给朕不知道用了什么好药，一醒来伤口也不疼不说，浑身也有力气了。这样，燕凤成笑了，皇嫂厉害。她不仅医术好，厨艺更好，她弄出来的吃食，臣弟我真是念念不忘。皇兄，您可真有福气，可以天天尝到皇嫂的手艺，臣弟羡慕啊。羡慕？羡慕个屁！燕凤阳不知自己到底怎么了，听到这话，他竟然突然就想爆粗口了。那女人说了，以后他们两清了。本来两清就两清，反正这个皇后也不是他自己要娶的。可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2字，燕凤阳就是个不爽。这一刻，他连自己都没发现，在他的心底，小珍儿已经不存在了。恨恨地看着燕凤成，他一脸的阴沉。七弟这是说，朕御膳房的师傅手艺太差了，看来养着他们没用，不如杀了。燕凤成知道自己皇兄在说气话，也震惊于他会说气话了。顿时他就变笑了，这多了一丝人情味的皇兄真亲切。这倒不是，臣弟只是说皇嫂的手艺特别合胃口罢了，我可没有嫌弃御膳房的师傅。燕凤阳一脸骄傲，哼，朕谅你不敢。一边的萧远寒听着这对兄弟竟然讨论起厨艺，顿时心头真不是滋味。皇后虽然只能是皇后了，可是这种酸痛还是少不了。皇上，您召唤臣来，可是有事要说？终于，燕凤阳才知道自己被自己的七弟带偏了。这次的刺客针对的是皇后与太子、公主3个，你们认为谁才是幕后之人？谁是幕后之人？这也太难猜了。皇上的后宫虽然女人不多，可也有10来个。这10来个人，谁不想坐上皇后的位子？谁又不想生下皇子，好当太子？皇兄，您可有什么怀疑的对象？当然有，但是只是不能明说罢了。走，去上书房。朕让人去叫九皇叔了，他应该也要到了。九皇叔是长辈，
不好进皇后的宫殿。三个人立即起身。皇上，您小心伤口。燕凤阳瞪了德公公一眼，朕可不是泥捏的。行了，走吧。一行人走了，秀玉立即进去收拾屋子。宁仪真走进来，把这床上的东西都扔了。秀玉，娘娘，这张雕花大床要不要扔了？江嬷嬷跟着进来了，顿时笑了。秀玉，赶紧收拾好，快点。是。一老一小迅速行动，很快屋里连床幔都换了。好些天没睡床了，宁仪真四平八稳的乘着大字睡在上面，床就是舒服呀。希望狗皇帝不要来了就好。当然，他知道这是做梦，指望不了别的，至少他可以好好的躺一会，等秋月回来，恐怕就有仗要打了。可刚躺下，小日儿飞来了，梁王又进宫了，梁王又进宫了，他往太后那里去了。人手有点少，小绿成了监督员。梁王昨天半夜没见到太后，此时他又急急入宫，为的是什么？春花，主子，属下回来了。应声的是秋月。秋月，见到赤峰了？秋月点头，见到了，赤峰大哥都知道了。后宫自己可以掌握，可宫外，宁仪真知道自己没有这么方便，好在有帮手。梁王又进宫了。什么？梁王又进宫了？看来刺杀的事与他不无关系。主子，属下明白。就在主仆说着梁王之时，燕凤良已大步的进了慈宁宫。谢太后见他进了宫，顿时也就惊讶了一下。良儿，你怎么入宫了？去看过你皇兄了吗？燕凤良并没有理太后，而是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谢太后一见这脸色，立即挥手让人退下。良儿，你这是怎么了？谁惹你生气了？燕凤良静静地看着谢太后，母后，您就这么看好他吗？如今他越来越不听您的话，您还是这么支持他吗？这个他是谁？谢太后心里自然清楚，她有点怕小儿子的这眼神，便眼光闪了闪。如今天下不平，国库空虚，百姓缺食少粮，良儿可懂母后的心。昨天晚上他过来时，太后睡下了，没说上一句话。回去后，燕凤良想了一个晚上，心情不好的他再次入宫了。这话一出，他一脸戾气。那关本王何事？那是他无能。不，谢太后不是梁王，她太了解当今圣上，她不是太无能，而是胜于先帝诸多，甚至比太上皇还要强上几倍。先帝从太上皇手中接过大梁江山时，虽然谈不上丰衣足食，但也不是一个小小西厉国能欺负的天朝。可仅仅30年，先帝能力不足就算了，却还沉迷于女色，后宫中光是有品级的嫔妃就100多人，嫔妃多，诞下的子嗣更是不知其数。第0199章，梁王再次进宫了。先帝子嗣多，又不宠皇后，当时还是皇后的太后，为了保证自己的位子，诛杀了许多皇子与公主。就算如此，先帝还是儿子女儿一大堆，这些人只知道要吃要喝要花，却从未想过为国出力。正因先帝沉迷于女色不理朝事，所以国家才越来越弱，四方越来越不太平。若不是有孙科这个奇才帮助，这天下早就被外敌瓜分了。谢太后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她知道没有国，更不可能有荣耀。谢家要保昌盛，必须有一位明君，重新带着大梁走向强盛，不被外敌侵入。所以她对皇帝的安危那是真正的在乎。当然，她也以为自己很了解燕凤阳，以为她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她甚至以为燕凤阳杀孙相，一是因为孙相功高盖主，二是因为他们俩的暧昧关系。太后根本想不到的是，皇帝早就知道自己并非太后亲子。见小儿子气冲冲地入了宫，他耐心地教导：良儿，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若无天下百姓，又何来皇朝王族？大梁如今经不起折腾，再折腾下去，国将亡。治国太难，太累，太需要精力。母后只希望你凡事不愁，开开心心地过一生。开开心心过一生，若只能如此平庸，他的开心从哪来？燕凤良一脸阴沉，可这样过，儿臣根本就不开心。儿臣希望自己有一番建树，儿臣就不相信自己就比人差。母后，儿臣不指望您帮我，但是也不要给儿臣拖后腿好吗？培养一个影子卫，您知道有多难吗？您一动就10个。面对自己儿子的怒火，谢太后有点心虚。良儿，影子杀手不是母后动的，真的不是。不是母后，那就只有一个人了。以自己亲娘对皇帝的拥护，燕凤良相信了。他咻的一下站了起来。母后，儿臣告辞。儿子要去哪？谢太后心里有数，立即唤他良儿。但太后的呼叫没有用，燕凤良头也不回的走了。娘娘，可要老奴去追？蒋嬷嬷上前。谢太后默默的摇摇头，算了，让他去吧，不让他去，他也会去。陛下，哀家是谢家人，可是哀家更是大梁的太后啊。良儿的身体、能力、胸襟都不如皇上，这个国家如今真的是不好打理啊。哀家也是在替他着想。话一落，
蒋嬷嬷眼珠子一转，太后，现在边关不是太平了许多吗？只要皇帝不再征战，若遇上几年风调雨顺，大梁就会好起来。王爷其实是个有能力的人，只是太后您对他的要求过高，所以看不到罢了。奴婢知道您是为了王爷好，但人各有志，他是男人，所以想法与太后您不同啊。他的小儿子真的有这治国之能吗？国可不只是一个家，打理起来没这么容易。谢太后闭了闭眼，坐在贵妃椅上，看着遥远的天空，仿佛在喃喃自语：真的可以吗？真的能吗？国不能亡啊，国不能亡啊！谢太后心里清楚得很，杀了皇后与太子没事，可杀了皇帝，这大梁国真的能撑得住吗？诸国不敢对大梁动手，也就是因为这些年有少年时的皇帝在边关力挽狂澜。就在太后迷茫之时，此时的凤霞宫，秋月一脸一重：主子，昨晚之事看样子是谢家所为，梁王与谢家怕是勾结上了。窃听器装得太远，谢太后与梁王的谈话声音又低，实实在在是听得不太清楚，但从两人片言之语的口气可以看出，梁王是来兴师问罪的。影子杀手，这两个人与他都有关。秋月，让赤峰的人盯紧点梁王，看他是不是去谢府。若是去，那昨晚的行动就是谢家所为。叫人盯紧就是，不要打草惊蛇，最好能找出影子杀手的培养之地。那些影子杀手功夫并不是多好，厉害之处是却有两点：一是他们的神出鬼没，二是他们似乎被药化了。被药化的人力气会暴增，痛感会消失，加上神出鬼没就十分可怕了。主子放心，疾风大哥的人不会马虎的。影子杀手太厉害了，上辈子的宁仪真被贬为低级嫔妃，对后宫女人并无威胁，所以没有人派影子杀手来杀他，因此他也不知道有他们的存在。对手如此之强，看来不好惹。宁仪真眯起了双眼，自己也得做些增力丸出来了。空间中的极品营养液与对手空间的灵泉相结合，再加上几枚增强内力的药，宁仪真有了主意。秋月，让莫眼大哥准备些药，本宫3天后晚上出宫。是，主子。不一会，秋月接了药方出去了。燕一月跑了进来：娘亲，你不喜欢父皇是吗？这表情，宁仪真有些无奈。女儿是个小精灵，是不是她又发现了什么？月儿，娘亲与你父皇不是寻常的夫妻，不需要相互喜欢。燕一月不明白，娘亲，狐狸精姐姐说过，夫妻若是相看两厌，就过不下去的。月儿喜欢娘亲，也喜欢父皇，希望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的生活在一起。可是娘亲不喜欢父皇，父皇也不喜欢娘亲，这样的日子你们会过不下去的，怎么办啊？又是狐狸精姐姐，宁仪真在吐血了。这只狐狸精到底教了一些什么东西给她女儿？这世上有几对夫妻是相亲相爱，感情深厚，深情不推的？若真有，世间男人为何家中一有存粮就想那个妾？穿越几世，见多了人性，宁仪真是真心不信男人的深情，但她又希望女儿信，希望女儿将来能找一个相亲相爱的男人，一起甜蜜蜜、幸幸福福的过一生。女儿虽小，但宁仪真时常把她当成大人，于是她摊牌了：宝贝，要你娘亲与你父皇相互喜欢是难了，但我们不会分开，会陪着你们长大。真的吗？爹娘在一起，家里才幸福。燕一月有很多东西不懂，但又懂得很多。第0200章，果然是他。面对小女儿那亮晶晶的大眼，宁仪真点了点头。月儿，虽然我与你父皇无法相互喜欢，但我们有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把你和你哥哥抚养大。等你们长大了，我们也老了，就更不会去在乎什么爱情了。宝贝，快乐的成长吧，有你和你哥哥，娘亲这辈子都满足了。娘亲不会离开就好了。燕一月想，慢慢的，娘亲一定会喜欢上这个酷酷的父皇的。莫人知道燕一月是个颜控，他看过好多男子，发现这人世间真的只有自己父皇才是最好看的那一个。好看的人不当爹爹，那不好看的人万一当了爹爹，他一定会吃不下饭的。娘亲，你真的开心吗？娘亲要开心哦，娘亲也要像月儿一样开心哦。好女儿，小小年纪能想到这么深，真的是个小天才。宁仪真摸了摸女儿的小脸蛋，答应了。有你们，娘亲就开心。走吧，我们去看看江嬷嬷在做什么好吃的，晚上想吃什么？想吃什么？小月儿抬起手抓抓头，我得想想。小吃货在想吃什么之时，燕凤成也正在说吃。皇兄，晚饭时辰快到了，不如你带我们去皇嫂那蹭个饭。七弟还想跟去蹭饭？燕凤仰脸黑了，哼，他才不稀罕他的饭菜呢，他以为自己不敢跟他两清吗？七弟，那影子杀手的事重要，还是吃饭重要？务必找出这影子杀手的培养之地，早日铲除，否则后患无穷。我知道啊。燕凤成摸摸鼻子，皇兄，俗话说皇帝也不差恶兵，您得让臣弟吃饱，
干活才有劲。恒表哥，你说对不对？萧远寒也很想再尝尝宁一真的手艺，虽说他忘记了他，但他心里依旧把她当那个小丫头。皇上受伤，成王这次就等捷报传来时再请皇上赐膳吧。好吧，看在皇兄受伤的份上，他且忍忍。还有，那些该死的人敢去伤他糯米团小侄女，就是得罪他燕凤城了。皇兄，臣弟可记在心中了。就在此时，启奏皇上，13爷求见。13弟来了，他的眼睛怎么样了？燕凤城一脸欣喜，燕凤阳的表情也松动了许多。宣13爷觐见。燕凤寻一身白袍，虽然瘦，但个不矮，给人一种遗世而独立的感觉。13见过皇兄，恒表哥，七哥。13，你来有事？燕凤巡行了一礼，皇兄，臣弟想入西郊大营。什么？燕凤阳一怔，13，你的眼睛出好，怎么想到去那里？那里太辛苦了，不必。皇嫂被人行刺，昨天若不是皇兄在他宫中，肯定被人杀了。燕凤寻紧咬下唇，臣弟的眼睛已经完全无碍了，这些年臣弟全靠皇兄照顾，也是时候去好好学习了。皇兄身上肩负着家与国，臣弟虽然没多大本事，但愿意替皇兄分担一些。看着眼前这如青松一样的弟弟，燕凤阳心中翻涌不已，朕准了。若身体吃不消，就回来。谢皇上。凤霞宫再度出去的秋月已经回来了。主子虽然是拐着弯子去的，但梁王确实是去了镇国公府，一路上他的脸色一直都很差。因为是大白天的，所以我们的人不敢跟进去，怕暴露目标。看来昨天晚上所为是谢家所为，想杀本宫与孩子。宁仪真双眸如冰，谢老狗，你等着吧，本宫可不会做一下子杀了你这么简单粗暴的事。秋月，本宫听说谢大人的金孙出生那天，京城紫气东升，江南水患平缓，可是真？秋月立即点对，确实如此，当时全京城的人都知道。谢老贼，你敢动我的孩子，就别怪我生气。宁仪真双眸中的冷厉与她秀丽的面容不相配了，麻风散送点进去，让那孩子吸上一些。中了麻风散的人，看似就是得了麻风病。得了这种病的人，症状与麻风症一模一样，但唯一的就是他不会传染。中毒之人高烧不止，满身红疹，慢慢的身上开始溃烂，没有解药的话，3个月后才会自动痊愈。可是高烧过的人头脑会变得迟钝，一辈子无解。这话一落，秋月脸色一正，属下明白。主子您早就该动手了，这些人真当您是一只病猫？可不就是？宁仪真从来都不是个恶毒之人，对孩子下手他真的做不到。可是人家都来要他们母子3个的命了，若自己再心慈手软，这辈子他恐怕命又不长了。去吧。是。主子，这事要不要让皇帝知道？让那狗男人知道做什么？宁仪真心道，他是皇帝，对谢家出手，他不是不忍心，可得顾忌着太后，到时候他弄点小手段惩罚一下，那他不得吐血。秋月，自己能动手的事，没有必要去麻烦别人，欠人情。你们要记住，这世上什么都好还，就是人情不好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告诉他。明白。主子说不告诉，那就不告诉。他们是主子的手下，可不是皇帝的手下。刚才会提醒，是因为昨天晚上皇帝才救了主子而已。秋月下去了，燕一月跑了进来，他拉着宁仪真的衣服，抬起小脸问：娘亲，是那个什么镇国公要杀我们吗？宁仪真抱起他，应该是，若娘亲没有猜错的话，10有8九是谢家所为。女儿虽小，但懂事及早，有的事宁仪真从来没有隐瞒过他们。世事复杂，人心复杂，他们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所以宁仪真不会让他们随性长大。只是燕一月不太明白，娘亲，那坏人为什么要杀我们呀？我们又没得罪他，为什么？宁仪真直接道：月儿，因为我们挡了他们的路，皇后路、太子路。燕一月似乎有点明白了，娘亲，是不是别人也想当皇后、当太子？而皇后与太子都只有一个，现在又被娘亲与哥哥当了，所以他要杀了我们3个，对不对？对，我的宝贝太聪明了。宁仪真赞赏的给了小月儿一个亲吻。